啪！脑门上一记沉重巴掌声，直接将张烨惊醒。你他妈！脏话还没出口，张烨的眼神便开始惊恐起来。打自己的乃是曾经的高中死党朱刚，但在张烨的印象里，自己这个同桌兼死党，在5年前，也就是高3那年就已经死了呀。老朱，你投胎回来了呀！啪！烨哥，你睡傻了，快醒醒，灭绝师太快要回来了。看见张烨又在说胡话，朱刚也毫不客气，上去就着张烨的脸颊就是一巴掌。强烈的刺激感瞬间将张烨惊醒。死猪，你他妈找死！张烨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就算你已经死了，但在老子的梦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不是？张烨上去就给了朱刚肚子一拳。哦，烨哥你打我！不理会朱刚趴在桌子上疼得直哼哼，张烨此时却愣住了。此时张烨环顾四周，这熟悉的教室，周围那些个稚嫩的脸庞，这不是我的南市高中的日子吗？此时的张烨透过窗户上的玻璃看见了上面倒映着的自己，那个记忆之中稍显青涩的帅气男孩。我去，小爷的青春又回来了！反应过来的张烨强忍着内心的激动，赶忙向着朱刚道歉。烨哥你发什么疯？今天是觉醒的日子，等等灭绝师太马上就要来了，你可不要再睡了。说话间，朱刚将一本书推到了他的手上。张烨刚想将书放到桌子上，下一刻却被书上写的东西给弄蒙蔽了。第一单元，世界兵种分类人族篇。张烨看到一脸茫然，脑海之中立刻浮现一堆问号。这是什么？当年高中教这个，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大。教室外突然传来响亮的高跟鞋接触地面的敲击声。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众人立马安静下来，就连朱刚都装模作样的拿出了一本书籍，假装自己在认真观看。但那本书拿反了。片刻，一个短发戴着大黑框眼镜的冷面女人走了进来。那个女人扫视了班级一眼，随即满脸冰冷的走上讲台。同学们，再过半个小时就要轮到我们一班进行觉醒仪式。同学们，这是一场决定你们今后命运的一战，我希望你们都认真对待，要知道。随后便是漫长的一段鸡汤演讲。张烨虽然看上去正一副认真的听着灭绝师太在讲台上演讲，但心中已经一片汹涌。在灭绝师太陈水荣的话语之中，魏江终于明白，原来虽然张烨重新穿越回到了高中时代，但这个高中时代好像又有点不一样。整个世界与张烨印象中已经天差地别。如今的地球比张烨印象中的大了整整100倍。这个世界上各个城市都充满了各种异次元时空门，每个时空门之中生存的生灵都想通过时空门入侵这方世界。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人类也拥有了可以与之抗衡的手段。领主这个职业孕育而生，每个人在15至16岁的时候便可进行一次觉醒仪式。若能觉醒领主天赋，并开启体内灵魂空间，便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领主。每一位领主都能在灵魂领地之中培育自己的子民，必要的时候便能召唤自己的子民，让其为自己而战。强大的领主能够召唤自己的军队驻守异次元门，为保护全人类而战。所以领主在整个人类世界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而张烨等人刚刚高一入学，再过半个小时之后就将迎来他们人生的第一次觉醒仪式。叮铃铃，陈水荣还想说什么，但外面的铃声却直接打断了他接下来要讲的话。好了，接下来该轮到你们的觉醒仪式了，大家一定要放松心态，不要紧张。说罢，陈水荣领着众人走出了班级。走廊外其他教室也是同样一般。很快，在陈水荣的带领下，众人很快便来到了南市高中体育场。在操场的中央，一个结构繁琐的法阵已经刻画完毕。整个法阵呈一个巨大的圆形，里面刻画了很多看不懂的符文以及三角形。整个法阵在不知名的力量下散发着淡淡的紫色光辉。张烨看到这个法阵的时候，眼睛都直了。我去，这怎么跟小电影里面召唤魅魔的法阵一模一样？法阵会将你们各自带入到不同的场景之中去，你们要记住，你们在里面得到的东西将决定你们灵魂领地的区别。上场前，陈水荣不放心地叮嘱道。首先上场的一班，只见张烨等人的率先走了上去，随后法阵上面立刻爆发出耀眼的紫色光芒，将众人全部笼罩。唰的一下，张烨眼前的景象突变。等他回过神来之时，自己已经处在一个战场之上。战场上一方是身穿铠甲所士兵，另一方竟然是一帮头戴黄金手持棍棒的人。那帮人虽然武器简陋，但眼神之中却充满了狂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人群之中，一名身穿黄色长袍的老者手持9节杖，一脸狂热地喊着什么。张烨并不去管这些，他牢牢记得灭绝师太的话，他拿到的东西决定了他今后领地的潜力，那必然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拿到最好的，而眼前就是最好的选择。
张烨想都没想，直接冲了过去。那位老者距离张烨非常近，那名老者也没想到张烨竟然如此大胆，一时之间竟然愣了一下，但张烨已经冲了上去。此时的张烨毫无尊老爱幼的想法，上去对着老者就是一脚。哎呦！老者哀嚎倒地，张烨直接动手抓住老者手中的那根9节杖。老者还想反抗，但迎接他的是张烨对着他脑门的一脚。砰！老者毫无疑问地瘫倒在地，失去反抗之力。9节杖被张烨轻松夺过，但张烨刚想离开，却瞥见老者腰带上竟然还夹着一本书籍，这能放过？张烨毫不犹豫，直接将书抽走。此时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化，战场不在，张烨明白是时间到了。这时9节杖和那本书竟然直接换成2团黄色光团，一下子飞入张烨心口处。还没等张烨回过神来，轰！张烨的精神空间传来一阵开天辟地般的巨响，眨眼间张烨已经来到了精神空间内部。只见在他的底下，一小块陆地出现，陆地上面除了一座简陋的茅草屋，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叽嘎！茅草屋大门打开，里面走出5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男人。见过领主。5人看到魏江之后，齐齐向他行礼。张烨意念微微一动，黄金鸡鸣，力量 0.7， 速度 0.5， 意志7，体质 0.8， 一个正常成年人的各项平均指数为1。黄金鸡鸣不愧是鸡鸣，各项指数除了意志力外全部不达标。张烨还没来得及骂娘，恭喜宿主觉醒领主天赋，召唤系统开启。话音刚落，眼前顿时光芒大作，片刻之后，一座小型祭坛出现在张烨面前。祭坛外形古朴，四周还有好几根挂着黄色长幡旗帜竖立。此时祭坛上空有一根黄色的光柱浮现，不知怎么的，张烨鬼使神差的走上前，伸出手抚摸了一下一旁的黄色长幡。这时张烨的脑海之中突然浮现黄天祭坛，效果命运召唤，条件已满足，可使用。通过触摸，张烨已经明白这座黄天祭坛的作用，那就是当上面那道黄色光柱填满之时，可以触发一次命运召唤。命运召唤听名字就知道，召唤的结果一切看命，有可能是强力武将，有可能是隐藏兵种，也有可能是武器、弹药、建筑，什么都有可能。最让张烨激动的是，这那命运召唤什么都有可能召唤出来，但就是没有谢谢惠顾。张烨不禁感叹一声，真良心。这做法某只企鹅比之起来那就丧良心多了。因为系统第一次激活，作为新手礼包能够免费进行一次抽奖，欧皇还是飞球，就看这一下了。张烨搓搓手，点击了使用，随后一道耀眼的黄色光芒从祭坛上冲天起，隐隐约约在光芒之中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随后光芒散去，祭坛之上多出来一个身着黄色黄衣、身形健硕的魁梧男子。末将管亥，参见无主。哇操！小爷转运了，现在呀，欧皇了。当那个魁梧男子自报家门的时候，张烨差点跳起来。管亥啊，在三国黄金体系那帮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里面，可是难得的几个猛将之一。当年打的北海孔融跟孙子一样，要不是刘备前来支援，恐怕他将会成为第一个阵亡的周牧。将管亥直接扶起，张烨意念一动，管亥实力1级生物，力量15，速度12，意志18，体质13，技能掠劫，每次战胜敌方便可增加 50% 劫掠收益。所粮，攻破敌军每个城池，粮草时的收益将增加 100%。看完，张烨只想说，什么才叫专业？这才叫专业！管亥为抢劫而生，看看人家的那2个闪亮亮的技能，全部与打劫有关。而且这个系统果然没话说，一出手就给自己一个1级生物，让张烨一开局就领先众人一步。至于那个所谓的实力划分，乃是如今世界官方对于所有领主手下的一个统一划分。战士只要在4个属性上面有一个超过10，那就可以称为1级生物，同理超过20就是2级生物，30就是3级生物。而那5个3项属性都没超过1的黄金鸡鸣，也有一个称号叫做0级生物，外号耗材。5个耗材外加一个1级生物，张烨的开局还算不错。觉醒仪式很快结束，众人被强制拉回了现实。回过神的张烨环顾四周，发现整个班一共40人，此时除了张烨外，只有7个人面带笑容，其他人都苦着脸，甚至有几个心智脆弱的女生已经开始偷偷抹泪。很明显，他们的觉醒已经失败了。能够觉醒领主天赋的人不多，大概只有1/5罢了。一班完成之后，便被老师赶了下去，让其他几个班级依次上去。操场上，其他几个班级的学生静静地等在祭坛外，所有的学生脸上都露出一丝期待以及紧张。在如今的炎国，
学生求学有2条路可走，一条就是觉醒领主天赋，参加领主专属中考，进入专为领主开设的学校，毕业之后效力于军方以及警方。如今的炎国军方以及警方这些暴力机构基本上只对领主开放，而没能成功觉醒领主天赋的学生只能参加普通中考、高考，如同张掖前世成为一个苦命的打工人，在其他领域发光发热，任老板剥削。所以一旦觉醒了领主天赋，就相当于直接内定了公务员铁饭碗，这由不得这些学生癫狂。叶哥，你觉醒过了没有？我成功了！朱刚一脸兴奋地跑到张掖面前炫耀。张掖看着一脸得意的朱刚，不禁摇了摇头。这个傻大个还是一如既往的运气好。我也成功了。你的第一批领民是什么？叶哥，你也成功了，牛啊！给你看看，我是领民。朱刚一张手，手上一道白光闪过，一个全身只有一件毛皮裹在腰间的健壮绿色男子便直接出现在众人面前。啊，变态！在场的一帮女同学当即红着脸捂住了眼睛，但微微松开的手指缝隙却证明了这帮女流氓并没有表面那般纯洁。那个绿色裸男浑身都是腱子肉，身上还刻满了古怪的纹身。张掖意念一动，兽族苦功，力量7，速度6，意志4，体质6。看着这具壮硕的兽族苦功，再想起自己手底下那帮黄金鸡鸣，张掖顿时有一种或比或得扔的冲动。叶哥，叶哥，该你了！望着周围那帮同学一脸期盼的眼神，张掖一咬牙，直接将黄金鸡鸣给召唤出来。噗！身后一名同样觉醒了领主天赋的同学直接笑喷了出来。其他没有觉醒领主天赋的同学不明所以，当即发问：乖乖，笑死我了！张掖的领民力量、速度、体质竟然都没有超过1点，叫耗材都可惜了！哈哈哈哈！此话一出，张掖顿时成为了众人的焦点。哼，还以为成为了领主有多么了不起，原来只是废材啊！一阵尖酸刻薄的声音响起，张掖转头看去，只见刚刚出生的乃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同学。张掖记得这个女的就是刚刚觉醒失败直接抹泪的那个，叫贺妙言。对此张掖可不客气，直接回怼了过去：我不跟连领主都不是的傻女人计较，有失我的领主身份。你……贺妙言当即眼睛又红了起来。张掖，你怎么能跟同学这么说话？快道歉！说话间，一个男生跑到了贺妙言身旁，低头安慰起来。那人是一般的体育委员骆明成。嚯，怎么哪里都能遇上这种沸羊羊？张掖暗骂晦气。张掖还没开口，但一旁的朱刚却依旧受不了，当即开口回怼：哟，瞧瞧，这不是我们的青青草原的沸羊羊，一般的体育委员大人舔狗骆明成吗？朱刚的怪调直接引起了周围同学的哄堂大笑。在班级里，体育委员骆明成暗恋贺妙言这件事早就已经是一般公开的秘密，但人家女神贺妙言却对骆明成并不感冒，对他更是呼来喝去。明面人都看得出来，人家贺妙言只是想吊着骆明成，奈何人家自己已经是舔狗已深，无法自拔。听到朱刚如此直白的嘲笑，骆明成脸上一会红一会白，跟开了染色方一样。贺妙言感受到周围同学们奇怪的眼神，脸色变得更为不好看，他轻轻地踢了一脚身旁的骆明成。女神踢我了，她在害羞了。骆明成对此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张掖，你这样说就是不对，来决斗吧，为了领主的荣耀。突然听到如此中二的话，张掖嘴角忍不住抽了抽。怪不得贺妙言看不上你，是有原因的。张掖在心中对这个骆明成已经打上了叉，为了一个女人就如此冲动不知后果，这家伙这一生恐怕也就这点出息了。打可以，但总得有点赌注吧。赌注？张掖这话顿时让骆明成抓瞎了，他家也不是很富裕，一下子还真想不出来能用什么作为赌注。这个怎么样？就在骆明成一筹莫展之际，贺妙言从自己包包里面掏出来一枚闪着绿光的圆珠。这个我想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吧？看到那枚绿色圆珠出现的那一刻，张掖眼睛都忍不住瞪大了起来。这是粮草石？你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不怪张掖能有这么大反应，粮草石是可以直接作用在领主绑定的领地之上的珍贵物资。要知道，领主所在的领地内，所有生物每时每刻都是想要消耗物资的。当领地内生物消耗资源大大于领地物资生产速度时，领地内的生物将大量死亡。而粮草石则可以避免这项惨剧的发生。粮草石可以直接快速融入领主的领地，增加领地内粮食，供给领地内的生灵粮草。但这种直接作用于领地的资源，可不是大街上随意就能买到的。听到张掖的疑问，贺妙言抬起了得意的脸庞。这可是我爸爸特意给我买的。此话一出口，张掖当即就明白了，贺妙言他爸本来是打算给他女儿觉醒领主天赋之后直接使用的，但人算不如天算，他这个宝贝女儿竟然没能觉醒领主天赋。
眼下这枚粮草石对于贺妙言来说就没有用处了，把它拿出来当做赌注，也只是正好能够羞辱张掖。翻罢了，本来以为那个骆明成只是个舔狗，没想到啊，这家伙野心挺大，这是打算吃软饭啊！张掖心中恶意的想到。那粮草石可不便宜，平常市面上一颗最低级的黄级粮草石那也要将近5000块。那贺妙言手中的那枚粮草石，看大小至少也是玄级粮草石，这种等级的粮草石在市面上至少也要1万块。1万块直接拿来交给贺妙言，那说明他家条件一定差不到哪里去。喂，怎么了不说话？你怕了？看到张掖没有回话，此时的贺妙言以为张掖已经怂了，于是脸上便更为得意。怕？有人亲自送钱上门，我怎么可能会怕？来吧。张掖的脸上露出一丝奸计得逞的笑容。等等，你赢了粮草石归你，但你输了呢？说完，贺妙言还一脸嫌弃的上下扫视了张掖一眼，这家伙怎么看都不像能拿出粮草石的人。输了？要是我输了以后见到你就给你磕头怎么样？张掖无所谓的说道。输？有着1级生物实力的管亥，张掖想不出他输的理由。好，有种，那交易达成。贺妙言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张掖还想说什么，但一只有力的大手直接将其拦下。张掖转过头，便看到朱刚那担忧的眼神。叶哥，有没有把握呀？不行我上吧。张掖好好召唤出来的黄金鸡鸣4个属性，3个没超过1点。朱刚实在不知道张掖哪来的自信能够答应赌注如此大的决斗。放心，你见过我会打没把握的赌吗？张掖推开朱刚的手，和骆明成2人一块走到体育馆之中。他们2个巨大的赌注当即在人群之中传开了，众人纷纷跟着走了过去。不一会儿，体育馆中便站满了一班的学生。出来吧，我忠诚的子民！骆明成张开双手，随后5个身体健壮的男子手持斧头走了出来。平民，力量3，速度2，意志1，体质1.5。怎么说呢？骆明成手底下的平民所有属性都只是勉强达到及格线，与朱刚手底下的山岳烈民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但与张掖的那帮黄金鸡鸣相比，却又强了不少。怪不得骆明成敢出来与张掖决斗。怎么样，张掖召唤出你的领民与我决一死战？骆明成装出一副高手的模样，微微昂起下巴的说道。但张掖可没兴趣玩扮猪吃老虎的戏码，既然已经穿越了，那就在异界以无上耀眼的姿态成为众人的焦点，从而登顶巅峰。二话没说，张掖直接将管亥召唤出来。末将管亥，拜见无主。管亥一出现，直接单膝跪在张掖面前。一瞬间，身为1级生物的气势从管亥庞大的身躯上蔓延开来。此时，一旁观战的同班同学此时已经傻眼了，因为领主无法具体看到实力比自己强的生物属性。此时众人只看到管亥实力1级生物。哇操！我看到了什么？张掖有一个1级生物的领民？放屁！什么领民？那是将领。你没看到对方有名字吗？他是怎么做到一开始就有1级生物的？莫非他有挂？人比人气死人啊！我的那帮领民全身属性只有一点点饭桶。此时众人心中已经凌乱了，而对面的骆明成已经手脚冰凉。这怎么可能呢？骆明成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跪在张掖面前的管亥。不是不可能，而是你太无知，不明白庸才与天才的区别。张掖脸色淡漠，对着骆明成说道，随后手指向骆明成前方的那5个平民，将他们做掉。末将遵命。话音刚落，管亥直接起身，唰！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管亥已经消失在了原地。1级生物的速度跟那帮平民根本不在一个阶层之上的。眨眼之间，管亥已经出现在其中一个平民身前。在那个平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管亥已经伸出双手掐住他的脖子，将其举了起来。其余4名平民见状，提起手中的铁斧冲了过来。管亥直接将手中的那个平民当作武器，掐着那人的脖子用力一甩，轰！巨大的力道直接狠狠地撞向其余4人。那4个平民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便直接口吐鲜血的向后摔去，重重的摔倒在地之后。那5个平民连站起身来都已经做不到。结果已经很明显，张掖直径来到贺妙言面前，什么也没说，直接对着他伸出了一只手。贺妙言乖乖地将粮草石交到了张掖手中。他本来也不想给，但看着一旁那满身肌肉的管亥，不给不行啊。下回还有这种好事，记得一定要叫我啊，富婆。张掖言辞诚恳，双眼充满了真诚。稍稍一动手就有1万块进账，像贺妙言这种小富婆，张掖可不想放过。但此时颜面扫地，外加金钱损失的贺妙言根本不给张掖任何好脸色。觉醒仪式结束的很快，南市高中高一一共5个班级，只用了3个小时便全部进行完毕。
成功觉醒的学生欢天喜地，没有觉醒成功的只能哭丧着脸，一脸羡艳地望着成功的同学。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张烨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儿子，什么事这么高兴？刚回到家，张烨的母亲正在忙着做饭，看到自家手舞足蹈的儿子，一脸关切地问道：妈，我成为领主了？真的？还是我儿子有出息？张烨母亲同样一脸高兴。什么？臭小子，还有这本事？张烨的父亲闻声走出房间，一番鼓励之后，张烨走进了房间，坐在书桌前，张烨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一下子让他难以接受。突然，他终于想起了什么，赶忙从自己的书包之中掏出那枚粮草石，将那枚粮草石放在自己手心中央。随着张烨心念一动，那粮草石逐渐融化，并被手掌吸收。张烨心念一动，一转眼，自己已经身处领地之中。此时，大批粮草直接堆积在自己那小小的领地之中。5名黄金鸡鸣正一脸渴望地盯着那些粮草，看到张烨前来，5个纷纷跪地：屋主，这些粮食。10只眼睛充满着期盼：这些是给你们的。话音刚落，5个黄金鸡鸣嘴中发出一声惊呼，随即纷纷跑向粮草堆积的方向。那帮黄金鸡鸣可能是真的饿狠了，撕开其中一袋装有粮食的麻袋，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在张烨惊恐的眼神之中，那5个人每人吃了整整一袋，才堪堪露出满足的神色。从贺妙言手中得到的这枚粮草石乃是终极，里面获得的粮草足够这5个黄金鸡鸣吃一辈子。所以对于那5个黄金鸡鸣这胃口，张烨并没有多说什么。5人吃饱之后，竟然对着张烨齐齐双膝跪地：多谢屋主赏我等一餐饱饭，我等愿为屋主上刀山下火海，绝无怨言。此话一出，张烨明显感觉这5个人给自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当初的黄金鸡鸣给他一种浑浑噩噩，如同傀儡一般的麻木感，而吃饱之后的这5人面容严肃，眼神坚定，这才终于给了张烨对面乃是活生生的生灵一般的感觉。张烨心念一动，重新打开了这5人信息面板。黄金信徒，力量2，速度1，意志4，体质3，技能狂热。在信仰的召唤下，黄金信徒能够爆发全属性翻倍的效果，持续10分钟，10分钟之后全属性减半。不可思议，没想到吃饱之后的黄金鸡鸣竟然直接变成了黄金信徒，而且全属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最关键的是，这些最基础的兵种身上竟然也有了技能。想不到一点小小的粮食竟然能给张烨的领地带来这么大的改变，那小富婆还真是我的贵人啊！张烨美滋滋地想到。粮食的充足让张烨短时间不用费心如何去解决领民的生存问题。要知道，在整个领主世界，领主除了要关心领民的成长问题，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领主领地之中的生灵可是要吃饭的。领地可不仅仅只是生活了一点领民这么简单，而领地也是能够发展的。此时张烨的领地之内只有可怜的2个建筑，一个就是之前使用的黄天祭坛，而另一个就是眼前那个破破烂烂的茅草屋。破烂窝棚，每日能量点加10，生产黄金鸡鸣的地点，领主可凭能量购买10点每个。能量是领地内每天能够自动生产的，当然领地每天可生产的能量总数与领地的等级以及各种建筑物的加成有关。如今张烨的领地还处于最低级，每天只有10点能量的产出，换句话说，那就是每天能够生产1名黄金鸡鸣。这么一想，张烨顿时感觉任务还重了。儿子，出来吃饭了。门外母亲的呐喊声响起，张烨只得退出领地，来到了饭桌上。晚饭在张烨父母的欢声笑语之中度过。对了，儿子好好干，老爸这几天就给你领民多打造几把趁手兵器。张烨父母2个人都没有领主天赋，但张烨的父亲乃是一名稀有的铸剑师。铸剑师顾名思义就是打造兵器的工匠，但这个所谓的武器可不一般，张烨老爸打造的兵器乃是专门给领主武将所使用的。在这个世界之中，有一部分人虽然没能觉醒领主天赋，但其在觉醒的过程之中依旧领悟了少许非自然力量。这样的人虽然不能成为领主，但依旧能够凭借其少许的非自然力量，在这方世界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要知道，在领主的世界里，领地大小、兵力多寡决定了该领主的实力，但在领主世界之中，将领拥有的远超其他兵种的强大武力，以及其自身带有的特殊技能，将顶级将领的作用无限放大。培育将领也成为领主们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浪潮之下，武器、盔甲、坐骑、丹药成为了领主们极为推崇的畅销品。而一个高端的铸剑师以及炼丹大师，在这个领主的世界之中拥有了崇高的地位。很显然，张烨的老爸作为一家武器商铺的老板，一个合格的铸剑师，同样拥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才能支撑得起张烨家在这个寸金寸土的市中心买得起一套房产。
有了一个铸剑师的老爸，张掖根本就不用像其他领主一样为自己武将的装备而发愁。想到这里，张掖一挥手，直接召唤出管亥。末将管亥参见无主。管亥魁梧的身子当即出现在张掖父母眼中。看到管亥的身影，张掖老爸的脸上突然严肃起来：“儿子，你这个武将不一般啊，应该已经有了一级生物的实力了吧？等等，你不是才刚刚觉醒领主天赋吗？怎么这么快就拥有了武将？”想到这里，张掖老爸的眉头都已经皱了起来。他叫管亥，新手礼包送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过一开始就能拥有一个一级生物，绝对能够和一般人拉开巨大的差距。这样的话，高考进入重点大学就稳了。一听说自家儿子能够进入重点大学，张掖母亲的脸上顿时洋溢出幸福的笑容。毕竟什么事情能够和自家儿子成才相比呢？此时张掖的老爸已经来到了桌子上，掏出来一张白纸，并望向一旁的管亥：“这位壮士不知喜欢何种武器啊？”管亥并没有说话，而是一脸疑惑地望向张掖。说罢，他是我老爸，乃是一名优秀的铸剑师。管亥一听，当即看望张掖老爸的眼神之中多出来了几分尊敬。在他们那个年代，一名优秀的铸剑师那可是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热烈欢迎的存在。作为一名武将，拥有一把神兵是所有武将的心愿，而铸剑师是能够将这个愿望实现的人。随即管亥双手抱拳，对着张掖老爸深深一鞠躬：“大师，吾乃惯用长刀。”张掖老爸似乎经常遇见这种事情，脸上依旧淡然，只是微微点了点头：“那这位壮士随我来。”随后张掖老爸测试了管亥的力量以及手臂尺寸等一系列数据。“老爸，你看管亥的刀用什么材料好？”张掖一脸贱兮兮的靠过去问道。“材料，前2天有个钱多人傻的家伙送过来100斤玄铁，给他打了一柄巨斧之后，还剩下80斤，正好用来打一把长刀。”张掖听完，整个人都不好了。100斤玄铁只用了20斤还不退回，自己这个老爹心比自己还黑。张掖小心翼翼地问道：“老爸，你这样不会被打吧？”但谁知张掖老爸一脸无所谓：“怕什么？我跟他说，他这100斤玄铁杂质太多，我精炼去除杂质之后，只留下20斤精华。人家走的时候千恩万谢，还给了5万感谢费。”听完，张掖放下心来，看起来真的是一个人傻钱多的二货。第2天一早，张掖拿起书包，便匆匆忙忙地向着南市高中赶去。今天是分班的日子，他们这些觉醒领主天赋的学生将和其他未觉醒的同学分成不同的班级上课。好不容易赶到班级，果然不出所料，人基本上已经来齐。同桌朱刚一脸兴奋地招呼着他赶紧坐下。南市高中高一一共拥有7个班280人，而昨天觉醒领主天赋的学生一共拥有56人，拼拼凑凑正好组成一个特别班。很快在班级众多同学羡慕嫉妒恨的眼神之中，张掖等人收拾好东西搬走了。新的班级并不在之前的教学楼，而是处于校园内一栋较为偏僻的大楼内。这栋楼应该是特地为了觉醒领主天赋的学生而设立的，整栋楼的空间非常大，属于他们的班级相当于2个之前的一班，坐下56人绰绰有余。班级内众多学生一脸兴奋地互相交谈着，来到新环境，看到一帮新同学，大家脸上都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正当大家热火朝天的交谈间隙，一名身材修长、五官俊朗的男人走到了讲台上。“同学们安静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文富，未来3年我将是你们的领主班的班主任。”此话刚说完，台下学生当即安静下来，同时站起身。“老师好！”声音整齐划一。林文富见状点了点头，对于这帮学生的礼貌感到满意。“我对各位同学还不够认识，大家自我介绍一下，顺便相互认识一下吧。”话音刚落，从靠门第一排的学生依次开始自我介绍起来。“大家好，我叫陈晓，来自高一2班。”“大家伙，我叫张林华，来自高一4班。”轮到张掖的时候，“大家好，我叫张掖。”最前方的林文富听完表情一愣：“张爷，同学你这名字挺特别啊。”张掖嘴角一抽：“老师，我叫张掖，叶子的叶，但大家要是想叫我爷也行。”一轮介绍之后，众人也算各自对于新班级内的同学有了基本认识。好了，各位同学，还有3个月即将中考，领主班虽然中考与普通中考不一样，但同样竞争激烈，我希望大家重视起来。今天我来教你们第一课。大家都知道，领主能够召唤自身领地之中的战士前来为自己作战，但要是遇上那种刺客或者万千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猛将时，该如何自救呢？老师，这个我知道，合格的领主也是需要修炼的。一名男生赶忙举手回答道。很好，这位同学看来回去做了功课。不错，我们领主也是能够跟修真小说之中的人物一样修行的。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不等底下的那帮学生回答，林文富直接解释道：“各位同学，不要看。们现在体内的领地只有可怜巴巴的一点小地盘，要知道，
你们的领地是可以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进化的，而你们旗下领民每日都会产生气运，那些气运将代替小说之中的灵气，助你们修炼。当然，如今你们旗下领民数量太少，根本感觉不出来。就像我之江省的驻军总司令10级生物的王浩，本身拥有的领地已经相当于一国的面积，旗下领民将近1000万，1000万的领民旗产生的气运将是一个惊人的数量，这也是能够支撑得起王浩将军10级战力的重要保证。说话间，林文富的语气之中充满了向往。老师，那你现在是多少战力啊？朱刚在底下直接举手问道。此话一出，众多同学都是一脸期盼地望着林文富，大家都很想知道教授自己的老师将会是什么等级的领主。那林文富倒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按如今炎国的实力划分，我的领地之中拥有一名5级生物的将领，所以我应该属于5级领主。说话之间，林文富大手一招，一名身穿一身土黄色重型铠甲的壮汉直接出现在教室之中。轰！那名壮汉一出现，其身为5级生物的气势直接释放而出，一瞬间，教室之中的气氛顿时开始凝重。底下那帮学生一个个好似被人掐住了脖子一般，连呼吸都开始感到困难。啪啪啪！林文富拍了拍手掌，那名壮汉这才收回身上的气势。此时众人身上突然感觉一松，好似刚刚跌落水中的路人终于浮出水面。怎么样，这就是知道与5级生物之间的差距了吧？林文富一脸笑盈盈地看着底下狼狈的众人。此时的张烨也刚刚回过神，之前那个5级生物的气势让张烨的冷汗浸湿了后背。乖乖，这就是5级生物吗？还真他妈恐怖啊！朱刚小脸依旧煞白，似乎还没从刚刚的恐惧之中回过神来。好了，废话不多说了，这里每人一份中学生初级修炼手册，自己回家还好琢磨琢磨。说话间，林文富将一叠书本从讲台下拿了上来，让众人分发下去。突然，林文富似乎想起来了什么。哦对了，这个班级还没有一个班长，今天我们选一个班长出来，大家踊跃报名。老师，当班长有什么好处吗？进入领主冲刺班的学生，在这最后3个月的时间里，每个月都会下发1枚黄阶良田石以及黄阶粮草石，当班长每个月能拿到双倍。说话间，林文富对着底下的同学伸出了2根手指。老师，我之前就在3班当班长，这个职业我有经验。陈晓当即第一个举手回答。每个月2倍的奖励，足够激起众人的好胜心。我反对，大家都是领主了，选班长当然要以实力为尊，之前当班长那又算得了什么？一阵嘲讽的声音响起，直接驳斥了陈晓的算盘。张烨转头看去，嚯，好熟人了，这不就是之前让张烨痛扁一顿的沸羊羊骆明成吗？看来刚刚林文富所说的话，让骆明成也起了斗争之心。此话一出，陈晓脸上当即挂不住。那你的意思就是想比划比划？来啊，谁怕谁！两人之间火气越来越重之时，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出现。要论实力，你们之中谁有我叶哥强？此话一出，骆明成脸上顿时一僵。就在昨天，自己可刚刚被人家痛扁一顿，还是在自己的女神面前。当然了，当班长除了实力出众，更要让大家都心服口服才算。卧槽！骆明成，你上辈子是本书吧？变脸和翻书一样快。朱刚直接开口嘲讽。哼，当班长的除了实力出众，当然是要让全班人都服气，要不然和校霸有什么区别？听到这话，张烨直接站起身，将管亥召唤了出来。有着之前林文富那5级生物的猛将在前，管亥身为1级生物的威势已经不能再让众人有多大震惊，但来自1级生物的压制还是让众多同学心中一沉，同时心里还在暗骂张烨的变态。大家都才刚刚开始起步，你这个家伙竟然已经有了1级生物当手下，开挂了吧？张烨扫视周围一圈，我要竞选班长，谁同意谁反对？这个时候底下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动作，大家又不傻，那管亥一出现，众人便已经知道这里谁最强了。我反对，你这是胁迫！骆明成这时又一次跳出来。我们在场的一共有55人，大家根本不用怕他。张烨脸上冷笑一声，眼神一动，身旁的管亥当即明白了张烨的意思，当即上前一步，直勾勾地看着骆明成。那将近2.5米的壮汉直直地竖在自己面前，然后用一种看蝼蚁的眼神盯着自己。骆明成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此时张烨脸上带着一丝和煦的笑容。大家有谁反对的，可以直接站出来。我张烨一向以德服人，绝对尊重大家都意见。以德服人，底下众人心中一阵鄙夷。你那个手下就叫德士吧。张烨等了半刻，依旧没有其他人站起身，随即转头看向讲台上的林文富。老师，看来大家已经做出了选择。林文富刚刚一直看着底下的闹剧，却根本没有出手打断的意思，听见张烨这么说，却也只是点了点头。好，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张烨就是我们领主冲刺班的班长了。说着，林文富望向张烨。张烨，你身为班长，要做好带头作用啊。
张烨赶忙点头称是。就这样，张烨班长的职位就定了下来。林文富交代了几句之后，便离开了教室。老师一走，骆明成一脸阴沉地回到座位上，但张烨此时却不紧不慢地走到骆明成面前，一脸真诚地看向底下的骆明成。骆同学，看你一脸愁容，是有什么难处吗？没关系，可以和我这个班长说。班长2个字被张烨特意加重了语气。骆明成听完，脸上表情都开始扭曲了。张烨这话完全就是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但一想到张烨那个一级战力的猛将，骆明成心中又是一阵气馁。如今的自己根本不是张烨的对手。等着吧，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骆明成看着张烨离去的背影，眼神之中冒出一阵战意。分班后的第一天，其实并没有太多事情。林文富走后，南市中学的教导主任来到此处，给众人灌了1个小时的鸡汤之后，宣布了一下之后3个月的课程表。当这张课程表出现的那一刹那，当即引起全班同学的一阵哀嚎。进入领主冲刺班之后，对于之前的文化课程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要求，但增加了对于行军布阵、战术安排以及领主体能的训练。而且一天之中有1半的课程都是关于体能训练。大家之前还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读书人，这一下的转变让大家一时适应不了，但众人又不敢违背学校的规定。张烨对此却没有什么太多心理变化。在林文富将那本中学生初级修炼手册下发的时候，他心中已经有了预感。放学的铃声响起，张烨与朱刚直接背起书包，直接冲向教室外。在这个时候多待1秒都感觉亏。儿子回来了。一回到家，张烨母亲热情地迎了上来，简单问候了几句之后，张烨直接回到了房间。一关上房门，张烨直接进入领地之中。此时的领地之中，管亥正在训练那5名黄金信徒。如今张烨的领地范围太小，那5个黄金信徒在其中根本不知道干什么，管亥只好充当起教官，给他们消磨时间。张烨来到领地之中，并没有打扰他们，而是径直走到皇天祭坛前方，盘腿坐下，打开林文富交给众人的那本中学生初级修炼手册，按照上面记载的修炼方式，张烨闭上眼睛，开始细细感受领地之中的微弱的气运。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当他刚闭上眼睛，前方的黄金祭坛上插着的长幡竟然开始释放出土黄色的光芒。那光芒一出现，好似受到了某种吸引一般，直接朝着张烨的方向而去，随后将张烨直接包裹。此时张烨按照书中指示开始发散思维，但等了片刻依旧没有任何感觉。就在张烨以为自己哪个地方出错了的时候，轰！脑海之中一阵爆响，随后大量的信息进入脑海之中。信息涌入的速度太快，张烨一时之间还适应不了，额头开始大量冒汗，同时脸上的表情开始狰狞起来。还好这股信息涌入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只是过了5-6分钟便已经结束。张烨同时缓缓睁开双眼，脸上疲惫的表情依旧不能掩盖那双眼之中的兴奋。哇操，小爷不会就是传说之中的主角吧？这下赚翻了！原来刚刚张烨脑海之中涌入的大量信息总结起来，竟然就是传说之中大名鼎鼎的太平要术。太平要术分为天遁、地遁、人遁3篇，其中天遁之中记载了操控天气以及雷法，地遁之中记载了控鬼、聚灵潜将的法术，人遁就更厉害了，它记载了各类稀奇古怪的法术，其中就有张烨极为眼热的撒豆成兵。但因为如今张烨的领地极小，领民更是只有这么几个，每人产生的气运更是几乎忽略不计，所以这些强大的法术他如今是一个也无法修炼。看了半天，张烨最终挑选了一道名为掌心雷的法术作为自己的初始法术。如今1天已经过去，领地之中多了10点能量，张烨直接走到破烂窝棚面前，召唤出来了一个黄金鸡鸣。在让其饱餐一顿之后，黄金鸡鸣不负众望的变成了黄金信徒。此时张烨领地之内的黄金信徒已经达到了7个之多，虽然依旧稀少，但好歹也是有了希望不是。至于那个黄天祭坛，自从张烨得到新手礼包进行了一次抽奖之后，其上面浮现的进度条却一直都是空的。根据祭坛自己的介绍，其召唤的开启需要大量的灵魂能量才行。这么看还真让张烨犯了难。要知道如今的张烨可还只是一个初3的学生，哪有机会前去杀死强大生灵，抽取人家的能量？想要大肆杀伐生灵，只能前去异空间斩杀那帮生灵，但想要进入异空间，光如今的张烨可不行，至少也要到高中才行。所以张烨如今的目标就是3个月之后的高考，考进燕国之中的重点大学。作为张烨所在的燕国大学重点学府，这些学府不但拥有大量领主资源，进入其中之后还有一项得天独厚的福利，那便是所有的重点大学内都会拥有一处异空间传送门。这才是那些大学之所以能够称之为重点大学，而其他大学只是普通大学的区别。而张烨只要考入其中，便拥有进入那处异空间的资格。
整个燕国一共拥有大学1243所，听上去很多对吧？但这1246所之中，重点大学只有155所。按照南市中学开启领主天赋的比例来算，整个五原市的初三领主数量应该有14000多人的样子。而整个燕国如今重点大学的数量只有155所，而去年五原市重点大学的录取率有多少呢？只有 1.5%。换句话来说，就是14000名考生之中，能进入重点大学的只有210人。要在14000多名竞争者之中脱颖而出，进入重点大学，张掖心中也有着不小的压力。毕竟整个高考可不仅仅只是考验众多领主的武力值，还有临场指挥能力以及领主个人体质以及文化课。好消息是，文化课在领主高考之中占比不是很大，这倒是给了张掖不小信心。慢慢来吧，也不知道老爸给管亥的那把兵器打造完了没有。想到这里，张掖也有点坐不住了。此时离张掖老爸回家还有一点时间，反正还早，张掖直接出门，朝着老爸的那家店铺跑去。张掖老爸的店铺名叫张氏刀铺，位于城南，名字充满了古朴的风格。张氏刀铺距离张掖家并不是很远，张掖在路上跑了10分钟，便已经到达了目的地。此时的刀铺之中，只有一名老爸雇来的服务员在店漫无目的的玩着手机。看到张掖的到来，赶忙站起身：“我爸在里面吗？”“在的，老板正在里面忙着。”张掖正准备进入店铺后院之时，张掖，一道怨恨的声音突然从店铺外传来。张掖转头看去，只见贺妙言一脸愁怨地看着自己，只是他的身边多了一个长相英俊的男子。不知怎么的，这让张掖想到了那个骆明成，只不过此时在张掖的脑海里，骆明成的头顶多了一道泛着绿光的帽子。哟，这不是我的送财菩萨吗？不过你来这里干嘛？这里的东西只对领主才有用啊！无法成为领主，一直就是贺妙言心中的痛，此时竟然直接让张掖给掀了开来。贺妙言闻言，脸色当即一变，随后恶狠狠地瞪了张掖一眼，随后似乎想起了什么：“哟，这里的东西都挺贵的吧？你有钱吗？就直接走进来。”张掖之前在班级之中一直比较低调，所以他有个老爸是铸剑师这件事，除了朱刚班里没有人知道。在贺妙言的心里，张掖只是一个家境普通的工薪家族的孩子。身旁的服务员刚想说话，却看见张掖对着他使了一下眼色，那名服务员当即闭上嘴巴，在一旁当个装饰品。此时张掖脸上突然开始微微涨红，似乎是被贺妙言的话戳中了心中的痛点。哼，我买不买得起和你有关系吗？你跑过来干嘛？你又不能用。此时的张掖一副心虚的模样。贺妙言见状，心中有了几分确定，随即脸上露出一副不屑的表情：“我是没什么用，但没说我男朋友没用啊。介绍一下周凯乐，东湖高中领主冲刺班的班长，我的男朋友。”说话间，贺妙言转头看向身旁的周凯乐，表情说不出的娇羞。张掖忍不住望向被贺妙言紧紧抱住手臂的周凯乐。不得不说，能被贺妙言这个富家千金看中，这个周凯乐还是有2把刷子的，身材高大，皮肤白皙，脸部棱角分明。但张掖不知为何，总感觉眼前这个男人长得像自己印象之中的鸭子，看起来又是一个为了钱出卖自己身体的小白脸。张掖在心中对周凯乐做出了这样的定义：乐了，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但谁知听到这话，周凯乐只是冷冷的低下头，用手指轻轻勾起贺妙言的下巴：“女人，你以为我是在乎那一点钱才和你在一起的吗？你再叫我做事。”贺妙言听完，脸上娇羞的低下了头：“没有，人家错了吗？”好家伙，张掖差点鼓起掌来，这男的简直就是软饭硬吃界的代表。我被楷模，穷鬼看什么看？贺妙言看到眼前的张掖一脸诡异的表情，看着自己与周凯乐，不知怎么的，心中顿时冒出一团火。来来来，你有钱你买一个我看看。这是张掖家的店，给自家招揽生意，张掖还巴不得呢。贺妙言听完只是冷哼一声，随即转过头，用着自己轻柔的嗓音：“亲爱的，你看上什么了？”周凯乐在一旁冷冷地瞥了一眼眼前的张掖，听到贺妙言与张掖的对话，但他周凯乐是什么人，根本懒得搭理张掖，随即在张氏刀铺之中逛了起来。片刻之后，他便停在一处货架前，这个货架上陈列着一柄装饰华丽的青铜剑。这柄剑怎么卖？此时的服务员赶忙来到周凯乐面前：“这先生很有眼光，这柄黄阶上品的掠影剑乃是我们老板的得意之作，售价10万块。10万块，这么贵？”一旁的贺妙言一惊，脱口而出：“他家虽然有钱，但他每个月也就只有20万零花钱，这柄剑直接要他1半的生活费。哎呦，觉得贵就换一把呗，没必要勉强自己。”张掖悠悠的声音响起：“就这柄了，包起来。”贺妙言面无表情的说道。这个时候，贺妙言已经开始后悔刚刚为什么要招惹张掖这个讨厌鬼了，但此时的张掖却根本不想放过他。
贺妙言与周凯乐继续逛着，片刻之后，周凯乐又在一副盔甲面前停了下来。那个服务员也很有眼界的来到两人身后。先生，你真有眼光，这副山纹吞月铠乃是我店的精品，全套铠甲只要53万。此时，贺妙言赶忙转头看向身旁的周凯乐，但自己期待的事情没有发生。周凯乐一脸兴致勃勃地看着眼前的这副铠甲。亲爱的，这盔甲好贵哦，人家下次给你买好不好？周凯乐闻言，脸上不禁皱了皱眉头，随即将贺妙言的手从自己手臂上缓缓拉开。女人，你觉得我是靠你养才和你在一起的吗？乐乐，我不是。哎呀，看起来贺小姐家的财富好像也就这样呢，也不是我相信的那般嘛。张烨又及时的凑了上来。你给我闭嘴！此时贺妙言当即对着张烨喝骂道，他已经忍张烨很久了。但张烨此时却并不生气，而是转头看向一旁的周凯乐。兄弟，要不还是算了吧，这个女人连这点小钱都不肯给你花，还说什么爱你，只是为了白白消耗你的青春罢了。此时周凯乐看向贺妙言的眼神也开始变得生疏起来。来，刷卡！说话间，贺妙言拿出了一张黑卡，这是贺妙言他老爸特意给自家女儿留下的不限额黑卡，特意叮嘱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急用。看到贺妙言掏出黑卡那一刻，张烨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老爸店里这个月的销售额已经让他提前完成。儿子，你来了，怎么也不知道说一声。说话间，张烨老爸围着真皮围布从后院走了出来。呀，儿子，这是你同学啊？来都来了，今天看上什么了？叔叔给你们打个折。老爸，我们不是很熟。张烨当即否认道。但此时贺妙言的脸上表情却直接凝固了。你爸，这是你家的店？感情自己是过来当冤大头了？嘿，这小子没告诉你们啊，叔叔我在这开店已经10年了。说话间，张烨老爸将身上围着的皮围裙撤下，顺手将一柄长刀扔给张烨。臭小子，把你那个管亥召出来试试这把刀如何？张烨赶忙伸手将长刀接住，但下一刻，当，长刀拖着张烨的手狠狠地掉落在地面，将地板砸出一个坑。哇操，你这败家玩意，这可是实木地板啊！张烨尴尬一笑，这柄长刀的重量远超他的想象。此时贺妙言脸上的表情极度难看，连一旁的周凯乐都是一脸的诧异。想不到这个表面平平无奇的男孩，老爸竟然是一个铸剑师，还有着自己的店铺。而贺妙言此时连想死的心都有了，搞了半天自己还是给张烨家白白赚了钱，自己才是最终的小丑。看到贺妙言的表情，张烨暗叫不好，这傻妞不会是想要退货吧？那可不行。想到这里，张烨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不可思议。贺同学，你不会是觉得买贵了，现在想要退货吧？随后不等贺妙言回答，直接转头看向周凯乐。兄弟找女朋友要放亮眼睛，男人的青春可经不起折腾。张烨，你给我闭嘴，谁想退货我们走。说完，贺妙言竟然直接抓起周凯乐的肩膀，将他拽出张氏刀铺。贺妙言此时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再和张烨这个混蛋待一块，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儿子，你和这个同学关系不咋地啊？老爸下次他来，价格超级加倍。怎么了？你和他有这么大仇怨？周凯乐任由贺妙言拽着自己的手臂，一脸淡然地问道。此时贺妙言怒气冲冲地拉着周凯乐走在路上，听到这话，当即站住脚步，转身看向周凯乐。亲爱的，我受欺负了，难道你不管吗？此时的贺妙言双眼挂着泪痕，满脸写着委屈。周凯乐听罢，摸了摸贺妙言的头发，将其轻轻拥入怀中。傻瓜，敢动我的女人都没有好下场，不管她是谁。如此霸气的话语瞬间让贺妙言心中一阵暖流划过。亲爱的，有你真是我的福气。说话间，贺妙言搂住周凯乐腰间的双手变得更加用力，但此时周凯乐的眼神之中竟然露出一丝鄙夷与厌恶。对了，贺妙言突然松开双手，抬起头看着周凯乐，而此时的周凯乐眼神又变回之前的宠溺。怎么了？那个张烨有一个1级生物的将领，亲爱的你好像不是他的对手。听到这个消息，周凯乐脸上顿时一惊。怎么可能？他才开启领主天赋多久？但下一刻，回过神来的周凯乐脸上又一次露出自信的神情。没关系，他虽然有1级生物的将领，但自身才刚觉醒天赋没多久，本人肯定没多少实力，到时候给他一闷棍，他照样得到。我要让他知道，敢动我的女人是怎样的下场。此时贺妙言的眼神之中爱意已经如同涌泉。另一边，张烨已经回到家，正双手握着老爸刚刚打造好的长刀，细细观察着。这把刀的总体样式如同汉代的环手刀，在刀柄的后方带有一个铁环。这把刀用掉了张烨老爸好不容易骗来的80斤玄铁，所以看上去这把环手刀并没有多少特殊，
但其重量远超同类型的其他刀剑。张掖望着这柄环手刀，心念一动，玄铁环手刀，黄阶上品，效果一，斩断，比玄铁环手刀等级还低的武器将会被轻易斩断；二，坚固，比玄铁环手刀等级低的武器将会被轻易格挡。这把黄阶上品的武器竟然拥有2个效果，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要知道，整个张氏刀铺之中陈列着的武器之中，大部分可都是只有1个效果便顶天了的。要知道，有2个效果的武器和只有1个效果的武器，那价格可是质的差别。想都没想，张掖直接将管亥召唤出来。试试看合不合适。管亥不愧是1级生物的将领，在张掖必须要用2只手才能勉强拿起的环手刀，却被管亥单手轻易举起，并在半空之中挽了几组刀花。哈哈，果然是神兵，末将多谢无主赏赐。管亥得到这把刀之后，脸上露出了如同小孩子得到玩具的激动笑容。看到这里，张掖这才放下心来。回到房间之后，张掖再一次来到了领地之中，将今天的10点能量点花掉，领地之中又多了一个黄金信徒。此时张掖领地之中并没有兵种转化的建筑，所以此时的黄金信徒依旧只能拿着锄头以及木棍接受管亥的操练。当然也可以自己购买一部分武器用来武装这帮基础领民，但一般没有人会这么做。一是这样做的话费将是巨大的，得不偿失；二是基础领民只是平民，并不是战斗单位，所以就算基础属性再好，在与其他正规军事单位作战之时，也会被对面的军阵给轻易解决。张掖并没有理那帮黄金信徒，而是来到黄天祭坛边，开始练习起自己刚刚学会的掌心雷。此时的掌心雷经过张掖的一阵训练之后，终于能够收发自如。雷来！张掖掌心对准身旁空地，片刻之后，一道拇指粗气闪电被张掖释放而出。轰！闪电击中地面，将地面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深坑，随后冒出缕缕青烟。因为没有真正在现实使用过，张掖也不清楚这掌心雷的威力到底有多大。不过看这个掌心雷脉象如此霸气，威力应该也不会太弱。看来要找个倒霉鬼使用一下，也不多谁会这么幸运成为第一个嘉宾呢？张掖脑海之中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那个骆明成，随后摇了摇头，不行，那个弱鸡恐怕挨一下就嘎了，那我不是要坐牢了。此时五原市某处，骆明成在家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操，谁在想我？莫非是妙言？随后骆明成嘴角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一大早，当张掖匆匆忙忙赶到学校之时，领主冲刺般的训练正式展开。由林文富带领下，众人开始了5公里热身跑。从未经受过大的训练量，一下子让众多同学叫苦连天。但此时的林文富却一改之前和善的面容，手持一根细长的竹条，看见谁要是落后，上去就是一顿竹笋炒肉。众人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不得不埋头苦跑。5公里之后稍作休整，随后众人便在林文富的强制要求下开始力量训练。哼，你们以为区区觉醒一个天赋就能被称作领主了？如今的你们连1级生物的标准都没有达到，那你们只是一群耗材罢了，国家不需要你们这种废物。林文富冷着脸大声呵斥着，丝毫给众人留情面。靠，这笑面虎好凶啊，昨天可不是这样的。朱刚悄悄地走到张掖面前抱怨，很显然又一个新的外号在他口中产生。朱刚，你在干什么？这时林文富的目光转向朱刚以及张掖这边，对上林文斌的冷漠眼神，朱刚全身汗毛直竖。没什么老师，没什么就过来，100个俯卧撑，我盯着，快点。张掖给了朱刚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随后便看着朱刚一脸苦涩地走到了林文富面前，开始100个俯卧撑。你们给我听好了，中考的时候体质测试占据总分的1/5，你们想要考到好点的大学，那在这方面必须全力以赴，谁要是吃不了苦，那就趁早滚蛋。此话一出，众人心中一紧，成为领主那可是各自父母最殷切的希望，这要是退出，别说自己不愿意，父母知道了不直接打死自己。上午艰苦训练，下午便开始文化课以及各类领主基础知识讲座，一整天众人根本没有停下来过，时刻都紧绷着神经，连轴转。张掖这才明白领主冲刺班这个名字的真正意义。好不容易等到了放学铃响，众人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有种恍如隔世之感。告别了朱刚等人之后，张掖独自朝着回家的小路前去。此时在张掖后方的一个拐角处，就是这个人吗？一名染着黄毛，手臂上纹着纹身的杀马特男子向着身后问道。没错，到时候手脚快一点。放心，到时候我们负责把他撂倒，你就过来拍照。放心，钱少不了你的。说话间，一沓钞票递了过去，黄毛兴奋地接过。哼，张掖你可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贺妙言那个八婆吧。眼前的这人竟然就是周凯乐。
张烨此时嘴上哼着歌，正快乐地走在路上。突然，张烨感觉自己身后传来一阵异动。自从修炼了太平要术之后，张烨感觉自己的感知比之前强了不少。此时，下意识的就弯下了腰。唰！下一刻，张烨的脑门上方一根棒球棒就快速划过。哇操！突如其来的遭遇让张烨当即转身，此时便看见一个染着黄毛的青年，此时正与自己大眼瞪小眼。那个黄毛此时也在疑惑，自己这炉火纯青的闷棍技术竟然头一次失灵了。你他妈谁啊？突然被人敲黑棍，要不是自己反应灵敏，刚刚那一下自己估计就嘎了。此时的张烨也不客气，干什么？兄弟，我也是那人钱财替人消灾，小子，对不住了。就在黄毛说话间，张烨感觉背后又有一阵危险袭来，想都没想，张烨直接向着身侧一闪。下一刻，一个黄色蛇皮袋突然对着自己身旁当头照下。挖草，团伙作案！操！别让这小子召唤领民，给我打！说话间，黄毛外加另外3名盖溜子造型的青年向着张烨杀来。黄毛与另外一人手持棒球棍，一人拖着蛇皮袋就杀了过来。那黄毛也是有见识的，知道张烨觉醒了领主天赋，所以下手很快，打的就是不让张烨有时间召唤领民的主意。因为领主召唤领民也是需要一个时间间隔的，那一段时间领主需要击中精神。但此时张烨的嘴角却露出一丝阴险的笑容。刺！一道拇指粗的闪电突然从张烨手中放出，猝不及防之下，冲在最前方的黄毛当即被打中胸口。啊！一声惨叫之后，黄毛当即两眼一翻，直挺挺的倒了下去，随后一股青烟冒出，另外2人当即被吓傻了，呆呆的站在原地。局势瞬间反转，张烨露出阴险的笑容，慢慢的走了过去。大哥，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您就饶了我们吧。此时，那个手持棒球棍的盖溜子颤颤巍巍的说道。张烨并没有答话，而是将手指向一旁拿着蛇皮袋的那个家伙。下一刻，呲！一道闪电飞过，那个盖溜子步了黄毛的后尘，直挺挺的倒了下去。别电我！此时最后一个盖溜子双腿颤抖得更加剧烈，当下竟然已经有了微微的水渍。说，谁叫你们来的？是东湖高中的一个学生，他给了我们8000块，让我们把你打一顿。他人呢？那边。关键时刻，那个盖溜子当即把周凯乐给卖了。此时的周凯乐正站在刚刚张烨等人跑进去的那个胡同口，焦急地等待着黄毛给他信号。怎么还没完事啊？那个家伙到底行不行啊？周凯乐手拿手机，一边等待，一边观察着周围有无行人路过。突然，胡同内传来2声凄厉的惨叫。周凯乐心中一喜，随后又担心起来，叫得这么惨，那帮家伙不会搞出人命吧？就在周凯乐疑神疑鬼的时候，胡同内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周凯乐欣喜地向着里面望去，但下一刻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嚯，还真是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敢打你张爷的主意。只见张烨肩扛一根棒球棍，前面一个盖溜子步履蹒跚地走着。当看见周凯乐的那一刻，那名盖溜子当即满脸谦卑地弯下腰，指着周凯乐回头望向张烨。张爷，就是他指示的我们。滚吧。哎，小的这就滚。说着，那名盖溜子当即向着外面跑去。呸，这就直接跑了，一点义气都没有，怎么混黑社会？张烨对此极度鄙视，随即看向一旁已经转身准备离去的周凯乐。周同学，好不容易见面，不聊聊怎么就走了？周凯乐闻言全身一僵，随即转过身，露出一股勉强的笑容。张同学，这是个误会。张烨当即伸出手阻止了周凯乐的废话。你这可是赤裸裸的校园欺凌啊，你想怎么补偿我的精神损失？说话间，张烨食指大拇指开始搓动起来。如此赤裸裸的敲诈，周凯乐心中瞬时一团怒火升起，但一想到贺妙言所说的他的那个一级生物的将领，那股怒火就被周凯乐强行压了下去，随即从怀中掏出另外一沓钞票，将其交到张烨手上。张同学，您看这点可以了吗？这一沓钞票连同刚刚给那个黄毛的都是之前贺妙言交周凯乐让他招募打手的，但周凯乐特意找了3个收费更加便宜的盖溜子，至于中间那一部分多余的，那就归到周凯乐自己的口袋里了。但张烨的出现将他的打算全盘落空。心痛的看着张烨将那一沓钞票收入口袋，周凯乐此时悔不当初，果然一分价钱一分货，这黄毛这么废材，怪不得收费低。周凯乐不停的在心中怒骂着那个黄毛。好了，小爷认可你的诚意了。张烨满意的将那一沓钞票放入口袋，刚刚他粗略估计了一下，那一沓至少也要有15000块钱。那张同学，我是不是可以走了？走吧，周同学记得下次再来玩啊。
轻轻松松15000到手，这种好事情张烨当然希望来得越多越好。周凯乐听到之后加快了离去的步伐，今天对他来说是耻辱的一天。张烨看着周凯乐远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不屑的笑容，但随后感受到那沓钞票的厚重之后，心中又多了几分窃喜。15000，终于可以上网看看有什么能够加强领地面积的好东西可以使用了。滴嘟滴嘟，张烨刚刚没走几步，远处一阵救护车的救援声传来，2辆救护车停到了那个胡同口，医生就在里面。张烨看到之前逃走的那个盖溜子，此时正一脸焦急地拉着几个医生进入胡同。嚯，是我想错了，这家伙还挺讲义气。张烨摇了摇头，转身离去。回到家之后，张烨直接来到书桌前，打开了购物商城淘多多。时至今日，各种领主类物品都能在淘多多上找得到。随即，张烨在搜索栏之中输入领地拓展这4个关键词，很快，列表之中能够拓展领地的物品陈列其上。略微扫视了一圈之后，张烨面无表情地打开了筛选，价格500-15万。没办法，排在最前面的东西，那价格实在是超出了如今初3学生的购买能力。筛选之后，总算是有张烨能够消费得起的东西了。1级拓展时，可增大领地10个平方领土，售价5000。2级拓展时，可增大领地50平方领土，售价1万。山精，可增加100平方丘陵地形，售价15000。淘多多上面能够满足张烨这个价位的物品也只有3样。张烨思考良久之后，决定将那个2级拓展时加入购物车。开玩笑，那15000钞票还没存银行呢，卡里没钱。随后进入领土之中，又将一名黄金信徒召唤而出。第2日，张烨又匆匆忙忙地进入学校。刚进入校门，便看见贺妙言一副见了鬼的表情。你怎么？张烨当即将明白贺妙言为何如此表情。按照他的想法，此时的张烨应该全身绷带的过来，但现在他看到了什么？张烨竟然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他的面前。听到贺妙言的话，张烨直直的走到他的跟前。怎么，我没事你似乎很失望？才没有呢，站这么近干嘛？此时贺妙言心虚的将张烨推开。此时张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坏笑，还没感谢我贺大小姐送给我的一沓钞票呢。张烨，你对妙言做了什么？远处一阵暴怒的呵斥声传来，只见骆明成手提2份早饭，怒气冲冲的跑了过来，一把抓起贺妙言的手臂，将他拉到身后，随后用充血的两眼死死的盯着张烨。你对妙言做了什么？啊！张烨立刻想起来，刚刚他和贺妙言的动作似乎看上去有点暧昧。完了，让骆明成看见了，这下是黄泥巴掉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就在张烨还沉浸在懊恼之中的时候，骆明成一把抓起张烨的领口。姓张的，我告诉你，妙言是我的，给我收起你那肮脏的心思，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此时的骆明成好似一头发怒的公牛，这什么跟什么啊！张烨感觉自己受到了无妄之灾，但下一刻，一只有力的大手狠狠地给了骆明成脸上一拳。哟呵，田狗成你是胆肥了，敢打我兄弟！朱刚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张烨身旁。朱刚人高马大，站在骆明成前方，如同一座大山，将骆明成以及张烨直接隔开。但骆明成此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根本不理会朱刚的威胁，而是直接站起身，死死地盯着张烨。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靠，我看你是不把我的话。朱刚正准备给骆明成一个教训，但张烨却出手阻拦了他。我对你在意的东西不感兴趣。对了，顺便告诉你一声，你的女神已经有男朋友了，东湖中学领主冲刺班的班长。你不信的话，自己去问问。这话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直接将骆明成雷傻了。他缓缓地转过头，不可置信盯着贺妙言的双眼。他们说的是真的？但贺妙言对此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随后用力甩开了骆明成的手。贺妙言的回答让他心如死灰。为什么？难道我对你不够好吗？听到骆明成的话，简直把贺妙言气笑了。你对我好，我就要和你在一起。而且你看看人家领主冲刺班的班长前途无量，再看看你。说完，贺妙言上下打量了骆明成一眼，脸上露出一丝不屑之意。你们好了多久了？此时的骆明成语气之中充满了哀伤。1个星期了，之前我就想和你说的，但你根本不给我机会。那你给他了？此时的骆明成眼中依旧闪烁着期望的光芒。你向往的林荫小路，其实每个清晨和夜晚都挂满了白霜。朱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声音再一次出现。你给我闭嘴！骆明成此时脖子上已经青筋暴起，但朱刚依旧没有放过他的想法。你以为的粉红色早已被岁月抹黑，你去死吧！骆明成直接召唤出自己的9个领民。
看来他也将自己所有的初始能量全部用于生产基础领民。看到这里，张掖知道自己不能再看热闹了。轰！管亥手持环手刀，直接出现在骆明成的9个初始领民面前。你要像一只疯狗一样闹多久？此时，张掖已经看见几个老师已经正在匆匆赶来，来自一级生物的威压，这才让骆明成清醒了几分。只见他收起将领民，全部召回到自己的领地之中，随后低着头，默默地离开了原地。看着骆明成远去的背影，好似一只落败的公鸡。趁着那几个老师还没赶到，张掖收起管亥和朱刚，直接离去。回到班级，又一天的训练开始。众人叫苦连天之中，张掖发现那骆明成此刻竟然一言不发，连5公里的长跑，他的脸上都没有露出多少疲惫，而是冷着脸拼命地跑着。后续的训练依旧如此。此时的骆明成好似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一般，这样杰出的表现获得了林文富的当众表扬。但底下那帮人可是知道骆明成如此做法的原因的，一个个憋笑着不说话。这就是一个陷入感情漩涡的可怜人啊！张掖心中喃喃自语地想到。接下来体能训练结束，林生斌将众人带到了一处偏僻的角落，那里坐落着一座造型怪异的房子。那座房子很不一般，每天都有安保人员特意驻守，不让普通学生进入。今天林生斌带着众人直接进入其中，一进大门，里面赫然便是一个占地极大的训练场，在训练场的中央放置了大量的障碍物。身为领主，今后你们一定会进入各种异时空之中，那些地方刚一进入情况不明之下，很容易遭受到当地土著的进攻，所以如何提升个人反应能力就会变得很重要。同样，这也是高考体能环节的一项重大考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训练一下自身的敏捷能力。好了，你们都进去吧，记住高考的标准是在里面坚持5分钟为合格。张掖随着一帮脸上忐忑不安的学生一同下到了场地之中。随着一声响亮的警报声，随即对面便有大量彩色圆球飞出。快跑啊！不知道谁叫了一声，56个学生才是慌忙的寻找掩体。才第一波攻击就有4、5个学生当场被击中。那些彩色圆球在击中人体之后，便会在身上留下一大块眼颜色。被击中的学生当即垂头丧气地退出了训练场。那训练场之中的圆球可不会只是死板的朝着一个方向发射。第一波之后，第二波攻击随即来临。这一次的攻击竟然直接是从头顶落下。卧槽！张掖在最后时刻终于找到一处洞穴类掩体，钻了进去。第二波淘汰的学生更多，有25个。这一下子，一半人已经淘汰，但时间连1分钟都没有过去。接下来第3波、第4波，攻击的角度也是越来越刁钻，甚至出现了如同弹力球一般的彩球，向着众人攻去。仅仅只是有了3分钟，56个学生全部淘汰，连张掖也在最后一个弹力球环节被击中。林生斌看着满身狼狈的众人，失望地摇了摇头。就你们现在这个样子，中考的时候绝对没有哪个高中会要你们，你们还差得远了，继续训练。众人心中一屏。难熬的一天终于在下课铃声响起之后结束，众人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了学校。在离开校门的那一刻，众人好似打了鸡血一般，因为今天是周五，接下来就是令人期待的双休。张掖一回到家，便看见自家老爸正端坐在沙发上。老爸，今天回来怎么这么早？在张掖的印象之中，自己的老爸每天要比自己晚1个小时回来，今天突然回来这么早，还真让他有点不习惯。我回来是有事，正好儿子你过来。难得看见自家老爸如此郑重其事，张掖随即走了过去。什么事啊，老爸？搞得神神秘秘的。儿子，你想不想去异时空？张掖听到这话，顿时一惊。要知道，燕国对各地异时空都是有严格管控的，普通人以及势力不够的领主，没有特殊条件根本无法进入。张掖本来可是以为至少要大学期间才有资格进入异时空的。随即张掖警惕地看了看四周，随后小心翼翼凑向自家老爸。老爸，你上头也有人？回应他的乃是自家老爸的迎头一击。啪！你老爸上头当然有人，是你些人。是你杨伯伯回来了，听说你有一个1级生物的将领，问你有没有兴趣。对了，到时候你杨妹姐也会去，你要不要去？听到这话，张掖猛然抬起头。去，当然要去。张掖正好在烦恼该如何增加祭坛能量的问题呢。至于老爸口中的那个杨伯伯，乃是自家老爸的铁哥们，名叫杨向明。但这个杨伯伯成功觉醒了领主天赋，如今已经是一个5级领主，和林生斌一样的层次。如今的杨向明乃是张掖所在的五原市警察局的副局长，而那个名叫杨妹的姐姐是杨向明的女儿，从小和张掖玩到大，但人家学业有成，已经考入张掖他们省的第1大学之江大学。这个杨妹根据张掖老爸所说，近段时间已经成功培养出一名3级生物实力的将领，进入3级领主的境界。进入3级之后，杨妹需要一种新的兵种来配合将领，所以
杨向明这才将主意打到了五原市的那一座异次元空间。根据张掖老爸的介绍，那座异次元空间之中的土著乃是一种名为月部的兵种，属于步兵序列之中的2阶兵种。虽然只是2级兵种，但月部有一种很逆天的军团技能，名为坚守。坚守，当月部发动技能时，移动速度稍微降低，但同时防御力大幅度增加，以稍微减少移动速度的代价，得到防御力大幅度上升的状态。有人曾经得到月部兵种的兵种建筑之后，曾创下100人挡万的壮举。好家伙，那才是现实版的斯巴达勇士。但想要获得月部的兵种营地，也不是这么简单的。首先，你必须斩杀掉次元空间之中月部军的首领灵孤福。灵孤福可是有着5级生物实力的将领，这一步就直接淘汰了大部分领主。而且，就算斩杀了灵孤福，也只是有一定几率会得到月部的兵种营地。而且进入其中之后，你还要面对大量的月部军的攻击。想要得到月部军的兵种营地，可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个已经属于青铜异次元空间的标准了。按照要求，没有4级领主的实力不能前往其中。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杨向明身为警察局副局长的好处了。身为警局2把手，带1-2个人进入其中，还是有这点实力的。当晚，张掖高高兴兴地收拾好了行李。第二天一早，一辆越野车直接停在了张掖小区门口。杨伯伯，张掖很有礼貌地向着杨向明问好。杨向明身为警局副局长，浑身带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他上下打量了张掖一番，随即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叶小子行啊，听你爸说你一觉醒就有一个1级生物的将领，出息了。说话间，杨向明伸出巨大的手掌拍了拍张掖的肩膀，砰砰砰。张掖感觉自己的半边身子已经麻了。杨星星又在欺负我儿子。张打铁，你倒是生出来一个好儿子，就是身子骨太弱。杨向明刚刚那2下，张掖的表现实在不能让他满意。张伯伯好！一道柔美的声音传来，只见一道亮丽的身影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杨向明身后。哎呦，小杨梅还真是女大十八变啊，伯伯都快认不出来了。张掖老爸一脸柔和地看着杨妹。和父母告别之后，张掖坐上杨向明的越野，直接离开了小区。小叶子胆子肥了，这么久了都不知道给我打电话。一离开小区，杨妹一改之前温柔的表象，2手掐住张掖的脖子，使劲地摇晃起来。杨梅姐，我错了，下次不敢了。形势比人强，张掖只好先向罪恶势力低头。杨向明看着车后座的2个人，无奈地摇了摇头。那座异次元空间存在于五原市郊区，那里还有一处兵营驻扎，以防止异次元空间之中的土著跑出来。要知道，领主们能够进入异次元空间之中，那异次元空间之中的生物同样能够进入其中。要是一处异次元空间产生之后，没有第一时间过去控制，那么不久之后，以异次元空间为中心，周围的地方都会被异次元生物所占领。很多地广人稀的国家就这样沦为了异时空生物的乐园。比如大洋洲的土澳国，岩国北方原属于欧罗巴的西伯利亚，美洲的大半的领土。这些东西应该地广人稀，或者上面原本的国家不够强大，早已沦陷。但岩国自古以来，老祖宗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最大的遗产，那就是庞大的人口。人口数量众多以及分布广，使得只要在岩国某处出现异次元空间，岩国就会在第一时间将其监测，随后将其控制。当然，岩国领土巨大，同样也有监测不到位的时候，但总会将损失降到最低。很快，在递交了身份证明以及各种文件之后，杨向明开着越野车来到了那道异次元空间入口。那道入口处被大量城堡、军队所围住。不要看了，那些军队以及那些建筑都是驻守领主召唤出来的。等你们以后精神力强大了，就也能这样了。简单介绍之后，杨向明带着2人进入了异次元如同，穿过一道如同薄膜一般的结界，周围的景色顿时发生变化。一片泽地出现在3人面前，杨向明一挥手，身前顿时出现一大帮身穿铠甲的、手持刀盾的士兵。同时在人群之中，一名身高将近2.5米、面容黝黑、膀大腰圆、手持一般巨型车轮斧的武将最为引人注目。拜见主公！众人齐齐向着杨向明行礼。张掖心念一动，几经实力5级生物，力量57，速度47，意志51，体质56，技能暴虐，意志降低 50%， 其余属性增加 100%， 持续时间半小时。恐惧，有一定几率能使意志低于寂静的生物直接失去反抗能力。都是自己人，杨向明直接开放了自己将领的所有信息，使得张掖一览无余。看到这个属性，张掖内心直接一句卧槽，这个将领的属性还真是牛逼，再配合他的技能，妥妥的一个人形自走炮。同时，张掖将目光看向几经身后那帮士兵。铁虎军，步兵序列3阶，军团技能：1斩断，
铁虎军有一定几率将前方阻拦物体斩断。2铁甲，铁虎军将免疫箭矢的伤害。3骑兵克星，铁虎军对于骑兵的攻击将翻倍。乖乖，不愧是5级领主，连手上的军队也都恐怖如斯。看着介绍，妥妥的就是一辆辆装甲车。这里很危险，你们2个跟在我的身旁，不要乱跑。嘱咐完杨妹以及张掖之后，杨向明身上闪耀起一阵金光，金光散去，此时的杨向明身上已经多了一层古铜色的战甲。很快，一个装甲怪物出现在2人面前。有了杨向明召唤出来的大部队，张掖以及杨妹只要把将领召唤出来保护自己便可。张掖不多说，直接将管亥召唤了出来。而杨妹身为3级领主，手下的将领自是比张掖多了不少。只见杨妹一挥手，2个黑甲，一个银甲将军便出现在杨妹的周围。张掖仔细看了一眼，2个黑甲将领都是2级生物的实力，而那个银甲将领则是3级将领。好家伙，杨梅姐这是打算均衡发展啊！张掖又被杨妹的大手笔给震惊了。要知道，一般领主手下的将领获取方式只有2种，一种就是从异空间之中降服土著将领收为己用，另一种就是从领民之中培养。第一种的成功率极小，土著将领一般极度高傲，大部分就算死也不会臣服。而从一个普通领民培养成一位将领，那过程之中所要消耗的资源可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很多领主都只会在众多将领之中挑出其中最为优秀的重点培养，其他有剩余才会留给其他将领。所以就会看到很多领主虽然属于3级、4级，但他手底下只有一个3级、4级生物的将领，其他将领可能只有1、2级。所以当这个领主发生意外，他那个最强的将领意外死亡之后，他的实力将会直线下降，只能从头开始培养新的将领。但杨妹的3个武将之间的实力相差极小，另外2个黑甲将领不出意外的话，也将很快晋级为3级生物。在张掖观察杨妹手下3个武将的时候，杨妹同样也在观察着管亥。当初听自家老爸说，张掖一觉醒就拥有一名1级生物的武将，杨妹一听，第一个反应就是不信。开玩笑，要知道杨妹当初拥有第一个武将都已经是高2下半学期的时候了，也就是那名银甲将军。把银甲将军从1级变成3级，杨妹从高3到大2用了整整3年时间。就这速度，杨妹还是他们之江大学同期同学之中处于前列的存在。当杨妹看到管亥的时候，一切怀疑都直接消散，随后激起的就是一阵嫉妒。她释放嫉妒的方法也很简单，对着张掖狠狠地蹂躏了一番。小叶子，想不到你还真走了狗屎运了，当初我怎么就没有碰上这种好事？张掖整理了一下自己被搞得凌乱的秀发，满脸无奈地看着杨妹。很简单啊，我有挂。切，你有挂，老娘还有主角光环呢。对于张掖的话，杨妹嗤之以鼻。对此，张掖耸了耸肩。杨向明这么大的气势下，很快便引来了此方异空间土著的注意。很快，大量越部军便杀了过来。布阵！随着杨向明命令的下达，整个铁虎军开始聚集起来。很快，一道铁甲战阵组合而成。呵，整个军阵顿时释放出一股金属般的色泽。张掖明白，这时军团技能已经生成。下一刻，天空便直接暗淡了下来，一大块乌云升起。张掖抬头望去，便发现这哪是什么乌云，而是大量的箭矢升空。哗！铁虎军的盾牌齐刷刷举过头顶，瞬间变成一面铁墙。此时，杨向明3人已经顺势钻入其中。下一刻，噼里啪啦的声音从头顶响起，所有箭矢都被盾牌所挡下。此时，冲得最快的越部即将靠近军阵。下一刻，最前方的列顿时发生转换，从队列之中冲出一批手持长刀的铁虎军，向着那帮越部疯狂的砍去。越部也拥有军团技能坚守，但这个技能很明显不适用于进攻。而且张掖明显发现，铁虎军似乎与越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明显高于越部。很快，刚刚冲出去的铁虎军对着越部就是一顿乱砍，越部竟然对于那帮铁虎军毫无办法，被铁虎军一顿砍瓜切菜之后，最前方的越部当即开始崩溃。杨向明一看时机成熟，直接站起身，随后大手一挥，攻！下一刻，整个军阵顿时解体，所有铁虎军手持武器向着溃军杀去。那铁虎军虽然身着重甲，但速度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臃肿，反而速度很快。没用多久，铁虎军便追上了越部军。随后，一场屠杀开始了。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第一批前来的越部军便直接覆灭。此时，所有的铁虎军开始了清扫战场，而张掖此时正呆呆地站在战场之上，因为他此时惊恐地发现，此时自己领地内的黄天祭坛上方的能量条竟然正在缓缓上涨。原来这个能量不需要我亲自动手就有了啊！下一刻，张掖心中顿时惊喜起来。这不就是说，只要自己抱一根大腿，那今后
自己就能量不愁。杨向明这一战结束，张掖发现自己黄天祭坛上的能量条竟然上涨了1/3。因为杨向明的实力已经是5级领主，在青铜异次元空间之中的收益将大大降低。原本击杀任何异次元空间土著都有可能收获战利品光球，但此时一整支月步军覆灭，整个战场之上，张掖都没有发现一枚光球产生。杨伯伯，斩杀那个灵孤符只有一定几率才会获得月步军的生产营地，万一这一下没有得到怎么办？但没想到杨向明脸上确实很淡然。我们2天时间足够我斩杀那个灵孤符数10次，我们总不会这么倒霉，一次都得不到吧？实在不行，老子就去黑市上买一个。杨向明虽然说的轻巧，但张掖还是在他的语气之中听出了一丝心疼。张掖之前在陶多多上特意查了一下，各类兵种建筑那可都是天价，差一点的都要50万起步。像能够训练月步军这种拥有一个坚守这种神迹的2阶兵种的建筑，那价格绝对超过100万，而且基本上有价无市，只要一出现便会立马被人拍走。而想要立马得到手，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前往黑市。那里你只要出得起钱，你想要的东西人家都会千方百计帮你搞到手，但代价嘛，就是价格比陶多多这种官方店上浮至少1倍。杨向明虽然是5原市公安局副局长，但要他一下子拿出上百万现金，他也是很头疼的。而且很多时候，这种珍贵的东西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现金这么简单，很多东西已经不再能简单的用金钱能够衡量的了。所以在黑市之中，很多交易都是以资源石作为领主之间的流通货币。比如张掖之前从贺妙言手上获得的那枚粮草石，就是属于资源石的一种。解决了这一支前锋的月步军，杨向明除了收获一堆没用的死尸之外，那死去的月步军将领尸体竟然在最后直接化作一阵白光，白光消散之后，地面上留下一个光球。杨向明打开光球之后，里面竟然出现一瓶淬体丹。当看到淬体丹的那一刹那，杨向明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笑容。淬体丹顾名思义，就是服用之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淬炼身躯强度，增加力量属性。最重要的是，这种丹药不止将领可以服用，对于领主也有一定的效果。杨向明从士兵手中接过那瓶淬体丹，二话不说，从中倒出2颗，分别抛给了张掖和杨妹。小叶，你肯定还没试过这个，尝尝。张掖接过那枚淬体丹，二话没说，当即放进嘴里。淬体丹一入口，当即化作一股滚烫的细流，滑入肚中。轰！张掖感觉自己好像吞进去了一团烈焰，整个肚子开始燃烧起来，同时体内的血液如同沸腾起来了一般，那股热流瞬间席卷张掖的5脏6腑以及4肢。那股热流在经过全身经脉之时，张掖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全身经脉韧性的增强，同时那股热流还将自己体内淤积的杂质退除。但这股热流来得快，去得也快，张掖只感觉过了5分钟不到，体内的热流当即消失。睁开双眼之后的张掖明显感觉到自己全身力量的增强。杨伯伯，我咕噜咕噜。张掖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口，下一刻便感觉自己肚内已经开始翻滚起来。杨向明显然就已经知道这个结果，只是一脸揶揄的笑着：“赶快去吧，带纸了吗？”此时的张掖哪还有时间去回答他，直接一个窜步，直接转入一旁的草丛之中。随后便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噼里啪啦连汤带水的声音。嚯，年轻人就是量大！杨向明看着张掖的窘相，很明显就想到了自己的曾经，随即一脸怀念。但下一刻，一股半夹杂着食物发酵的恶臭气息随着微风传来。杨向明鼻子无意识地抽动了几下，下一刻便捂着鼻子快速与草丛拉开距离。卧槽！你这小子来之前是不是吃屎了？怎么还有沼气发酵的味道？折腾了小半天，张掖总算是排出了体内所有淤积的杂质。此时从草丛走出来的张掖一脸神清气爽。那枚淬体丹给予张掖的改变是巨大的。此时的张掖双手挥动时，感觉力量增加了至少1倍。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赶快走吧。杨妹一脸嫌弃地看着张掖那一副臭美的样子。杨妹很显然在之前就已经服用过淬体丹很多次，所以这一次服下之后并没有如同张掖这般的窘相。张掖听到杨妹的催促，赶忙收起那一副臭屁的样子，一脸谄媚地跟在杨向明身后。对于杨向明如此，张掖内心可是10万个感激。那淬体丹可不便宜，一枚至少10几万，要张掖自己那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买得起。收拾完毕之后，众人继续前进。有个强力大腿就是好，张掖与杨妹两人根本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跟着杨向明的铁虎军后面就行。一路上众人又遭遇了对此岳步军的袭击，但那帮岳步军在铁虎军面前根本不够看。遇到岳步军之时，杨向明收下猛将几经，直接手持巨斧在岳步军之中撕开阵线，铁虎军随后顺着寂经撕开的缺口突入，扩大战果。岳步军虽然有着坚守这集团技能，但寂经的存在好似专门克制着岳步军。有着恐虐技能存在，那帮岳步军在面对寂经之时士气骤降，
根本不敢与之为敌。张掖跟随在铁虎军身后捡便宜，黄天祭坛上空能量柱之中的能量上涨得很快，就差最后一步便能直接填满整个能量柱，开启下一次召唤。随着寂金在前方开路，众人很快便杀到了越军的主帐外。此时，这个异空间的 BOSS 5级生物的灵孤符已经集结好军队，等待着众人。此时，细心的张掖发现，主帐外大量的越部军后方竟然出现了新的一个兵种。这些新出现的兵种没有如同周围的越部军一般身披铠甲，而是穿着简单的兽皮，全身包括脸上都画满了诡异的图腾。巫祝，术法序列一阶，力量13，速度15，意志25，体质10。军团技能1，先祖祝福，可回复周围友军伤势。巫祝的4项属性很是一般，但不妨碍他的技能牛逼啊！恢复周围友军伤势，这不妥妥的奶妈吗？要是将这巫祝的兵种建筑得到手，那自己军队以后不就多了一道杀手锏了？似乎看出来张掖心中的想法，杨向明望向张掖，小叶是不是对那个巫祝的技能效果心动了？张掖老实的点了点头。小叶，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凡是你能轻易看到的，但市面上流通不广的，那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个东西绝对不好用。还没等张掖问出心中的疑虑，杨向明已经开口解释起来。你别看这个巫祝有着治疗友军的效果，但这个效果惊人实测很是鸡肋，不但只能治疗一些不重的伤势，而且使用过一次之后，下一次使用要等到半个小时以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兵种的潜力不大。张掖在听到半个小时使用一次时，心中唯一的激动已经平复。半个小时 CD 时间这么长，能有什么用？等他冷却结束，对面的战斗都已经结束了。最关键的是，杨向明说了，这个兵种的潜力不大。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个兵种就算进阶到了2阶、3阶，他的实力也不会发生太多的增强，也就绝了众人想要将其培养的心思。这些知识不要问是怎么知道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玩意遇上了，随后发布到网上的。燕国自从出现领主这个职业之后，各种知识雨后蓬勃的出现，离不开大量作死领主的贡献。你们乃是何人，竟敢进犯我越国边疆？林孤福手持一柄青铜剑，指着众人呵斥道。杨向明可没打算与他在这里浪费口舌，直接下令全军出击。铁虎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向着前方的越部军压去。越部军同样属于步兵序列之中的重甲步兵，随即同样排着整齐的阵列向前进发。在行进过程之中，张掖明显发现越部军在即将与铁虎军接触的时候，整体的速度突然下降，当即明白这是越部军的军团技能坚守已经发动，以小幅度减少速度的代价，大幅度增加防御力。此时越部军的阵列之中，一股隐约的金属光泽浮现，但铁虎军可也不是吃素的，军团技能铁甲发动。轰！一道整齐的踏步声响起，铁虎军的阵列同样闪耀起一阵金属光泽。顿时2支重甲步兵正面接触，轰！双方盾牌狠狠地撞在一起，发出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此处一时空毕竟是林孤福的主场，同样他的手下占据了人数优势，阵列之中除了大量的越部军外，还有弓箭手存在。此时的天空又像之前那样去，大批乌云升空，叮叮当当，大量的箭矢落到铁虎军的阵列之中，却被铁甲全部抵挡在外。此时双方的重甲步兵相互纠缠在一起，虽然铁虎军相比较而言实力要高于越部军，但越部军的数量弥补了实力上的劣势，战事一下子处于焦灼状态。但杨向明此时却没有与对方纠缠的耐心。几经，看见前面那个领头的家伙了没有？把他的人头给我摘下来。几经领命而去。几经脱离阵线，此时如同一辆失控的坦克一般，朝着林孤福的方向杀去。周围的越部军见，想都没想，直接冲了过去，企图将几经拦下来。轰！挡在季经前方的几名越部军士卒当即被撞飞到了半空之中。此时季经手中的巨斧翻飞，如同一辆绞肉机一般，将前方所有阻拦他前进的士兵斩杀。这就是猛将的威力吗？张掖呆呆地看着前方在敌军阵中一路猛冲的季经，这一刻他才真正体会到5级生物的恐怖实力。同样站在阵中指挥军队的林孤福同样注意到了那个凶猛异常的敌方猛将，他深知不能再让人家这样冲下去了，这对于己方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想到此处，林孤福手持一把长戈，对着几经的方向迎了上去。同样身为5级生物的林孤福，在动身的一刹那，身上凌厉的气势当即被几经所感知。下一刻，纷乱的战场上，双方的目光正好碰撞在一起。林孤福那毫不掩饰的杀意，让几经战意顿起。宰杀这帮菜鸟着实无趣，只有同级别的强者才能让他兴奋起来。哈哈哈，总算来一个能看的了，吃某加一斧。说话间，几经大步向前，随即一个前跃来到林孤福上空，
手中的巨斧高高举起，下一刻就要将底下的灵姑符一分为二。几经的凶猛气势让灵姑符的眼睛忍不住稍稍半眯，随后举起手中的长戈，挡！长戈当即架住了几经的巨斧，但下一刻，咔！架住巨斧的戈头当即被巨斧斩断。几经的巨力连灵姑符的长戈都无法正面抵挡，这一幕直接超乎了灵姑符的预想，手中的长戈被迫变成了长矛。一计得手，此时的几经已经来到了灵姑符身前。此时长矛的劣势也显露无遗，在近距离作战的情况下，长矛因为长度原因变得不便起来，而几经手中的板斧确实正好，一个反应未及时，灵姑符的胸甲让几经一斧给劈开。要不是灵姑符在危机时刻侧过了身子，否则刚刚那一下直接能让灵姑符变成两半。脱离危险之后，灵姑符直接丢弃手中的长矛，抽出了腰间的青铜剑，再次迎了上去。他们发生的这一幕全让张掖看在眼里，但让他疑惑的是，季经与那灵姑符同属5级生物，但那个灵姑符很明显不是季经的对手，只是几个回合之后就被季经逼得连连后退，变得极为狼狈。随后张掖直接转头看向了杨向明，杨伯伯，5级生物之间的差距也会有这么大吗？但杨向明似乎早就猜到了张掖会这么问。5级生物是指4项属性之中只要有一项超过了50就行，所以5级生物之间还是有着极大的差距的。那灵姑符很明显属于指挥型的智将，在军略上绝对是数1数2的存在，但相对而言，他的战斗能力就会有一定减弱。而我的几经很明显是属于冲锋陷阵的猛将，所以两者虽然都是5级生物，但光论战斗实力，几经可是甩他几条街的。听到这话，张掖恍然，怪不得之前杨向明对于能否击杀灵姑符有着充足的自信。自己的军队明显比灵姑符手底下的那帮岳步军高了一个档次，而几经的战斗力更是将他碾压。无论这么说，杨向明的铁虎军外加季经是在全方位将灵姑符给压制。此时铁虎军这边已经逐渐占据上风，没了灵姑符的临场指挥，铁虎军又在实力上比岳步军强了不止一头。最为重要的是，处在铁虎军身后的杨向明居然能够很好的指挥着铁虎军，只要被他发现前方的岳步军哪个防线出现纰漏，杨向明都能在第一时间指挥铁虎军抓住机会扩大岳步军的缺口。此消彼长之下，岳步军开始全面处于下风，而灵姑符此时已经被几经打得节节败退，他那把青铜剑上更是布满凹痕。他那把青铜剑应该不是简单的用青铜制造，要不然早就断了。啊！在10几个回合的交战之后，灵姑符力竭被几经一斧砍下右臂，随后趁他哀嚎之际，抬腿一脚踹在他的胸口，将其狠狠踹倒在地。还没等灵姑符爬起来，几经上前一斧直接摘了他的脑袋。而等主将已死，还不快快投降！几经将灵姑符的头颅高高举起，鲜血滴在他的脸颊上。此时的几经状若疯虎，主将被阵斩当场，对于己方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几经的洪亮的声音直接覆盖到了战场的每一个角落。当众多岳步军看到主将人头之时，混乱由此产生。大量的岳步军开始向着四方逃窜，一部分人则是更为疯狂地杀向季经，企图为主将报仇。但还有一小部分竟然直接丢弃兵器，随后双膝跪地求饶。那帮放弃抵抗投降的杨向明自己也没去管，而是让杨妹召唤自己麾下士卒将其收拢。投降的岳步军很少，大概也就100-200号人，杨妹手底下的3位将领很快便将其收拢。自此，杨妹手底下第1支岳步军已经形成，但光这点人根本不能起什么大用，关键还是得看灵姑符的。灵姑符死后，尸体逐渐化成一道白光，消散在了空中，但白光过后，在地面上留下了3枚光球。杨向明将3枚光球逐渐捡起，但他并没有直接打开光球查看战利品，而是将其交到了杨妹手中。杨向明身为5级领主，击杀青铜级异次元空间普通士兵爆出战利品的几率已经接近0，只有击杀将领级别的人物才有一定几率产生光球。所以杨向明血洗整个异次元空间，最后除了在灵姑符身上找到3枚光球，以及之前的那名将领身上得到1瓶淬体丹外，没有任何收获。可惜了，这也太浪费了。张掖内心无比可惜，如果这些都是自己杀的，那收益绝对是海量的。但他也只是想想，要知道自己如今除了一个1级生物的管亥能看之外，其余的黄金信徒也才刚刚到达10个。杨妹接过3个光球，第一个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块虎符，岳步兵符5/5，使用一次可召唤100名岳步军出现，受你指挥。岳步军出现时长为1小时。杨妹的脸上明显出现一股失望，她已经是一名3级领主，100名岳步军给她能有什么用？更不要说还有时间限制。突然杨妹眼珠子一转，看向一旁的张掖，姐赏你了。杨妹将岳步兵符直接抛给了张掖，张掖赶忙伸出双手将其接住，
满脸兴奋地将其收了起来。你不要我要啊！随后，一脸奴颜媚骨的张掖对着杨妹深深一鞠躬：“小的，谢娘娘赏赐。”哈哈哈，小叶子免礼。对于张掖这番做作的举动，杨妹心中大爽。第二枚光球打开，里面出现一柄造型古朴的青铜剑，少虚剑，黄阶中品，效果：一锋芒，对于布甲增加 30% 的伤害；二华贵，增加佩戴者威势。看到这个效果，杨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随后看向一旁的张掖：“杨妹姐，我的管亥已经有武器了，这个我不要。”张掖赶忙摇头：“开玩笑，这把武器的效果不能说垃圾吧，简直就是毫无用处。它根本不像是给武将战场使用，而是用于贵族装饰品。而且这把剑的名字，张掖也很不喜欢。少虚，骂谁呢？”此时，杨妹眼神也已经变得焦虑起来，她的手中只剩下一枚光球，要是再没有，第一次异空间之旅就完全白费了。打开那枚光球，一块令牌当即出现：缩水令，在领地使用之后便可直接生成建筑。缩水营，缩水营可训练乐部军。想什么来什么，心心念念的兵种建筑终于到手，杨妹也一扫之前的忧虑，脸上忍不住露出了喜悦。嘿嘿嘿，我就知道老娘乃是主角护体，想什么来什么。说话间，杨妹得意地将手里的缩水营令牌抛了抛。行了，既然东西已经到手，剩下的时间你们就在里面自己逛逛吧，我去上班了。杨向明身为五原市的警察局副局长，自然公务繁忙，要不是自家女儿要求，他都不一定能抽出时间。此时既然已经幸运的一把得到缩水营令牌，那他的任务也就结束了。此时整个异空间最大的威胁已经被他去除，剩下的光靠杨妹手下那一个3级，2个2级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正好张掖也第一次来一时空，让他长长见识，锻炼一下。听到杨向明的话，杨妹此时得到自己想要的，也就一脸无所谓的摆了摆手：“行了行了，这里没你事了，走吧老头。”杨妹语气之中充满了嫌弃。杨向明看见自家这个卸磨杀驴的女儿，也只能无奈的摇了摇头。看着自家老爸离开异次元空间的背影，杨妹当即兴奋起来：“小叶子走，姐姐带你飞！”此时杨向明离开异次元空间之后，开着越野车便朝着城市前进。突然，轰！一道小臂粗的箭矢从远处飞来，狠狠击中越野车。那箭矢在击中越野车之后，爆发出了 RPG 一样的威力，一瞬间便将越野车炸得4分5裂。杨向明在越野车解体的一瞬间直接脱离，随后稳稳站到地面。胆子不小啊，竟然袭击公职人员！啪啪啪，一阵鼓掌声传来，随后大量的身穿黑甲、面戴金色修罗面甲的士兵出现，将杨向明团团围住。杨副局长，我们可是等了好久才终于碰到你单独出现的机会啊！杨向明听到这话，眉头一皱，随后面带讥讽地看着突然出现的那名男子。只见那名男子面色惨白，脸上都笑容竟然显得无比瘆人。杨向明扫视了那人一眼，突然瞥见那人胸前一个金色眼睛的刺绣。你们这帮天选会的人还真是能藏啊！燕国官方围剿你们这么多年，竟然还有残余，比下水道的老鼠命还硬。那名男子身体一顿，随后看向杨向明的眼神之中充满杀意。本来还想将你吸引入我天选会，看样子是不行了，那就只能送杨副局长上路了。此时几经带着铁虎军已经出现在杨向明身旁。让我来看看你们这帮老鼠有多少实力。说话间，几经已经提起手中巨斧准备冲上去，但对面的男子在此时竟然也召唤出了一名将领，那将领身上的气势竟然和季经不相上下，同时那名将领与那帮士兵一般，铠甲将全身包裹，根本看不到全貌。但不知道为什么，杨向明都感觉那名将领有一股熟悉的感觉。下一刻，杨向明好像想起了什么，双瞳顿时缩成一点。噗，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此时整个异时空之中，虽然林孤福依旧死亡，但整个异时空之中还有大量土著军团的存在，现在正好给张掖练手。噗！一名越部军士卒被一柄环手刀直接削手。管亥面不改色的收回环手刀，回手对着身后另一名越部军士卒砍去。那名越部军举起手中的盾牌，但下一刻旋铁环手刀的斩断发动。轰！管亥将铁盾一分为二，直接将盾牌下的越部军士卒一分为二。同一时间，杨妹的3名武将也将周围剩余的10名越部军士卒斩杀。下一刻，所有越部军士卒化成白光。但管亥在这时竟然蹲下来，在那2名即将消散的士卒身上摸索着什么。片刻之后，管亥手中多出了3个光球，而杨妹手底下的3个武将竟然也只得到了4颗光球。不对劲！杨妹一脸怀疑地盯着管亥手中的那3颗光球。要是偶尔一次收获比自己多，那杨妹也就认了，但次次都
都明显比自己收获多，那就有问题了。管亥也就一个1级生物实力的将领，而自己手底下那可是一个3级，2个2级啊。他们杀10个岳不军士卒，而管亥杀2个的收益和他们2个差不了多少。张掖无奈，只得把管亥的信息面板共享给了杨妹。之前杨妹只是稍稍看了一下管亥的实力，便将其抛在脑后。毕竟只是一个1级生物的实力，杨妹根本没有兴趣好好了解一下。当看到管亥的2个技能之后，杨妹眼睛都睁大了。小叶子，你这将领很极端啊！2个技能没有一个是跟战斗有关，全是跟战后收益有关。管他呢，至少这个技能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很合适。张掖满意的打开了4个光球。黄阶粮草石，黄阶粮草石，玄阶粮草石。卧槽，我们这是洗劫了哪个运粮队吗？张掖忍不住吐槽道。因为至今为止的收益之中，占大多数的都是粮草石。这帮黄金这是对粮食有着多大的执念啊！心里虽然无比吐槽，但张掖还是很老实的将粮草石全部收入领地之中。手上有粮，心中不慌，粮草这种东西当然多多益善。刚刚长高寒跟我说前方有一个越军的营地，我们过去看看是否有收获。长高寒就是杨妹那名银甲将军。众人跟随长高寒的指引，向着前方走去。在翻过一个山丘之后，底下几座帐篷映入眼帘。张掖此时心中有点打鼓。底下那个营帐的之中，最中央的帐篷明显比一旁的华丽很多，而且整个帐篷周围有着大量越军巡逻，似乎就是为了拱卫最中央那座华丽帐篷。是个人都能看出来，那个帐篷之中住的人身份绝对不一般。而周围的越军，张掖大概估算了一下，至少有着1500-600人。这帮越军之中，越部军的数量并不多，占大多数的只是普通的轻甲越军，但却拥有大量的巫助。但杨妹对此却是信心十足。小叶子，也该让你看看老姐的实力了。说话间，在杨妹的身后出现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身着轻甲，手持长剑，并且小腿处还带着绑腿，一副轻步兵的装扮。轻咒族步兵序列1阶，军团技能一羽步，闪避能力增加 30%。出现的轻咒族的数量将近5000，怪不得杨妹对此信心十足。小叶子，金盖让你瞧瞧老姐的实力。说话间，杨妹手底下的3个武将已经带着5000轻咒族向着底下那处营地偷偷摸去。随着张掖的示意，管亥同样跟了上去。这种跟着抱大腿的好事，他可不想错过。另一边，季京已经与对面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将领厮杀到了一起。铁虎军与对面那帮带着修罗面甲的神秘士兵同样交上了手，双方打得难舍难分。那些修罗面甲的士兵看装扮只是轻甲步兵，而铁虎军属于纯粹的重甲步兵。按道理，那帮修罗面甲的士卒应该完全被铁虎军克制，但奇怪就奇怪在，那帮修罗面甲的士卒似乎完全不惧疼痛，而且身躯堪比金属。铁虎军的长刀砍在那些修罗面甲的士卒身上，竟然发出了金属的敲击声。不仅那帮士卒，连那个被杨向明叫做普吴的将领也是同样如此。几经是大力神的一击挥砍，正中普吴的左肩膀。按道理结结实实吃了几经这么一击，那普吴的肩膀此时应该早已断裂离体。但几经的巨斧刚刚砍到一半，便已经直接卡住。此时普吴的长剑向着季经的脖子处砍去，那几经也是果决，双手直接松开斧柄，同时一个踏步向前，进入普吴怀中，一拳直接击中他的面门。巨大的力道直接使得普吴的面甲碎裂，向着四周崩去，露出后方普吴的面容。但此时的普吴面容不但干枯惨白，同时两眼无神。这个样子，你是阴师？杨向明看清普吴的样子之后，直接对着前方那名男子呵斥道：姐，杨副局长竟然也听说过鄙人的名号，还真是荣幸。说话间，那名叫阴师的男子向着杨向明微微低了一下头颅，但谁知下一刻，杨向明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惊喜。哈哈，老子还真是运气爆棚，竟然遇上了通缉令上的阴师，何该老子发财。阴师听到这话，眉头不禁一皱，正想说几句讽刺的话，但没想到杨向明此时竟然再一次从领地之中召唤出来了一名手持长枪的银甲将领。更关键的是，那名银甲将领出现的时候，身下竟然还有一匹雪白色的骏马。仔细看到画，那匹骏马的脖子处竟然还有一层细密的鳞甲。那名将领出现的一瞬间，一股凌厉的气势顿时从身上散发出来，那气势竟然比几经还高几分。公孙叔，给我将那个男的抓回来，死活不论。末将遵命。此时阴师的脸色直接变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5元市的警察局副局长竟然拥有2个5级将领，这一下麻烦了。公孙叔得到杨向明的命令之后，身下白马一跃，直接从众多铁虎军头上飞出，向着阴师的方向赶来。阴师他可没有2个5级将领，
光一个普无就已经是他阴尸耗费了巨大代价才让上面赐予给他的。此时又是2个身影出现在阴尸身后，那2个将领，一个是4级，一个是3级，他们与那个普无一样，同样阴气森森，浑身上下看不到一丝生气。给我拦住他！2个将领朝着公孙叔的方向杀去。公孙叔见状，提枪就向着2个将领杀去，手中的长枪如同一道闪电，一瞬间公孙叔便已经刺出上百枪。上方身影一个交错，那个4级将领便已经被公孙叔一枪刺中胸口，随后被高高举起。下一刻，公孙叔向着身后狠狠一抛，另一名3级将领转身企图追上公孙叔的身影，但下一刻一个黑影直接将其笼罩。轰！2个将领狠狠地撞在一起。公孙叔身下那匹白马速度极快，眨眼间便已经来到阴尸面前，一道银色匹链向着阴尸的胸口扎去。阴尸一个侧身跳跃，直接躲避了这一击，但下一刻公孙叔持枪一个横扫，将一旁的阴尸像一颗棒球一般狠狠地打飞。阴尸重重地摔倒在那帮修罗面甲士兵之中，巨大的力道当场砸飞了众多士兵。阴尸刚刚挣扎地站了起来，但下一刻公孙叔便已经来到他的面前。噗！一阵入目的声音响起，公孙叔的长枪便已经扎入阴尸的胸膛，随后公孙叔长枪猛烈一转，轰！阴尸的胸口当即炸开一个大洞。受到如此重伤，但阴尸却好像一个无事人一样站起来，只见他的胸口此时根本没有一滴血流出，大洞周边的肉已经全部纤维化，这样子可不像一个正常人。杨向明看了一眼阴尸的胸口，随即一脸不屑：“你的那个父神是什么神？竟然直接将你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哼，父神的伟力可不是你这个凡人能够想象的。杨向明，我承认你的实力大大超乎了我们的预料，但就凭你一人想抓捕我，你还是太天真。”阴尸看着杨向明的脸，随即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同时身上丝丝阴气冒出，气势也开始慢慢攀升。杨向明心中顿感不妙，当即命令公孙叔杀了他。其实不用杨向明多说，公孙叔早已举起手中的长枪，对着阴尸的头颅扎去。阴尸一个侧身躲过了公孙叔的必杀一击，但公孙叔回手又是一枪，随即一个上挑，直接将阴尸的左臂直接挑上天空。轰！阴尸左臂脱离的瞬间，碗大的伤口处顿时冒出大量黑烟。百鬼夜行！大量黑烟直接组成各种鬼怪嘶吼的冲向公孙叔。哼，歪门邪道，白龙！啊！站在公孙叔身后的白马口中竟然发出一阵龙吟声，同时脖子处的鳞片也同时释放出一阵银光。嘹亮的龙吟声响起，一瞬间，那些由黑气组成的妖魔鬼怪顿时烟消云散。随着笼罩整片空间的黑烟散去，阴尸的身影也同样消失在了原地，连带着消失的还有普无和那帮神秘的士兵。此时杨向明的脸色变得很是难看，煮熟的鸭子飞了。此时的异空间之中，杨妹手下的3个将领以及那5000青咒族已经直接杀入营地之中，人数是那个营地的4倍，根本不需要什么计谋。随着3名将领作为箭头狠狠地撕开了作为前列的月部军的防线，身后青咒族跟上扩大缺口。青咒族虽然只是步兵序列之中的轻步兵，但鬼魅的速度让他可以轻易躲避月部军的攻击，同时因为3位将领将其中大部分月部军解决，所以那帮青咒族只要对付阵内的普通月军即可。青咒族虽然对付身着重甲的月部军有点疲软，但对于那帮指着轻甲的普通月军，那杀起来简直不要太简单。月军身后突然出现一阵绿色光芒，将所有月军笼罩。在绿光的笼罩之下，那帮月军的伤势快速愈合。是最后方的巫祝开启了治疗技能，因为整个营地之中拥有大量巫祝，所以这一次释放技能的只有1/5的巫祝。当绿光消失的瞬间，另外1/5的巫祝顶上，这样治疗的绿光便能持续很久。哎呀，这巫祝还能这么用啊！张掖大受震撼，这跟当年大鹰使用的线列队形一样。但过了一会，张掖顿时发现了异常。老姐，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巫祝的技能范围好大啊？那帮巫祝拼拼凑凑也就400人左右，分成5支部队，也就是每一次只有80人，但这80人的治疗范围竟然直接笼罩了这1000号月军。此时因为有着巫祝的治疗能力，月军的战斗力大增，而青咒族此时已经感觉到了压力，已经逐渐开始减缓前进的步伐。杨妹神情凝重地看着那帮月军身后那个装饰华丽的帐篷，那帮巫祝的古怪应该跟这个帐篷里面的人有关了。没事，老姐，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闻言，杨妹当即转过身看着魏江。我忘了什么？我的管亥可是1级将领。轰！话音刚落，管亥从巫祝的左侧丛林之中杀出来，整个人如猛虎下山一般朝着那帮巫祝杀去。受死！管亥环手刀一挥，一旁守护那帮巫祝的越军当即被一分为2。突然出现的管亥让那帮巫祝心神大乱，连连开始后退，
连一直在维持的治疗绿光都来不及管了。治疗绿光消失，那帮越军失去了治疗的加成，当即在青咒族的长剑下饮恨。此时，管亥已经冲入巫祝阵列之中，环手刀过处，掀起大片血雨。而此时，杨妹手底下的3名将领趁着这个好机会，开始疯狂向着越军后方突入。此时，整个越军大阵已经开始混乱，整个营地之中的越军已经开始混乱，完全失去了组织。杨妹手底下的3个将领带着5000青咒族已经全面压了上来，那帮越军已经开始逐渐崩溃起来，后方的一小部分越军已经开始向着后方逃跑。这支营地的守军溃败在即。就在此时，那座装饰华丽的帐篷突然释放出耀眼的绿光，那道绿光将整个营地直接笼罩。那些溃军如同沐浴在甘露之中一样，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那道绿光可比那帮巫祝的治疗绿光效果强多了。张掖眼睁睁地看着地上一名肠子都流出来了的越军，竟然在绿光的照耀下直接恢复了起来。管亥以及那3个将领见状，当即向着那座帐篷杀去。但是下一刻，轰轰轰，地面泥土飞溅，从中窜出几条长满荆棘的粗壮藤蔓。那些藤蔓如同一条条触手一般灵活，向着4个将领缠绕而去。管亥猛地向着一侧窜去，刚刚离开原地，一条藤蔓狠狠地抽在地上。正当那条藤蔓准备抽回去的时候，管亥看准时机，对那条藤蔓就是一刀斩下。在环手刀斩下的时候，刀身上释放出一阵微微的金光，斩断效果发动。啪！那大腿粗的藤蔓被管亥的环手刀直接斩断，被斩断的藤蔓当即失去了活力。看到这藤蔓竟然对付起来如此简单，管亥当即对着周围的藤蔓挥舞起来。不多时，众多藤蔓被斩断当场。管亥那里轻松应对，但另外3名武将那边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起来。一是那3个武将实力最高，大部分藤蔓都向着他们3个涌去；二是这3个武将还要将掩护身后那帮将士。那些藤蔓挥舞的力道极为惊人，他们几个武将能够承受得住，但身后那帮士卒可不行。就这样，明明实力高超的3人，竟然被那帮藤蔓搞得很是狼狈。此时，那3人也同样看到了管亥在远处大杀四方的样子。那些藤蔓在他手中根本走不了一个回合，地上此时已经躺着大量失去活力的藤蔓残肢。此时那名银甲将军计上心头，管亥将军。此时正杀得忘我的管亥突然听见远处竟然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转头看去，发现是那名银甲将军。想都没想，管亥直接挥刀在身前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刀墙，很快便在一大堆藤蔓群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看到管亥已经到达自己身边，那名银甲将军也不废话，管亥将军，只有将那座帐篷里面的幕后黑手解决，那些藤蔓才能被消灭。那需要我做什么？管亥答应的也倒是痛快。听见这话，那名银甲将军英俊的面容上突然露出一丝坏笑。银甲将军突然出手抓住管亥的腰带，随后将其高高举起，对着帐篷的方向使劲一扔。管亥就如同一颗飞弹一般，在天空之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轰！管亥落地的瞬间，手中长刀一甩，将围上来的藤蔓一扫而空，随后一头扎进帐篷之中。刚进入帐篷内，一根箭矢迎面来，管亥将手腕一转，将刀身横向放置在自己面前。当！箭矢在环手刀身上装出几颗火星，随后掉落地面。管亥定眼望去，只见里面一个满脸画满花纹的老头手持一把弓弩，看见自己精心设计的一击被管亥轻易抵挡，此时的双眼之中竟然流露出几分恐慌。管亥哪管这些，直接提刀冲了上去。啊！那个老者看到管亥凶神恶煞的冲了过来，急忙朝着四周躲避，但他那老胳膊老腿怎么躲得过来自管亥的追击？仅仅只有了几秒钟时间，那名老者就像鸡仔一样被管亥提在手中。提着这名老者走出帐篷，看着外面依旧肆虐的藤蔓，管亥当即提起手中的环手刀，将其架在老者的脖子上。把你的妖法给我停下来，不然我可不保证这把刀会不会落下去。长刀刚刚碰到老者的脖子，那冰凉的刀身让老者浑身一颤，随后从脖子上掏出一枚绿色玉佩，一顿操作之后，玉佩上原本的荧光当即暗淡下去。一瞬间，所有藤蔓当即快速枯萎。看到所有的藤蔓消失，3名将领终于长舒一口气。管亥将那名老者直接提到张掖面前，随后重重的将其丢在地上。吾主，末将信不辱命，那妖法就是此人操控。听到这话，张掖以及杨妹都将目光看向那个气质略带猥琐的老头。极债，实力1级生物，力量8，速度7，意志18，体质7，技能1治愈之光，大范围治疗周围友军伤势；2木之灵，召唤出多条以木青藤对敌。说实话，张掖还是头一次见到偏科如此严重的1级生物。4项属性之中，其余3项都没有达到1级生物的标准，
但意志这一块都差点接触到一级天花板了。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法师属性模板。你是何人？张掖此时站到吉寨面前，冷冷地问道。那人看着周围那不善的眼神，当即明白自己身处的局势，于是很识相点回答张掖的问题。无名吉寨乃是林孤福大将军聘请的祭祀，前往营地举行巫祭。这可不就巧了吗？他们刚刚解决那个林孤福，那吉寨眼下当即撞在枪口上了。张掖以及杨妹相视一眼，同时杨妹瞥了一眼脚下那个猥琐的老头。这人是你抓到的，他是你的了。杨妹说完，当即前去查看此战的收获去了。他对于这种毫无卖相的老头根本不感兴趣。张掖看着一眼管亥，随即挑了一下眉毛。管亥当即会意，直接提刀狠狠斩下。那个吉寨还没来得及反应，便直接脑袋搬家。砍下吉寨的脑袋之后，管亥当即蹲下身子，在他身上摸索起来。很快，白光闪过，在地上留下4个光球。张掖看到之后，不禁皱了一下眉头。按照管亥之前的技能效果，这个老头既然是小 boss， 那不应该只有4个光球的啊。接过管亥递来的光球，张掖直接打开。下一刻，张掖眼角直接弯曲了起来。这第一个就给了他一个惊喜。一级良田石，作用：使用后增加10亩肥沃良田。增加10亩良田，这良田可是凭空增加的，对于如今张掖的领地来说，就是领地面积直接增加10亩。而且有了良田，自己手底下那帮黄金信徒可就有事情做了。想都没想，张掖直接将其使用了。很快，良田石融入张掖手心，此时领地内同样增加了10亩良田的面积。用神念指挥这帮黄金信徒照顾好这10亩良田之后，张掖看向手中的另外3枚光球，再一次打开其中一枚，里面出现的是一块碧绿的玉佩。一拿起这块玉佩，张掖感觉一股清凉的气息传遍自己整个身体。随后，张掖明显的感觉到，有了这枚玉佩，自己变得神清气爽，连体内运转的灵力都变得快了几分。以木灵佩，作用：一、佩戴者施法效果正 10%， 木系法术正 30%。2、每日拥有5次法术，治疗绿光。这种好东西不多说，张掖当即将其佩戴在脖子里。聚灵丹，作用：增加使用者修为。这个收起来，到时候给管亥他使用。当张掖打开最后一个光球时，里面的东西竟然让他大吃一惊，是一座长相怪异的小木屋。这座木屋只有巴掌大小，但造型极为精细，上面带有大量鲜红色的符文，总体给人一种阴森诡谲的感觉。巫祭坛庙，作用：使用后领地内自动出现一座巫祭坛庙。巫祭庙，一座可以训练巫术的建筑。这是兵种建筑，一次异时空冒险竟然能够直接爆出2件兵种建筑，张掖都直接惊呆了。难道我穿越逆天改命了？从飞球变成欧皇了？虽然心中疑惑，但张掖手可不慢，直接拿着巫祭坛庙进入领地之中。在领地之中选择了一个靠近黄天祭坛的位置，张掖放下了巫祭坛庙。下一刻，那个巫祭小屋释放出幽绿色的光芒，随后那一团幽绿色的光芒逐渐扩大。很快，那一团光芒便直接扩大到了6米高。但就在这时，一旁的黄天祭坛竟然在同一时间释放出一股耀眼的黄色光芒，射向身旁的巫祭坛庙。糟糕，这2个东西属于2种信仰，不会直接相互冲突吧？张掖心中咯噔一声，充满了不好的预感。要是因为信仰问题导致自己刚刚获得的巫祭坛庙损坏，那他张掖可是连哭都没地方哭去。巫祭坛庙这种兵种建筑，怎么说也要80-90万打底吧？一下子损失80-90万，那不是要他张掖的老命吗？此时被黄天祭坛释放出来的那股黄色光芒射中，巫祭坛庙原本的幽绿色光团竟然开始渐渐变淡，随后竟然向着黄色转变。难道？张掖瞪大眼睛看着面前这一幕，心中有了一种猜测。很快，巫祭坛庙的幽绿色光芒已经变成了和一旁黄天祭坛一样的土黄色光芒。随后光芒消散，那本造型阴森诡谲的木屋变成了一座庄严肃穆的道院形象，就是整座道院的墙壁都刷成了土黄色。太平道院，作用：一、可在领地内培养太平道士；二、花费100能量点可直接创造一名太平道士。太平道士，法师序列1阶，力量5，速度6，意志15，体质8。技能：一、黄金符水，太平道士每天可制作3张纸符，纸符化水服下使用后可轻微恢复伤势。二、传道，有一定5%能使对方信仰太平道，成为领主麾下领民。怎么说呢？这个兵种看基本属性只能说一般，因为意志达到了15，所以勉强算是1级生物。但和管亥相比较起来，虽然两者都属于1级生物，但一个天一个地，真打起来，管亥可以完全碾压对方。但好处在于，这个太平道士
只要能量点足够，那是可以批量制造的。更厉害的是他的技能，那简直就是一个蓝药制造机器啊！现在摆在张烨面前的就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100能量点，他没有。那个破烂窝棚每天既能产生10点能量，凑够一个太平道士需要他10天的积累量，10天才一个太平道士，这积攒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一点吧。就在张烨苦恼之时，几个黄金信徒发现此地多了一座太平道院之后，一帮人竟然神情激动地走了进去。张烨顿时脑海中闪过一丝灵光，之前那太平道院得作用第一条写了可以培养太平道士，莫非就是直接从一帮领民之中直接培养？想到这里，张烨跟着走了进去。只见那帮黄金信徒进入太平道院之后，一帮人直接跪倒在大厅之中的一座雕像前，神情虔诚地默念着什么。而那座雕像，张烨望去，在看清那张面容之后顿感无语。只见那雕像身穿一件土黄色道袍，头戴9两金，神情肃穆，但那个雕像的面容竟然和张烨一模一样。人还活着就被人供上桌，会不会不太吉利？张烨心中惴惴不安。但下一刻，那座张烨的雕像手中竟然发出一道光芒，直直地射在其中一名黄金信徒身上。那股土黄色光芒将其包裹，那名黄金信徒此时接受到了什么，顿时双眼紧闭，神情放松。一旁其余几位黄金信徒见状，脸上失望的同时，看向那人的眼神之中透露出一丝羡艳以及嫉妒。很快光芒消失，那名黄金信徒此刻形态已经大变，原本略显破烂的衣裳已经被一件土黄色的道袍所替代，手中也多出了一柄拂尘。那名黄金信徒已就变成了一名太平道士。此时身旁其余的几名黄金信徒看向那名太平道士的眼神之中依旧充满了一丝敬畏，双方的地位此刻已经不同。那雕像释放出一道光芒之后便沉寂了下来，任凭其余几个黄金信徒如何跪拜，都不再做出任何反应。看来这太平道士的培训还是有一定限制在里面的。张烨心中喃喃自语道。解决完太平道院的事情之后，张烨直接离开了领地，回到了现实世界之中。此时管亥正和杨妹手下一同在战场上收集战利品。此时因为击杀了整个营地的越军，张烨领地内的黄天祭坛上空的能量槽又多了几分，此时能量槽之中已经差不多到了一半的进度。既然好不容易来一次异空间，那张烨肯定是要将能量槽给挤满啊。而想要让能量槽挤满，还能靠杨妹老姐，所以每当杨妹生出想要离开异空间之时，张烨总能使出浑身解数，将杨妹劝说留在此地。靠着管亥的劫掠神技，张烨每一次都能得到很好的收益，这让杨妹眼热得很。到时候我让他们3个留那帮土著一命，让你的管亥给那帮土著最后一刀。张烨听完眼神一亮，这就是杨妹让管亥来补刀啊。好嘞，谢谢杨梅老姐，老姐你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慢着，事先说好，东西我们5-5分账。杨妹傲娇地对着张烨伸出5根手指。张烨沉思片刻，觉得也有的赚，当即伸出手掌拍在杨妹手心，成交。不知不觉两人在异时空之中度过了2天的时间，张烨终于填满了黄天祭坛的上空的能量槽，外加大量的战利品收益。此时的张烨归心似箭，但杨妹似乎已经爱上了这种收益爆棚的感觉，有些乐不思蜀了。老姐，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什么？这么夸张的收益？这种大好时机，你竟然想要打道回府？杨妹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张烨。老姐，今天已经是周日了，明天我还要上学。张烨无语地说道。哦对哦，忘记你还是高中的小屁孩了，真麻烦，竟然还要按时上下学。老姐，你们大学生不需要上学吗？张烨一脸疑惑地看着杨妹，难道他杨妹竟然还是一个逃课高手？切，不懂了吧？之江大学对于领主都是管理很宽松的，只要你能将学校布置给你的任务出色完成就好。说话间，杨妹拍了拍张烨的肩膀。所以说，小叶子好好努力，姐姐就是你的榜样。张烨无情地拍掉了杨妹的手。我张烨的野心哪是一个小小的之江大学就可满足的？望言整个燕国，估计也就京都大学等寥寥几所特殊的存在才能容纳我这尊天骄。杨妹呆呆地望着张烨。小叶子，你要明白，梦想和痴心妄想可是2个概念。京都大学每年也就招收550人，整个燕国2000万人，你能有这本事？不是杨妹看不起张烨，就是杨妹自己当初这般风采卓绝的奇女子，都只能堪堪考入之江大学。之江大学虽然也是重点大学之一，但与京都大学还是有着本质的差距。但张烨此时对于杨妹的疑问简直嗤之以鼻。啊，头发长见识短的愚蠢女人，怎么可能会明白我张烨的远大志向？我可是要当至高领主的男人。此时的张烨全身散发着光芒，杨妹同样满眼复杂地看着眼前这个明明比自己小半个头的小男孩去，但恍惚间似乎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伟岸。但下一刻，呀，老姐松手，疼，疼，疼！张烨弯着腰，满脸痛苦地喊叫着。
杨妹此时已经伸出魔爪，紧紧地抓住了张烨的耳朵。老娘先让你清醒清醒！片刻之后，张烨委屈地躲在一旁，捂着自己娇弱的耳朵，同时心中暗骂：这娘们下手真黑！小叶子，你要是真有本事，那就去考国防大学吧。啥？燕国国家安全防卫大学从哪里出来的？个个都是军界精英，我们燕国34地区最高将领，有一半都是从那个大学出来的。那里是我燕国将军的摇篮。既然这么厉害，老姐你当初为什么不去？张烨很是疑惑，像杨妹这种暴力女，不应该更合适这种以拳头决定地位的学校吗？听到这话，张烨毫无意外的再一次收获了杨妹的一击脑瓜崩。废话，老娘要是考得上，还会去什么浙江大学吗？说完，杨妹的脸上又显露出一丝惆怅。国防大学很神秘，每年不会直接招收高考考生。作为燕国培养部队高级军官和指挥官的军事院校，国防大学对于生源的要求可是相当严格的。国防大学的学生每年只有他们主动寻找的，而不是靠高考就能进入的。听到这话，张烨当即挑了挑眉。既然都不招收考生，那管他干嘛？相比之下，我还是觉得京都大学更吸引我。张烨这话毫不意外的再一次遭受了杨妹的一顿毒打，费了张烨半天口舌，总算是将杨妹说服离开了异空间。因为杨向明已经开着车回去了，张烨两人无奈只能搭着附近的军车回到了五原市之中。刚一回到五原市，张烨就感觉到了异常。今天的五原市似乎有什么事情发生，大街上不但行人很少，每隔一段路程便有警察巡逻。还好一路有惊无险，回到自家小区和杨妹告别之后，张烨直接回到了家。老妈，外面怎么回事？为什么大街上有这么多警察？哎呦，儿子你总算是回来了。新闻上说有一伙通缉令上的暴徒躲进了五原市，现在搞得五原市人心惶惶的。老妈看见张烨回来，之前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弄明白了缘由之后，稍稍安慰了老妈一番，张烨便直接躲进房间，进入领地之中。此时黄天祭坛的上空，那一黄色能量槽正闪耀着光芒。张烨搓了搓手，选择了开始召唤。下一刻，一道耀眼的黄色光芒充斥张烨的所有视野。随着光芒散去，在祭坛上方留下了一团土黄色的光芒。张烨走上前去，将那团光芒收入手中。虎头造金甲，玄阶下品，效果一虎啸，每日可使用3次虎啸音波攻击，给予对手眩晕、失神伤害。二金钟罩，可在体外形成一个可以抵御3级生物攻击的防御力场，持续1小时。玄阶的盔甲，这是张烨见过的最高等级的盔甲，就算是自家老爸开的那家张氏刀铺之中，最高等级的东西也不会超过黄阶上品。这是专属于领主的装备，使用之后，这虎头造金盔直接化成一团黄色光球，融入张烨的胸口。虎头造金甲化成光团融入张烨体内之后，以后只要心念一动，那盔甲便会自动穿戴在张烨的身上。这东西可比黄金圣斗士的圣衣强多了，至少虎头造金甲不需要自己随身带个箱子。张烨心念一动，黄铜色的虎头造金甲便直接出现在他的身上，并且完美贴合他的身躯。随后，张烨来到那座破烂窝棚面前，将这2天20点能量全部用于召唤出黄金鸡鸣，并且让他们放肆大吃，将其转化为黄金信徒。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帮黄金信徒有可能是之前饿怕了，就算如今粮食充足，但每天吃饭时还都是一副饿死鬼投胎的样子。每日粮食的消耗量简直大得惊人，一个黄金信徒每日粮食的消耗量与其他领主的领民相比，大了整整2倍。还好如今领民人数较少，而且管亥拥有的劫掠技能能够大量的收集粮草时，要不然张烨还真不一定能够撑得住。而且这帮黄金竟然对于土地有着偏执的热爱，之前的那10亩良田加入领地之后，今天张烨刚一进入领地，便发现那10亩良田已经全部被翻动过，很明显种下了种子。那10亩良田周边的土地也都被顺道翻了一遍。看到这里，张烨沉默之后离开领地，回到房间打开电脑，登录陶多多之后，果断将之前的加入购物车的2级领地拓展石删除，换成了2块1级良田石。没办法去，良田石可比普通的领地拓展石贵多了。一切都已经解决之后，张烨重新来到黄天祭坛旁盘膝坐下，随后修炼起太平要术之中提到的修行之法。经过多次实验，张烨发现在黄天祭坛旁修炼至少要比其他地方快 30%。 张烨刚闭上双眼，黄天祭坛上篆刻的铭文开始散发出莹莹金光。第二天，或许是昨天过于激动，一早从修行之中醒来的张烨回到现实之后，发现竟然已经迟到1个小时。不多想，拿起书包便朝着学校赶去。张烨刚刚来到学校，便看见一帮人朝着体育馆奔跑，神情之中透露出一丝兴奋。哎，你们往那边跑什么呢？张烨直接拉住一旁路过的一名学生问道。那名学生突然被拉住，心中恼火，正打算骂人，抬头却看见了张烨的脸。作为南市高中领主冲刺班的班长，
张烨的大名可是早就在南市高中传遍了。那人当即转变了态度，一脸热情地看着张烨：“张班长，快去体育馆吧，一班的贺妙言要挑战你们整个领主冲刺班的学生呢。”啥？这疯批女人又吃错药了？张烨的脸上充满了不可置信。别说你不信，我们也不信，但刚刚听人家说贺妙言竟然觉醒了领主天赋，现在也成为领主了。那个学生脸上充满了惊喜。听到这话，张烨松开那人的衣服，赶忙朝着体育馆飞奔而去。这事情听上去就有点古怪，他张烨还是决定亲眼过去看看。刚刚进入体育馆，便听见一阵惨叫声传来，扒开围得满满当当的旁观者，里面的场景映入眼帘。只见一名宽阔的足球场上，陈晓正与贺妙言对战。陈晓的面前乃是10个手持斧头的平民，以及一个手持长剑的领头人。很明显，这个手持长剑的领民就是其中属性最好，被陈晓挑选出来，准备培养为将领的人物。而他的对面，贺妙言身前只站了一个手持长刀的面色呆滞的男子。这娘们怎么回事？他之前不是觉醒失败的吗？张烨看到林文斌在人群之中，悄悄地走到其旁边。林文斌在一开始就已经在人群之中观看这场挑战赛，听到张烨那熟悉的声音，他连头都没回。学校公费的觉醒仪式，每个人只能有一次，但市之中，只要你出得起钱，就可以进行多次。张烨听完恍然，黑市之中的觉醒仪式虽然贵，但只要有钱就可以进行，而且没有任何限制。那贺妙言家有钱，可是整个学校公认的黑市觉醒仪式，这点花费对于他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那也就是说，今后贺妙言同样也会进入领主冲刺班吗？一想到这个疯批女人将要和自己一个班，张烨脑袋就是一疼。这个女的本来就和自己不对付，要是和自己一个班了，指不定要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听到张烨的问话，林文斌嘴角却是露出一丝不屑。黑市之中的觉醒仪式虽然没有什么限制，但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副作用，将来绝对会爆发出来。第一次觉醒失败，就算后续觉醒成功，那他的潜力也基本上定型了，不会有哪个大学会要他。说话间，林文斌摇了摇头，对于这个女孩，他心里已经给其打上了不合格的标签。老师，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张烨一脸无语地指向前方。林文斌疑惑地顺着张烨手指望去，哇操，这是怎么回事啊？此时的林文斌眼都直了。只见前方陈晓手下11个领民已经全部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而击杀他们的就是贺妙言麾下那个面色呆滞的男子。但此时这个男子眼神嗜血，面容狰狞，与之前那副呆滞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张烨看着那个男子，心念一动，英九实力1级生物，这个男子竟然也是一个1级生物，这怎么可能？贺妙言刚刚觉醒不久，竟然也拥有一个1级生物。要知道，整个领主冲刺班之中，如今拥有1级生物的领主可只有张烨一个人。哈哈，你们就这点实力吗？太让我失望了。贺妙言说着，向着前方领主冲刺班的成员之中望去。你们的班长张烨呢？怎么？难道已经吓得不敢来了吗？哈哈哈！说话间，贺妙言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当初让他鲜艳的领主冲刺班，如今在他面前却又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该死的，班长呢？这女人竟然也有1级生物的将领，看来只有班长才能对付。班长当初在一班和朱刚号称2大金刚，经常迟到，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也是。那朱刚呢？也还没来。此时的领主冲刺班成员心中憋屈异常，让一个贺妙言将他们的脸都丢尽了，但他们又打不过。没看见刚刚上去的陈晓直接被剃光头了吗？此时的陈晓在一旁呆呆地望着地面上已经死去的领民，这几天的辛勤付出全部付诸东流，此时的他欲哭无泪。骆明成呢？这女的之前不是你一直在舔吗？她现在就在前面，你怎么不上去征服她？一帮人直直地朝着身后的骆明成望去。此时满脸沧桑的骆明成眼神呆呆地望着贺妙言出神。张烨，你死哪去了？要是害怕过来和我认个错，我就放过你。哈哈，吵什么？一阵悠悠的声音从人群之中传来，只见张烨一脸轻松地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在看见贺妙言之后，脸色又向着嫌弃转变。怎么哪都有你这个疯批女人，和牛皮糖一样，甩都甩不掉。此时人群之中的骆明成脸色变得一白，贺妙言的脸色同样变得难看起来。哼，你的嘴巴还是那样臭，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得罪我的下场。张烨瞥了贺妙言身前的那个将领一眼，就凭这个1级生物的将领，那恐怕你会失望哦。哦，那要是加上他们呢？说话间，贺妙言单手一挥，又是一队身穿黑衣的军队出现。这支队伍总数只有10人，但个个手持弯刀与圆盾，虽然仅仅只有10人，但这10人站在一起，森然的杀意使得周围的温度顿时下降。在这队人马出现的一刹那，远处的林生斌当即面容开始变得凝重起来。
而张烨此时真想打自己一个嘴巴。你说自己嘴巴干嘛要犯这个贱呢？心中虽然这般想，但同时看向那一队人马，心念一动，迷心者。因为贺妙言并没有开启信息共享，所以张烨除了看到一个名字外，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但这个兵种的名字确实很奇怪，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东西。张烨同样一挥手，11个黄金信徒以及一个太平道士出现在场上。管亥，把他做掉。张烨并不想跟贺妙言有过多的废话，直接进入主题。末将领命。说话间，管亥手持环手刀，便向着对面那个将领殷九杀去。殷九手上的长刀不同于管亥手中的环手刀那般厚重，而是如同东洋刀一般细长，略带弧度。殷九的刀很快，在两人即将靠近的时候，殷九早已抢先一步挥出了刀。但下一刻，叮！一阵清脆的响声过后，殷九手中的那柄东洋刀直接被环手刀一分为二。玄铁环手刀的斩断效果，对于这类细长的武器乃是致命的。这种情况显然并不在殷九的预料之中，看着手中这柄断刃，整个人直接陷入宕机之中。趁着殷九分神之际，管亥直接抬腿对着殷九胸口就是一踹，砰！猝不及防之下的殷九当即向着身后飞出5-6米，随后重重地落到地面。另一边，那10个迷失者也已经与黄金信徒交上了手，但明眼人都看出，迷失者不管是装备还是战斗力，明显比黄金信徒高出了一个等级。但后方的魏江在双方即将接触的时候，直接朝上张开双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前方的黄金信徒听到这话，同时齐声呐喊，随后表情变得一脸的狂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呼喊的语气之中充满了无尽的绝望与悲愤，随后便是无与伦比的强大信念。随着口号声的不断响起，这帮黄金信徒此时的气势已然发生了变化。如果最初的黄金信徒给人的只是一种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的话，此时的黄金信徒已然变成为了信仰而战的狂信徒。噗！迷失者的弯刀狠狠地砍中最前方一名黄金信徒的肩膀，但下一刻，双瞳血红的黄金信徒便直接用双手狠狠地握住那柄弯刀。纵然双手让刀锋割裂的鲜血流淌，那名黄金信徒仿佛根本不知疼痛一般。正当那名迷失者与眼前的黄金信徒决力的时候，那名黄金信徒身后突然多出来一柄锄头，随后重重地击打在那名迷失者的面门。噗！一瞬间，那名迷失者顿时鲜血直流，连紧握刀柄的手都下意识地松了开来。之前的那名黄金信徒趁机将弯刀夺刀手中，对着那名迷失者就是一刀。噗！那名迷失者当即领了盒饭。其他几个迷失者同样如此，在黄金信徒悍不畏死的疯狂攻击下，装备更为精良的迷失者反而落入了下风。在黄金信徒的死缠烂打之下，已经有5个迷失者直接死亡。此时，贺妙言的脸色已经变得难看，外加不可置信。他不明白，明明自己手下比张烨强上这么多，为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反而落入了下风？就在此时，2名将领这边已经有了结果。噗！管亥直接一刀捅入殷九的腹部，随后又是一脚将其踹开，同时手腕一转，一道劈链闪过，殷九的头颅当即离体。解决完殷九，管亥直接回过身，向着剩余的5个迷失者杀去。迷失者虽然人数有整整5个，但怎么可能是1级生物的对手？只用了5分钟，最后5个迷失者同样死亡。此时，黄金信徒同样死伤惨重，原本11个黄金信徒，此时已经有3个已经死亡，另外3个重伤垂危，其余的也都是个个带伤。这时，一旁的太平道士从怀中掏出6张黄色符箓，并掏出一个木碗，将其中1张符箓放入碗中点燃，随后加入一点清水，化开之后，直接将其灌入3个濒死黄金信徒之中的一员。随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名垂死的黄金信徒此刻身上的伤口竟然开始慢慢愈合，原本苍白的脸色也开始微微泛红。重复此操作之后，所有伤员都分到了一部分符水。很快，轻伤的黄金信徒直接痊愈，而垂死的那3个此时也已经开始好转。太平道士的强大疗伤能力让身后那帮领主冲刺班的成员眼界大开。怎么样，还来吗？张烨一脸淡漠地望着贺妙言。此时的贺妙言脸色苍白，同时满眼的不敢置信。这不可能！张烨听完转头就走，这个疯批女人还是让其他人来处理吧，自己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等一下！这时贺妙言突然出声，叫住了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李文斌。我已经觉醒了领主天赋，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加入领主冲刺班？说完的同时，望向张烨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挑衅。但林文斌对此只是冷冷地瞥了贺妙言一眼。领主冲刺班的成员名额已经限定，既然你第1次觉醒失败，那就无法进入领主冲刺班。凭什么？这些废物哪里比我强？你这是公报私仇，我要去校委会投诉你！
此时的贺妙言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听到这话，林文斌停下脚步，转过头冷冷地看着贺妙言：“哦，那你去投诉一个试试。但是你给我听好了，只要我林生斌在这一天，你就休想加入领主冲刺班。你这个领主天赋怎么来的，我也不想管。但是你别忘了，别把其他人都当傻子。”说话时，林生斌看向贺妙言的眼神如同一把刀子，让他遍体生寒，直接僵在那里。林生斌并没有理会他，直接带着整个领主冲刺班的人向着训练场走去。众人看到这副场面，也都识相点没说话，默默地跟在林文斌身后。刚刚贺妙言将他们其他人的脸都打得啪啪响，要不是张烨最后及时到来，后果不堪设想。凭什么？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林文斌，咱们走着瞧。贺妙言狠狠地看着林文斌以及其他领主冲刺班成员的背影，脸色将近扭曲，眼神之中却开始透露出一丝决绝。到了训练场，众人又开始和之前一样的体能训练。不知为什么，肯定是刚刚众人的表现让林文斌不满意，所以今天的训练量加大了不少。同时，林文斌也变得更加严厉。就在这个时候，朱刚准备偷偷进入队伍，却好死不死被林文斌逮了一个正着。随后，直到放学，整个训练场依旧传播着朱刚的惨叫声，听得众人毛骨悚然，打定主意今后绝不能迟到。同时，众人在放学之际，林文斌宣布了一个重要通知：下周整个领主冲刺班将要进入一处黑铁异时空之中进行适应性训练。这让刚刚还满身疲惫的众人欢欣鼓舞。刚刚觉醒天赋的领主都还很是弱小，只有将他们成长到了一定程度，学校才会将他们带往异时空之中淬炼，当然只能前往作为弱小的黑铁及异空间之中。现存的黑铁及异时空之中，最高修为的土著都不会超过3级生物的实力。这样的异时空正好可以让这帮刚刚觉醒天赋不久的菜鸟进行试炼，并且因为里面的土著实力不强，林文斌照看起来还方便。但张烨已经经历过一次青铜级异时空的冒险，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太多感触。回到家之后，竟然发现从陶多多购买的2块1级良田石已经送到家。拿到手之后，张烨直接将2块良田石全部融入领地之中。很快，领地之中又多了20亩良田，领地内的黄金信徒挥舞锄头更加卖力了起来。与此同时，五原市某高档别墅区内，贺妙言正在自己房间之中疯狂地打杂着一切。一想起今天张烨将自己轻易打败，林文斌看向自己那轻视的眼神，以及一整天那帮同学那戏谑的表情，以及在自己背后窃窃私语的神情，都让贺妙言整个人如坐针毡。林文斌，张烨，我们走着瞧。说完，贺妙言打开电脑，登录了陶多多官网，开始购买一切能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的物品。贺妙言家境富裕，使得这些在其他同龄人眼里很是昂贵的东西，在他这里却根本不值一提。陶多多上虽然物资丰富，但能摆在上面的只有一些产量很大的东西，如同各类资源石以及一些在普通异空间就能获得的建筑。而这些东西都与贺妙言如今想要的完全不一样。贺妙言如今的领地之中，所有的领民全都已经让张烨屠杀干净，想要点时间内东山再起，可不是这些普普通通的资源石就能做到的了。再上一层的东西，就不是他如今的等级就能买到了，那是想要实名认证后达到一定实力才能购买了。啧，贺小姐，你这么费劲干什么？想要将自己的面子找回来，这不简单吗？一阵揶揄的声音从贺妙言身后传来。你怎么进来的？出去！贺妙言似乎对于刚刚出生的那个男子极为抗拒，满脸阴沉的让他离开。眼前的男子戴着一个大兜帽，根本看不清面容，但听到贺妙言的话，却只是戏谑的摇了摇头。贺小姐何必有这么大敌意？我们又不是没有合作过，我神给予给你的力量难道不好用吗？听到这话，贺妙言当即气笑了。哼，你们那个神给我的是什么垃圾？连区区一个领主冲刺班的班长都打不过，那帮领民全让他杀了，还让我在学校里丢了这么大的脸，我看啊，你们神也不怎么样。什么？这不可能！听到这话，那名男子当即拉下兜帽，露出里面那苍白的面容。我神在你开启天赋的同时，直接赐予你了一个1级武将，在这个阶段根本没有同级的人能够对付1级武将。你在干嘛？阴师一转头，便看见贺妙言正呆呆地望着他。阴师虽然是被炎国通缉的邪教成员，但其阴邪的气质，外加白皙的皮肤，给他加了不少分。总的来说，阴师不但不丑，反而按照小女生的审美来说，他长得还挺帅。此时，阴师拉下兜帽，露出真容的一瞬间，却是让贺妙言眼前一亮，不自觉的将他和自己现在的男朋友周凯乐相比。随后便发现，原本在自己心中极度优秀的周凯乐，与眼前这个人相比，简直差了10万8千里。论颜值，周凯乐只是小帅，而眼前的阴师，俊美的脸庞，外加那身上那一丝邪气，给人一种妖异的美感。再说身份，周凯乐只是一个普通学校普通班级的班长，而这个阴师那可是天选会的一方头目，更不要说还是炎国通缉令上的人物。这种英俊而且邪恶背景的男人，
给予贺妙言这种小姑娘的杀伤力那是惊人的。看着贺妙言那眼神之中开始弥漫而出的情欲，阴湿的脸上露出一丝难以置信。当今社会的小姑娘都变成这样了吗？啪！阴湿直接给了他一巴掌，突如其来的一击直接将贺妙言甩到了床上。但阴湿似乎并不懂得什么叫做怜香惜玉，直接坐在他的腰上，随后狠狠地捏住他的脖子，将你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贺妙言似乎被吓坏了，他从小到大都是被别人捧在手心里的，什么时候受到过如此粗鲁的对待？看着阴湿那毫无人类情感眼神，贺妙言心中一凉，随即详细地诉说起自己在学校之中的遭遇。半个小时之后，林文斌，没想到那次之后，这家伙竟然跑到这个小地方做起了老师，结，还真是有趣。还有那个小家伙，既然一觉醒不靠任何帮助就有一级将领出现，如此天赋不加入我天选会，还真是可惜了。听完贺妙言的述说，阴湿的脸上露出了极为感兴趣的神色。第二天，张烨难得起了一个大早，来到教室之中，其他同学也与张烨一般，早早的聚集在教室之中，脸上的兴奋之情根本遮盖不住。为了这一次异时空之行，学校特意租用了6辆大巴车。哎，我们就56个人，干嘛要这么多大巴车？朱刚满脸疑惑地向着周边询问道。据说这一次异时空之行并不只有我们高一，同行的还有高2以及高3的领主冲刺班。其中一名消息灵通的同学赶忙向着众人说出这件重要的消息。好不容易才去一次异时空之中，学校肯定不会只带着一个班的学生。据说校领导准备在里面试炼，根据成绩排列名次，前3还有奖励呢。这不扯淡吗？我们怎么可能是高2、高3那帮学长的对手哦？得了吧，排列名次的是他们那帮学长，我们只是顺带进去看看世面的。没过多久，楼上高2、高3的领主冲刺班成员就已经在楼下集合，进入大巴内。这时林文斌走了进来，同时手中拿了一堆手牌。好了，这些手牌一人一个，到时候遇到什么危险就向着手牌求救，附近的老师就会在第一时间赶来支援你们。说话间，林文斌将手中的一串手牌递给了张烨，转了一圈将其分发完毕，最后一看自己的手牌818，好家伙，这个号码跟我前世的洗浴手牌一样。恍惚间，张烨的脑海里还传来了这位先生欢迎光临红浪漫的熟悉声音。前往异时空的大巴也是特制的，车身外围有着一圈防撞栏杆包裹，连车窗都是特制的防弹玻璃。上午9点，在林文斌的带领下，众人终于进入那一座黑铁级异时空之中。不少人脸上露出了紧张，但还有一小部分人眼神之中却是出现了兴奋，这其中就有朱刚这货。一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他字典里就根本没有害怕这个词。随后，高2与高3的2个班在进入异时空之后，便直接就地解散，向着异时空深入而去。他们来这里可是为了参与比赛的，时间宝贵，根本来不及浪费。待他们全都离开，整个场地就只剩下张烨他们一群菜鸟。好了，你们在这个异时空的时间有3天，好好体验你们第一次异时空之旅吧，别忘了我在来之前告诉你们的事项。林文斌似乎并不想和大家伙多说什么，说完便直接向着一侧离开。众人面面相视，随后都将目光看向了张烨。众人之中，只有张烨的实力最强，他们的目的不言而喻。看什么看？你们还打算一辈子躲在别人的庇护之下吗？你们要学会从这里走向战场。说完，张烨义无反顾地向着深处前进。开玩笑，还想让自己给他们做保镖？开玩笑，自己又不是干奶妈的。张烨走后，一帮人还是停留在原地忐忑，只有朱刚直接召唤出自己那10几个山岳列明，兴冲冲地向着深处走去。有了第一个朱刚开头，其他人也陆陆续续走了进去，但很明显，大部分人都3两聚集，组成了各自的小团体。在众人看不到的角落，几名老师正观察着前方，张烨等人的表现直接落入了他们的眼中。林老师，这帮孩子还是第一次进入异时空之中，你就这么放心让他们肚子去面对吗？一名女性教师一脸担忧地看向站在最后方的林文斌，在他眼里，这帮孩子才刚刚觉醒天赋不久，之前恐怕连杀只鸡都没干过，第一次看到不会适应战斗之中那种血腥的场面。但林文斌对此却毫不在意，他们将来可都是要加入战场的，这种局面他们必须自己去学会适应，要是连这关都过不了，还是自己退出领主冲刺班吧，不要浪费资源的好。其他几名老师面面相觑，有人刚想反驳，却下意识地想到李文斌的身份，便直接将已经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此时，张烨已经将管亥召唤了出来，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还是保险一点为好。刚刚拐过一个转角，便看见几名手持长刀的男子，那几名男子同样发现了张烨。哈哈哈，此树是我栽，管亥做了他们，留一个活口。老套的台词，对面刚刚说出口，张烨也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管亥很忠实地执行了张烨的命令。那几个家伙怎么可能是管亥的对手？
仅仅只用了1分钟时间，8名土匪只留下一个全身打颤的男子。我问你答，慢1秒我就剁你1根手指，明白吗？张烨望着那个浑身打颤的男子，冷冷地说道。那个男子似乎被吓坏了，一时间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唰，一道寒芒闪过，张烨的手中多了一把带血的匕首。下一刻，啊！那名男子一只手捂住伤口，不住地哀嚎起来。张烨却根本不管这些，而是眼神一个示意，管亥当即明白，将那个男子那只缺了1根手指的手重新按回地上。我问你答，明白了吗？张烨依旧重复着这句话。这一次，那名男子总算是反应了过来，慌忙点头。明白。你的名字？陈二狗。这是哪？黑虎寨。你们大当家的是谁？什么实力？寨子里一共多少人？我们大当家的叫胡三刀，实力是1级，二当家和3当家也是1级，但实力不如大当家。寨子一共具体多少人我不知道，但至少也有500来号人。陈二狗认清当前局势之后，毫不犹豫地将黑虎寨卖得一干二净。但此时张烨听完陈二狗说的话，却陷入沉思之中。寨子里至少也有500号人，但自己这边只有9个黄金信徒以及1个太平道士，实力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啊！怪不得学校不让我们参加试炼，搞了半天我们这群小菜逼是一个都打不过呀！张烨心中一阵无语，可不是嘛，只是开局一个小小的山寨，自己这边就抓瞎。看来学校也只是让我们第一次过来尝尝世面罢了，根本没指望我们能干些什么。但打不过归打不过，既然来都来了，那怎么也得过去看看吧。带我去你们黑虎寨，要是你敢耍花样，看到你身后那个大汉了没有？在你想跑的时候，绝对第一时间将你脑袋砍下来。陈二狗颤颤巍巍地看向身后，管亥只是瞥了他一眼，随后那把还沾着同伴肠子的环手刀便被拎了起来。一瞬间，一股寒意席卷全身。大人你放心，小的绝无二心。陈二狗当即神情严肃地发誓。前往黑虎寨的山路极为陡峭，并且一路上杂草丛生，似乎这是黑虎寨故意在这种地方修建，为的就是一个隐蔽以及易守难攻。走过3个岔路口以及爬了2处峭壁，张烨等人终于看见前方隐隐约约有一堆建筑物。张烨等人赶忙朝着前方走去，但一路上竟然发现倒伏着大量的尸首。这些尸首之中，黑虎寨成员只有一部分，还有一小部分都是装备明显比这帮土匪更为整齐以及精锐。张烨甚至还看到了一些异族的尸体，比如这里还躺着5、6具身材矮小但全身碧绿色的奇怪物种，这一看就是哥布林。这东西这个异时空可没有，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有高年级的领主也来打这个黑虎寨的主意。想到这里，张烨弓起身，不再行走在主路上，而是漫步在草丛之中。又走了一段路程，前方终于传来了喊杀声。张烨让管亥提着陈二狗，小心翼翼地向前靠去。只见有3支服饰不同的军队正在联手进攻黑虎寨。张烨细细看过去，终于在3支军队的最后方发现了3名身穿铠甲的领主正站在一起。张烨猜测的没错，打着黑虎寨主意的果然是高年级的人。不对，正当张烨准备将注意力移开的时候，眼尖却突然瞥见那3人身后的石堆之中竟然还趴着一个人。发现这点的张烨赶忙将自己的身子再一次伏低。卧槽，原来老六竟然不是我！张烨心中一惊，想不到竟然有人还真打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主意。竟然被发现了。涂雨田趴在石堆之中喃喃自语道。他一开始就跟着这3个人，张烨刚来的时候就被他第一时间发现了，但看到张烨的脸，便发现这人自己竟然不认识。南市高中领主班一共就3个，这么一点人3年了，涂雨田当然全部都记在心里，但张烨这张脸他却很陌生，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对面是刚刚开启天赋的高一新生。这届新生胆子还真大。涂雨田笑了笑，并没有将张烨放在心上。一个新生罢了，能有多少本事，大概只是误打误撞跑进来的吧。自己现在的主要目标是眼前3个人，可没有时间逗弄小学弟。黑虎寨的坐落点很是巧妙，大门的位置周围没有其他能够进出的路，而且前方就一条窄窄的山路，那3位领主的士兵一次性根本施展不开多少人，而在寨门口的土匪却可以手持弓箭，站在高处轻易攻击他们。双方交手那一段时间里，寨门还没攻破，但那3个领主已经死了还几个人了。很快，3个领主之中有一个首先忍不住，手下一名将领当即冲了出去。那名将领手持一柄鬼头大刀，直接向着寨门冲去。那独特的气质，已经拉风的武器，当即吸引力上面所有土匪的注意力。随后大量箭矢朝着那名将领飞去。那将领看见那些箭矢也不躲避，直接将手中鬼头大刀横过来放在身前，护住脑袋。当当当，大量箭矢击打在刀身上，激起大片火星。一些箭矢击中那名将领其他部位，但箭矢刚刚扎进身体，便被那名将领用肌肉夹紧。所以片刻之后，
那名将领浑身扎满箭矢，却依旧凶猛地向前冲着。卧槽，这么凶吗？张掖在远处都看傻了。而山寨内的土匪看见这么一个猛人，士气当即刷刷狂掉。不多时，那名将领已经靠近寨门，随后用力一挥手中的鬼头大刀，轰！实木制作的大门当即被砍出一道缺口。好胆！那名将领刚刚举起手中大刀，准备再给寨门一击的时候，寨门上面当即传来一阵爆喝，随后一道身影从上面窜下，轰！那人一落地，当即给了那个鬼头大刀的将领胸口就是一脚。就利用尽心力未生的情况下，那名将领当即噔噔噔向后退了3步。那名将领好不容易稳住步伐，抬头望去，只见刚刚踹自己的人乃是一个身材魁梧、满脸大胡渣，只穿了一件深 V 麻衣，露出胸口一丛黑毛的大汉。这名大汉同样手持一柄略带弧度的斩马刀，一脸杀意地看着自己。来将何人？某家胡三刀。你们这帮家伙瞎了你们的狗眼，竟然敢来打某家的寨子！胡三刀说话间，寨门大开，二当家以及三当家率领一帮土匪从寨门走出，与3名领主遥遥对峙。怎么说，哥几个？汪天瑞向着身旁的2个同学问道。一旁的庄院杰脸色平静，老规矩，我的将领在对付那个大当家，完事后收益多拿1成。另一边的齐浩强点了点头，成交。交易达成之后，汪天瑞以及齐浩强2人麾下的武将同时走出阵列，来到那名之前的那名武将身旁。胡三刀看到对面竟然和自己这边拥有同样数量的高手，脸色顿时凝重了起来。双方对峙几分钟之后，还是黑虎寨的3当家沉不住气，当即提起手中的大刀，率先冲了出去，仿佛是一个发令枪一般，6名1级武将开始悍战在了一起。6名1级武将交战在了一起，那场面也是张掖第一次见，现场气浪翻滚，将领的呵斥声如同炸雷一般震耳欲聋。一旁的土匪以及3名高年级手下的士兵根本近不了身，战斗只持续了15分钟左右。黑虎寨这边实力最弱的3当家首先出现差错，被他的对手看准时机，一刀斩首。3当家一死，当即使得一旁的2当家心神大乱。下一刻，2当家同样步了后尘，空出手来的2个将领虎视眈眈地看着那名大当家。之前说好了，对抗大当家的庄院杰多拿1成收益，所以另外2个领主特意叮嘱各自的将领不要出手。1名武将在前步步紧逼，2名武将在后虎视眈眈。此时的胡三刀额头已经布满冷汗。几位好汉，有事我们可以好商量，我那黑虎寨之中还有几份珍宝，愿意双手奉上，咱们就此罢手如何？听到这话，另外3人皆面露冷笑。糊涂不是，把你杀了，那些东西也是我们的，那我们何苦放了你？那胡三刀刚想说话，对面那名持刀武将见机手腕翻转，一个上撩，噗！胡三刀右胳膊当即离体，啊！胡三刀一个踉跄，捂着伤口摔倒在地。正当那名将领准备上前将其了结的时候，下一刻，唰唰唰，身后石堆之中突然间飞出大量箭矢，直接向着那3名将领飞去。敌袭！凄厉的喊叫声响起，3名将领赶忙快速挥动手中兵器，将这些箭矢挡在外。什么人？汪天瑞、庄院杰、齐浩强3人又惊又怒地呵斥道：“好久不见呐，你们3个！”说话间，一个女性身影走出身后的乱石堆之中走出。涂雨田，又是你这娘们，还阴魂不散了是吧？3人显然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深恶痛绝，在看见她的面容之后，3人脸色那叫一个好看。哼，当初我就和你们说过，要么你们就一次性弄死我，要不然我一定加倍奉还。哼，弄死你后事太麻烦，但在异时空废了你，就连老师也不会多说什么。说话间，3人的脸色便是阴沉起来。给我将他2条腿都给砍下来，那个女人带过来的士兵全部宰掉。那娘们皮肤挺白的，不要浪费了。3名武将在刚刚的箭雨之中都或多或少的受了一点小伤，此时听到各自领主的命令，当即挥动武器杀了过来。但涂雨田对此冷冷一笑。下一刻，2名身穿红甲的将领突然从涂雨田身后挑出，向着3名武将杀去。操！他什么时候拥有2个武将了？此时3人在看到2名1级武将出现的瞬间，脸色当即大变。快，你们前去支援！3人对着身后的军队命令道。此时他们3人的武将或多或少都受了伤，面对2名全盛期的敌方武将，恐怕要出意外。为了保险起见，3人干脆将队伍也同时压上。3人的队伍总比那个娘们1人的队伍多了吧？小的们，为2位当家的报仇，给我杀！突然，一旁被他们遗忘的胡三刀突然发令，大量的土匪向着3人的队伍冲去。马德，忘了这个家伙了！3人一听到胡三刀的声音，当即心就乱了。大批土匪冲入3人队伍之中，
直接弥补了涂雨田的兵力缺口。哈哈，今日还真是老娘的幸运日！涂雨田看到之后，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对于他们4人之间的恩怨，张掖并不感兴趣。他此时死死地盯着那个只剩下一条胳膊的胡三刀。此时的胡三刀模样着实凄惨，不但缺了一条右臂，之前涂雨田的那阵箭雨虽然全部集中在那3个将领身上，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胡汉三胸前、大腿上同样被插了2根箭矢。此时看到远处正在混战，他挣扎地站了起来，但并没有和张掖预想的那样直接加入战局之中，为自己的2个兄弟报仇，反而趁对面不注意，直接返回了黑虎寨之中。张掖转头望向战场，此时那个叫做涂雨田的女人和另外3名高年级学生直接打在一起。涂雨田虽然是一个女生，但身穿铠甲，手中那把大关刀舞得虎虎生威，那3个高年级学生竟然一时之间根本不能近身。哟，瞧瞧，这不是老天爷喂饭吗？张掖看着胡三刀狼狈的模样，眼前顿时一亮。随即张掖带着管亥偷偷地向着黑虎寨的大门口摸去，一路穿行在杂草以及灌木之中，不时的还要停下来看看场上那几个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不过还好，场上的3男1女也不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此时都已经杀红了眼，眼里除了对方没有其他精力观察四周。瞅准时机，张掖直接钻入黑虎寨的大门之中。此时的土匪已经全部被召唤出去，加入4名领主的血战之中。此时的黑虎寨内显得空空荡荡。胡三刀进入寨内，直直地朝着自己的黑虎堂跑去。看如今的情况，黑虎寨肯定是保不住了。趁着如今那2帮人血拼，自己将黑虎寨内的当家全部打包带走。只要自己还活着，用不了多久，黑虎寨又会重新复活。但就在胡三刀刚刚走进卧房，拿出自己当土匪头子多年的珍藏的时候，门外却突然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谁？胡三汉手持鬼头刀，满脸惊恐地望着房门。此时的自己实力已经势不存一，只要是个人都能轻易将自己解决。哟，想不到随便串串门，竟然就有一笔意外之财，老天爷还真是眷顾我啊！张掖满眼放光地走了进去，身后是手持环手刀的管亥，此刻正贪婪地望着胡三刀手中鼓鼓囊囊的包裹。胡三刀此时满脸的绝望，他在管亥身上感受到了一股与自己相同的气息，那个家伙竟然也是一个1级将领。天哪，他胡三刀今天是走了什么霉运？这么多平常难得一见的1级将领来到他这小小的黑虎寨。好汉，今日遇到众位，算我胡三刀倒霉。这些东西能否埋我一条性命？胡三刀见此情景，当即识相的将手中的包裹递了出去。张掖盯着胡三刀好一会，这才召唤出1名黄金信徒，让他接过胡三刀手中的包裹。胡三刀看到之后，眼角一抽，他刚刚正打算带到眼前这个小子走到自己面前，就将其胁迫，以此要挟，让身后那名大汉投鼠忌器。但没想到这个小子竟然完全不吃这一套，心眼这么多。那名黄金信徒走到张掖身旁，一把将包裹打开，一股耀眼的金光随即闪现。嚯，还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张掖随之感慨地说道。那个包裹之中，除了好几块黄金之外，还有众多丹药以及一些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真不敢相信，一个小小的山贼头子竟然如此富有，怪不得成为领主之后根本不用再为钱发愁，光那几块金子就值将近40-50万，更不要说那些个更加值钱的丹药了。这点东西就想买你的命，你这让我很难办啊！心中虽然窃喜万分，但脸上依旧挂着一副失望的表情。张掖的直觉告诉自己，对方可能还有什么油水是自己还没榨出来的。敲诈就是要榨干对方最后一点利用价值。果然听到张掖这么说，胡三刀的脸上顿时一白，刚想来个绝地反击，但下一刻便看见管亥一只手拿着刀，另一只手的大拇指轻轻刮拭环手刀的刀刃。一瞬间，胡三刀刚刚升起的胆气再一次跌落下去。好死不如赖活着，人就是这样，有了第一次妥协，就会有第2次、第3次。犹豫片刻之后，胡三刀从怀中掏出一块长满铜锈令牌状的东西。这是我早年间意外得到的一块令牌，在一次偶然条件下，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开启某处异空间的钥匙。说话间，胡三刀将手中这枚布满铜锈的令牌交到了黄金信徒手中。止戈青铜令，进入主世界未知极异时空宣武平原的钥匙。效果：1. 感知，青铜令能够感知到宣武平原的开启时间。2. 传送，当异时空到达开启时间之后，青铜令能够将领主自动传送到宣武平原，结束后会将领主传送回原地。3. 限制，宣武平原只允许3级以下领主能够前往。竟然是未知极的异时空！张掖眼前一亮。众所周知，主世界之中的各种异时空总得可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分别适用于领主之中的1到3级、4到5级、6到7级、8到10级。但其中还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异时空，名为未知极，
进入其中的要求稀奇古怪，而且不会像上面4种异时空一样常年开启。未知级的开放时间不固定，同时地点也不固定。每一次通道关闭之后，整个异时空都会消失不见，运用任何手法都找不到。所以这种未知级的异时空也被称为秘境。秘境之中危险程度也不一，有些就是单纯的资源迷境，有幸进入其中的领主无不是一夜暴富，而有些秘境那就是十死无生的大凶之地。当然，不管什么迷境，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拥有远超其他异时空的收益。当然前提是你能回得来。眼前这块止戈青铜令就是进入迷境的钥匙之一。不管这个迷境怎么样，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绝对珍贵。想都没想，张掖直接将其收入领地之中。回到家要好好查查这个宣武平原是什么鬼了，也不知道危不危险。好汉，你看。此时的胡三刀小心翼翼地问道。刚刚他看见张掖将这块令牌收入，胡三刀当即心中大定，看起来眼前这个年轻人对于自己给出的这件东西很是满意。张掖收起令牌，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很好，你这件东西我很满意，你可以走了，我发誓不会对你出手。说话间，张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一副让他赶快滚的模样。胡三刀一听大喜，当即向着门外跑去。哼，30年河东30年河西，小子这事儿没完，咱们走着瞧。胡三刀心中暗恨，但他没想到的是，在他与张掖两人擦肩而过的瞬间，一旁的管亥瞬间发难，随着一阵寒气逼人的刀光闪过，噗嗤，刀光闪过，血花顿时绽放。胡三刀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脖子上便多了一道血痕。你！胡三刀艰难地转过身，死死地盯着张掖。我说过我不会对你出手，但没说他不能对你出手啊！砰！胡三刀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眼神之中充满了一种死不瞑目的憋屈。管亥见状，赶忙朝着胡三刀身上摸去。片刻之后，3个白色光球出现在管亥手中。在胡三刀死亡的瞬间，张掖明显感觉到自己体内领地之中的黄土祭坛上方能量槽明显上涨1/3。看来想快速开启召唤，还得是小 boss 给力。张掖随即看向管亥交到自己手中的3枚光球。流民营地，每日能量加50，生产流民的地点，领主可通过能量点购买，5点每个。张掖瞬间眼前一亮，终于找到一个能够生产能量的东西了。他早就已经受够了每天只能增加一个黄金信徒的苦日子了。拿到这件东西之后，张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进入领地，将那个流民营地放置在破烂窝棚一旁。随着一阵白光闪过，一座破破烂烂的营地当即出现在张掖面前。随着流民营地的生成，从此以后张掖领地每日可增加60点能量点。此时领地内今日的能量点还未用掉，张掖果断将其购买了2个流民。下一刻，从营地之中走出2个蓬头垢面、瘦骨嶙峋的人形生物。流民，力量 0.5， 速度 0.3， 信念1，体质 0.7。 啧，这鬼东西简直比当初的黄金鸡鸣还惨，瞧瞧这4项属性简直比鸡还弱。张掖无限感慨，想不到自己有生之年竟然还会遇上这种奇葩的属性，果然印证了那句老话，一分价钱一分货。那2名流民似乎也终于察觉眼前竟然站着一个人影，随即2人步履蹒跚地走到张掖面前。草民拜见领主大人，请求领主大人行好赏我们一点吃得吧。2个流民当即在张掖的脚边跪了下去。张掖生平最看不惯就是这种场景，二话没说，当即招来2个黄金信徒，将他们搀扶到吃饭的地方。有着管亥的技能，张掖营地之中的粮食从来没有缺少过。很快，大米、馒头等一堆食物放置在2人面前。2个本来只有半口气的流民，在看到食物的那一刻，2只眼睛顿时血红，随即扑了上去。随后在张掖惊恐的眼神之中，这2个流民吃下了将近4个人的口粮。妈耶，小爷这是找来一堆饭桶啊！如今张掖的领地之中，黄金信徒的食量都是一个顶俩，如今还要加上这帮流民。吃饱喝足之后，2个流民一脸满足地跪在张掖面前，感谢领主的救命之恩。看到2人吃饱之后，张掖心念一动，再一次打开了2人的信息面板，但很遗憾，并没有和之前的黄金鸡鸣那般变化成黄金信徒。但张掖心中也没有多少遗憾，既然基础实力弱，那今后就全部变成农民之类的生产者呗，反正这个领地才刚起步，总有用得到的一天。此时领地之中唯一的那名太平道士走了过来，看到2个流民之后，直接贴了上去，开始给他们介绍起太平道的理念。太平道的教义宣传反对剥削、敛财，主张平等兼爱等主张，对于那帮平民有着极高的吸引力。2人听到太平道士的一番介绍，当即两眼放光，跪在地上祈求太平道士的收留。很快，这2个流民身上竟然开始释放出淡淡的黄色光芒，随着光芒消失，
原本身上破烂的衣裳也变成了和黄金信徒一般都衣物。2个流民竟然直接变成了黄金信徒！看到这一幕，张烨眼睛都直了。这都行？要知道一个流民的售价可只有黄金信徒的1半，这一来一回，直接帮他节省了1半的能量点。离开领地返回主世界之后，张烨听到外面已经是喊杀声震天，随即在黑虎寨内搜寻片刻之后，便发现了一个通向山脚的后门，想都没想，直接从这后门之中溜走。半个小时之后，那3个高年级的领主最终在土雨田以及众多黑虎寨的土匪的夹击之下崩溃，3个带着手下仓皇的逃走。而土雨田在经过一轮奋战之后，终于解决了黑虎寨所有土匪。正当他兴高采烈地进入黑虎寨，准备找到那个胡三刀，准备进行最后一波收割之时，却突然愣住。他的士兵搜寻了整个山寨，却并没有发现胡三刀的所在，反而在搜寻过程之中发现了一个通向山脚的小门。该死，让他跑了！土雨田心中暗恨，但出了小门之后，外面都是高山密林，想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再查看一段距离，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之后，土雨田只能无奈地返回。此时张烨正高高兴兴地穿梭在密林之中，同时检查起胡三刀留下来的那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属于胡三刀的自愿赠与，所以在胡三刀死亡之后，并没有跟随他化成白光消失。此时整个包裹之中，除了那几块黄金和一些无用的衣物之外，还有5个放置丹药的瓷瓶。经过检查，其中3瓶都是淬体丹，1瓶是名为回春散的疗伤药，最后1瓶那就特殊了，观音脱衣山。效果，服用之人在短时间内欲望将达到顶级。呸，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有辱斯文，败类。说话间，张烨将其丢入了领地内。黑虎寨脚下的这座山还是很大的，并且不但地形崎岖，而且丛林密布。很快，张烨直接迷路了。一同晕头转向的寻找之后，张烨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走到了哪里。眼看天色已晚，索性就在这密林之中生火做起饭来，当然是召唤出1名黄金信徒让他做法。张烨好歹也是一个领主，能让小弟做的，自己绝对不亲自动手。同时也将管亥召唤出来，大晚上的，要是有什么危险，张烨哭都来不及。吃饱喝足之后，张烨重新召唤出几名黄金信徒，帮自己制作了一个简易营帐。此时张烨正躺在木床上，观赏着天空明亮的夜色。还是当领主好啊，什么事都不用自己动手。感慨一声之后，张烨的眼皮逐渐开始变重。啊呜！不知过了多久，远处开始传来此起彼伏的狼嚎声，并且声音越来越大。管亥直接将张烨摇醒：“大人别睡了，狼嚎声越来越近，看起来那些畜生是顶上我们了。”张烨睁开迷茫的双眼，映入眼帘的是管亥凝重的面容。听到他的话，张烨顿时清醒了过来。要知道，这种异时空之中的狼可不像张烨穿越前那个世界的狼。现在的狼可是和玄幻小说之中的那些灵兽那样，不但种类千奇百怪，实力更是一个比一个夸张。更重要的是，野外的狼那可都是群居动物。就在张烨担心的时候，视野范围之内出现了几只狼形生物。但此时的张烨在那几只狼出现的瞬间，脸色就变得卧槽起来。这他妈还是狼吗？只见出现在张烨视野之内的3只野狼，全身毛发在火焰的照耀下呈现黑灰色，体型已经和普通的马匹相似，甚至还要大上一圈。此时相比于瘦小的张烨，一旁身材魁梧、满身腱子肉的管亥似乎更符合他们的口味。3只野狼满眼是血地盯着管亥，与其同时，管亥同样手持环手刀，满脸凝重地看着那几只野狼。张烨看着那3只体型夸张的野狼，心念一动：山地作狼，力量8，速度9，意志7，体质10，技能1恐吓，面对意志较低的生物，有较大几率使其陷入恐惧状态。2嗅觉，远超一般生物的嗅觉，可以轻松追击敌人。这么说呢，这4项属性单个拿出来，其实只能属于0级生物巅峰，但架不住人家是群居。3头坐狼已经完全可以做到对于管亥的威胁，而且还不知道其他的坐狼什么时候会来到。那3只坐狼很明显对于气血旺盛的生物极为渴望，此时管亥在他们眼里就是最美味的食物。管亥，有问题吗？无主勿扰，区区3头孽畜，末将可轻松解决。听到管亥语气之中的自信，张烨松了一口气。管亥可是他的王牌，要是连他都没自信解决这3头，那张烨只好使用人海战术将黄金信徒全部拉出来了。但是到时候的结果不用说，绝对惨烈。对峙良久之后，其中1头坐狼显然已经忍耐不住，当即扑了上来，另外2头见状当即跟了上来。管亥眼神一动，同样迎了上去，但即将与第1头坐狼接触的时候，管亥一个双膝下跪，同时双手举刀向上，噗！第1头坐狼直接从管亥刀尖上划过，一瞬间腹部直接被割开，肠子、腰子伴着血全部流了出来。
解决完第一头坐狼，管亥当即扭腰弹起，同时双手持刀向前用力一挥，后方两头坐狼正好跃起，环手刀迎面斩来，一道寒芒闪过，噗！鲜血顿时飞溅而出，两颗硕大的坐狼头颅当即离体。三头坐狼给张掖留下来3颗光球，但里面都是一些狼牙、狼皮等不值钱的材料。屋主，这里竟然有如此巨狼，说明这里是那只狼群的狩猎领地，我们不能在这久留。管亥说话间，一直用眼神扫视着周围，满脸的警惕。这种坐狼数量也不清楚，留在原地很是危险。张掖也不是不知好歹的人，当即点头，让管亥护送着离开。刚走没多久，之前的营地处传来了凄厉的狼嚎声，很明显，其他坐狼已经发现了他们同伴的尸体。狼是一种极为记仇的生物，那里张掖等人待了这么久，肯定残留这张掖以及管亥的气味。那座狼的技能，张掖可没有忘记，他们接下来绝对会追击张掖等人。想到这里，张掖不禁加快了离去的步伐。但那帮坐狼来的比想象的还要快，不多时，从侧面的草丛之中直接跃出一只坐狼，向着张掖扑去。还好张掖眼疾手快，当即释放出掌心雷，强烈的电击使得那头坐狼当即全身麻痹。管亥趁机向前，直接将其削手。但接下来的路上，张掖不断遇上赶来追击的坐狼，好几次要不是管亥拼死相救，外加使用了虎头造金甲，说不定张掖已经命丧狼吻。说到这个，不得不提这件虎头造金甲，虽然只是属于玄阶之中的下品，但经受了坐狼的多次袭击，外表竟然丝毫没有受到损坏。但此时经历了多次坐狼的袭击，张掖也是怒从心头起。还没完了，管亥走，我们掉头找到那个狼窝，直接端掉它。如何找到狼窝？这个很简单，张掖先是从领地之中找来几只之前没吃完的野兽尸骸，然后扔在地上，随后从之前的战利品之中拿出2张狼皮。张掖与管亥将自己的身体全部蜷缩在狼皮之中，随后躲在角落。野兽尸骸的血腥味当即吸引来3头坐狼。那3头坐狼在看到那几只尸骸之后，并没有直接上前，而是警惕地观察四周。片刻之后，对于食物的可恶战胜了理智，3头坐狼开始围着尸骸大肆啃食起来。当然，这3只坐狼也没有忘记来的目的，在吃饱之后，3只坐狼叼起剩下的尸骸，开始往一个方向前进。张掖与管亥当即披着狼皮跟上。3头坐狼转过一片密林，来到一处山洞，似乎听到了熟悉的气味，从山洞之中跑出来2只小狼崽，在3只坐狼脚底下肆意奔跑玩耍。呼！一道沉重的呼吸声从山洞内传出，3只坐狼赶忙低下头颅以示臣服。片刻之后，一只全身毛色雪白的巨型坐狼出现在张掖眼前。山地坐狼王，除了名字，其他都是省略号。很明显，这只狼王绝对在1级以上。一只1级生物的狼王，外加随时便能回来的狼群，有点难办啊。有了！还在犯愁的张掖随即脑海中一丝灵光闪现。10几分钟之后，又是2只坐狼带着几具野兽的尸骸进入山洞。张掖的脸色开始露出一丝奸计得逞的笑容。好戏即将开始。片刻之后，山洞之中传来一丝动物春天来临之时才会发出的声响。那声音经久不息，余音绕梁，沉闷的声响之中满含着对于生命的期盼和精神世界的欢愉。整整1个小时，那股声音才逐渐停止。张掖见机带着管亥直接摸了上去。刚进入洞口，一阵沉重的喘息声便传了出来，伴随着的是一股淡淡的生命味道。靠，观音脱衣裳的效果还真猛啊！张掖捂着鼻子感叹道。那一瓶子张掖纸到了一半，便让一头1级生物的坐狼王化身成为无情打桩机。真不知道当初一整瓶全部倒在那些尸骸上会发生什么，到时候恐怕这山洞都会挨2下吧。张掖心中阴险地想到。转过一个拐角之后，之前那头雪白色的狼王此时正趴在正中央闭目养神，周围5只身材娇小的母狼此时已经瘫软在地。懒得出来，之前的战况很激烈，此时双方都已经进入贤者模式。看着双方此刻灵魂已经升天，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唰！管亥当即冲向前，一道寒芒顿时飞射而出，目标直取最中央的坐狼王。此时的坐狼王虽然已经榨干最后的精华，但身为狼王的他警惕性依旧很高。在管亥刚刚出现的那一刹那，一股危险的气息已经使他后颈毛发炸裂。想都没想，提起自己酸软的4肢，向着一旁闪去。轰！凌厉的刀锋依旧擦着他的右侧肋骨处划过，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血液顺着伤口飞溅而出。好！坐狼王转头张开巨大的狼吻，向着管亥的脖颈咬去。管亥见此，手腕一转，环手刀当即横向出现在坐狼王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当！坐狼王坚硬的头颅狠狠地撞在刀身上，发出金属般的撞击声。
巨大的力道让管亥忍不住向后退了2步，这才堪堪稳住身形。此时，坐狼王正准备扑击，一旁的张掖趁机对着他就是一记掌心雷。就在坐狼王跃起的瞬间，一道雷蛇瞬间打在他的侧身，一瞬间，强大的电流使得坐狼王全身毛发直竖，身体直接进入僵直状态。管亥见机，直接一刀挥出，玄铁环手刀赋予刀身无与伦比的锋利度，外加上管亥巨大的力道，噗！坐狼王硕大的头颅当即飞起。一旁的5只母狼同样在张掖的掌心雷以及管亥的环手刀作用下，直接饮恨去了西天。战斗结束，管亥的职业病当即开启，向着一旁的坐狼王尸首上摸索起来。一旁5只母狼的尸首同样不放过。片刻之后，来自5头母狼的5枚光球以及坐狼王的4枚光球便直接出现在管亥手中。5枚来自母狼的光球之中，4枚都是名为精美狼皮的材料，最后1枚竟然是一颗蕴含着一只小号坐狼的蓝色光球。坐狼精元效果可与武器相融合，使武器拥有一头坐狼气灵，很不错的小东西，能使武器最快速度拥有一个气灵。但张掖这边用不上，还好自家老爸开刀剑铺，这种东西交给自家老爸是最好的选择。坐狼王留下了整整4枚光球，前2枚分别是狼王牙、狼王皮这2件材料。第3枚光球打开之后，里面竟然是血红色的晶体，这枚晶体总共只有手指甲盖大小，整天呈现半透明的状态。血晶黄阶效果，服用之后大幅度提升使用者全身气血。看完介绍，张掖眼前一亮，竟然能够提升气血。要知道，对于武将而言，增加气血就意味着自身实力的增加。别看眼前的血晶之后指甲盖这么大，对于武将而言绝对是稀世珍品。管亥，他是你的。说话间，张掖将血晶抛给了管亥。管亥赶忙双手接住，末将多谢吴主恩赐。说罢，毫不犹豫将其放入嘴中。下一刻，澎湃的气血从管亥胃中炸开，管亥当即原地盘腿坐下，随后闭目开始消化起那枚血晶。张掖看了一眼管亥的状况，知道短时间应该结束不了之后，直接打开了最后1枚光球。光球散去，一颗铜制令牌出现在张掖手中，那枚令牌上面刻画着一幅贪狼笑月的图案。看着这枚令牌，张掖第一时间想起当初杨梅姐的那块缩水令，莫非我的运气不会这么好吧？此时张掖的那颗心脏忍不住颤动起来。贪狼令使用之后可直接生成建筑狼骑营，狼骑营可训练兵种狼骑兵。我就说小爷乃是天命之子，略微出手，这兵种建筑手到擒来。看着手中这枚金灿灿的令牌，张掖对于自己欧皇的天赋更是相信了几分。此时管亥依旧还未醒来，张掖直接进入领地内，选好位置之后直接使用贪狼令。一阵耀眼的金光闪过，一座庞大的军营当即生成，营门前还挂着一颗巨大的狼头，张嘴对着天空，做出一副咆哮的模样。狼骑营现今可训练兵种：1坐狼100能量点头，2铁狼卫1000能量点位。兵种看起来很恐怖，但张掖只能望银兴叹，没钱啊，穷啊！如今张掖的能量点每天的能量点产量只有60点，想要增加每日能量点产量，如今只有2种方法：一是再一次寻找如同破烂窝棚或者流民营地这种能够每日生产能量点的建筑；二是购买升华石。升华石顾名思义就是能够将物品进行一次升华的石头，只要对着建筑物使用，便可强行将其品质提升一个等级。破烂窝棚以及流民营地，只要升华过一次之后，品质就会得到提升，那每日生产的能量点就会增多。但这2个方法，张掖如今也只能够想想，能增加能量点的建筑物基本上和兵种建筑物的价值平齐，没有过上百万根本拿不下来。和老爸要钱。下一刻，张掖直接摇摇头，将这个想法甩出脑海。没出息，自己的幸福要自己争取，啃老可耻。这2天，张掖决定积攒能量点，试着将里面的兵种训练出来，看看效果怎么样。此时，管亥终于彻底吸收完那枚血晶之中的能量，睁开双眼站起身来。张掖感受到管亥的气息之后，当即退出领地，回到主世界之中。此时的管亥身上的气势比之前又深沉了几分，同样的，他的躯体都明显增长了不少。很明显，这枚血晶对于他的帮助极大。看着管亥明显大了一圈的臂膀，张掖心念一动。管亥实力1级生物，力量18，速度15，意志18，体质15，技能掠劫，每次战胜敌方便可增加 50% 劫掠收益。所量，攻破敌军每个城池都有 70% 几率可得粮草石。一枚血晶之后，除了意志没有增加，其他3项或多或少都增强了不少，
如今的管亥基本上已经摸到了2级生物的门槛。收起战利品之后，张掖带着管亥继续前进。之前林文斌已经说过了，他们高义只能在异时空之中待上3天，如今第1天都快结束了，他想要再次得到点收获，那就必须加快速度了。此时的天空已经微微发亮，太阳即将到来。可能是当初黑虎寨建立在这座山上，此地的普通凶兽都遭到了黑虎寨成员的定期清剿。张掖与管亥在山里面走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再遇上一头凶兽。走了2个小时，两人也就遇到2头野猪，在管亥的出手下，给张掖提供了2块黄阶的粮草石。就在张掖打算离开这座山脉，前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的时候，走在张掖半个身子后，管亥突然停下了脚步。屋主，有血腥气，附近战斗发生。张掖当即眼前一亮，快带我去。此时张凌华正满身狼狈地躲在一块巨石后方，他也算是倒霉。时间回到1个小时之前，他在一处山石上面发现了一株奇怪的小树，树上竟然结了5枚黄彤彤的果子。走近之后，那5枚果子竟然还释放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厚重气息。张凌华眼前一亮，心道自己真是走运，竟然随便走走就能发现5枚艮坤果。艮坤果一种，只要给领民服下，不但能够提升属性，更有一定几率觉醒一种土属性技能。当然，能否觉醒土属性技能，还要看服下之人的人品以及对于土属性的亲和程度。张凌华高高兴兴地将5枚艮坤果收了起来，心中还在窃喜，这么珍贵的东西，附近居然没有守护兽。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不远处的地方，一场战斗刚刚结束，一头巨大的穿山甲此时正躺在血泊之中，而一名手持巨斧牛头人满身伤口，此时正站在一旁气喘吁吁。林志尚正一脸得意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这一头穿山甲就是那艮坤果的守护兽。当林志尚带着那名满身伤痕的牛头人重新回到果树的位置，准备收获战利品的时候，当即傻眼了。果树上此刻空空如也，他妈的，是哪个不要脸的家伙干的？林志尚当即红着眼向着四周怒吼，千辛万苦连自己手下大将都身负重伤，收获的时候发现被摘桃子了，这换做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林志尚手下种族乃是牛头人，牛头人天生对于土属性有着超强的感悟能力，那5枚艮坤果对于他的意义重大，要不然他也不会冒着手下大将重创的代价将那守护兽击杀。此时林志尚麾下那头重伤的牛头人将领对着艮坤果树的方位不停地耸动着自己硕大的鼻子，突然在这果树旁让他嗅到了一丝不属于果树的幽香。屋主，老牛找到那个窃贼了吗？林志尚当即转过头，脸上露出残忍的笑意。找到他，我要让他知道惹怒我的后果。张凌华还不清楚自己经常喷的香水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此时的他正满脸兴奋地带着5个领民向着山下赶去。突然一道寒芒闪过，轰！一柄双面斧从张凌华的身侧飞过，将前面的一棵树木分成2半，同时身侧跟随自己的领民此刻已经被双面斧巨大的力道击成碎渣，领民的血肉直接溅了张凌华半身，让他一下子懵了。嘿嘿，我还以为是哪个大胆的毛贼，竟然连我林志尚的东西都敢拿走，原来是一个高1的小学妹。此刻林志尚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被吓得动都不敢动的小学妹，看着张凌华那姣好的脸蛋，林志尚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男人都懂的笑容。学长，我不知道那东西是你的，我现在还给你。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此时的张凌华全身颤抖地把5枚艮坤果从领地之中掏出来抛给了林志尚，但此时林志尚却伸手将其接住，但下一刻嘴角却微微上扬。哼，拿走了我的东西，还让学长我耗费了半天才将你找到，你以为简简单单还给我就好了？学长的精神损失费该怎么赔啊？看着林志尚面容露出那一丝坏笑，张凌华当即脸都白了。屋主，快走！这时身后其他4个领民疯狂地向着林志尚扑去，林志尚眼神当即一狠，找死！话音刚落，刚刚那个牛头人直接冲了上去，仅仅只是一拳便将一个领民直接打得胸口塌陷，死得不能再死。林志尚同样手中出现一柄利剑，将另一个领民消手，4个领民很快便全部死亡，但空下手来的林志尚却发现那个小学妹竟然直接逃走了。张凌华此时躲在大石头后面，连大气都不敢出，一脸惊恐地看着逐渐拉近身影。牛头人的鼻子却是好用，只是轻轻耸动了一下鼻子，便轻易发现了前方石头后面的张凌华。随着手下牛头人的指使，林志尚同样明白了那个小学妹藏在大石头后方。小学妹，不用藏了，学长早就已经发现你了，放心，学长又不会怪你，只是想和学妹交个朋友。张凌华听到这话，眼神之中的害怕变得更为明显。此时在一块巨大的屏幕面前，林文斌等几名领主冲刺半班的老师都站在面前，林志尚的这幅表现正显示在上面，他刚刚那举动让这帮老师看得清清楚楚。哼，
这个林志尚本来还以为他是一块璞玉，没想到今日却露出真面目，真是不堪入目。一名老师一脸不屑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哎，这林志尚麾下那帮牛头人战斗力惊人，不出意外的话，将来最起码也是一个一线大学，但现在人品就不过关，将来有没有大学要还是个问题。那些大学招收新生，近年来新性考核可是入学必考项目。另外一名老师一边摇头一边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道：林老师，那张凌华可是你们班的学生，我们要出手吗？众位老师齐齐转头看向一旁的林生斌，看得出来那帮老师对于林生斌有着莫名的敬畏，但林生斌对此只是却依旧无动于衷。不急，正好可以考验一下下一个学生的心性。几位老师顺着林生斌的眼神望过去，只见两个身影正鬼鬼祟祟地摸了上来。卧槽，这是刺激，这是我不充钱就能看的。张烨和管亥悄咪咪地来到一片灌木林，扒开眼前遮拦自己的草丛，就看见了眼前这一幕。此时张凌华已经被林志尚从石头后面拉了起来，看着张凌华因为害怕而急促起伏的胸膛，真是细枝节硕果呀。林志尚此时体内血液急速流淌，他可不知道自己此时的一举一动正在被直播，反而依旧沉浸在违反道德边缘的刺激之中。管亥有把握吗？张烨可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平生最看不惯这种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的卑劣之徒，更何况受害者还是他的同班同学。管亥看着那名全身伤口、胸膛还有鲜血流出的魁梧牛头人，脸上自信十足。屋主放心，不过是土鸡瓦狗之徒罢了。此时张凌华看着面前林志尚看向自己那毫不掩饰的贪婪眼神，不禁向着周围大喊：救命啊，来人啊！看着手中美人害怕的喊叫，林志尚不但不害怕，心中反而更加兴奋起来。叫吧叫吧，你就算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嘿嘿嘿。唰，一道寒芒率先亮起，刚刚还沉浸在收获喜悦之中的林志尚一瞬间背上汗毛竖起，头皮瞬间炸裂，刚刚昂扬的小弟同样受到惊吓，变得萎靡不振起来。什么人？还好身旁的牛头人反应灵敏，当即向着寒芒闪过的地方挥出自己的一拳。没办法，刚刚手中的双面斧被他甩出去了，此时还没捡回来。牛头人挥拳的瞬间，体内土黄色的能量瞬间向着拳头汇聚，形成一副土黄色的拳套。但玄铁环手刀的锋利程度可不是开玩笑的，刀身白光一闪而过，斩断效果发动。噗！一只硕大的小臂直接被管亥削了下来，一瞬间血液飞溅。啊！牛头人惨叫的向后退去，但下一刻，一道雷蛇从草丛之中闪过，精准的命中牛头人胸口。呲！啪啦！一个拳头大小的焦黑伴随着一股烤牛肉的味道出现在牛头人胸口。强电流的作用下，牛头人瞬间进入僵直状态。管亥趁机直接挥刀向上一划，噗！一颗硕大的牛头当即飞了起来。片刻之后，牛头人的躯体这才轰然倒地。这一切只发生在一瞬间，等林志尚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手下大将已经命丧黄泉。看到最大的威胁被轻易解决，张烨直接从草丛之中钻了出来，来到管亥身旁，一脸笑盈盈的看着林志尚：你是谁？林志尚说话的声音不自觉的开始颤抖。我是谁不重要，关键是你今天摊上大事了，猥亵同学，虽然没有成功，但至少也要留下案底。你说说，一个有前科的高中生，哪个大学会要呢？说话的时候，张烨摇了摇手中的手机，刚刚他可不是光看着，这种犯罪证据当然要留好了。本来还想反驳的林志尚看着张烨的手机那一刻，脸色顿时变了。你好卑鄙！哼，卑鄙！你一个下三滥的淫虫，竟然还敢说别人卑鄙！现在给你两条路，要么让我手下将你打残，相信有了这份证据，学校根本不会处罚我；另一条嘛，就看你那什么堵住我们两个的嘴了。林志尚看了一眼得意的张烨，同时又瞥了一眼已经跑到张烨身后的张凌华。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有一种被仙人跳的感觉。但此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林志尚也不得不服软。好，小学妹之前是学长昏了头了，这点东西是我对你的赔罪。说话间，林志尚忍痛从领地内掏出好几块粮草石以及几瓶丹药。张凌华并没有第一时间上前，而是看了看身前的张烨，此时的张烨就是他唯一的依靠。看见张烨点了点头，张凌华这才走上前，将林志尚掏出来的东西都收了起来。看着近在眼前的张凌华，林志尚有一种将其挟持的冲动，但看到管亥持刀，一脸虎视眈眈的模样，他还是识相的放弃了。看到张凌华那边解决了，林志尚又将头颅看向一旁的张烨，这家伙才是让他头疼的存在。此时张凌华跑到张烨耳边说了些什么，一瞬间张烨眼睛一亮，随即不怀好意的看向林志尚，那眼神好似要将自己扒进一般，让林志尚头皮一紧。听说学长还从我同学那里抢到了5枚亘坤果，这可不好啊。果然，
林之上心一沉，自己刚刚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随即不甘心地掏出了5枚艮坤果。管亥直接上前将其接了过来，递到张掖手上。5枚艮坤果一到手，一股厚重气息顿时扑面而来。艮坤果效果：服用之后能大幅度提升使用者的力量和体质，同时有一定几率觉醒土系技能。注：技能领悟成功率与使用者对于土属性的适配性有关。看介绍，果然如同张凌华所说，能够大幅度提升实力。但更让张掖兴奋的是，管亥等黄金阵营的人员天生对于土属性有着很强的适配性。将艮坤果给黄金将领使用，其领悟土属性技能的成功率将大大提升。这位同学，东西你也拿了，你拍的那些照片，你说的可是这个？张掖掏出手机，打开了相册。林志上的眼神之中出现一丝希冀，但下一刻，张掖便将手机收了回去。想要这个，那就是另外的价格了。张掖笑盈盈地望着林志上，那目光如同在看一头待宰的肥猪一般。事不过三，你不要太过分。林志上脸色已经极度阴沉，哪有这样薅羊毛的？看到猎物还想反抗，张掖当即收回了好脸色，一脸冷漠地看着林志上。哟，那好啊，我现在就把这些小视频发给林文斌老师，让他看看怎么处理。说完便低头在手机屏幕上按了起来。林志上脸色顿时变了。哎，学弟是我说错话了，学长这里就这点东西，你看买你这部手机，你看够不够？说话间，林志上快速地从领地内掏出一件小东西，看着手中的这件东西，他的眼神之中露出一丝不舍。张掖饶有兴致地看着林志上掏出的东西，那是一个小型雕塑。联想到刚刚他那好像死了爹的不舍的眼神，顿时心中一动，赶忙让管亥将其接了过来。农舍效果：1. 每日能量加20。2. 生产农民的地点，领主可使用能量点进行生产20个。果然让张掖猜中了，这真是一个增加能量点的建筑。张掖二话没说，赶忙将其收入领地内，同时心中还在疑惑，有这东西，林志上干嘛不在第一时间将其使用，反而还要留下来？殊不知，此时的林志上也在后悔，这个农舍还是他手下那名牛头人将领击杀那头守护兽留下来的。当时为了急着去采摘艮坤果，所以还没来得及用掉。刚刚一时心急，直接将这件宝贝给拿出来了。同时，张掖也没有再为难林志上，而是爽快的在他面前将所有东西全部格式化，随后将手机扔给了他。给你，以后好好做人，不要为了这几秒钟的爽快毁了自己一生。面对张掖苦口婆心的教导，林志上充耳不闻，拿了手机直接一个转身，再待下去他都忍不住想要对着张掖那张大脸就是一拳。哼，张掖，给我等着！转过身，林志上的脸上顿时出现一丝阴郁。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吃了这么大一个亏。这场子他要是不找回来，他林志上都睡不着觉。啧，年轻人这点定力都没有，迟早死在女人肚子上。张掖看着林志上离去的背影，喃喃自语道：他当然明白这个家伙八成会想办法报复自己，但没办法，总不能在这里直接将他宰了吧？真当警察是傻子啊？他张掖犯不着因为这么一个废物而荒废了自己的大好前途。此时，在某处隐秘的角落，张掖的所作所为同样出现在屏幕上。这个就是之前一般那个刚觉醒领主天赋就获得一名1级将领的小家伙，还真是让人意外。同伴有难敢于第一时间向强者出手，虽然是偷袭，但心性极佳，和那个林志上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刚刚还释放出来了一道闪电，看起来是修行了什么雷系功法，他是怎么得到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老爹是铸剑师，在市里有一座刀剑铺。哦，怪不得。几位老师议论纷纷，而林文斌对于张掖的表现也是极为满眼，想不到自己这个班长竟然在不声不响之中竟然学会了雷系法术。此时张掖看着身后那个两眼泪汪汪的张凌华，一时顿感头疼。一个女孩子差点被强，要不是张掖及时赶到，今天这一幕将会成为他一身的阴影。但对于安慰人这一方面，张掖可也不太懂啊。喏，这个给你，别哭了。张掖从手中掏出一枚艮坤果，递到张凌华面前。张凌华愣愣地看着自己眼前的艮坤果，随后抬起头，映入眼帘的便是张掖那一张心痛的脸。噗呲，不知怎么的，直接破涕为笑起来。安慰是安慰好了，但张掖一想起自己刚刚损失的那一颗艮坤果，心中就是一阵抽痛。自己这么就手贱将它给了出去呢，那可是一颗艮坤果。算了，都是同学，也不亏。张掖只能如此安慰自己。解决了这件事之后，张掖心念一动，直接来到领地之内，将农舍直接放在破烂窝棚以及流民营地一旁。白光闪过之后，一座简易的小农院直接出现在张掖面前。今后张掖的领地内每日能量将增加到80点，但距离每日100还是差了一点。真希望还能再多一座农舍。张掖心中无比期盼，只要每日能量能增加到100点，
那他每天可以在狼骑营生产一头坐狼出来。有了坐狼的存在，张掖领地之中也算是有了真正战斗用兵种了。黄金信徒虽然拥有狂热技能，但毕竟4项属性太低，太平道士也只能作为辅助兵种。如今张掖就缺一种能够专门用于战斗的强力兵种。这一处异时空之中几乎全是这种山地，走了半天，这里除了山贼外，只有大量野兽以及还没开化的蛮人。半天多时间里，张掖已经经历了3次蛮人的袭击。见鬼了，这种地方和原始森林一样，之前的黑虎寨是靠什么为生的？靠打劫蛮人。张掖一路上骂骂咧咧，同时一只白嫩的小手将一个水壶递到他的面前。张掖无语地看着身旁的张灵华。自从自己救了他张灵华之后，他就一直跟在张掖身旁，张掖走到哪他就跟到哪，跟个牛皮糖一样，甩都甩不掉。没办法，人家只有一些毫无战力，只会种地的领民，而且之前让人杀了一大半，不跟你忍心。说话间，张灵华又闪烁着一双泪汪汪的大眼睛看着自己。这话让张掖哑口无言，怎么办？只能让他跟着。带着一个拖油瓶，张掖向着大山深处继续走去。喔！一阵如同猴子的尖叫声响起。噗！哗！管亥挥刀，又将2个关键部位只盖着几张叶子的蛮人斩杀当场。一番搜寻之后，管亥手中又多了2枚黄阶粮草石。没办法，这帮蛮人乃是张掖这么久来看到的最穷的生物，实力弱，装备差不说，全身上下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我们这是走到蛮人窝里面去了，怎么哪里都是这帮蛮人？一旁的张灵华赞同的点了点头，他对于这些蛮人同样没有多少好感，特别是最刚开始看见一群穿着凉快只有一片叶子的裸男，那对于张灵华这种乖乖女形成的冲击力可是相当强悍的。这一片应该都是他们的狩猎区域，附近肯定就有他们的部落。张灵华向着张掖提醒道。张掖点了点头，其实他不说，张掖也猜到了，那个土著蛮人的部落绝对就在这里，不然他们绝对不会这么频繁的遭到袭击。泥人还有3分火气，被这么3番5次的打搅，张掖心中早就窝着一团火了。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次袭击之中，张掖特意让管亥故意放走2个受伤的蛮人。那2个蛮人逃走之后，张掖3人赶忙循着留下来的足迹悄悄地跟了上去。张掖与张灵华自从觉醒了领主天赋之后，身体素质也有了极大的提升，特别经过了林文斌的一系魔鬼训练，还有那本中学生初级修炼手册的作用下，实力大幅度提升。所以3人掉在那2个受伤的蛮人身后，竟然根本没有被发现。在奔跑了一段路程之后，2名土著终于抵挡不住身上的伤势，直接瘫倒在地上。张掖等人赶忙在原地隐蔽起来。没多久，一群蛮人同样出现在此地，发现了2个受伤的同伴，将2人扶起，轻轻唤醒之后，经过了一番张掖等人根本听不懂的语言交流之后，一群人抬起2个受伤的同伴，朝着一个方向赶路。张掖等人急忙跟了上去，跟随那帮蛮人在丛林里面穿梭了良久，终于前方豁然开朗，在一片空地之中有大量茅草屋出现，几名蛮人守卫站在篱笆外警惕地观察着。很明显，张掖等人找到了那帮蛮人的部落驻地。此时张灵华正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张掖，他竟然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找到了对方的老巢。感受到张灵华那惊讶的眼神，张掖在心中摇了摇头，没有见识的蠢丫头。张掖在草丛之中观察了一圈，随后看向管亥。管亥感受到自家主人的视线，同样回头，随后微微点头。那等什么？张掖带着管亥直接冲了出来。警戒的蛮人当即放出了警报，一瞬间从茅草屋之中跑出来一堆光着屁股的蛮人。呸！张灵华红着脸暗啐了一口。你在这待着。说话间，张掖带着管亥冲了出去。刺！啪！张掖手中2道闪电窜出，直接击中2名蛮人的胸口。那2个蛮人当即僵直瘫倒在地，同时身上发出烤肉的香气。张掖这突然间的一手，直接把这帮蛮人震慑得一愣一愣的，顿时直接待在原地，一定不敢动。就在这时，最中央那座装饰最华丽的茅草屋之中，走出来一个头上插满羽毛，看上去像个祭祀一样的老蛮人。祭祀一出现，嘴里一阵叽里呱啦的话语，直接使得周围的蛮人眼神开始变得坚定，看向张掖的眼神之中开始弥漫杀气。管亥直接将那个老东西宰了。管亥听到命令之后，直接抽刀向前。周围的蛮人刚想前去阻拦，但一阵寒芒闪过，周围所有的蛮人当场血洒当场。就在管亥即将靠近那个祭祀的时候，砰！一根巨大的石棒向着管亥的面门飞来。情急之下，管亥将环手刀放至面前，一道沉闷声音响起，管亥忍不住向后退了2步，这才稳住了身体。只见前方出现了一名身材魁梧、面容狰狞的蛮人。看着这名蛮人的出场方式，不用想，张掖也知道了这个家伙的身份。蛮王，力量19，速度
11，意志17，体质18.5。技能1，丛林之王，在林地怀环境之中，全属性正 5%。二王的威慑有一定几率使得对面全属性负 10%。和张烨猜测的一样，这个长得和猩猩一样的蛮人就是这个部落的王，力量直接达到了一级生物的巅峰，怪不得能够一棒子将管亥击退，双方之间的力量差距达到了1点。此时管亥目光也同样开始严肃起来，但下一刻，呲啦，那蛮王的胸口一阵电光闪过，同时一缕青烟伴随着烤肉的香味冒出。蛮王不可置信地望着张烨的方向，随后陷入僵直状态，缓缓倒下。管亥看准时机，手中寒光闪过，下一刻，蛮王的头颅当场抛飞起来。整个过程发生在一瞬间，等老祭司和一众蛮人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的王已经狗带了。哼，这年头谁还玩单挑啊？时代早就变了。张烨得意地吹了一下刚刚释放掌心雷手指，呱里呱唧 @成等于井号。随着祭祀的手舞足蹈，一股猩红色的光芒突然闪现。自家的王在神圣的对决之中被对手用卑鄙的手段杀死，在经过那个祭祀的那道红光之后，所有蛮人红着眼向着管亥以及张烨杀去。卧槽！张烨赶忙将领地内的仅剩的10个黄金信徒外加几个流民全部召唤了出来。黄金信徒与流民虽然4项属性很低，都只能充当后勤兵种，但对面那帮蛮人实力也一般，正好可以给张烨充当一下人肉盾牌。而另一边，管亥直接朝着祭祀的方向杀去。呲啪啦！张烨此时化身为雷电法王，对着冲上来的蛮人就是一道道雷电使出。另一边，管亥朝着祭祀的方向冲去，周围的蛮人根本不是他的一合之敌。伴随着管亥手中的寒光闪过，那帮蛮人当即失手分离。面对管亥的步步紧逼，那名祭祀脸上竟然没有露出丝毫恐慌。不知怎么的，管亥心中竟然有一种警惕感。刷刷刷！下一刻，祭祀身后3道黑影闪过。还好管亥之前就有所警惕，3道黑影出现的瞬间，管亥当即向后退去。轰轰轰！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管亥定眼望去，只见刚刚自己离开的位置突然多了3个恐怖的人形生物。3个人为着片缕，全身肌肉鼓胀，青筋盘结，同时双眼如同野兽。3个人形生物一出现，冲天的杀意向着四周弥漫。远处躲在草丛之中的张凌华已经惊恐地捂住了嘴巴，同时满眼担忧地看向前方的背影。此时，张烨在看见那3个怪物的时候，心中同样一沉。血蛮，力量23，速度15，意志9，体质12。技能依据力，使用后血蛮力量正 50%， 持续时间1分钟，过后全属性负 50%。踢到铁板了。这是张烨在看到血蛮信息之后，脑海之中第一时间闪过的一句话。想不到张烨与管亥之前认为毫无威胁的蛮族小部落，竟然隐藏着这种杀手锏。那3个血蛮很是古怪，力量达到了2级生物的标准，但意志竟然只有9点，速度也只是堪堪达到了1级生物的标准。如此发育不完全的属性，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眼前这3个血蛮肯定靠着旁门左道才能拥有这般力量。结合那3人诡异的外表就能佐证，谁家2级生物能长成这样？3对1，并且对手的力量将管亥压制，这场面对于管亥来说极为有压力。操，差点把这东西忘了。张烨一拍脑袋，直接从领地之中掏出了一枚令牌。月步兵符5/5，使用一次可召唤100名月步军出现，受你指挥。月步军出现时长为1小时。这东西自从杨梅扔给张烨之后，已经放置了很长时间，要不是刚刚想起，张烨都快忘记了。二话不说直接使用，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张烨身旁出现了一支装备齐全的月步军。给我杀了他们！张烨手指向3名血蛮杀。被召唤出来的月步军在听到张烨的命令之后，毫不犹疑地向着前方杀去。吼！那血蛮口中释放出一股恐怖的吼叫声，随后同样迎了上去。砰！一个接触，最前方的一名月步军被血蛮的拳头击中，当场飞了起来。而身后的月步军看到这一情况，当即列阵，向着血蛮压了上去。当血蛮的铁拳再一次重重地轰击在一名月步军的大盾上之时，一股白光闪现，这一次竟然毫无效果。独属于月步军的坚守技能已经发动。此时看着上百名月步军已经将自己等人团团包围，3个血蛮直接使用了巨力。砰砰砰！力量增加1半之后，月步军纵使有了坚守技能，同样也扛不住了。只要一名月步军在经历3次血蛮轰击之后，铁盾直接破裂，整个人向着天空飞去。虽然月步军在3名血蛮的打击之下不断衰减，但占据数量优势的他们依旧不急不缓地持续压缩3个血蛮的移动空间。
此时，趁着众人的吸引力都在血蛮与岳不军的战斗上，张掖带着管亥朝着祭祀的方向摸了过去。岳不军的突然出现让在场的蛮人大吃一惊，同时结阵之后的岳不军竟然直接缠住了那帮血蛮。怎么可能？这是所有蛮人心中唯一的疑问。血蛮在他们的心中那可是无敌的代名词，就连那个已经扑街的蛮王，当初都不能在这3个血蛮手上走过几招。血蛮早就成为这个部落所有蛮人的精神寄托。祭祀同样心急如焚，血蛮要是败了，那他们部落可就危险了。突然祭祀瞥见那2个入侵者竟然正朝着自己的方向疯狂前进。哇哩哩，呱唧警号100分号成。一旁的蛮人当即惊醒，四面八方的朝着张掖以及管亥冲去。都到这里了，你还想跑？说话间，张掖再一次发动了月步兵符，白光闪过，又是一支100人规模的月步军出现，将赶来的蛮人抵挡在外。受死吧！看着那名祭祀转身想跑，张掖直接一手指向他的后背。死了！一道雷蛇飞快划过，精准的击中祭祀后背，强大的电流直接让他陷入僵直状态。管亥趁机一个大步跨过，直接来到祭祀身后，手中寒芒一闪，噗！那祭祀的头颅直接离体。失去祭祀的加持，周围一帮蛮人之前的红光直接消退。清醒过来的蛮人发现蛮王、祭祀同时死亡，那3个血蛮在1分钟结束之后战力飞速下降，此时已经被剩余的岳不军压制了下来。看到情况如此不妙之后，一帮蛮人顿时胆气大丧，直接四散跑路。而此时空出手来的管亥持刀向着3个血蛮杀去。3个血蛮在1分钟结束之后全属性减半，使得他们一瞬间就好像一夜七次郎之后被榨干一般，变得疲软无力。而此时岳不军也只剩下30多人。一对时，等管亥杀过来的时候，那3个血蛮浑身已经布满大大小小的伤口。噗！一个背后偷袭，最后方那名血蛮当即死亡，反应过来的2个血蛮当即仓皇抵挡。此时张掖正蹲在地上拾起那名祭祀掉落的东西，因为是被管亥击杀，所以掠劫效果同样有效。此时祭祀尸体化成白光，在地上遗留了4枚光球。打开第一个，玄阶粮草石。果然，看来要找个时间把多余的粮草石卖掉了。张掖的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了然，因为管亥的原因，张掖领地内的粮草石已经达到不用种田就能轻松养活所有领民的地步。第2枚光球之中，竟然是一块如同琉璃一样的血红色晶体。这个东西张掖不要太熟悉，之前就用过，不过之前的只有指甲盖大小，而现在的竟然比之前的大了不少，有一只婴儿拳头大小。血晶玄阶效果，服用之后大幅度提升使用者全身气血。不应该啊！张掖拿到这枚血晶，第一反应竟然不是高兴，而是充满了浓浓的疑惑。之前那个坐狼王明显比这个祭祀强多了，但为何爆出来的血晶差距这么大？莫非这是我第一次攻破土著营地的原因？想不通那就不想了。张掖直接将那块血晶放入领地内。管亥如今已经达到了1级将领的巅峰，只要服下这一枚，妥妥的突破2级。一想到全班如今连一个1级生物都没，而自己却即将拥有一个2级，想着不禁有一种高手寂寞的感觉。这就是无敌的寂寞吗？另外2枚光球，其中1枚给了一份黄阶淬骨散，能够增强武将体质。最后1枚光球里面竟然只有1张牛皮纸。淬血池建筑图，使用之后领地内可修建建筑淬血池。淬血池定期产生精血，使用者进入血池之后能够吸收精血增强属性。注：1年之内只能使用1次，多次使用将导致血毒入体。嚯！张掖眼前一亮，看这建筑能力虽然有些邪门，但效果不得不说绝对算得上是数1数2。看起来那3个血蛮拥有如今的状况，怕是与那淬血池之中的血毒脱不开关系。此时管亥这边同样已经解决了战斗，3个血蛮为张掖提供了18个光球，里面竟然开出来了18块黄阶血晶，高产啊！张掖捧着18块血晶，一脸的兴奋。这18块血晶，等张掖便能更快培养出一名将领。想到这里，张掖赶忙向着自己领地内的黄天祭坛看去。只见祭坛上空的能量槽竟然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又要满了，只差最后一丝。看起来攻破这个蛮族营地获得的能量还真不少。我接下来还要往丛林深处前进，这深处的危险你恐怕也看见了，到时候我不一定能护你周全，你还要跟着我吗？张掖一脸认真的看着走过来的张凌华。听到这话，张凌华面色开始出现犹豫。虽然之前张掖将他救下，让他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安全感，但刚刚那血腥的场面却又让他产生了犹豫。思考半天之后，张凌华眼神之中出现一丝决绝。张掖，谢谢你之前救我，我实力有限，就不跟着你走下去了。说完略显羞愧地望着自己的脚面。张掖面露不舍。啊，那好吧，你自己一个人要当心啊。对了，这个你拿着，
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了。说话间，张烨将一枚血晶递给了张凌华。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一枚血晶，张凌华不禁想起了之前张烨满脸不舍地递给他一枚亘坤果的样子。噗呲，张凌华忍不住笑了出来，圆圆的脸庞如同一颗还未采摘苹果，散发着诱人的光泽。看着张凌华远去背影，张烨原本不舍的神情立刻被欣喜所代替。我去，终于甩开这个烦人的拖油瓶了，最讨厌这种没有边界感的女孩子了。张烨满脸轻松地走入那座部落之中搜寻起来。既然这个部落之中有血蛮的存在，那么他们绝对也建造出来了那个淬血池。一番搜寻之后，张烨最终在这个部落存储食物的一个仓库之中找到了这处池子。整个池子由大量方方正正的石块堆砌而成，池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各种铭文，在昏暗的仓库之中发出莹莹红光，显得格外诡异。但张烨可不管这个，他是奉行实用主义，好用就行，管他正义还是邪恶。此时的血池之中，精血的含量只剩下浅浅的一个底，人下去估计只能没过脚踝。你下去试试。张烨不确定地对着管亥说道，因为他也不知道这点精血含量顶不顶用。同时将那枚玄阶血晶以及一枚亘坤果一块交给管亥。管亥，这次一定要成功啊！你也不想我满脸失望地看着你吧？屋主放心，末将必不负众望。管亥满脸肃穆地接过张烨递来的东西，随后庄重地朝着血池走去。走到血池之中，随后盘腿坐下，那些精血就犹如有生命一般朝着管亥身上覆盖而去。管亥面色不变，直接张嘴将血晶以及亘坤果吞吐腹中。轰！管亥身上顿时升起一股强大的血气热浪，伴随其中的是一种如同大地一般的厚重感。看来是那枚玄阶血晶与亘坤果同时发生了效果。估计管亥这一过程不会短时间结束。张烨直接进入领地之中，在领地之中选择一处位置之后，张烨直接使用了那份淬血池建筑图纸。一股血色光芒直接笼罩了张烨的视线，随着光芒消散，眼前出现了和之前一样的淬血池。但这一座淬血池才刚刚诞生，池地依旧空空荡荡，想要将精血全部填满，恐怕还需要一些时日。离开领地之后，管亥依旧双眼紧闭地盘坐在池底，此时淬血池之中的精血已经被吸收殆尽，此时的管亥体表还结着一层薄薄的血痂。张烨直接离开仓库，避免打扰管亥的突破。还好整个部落的蛮人跑得快，东西都还在。张烨逛了一圈，挑选了一头刚刚才宰杀没多久的野鸡之后，生起火来。一夜无眠，管亥的突破一直持续到了早上。正当张烨还处于睡梦之中的时候，轰！一阵巨响将其直接惊醒。只见之前的那个仓库之中，此时炽烈的血气冲天而起。下一刻，一道身影直接突破仓库房顶，冲天而起。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张烨忍不住笑了起来。管亥，实力2级生物，力量23，速度20，意志21，体质22，技能1掠劫，每次战胜敌方便可增加 50% 劫掠收益。2锁粮，攻破敌军每个城池都有 70% 几率可得粮草石。3地后，管亥站在地面上时，力量正 30%， 防御力正 40%， 伤口愈合速度正 50%。此时的管亥不但成功突破至2级生物，同时在亘坤果的作用下，直接领悟了一个土系技能。而且这个技能看上去似乎很屌，只要站在地面上就能源源不断的获得加成。本来管亥的力量就达到了23，增加 30%， 那就是 29.9， 那是近乎3级生物的力量。轻视他的人在一交手之后就会获得一个惊喜。此时第3天已经到来，领地之中的能量点再一次更新。张烨二话不说，直接花费100能量点将坐狼给训练了出来。下一刻，一头如同马匹大小的坐狼出现在张烨面前。坐狼，野兽序列1阶，力量8，速度9，意志7，体质10，技能1恐吓，面对意志较低的生物，有较大几率使其陷入恐惧状态。2嗅觉，远超一般生物的嗅觉，可以轻松追击敌人。3乘骑，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坐狼是可以乘骑的。坐骑状态，坐狼速度正 10%。看到最后一个技能，张烨眼前一亮，怪不得会有铁狼卫这个兵种，原来狼还真有当坐骑的天赋。此时领地之中仅存60点能量，张烨只能等待第2天才能继续训练坐狼。想到这里，只能先提前一步离开领地。此时外界的管亥已经初步掌握自身暴涨的力量，张烨回到主世界之时，他已经能够将自身的气势全部收回体内。屋主，末将不负所托。看到张烨回归，管亥直接单膝跪地，虔诚地向着张烨低着头道：管将军辛苦了，接下来还有最后1天时间，我希望看到管将军真正的实力。张烨可没有忘记，
自己领地内那个黄天祭坛上方的能量槽可是只差一点就满了。当初林文斌给众人只有3天的体验时间，此时只剩下最后1天。为了防止迟到，张烨决定直接朝着出口前进，反正这一路上肯定能找到几只倒霉的土著生物。轰！一头巨大的老虎轰然倒地，击杀他的是一柄质朴的环手刀。管亥随即在老虎毛茸茸的身体上将刀身上的血迹擦拭。片刻之后，老虎巨大的尸体顿时化作白光消失。终于是凑够了！张烨言语之中充满激动，命令管亥在一旁蹲守，他直接进入领地之中。此时，黄天祭坛之上的能量槽已经全部充满，整个能量槽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张烨走到祭坛前，心念一动，整条能量槽顿时一空，整个祭坛顿时释放出耀眼的光芒。片刻之后，光芒消失，一道陌生的身影出现在张烨面前。出现了！张烨心中一紧，满含期待地看着面前那道人影。张烨，实力1级生物，力量16，速度18，意志13，体质15，技能1无将，能将对方增益状态直接盗取过来，作用于己方身上。2飞燕，速度正100%，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1天。3黑山道手，可在领地黄金信徒之中训练黑山军，同时由张燕带领的黑山军士气正30%。张燕，竟然是张燕，果不其然，又是一个黄金军之中的重要人物。但最让张烨感到惊奇的，张燕那个黑山道手的技能，张烨还是第一次见到可以不用兵种建筑便能直接训练新兵种的情况。末将张燕，拜见无主。张燕走下祭坛，对着张烨直接单膝跪地。张将军请起，我叫张烨，你叫张燕，我们还真是有缘啊。自此，张烨重新收获一名1级将领，将手头的多余的黄阶血晶递给张燕。本来还想将艮坤果同样给一枚与张燕，但张燕擅长速度，对于艮坤果的象性不大，服用之后只会减弱自己的实力，被他直接拒绝了。让张燕自己待在领地内吸收血晶，完事之后让他将领地之中的黄金信徒尝试训练成黑山道。此时领地内黄金信徒的数量是9人，又花费10能量点在破烂窝棚之中训练出一个黄金信徒，凑齐10个之后，张烨离开了领地。此时已经到了第3天中午，张烨加快了离去的步伐。此时在五原市城郊结合部某个偏僻的废弃厂房内，阴师站在原地，他的对面乃是3个装扮神秘的陌生人。3人之中为首的乃是一名衣着暴露的年轻女人。那女子上下打量了阴师一眼，随后嘴角露出微微不屑：哟，这不是天选会的阴师吗？这段时间不见，变得这么拉了呀。阴师面对那个女子的还不掩饰的嘲笑，脸上并没有过多的变化。自己不自量力偷袭杨向明，却差点栽在他的手上，这件事已经传遍整个黑市。你丁兰什么时候也学人聊八卦了？我的货呢？丁兰眼神示意了一下身后那名手下，那名全身黑衣、头戴墨镜的手下直接拎出一个皮箱，打开之后，里面放置着3块白色晶石。阴师看到之后，眉头不由得一皱：太少了，和我们之前谈好的不一样。殷大老板，你重伤逃跑的之后，五原市的警局认定你肯定要想办法恢复元气，所以警局大举出动，将所有能量石交易点全部关停了。现在购买能量石不但要前往指定地点，还要凭借身份证明按需购买。就这点能量石，还是我们好不容易走特殊渠道购买的呢。丁兰漫不经心地解释道，一副你爱买不买的样子。阴师脸色变得很难看，心中已经明白了丁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直接说吧，要多少钱？爽快，一口价8000万，钱到货就到。轰！阴师此时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杀意。8000万？你要知道，老子的赏金都没有这么高。丁兰却是一副胸有成竹。那我不管，8000万一分不能少。你要知道，现在能量石可是紧俏的很，你不要有的人要。阴师看着丁兰，随后看向他身后的2个手下，那2个人在自己杀意的笼罩下，竟然毫不变色，肯定也不是简单的货色。权衡利弊之后，阴师放弃了自己心中危险的想法。感受到阴师身上的杀意有所退减，丁兰的嘴角微微上扬起来。8000万我现在没有，要等2天。阴师无奈地说道。可以，但你记住，只有2天，2天之后，你要是没凑到8000万，那你要的东西可就与你无缘了。说话间，丁兰招了招手，将那个箱子中的3块能量石拿出，放在手中掂了掂，随后直接放入大衣口袋里。这3块能量石只是样品罢了，阴师真正要的可不只是3块这点数量。该死的，我去哪里凑8000万？阴师正在心中沉闷的时候，却突然想起来那个傻乎乎的女孩面容。就在双方商议完毕，准备各自离开的时候，啪啪啪，一道鼓掌声使得双方脸色顿变。聊得不错，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杨向明缓缓地从一根柱子后走出，厂房外大量的脚步声传来。
杨向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同时阴尸转头看向丁兰：“臭婊子，你敢叫条子过来？”那丁兰虽然震惊，但听到阴尸这话，当然也不客气：“放你娘的屁！老娘行走江湖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杨向明看了看双方，脸上忍不住露出惊喜的笑容：“乖乖，还真是老天爷眷顾，上次让你小子跑了，老子回局里让局长那个老家伙嘲笑了好久。”随即又转头看向丁兰：“没想到你这小子不但回来了，还给我带来了一份大礼，丁氏走私团伙的千金。这一下，老子临退休前还能再往前升2级。”哈哈哈！说话间，杨向明直接将几经以及公孙叔召唤了出来：“男的宰掉，那个女的捉活的。”2名将领分别朝着阴尸以及丁兰那个方向杀去。此时，听着外面逐渐靠近的整齐步伐，双方都没有和杨向明继续纠缠的兴趣。“你们2个拦住他！”丁兰身后2个黑衣人同时召唤出来了自己的武将。好，这2个黑衣人竟然都是兽族领主，一个狼头将领以及一个猪头将领出现在面前。2个兽族将领虽然只是4级生物，但身为兽族的种族加成以及2对1，还是在短时间内将几经阻拦。几经作为杨向明明面上的头号大将，其实力绝对毋庸置疑。2个兽族将领只是一开始占到了一点便宜，后面直接把几经压着打。好，2个黑衣人看着手下大将吃瘪，当即放出领地内所有兽人大军。而此时，丁兰同样召唤出自己的军队加入战场，3打1。对此，杨向明脸上丝毫没有畏惧，直接将铁虎军拉了出来。同时出来的还有领地内那些4级、3级后备将领。另一边，公孙叔同样压着阴尸手下那帮人打。阴尸自从当初被杨向明重伤之后，虽然自身伤势靠着贺妙言的支持稳定了下来，但领地内损失的将领与兵马可不是靠着这点助力短时间就能恢复的。要不然，阴尸也不会冒着风险外出与丁氏走私团伙搭上线，而后还要被丁兰宰一笔。此时，阴尸领地内只有小猫2-3只，根本阻挡不了公孙叔的进攻。公孙叔自从上次让阴尸这个家伙在自己眼前跑掉后，依旧记忆犹新，那可是他不多见的耻辱，今天说什么也要把他宰了。妖人受死！公孙叔手中一道白色匹链飞出，目标直指阴尸的头颅。阴尸赶忙向着一旁躲避。轰！阴尸原本站立的地面突然被轰出一个大坑。另一边，丁兰已经溃败，3人手下的将领直接被几经的巨斧砍成2段，而3人的大军在面对铁虎军的阵列攻势下变得不堪一击。厂房空间有限，所以铁虎军一次性并不能被召唤出来太多人，要是在空旷场地上，估计丁兰早就被几经活捉了。此时，厂房外面脚步声已经停止，看起来外面警局的人已经布好阵列，准备开始行动了。丁兰眼神之中浮现一丝不舍，随即从怀中拿出一块玉佩。杨向明一直将注意力放在丁兰身上，在看到丁兰拿出那枚玉佩之后，他的脸色当即就变了。杨向明手中出现一副造型古朴的大弓，抬手对着丁兰就是一剑。此时的丁兰已经激活那枚玉佩，身体逐渐开始变得虚幻起来。但就在这时，杨向明射来的飞剑同样赶到，噗！这一剑正中丁兰腹部，只听得一声惨叫，随后丁兰消失在原地。他妈的！杨向明将手中的长弓狠狠地掷在地上，一脸晦气地骂道，随即将注意力看向一旁狼狈的阴尸身上。已经跑了一个了，这个可千万不能再被跑了。感受到杨向明那赤裸裸的目光，此时的阴尸感觉自己头皮发麻，不能再待在原地了。阴尸将自己领地内刚刚培养起来的那2个将领强制让他们直接缠住公孙叔，随后自己直接朝着窗户外跑去。咻！轰！阴尸刚刚没跑出2步，前方突然炸出一个大坑。只见杨向明此时又捡回了刚刚被自己丢弃的长弓，一脸揶揄地看着阴尸：“小东西，老子退休前能不能再进一步，可都在你的身上了，还能让你跑了？”阴尸一下子顿在原地，随后百鬼夜行。说话间，身体释放出来的阴气直接弥漫了整个厂房。在我面前还敢玩这招？说话间，杨向明手中直接掏出一张符咒，画地为牢。符咒当即自燃，随后一道金色光芒将整个厂房直接笼罩。砰！囚笼刚刚生成，里面便传来一道沉闷的响声。很明显，阴尸这一次吃了个暗亏。此时，外面警员局所属的军队已经冲入厂房之中，将阴尸团团包围。哈哈，老杨这次你升迁不愁了。一道雄浑的声音传来，随后5原警员局局长缓缓走了出来。哈哈，老周你可别想念我。2人当即互相开起玩笑来。黑暗散去，露出囚笼之中的阴尸的真身。此时的阴尸看到这一副情景，面色竟然出奇的平静。哼，你们以为抓到我了？痴心妄想！父神降临之日，必是2等罪人谢罪之时。阴尸突然仰天长啸，随后，轰！大量碎肉以及漆黑血液遍布整个囚笼。
阴尸竟然在最后时刻直接自爆。此时杨向明脸上之前的笑容还挂着，但心中已经蛙凉一片。他只感觉一只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局长老周同样一脸的不可思议，随后看向杨向明的眼神之中多了一丝幸灾乐祸。哎，老杨，看起来你还是只能留下来陪我这个老不死的了。哈哈哈！杨向明的脸上欲哭无泪。既然主犯一死一逃，警局的人经过仔细的搜寻，确定周围没有危险之后，留下几个人负责清理现场，大部分人直接撤离。但此时距离阴尸自爆4米处的一条夹缝处，一截肉丝竟然正在缓慢蠕动。他的目标是前方一个蹲在地上拍照留样的普通警员。那名警员依旧蹲在地上，细细地将地面上阴尸自爆溅开来的碎肉仔细铲起。此时的他全神贯注盯着地面上，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那截肉丝缓缓蠕动到他身后1米远的位置之后，整条肉丝直立而起，随后整条肉丝成功状一个弹射直指那名警员裸露的后颈。此时那名警员突然头皮发麻，好像即将有大恐怖袭来，想都没想直接朝着一旁闪去。咻！一道血红色物体从他侧面闪过，还没等那个警员定下心来查看是什么东西袭击他，那一截肉丝落地之后一个弹跳，以更快的速度直袭那名警员的面门。那名警员还没反应过来，一道血红色流光飞过，直接击中他的额头，随后融入其中。操！那名警员只说出这一个字，随后双目便直接失神。片刻之后，双眼恢复正常，但此时那名警员的气息竟然显露出一丝诡异。结，杨向明，我们之间可还没完。杜家伟，你这边发现什么了没有？远处另一名警员望向他。此时那名叫做杜家伟的警员表情变得晦气起来。别提了，刚刚飞过来一只臭屁虫，吓我一跳。此时张烨等人已经乘坐大巴回到了南市高中。今天林文斌大发慈悲，竟然直接放大家回去了。此时天色还亮，离太阳下山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张烨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而是受到同班同学邀请前往他家参加生日派对。身为一班之长，这种情况张烨肯定没有拒绝的理由，更何况还能白吃白喝，何乐而不为？那名同学的家世在五原市也算得上显赫，派对举行的地点在城郊山顶的一处巨型别墅之中，整座山都属于那个同学他家的。第一次，张烨对于富有这个词有了初步了解。一场狂欢之后，将近凌晨，张烨等人才乘坐专车回到市区。路过当初周凯乐伏击张烨的那段路口，因为接近午夜，此时的大街上没有丝毫一片寂静。在路过一个胡同口的时候，砰！一阵重物落地的声音从胡同深处传来。此时在寂静的街道上，这一阵声音显得格外突兀。张烨正高高兴兴地走着，被这突然之间的声音吓了一跳，望着那黑洞洞的胡同，心中竟然开始有些发怵。该不会有鬼吧？深夜又没有人，前世恐怖电影的情节开始在张烨脑海升起。等一下，我现在这个身份还怕什么鬼？鬼该怕我才对。说完，张烨直接将管亥以及张燕给召唤了出来。此时的张燕已经吸收完3块血晶，此时的信息面板直接变成张燕实力1级生物，力量17，速度19，意志15，体质18，技能1无将，能将对方增益状态直接盗取过来，作用于己方身上。2飞燕，速度正100%，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1天。3黑山到手，可在领地黄金信徒之中训练黑山军，同时由张燕带领的黑山军士气正30%。此时的张燕只要再给他一段时间，他也同样会突破成为2级生物。身旁有了2名大将，张烨顿时胆气暴涨，站在2个大将前方，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进去。这一片属于即将拆迁的老城区，基础设施很是简陋，整个胡同之中没有安装一盏路灯，天一黑简直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但自从张烨修炼太平要术之后，整个人变得神清目明，就算在这么昏暗的条件下，他的视觉依旧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走到了胡同的尽头，张烨还是没能发现任何异常。呼，吓小爷一跳，应该是夜猫把人家的垃圾桶什么的打翻了吧？张烨心中如此想到，但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眼神却突然瞥见墙角处的那一滩血迹。时间回到5分钟前，丁兰白天激活玉佩之后，直接被随机瞬移到了20公里开外。此时的丁兰虽然摆脱了被杨向明俘虏的命运，但临走前的那一剑正中腹部，将丁兰掏出了拳头大的空洞。虽然那一剑只是杨向明的仓促一击，但5级领主的实力，就算是未用全力，也不是如今的丁兰能够承受的。成功脱离那座厂房之后，丁兰赶忙服用大量疗伤药，企图将伤口愈合。但丁兰的伤口处依旧残留着杨向明附着在剑矢上的能量，那股能量充满了精细的杀伐之气，使得附着在丁兰伤口处不断阻止着伤口的愈合。
丁兰乃是海外丁氏走私集团一把手丁德佑的女儿，丁兰身上各种珍贵疗伤药数不胜数，靠着海量珍贵药物加持，才勉强止住血液的不断流逝，勉强将伤口愈合。但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小时，此时那股精细能量已经顺着伤口侵入丁兰体内各处，来自精细能量的强大破坏力，直接将丁兰体内各处经脉破坏。丁兰知道，自己要是还不能找到将那股精细能量剥离的方法，那自己恐怕就凶多吉少了。想到这里，丁兰赶忙强撑着身子向着五原市内赶去。丁氏走私集团这种非法组织一向都是严国的重点打击对象，为了以防万一，丁氏在世界各地都设置了隐秘的安全屋。这不起眼的五原市同样拥有一个安全屋，之中拥有大量疗伤仪器以及治疗手段，只要丁兰进入其中，身上的伤口就能得到抑制，同时就能利用安全屋之中特殊的联络器联系集团内部高手前来解救自己。但现实很明显，杨向明当了几10年老警员，怎么可能不防着丁兰一手？在丁兰逃跑的下一刻，便直接同时五原市警署全城开始通缉丁兰。望着各个街道都站满的巡逻警员，丁兰的内心是崩溃的。好不容易等到了将近凌晨，靠着夜色的掩护，丁兰这才溜进城内。但在距离安全屋不到5公里的位置，体内的伤势突然爆发，在翻越一道围墙的时候，手脚一阵趔趄，直接从墙上砸下来。听着远处赶来的脚步声，丁兰赶忙忍着剧痛，直接跃上一旁的屋檐上。看着只是跑过来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少年，丁兰心中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他身后的2名武将却让丁兰面色一凝。凭借丁兰4级领主的身份，很轻易便感知出那2个武将，一个2级，一个1级。见鬼了，现在的高中生都这么恐怖了吗？看着底下那张稚嫩的脸庞，丁兰不禁怀念起自己当初这个年纪的模样。当年这个时候，自己也才刚刚觉醒没多久，根本没有这样的实力。就在丁兰感慨岁月的无情以及眼前这个少年的实力之时，只见张掖直勾勾地看着墙角自己当初滴落的那一滩血迹，当即眼神出现一丝杀意。自己的行踪绝对不能暴露，眼下只能灭口了。虽然自己此时身受重伤，但眼前这个高中生自身实力低微，同时2名将领离他有一段距离，自己一个突然袭击便能轻松解决。对不起了，小家伙。丁兰举起手中的匕首，直接对着底下张掖的后心扎去。当丁兰还在为自己扼杀了一个严国未来高手而感到惋惜，当只见张掖背后突然浮现一层土黄色的铠甲，将丁兰的匕首轻松抵挡在外。什么？卧槽！突然出现的状况直接将双方吓了一跳。张掖正弯腰检查那是什么血的时候，突然上方传来一阵破风声，随后感觉自己后背受到了一股重击。张掖赶忙一个转身向后看去，四目相对，映入眼帘的是丁兰那张因为失血过多而惨白了脸。鬼呀！护驾！张掖一屁股蹲坐在地上，随后2半屁股赶紧向后挪动，远离了丁兰。身后管亥以及张燕也及时反应过来，一把将丁兰按在身下。竟敢袭击无主，好大的胆子，受死！管亥怒发冲冠，一手按住丁兰的脖子，另一只手已经举起还手刀，正准备将丁兰的脖子直接砍下。丁兰心中暗恨，要是放在1天前，像骑在自己身上这种小垃圾，自己一只手就能轻松对付10个。但如今自己身负重伤，全身实力10不存1，竟然被2个小垃圾压在身下。难道我丁兰今天就要这么不体面的死去吗？真是不甘心。丁兰满眼不甘地闭上眼睛。且慢！管亥砍到半途的还手刀当即停在半空。此时的张掖已经从刚刚的惊恐之中反应了过来。开玩笑，严国法律规定，当街杀人那可是犯法的。他张掖可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啊！张掖走到丁兰面前，用手摸了摸丁兰的脸蛋，感受到其脸蛋的温润。哦，你原来是人不是鬼啊！听到张掖这话语，丁兰气不打一处来。你刚想骂回去的丁兰，下一刻却是眼前一黑，随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看着眼前的女人，上一秒还满眼怒火的看着自己，下一刻便直接软趴趴的倒了下去。张掖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卧槽，不会是死了吧？管亥，你出手太重了。喂，你醒醒！张掖紧张的拍着丁兰的脸蛋，随后掐着她的人中。你们快看看他身上有什么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我好给他联系家人。哦。管亥听完，赶忙将丁兰扶起来。等等！张掖挥手叫停了管亥，看了一眼身材曼妙的丁兰，虽然腹部还有大量血迹，但却给人一种凄美的感觉。你们粗手粗脚的，还是让我来。管亥还想说什么，却被张掖拉住，随后脸上露出一丝男人都懂的眼神。张掖开始向着丁兰身上的每一个口袋翻找起来。张掖从丁兰的左口袋之中掏出3颗白色晶体，这是从这3颗晶体内，张掖感受到了其中澎湃的能量。能量石，黄阶中品，效果其中蕴含了大量能量，
使用之后领地能量加5000。短短一句话，让张烨瞬间心跳加速。再次看着已经陷入昏迷丁兰，此时的张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觉。这就是财神爷吗？这一刻，张烨甚至有了一种将他全身剥光的冲动。但下一刻，理智战胜了贪欲，张烨直接拿起手机拨打了他杨博的电话。专业的事情就得交给专业的人来。一个女子大半夜携带重宝，独自一人，并且身受重伤，这种桥段大概率是什么仇家追杀的戏码。张烨可不想卷入其中，最稳妥的方法就是交给警察叔叔。打给杨伯伯的电话竟然被一下子接通。喂，小叶啊，这么晚打我电话干嘛？卧槽，杨伯伯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广告里不都说人到中年感觉身体被掏空吗？少废话，你伯伯我今天倒大霉了，从小到大都没这么憋屈过。对了，你打电话干什么？我在路上捡到一个女人，真的是捡到的。15分钟之后，杨向明一脸惊喜地看着张烨身前的丁兰，一瞬间，在杨向明的眼里，张烨的背后闪烁着佛光。哈哈，你还真是伯伯的好侄子啊！快让伯伯抱抱！在张烨惊恐的眼神之中，杨向明犹如一只胖熊，将他包裹起来。伯伯，放开我，不能呼吸了！平静下来的杨向明给张烨讲述了丁兰的身份。走私？杨伯伯这个很赚钱吗？走私在张烨穿越前的时间里很赚钱，但在这个世界，野外可不是只有深山老林这么简单。自从这个世界因为莫名的力量将面积扩大了100倍，大片土地上其主人都已经不再是人类，各种奇怪的种族从异时空出现，占据了大片无人的土地，还有各种实力强大的凶兽，各种险地。可以这么说，要是没点实力，你跑到外面能够生存一天都是属于8字眼。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做走私这个行当，张烨还真怀疑到底能不能回本。杨向明似乎看出来了张烨的疑惑，随即笑了笑。丁氏这帮人要是实力不强大，怎么可能存在这么多年都相安无事？丁氏的老巢就在炎国最南边的黄金半岛之上，哪里的环境更为恶劣，同时还不像炎国那般有用一个统一的政权。但黄金半岛之上盛产各种珍稀资源，同时又处于炎国与暹罗、禅国、南掌4国的交界处，所以丁氏的人将4国物资来回贩卖，在其中赚了一个盆满钵满。既然炎国官方将其定性为一个犯罪组织，那丁氏集团应该不只是在4国之中干了这么一点商业行为吧？张烨听着杨向明的介绍，随即开口问道。而杨向明接下来的话同样印证了他的猜测。没错，要是这丁氏只是干了这么一点事，那塔就应该叫丁氏商行，而不是犯罪组织了。在这黄金半岛之上盛产一种叫做冥神花的植物，而服下冥神花种子的人将在短时间里精神力开始暴涨，领悟能力快速提升。但这种冥神花的种子具有一个极大的弊端，那就是一旦服下一定数量之后，就会产生永久的依赖性。如果一段时间里没有继续服用，将会变得生不如死，并且长期服用还会导致体质快速下滑，直到变成一个植物人。听了杨向明的话，张烨脑海之中当即浮现出刘德华的经典场景，怎么会凝固不了呢？随即张烨将目光转向脚底下那个丁兰，想不到长得如此耐丝的女人竟然是个毒贩。啊呸！张烨心中那叫一个晦气。此时杨向明已经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刻满铭文的手铐，将丁兰直接铐上。小叶啊，有了他，伯伯我退休前就能再进一步，伯伯欠你一个人情。将丁兰直接扛在肩上，杨向明一脸感激地看向张烨。杨伯伯，你这是什么话？我今天也没来这里啊。张烨第一时间将自己摘出这件事之外。开玩笑，绝对不能让这帮毒贩子知道自己的存在。嘿，小叶你就放心吧，他丁氏集团之所以现在还逍遥法外，那是因为人家丁氏识相知道炎国的底线，所以这么多年一直相安无事，但他们敢来炎国境内找炎国居民的麻烦。此时的杨向明脸上有一种莫名的自信。好了，大晚上的，你赶快回去吧。说话间，杨向明扛着丁兰直接步伐匆匆的离去。从欢快的脚步声之中就能听得出来，此时杨向明心中的欢快与兴奋。张烨摸了摸口袋之中的3块能量石，心情顿时变得同样美妙。我帮了杨博这么大的忙，拿一点小小的战利品，他也应该不会怪我吧。回到家之时，父母早已入睡，张烨蹑手蹑脚的回到自己房间，拿着3枚能量石直接进入领地之中。随着张烨心念一动，手中3枚能量石顿时释放出耀眼的光芒，随后散入空气之中。此时在张烨的脑海之中，领地能量15130。此时张烨终于能够体会钱多就是一串数字这一句话。之前的能量点张烨还要掰着花，这一下直接让他一夜暴富。现在张烨都感觉自己飘起来了，直接来到狼骑营，选择花费1000能量点将一名铁狼卫训练出来。白光闪过，一头钢铁怪物
出现在张掖面前。一个魁梧的大汉手持巨型砍刀，坐下一头全身披甲的坐狼，一人一狼全部被厚厚的铁甲所包裹，一股凶悍的肃杀之气传来。铁狼卫，骑兵序列一阶，力量19，速度18，意志13，体质17，技能1钢铁之躯，防御2阶以下所有远程攻击；2冲锋，速度正100%，持续时间5分钟；3恐吓，有一定几率使得对方士气负30%。此时他开始盘算起来，总共也就15000的能量点，要是全部购买坐狼，可以购买151头，而那个铁狼卫却只能购买15个，而15个铁狼卫相当于15个1级武将。强吗？很强，在高中时期基本上可以横冲直撞。现阶段不要说整个南市高中，就算是整个五原市所有高中，张掖都敢说没有人是自己的对手。但张掖志不在此，他的目标可是和全国所有优秀领主高中生抢夺那155个重点大学的名额，当然其中包括155所重点大学之首延国上京大学。既然已经来到这个世界，那怎能依旧接受平庸？先定一个小目标，考上上京大学。张掖眼神开始变得坚定。既然如此，那15个铁狼卫虽然实力强劲，但数量依旧是他的硬伤。不行，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张掖思索间，终于想起来张掖那个黑山到手的技能效果，二话没说，直接将张掖给叫了过来。随同他一块到来的，还有身后那10名黑山军。黑山军，步兵序列0阶，力量一般般，但与张掖的属性极为相配。张掖的飞燕技能使麾下士卒速度正100%，再加上这个强袭，一下子便能增加130%。虽然飞燕技能只能持续5分钟，强袭能持续半个小时，在关键时刻，飞燕技能绝对能给对面一个惊喜。张掖，你训练黑山军有什么上限吗？吴主，黑山军对我而言多多益善。听到张掖这话，张掖也就放心了，他就怕张掖这黑山军还有什么限制。既然如此，张掖来到狼骑营，花费4000能量点，又训练了4名铁狼卫，凑齐了5名铁狼卫，又来到破烂窝棚处，将剩余的10130能量点全部训练成黄金鸡鸣。已经训练了这么多次，张掖当即命令将一半的粮草石全部使用，当即在破烂窝棚前堆成了一座小山。随后耀眼的光芒闪过，1013名黄金鸡鸣疯狂地涌向那成山的粮食。1个小时之后，一座由粮食构成的山丘直接被啃食一空，只留下1000多号神情满足的黄金信徒。张掖，这1000多名黄金信徒就全部交给你，将他们全部训练成黑山军，还有那5名铁狼卫也归于你麾下。末将必不负无主所托。第二天一早，张掖来到班级，便看见舔狗骆明成面色憔悴地坐在角落里，手中拿着手机，不停地翻看着什么。张掖赶忙将朱刚拉了过来，这家伙怎么回事？跟死了妈一样。只见朱刚瞥了骆明成一眼，叶哥你不知道吧？那个贺妙言转学去了东湖高中，加入了东湖高中领主冲刺班。随后，朱刚看向骆明成的眼神之中，竟然流露出一丝怜悯。就在今天，贺妙言和东湖高中领主冲刺班的班长周凯乐官宣了，这个家伙直接崩溃了，已经在那里神神叨叨好久了。张掖听完，同样用怜悯的眼神看了一眼骆明成，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这种事情，张掖也不知道怎么去劝慰他，只希望有一天他自己能够走出来。不多时，林文斌走上了讲台，一天的课程正式开始。但林文斌将众人刚带到操场上，他的电话便响了。拿起电话不到1分钟，他的脸上竟然露出一丝笑容。好了，同学们，今天不用体能训练了，我带你们换个游戏。众人面面相觑，实在不明白林文斌的想法，只得老老实实的跟在他的身后。南市高中拥有2个操场，一个是专门给张掖他们这些领主班成员训练，另一个则是给普通学生活动的场地。张掖等领主学员的操场面积不大，但另一个操场的面积极为惊人。但此时给普通学生活动的场地上，竟然已经人山人海，围满了南市高中的学生。只见在操场的中心，有一群身着与南市高中不相符的学生傲然地站在人群中央，由一名老师带队。张掖来到操场上，一眼便看出那帮学生乃是东湖高中的人。这个时间点搞出这么大的阵势，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已经很明了了，就是来砸场子的。卢永康怎么胆子大起来了，敢来我南市高中找麻烦了？林文斌显然与那个领队的老师认识，说话间毫不客气。那个名叫卢永康的老师在看到林文斌的时候，双眼一缩，显然对于林文斌很是忌惮，但一想到自己来的目的，心中顿时又有了胆气。林老师，看你这话说的，我们校长听说贵校在领主学生培训上独树一帜，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于是叫我们这帮没出息的来贵校取经，
还希望林老师班里的学生好好给他们上上课。卢永康虽然嘴上说的客气，但神情却正好与之相反，连带他身后那帮东湖高中的学生也同样眼鼻子朝天，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张烨在那帮学生之中一扫而过，随即便发现了贺妙言。此时的贺妙言身着东湖高中的校服，与周凯乐紧紧站在一起，宛如一副神仙眷侣的模样。随即张烨向着身后看去，果然此时的骆明成一副深受打击的模样。此时林文斌同样看见了贺妙言的身影，随即转头望着卢永康，这种货色你们也要看起来，你们东湖高中也不过如此了。卢永康看着贺妙言，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还得感谢林老师之前的拒绝，要不然我们东湖高中也不可能收获如此宝玉。林文斌眉头一皱，好了，我们两个也就不要在这里搞虚伪的一套了，既然你们来砸场子，那么就话下道来，我们南师高中接着。此时张烨走到朱刚面前，捅了捅他的肩膀，刚子，你不觉得奇怪吗？这东湖高中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的，干嘛没事找事来我们这里砸场子？这贺妙言有这么本事？朱刚此时反倒一脸惊奇地望着张烨，这你都不知道，东湖高中这2年实力一直都是垫底的状态，今年听说出了几个好苗子，有底气了，打算在高考前好好造势一波罢了。张烨听完点了点头，但下一刻便感觉到了不对，这么睿智的话竟然出自朱刚这个傻大个之口，这让张烨都不敢相信。这话是你想的？哦，前2天几个老师在哪里说，让我给听到了。再说了，叶哥你不知道，他们东湖高中在此之前已经去过行知高中与文涛高中，据说都赢了。张烨随即了然。此时听到林文斌的话，卢永康也毫不墨迹，老规矩，各自出1人，最后谁站在场上谁就赢。林文斌同样点头，那就这样吧。行，那由我们先出人。说着，卢永康转头看向身后一个胖胖的男生，史向明你第一个上。史向明听完没有犹豫，直接走到操场中央，二话没说，直接召唤出来了15名强壮的狼人。史向明这个人我听说过，在东湖高中之中也挺有名的，他的狼人一般领主还真扛不住。南师高中这边还是有消息灵通的，看到史向明之后便纷纷讨论起来。你们谁先来？史向明高傲地看着张烨等人。张烨并没有动身，自己可是整个班最强的存在，哪有人打牌第1局就扔炸弹的？切，让我来试试。说话间，朱刚撸起袖子直接走了出来。一上台，朱刚身后出现20名绿皮兽族苦工，但在其中一名身材远比其他苦工高大的绿皮兽人，手持一柄粗狂的大砍刀站在最前方。格罗姆，1级生物，力量10，速度11，意志9，体质8，技能1疾风步，速度正30%，并且进入隐身状态。2致命一击，给予对手全力一击，并且附带眩晕效果。看得出来，朱刚这个剑圣也是才刚刚突破到1级将领不久，4项属性才面前突破10点，但在同级生之中已经属于绝对遥遥领先的位置。而格罗姆的属性同样瞒不过周围其他领主班的学生。我靠，朱刚什么时候有这一手了？隐藏的真身啊！平常还以为他是个傻大个，现在才知道是个老阴笔，玩这手还羡慕我为什么没有。张烨身后那帮同学看着场上的朱刚，恨得牙痒痒。之前大家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但下一刻人家直接和你拉开差距，这种憋屈的心情让众人脸色都不好看。但此时场上的那个小胖子脸色就更难看了。本来以为第一场只是热热身，没想到直接踢铁板上了。难道开局就要跪？卢永康此时的脸色也是一变，随即看向林文斌，林老师，你的学生隐藏的真身啊，想不到贵校除了班长拥有一个1级将领外，竟然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同样拥有这种实力。此时对于朱刚，林生斌内心同样意外，但脸上却依旧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依旧只是冷冷的俯视着东湖高中的老师。你们东湖高中有几个好苗子，难道我们南市高中没有吗？还是别想得太美好。卢永康对此并没有搭话，而是点了点头，向着场上的小胖子挥了挥手。史向明如闻大赦，当即收起那15只狼人，直接认输。他又不傻，朱刚那个1级将领一出现，他就明白光靠自己那15只狼人根本不可能是朱刚的对手，要是打肿脸充胖子，倒霉的还是自己。林老师，我承认你们南市高中给了我一个惊喜，但这次我要是没有什么充足的把握，怎么可能过来？说完，卢永康看向贺妙言，贺妙言，你上，给之前的同学展示一下你的进步。贺妙言听到，后面带笑容的走上前来。这时南市高中这边的学生这才注意到他的存在。贺妙言，他不是我们南市高中的吗？这是刚投靠新的靠山就来找场子了？也不能这么说，毕竟人家在这里又不让加入领主冲刺班。哼，东湖高中连我们不要的都要，看起来确实不行了。贺妙言之前在南市高中这边搞得沸沸扬扬，况且
他的风评一向不好，所以周围议论他的话没几句是好的。南市高中这边这么大反应，连带着东湖高中这边的人看向贺妙言的眼神之中都开始带有莫名的意味。此时的贺妙言脸色变得很难看，你们都给我等着！心中暗骂的同时，贺妙言挥手将自己的部队召唤了出来。随着黑烟弥漫，将近30名黑甲士族从中出现，为首的乃是一名头戴金色面甲的上身赤裸的男子。该男子手持一柄巨大弯刀，满眼是血地望着格罗姆。张掖此时忍不住皱了皱眉，这贺妙言的进展实在是太快了，之前被自己轻易打败，现在竟然能够直接培养出一名1级将领。不是说这帮黑市觉醒的领主其都有巨大的缺陷吗？为什么在贺妙言却没有这种事情的体现，并且实力增长的比大家这些正规渠道觉醒的还要快？张掖隐约的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此时操场上，朱刚看向前方的格罗姆，格罗姆有信心吗？屋主放心，土鸡瓦狗罢了。格罗姆挥了挥手中的大砍刀，脸上自信依旧。听到格罗姆这么说，朱刚心中也就放心了，随即挥了挥手，那就将他们全部宰掉。遵命！唰！格罗姆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剩下的绿皮兽人吼叫的向着那帮黑甲士族冲去。那个戴着金色面甲的裸汉并没有说话，而是将手中的弯刀狠狠地向前一砍。那30多名黑甲战士直接迎了上去，而那名裸汉却依旧站在原地，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呼！裸汉身后空气出现一丝不正常的缭乱，想都没想，裸汉当即转身，手中弯刀直接砍下。当！随即火花四溅，裸汉的弯刀直接被格罗姆的大砍刀格挡。但下一刻，格罗姆用力一抵，将弯刀荡开，随后向上一跳，双手持刀狠狠地往下一砍。轰！那名裸汉弯刀举过头顶，将其格挡，但脚底下的地面瞬间开裂，巨大的冲击力直接使得那名裸汉进入眩晕状态。哼！格罗姆丑陋的脸上露出一丝嗜血的笑容，手腕一转，大砍刀直接向着裸汉的头颅削去。关键时刻，裸汉清醒过来，赶忙将头向后一仰。虽然避过的格罗姆的必杀一击，但同样的，大砍刀直接削掉了裸汉的半块金色面甲，露出了裸汉的真实面目。只见面甲之下的乃是一张苍白且麻木的脸庞。格罗姆趁机抬腿就是一脚，狠狠地踹在那名裸汉向后弯曲的腹部。砰！来自绿皮兽族的强大肉体力量直接使得那名裸汉向后飞去，随后重重地倒在地上。格罗姆这边压着那名裸汉打，而另一边那帮兽人苦工那里却不容乐观。对面的黑甲士族不但装备比他们精良，同样数量也比他们多，而那帮苦工不但全身上下只有一条破烂的兽皮短裤，手中拿的也只是一般的铁斧。那帮黑甲士族手中的弯刀轻易将他们的身躯划割裂开。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对面15个兽族苦工只剩下9个正在苦苦支撑，而对面的黑甲士族却只是付出了3个阵亡的代价。格罗姆也看到了手下的窘迫，随即砍向那名裸汉的频率变得更快起来，只有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对方将领，自己才能有机会前去解救手下。但对面似乎也看出来了格罗姆的想法，随即改变了战术，不再与格罗姆硬碰硬，而是直接开始绕圈子，企图拖延时间。格罗姆眼神一凝，不再继续与那名裸汉追逐，而是直接调转身子，向着那些黑甲士族杀去。那帮黑甲士族怎么可能是格罗姆的对手？格罗姆冲入黑甲群之中，手中寒芒乍现，只是一个回合，周围3个黑甲士族直接一分为2。远处的裸汉直接傻了眼，第一遇到这种情况。再一次看到格罗姆砍翻2个黑甲士族之后，那名裸汉忍不住了，直接向着格罗姆冲去。余光瞥见对方将领向着自己冲来，格罗姆的脸上露出一丝奸计得逞的阴笑。在那个裸汉距离格罗姆只差5步之遥的时候，格罗姆疾风步再一次发动，整个人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看到格罗姆消失，那名裸汉当即停住脚步，向着四周警惕起来。呼！下一刻，格罗姆直接出现在那名裸汉头顶，毫无疑问，直接使用了致命一击。轰！这一次，经过准备之后的格罗姆全力一击之下，直接砍碎那名裸汉的弯刀，大砍刀当头劈下。在那名裸汉即将命丧当场的时候，叮！一只由岩石组成的巨大手掌将大砍刀直接挡了下来。众人顺着那手掌看去，只见一名身躯巨大的岩石人出现在操场上。啊呸！真无耻，一个老师还亲自出手，玩不起就不要玩。就是差一点朱刚的将领就要斩杀成功了，东湖高中就这么玩不起？什么垃圾学校就有什么垃圾老师，就这心胸，成为五原高中垫底是应该的。那个岩石巨人身上释放出来的气息惊人，绝对不是一个高中生应该拥有的。众人不用精神力探查都知道，肯定是对面那个老师出手。一时间，大量的谩骂声不绝于耳。如今可是南市高中的地盘，众人才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听着对面的谩骂，
东湖高中领主班的学生面容有些羞愧，卢永康这次出手是有些丢人。林文斌一样冷冷地看着卢永康，我需要一个解释，不然接下来就是我们2个老师对决了。听到林文斌毫不掩饰的威胁，卢永康的面色顿时难看起来。别说这一次的确是自己做的不地道，就是与林文斌正面交战，他都有些心虚。林文斌的名头，他卢永康可是听说过的。但贺妙言作为东湖高中高一主力队员之一，在这个关键时期内，他的实力绝对不能有跌落。多一个一级将领的损失，他卢永康担不起这个责任。想到这里，卢永康咬咬牙，从怀中掏出2块白色晶体。这一次是我东湖高中有错在先，这东西希望同学你能满意。张烨看着卢永康手中的这2枚白色晶体，总感觉莫名的熟悉，随着心念一动，能量石，黄阶下品，效果其中蕴含了大量能量，使用之后领地能量加1000。果然如此，卢永康手里拿出来的东西就是能量石，但等级比张烨当初得到的那3枚低了一个档次。朱刚同样看到了那2块能量石子的作用，眼神之中顿时闪过一丝渴望，随后看向林文斌，看我干嘛？那是你应得的，去拿回来。朱刚听完，当即走上前，从卢永康手中接过那2枚能量石，感谢卢老师慷慨解囊。朱刚笑嘻嘻的走了回去。听到这话，卢永康眼角忍不住抽了抽。第一场直接败北，让东湖高中的成员顿时士气大跌，他们才是过来砸场子的，结果开局失利，这想想都丢人。还有谁？朱刚站在中央，环顾东海高中的众人，望着格罗姆那浑身凶悍的气息，东海高中的成员一下子竟然无人上前。这番怂样当即引来了南市高中的嘲笑。就这，你们还是哪来的回哪去吧，丢死人了。就是我要是你们早灰溜溜的走人了。哈哈，笑死我了，我要发朋友圈。卢永康脸色很不好看，来之前他可是和东湖高中的校长立下了保证的，但这开局就吃瘪，他回去怎么交代？看来只能出杀手锏了。卢永康眼神示意了一下班长周凯乐。此时的周凯乐面无表情的走了出来。看到周凯乐的脸，张烨顿时来了兴趣。之前自己可是从周凯乐那里敲诈了人生第1桶金，现在他还真想看看这位东湖高中领主班的班长成长到什么地步了。周凯乐在一开始就看见了领头的张烨，昔日的屈辱当即涌向心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周凯乐如今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一报当日的敲诈之仇。张烨，好久不见了。周凯乐走上前，并没有第一时间看向朱刚，而是饶有兴致地看向张烨。怎么，胆肥了敢来报仇了？张烨丝毫不为所动，而是神情冷淡地望了一眼周凯乐。此时周边的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喂，看样子周凯乐和我们班长有什么仇怨啊？他们什么时候结下的梁子？这你还不知道吗？这个周凯乐可是何妙言公开的男朋友，而我们班长和那个何妙言当初在校门口。说罢，那个领主班的成员给了对方一个都懂得眼神。哦，4国1，我明白了，今天是宿命的对决。不一定，说不定他连朱刚都顶不住呢。也对，朱刚现在可是一匹黑马。众人说话的时候，骆明成握紧了拳头。周凯乐同样听到了周围人的谈话，当他听到眼前这个张烨似乎与自己的女朋友不清不楚的时候，眉头忍不住皱了一下，但下一刻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容貌，对于自己的颜值，他还是很自信的。想到这里，周凯乐的脸上开始洋溢出一股自信的笑容。我可是和以前不一样了，你要是还用老眼光看我，将会大吃一惊的。但张烨对此却依旧无动于衷。哦，是吗？那你展示给我看看，光靠嘴可不行。周凯乐听罢，直接召唤出他的部队。他的领名也不是一般的人类。时空泛起一阵涟漪，一队将近20人的精灵弓箭手出现，领头的乃是一个手持月刃的矫健女精灵。与对面朱刚那一批长相粗糙的绿皮兽人相比，周凯乐的精灵当即将他比了下去。此时的在场的绿皮兽人只剩下了9头，相比于数量，朱刚这边的确不占优势。格罗姆，朱刚叫出了自己将领的名字。格罗姆当然明白朱刚想问什么，随即点了点头。那就干掉他们。好！一阵兽吼之后，9头兽人苦弓发动了攻击。咻咻咻！精灵弓箭手的箭矢直接射向那些苦弓。那帮苦弓看起来很有经验，直接拿起斧头遮住头颅，随后快速冲去。兽人强悍的肉体开始展现出来，箭矢射中兽人苦弓的躯体，便直接被强壮的肌肉块夹住，并没有对那帮苦弓产生多大的伤害。而射向头颅的箭矢又被斧头所当。一开战，格罗姆并没有和其他兽人苦弓一起发动冲锋，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对面那个精灵将领。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对面那个家伙可比之前那个戴面具的裸汉强出了不少。唰！格罗姆身躯一阵模糊，随后消失在了原地。对面那名精灵将领并没有惊慌，
而是平静地闭上了眼睛。下一刻，精灵将领一个侧身，将手中的月刃向着一旁挥出。当！月刃轻而易举地挡住了格罗姆的大砍刀，随后那名精灵腰身一转，月刃直接向着格罗姆的腰间划去。当！当！当！两个都属于敏捷型的将领，眨眼之间10几个回合已经过去，但外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格罗姆已经慢慢的跟不上那名精灵的节奏。这也能理解，格罗姆毕竟也是近期才晋级成为1级将领，4项基本属性都只是刚刚10点出头，而那个精灵看上去培养的绝对比格罗姆更好，毕竟人家是东湖高中领主班班长，领取的资源肯定比朱刚多。更何况东湖高中急切的想要摆脱垫底的命运，物资肯定朝着如今这一届领主班倾斜。很快又是10个回合过去，格罗姆身上已经开始有了伤口。格罗姆眼神一凝，再一次使出致命一击，但那个精灵似乎早有预料，在格罗姆双手持刀准备来一个全力一击的时候，整个身体直接向后一撤，轰！巨大的力道直接将地面砍出一道深深裂口。此时那名精灵趁着格罗姆就力用尽，心力未生的情况下，手持月刃，一道银白色的弧形能量波直接释放而出。就在这关键时刻，一名兽族苦工突然直接出现在两者之间。噗！毫无意外，那名苦工被那道弧形能量波直接削成2半，但却为格罗姆提供了难得的反应时间。抓住机会的格罗姆当即向前一个翻滚，直接躲开了这必杀一击。但那名精灵将领可不会这么容易就放过他，当即一个瞬步直接出现在格罗姆面前。噗！格罗姆胸口当即一串血液飙射而出。在接下来的几个回合的战斗之中，精灵将领如同一名武者，辗转腾挪之间充满了优雅。对比之下，格罗姆就显得有些笨拙了。噗！又是一道血液溅射而出，此时的格罗姆全身上下布满了嘴巴一样的刀口，而那几个兽族苦工此时已经全部泯灭在精灵们的剑雨之下。我认输。朱刚虽然笨蛋不傻，那帮苦工没了，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来，但格罗姆没了，短时间内他根本不可能再一次培养出来一名1级将领。朱刚干脆利落地认输。周凯乐虽然有些不甘，但也只能看着只剩下一口气的格罗姆跌跌撞撞地走了回去。就差一点，周凯乐心中暗叹，随即转头看向远处的张烨。该你了，张同学。朱刚收起格罗姆，来到张烨面前。叶哥，靠你了，放心，看小爷给你出气。张烨拍了拍朱刚的肩膀，随后直接走了出去。来到场上，张烨一挥手，张燕带着100黑山军直接出现在众人面前。解决这帮人根本用不着已经2级的管亥，同样一下子将上千号黑山军同样放出来，也太惊人了点。这100黑山军黑压压的出现带来的震撼，绝对不是这帮高一新生能够想象的。操，张哥就是牛逼啊！朱刚紧握拳头，满脸兴奋。周围其他人更是不淡定起来。这尼玛不科学啊！张烨他家有这么多钱？听说张烨他老爸是铸剑师，在市中心有店铺。什么？这家伙还是富二代？这屌丝样看不出来啊！真羡慕。决定了，接下来我要跟着冒险队直接进入异空间狩猎。人家是狩猎你吧？此时周凯乐在那100名黑山军出现的一瞬间，脸上的笑容当即僵住。看到周凯乐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退却，张烨赶忙开口：怎么，你的复仇之战刚开始就打算退却吗？然后准备一辈子活在我的阴影里？此话一出，周凯乐脚步一顿。张烨一看有效，赶忙抓紧时机继续拱火。你要知道，恐惧一旦产生，这辈子都将伴随着你。你今天退了1步，明天就会退2步，怯懦的口子一开，将永远也止不住。谁说我要后退？激将法可对我没用。你张烨太小看我了，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实力。说话间，周凯乐大手一挥，又是30名精灵射手出现。哎呦呵，小东西竟然还有后手！张烨眉头一挑，没想到周凯乐领地内竟然还有存货，但这点数量根本没有被张烨放在眼里。张烨，杀了他们！末将遵命。那名精灵将领此时已经站到那帮精灵弓箭手最前方，随后单臂一挥，几十名精灵弓箭手顿时制造出了一场小型箭雨，箭雨当头朝着黑山军落下。在张燕的指挥下，黑山军当即发动了军团技能强袭。因为操场的关系，双方之间的距离其实并不远。张燕看准时机，直接使出飞燕，一瞬间，所有黑山军就犹如被按下加速键一般，直接出现残影。下一刻，箭雨落下，但直接击中残影，狠狠地扎入地下。只是一眨眼的功夫，等那帮精灵弓箭手反应过来，黑山军已经起脸。噗噗噗！当即精灵阵营之中血花四溅，惨叫声不止。黑山军只是轻甲步兵，但防御力减弱的缘故，使得他们的敏捷度极为灵活。片刻之间，便已经将精灵弓箭手的阵势全部搅乱。那名精灵将领
正准备出手，但下一刻，一股凌厉的杀意从一旁传来。当，张燕长刀与精灵的月刃相撞，溅出几颗火星。张燕可与格罗姆不一样，几颗血晶服下之后，张燕4项属性已经逼近1级天花板，其速度这一选项就差一点便可以突破至20。论速度，那个精灵将领根本无法与张燕相比。几个回合下来，那个精灵竟然开始跟不上张燕的节奏。这一发现让那个精灵将领又急又气，什么时候自己引以为傲的速度竟然比不过别人了？哎，慢，太慢了。张燕抽空摇了摇头，随后腰身一转，直接来到那名精灵将领身侧。等那名精灵将领挥动全身力气，使用月刃向着身侧劈去时候，张燕竟然一个闪身，直接撞入那精灵将领怀中。这一变化当即让精灵将领亡魂大丧。砰！张燕贴近精灵将领，猛地一提膝，正中那名精灵将领的两腿之间。巨大的沉闷声响起，直接使得原本面色白皙的精灵在一瞬间变得赤红一片。咣当！月刃当即离手，那名精灵弓着身子开始抽起来。无耻！周凯乐看到这一幕，猛地转过头，死死地盯着张掖，咬着牙说出了这2个字：哼，真是天真。张掖瞥了一眼一旁面色难看的周凯乐，你以为你是谁？战场之上谁会和你玩骑士对决？生死之间为了胜利当然是不择手段。你要是还抱着这么天真的想法，那我劝你还是不要踏入领主之路比较好。对于张掖的说教，周凯乐当然无法接受。胡编乱造，我看你就是凯乐。行了。但一旁的卢永康却直接打断了他说的话。卢老师，他……周凯乐还想说什么，但却被卢永康冰冷的眼神所震慑，不敢再说下去。此时的卢永康脸上虽然难看，但张掖所说的话他却是认同的。此时张掖用最简单的方式直接使得对面的将领失去了反抗能力，但张掖却并没有停手，而是看向那名精灵将领，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下一刻，张掖手中寒光翻飞，几个呼吸的时间里，那名精灵将领身上便布满大大小小的伤口，血液和不要钱的一般洒落地面。而手底下那帮黑山军此刻已经完成了对于精灵弓箭手的分割包抄。张掖看着场上的情景，不禁点了点头。张掖不愧是历史上有名的山贼头子，出手就是阴狠，直击对方的要害。凯乐，认输吧，及时止损。周凯乐虽然不甘心，但也明白自己再坚持下去也只是将损失再一次扩大罢了，结局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我认输。心中纵有万般不甘，此时他也只能举手投降。嘘！周凯乐举手投降的瞬间，周围众人嘘声不止。身后那几个东湖高中领主学员此时都默默低着头。太丢人了，趾高气昂地走进来，如今对面才出2个人，己方最强战力全部失败，还真应了那句老话，飞得越高摔得越惨。卢永康此时满脸冷漠地走在最前面，身后是那帮惴惴不安的东湖高中的成员。回去和你们校长说说，下次练好了再来吧。林文斌站在校门口，一点都不客气地喊道。听到林文斌的话，卢永康走路的频率开始不自觉地加快了起来。林老师，你说他们东湖高中过来挑战我们图什么呢？又没赌注，输了还败坏名声。望着东湖高中远去的背影，张掖满脸疑惑地问道。听到张掖的问话，其他领主班的同学也是一脸疑惑，他们实在想不出东湖高中这么干有什么好处，不但没有任何收获，还误了其他学校的关系，图什么？但林文斌却只是不屑地笑了笑。为了什么？每年5元市教育部给所有高校下发的资源都是不平等的，完全按照各个高校领主学生的水平而倾斜的。东湖高中已经连续好几届都是垫底了，每年拿到手的资源都是最少的，要是他们再不改变，东湖高中只会越来越弱。那林老师，我们南市高中在5元高校排第几啊？朱刚这时伸过头来发出来疑问。5元市的高校一共6所，这排名第一的当属5元高中，常年保持5元第一的宝座，接下来便是当湖高中，其次再是我们南市高中。这东湖高中既然已经挑战行知高中以及文涛高中成功，那今年他的排名大概率便不再会是垫底，得到的教育局下发的资源也会增加。林文斌很耐心地讲解各位同学的疑问。那林老师，我们要是去挑战当湖和5元高中，成功的话，教育局今年下发给我们的资源是不是也会增加？张掖沉默片刻之后，说出来了众人心中的打算。林文斌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你们有这个志气很好，但直接上门挑战，就算成功，也只是会影响教育局上层领导对于各大高校的打分罢了。真正决定第2年资源倾斜度的，是过2个月之后正式的6校联考。你们现在打上门，也只是打草惊蛇，提前暴露实力罢了，划不来。我们南市又不是东湖高中，急需几场胜利来提高自家士气，所以我们不用做这种傻事。6校联考，众人又一次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点。没错，6校联考，2个月之后，
五原市6所高校的高一领主学员将一同参加考试，你们的最终成绩将会影响你们在未来2年之内教育局对你们的资源提供。所以接下来的2个月，我已经和学校商量好了，将不会继续进行你们个人的训练，而是将会把你们带到异时空之中进行锤炼，将最大程度增加你们的实力。说话间，林文斌扫视了众人一眼。说实话，你们如今的实力，除了张掖以及朱刚，其他人在我眼里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甚至根本不能算是一个领主。林文斌说话的语气极度冰冷，让其余同学在感受到林文斌的目光之后，都忍不住低下了头。你们也将知道，只有真正的生死厮杀，才会给予你们以及你们的领民真正的成长。想要培养出一名将领，必须要经过生死间的大恐怖，才能最快的激发出他们的潜力。听到林文斌的话，众人心中一动，随即看向一旁昂首挺胸的朱刚，一瞬间斗志燃起。那个傻子都行，为什么我们不行？众人不服输的想到。此时东湖高中的众人坐在离去的大巴车上，车内气氛凝重，所有人都没有讲话。卢永康看到这一情况，只得拍了拍手，将众人唤醒。好了，不就是一次失败吗？我承认是低估了南市高中，但我们不是没有机会。2个月之后6校联考，就是我们反败为胜的机会。今后一段时间，学校已经联系包下一座异时空，你们要在里面好好锻炼一番。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今日的耻辱就要靠你们自己去拿回来。到底还是年轻人。被卢永康这话一说，车内原本沉闷的气氛顿时一扫而空，所有人瞬间变得士气高昂。但众人之中，贺妙言却显得依旧冷漠。贺妙言身为集团千金，什么场面没见过？这种激励人心的小把戏，他5、6岁就天天看着他爸用，早就已经免疫了。此时的他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身旁的周凯乐，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不屑。原本以为周凯乐会是一个人物，没想到是个银样蜡枪头废物。殷师他也不知道去哪里了，都不来找我。自从和殷师一起生活了1天之后，贺妙言的想法就变了。殷师那种冷血阴寒的黑暗气质，竟然不知为何深深地扎进了贺妙言的心里。如今他总会不自觉地拿殷师和身旁的周凯乐相比较。和殷师这种阴险反派相比，周凯乐此时却显得那么幼稚以及弱小。不行，光靠这个废物根本不可能对付南师高中，更不可能打得过张掖。一想到张掖那张贱兮兮的脸，贺妙言就恨得牙痒痒。晚上，怒气冲冲的贺妙言回到别墅之中，随即重重地关上房门。别墅内的管家以及仆人都明白自家这位小姐的脾气，也都装作看不见。刚刚关上房门，一转头便看见自己房间之中多出来了一个陌生的身影。贺妙言刚要惊呼，下一刻，整个房间被一道诡异的法阵所笼罩。是我！那道身影缓缓地走到灯光下，一个身穿警服的陌生男人出现在贺妙言眼前。你是殷师？虽然眼前这个男人自己根本没有见过，但他身上却又有一股让贺妙言感到熟悉的气息。那股气息正是让贺妙言感到魂牵梦绕的那个人。贺妙言准确无误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让本想解释的殷师当即一愣，随即饶有深意地看着贺妙言。自己如今已经彻底占据这座肉身，眼前这个女孩竟然依旧能够将自己认出，自己似乎有点小看了这个在自己心中认定的愚蠢的女孩。看到眼前的那个男人点头，贺妙言又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昂起高傲的小脑袋。你还知道回来啊？我还以为你死外面了，连样子都变了。说罢，又遇到什么难事了？殷师完全无视了眼前贺妙言那曼妙的身材，而是缓缓地坐下。我是需要一点你的帮助，帮我完成父神的任务。帮你可以，但我能得到什么？你听说过天选会吗？殷师突然发问。贺妙言疑惑地摇了摇头。此时殷师却突然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哼，看来炎国的官方对于父神很是忌惮啊，竟然将消息全面封锁。很简单，这个世界即将毁灭，诸神即将降临主世界。噗呲！没想到贺妙言听到之后，竟然直接笑了出来。你在笑什么？殷师脸上竟然露出一丝疑惑。此时贺妙言再也忍不住，哈哈哈！拜托大叔，你是哪个年代从土里面刨出来的老古董？世界末日？这个唬人的消息早就过时了，还诸神降临。哪个神？我见过吗？面对贺妙言赤裸裸的嘲笑，此时的殷师竟然根本不做任何反应，而是直接从领地内掏出一本紫黑色的书籍。翻开这一本书，一股难以言说的威压顿时降临整个房间。要不是殷师提前在房间之中布下隔绝法阵，此时整个别墅早就引来五原市所有人的注意。那股威压之中充满了嗜血以及杀戮，难以言说的负面能量直接冲击着贺妙言的心灵，使他脑海瞬间一空，随后直接情不自禁地跪了下来。啪！殷师将那本古怪的书籍合上，之前的那股威压直接烟消云散，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结，怎么样？感受到父神的存在了吧？贺妙言没有立即答话，此时的他面色惨白，浑身好像刚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
这股力量！此时的贺妙言满眼的不可置信，刚刚那种感觉，好像有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根本没有一丝情感，那是一种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俯视下位生物感觉。哼，实话告诉你，这本书之中只是夹杂着一丝父神的气息罢了。父神的实力根本不是你在这蝼蚁能够想象的，我只不过是父神无数羔羊之中的沧海一粟罢了。此时的阴尸双眼狂热，脸上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敬仰。怎么样，加入我天选会，在父神的指引下，你将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当父神降临主世界，你我便能在父神的庇佑下得到永生。力量，永生。此时的贺妙言双眼之中出现一丝迷离，随后便是和阴尸一样的虔诚与狂热。哼，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此时骆明成站在自己房间之中，双拳紧握，一脸狰狞。一想到今天贺妙言与周凯乐一脸亲昵的样子，他的心中就有一股难以言说的苦楚与愤怒。更不要说那周凯乐全程都没有看自己，好似自己就是一可有可无的路人甲一般。就算被周凯乐嘲笑一番也好，但最侮辱人的方式却是无视。我发誓，昔日战如蝼蚁，今后必将让你们永远记住我。还有贺妙言，从你选择周凯乐开始，你再也不是我的女神，我们之间一切都已经结束。总有一天，我要你后悔今天的选择。此时的骆明成红着眼，额头青筋暴起。嗡嗡！突然间，他的手机响起。谁啊？这么晚了？抱怨的话刚刚说到一半，骆明成顿时眼睛瞪大，呼吸急促起来。只见手机页面显示妙言最爱。喂，妙言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骆明成语气之中充满了无限的温柔。啊，现在出去？没，我没问题，等我马上到。刚挂完电话，骆明成穿上外套，疯了一般冲出房门。片刻之后，又返回房间，在厕所的镜子面前整理了一下发型，同时喷了一点香水。寂静的江边，一男一女相互对视着，女的满脸面无表情，而男的此时却是满脸真挚，同时脸上有着难以消散的喜悦。妙言，这里风大，你不要感冒了。说话间，骆明成脱下外套，深情款款地将其披在贺妙言肩上。你要是感冒了，我会心疼的。但贺妙言满眼复杂地盯着骆明成，他始终不明白，眼前这个长得5大3粗的男人为何会做出这种没有一丝尊严的事情。难道他不知道，这种奴颜媚骨不但不能博得自己的好感，反而还让自己内心感到恶心？但一想到阴师交给自己的任务，贺妙言强忍下内心的反胃。骆明成，你想不想变强？骆明成给贺妙言披衣服的手当即一顿。什么？贺妙言当即一把甩开骆明成的衣服，远离了一步。我明确的告诉你，我贺妙言将来要嫁给的是真正的强者。妙言，我会努力的，你等我。周凯乐、张烨、朱刚他们都已经培养出来了自己的一级武将，他们已经开始崭露自己的头角。你呢？你现在只是一个窝囊废，不出意外的话，现在是，将来也是。你这样要我怎么等？我凭什么等？此时江边的风很冷，但骆明成的心里却更冷。你说的对，我是废物，我配不上你。骆明成此时弓着腰，脸上布满了颓废、沮丧以及不自信。看到骆明成这副模样，贺妙言的嘴角不自觉地开始微微上扬。看到时机差不多了，贺妙言掏出了一枚水晶骷髅头。骷髅头一出现，一股阴冷的气息顿时散发出来。这是……骆明成当即察觉。你要想要变强，超过张烨、周凯乐他们吗？骆明成猛地点头。拿着它，将它放入你的领地之中。你想要短期就能变成强者，它便是捷径。骆明成呆呆将那枚骷髅头接过。等你将张烨他们全部打败，你也就有资格配得上我了。说完，贺妙言的手轻轻刮过骆明成的下巴，冰凉的触感瞬间让骆明成的眼中释放出耀眼的光芒。好，我一定会变强。妙言，你等我。来自女神的鼓励让骆明成一下子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从贺妙言手掌之中接过骷髅头，过程之中触碰到那一丝滑腻，让骆明成心神一荡。那枚骷髅头他看都没看，直接扔进了自己的领地之中。好了，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看到骆明成一把将骷髅头直接放入领地内，贺妙言嘴角微微上扬。骆明成还想说什么，还咳，贺妙言还是轻轻咳嗽起来。骆明成脸上出现担忧之色。妙言风太大，你赶快回去吧。看着何妙言远去背影，骆明成心中一暖。是我误会他了，妙言心中还是有我的。贺妙言走到半路，突然将身上那件骆明成的外套狠狠地扔在地上，随后又踩了几脚，将其踢到江水之中。骆明成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关上门窗之后便直接进入领地之中。但下一刻他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领地之中此时已经大变样，此时的领地之中天空一片昏暗，大量阴冷的魔气已经充斥在整个领地之中。
原本领地内的那几十个领民，此时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双眼赤红，同时身上青筋暴起，隐隐约约还有一层黑色鳞甲正在表面浮现。同时，这10几个领民竟然互相开始厮杀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啊？眼前这种情况完全超乎了骆明成的想象，他根本不明白自己的领地为什么好好的会发生这种变化。但下一刻，一道漆黑的光束直接打在骆明成的额头上。啊！此时的骆明成抱着头颅痛苦的喊叫着，他的额头上竟然隐隐约约的浮现出一颗黑色的骷髅。骆明成感觉自己的大脑之中一下子被塞入了很多的东西，那巨大的信息流差一点将他的脑袋撑爆。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骆明成脸上的表情这才慢慢的恢复平静。此时，他原本手底下的几十个领民已经分出胜负，最终只有其中最为强壮的一个领民存活了下来。此时那个领民已经大变样，身上布满了黝黑色的鳞片，身躯也已经壮大了2圈，口中竟然生长出2颗尖利的犬牙。吼！那个领民朝天兴奋的大吼，同时身上一股森然的气息释放而出，赫然已经达到了1级生物的标准。同时，那个1级生物对着地上那堆残缺不全的尸体一挥手，一股黑烟从那个生物手中释放而出，黑烟直接钻入那堆尸体之中。片刻之后，原本已经瘫倒在地的尸体开始浑身颤抖起来，下一刻全部睁开了眼睛。看着慢慢爬起来重新复活领民，骆明成不但没有感到害怕，反而在他的眼神之中看到了一丝兴奋。这就是死亡权柄吗？果然惊人。同时，骆明成低下头看向自己的双手，紧握之后竟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这就是父神的伟力吗？这股力量还真是让人迷醉。此时，骆明成的脸上竟然出现一丝与阴尸一样的虔诚。但不够，这死亡权柄到我手上的力量还是太少，想要执掌整个死亡权柄，我必须要成为父神麾下的7骑士之一。骆明成的眼中竟然浮现出一丝野心，因为就在刚刚，脑海之中出现一阵呢喃的声音，想要获得力量就要不停地取悦父神。但如何才能取悦父神？骆明成脑海之中闪过了张掖以及朱刚的脸庞，以及2个月之后的6笑联口，将整个五原市的天才少年全部献祭给父神，父神应该会很满意吧。此时的骆明成脸上浮现出一丝残忍的笑意，结，我还真是一个天才。张掖、朱刚，为了我的未来，只能麻烦你们去死了。此时，张掖正在家里快乐地收拾着行李。接下来的1个半月的时间里，张掖等人都要在异时空之中度过，所以生活用品一定要准备好。对于接下来的异时空历练，张掖根本没有一点心理负担。此时的他，领地内拥有一个2级将领管亥，一个1级将领张掖，麾下士族拥有5名1级生物的铁狼卫，以及上千的黑山军，还有一头可以当狗来用的坐狼。此时凭借张掖的实力，就算整个五原市所有同届领主学员之中都属于前列。在这种黑铁级异时空之中，除非自己找死，否则根本不会有任何危险。对于张掖来说，这其实就是一场收获旅行。第2天一早，张掖来到教室之中，此时所有领主班的学生都已经到达，所有人都在大声交谈着，眼神之中充斥着笑意。只要不训练，让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况且前去异时空，大家想干嘛就干嘛，老师根本管不了。叶哥，看到张掖到来，朱刚赶忙跑了过来。叶哥到了异空间，我们一起行动吧。朱刚，你明白林老师要我们前去异时空1个半月的时间目的是什么吗？张掖突如其来的严肃让朱刚一愣。目的？什么目的？不是让我们进去试炼，不断增强自身吗？但张掖此时却是摇摇头，那只是其中一个目的。这个任务是专门针对他们这些还没培养出1级武将的学员来说的。你现在可是一个正式的1级领主了，身为一名领主，今后遇到的野兽、异时空的土著不计其数，你能靠谁？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相信的只有自己的麾下士族。而林老师这一次要我们前往异时空之中这么长时间，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因为让我们为备战6校联考而增长实力？不，我们将来的对手可不是这些在象牙塔里面的学生，而是穷凶极恶的异界土著，是阴险狡诈的异国领主。而你现在需要的，就是学会如何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学会靠着自己以及麾下士族坚强的活下去。张掖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不但让朱刚为自己刚刚的话感到羞愧，更是让全班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终于将这个家伙忽悠过去了，终于在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自己如今秘密这么多，实力这么强，要是再带一个拖油瓶，不是减少自己的收获度吗？此时张掖却瞥见一旁不知什么时候林文斌站到了自己的身旁。林文斌一脸赞赏地看着张掖，他都没想到自己这个班长不但天赋惊人，连思想都是那么成熟稳重，看来自己眼光不错。看见林文斌到来，班级里顿时鸦雀无声。林文斌微微扫视了一眼整个班级，发现没有哪个不开眼的迟到之后，随即带着众人离开了教室，
前往楼下操场。依旧是2辆全副武装的大巴，众人开始缓缓上车。张烨身为班长，第一个走上车辆，坐在中间靠窗的位置。这时，他的眼睛瞥见底下骆明成缓缓地走上另一辆大巴。怪不得刚刚张烨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原来是缺少了骆明成那张刺子与自己唱对台戏的臭嘴。今天的骆明成感觉一平常的样子完全不相符，不但整个位面寡言，而且整个人身上的气质都变阴霾不少。怪了，这个家伙难道因爱生恨，所以性情大变？张烨思考了半天，直到骆明成走上大巴，张烨这才摇了摇头。爱情果然是有害垃圾。亮，大巴依旧朝着五原市外的郊区前进，在穿过密集的高楼大厦之后，众人再一次来到了荒凉的野外。城市外的荒野上，很多来自异时空内的生物跑出来之后生存在这里，因为荒野很大，而燕国的官方队伍很难将其兼顾，所以对于很多平民来说，荒野依旧是很危险的地方，稍有不慎就会遇上那些异界的生物。当然，这些生物对于张烨等人来说根本不放在眼里，能从异时空跑出来还没被燕国官方追杀的生物实力一般都很弱，不会出现那种强大的生物来到主世界摧毁城市的情况发生。大巴在行驶了将近1天的时间，直到太阳即将落山，一座庞大的军事基地终于出现在众人眼前。整座军事基地之中布满了大量的箭塔岗哨，在那些岗哨之上，张烨甚至观察到有大量铭文闪现。很明显，这些箭塔与岗哨并没有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肯定有什么非自然力量加持。这座基地很明显比上次那座异时空外的基地高端了一个档次。众人还在向着四周观察的时候，一辆吉普车来到了众人眼前，车下走下来一个不怒自威的中年人。你是林老师吧？你们校长和我提过你。李上校，这次麻烦你了。林文斌与对面那个李上校寒暄了一会。那名李上校看着眼前这一批脸上还稍显稚嫩的领主班成员，眼神开始出现一丝犹豫。林老师，这座异空间我们如今探索度也才刚刚达到 75%， 现在就让这帮小东西进去，是不是太过冒险了？但林文斌队却只是摇了摇头。他们已经成年了，该明白外面的残酷了，雏鹰也该学会翱翔了。这个我懂，但我们不应该循序渐进嘛，这下子要是出了问题。李上校似乎还想说什么，但下一刻却被林文斌打断。李上校，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次行动出了事情全部由我负责，我对此有信心。再说了，他们该明白身为领主的责任。看着林文斌的眼神，李上校并没有继续反驳，而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那好吧，有什么事情就联系我。看着李上校离去的背影，林文斌随后转头看向身后那帮学生。到了这里了，我也该和你好好介绍一下这座异时空的基本情况。听到这话，众人顿时鸦雀无声。这次的行动和你们上次完全不一样，如果上次只是春游的话，那这一次就是真正的考验。前方这处异空间乃是去年才开始形成的，到了如今，军方对于此处异空间的探索度不足 75%， 不过各位可以放心，里面最强的土著乃是一个4级生物，已经被军方击杀，但是否还有2、3级的生物，这个我可不保证。说话间，林文斌面对众人露出了一个危险的表情。众位学员心中不由得一颤。老师，这是不是太危险了？一名女同学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其余领主班的学员也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林文斌，但谁知林文斌此时竟然满脸冷漠。哦，太危险，那么你该怎么做呢？躲到妈妈怀抱里说害怕。林文斌那刻薄的话语让众位学员面色难看。林文斌扫视了众人一眼，国家每年花费海量资源，难道只是为了发善心培养你们这群废物？你们以为领主是什么？只是为了满足你们那白痴一般的虚荣心？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摆在你们面前的有2个选择，一是乖乖的进去，而是放弃自己的领主资格，今天你们就可以安全的回去，继续做一个爸妈的寄生虫。林文斌话音刚落，周围安静的可怕，片刻之后，终于有2个人受不了，举手示意退出。林文斌没有说话，而是将这2个的名字记录在案。剩下的人都选择进入异空间之中，毕竟成为领主获得的好处太多，一点小小的危险反而让他们认为理所应当。毕竟得到什么相应的就要付出什么，这很公平。看到其他人都已经决定加入其中，林文斌点了点头。很好，将来你们一定会无比庆幸自己今天这个抉择。说完，一名身穿军装的士兵赶来，他的手中捧着一个大纸箱，这里面装着的乃是一个定位器，遇到危险将其打开，附近的军队会在第一时间赶来救援。说话间，林文斌将其递到张烨手中，示意将其下发到每一个手中。此时，那2个选择放弃的同学眼都瞪出来了。你有这个东西，不早说。那2个同学刚想走回去，但下一刻便迎面对上林文斌那冷漠的眼神，2人身体一顿，当即停止了前进。张烨等人陆陆续续地进入异空间的入口，穿过一层薄膜，众人眼前光线一暗，当众人适应之后，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巨型溶洞之中。
根据之前林文斌以及身旁军方人员的介绍，这个异时空全部被岩石以及泥土层覆盖，而整个异时空之中遍布着各种各样的隧道以及地洞，里面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地底生物以及一种名为狗头人的土著生物。狗头人以及这里的其他魔兽毫无意外，个个都擅长挖土，所以就算你在隧道里面走着，都有可能迎面遇到挖错路的地底生物。这里异时空之中盛产大量珍稀矿石，这些矿石无一例外都是打造装备的好材料。看到众人此时都已经适应过来，张掖拍了拍手，将众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好了，既然这里四通八达，那么各自都选择一条道路前进吧。好了，祝大家好运。说完，张掖直接选择一条路，转身离开。他可不想带着这帮拖油瓶玩一届大冒险。看着张掖离去，下一刻朱刚同样离开，其他班级成员可没有他们两个这般有实力，大家纷纷组团向着隧道前进。张掖走进隧道之中后，直接将管亥以及张燕召唤出来，同时出来的还有那一头坐狼。坐狼拥有嗅觉这种技能，要是前方有什么地底生物，他便能提前察觉。张掖一只手抚摸着墙面，感受着石壁上一部分规则的凿刻痕迹。这隧道绝对不可能是天然形成的，大概率是有什么土著生物挖掘出来的。张掖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里的狗头人。这里的狗头人和张掖想象中的一样，都是一些天生的矿工，对于矿石有着疯狂的迷恋。呜呜！这时，前方的坐狼突然停下脚步，后颈的毛发炸起，前肢伏地，做出一副攻击的架势。管亥与张燕见此情景，赶忙拿起手中的武器，做出一副戒备的样子。对于张燕，张掖的老爸同样为其打造了一柄长刀，与管亥的环手刀不同，张燕因为擅长速度，所以张掖老爸为其打造了一柄如同唐刀一般的武器，并且在打造刀身的时候，为其加入了玄铁以及风银铁，使得这柄长刀在轻薄之中又不失坚韧。流风，黄阶上品，效果：1. 顺风，使用者挥砍速度正 30%。2. 烈风斩，流风刀身每日可储存3道烈风，使用时可召唤出1道猛烈旋风攻击敌人。此时在众人的戒备下，一道巨大的身影从前方隧道的拐角处出现，那道身影赫然是一只体型巨大的蜘蛛。这只蜘蛛身上布满了大量花花绿绿的斑纹，再加上口气外裸露的2颗锋利的尖牙，很明显，这东西是有毒的。此时，张掖盯着那只巨型蜘蛛，同时心念一动：浴血之母，一级生物，力量16，速度15，意志11，体质17，技能，真是他妈撞大运了！开局就是一只一级生物实力的大蜘蛛。看着那只大蜘蛛毛茸茸的8条大腿，张掖感觉自己浑身不自在。宰了他！一声令下，管亥与张燕同时窜出，那头坐狼留下护在张掖身前。管亥一马当先，举起手中的那柄环手刀，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浴血之母张开他那巨大的口气，对着冲在最前面的管亥就是一道白色流光飞出。咻！那白色流光赫然是一道小臂粗的蛛丝，那蛛丝不但极为坚韧，同样很是粘稠，一下直接粘住管亥的胸口。随后浴血之母往后一扯，管亥整个人直接向着他飞去。但停留在半空的管亥并没有慌张，而是脸色平静地举起手中的环手刀。叮！环手刀重重地劈在浴血之母2颗毒牙其中的一颗上，巨大的力道直接使得那颗毒牙直接崩碎。此时，张燕同样也已经赶到，趁着浴血之母还在与管亥纠缠的时候，他一个滑铲，直接钻入大蜘蛛的腹部。浴血之母的8条如同长枪一般锋利的大腿顿时失去了用武之地，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深入到自己的腹部。噗！张燕的长刀对着浴血之母柔软的腹部就是一顿乱捅，大量绿色粘液从浴血之母的腹部流出。如此危机时刻，那浴血之母也不坐以待毙，直接对着张掖的方向就是一个猛冲。张掖站着的这个位置，一看就知道他才是对方首领，只要将其解决，亦或者将其胁迫自己才能逃出升天。张掖看着快速冲来的浴血之母，脸上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这畜生倒也不傻嘛！说话间，张掖对着浴血之母的方向张开了手心。死了！一道粗壮的闪电飞出正中浴血之母的身体，强大的电流直接使得浴血之母陷入僵直状态。此时，刚刚被浴血之母甩在身后的管亥赶了上来，一个上跃直接跳到其背上，随后挥舞着环手刀在浴血之母背上一通狂砍。这时就体现出来了昆虫的优势，身体遭受如此巨大的伤势，但此时的浴血之母竟然还有反应，试图反击。直到张燕前来将浴血之母的头颅刺破，中枢神经的损失才使得这头庞然大物彻底死亡。随着浴血之母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地上留下5个白色光球。一次难得的大爆，张掖兴冲冲地来到面前，将5枚光球全部拿了过来。
坚硬的不足乘2。黄阶下品，一种材料，交给特殊的人将有大用。剧毒毛囊。黄阶上品，浴血之母储存体内剧毒的地方，进入生物体内之后，将快速将其融化成有机液体，供浴血之母吸食。坚韧的丝团。黄阶上品，浴血之母制造出来的蛛丝坚韧无比，并且具有良好的粘黏性。未孵化卵包。玄阶中品，乃是浴血之母尚未孵化的孩子，滴血认主之后，你将获得一只宠物。那2个部族张掖看不出来有什么用，只能当作材料，回去问问老爸的刀剑扑有什么用。剧毒毛囊和坚韧丝团，张掖暂时还不知道干什么用，但直觉告诉他这2样东西绝对有大用。至于最后一个未孵化的卵包，看这简介，这不就是一个契约宠物吗？但下一刻，张掖脑海中就想象出一只大蜘蛛趴在自己肩膀上，毛茸茸的8条大腿剐蹭着自己的脸庞。想到这里，张掖不禁浑身一颤，太可怕了！我有病才让这种东西当宠物，回去到黑市卖掉好了。想到这里，张掖直接将几样东西全部放入自己的领地内，继续前进。这个异时空之中，虽然所有人都身处隧道内，但周围的石壁之上长了很多蘑菇，那些蘑菇表面释放出微微荧光。轰隆！静谧的隧道内突然传来一阵石块掉落的巨响，在张掖等人震惊的眼神之中，一帮长着恐龙脸、全身布满黑色鳞甲的侏儒从一个他们刚刚挖穿的洞窟之中钻了出来。狗头人矿工，力量9，速度5，意志4，体质7，技能1，黑暗视觉，能够在无光的环境之中探索周围。2，强化胃囊，狗头人可以消化各类矿石作为自己的能量。原来狗头人并不像张掖想象中的那样，一群矮子然后头上顶着狗头，而是眼前这些长得和恐龙一样的侏儒，这他们不应该叫恐龙人吗？张掖心中吐槽道。那帮狗头人在钻出洞口的瞬间便发现了张掖等人，随后在一阵古怪的吼叫声中向着张掖等人冲去。那帮狗头人数量不少，这第一波就有将近40-50只，而且这些狗头人竟然手中还持有大量金属武器。一道白光顿时闪现，在这黑暗的环境之中，骤然出现的强光让狗头人们顿感不适，纷纷捂住双眼惨叫起来。随着光芒消散，一支全副武装的100人重装步兵出现在狗头人面前。原来张掖在第一时间使用了那枚月步兵符，一支100人队伍的月步再一次出现。砰砰砰！那帮狗头人重重地撞在月步军的铁盾之上，但月步军的技能坚守发动，那帮狗头人感觉自己好像撞在一块巨石上。经受住狗头人的第一轮冲击之后，月步军依旧稳如磐石。随着狗头人的冲击结束，月步军阵打开盾牌，手持利剑开始杀戮起来。狗头人皮肤表面有一层鳞甲，用来保护他们的皮肤不会在挖洞的时候被岩石表面刮伤，但这层薄薄的鳞甲却根本无法防御利刃的打击。噗噗噗！黑暗之中，大量狗头人惨叫着瘫倒在地。月步军的士卒虽然不能像张掖等人一样能够在黑暗中视物，但整个隧道也就这么大，100人排列成阵，直接将隧道堵得死死的。更何况隧道壁上还生长着大量的能够发光的幽暗蘑菇，能够给予一点微弱的光芒。那第一波40-50只狗头人仅仅坚持了10分钟不到便全面崩溃，最后方的狗头人开始朝着之间挖出来的坑洞之中逃去。到手的鸭子，张掖能让他们跑了？想都没想，张掖那帮堵在坑洞外的狗头人就是一记掌心雷，死了！一道强光闪过，伴随着一股肉香味飘出，堵在洞口的狗头人全部变成了焦糊状。40-50只狗头人虽然战斗力弱小，但击杀他们之后，竟然为张掖提供了大量优质的铁矿石。铁矿石与粮草石一样，同属于资源石的一种，能够给领地内的士卒更换装备强度。如今张掖领地之中，不管是黑山军还是铁狼卫所穿戴的甲胄，都是初始装备，不存在任何装备效果。收起从那帮狗头人身上得到的铁矿石，张掖带着2个武将来到了刚刚被狗头人挖通的洞口。那个洞口因为仓促挖出，所以整个通道只能勉强让1个人进出。通道内部深不可见，也不知道通向何方。不过既然这帮狗头人从这个通道钻出来，那么也就是说对面大概率是一个狗头人的聚集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收益率不错的土著群落，张掖可不能就这么放弃，随即命令那帮月步军一个个走进去，而张掖等人跟在身后。这帮召唤出来的月步军还剩下将近40分钟就会消散，张掖这么做也是为了不浪费。因为狗头人身高的问题，这条通道极为狭窄，不知道这群狗头人挖了多久，张掖感觉自己已经走了将近10分钟，但依旧没有走到尽头。就在张掖即将受不了的时候，前方的月步军终于走出了这条通道。啪！当张掖一脚踏出通道，一股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
这里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溶洞，连通着地下河流，使得整个溶洞内竟然异常清爽，没有之前隧道之中的那种沉闷。终于离开那个鬼地方了。张烨深吸一口气，满脸放松地说道。之前在那个洞中，他都快要患上幽闭恐惧症都了。此时，身后跟着的坐狼鼻尖开始疯狂耸动，并朝着地面不断探索。坐狼的这一反常举动，当即引起张烨等人的注意。旺财，你是不是有什么发现？旺财就是张烨给这第一头坐狼取的名字。听到张烨的召唤，旺财走到他的身边，轻轻地咬着他的裤腿，将他朝这个方向拉去。这一下，张烨怎么可能还不明白旺财想要做什么？张烨赶忙摸了摸旺财的脑袋，快带我们过去。话音刚落，旺财直接顺着一条隧道跑去。张烨等人见状，赶忙跟了上去。穿过一段距离的隧道之后，远处的温度逐渐开始上升起来，并且随着距离的拉近，隐隐约约还能听到断断续续金属的敲打声。这声音对于张烨来说，那可是极为熟悉，自家老爸的那座刀剑铺之中就经常有这种声音，那是淬炼锻打金属的声音。张烨等人随即放慢脚步，悄悄地摸了上去。继续走了3分钟，远处幽暗的隧道之中竟然开始有红色的光芒浮现，这在一处幽暗的地下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存在。很快，一处巨大的地底熔浆河流出现在张烨的面前，而在熔岩的两旁，大量的狗头人正在利用喷射而出的地火捶打金属矿。这一处狗头人的部落很是庞大，已经发展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文明，而且在这个部落外围还有大量武装到牙齿的狗头人军队正在巡逻。他们之中竟然有少许狗头人乘坐这一种类似于四脚蛇一般的坐骑。管亥环视眼前的部落一圈之后，神情略微有些凝重。屋主，这座土著部落的人数保守估计有将近5000人，部落之中一级生物气息至少有5股，甚至部落中央有一道气息甚至还在我之上，恐怕不好解决。听到这话，张烨眉头都忍不住皱了一下。能让管亥还忌惮的存在，那至少也是达到了2级生物以上，搞不好是3级。一个3级，5个5级，外加5000普通狗头人，这要是直接硬碰硬，就算赢了自己这点家底，至少也要赔掉一大半。这马上就要6校联考了，要是实力落后太多，那不就惨了？赔本的买卖自己可不能做呀。看来想要吃下眼前这个部落，自己还是需要智取。看来是时候需要用到一点阴谋了。张烨脑海之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之前得到的那一个剧毒毛囊，以及已经被自己用掉一半的观音脱衣裳。既然要用毒，那么下在这帮狗头人吃饭的地方效果最好。既然吃饭，那必定要用到水。这个部落这么大，用水量一定惊人，能满足的恐怕只有刚刚自己路过的那条地下暗河了。对此，张烨并不着急。这一次林文斌给了他们整整1个半月的时间，这点耐心他还是有的。这一等就是将近4个小时，要不是张烨手表的提示，在这昏暗的环境下，时间早就让他遗忘。逐渐的，前方金属的锻打声逐渐停了下来，一帮狗头人手持巨大的石盆向着张烨的方向走来。见此，张烨赶忙向着远处躲避。看来张烨猜对了，这帮狗头人的确是准备前往地下暗河的方向取水。张烨赶忙跟在身后潜伏了过去。就在此时，在这个狗头人部落的另一边，又有一个人的身影出现。骆明成此时从暗中观察着眼前这一座规模庞大的部落，眼神之中透露出一丝阴狠。5000多的狗头人，其中还有5名1级生物，要是将他们全部转化成活尸，我的领地实力将迎来一次暴涨。周凯乐、张烨还有朱刚等着我。骆明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阴狠的笑容。师一，接下来就看你了。屋主放心，包在我的身上。骆明成身后一名全身包裹在黑袍下的身影发出了沙哑的声音。这人便是骆明成那几十个领民之中唯一活下来的1级将领。因为整个人已经处于一种尸体的状态，所以被骆明成取名为师一。此时，远处一队狗头人狩猎队提着几只如同放大版老鼠一样的猎物返回部落，他们正好看到了骆明成2人。击鼓100分号称警号。一瞬间，狩猎队手持的武器向着骆明成的方向杀来。解决他们！失忆身上的黑色长袍当即崩碎，露出里面强壮到极致的肉体。很快，那支狩猎队继续向着部落前进。只是此时的狩猎队之中的狗头人全面目光呆滞，并且动作也变得生涩。靠近部落的时候，终于让在外警戒的那帮狗头人战士发现。看到熟悉的面容，那帮巡逻队也就放下了警惕。其中领头的那个狗头人战士甚至向着狩猎队跑去，想要看看他们带回什么好东西来了。但此时，原本目光呆滞的狩猎队成员在那名狗头人战士靠近的瞬间，原本呆滞的眼神开始变得嗜血起来。警号人民币美元。狗头人战士的领队看见那几只巨大的老鼠之后，满脸的兴奋，但却没看到此时那帮狩猎队已经将其团团围住。随后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只见刚刚跑到狩猎队面前的那名狗头人战士，此时已经被狩猎队成员分尸。此时，整个狩猎队满脸是血的争抢着那名狗头人战士的尸首。美元人民币井号 @100分号成。其余狗头人战士立马惊恐地向着那帮狩猎队喊叫着什么，但下一刻，所有狩猎队成员抬起头颅，直勾勾地看向远处那帮狗头人战士，同时那泛白的眼珠子里毫不掩饰地释放出一股嗜血以及贪婪。那帮狗头人什么时候见过这么邪门的事情？在一帮活尸的注视下，内心竟然开始害怕，双手颤抖地举起武器，用大声呵斥，企图驱赶内心的恐惧。但那帮活尸可不吃这套，在失忆的操控下，向着狗头人战士冲去。噗噗噗！惨烈的交锋正式开始。活尸虽然不再害怕死亡，同样也不会因为受伤而导致战斗力减弱，但他们毕竟只是一帮由尸体转化过来，战斗力比原先减弱了50%不止，更何况只能凭借本能在战斗，一时之间竟然拿不下那帮狗头人战士。看到这种情况，失忆当即悍然出手，轰！不愧是1级武将，一拳直接将一名全副武装的狗头人战士击飞。周围的狗头人看出来了失忆的危害，当即向着失忆的位置靠拢。结，那帮0级生物怎么可能会是失忆的对手？仅仅只是过了2-3分钟，战斗便已经结束，地面上散落着大量狗头人的尸体。随后，失忆两手之间出现一团黑色、充满阴冷的能量。结，复活吧，我的士兵！说完，那一团能量被失忆狠狠地拍在地上。一瞬间，以失忆为中心，所有的尸体开始颤抖起来。下一刻，所有狗头人的尸体睁开了双眼，缓缓地站立起来，望向围墙内的狗头人部落。此时，一到饭点，所有狗头人放下手头的工作，开始准备起食物，就等狩猎队以及打水的族人回来。又是平静的一天，一名狗头人头目一脸悠闲地望着远处一个嬉戏打闹的狗头人幼崽。啊！但下一刻，一阵凄厉的惨叫伴随着急促的劲爆声响起，随后混乱开始降临。那名狗头人头目并没有多想，直接向着混乱的位置跑去。他身为部落之中的头目之一，保卫部落的安全那是他的责任。但当他赶到位置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都感到惊悚。只见前方大量的族人正在相互疯狂的撕咬，而下一刻，那些原本已经死去的族人竟然缓缓地站起身，开始加入这场疯狂的狩猎游戏之中。见鬼，这是发生了什么？在那名狗头人头目惊恐的眼神之中，一名连肠子都已经出来的族人竟然同样站起身，随后向着自己扑来。哦，你终于来了，我们可是等你好久了。一阵悠悠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只见骆明成带着师仪站在那名狗头人头目身后。整个狗头人部落有5名1级生物存在，师一早就已经告诉他了。但骆明成丝毫没有担心，自己的师翼经过父神力量的灌注之后，直接接近1级战力的天花板。再加上师翼能够复活尸体的特性，只要一场偷袭之后，抓住机会抢先击杀1-2个对面的1级生物，将他们复活之后，自己便有信心将整个狗头人部落剿灭。以小博大，自己拥有父神赐予的一部分死亡权柄，这个计划成功率还挺大。就算失败了，自己也没什么损失，反而还能加实力。所以对于这一次偷袭，骆明成心中极为自信。但他千算万算，却没有想到这个不起眼的部落之中竟然有着超越2级生物的存在。也怪师义如今实力太低，不能像张掖麾下的管亥一般，凭借2级生物的实力可以探查到一点那位高手的讯息，不然骆明成绝不敢如此莽撞。此时这边发生的事情早就让整个狗头人部落开始骚动起来，其余的4名1级狗头人首领正在朝这里赶来。骆明成知道自己不能再耽搁了，师义赶快解决他！轰！师义直接一个直拳轰向那第一个前来的狗头人头目。那名狗头人头目虽然身材比师义矮小，但却并没有胆怯，而是同样一拳迎了上去。2拳相交，两人之间产生巨大的气浪。唰！那名头目另一只手探出利爪，向着师义脸上划去。但此时的师仪竟然避也不避，噗！头目的利爪直接在师仪的脸上留下来3道深可见骨的伤痕，但师仪的脸上竟然没有一丝血液流出。面对头目的疑惑，师仪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轰！塔拉！趁着头目胸口大开，师仪直接用空出来的手一拳轰击在他的胸口，巨大的力道直接让头目肋骨断裂，随后重重的瘫倒在地上。师仪可并没有什么怜悯之心，直接走向前，一脚狠狠地砸向那个狗头人头颅。噗！巨大的力道直接使得那名狗头人一半的头颅直接失去。你在搞什么？尸体损失太大，很影响复苏后的实力。骆明成走向前，皱着眉头对着师义喝骂道。原本桀骜不驯的师义赶忙低头认错。骆明成手中同样出现一团黑色气体，只是那团黑色气体之中夹杂丝丝猩红色，直接向着地面上那具尸体拍去。挡住他们！
说完，骆明成的眼睛便死死地盯着地上那道尸体。刚刚自己注入这具尸体的黑气可不一般，里面可是蕴含着一丝自己的本源之力，那本源之力对应着死亡权柄。这种程度的权柄，就连自己也没有多少。这一次为了占据这座部落，自己可是下了大本钱了。此时，底下那具狗头人尸体开始颤抖起来，并且浑身开始释放出一股阴冷的气息。片刻之后，那狗头人一只眼睛猛然睁开，原本散落在四周的碎肉骨渣好似受到控制一般，朝着伤口处汇聚。片刻之后，原本破损的狗头完好如初，身上的气势竟然也有了不少的上升。此时，这名狗头人头目不但成功转化成了活尸，并且实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重新复活之后的狗头人站起身，对着骆明成微微弯下腰。活尸对于复活他的人将无条件服从。骆明成一脸高傲地俯视着眼前的狗头人活尸：“你以后就叫狗大，去将那4个你以前的同类干掉。”唰！话音刚落，狗大当即化作一道黑影掠过，向着尸衣的方向奔去。此时的尸衣面对4名异级生物的围攻，身上已经布满伤口，要不是他属于活尸，此时早就血都流尽了。一名狗头人头目正准备将自己的长斧砍向尸衣的腰间，却突然瞥见一道黑影，想都没想，下意识将斧头砍向空处。噗！长斧直接砍入狗大的肩胛骨，但下一刻，狗大竟然直接盯着那柄长斧，来到对面，给了那个狗头人就是一爪。吼！那名狗头人丢掉长斧，捂着眼睛仓皇后退。原来狗大这一击直接将对面的眼珠子挖了出来。狗大一出现，当即废了对面1/4的战力，形势顿时突变。尸衣更是趁机直接向着那名受伤的狗头人杀去。狗大当然明白尸衣的做法，同样顶着其余3位狗头人的攻击，来到那名瞎眼狗头人面前，将其喉咙直接抓破。当然，为此狗大付出了一条臂膀的代价，但狗大的伤口处却没有一丝血液流出，脸上同样没有丝毫表情，就像刚刚被砍下来的根本不是他的手一般。那名瞎眼狗头人无助地摔到地面上，随着血液的流逝，身体不停地抽搐着。骆明成不紧不慢地走过来，慢慢欣赏着地上那只狗头人进入死亡倒计时。睡吧，睡吧，死亡不是归宿，而是新的开始。结。随着那名狗头人最终失去气息，早已等待不及的骆明成赶忙又将一团能量置入那狗头人尸体之中。不多时，骆明成手上又多了一个名叫狗二的1级武将。狗二的加入瞬间直接打破战场的平衡，3个无所畏惧，打起来悍不畏死的活尸，让对面3个1级狗头人看着眼角直抽抽。只用了不到3分钟的时间，又是一名狗头人被击杀。骆明成这边又多了一个名叫狗三的将领，但这个狗三，骆明成并没有让其马上加入战场，而是向着周围那帮普通狗头人发动攻击。一帮普通狗头人根本不是1级生物的对手，被狗三击杀之后，体内残存的魔气直接将其复活，变成新的活尸加入战场。此时整个部落都开始混乱起来，大量的活尸开始肆无忌惮地攻击正常的狗头人。另外3名狗头人头目看到同族人惨象，个个义愤填膺，但却根本没有办法将那3个怪物阻挡，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结，什么土著部落实力不过如此？今天之后，我将增加5000活尸。骆明成脸上露出了一丝兴奋的神色。5000活尸的存在，什么周凯乐，什么张掖，什么朱刚，这帮人都将是自己的手下败将。此时，骆明成已经陷入了幻想时间。但下一刻，吼！一阵充满愤怒的吼叫声从部落最中央传来，下一刻，一股森然的威压布满整个狗头人部落。此时，骆明成脸上的神情一僵，他又不是傻子，感受到这股威压，他哪能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卧槽你妈，这不科学！骆明成当即破口大骂，一群还没他半个身子长的狗头人之中，竟然也会存在这样的高等级生物存在。此时的骆明成二话不说，直接将周围的活尸全部收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之中，同样将失忆以及另外是3个狗头人活尸收起来。但此时，那股威压的主人已经将目光锁定了骆明成。下一刻，骆明成心中突然闪过一丝极度危险的感觉，想都没想，骆明成当即放弃收回那3头狗头人的打算，向着一旁就是一个狗打滚。轰！下一刻，他刚刚站立的地面当即炸开一个巨大的深坑，一个健壮的身影当即出现在骆明成的眼前。只见那个身影足足比骆明成都高了一个头，身上块状的肌肉以及狰狞的鳞甲，让他根本不可能将狗头人联系起来。此时，骆明成心念一动，狗头人酋长，3级生物。看完这一短短的讯息，他的脸色大变。你们给我拦住他！3个1级狗头人活尸听罢，当即向着狗头人酋长杀去。而骆明成此时控制所有狗头人活尸，让他们将其余还活着的狗头人全部围拢起来。下达完这些命令之后，骆明成当即毫不犹豫地直接闪人。狗头人酋长看着眼前3个昔日部下，
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犹豫。但下一刻，看到三人对自己毫不犹疑的出手，那狗头人酋长的眼神也变得阴狠起来。3个1级生物怎么可能会是一个3级狗头人酋长的对手？只用了不到2分钟，3个1级狗头人活尸直接被酋长撕碎。正当酋长准备前去追杀那个阴险的凶手之时，底下同族的惨叫声当即使酋长的动作一顿。权衡利弊之后，酋长放弃了对于骆明成的追杀，而是直接向着底下那帮活尸杀去。妈的，差点就嘎了，还好老子反应快。远处的骆明成一脸晦气地看向身后，在感受到那帮残留在狗头人部落之中的活尸大量死亡之后，他原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哼哼，这一时空之中又不止这一处土著据点，你们等着我强势归来。说完，骆明成头也不回地向着远处离去。此时，经过张燕的一番操作，终于将剧毒毛囊之中的毒液全部放入了狗头人携带的食盆之中。奸计得逞的张掖兴冲冲地向着狗头人部落的方向前去，他就想看看这浴血之母毒液的威力。但下一刻，张掖直接傻眼，卧槽，让人抢先一步！只见此时远处的狗头人部落之中浓烟滚滚，里面的建筑都变得破破烂烂，同时地面上残留着大量的鲜血以及狗头人残肢。幸存的狗头人正在大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这一副场景怎么看都像是别人洗劫了的样子啊！此时，在张掖的感受之中，整个部落之中的1级生物只剩下2头，5000的狗头人如今最多也只剩下2000。突然，张掖似乎想到了什么，随即转头看向管亥。管亥，你感受一下，里面之前你察觉到的那个家伙还在不在？张掖所说的就是那个3级的酋长。管亥闭上眼，神识随即展开，向着远处的部落延伸而去。片刻之后，便直接睁开眼睛。屋主，那个家伙还在，但是情绪波动很大，估计是在愤怒。这一点张掖理解，毕竟人家的部落都变成这副模样，任谁都不可能平静。同样，也因为对方处于情绪剧烈波动阶段，所以面对管亥那种查询，根本没有察觉。张掖看着那批打水队进入部落之中，嘴角微微上扬。再悲伤不也得吃饭？我们等等好了。半个小时之后，那部落之中果然如同张掖猜测的那样，一缕肉香味传来。人是铁，饭是钢，生活再怎么不如意，饭总要吃不是？但生活很快又给了那帮狗头人一巴掌。5、6分钟之后，部落之中突然传来惊呼声以及瓦罐破碎的声音。成了！张掖面露喜色，随即将管亥和张燕以及那1000黑山军以及5名铁狼卫全部召唤而出。张燕、黑山军与铁狼卫全部交于你指挥。管亥，冲入敌营，不管其他，先给我缠住那个家伙。诺！下一刻，张燕抽出流风刀，跟我杀！一瞬间，上千号人马排山倒海的向着狗头人部落冲去。狗头人部落之中，还是有一部分警戒的狗头人战士还没吃饭。此时，那帮狗头人赶忙站到围墙上，企图阻止张掖部队的冲击。但管亥却没给他们这个机会，手持环手刀冲出，对着那堵围墙狠狠一撞。轰！围墙直接被他的巨力顶出来一个大洞。管亥当即杀了进去，里面顿时传来凄厉的惨叫声。身后铁狼卫以及黑山军顺着那个大洞冲了进去，狗头人部落就这样被轻易攻了进去。张掖同样跟在黑山军的身后钻了进去，但穿过围墙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景象让他还是吃了一惊。那剧毒毛囊不愧是浴血之母进食利器，服下掺了他的清水，那些狗头人当即从胃部开始，整个身体被融化分解成一滩血水。此时围墙内能够看到一堆又一堆的血水，甚至还能在那堆血水之中看到一些还没融化的器官，比如狗头人的手掌以及半颗狗头。黑山军冲入其中，根本没有受到多少反击。仅剩的2名1级狗头人头目，此时正在被5个铁狼卫围攻。铁狼卫同样拥有1级生物的实力，并且5打2，他们还占据了人数优势。2个狗头人头目此时已经被完全压制。这2个地方张掖都不担心，最让他担心的反而是对面的酋长。此时管亥以及张燕正联手与对方的酋长交手之中，虽然占据了人数优势，但外界人一看就很清楚，管亥与张燕正在被压着打。3级生物与2级生物的差距也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被拉平的，就算多加一个1级生物也没用。轰！狗头人酋长一记直拳，管亥用环手刀挡住，但巨大的力道还是让管亥忍不住后退了5步。张燕在身后当即用出了流风刀的效果，烈风斩，一道龙卷风随即形成，向着狗头人酋长席卷而去。好！那狗头人酋长根本不在意，而是直接用肉身迎了上去。那龙卷风外围的烈风如同利刃一般，不停地切割着酋长的每一寸肌肤，但那狗头人酋长身上漆黑的鳞甲给予了他强大的防御力。此时酋长体表火星四溅，但却未伤及他分毫。管亥见状，眼神一狠，随即一同冲入其中。被龙卷风裹挟的酋长此时正闭着眼睛，
他的鳞甲能够轻易抵挡那如刀的烈风，但他的眼睛可不行。就在这时，一股猛烈的危险感突然涌上酋长的心头。想都没想，酋长当即向着一侧躲避。当！一柄厚重的环手刀劈过，重重地劈在酋长的左肩上。要不是酋长反应迅速，刚刚那一击正好劈在他的脖子上。在击中左肩的瞬间，环手刀上一阵白光闪过，斩断效果当即发动。但酋长身上的鳞片也不是吃素的，竟然硬生生地抵挡了环手刀的效果。之时，那巨大的力道直接将胸口的鳞甲崩碎一大半。突遭袭击，酋长也不惊慌，而是反手一掏，企图将凶手的心脏掏出来。管亥反应迅速，砍中酋长的瞬间便已经收刀退走。在那股烈风之中，管亥都没有信心坚持太久。不久之后，龙卷风时效一过，露出里面的狗头人酋长。这一记烈风斩并没有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但胸口被管亥的环手刀崩碎一大半，使得防御力减弱，致使烈风将剩下的鳞片同样全部磨碎。换而言之，酋长胸口已经失去了防御力。吼！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叫之后，酋长当即消失在了原地。小心！话音刚落，一击直拳正中张燕腹部。轰！张燕毫无疑问直接被轰飞了出去。狗头人酋长经验很是丰富，第一时间盯上了两人之中实力较弱的张燕。噗！张燕重重的落地，随即口中吐出鲜血。张掖直接拿出了那块从来没用过的乙木灵佩。乙木灵佩作用：一、佩戴者施法效果正 10%， 木系法术正 30%。二、每日拥有5次法术治疗绿光。一股碧绿的光芒直接将张燕笼罩。张燕脸上原本的痛苦神情当即变得舒缓起来。那治疗绿光竟然出奇的好用，片刻之后，绿光消失，张燕同样已经恢复如初。此时，黑山军已经将整个部落之中的残余狗头人全部消灭，那2个1级生物实力的狗头人头目也已经在5个铁狼卫的围攻之下隐恨。此时，所有人将狗头人酋长团团围住。那名酋长同样也已经发现事情的不妙，就在他一把将管亥击退，企图直接逃跑的时候，滋啦！酋长身前一道闪电劈出，击中地面，炸出一个深坑。怎么你还想逃跑？狗头人酋长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身着土黄色铠甲的张掖缓缓走了过来。这是一场荣耀的决斗，你怎么能够丢弃你勇者的荣耀，选择像个懦夫一样逃跑？张掖的眼神之中透露出一丝鄙夷。此时，管亥与张掖也赶了过来，一左一右死死地盯着那个酋长。狗头人酋长环视周围一圈，眼神之中透露出一丝凄凉，随即看向张掖的眼神一狠，唰！那酋长竟然不顾管亥以及张掖的威胁，直直地向着张掖冲去。但下一刻，张掖前方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一支100人乐步军出现。轰！事出突然，那酋长反应不及，直直地撞入乐步军的阵型之中。来自3级生物的实力，使得乐步军坚守技能都无法拦截住他，100人阵列直接被破开一个大口子。狗头人酋长陷入乐步军的包围之中后，表情变得疯狂起来，对着一旁的几名乐步军就是一记扫拳。轰！5个乐步军当即被打飞到了半空之中。怎么能作弊？怎么能够作弊？张掖气急败坏地向着那个狗头人酋长怒骂道。但下一刻，轰轰轰，3记闷响之后，中央的乐步军当场倒了下去。那狗头人酋长当即向着张掖的方向冲来，却被管亥拦住。卧槽！张掖赶忙向着后方退去，同时将乐步兵符最后一次使用机会同样用出。兵符化作光芒消散在半空之中，同时又有一支100人乐步军出现，向着狗头人酋长围拢而去。看着包围圈再一次加厚，那狗头人酋长只能放弃追杀眼前的张掖，而是专心对付管亥与张燕的联手攻击。砰！管亥被酋长一脚踢中胸口，被环手刀的刀身及时阻挡，但巨大的力道还是让管亥噔噔噔向后退了3步。虽然被联手围攻，但3级生物的实力也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被解决的。麻烦了！张掖皱了皱眉头，3级生物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那个酋长因为种族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强力技能傍身，很明显，就算是3级生物的行列之中，他这种货色应该也只是垫底的存在。但这酋长仅仅凭着一身肉身力量，却压制了管亥与张燕的联手。看样子，就算最后将其磨死，自己这边恐怕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噗！就在这时，狗头人酋长竟然口吐鲜血，同时身上的气势也开始快速滑落。怎么回事？他怎么一下子萎了？就在张掖一脸黑人问号的时候，却注意到那酋长吐到地上的鲜血之中，竟然有一部分碎肉一样的器官组织。这一发现让张掖嘴角当即露出一丝奸计得逞的笑容。哈哈，我就说嘛，他刚刚怎么可能没吃饭？原来是坚持到现在才毒发啊！之前那狗头人酋长
在手下开始大范围死亡的时候，便已经察觉到刚刚吃的东西有问题。只要给他一点时间，凭借3级生物的强大体魄以及实力，将那毒逼出不是问题。但奈何管亥与张燕动作太快，根本不给他时间。在一段时间的剧烈打斗之后，又加速了毒液在胃部的溶解。此时，整个胃已经被溶穿，毒液向着狗头人酋长四肢蔓延，趁他病要他命。这么一个好机会，管亥与张燕怎么能放过？当即迎了上去。那酋长无奈只能硬着头皮顶了上去。最后，那酋长边吐血边应对两人的联手围攻。到了最后，那酋长眼睛、鼻子、耳朵都开始流出鲜血，那毒液都直接从酋长体表冒出。轰！经历了半个小时的挣扎，狗头人酋长终于不甘地倒了下去。刚刚接触地面的瞬间，那狗头人酋长全身毛孔都开始流出血红色的液体。很明显，剧毒已经将他体内所有器官溶解。啧，还真是悲壮。勇士，你的勇气与毅力获得了我的认同。张掖走到狗头人酋长旁边，一脸假惺惺地说道。随后，狗头人酋长化作一道白光闪过，留下5枚光球。张掖默默将所有光球捡起。就在狗头人酋长死亡的瞬间，张掖领地内的黄天祭坛上空能量槽一路暴涨，直接将剩余的1/3填满。管亥与张掖两人不用张掖多说，直接指挥黑山军以及铁狼卫开始了扫荡。此时，铁狼卫身下的坐狼开始被众人当作搜索犬来使用，所有躲藏在暗处的狗头人全部被揪了出来。仅仅只用了2个小时，一堆幸存的狗头人被拉到了张掖面前。屋主，这些搜索出来幸存者该如何处理？一名铁狼卫站在张掖面前，恭恭敬敬地问道。张掖随之看过去，幸存的大部分都是狗头人的幼崽以及少量的伤兵，里面没有任何狗头人老者。蛮荒年代的部落聚集地，没有年老狗头人生存的土壤。一帮狗头人幼崽瑟瑟发抖地望向张掖。这里，张掖还发现了好几只雌性狗头人，狗头萝莉。但看着那帮雌性狗头人幼崽那副模样，算了，都黑了。张掖挥挥手，直接让手底下那帮士卒将他们放了。一帮幼崽，而且自己只是在这里待1个半月时间，收获已经够多，不必再造杀孽。因为狗头人部落之前已经修筑了一堵围墙，应该被默认为城池。管亥的索粮技能发动收获的战利品之中，除了大量矿石外，竟然还有很多粮草石。鬼知道一个土著部落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多的存粮。此时，张掖开始打量起手中的5枚光球。地龙精血，玄阶下品，效果：服用之后将一定程度提升使用者的肉身力量，同时对于土系能量亲和度上升。亚龙鳞甲，玄阶下品，由狗头人酋长全身鳞片制作而成的鳞甲。狗头人天生拥有一丝微弱的龙系血脉，酋长在突破3级生物之后，血脉得到了一定的加强。效果：1. 微弱龙威，使实力弱与你的敌人攻击力负 5%。2. 大地眷顾，使穿戴者土属性技能威力正 10%。粮草石，玄阶中品，效果：领地内获得大量粮草。精炼矿山，效果：一个能够将矿石冶炼出成品金属的地方，每日可产出10块供10人装备的百段钢。地心炎火，地阶中品，深藏地核几万年才能形成的奇异火焰，被狗头人酋长得到，提供给了狗头人部落10几年提炼矿石打造兵器的能量。效果：1. 提炼矿石有 30% 几率提升它的品质。2. 打造武器时成功率正 50%。果然，不愧是一族之长的3级生物精英土著，击杀之后的收获就是丰盛。不枉我消耗了1整块月步兵符，不亏。张掖喜笑颜开。那地龙精血和亚龙鳞甲非常适合管亥，张掖直接将其甩给了他。武将多谢吾主。不用，当初将兵马全部给了张掖，这一次的算是对你的补偿。虽然麾下领民对于领主将无条件服从，不出意外将永远忠诚，但张掖还是喜欢一碗水端平。麾下付出多少，身为领主就该奖励他多少，不能让麾下寒心。毫不意外，管亥当即感激涕零，而张掖在一旁也毫无怨言。那狗头人酋长全身鳞甲为漆黑色，但当他被制作成铠甲之后，那由鳞片编制而成的铠甲竟然是代表大地的土黄色，这倒与黄金的颜色很大。地龙精血被管亥直接吞入肚中。很快，一股属于大地的厚重以及一股淡淡的龙威直接从管亥身上释放而出。没多想，管亥直接盘膝而坐，闭眼消化起来。看到管亥这副模样，张掖识趣的将所有人扩散开来，在四周警戒，以防有东西前来打搅管亥。看着管亥身上缓慢上升的气势，张掖明白，想要将地龙精血吸收完，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此时，张掖心念一动，转眼间便已经来到领地之中，将那份精炼矿山选择了合适位置放置。轰隆！
一座巍峨的高山直接拔地而起，同时在山脚下，一座庞大的矿洞同样出现。矿洞之中隐隐约约有着几朵火光出现，同时还伴随着扑面而来的热浪。整个矿山之中没有一丝人气，也不知道这百段钢要怎么生产出来。就在张掖疑惑之际，矿山门口一块巨大的金属锭竟然直接悬浮着从矿洞之中漂浮出来，随后缓缓地降落在门口。卧槽！看到这一幕，张掖直接震惊了。这是什么？闹鬼矿洞？还有这金属锭也太大了一点吧？之前他看介绍时，心中还有少许疑惑，这一块金属锭怎么能够用于10个士兵的装备打造？难道所有人每人一柄长剑，一个矛头就好了？现在终于明白了，合着这一块金属锭比一个棺材都大。但此时，这金属锭张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如今可没有打造武器的建筑以及专业的匠人。什么？去买？别开玩笑了，这他妈要多少钱？上次听说五原市有一个黑市，看来回去之后可以去逛逛，看看能不能淘到一点好的铁匠或者建筑，自己也有好多东西要出售一下。这时，张掖突然想起来自己在狗头人酋长那里获得的另外2样东西。那个玄阶中品的粮草石不用多说，张掖直接和在之前缴获的所有粮草石放在一起。此时，张掖领地内的粮草石已经累成一个小土堆了，就这储存量，他手下的兵马再多上10倍也养得起。眼下就只有那朵地心炎火了。这东西张掖一时之间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像修真小说那样直接吸收？别开玩笑了，没看那狗头人酋长都3级生物的实力了，也只是将它当作柴火来用吗？自己小命可只有一条，还有大好前途，可不敢作死。再说了，自己修炼太平要术，主练的可是雷法，这东西要是雷电，说不定自己还真要试试。但是这种异火还是算了。有了！张掖脑海之中突然灵光乍现，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随即向着矿洞之中走去。那矿洞不知道是不是连通了地心，里面不但沉闷，而是越往里走，迎面而来的热浪就更是猛烈。很快，张掖就已经走到了矿洞的尽头，眼前是一个硕大的深坑，坑底布满了岩浆与烈焰。之前山洞之中的热浪就是从这处深坑之中涌出，很明显，这里就是这一处矿山最核心的地方。张掖手中出现一团深红色的火焰，那火焰就是从那酋长那里得来的地心炎火。来，让我给你升升温。说完，张掖直接将地心炎火投入那深坑之中。轰！地心炎火进入深坑之中，直接发生了巨大的反应，涌上来的热浪直接上升了一个层度，同时深坑内的岩浆同样快速上升，就差一点就要漫出那个深坑，吓得张掖满头冷汗，差一点自己就要葬身岩浆之中。看到矿山逐渐平稳下来，张掖这才放下心来，想要知道地心炎火与精炼矿山结合之后的效果如何，还要等第2天成品全部出来才知道。此时，张掖脑海之中突然一动，似乎有什么东西被触动。想都没想，张掖直接离开领地，回到主世界之中。此时的管亥已经将地龙精血吸收完毕，此时的他躯体比之前大了整整1圈，身上更是有了一股淡淡的龙威，就是没有动手，光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压迫感。管亥，实力2级生物，力量26，速度21，意志22，体质24，技能1掠劫，每此战胜敌方便可增加 50% 劫掠收益。2锁粮，攻破敌军每个城池，粮草石的收益将增加 100%。3大地之子，管亥站在地面上时，力量正 40%， 防御力正 50%， 伤口愈合速度正 70%， 同时能够操控泥土与岩石进行攻击。和张掖之前猜测的一样，这群狗头人竟然拥有土龙的一丝血脉。吸收完地龙精血之后，管亥的力量与体质得到了大量的提升，同时原本的地猴技能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大地之子。毫无疑问，今后的管亥只要站在大地上，就完全可以和3级生物硬碰硬，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只能被动挨打。看来还是高级异空间机会多啊！张掖无限感慨，这一次的异时空还真是来对了，不但收获良多，连手下大将都得到了一定提高。卧槽，差点给忘了！张掖突然一拍脑袋，交代好管亥他们警戒之后，直接进入领地了。此时，黄天祭坛之上，那一条能量槽此时正释放出耀眼的金光，击杀一头3级生物，让能量槽直接充满，并且还有一定盈余。张掖看着黄天祭坛，随即心念一动，整个能量槽金黄色的能量顿时一空，下一刻又有1/3的能量补充上来。很明显，那1/3是那个3级生物的盈余。那狗头人酋长还真是个好人啊！张掖说话间，一股耀眼的金光笼罩了整个祭坛，随着金光消散，祭坛之上逐渐浮现一物。张掖心中一阵失望，因为看那个东西很明显就不是武将，
只见一张图纸出现在祭坛上，黄金甲锻造指南。效果：里面详细记录了打造黄金甲套装基本步骤以及注意事项。好吗？原料有了，图纸也有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一个铁匠铺了。看来自己这一次回去之后是非要找铁匠铺的建筑了，就希望这一次异时空之旅能够给自己赚回购买铁匠铺的钱。张烨查看了一番那张图纸，但下一刻将其收拢了起来，里面密密麻麻的线条标识以及大量的专业术语，不是专业铁匠还真不一定看得懂。当然，自家老爸绝对看得懂，但那是兵种铠甲，自己又不能将老爸绑进领地内，给自己昼夜不停地打造铠甲，那会遭天谴的。离开领地，返回主世界之后，张烨直接领着管亥以及张燕向着其他隧道之中走去。现在自己已经有目标了，那就不能浪费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噗噗噗，一道绿色身影闪过，随即一只强壮的狗头人捂着脖子抽搐的倒在地上，周围地面上已经倒下了将近几十只狗头人。这是一处普通的小型狗头人营地，里面最强者也只是一只1级生物实力的狗头人头目，在格罗姆的快刀之下根本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其余的狗头人同样在一帮兽人步兵的攻击下直接溃败。朱刚兴奋地搓搓手，来到那名狗头人头目面前。此时的朱刚实力比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究其原因，还得多亏之前那个东湖高中领队老师的赔礼，让朱刚有钱购买更强的兽族步兵。鸟枪换炮之后的朱刚实力今非昔比，不然他也不会直接硬攻一处狗头人营地。一阵黑烟弥漫，大量的活尸从一处破烂的营地之中挣扎地站起身来。骆明成满脸兴奋地看着这一幕，此时他的队伍再一次壮大起来。陈晓以及张凌华以及其他几名同学正联手围攻几只落单的狗头人，虽然他们的实力依旧很弱，但很明显，经过几天的挫折之后，他们已经初步抛去了志气，学会了如何生存。张烨又一次覆灭了一处狗头人营地，如今这种实力的狗头人营地根本不会被他放在心上。瞥了一眼那寥寥无几的收获，随意将其丢入领地，张烨直接带着众人前往下一个隧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经历过大型狗头人部落的冲击之后，这种小型营地的收获根本不会引起他的兴趣。这样，我什么时候才能凑够买铁匠铺的钱？张烨心中不停地抱怨。呜呜！这时，一直在前面充当猎犬的坐狼似乎闻到了什么东西，竟然开始兴奋起来，4条狗腿不停地刨动着地面，嘴里发出一阵阵低吼。张烨表情显示一愣，随即狂喜起来。坐狼这副模样，很明显就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玩意儿啊！皇天保佑，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张烨顾不得内心的欣喜。旺财，发现了什么？赶快领我们过去！咻！旺财听到这话，直接化身一道闪电，向着前方隧道冲去。张烨等人不敢怠慢，管亥直接拎起张烨就跑。旺财全速奔跑，很快便来到了岔路口，眼前出现了3个隧道。旺财将3个隧道都仔细地闻了一遍之后，果断地选择了中间那个。就在张烨等人走后没多久，朱刚从右边的隧道之中走了出来。一走出隧道口，前方3个岔路口明显超乎了他的想象。一番抉择之后，他从怀中掏出一根木棒，导向哪我就走呢，去！啪！小木棍稳稳地落在之前张烨来的那条隧道。命运啊！朱刚收起小木棍，就向着张烨来的那条隧道走去，但走到一半，随即掉头向着中央那个隧道走去。我朱刚行事，什么时候还要看老天爷脸色？我命由我不由天。此时，旺财依旧向着隧道深处疯狂地奔跑，张烨等人紧紧跟着。但此时的张烨竟然发现一个奇特的景象，那就是这一路上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土著。就算有路过的土著部落营地，张烨等人穿过的时候也没有受到一丝阻拦，里面似乎空无一人。什么大宝贝需要整个部落一块去抢？越是这样，张烨心中的期待感就越是强烈。很快，张烨鼻尖竟然闻到了一股腥甜的气味，就只是稍稍闻了这么一下，张烨便感觉自己体内的血液似乎受到了什么刺激，开始沸腾起来。差距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张烨赶忙屏住呼吸，同时运转在太平药术上修炼出来的灵气在体外形成一道薄膜，隔绝那道气息。管亥与张燕也是同样如此，但旺财可没有这种本领，吸入大量神秘气体之后，就像吃了春药一般，亢奋异常，全身毛发炸起，两眼血红。张烨一看不妙，直接拎起旺财的后颈，将他扔到领地之中去。如今已经走到这里，众人只要循着那股气息便能找到根源地带，已经无需旺财带路。此时随着不断的深入，前方已经隐隐约约地传来阵阵吵闹的声音，其中夹杂着不同生物的惨叫声。啊！一阵嘹亮的龙吟声从隧道深处传来，强大的音波直接把张烨的耳膜震得发疼。卧槽，有龙！此时张烨当即停下来脚步，心中开始犹豫起来。龙中那充沛的气血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在主世界之中那可是堪比神丹妙药的存在。
但相应的，龙种生物的实力绝对算得上恐怖，悠久的寿命，强悍的躯体，恐怖的力量。前方传来的声音绝对是属于龙种生物了，对于龙种张掖很是眼馋。但同样的，张掖也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就凭自己现在手底下这小猫2-3只的实力，想狩猎龙种，最多让人家多一顿小点心。就在张掖准备撤离的时候，轰！一阵更为剧烈的爆鸣声从隧道深处传来，之后还伴随着一阵凄厉的龙鸣。等一等！张掖身子当即一顿，那龙种好像受伤了，他有对手。踌躇片刻之后，张掖给了自己一个巴掌。在生命与金钱面前，我竟然能犹豫？说完，头也不回地朝着隧道深处跑去。一路上，双方的战斗更为激烈，能量碰撞导致的冲击波让整个隧道之中颤抖异常。再打下去，张掖都怀疑整个隧道要塌了。随着距离的拉近，前方竟然传出大量狗头人的惨叫声。张掖开始逐渐放慢步伐，带着管亥以及张燕慢慢地摸了过去。隧道的尽头是一座极其巨大的底下溶洞，溶洞的中央有一口巨大的深坑，深坑内正咕咚咕咚地冒着岩浆。整个溶洞内温度出奇的高，但就在这么恶劣的地方，在地下那岩浆之中，一条全身布满黄褐色鳞甲的条状生物竟然生活在其中。那生物轻松地生存在岩浆之中，身上同时一股难以诉说的威压充斥其中。靠，这是龙种！张掖看到那东西的第一眼，心中就在不停地吐槽，眼前那个东西就像是一条放大了无数倍的蚯蚓，就是多了一层鳞片。要不是他身上不停释放出来的丝丝龙威证明他龙种的身份，张掖压根就不会往龙这种生物上联想。龙丘，3级生物，一头地龙与巨型土丘产下的后代，实力的差距，张掖只能看到一点基础信息，他爹是要有多饥渴才能和一条蚯蚓。深坑外，大量狗头人聚集，手持长矛状的武器，不停地掷向他。那头龙丘身上的鳞甲可不是摆设，大量的长矛投向他，在接触到那层鳞片之后，竟然只能溅出几颗火星，随后便无力地滑落到岩浆之中。而那头龙丘大嘴一张，岩浆流直接从龙丘状是菊花的口中喷出，席卷周围所有的狗头人。片刻之后，大量惨叫声便传出，之前张掖听到的惨叫声就是这么来的。这一批狗头人死亡之后，从远处其他几个隧道口之中又窜出来一批新的狗头人，前赴后继。这有什么用呢？张掖一脸疑惑，这帮狗头人除了过来变成烤肉外，根本不能对这头龙丘产生任何伤害啊！这帮狗头人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张掖的这个疑惑很快便有了答案。只见在那帮狗头人之中，有一大了一圈的狗头人突然窜出，其手中持有一柄冒着猩红色微光的长矛。咻！长矛化作一阵流光，直奔龙丘的身躯。噗！把坚硬的鳞片竟然如同纸张一般被那柄长矛轻易刺穿。这时，张掖才注意到，那龙丘菊花一样的口气下方，此时竟然已经插着3柄一模一样的长矛。啊！那长矛不知是用什么材质制作的，进入龙丘体内之后，竟然使得龙丘开始痛苦的惨叫起来。挣扎的过程之中，龙丘又是一口岩浆流喷出，将周围的那帮狗头人全部击杀。那一头刚刚偷袭龙丘的狗头人也不例外。给了自己这么大的伤害，龙丘怎么可能会放过他？此时，深坑周围的地带已经被龙丘的岩浆喷射搞得垒起了一座山丘，但狗头人的数量却依旧没有减少。张掖可没心情去与那帮狗头人共情，那帮狗头人的死亡，待在一旁的张掖同样能够吸收他们死亡之后的能量。因为龙丘高效的屠杀效率，黄天祭坛上空的能量槽能在不停的上涨。狗头人又换了6批，其中类似之前的偷袭又进行了3次，其中2次成功，1次被龙丘及时反应过来，赏了对方一发岩浆流。此时身中5柄长矛的龙丘气势已经大不如从前，连吼叫声都已经没有了来之前的嘹亮。很明显，这头龙丘已经快要进入油尽灯枯的境地。但此时张掖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那头龙丘很明显只要离开这深坑便能直接离去，为何一定要待在这里死守？难道他下载了？但这个猜测一出现就被张掖否决。人家这头龙丘之前气势十足，也不像是产后虚弱的样子，人家难道不用坐月子的？就在张掖迟疑的时候，一柄猩红色长矛袭来，龙丘猛地一个闪避，露出身后的场景。只见在深坑石壁上竟然有一棵矮小的树木生长着，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棵树上枝丫上面竟然生长着5颗青中带红的果子。很明显，那果子还没彻底成熟。地火岩果未成熟，生长在地下的奇特植物，通过不断吸收地心岩浆之中的力量孕育而出的果实。成熟之后的地心岩果在服用之后会极大的增加使用者的实力，并且增加使用者对于火属性的亲和力。怪不得那龙丘不舍得离开，原来是想等这果子熟了将其吞噬。但没成想，在最后时刻却让一帮狗头人发现了踪迹，这才闹到了如今这个地步。身处岩浆的龙丘明显是占据了地利，
但眼前这帮狗头人对于地心岩果的贪婪明显超出了龙丘的预料。虽然此时被他杀死的狗头人已经超过上万，但依旧有狗头人正源源不断的涌过来。就当龙丘开始考虑是否撤退的时候，一股腥甜的气息再一次弥漫整个溶洞之内。一时间，之前那股熟悉的血脉奋张的感觉再一次来临。张掖等人赶忙再一次屏住呼吸，身前的屏障再一次升起。此时，溶洞之中的狗头人再一次疯狂起来，原先因为龙威的缘故而产生的畏惧感，这一下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对面那头龙丘也是同样如此，原本心中已有退却之意，但这一刻却发现自己又行了，眼前这帮狗头人蝼蚁不过如此。此时的双方已经陷入疯狂的厮杀之中，丝毫没有注意到溶洞内的异常。但身为旁观者的张掖等人，此时已经在这个溶洞之中观察起来。想不到啊，竟然还有人和我一样想黑吃黑。那股异香飘得很远，逐渐将隧道内的狗头人都受到了影响。隧道内声音嘈杂，大量的狗头人红着眼从里面钻出，杀向那条龙丘。此时的龙丘也不再拘泥于岩浆之中，而是从深坑之中爬了出来，向着那几个隧道游去。此时那之前被龙丘保护的严严实实的地心岩果，此时却直接暴露在张掖等人面前。张掖强忍下冲出去的冲动，依旧安安静静地躲在光线照不到的角落之中。既然有黄雀，那对方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既然自己找不到，那就等人家主动出来。果然，就在张掖思索之间，深坑的石壁上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竟然开始缓慢移动起来。那哪是一块石头，竟然是一个伪装起来的人。卧槽！灯下黑这是！张掖看见对面那个兄弟的骚操作，吃惊的差点跳起来。怪不得刚刚自己扫视过整个溶洞无数遍都找不到幕后黑手在哪里，原来如此。之前打死自己都想不到会有人胆子大到直接藏在龙丘背后，也不知道这个兄弟是怎么忍受的了如此高温以及躲避龙丘的探查的。此时那个兄弟正慢慢的靠近那5颗地心岩果，隔了这么远，张掖都能看到对面脸上洋溢着的喜悦神情。张掖，等等那个家伙得手出来之后，我和管亥吸引他的注意力，你直接动手。张掖自信的点了点头。就当张掖等人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时候，好！狗头人的隧道之中突然传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怒吼声，轰！一道身影重重的撞击在石壁之上。张掖定睛一看，只见竟然是刚刚进入隧道的龙丘。龙丘不愧为龙众之一，被打得镶嵌在石壁内，竟然依旧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走出石壁之后，使劲摇了摇头，随后直直的盯着那个隧道口。轰！轰！轰！沉重的脚步声响起，只见隧道内走出一只恐怖的生物。那头生物全身鳞片乍起，身上鼓胀的起肉块让张掖都担心下一刻会直接爆掉。那个生物一走出隧道口，身上同样一股龙威释放。那家伙竟然同样是一只龙众。那只龙众身上隐隐约约还能看出一丝狗头人的模样。张掖原本已经站立起来的身躯赶忙再一次蹲下。石壁上即将得手的那个兄弟此时已经陷入一个尴尬的局面，东西就在自己眼前，唾手可得。但现在这种情况，只要一伸手，对面2个恐怖的东西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发现，到时候自己绝对会被那2个龙众撕裂。此时的他只能再一次潜伏起来。张掖死死地盯着那头新出现龙众，同时心念一动，狗头人酋长血脉显现，3级生物，地龙与狗头人诞生下来的亚龙生物，经过多年的繁衍，体内地龙血脉已经极为淡薄，但多代的繁衍之后，总有异类诞生。嚯，又是一个串串，这地龙还挺不挑食啊。对于地龙的口味，张掖对此也只能拍手说声牛逼。感情眼前这一幕还是家庭伦理剧，眼前这个狗头人酋长的气势似乎还要压过那龙丘一头。好，狗头人酋长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向着龙丘的位置杀去。那龙丘菊花般的口气一阵涌动，一道岩浆流直接喷出。那狗头人酋长竟然避也不避，直接顶着那岩浆流来到龙丘面前，对着龙丘口气下方就是重重的一击。噗！巨大的力道直接让原本就插在龙丘身上的那几柄长矛直接扩大了在龙丘身上的伤口，狗头人酋长的拳头也直接顺着那几道伤口进入了龙丘体内。哗！龙丘体内大量土黄色的液体喷涌而出，直接喷了狗头人酋长一脸。龙丘也并不是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下一刻那如同菊花一般的口气直接将狗头人酋长包裹起来。轰！将狗头人酋长咬住的瞬间，一股岩浆流直接喷涌而出。那狗头人酋长当即如火箭发射一般被射了出去，随后同样重重的镶嵌在石壁上。也同样，身为龙众，这点外力打击对于他来说同样没有什么大事。片刻之后，2头龙种又交战起来。此时张掖已经将注意力重新投注到对面石壁上的那个兄弟身上。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消耗，那5颗果子即将成熟，整颗果子上青色的部分即将被红色所遮盖。此时2个隆重交战之中已经无暇他顾，此时的他勇气又回到了体内。看了看身后那2头交战依旧剧烈的隆重，那个兄弟似乎觉得依旧不够保险。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一个盒子，咬咬牙之后将盒子打开。一时间，张掖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腥甜气味。还真是你这家伙干的！那股味道重新充斥在整个溶洞之内，2头龙种闻到之后，在不知不觉之中，2眼都开始变得血红。双方打斗变得更为剧烈。结！那兄弟看时机成熟，得意的将手伸向那5颗地心岩果。5颗地心岩果被其轻易摘下，放入刚刚那个盒子之中，就向着坑外爬去。此时东西已经到手，等2个隆重发现自己再跑就晚了。好，动手！张掖刚准备站起身，却被一旁管亥压住肩膀。屋主，别急，有反转。随着管亥的目光看去，只见在对面一个阴影角落之中，突然窜出一个黑影。那黑影的目标竟然就是那位兄弟手中的木盒。卧槽！之前事情太过顺利，让这个兄弟都忘记把盒子放到领地之中。突然出现的黑影，在那个兄弟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那黑影已经一把夺过木盒。操，你他妈谁啊？那兄弟气急败坏地指着那半路拦截的黑影。张掖定睛一看，嚯，还是老熟人，骆明成还有这身手。刚刚出现的那个黑影赫然便是骆明成。此时的他一脸得意地看向木盒，随后掂了掂，兄弟辛苦你帮我把它拿上来。卧槽，你别！那个兄弟还没说完，但骆明成已经将木盒打开，随后一缕清香直接飘出，那是地心岩果成熟之后特有的清香。一时之间，远处的龙丘以及那个狗头人酋长动作当即一顿，下一刻便缓缓转过头，死死地看向这2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打生打死为之奋斗的东西竟然被2个蝼蚁拿在手中之时，身上的杀意便再也掩盖不住。卧槽，你这个疯子！那个兄弟现在都快崩溃了。你说你抢了也就算了，你把那2个东西引过来干嘛？兄弟，你就多担待一点，将那2个家伙阻拦一段时间，我就先走了，拜拜。说话间，骆明成将5颗果子拿出，同时召唤出一堆狗头人活尸，向着对面的兄弟围去。得手后，骆明成直接转身跑了。此时的张掖脸色变得惊喜起来，因为骆明成奔跑的方向竟然就是自己身后那个隧道。骆明成跑到半路上，直接将刚刚装有地心岩果的盒子向着那个兄弟的方向狠狠地抛了出去。那个兄弟脸色当即大变，他下一刻便明白了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计划。那个木盒之中残留的地心岩果气息，将会使2头龙种认为5颗地心岩果还在自己身上，让自己用命帮他换取时间。绝对不可能！那兄弟眼神一狠，下一刻直接召唤出自己的武将，一个身材极度高大的男人。绝虎，把我扔过去！说话间，那个苦命的兄弟身上已经浮现一套轻甲，同时手持一柄弯刀。没错，他决定自己动手。他纵横5元氏这么多亿时空，什么时候吃过这亏？让手下报仇，哪有自己亲自动手来的痛快？一旁名叫绝虎的武将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抓起那个兄弟，直接向着骆明成的方向掷出去。这一招显然是让骆明成没有想到的，在他惊恐的眼神之中，一道黑影变得越来越大。骆明成赶忙向着一旁闪避。轰！那兄弟落到他身旁的瞬间，腰射一扭，同时大腿一个横扫，啊大！一个42码的鞋底直接骆明成43码的脸上。那兄弟含恨一击，直接将骆明成踢到半空，随后361个旋转，向着后方飞去，重重的甩在石壁上。手中还没来得及放到领地内的5颗地心岩果，直接脱手而出。其中2个滚进了隧道内，还有3颗竟然直接落到了张掖身前。啊这怎么好意思呢？幸福来得太突然，让张掖都不知所措了。好啊！远处的2头龙种此刻也已经放弃杀光了所有狗头人活尸，发现那个空盒子的事实，随后怒气冲天的杀向骆明成2人。张掖趁机一个伸手，将3颗地心岩果直接收入领地之中，同时还将管亥、张燕他们一同放入领地，随后向着一旁的大石头后面一闪，告辞。脸肿了一大块的骆明成不敢耽搁，直接4肢并用的向着隧道跑去。之前他看见2颗地心岩果掉到隧道里面了，现在跑回去还能将2颗捡回来，挽回一点损失。那个兄弟本想趁机将3颗掉落在旁边的地心岩果捡回，但下一刻那兄弟眼都直了。卧槽，那个家伙手这么快！刚想去追，但此时2头龙种已经杀过来了。尼玛！那个兄弟一个闪身，避开了龙丘的岩浆流。呼，这鬼地方真他妈热啊！朱刚带着格罗姆正好走在隧道内，里面闷热的空气让朱刚大呼受不了。屋主，
你的意志实在太差。格罗姆一脸无奈地看着被汗水湿透全身猪刚，好热啊！老天爷，你救救我吧！啪嗒，咕噜噜，2颗红艳艳的果子直接滚到他的脚下。猪刚满脸欣喜，格罗姆则是满脸震惊。谢谢老天爷，你真是好人。说完，猪刚直接捡起2颗果子，同时心念一动，看起了2颗果子的介绍。片刻之后，什么嘛，这个东西是火属性的，那不是越吃越热。格罗姆，给你了。说话间，猪刚将2颗地心岩果直接抛给了格罗姆，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吼！啊！下一刻，隧道深处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刚刚抬起大腿的猪刚当即顿住了身子。格罗姆同样满脸凝重。屋主，前方2股气势很强，我没把握。猪刚当然明白格罗姆的意思，那就是打不过。他猪刚虽然笨，但也不傻，听到格罗姆这么说，当即头也不回地向着后方退去。猪刚离开不久，骆明成满身狼狈地爬了进来。去哪了？明明就在这里的。不可能啊，就在应该这里啊。骆明成满脸疑惑地翻找着隧道的每一个角落，连每一块石头都不放过。翻了半天，整块地都让他踏平了，但那2颗地心岩果依旧没有出现在他的面前。百般算计，最后却一无所获。难道我骆明成真就乃是天妒命格吗？此时的骆明成满脸绝望，此时的张掖一脸惆怅。2头3级生物的隆重在隧道内打得翻天动地。那个苦命兄弟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但竟然也是一个3级领主的水平。手下那名叫做绝虎的武将竟然面对2个隆重的联手攻击，还能不落下风，但却苦了张掖。城门失火，殃及池鱼，3个3级生物交战所产生的余波不断冲击着周围。此时的他已经换了好几个藏身之地，要不是双方都将注意力放在对面身上，张掖早就被他们发现了。在3个3级生物毫不留手的情况下，整个溶洞终于抵达承受的上限，开始不断的坍塌起来。看着溶洞顶部不断掉落的石块，那个苦命的兄弟此时心中已经有了退意，但他想走，那2头龙种可不想放他轻易离开，特别是龙丘，自己谋划了几十年的东西，在即将得手的时候却被眼前这个蝼蚁给破坏了。他龙丘能放过这个人？狗头人酋长同样智力不高，此时看见龙丘不走，他也就没走。此时溶洞的颤抖变得更加剧烈，顶上大块石头开始频繁掉落。那个苦命兄弟不再犹豫，从怀中掏出一块令牌，随后白光一闪，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出现，义无反顾地向着2头龙种杀去。那个苦命兄弟并没有打算与2头龙种来个生死对决，在召唤出那支军队之后，直接将手下大将绝虎收起，随后头也不回地朝着最靠近自己的一个隧道内跑去。那些军队与张掖当初获得的月步兵符一般，都是有时效性的召唤物，死了他也还不心疼。2头龙种本想前去追赶，却被那一支军队阻拦。2头龙种轻易屠杀了整支军队，等他们抬头一看，之前那个小蝼蚁此时早已消失。此时溶洞正式坍塌，轰隆，大量石块落下。张掖此时愁容满面，在看到那个家伙跑路的时候，他也想走来着，但晚了一步，此时溶洞直接坍塌。无奈在最后关头，他体表那件虎头造金甲直接浮现，同时铠甲自带的技能金钟罩使出，一个金黄色的蛋壳将他直接包裹。这一切刚刚做完，眼前突然一黑，整个溶洞全面塌陷，张掖外加2头龙种直接被压在里面。不知过了多久，当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张掖满脸惊吓地看着眼前黑乎乎的一幕。还好金钟罩能够抵御3级生物的攻击，这才勉强将自己的小命保住。但此时如何逃出去又成了一大难题。此时自己处于金钟罩的保护下，虽然人没有什么问题，但此刻被巨石以及泥土压住，出都出不来。张掖直接将管亥召唤了出来，2个大男人在金钟罩形成的狭小空间内紧紧贴在一起，四目相对，气氛竟然有些焦灼。管亥似乎也看出来了事情的不妥，屋主莫慌，看我的。说完，管亥紧闭双眼，周围的泥土开始缓慢地向后退去。管亥最新得到的技能大地之子能够操控泥土与岩石，这个效果当初被张掖认为无用，但此刻竟然释放出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管亥的不懈努力，仅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张掖便脱困而出。还好这溶洞只是因为外力导致最内层的岩石与泥土塌方，所以张掖等人虽然被埋，但脱离压在身上的那层泥土之后，外面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张掖走出泥土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还是外面的空气香甜，刚刚被泥土压住，竟然让他有一种被活埋的错觉。那拥挤与黑暗的气氛使他浑身难受，这难道就是幽闭恐惧症吗？张掖庆幸地想到。屋主，你看！管亥的高声呼喊着张掖，语气之中竟然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惊喜。张掖跑了过去，下一刻
脸上便出现与管亥一样的惊喜。只见在他们的前方的巨石面前，一个熟悉的条状物被紧紧地压在巨石下。今天怎么了？难不成还真是我的幸运日？龙丘此时如同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一般，不同的是，孙悟空是活的，但他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嘎了。此时的龙丘全身无力地瘫倒在地上，身上那块巨石将他死死地压住。那菊花一般的口气正对着他们，但此时却连一滴岩浆流都已经喷不出来。看到这种惨样，张掖的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笑容。啊，不行了吧？之前喷的不是不多吗？现在榨干了吧？年轻人都知道要节制。随即看向管亥，做了一个下切的动作。交给你了，趁热。末将明白。说完，管亥抽出了那把环手刀。龙丘不愧为龙种，虽然只剩下半口气，但管亥依旧剁了半天，这才将他弄死。满身土黄色不明粘液的管亥抹了一把脸，看着这头曾经的3级生物化作白光消失。可能只是趁人之危的缘故，龙丘只给张掖留下来2颗光球。地龙精血，玄阶中品，效果服用之后将大大提升使用者的肉身力量，同时对于土系能量亲和度上升。可能是龙丘体内地龙血脉浓度较高的缘故，这枚地龙精血可比之前那个部落狗头人酋长爆出来的那枚大多了，并且等级也更高。二话不说，张掖直接将其赐给管亥。龙丘皮甲，玄阶中品，利用龙丘坚韧外皮制作出来的皮甲。效果：1穿梭，使用者可以在地下快速穿梭，不惧任何阻碍。2超强弹力，使用者受到近距离武器打击之时，伤害的 30% 将会反弹给对方。这皮甲这么说呢，怎么看都是给偷袭专用的老六准备的。张掖二话没说，张燕召唤出来，随手将皮甲甩给了他。解决了龙丘之后的张掖开始四处寻找另一个倒霉蛋，那个狗头人酋长。但张掖将上千名士兵全部召唤出来，一顿翻找，最终在某处角落找到了那个狗头人酋长的身影。很遗憾，他就没有龙丘这般好运，被大量的泥土与岩石压得严严实实，最终憋死在角落之中。一时空生物如果不是被外界的生物杀死，那他的尸体就会得到保留。于是在众人合力之下，张掖得到了一具残破的尸体。没错，残破的，那狗头人的肠子都被压爆了，被拉出来的时候，地面上拖出来一条血迹。张掖看了看，随即晦气的让手下将其扔掉。死去的3级生物，对于张掖来说，简直就连垃圾都不如。哎，等等，那狗头人酋长死了，那不就是说他的部落此时元气大伤？想到这里，张掖眼角刚刚暗淡的光芒再一次闪耀起来。龙丘与狗头人酋长2个3级生物给黄天祭坛提供了庞大能量，使得能量槽直接爆满。从黄天祭坛传来的信息得知，此时的张掖拥有了2次抽奖的机会。张掖难掩内心的兴奋，让管亥继续清理出一条隧道，他自己赶忙进入领地之中。一进入领地内，黄天祭坛全身闪耀着莹莹微光，如同一位千娇百媚的少女，不停地诱惑着张掖。张掖也不假正经，直接进入主题。随着心念一动，黄天祭坛上方开始闪耀起亮眼的金光，随着光芒逐渐暗淡，祭坛上空的东西之间显露大致的轮廓。张掖定眼望去，但下一刻心中却难掩失望。那大致的轮廓可以看出，那东西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模样。难道之前运气用光了？就在张掖疑惑之时，光芒彻底散去，露出上面那东西本来的面目，竟然是一本古朴的书籍。这难道是抽到了一本功法秘籍？倒也不错，要是可以的话就学，不行就卖了换钱。打定主意的张掖当即走上前，将其接了过来。那本书籍上记载的内容，竟然不是张掖所想的那样，是什么功法？符法白解，还真有这种东西？张掖的眼珠子当即瞪大了起来。要知道，按照张掖所了解的那样，整个主世界之中，关于符咒这种东西，整个主世界根本没有哪家势力拥有稳定的制造手段。如今整个炎国之中，有的那些符箓那都是从异空间获取的。那张掖眼前这本符咒白解的价值可就高了。但下一刻，张掖就犯起了难。他如今主修太平药术，现在要让他转修这个，恐怕又要从头再来。再说了，画符这种东西，按他的理解，那就是一个精细活。但他张掖可是目标主世界最强领主的男人，怎么可能为了一点点符道就放弃自己理想的人？突然，张掖脑海之中一道灵光闪现，下一刻就让他想起之前一直被他所忘却的人。随着张掖心念一动，片刻之后，太平道院大门打开，一个太平道士缓缓走来。这名太平道士还是当初张掖获得太平道院后得到的第一个太平道士。因为发现太平道士根本不擅长战场杀伐，所以也就被张掖定性为后勤辅助人员，一直遗忘在角落，只是让他每天制作定量的黄金符水。张掖直接将符咒白解交给了他，试试看看能不能学。那太平道士一脸平静的接过，下一刻脸上的淡然当即消失，
眼神变得炙热。妙啊，小小符箓竟然有如此威力！怎么样，你能学？张掖迫切地看着那名道士，但此时的太平道士竟然没有第一时间答话，而是一脸沉醉地翻看着那本符咒白解，同时嘴里还一直嘟囔着什么。看到这种情况，张掖明白了什么，也不打扰，而是继续看向黄天祭坛，自己可是还有一次召唤抽奖的机会呢。随着祭坛上光芒大作，一道人影陡然出现在祭坛上。末将周仓参见无主。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祭坛上多出来一位身材魁梧的不像话的壮汉。周仓，2级生物，力量27，速度24，意志29，体质29，技能后甲，防御力增加正150%，持续10分钟。钢铁意志，发动技能后，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总能留下一口气。小强躯体，伤势愈合速度正50%。什么？他妈的，叫做惊喜！这就他妈的叫做惊喜！不但来了一个在三国之中还算有名的将领，并且看这属性还是一个绝对的 T 角色。瞧瞧这夸张的体质，这小强般的技能，活脱脱就是专门用来耗死别人的存在。卧槽，终于来一个硬菜了！张掖热泪盈眶，回过神来，赶忙将其扶起。我将军真乃如虎添翼也。另一边，那名太平道士在一阵翻阅之后，随即拿出一堆黄纸与朱砂，竟然直接开始制作起来。轰！但很明显，第一次毫无意外的失败了。那黄纸直接在符文绘制到半路的时候崩解，化作一团火焰。但那个太平道士脸上却没有半点沮丧之色，反而如同一名疯狂科学家一般，满脸兴奋地进行下一次制作。在失败无数次之后，终于呈现在张掖面前的是一张闪烁着微微金光的全新符箓——金甲符。效果：使用之后会在使用者体外形成一道金甲，能够抵御2级生物一次攻击。这个符箓效果一般般，只对低级领主有用，但架不住它成本低呀。张掖立马想到即将开始的6校联考，嘴角露出一丝奸商的得意。除了这个符咒，你其他的还会吗？禀告无主，现在贫道只会这一个，但随着对于符咒白解的理解能力加深，贫道还会不断学会其他符咒的制作。这名太平道士思索片刻之后，满脸自信地说道。张掖点了点头，看起来自己对于太平道士这个兵种的重要性还是看清了。这样吧，以后所有的太平道士归你管辖，接下来你也应该有个名字了，你就叫张福吧。太平道士一听大喜，赶忙下拜，贫道张福拜谢无主赐名。张福可不傻，领主就是姓张，那张福这个名字不就是领主本家姓吗？这是拿自己当做本家人了呀。不理会张福的喜悦，张掖来到太平道院门前，直接花费500能量训练了5个新的太平道士出现，将他们全部归为张福麾下。这帮人接下来的工作，除了每日不断学习符咒白解之外，每天还要制作金甲符供应领地内。6校联考即将开始，那帮学生仔应该极度迫切的需要这种短期就能增加实力的东西。张掖已经将首批韭菜看向了南市高中3个领主班的学生。没错，6校联考可是考察整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可不只考核张掖他们的高1领主班。高2、高3同样在内，像金甲符这种东西，在那2个班级之中同样热销。轰隆！随着一座简陋的城墙垮塌，飞灰散去，露出一个精壮的身影。随后大批军队从那身影两旁冲了上来，将里面大批狗头人屠戮干净。周仓不愧是比管亥力量还高一点的存在，再加上那恐怖的体质，此时直接化身为人肉压路机，一路上摧城拔寨，一路畅通无阻。这个狗头人部落就是之前那个与龙丘交战的狗头人酋长所在的部落。这个部落看规模应该也算是周围数1数2的大型部落，但因为与那龙丘交战之后，部落之中的壮丽死伤惨重，同样连酋长都嘎了，所以眼前这个部落早已外强中干，不费吹灰之力，整个大型狗头人部落直接被张掖手下将领攻破。此时整个部落之中惨叫声此起彼伏，只用了3个小时，整个部落之中便再也没有一个能喘气的狗头人。无主！管亥走上前，将斩获的所有光球恭敬送上。看着眼前如同小山一般的光球，接下来1个多小时，张掖进入了痛苦且快乐的拆盲和行动。身为地底挖矿专家的狗头人，所有的光球之中，各类矿石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不乏少量珍稀矿石。老爹要是在这里，恐怕得疯掉。身为铸剑师，对于各类珍稀矿石的贪婪是永无止境的。再加上管亥的技能，使得粮草石成为张掖的第2大收获。等等，这是……突然间，张掖在一枚光球之中开出来了不同寻常的东西。能量石，黄阶下品，效果：其中蕴含了大量能量，使用之后领地能量加1000。能量石这种东西，
自从当初在那个名叫丁兰的漂亮姐姐那里得到过3枚，自从那一天之后，张掖寻遍了整个陶多多商城，再也没有找到过一丝踪迹。似乎能量石这种东西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牢牢地把控住了。张掖只能从一点只言片语之中得知，这种物资基本上只会在实体店铺之中销售，不但价格昂贵，更重要的是购买时还要凭借身份证按量购买。而近段时间，整个五原市内所有实体店铺都收到通知，禁止贩卖，一旦查处，按叛国罪处理。风声鹤唳之下，没有哪个老板敢冒这个险。但是如今，张掖看到了什么？自己心心念念的东西居然就在手上。随即，张掖以更快的速度拆解眼前的光球。1个小时之后，张掖手中多了10颗黄阶下品的能量石。能量石的获得几率就是这么的低，但张掖却依旧很是满足。5颗黄阶下品能量石就是让张掖领地平白无故多了1万能量。没说的，张掖直接将其全部使用，随后进入领地之中，花费5000能量点训练5名铁狼卫，剩下的5000能量点外加积攒的每日能量1200，已经过去了20天。先是花费500能量点，再一次训练5名太平道士，增加了张府手下符箓流水线的规模。剩下的能量点全部用于生产黄金鸡鸣。很快，随着粮食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之后，张掖手底下再一次增加570名黄金信徒，将其全部交由张掖训练成黑山军。这一下子，张掖手底下的实力再一次得到扩张。趁着还有时间，赶快再去收割一波。有了周仓的加入以及麾下士族的增加，此时张掖的野心也开始变大起来。一晃1个月的时间过去，张掖在经过短时间实力的暴涨之后，逐渐开始平静下来，不再如之前一般莽撞。他的这个决定是对的。一路上，张掖遇到了很多强大的狗头人部落，里面的一些存在，就连管亥与周仓都感觉难以敌手。面对这个多敌人，张掖只能灰溜溜的躲着溜走。但遇上那些个实力较弱的部落，张掖又会再一次坚挺起来，指挥手下3名将领，直接将其击破，灭其全族。1个月下来，覆灭的狗头人部落不计其数。此时张掖领地内大量矿石堆积如山，还有很多珍稀的矿石被张掖单独收藏起来，准备回家带给老爹。此时，作为3位武将之中的战力短板，张掖也得到了张掖的资源倾斜。此时，张掖的详细战力已经变成：张掖实力2级生物，力量20，速度22，意志17，体质21，技能1无将，能将对方增益状态直接盗取过来，作用于己方身上。2飞燕，速度正100%，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1天。3黑山道手，可在领地黄金信徒之中训练黑山军，同时由张掖带领的黑山军士气正30%。虽然战力依旧垫底，但好歹已经跨入2级生物的门槛，差不多该回去了。张掖喃喃自语道。张掖已经向着异时空走出了很长的距离，这里距离异空间出入口可是很远了。要不是张掖随身带着专门的路径记录仪器，此时那弯弯绕绕的隧道就要他半条老命。如今距离当初林文斌规定的1个半月时间只剩下最后的几天时间，要是早不走，到时候恐怕连大巴车都坐不上。想到这里，张掖立刻将人全部召集起来，向着来时的路径走去。跟随着记录器，张掖很快便来到当初那个溶洞。很巧的是，张掖刚刚走出隧道，今日溶洞。叶哥，熟悉的声音响起，朱刚竟然已经在溶洞内。你怎么直接出去，还待在这？反正时间还早，我这不是想看看你能不能安全回来吗？要是时间到了你没出来，我还能回去找你不是？朱刚一脸真诚地看着张掖，但张掖此时心中浮现的不是感动，而是浓浓的怀疑。这家伙能有这么好心？作为几年的死党，对于朱刚的秉性，张掖可谓了如指掌。这时，又是一个身影从一旁的隧道内出现，张掖转头望去，竟然是骆明成。哎呦，这不是舔狗城吗？你在里面收获很不菲吧？不像我只是在里面剿灭了10几个狗头人部落，找到了几枚能量石而已。朱刚做作的说话间，召唤出来了一支100人的兽人步兵。张掖脸上浮现出果然如此的神情。什么关心自己的安危，什么友情羁绊，都是假的。只有向讨厌的人炫耀，让对方心里不痛快，才是真的。果然，看到朱刚手下那支兽人军队，骆明成的脸就像不小心吃了屎一样难受。骆明成自从在与龙丘和狗头人酋长那一战之中偷了一下那个苦命兄弟的桃子之后，2个人的梁子这算是结上了。虽然最后骆明成也没拿到地心岩果，但对面那个苦命兄弟就好像疯狗一般，死死地咬着自己，不管自己跑到哪里，对方总能找到。任凭骆明成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摆脱对方。而对方似乎也知道自己男士高中学生的身份，并没有直接痛下杀手。但是人家也不会就这样算了，明面上不能做了你，但恶心你的方法不要太多。
只要骆明成发现一处狗头人部落的据点，刚想对其发动攻击，下一刻那个兄弟就会出现，然后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那个狗头人部落灭掉。对方可是一个拥有3级武将的领主，自己怎么可能抢得过对方？似乎是为了向骆明成炫耀，每一次离开，对面都会一把火将整个部落焚烧殆尽。这一下间接的将骆明成想要复苏活尸的愿望给彻底落空。骆明成那叫一个气啊！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里，骆明成在隧道内东奔西跑，因为有那个兄弟的缘故，他根本没有捞到多少好处。此时刚走出隧道，朱刚迎面就给他来了这一手，骆明成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理智让他强压下内心的怒火，并不理会朱刚那拙劣的炫耀。骆明成冷着脸从他身旁走了过去，在擦肩而过的时候，忍不住的骆明成开口了：“哼，将领拉胯兵再多也于事无补。我没记错的话，你的将领只是刚突破1级生物吧？”说完，骆明成一脸冷笑，随后直直的向着出口处走去。“不是啊，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说话间，朱刚直接将格罗姆召唤了出来。轰！一道火红色的身影出现，伴随而来的是整个溶洞温度的瞬间上升。卧槽，这是那个格罗姆，之前不是绿色的吗？现在怎么红了？几名刚刚赶来的同学一走出隧道便看见了这一幕，连张掖都张大了嘴巴。不怪他们，实在是如今的格罗姆与之前的相比，变化实在太大。此时的格罗姆全身赤红，体表上似乎有一层岩浆正在流淌，并且双眼之间不时的还有丝丝火星冒出。手持的依旧是那把巨大的开山刀，但此时刀身上却被一层血红色的火焰所覆盖。此时格罗姆身上释放出来的气势已经完完全全有了一层2级武将的威势。刚子，你这武将怎么回事？张掖瞪大了眼睛，此时这格罗姆身上的变化实在超乎他的想象。要知道1个半月前格罗姆首次亮相，那个时候他才刚刚突破1级生物的门槛没多久，这才过了多久，此时的他竟然已经达到了2级生物的水准。只要是没有点什么奇遇，张掖绝对不会相信。干他娘都快赶上我了！面对张掖的疑问，朱刚也丝毫不避讳，当即说出来了格罗姆晋级的秘密。这还真是一个巧合。那天我在隧道里走着，哪个隧道我不知道，只记得那里特别闷热，我汗流浃背。似乎老天爷听到了我的祈求，当场扔了2颗果子滚到我的脚底下。我拿起来一看，感觉没什么用，直接给格罗姆了。回去他把这2个都吃了，下一刻直接全身喷火，那会差点把我吓死。躺了大半个月，醒来就变成这副模样了。别说实力是蹭蹭蹭的往上涨，糊里糊涂就变成2级生物了。周围众人一脸的羡慕嫉妒恨，看着朱刚那得意的嘴脸，众人连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他妈的，这个傻子都可以，为什么不是我？心里想着，众人的拳头都不自觉地握紧了。但张掖注意到，此时骆明成的眼里已经快要冒出火来了。朱刚都这么说了，他怎么可能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自己心机费尽，最后却给了这个傻子做嫁衣，还被之前那个将种恶心了1个月，导致自己实力都没有好好增长。我他妈就在奇怪了，这么大的果子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思索之间，骆明成心中火气再也压抑不住。朱刚，你他妈的还我地心岩果！说话间，一拳打向朱刚。砰！骆明成的拳头被格罗姆直接拦截在半路。骆明成突然之间的发难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哎，干嘛你啊？玩不起啊？朱刚多到格罗姆身后，一脸吃惊的骂道：“你他妈，那果子是我千辛万苦拿到的，搞了半天让你这个小人摘桃子了！”此时的骆明成2眼都已经红了。什么你的？你有证据吗？怎么张口就来？你现在叫他名字，他答应吗？那他妈都被你吃了，哪来的证据？没有就没有，还扯这犊子干啥？我看你就是找消是不？看着朱刚那一副滚刀肉的模样，骆明成内心的怒火彻底吞噬了他的理智。朱刚，今天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说话间，骆明成身上黑光闪耀，手中直接多出一把冒着寒光的弯刀。但骆明成还没出手，下一刻，当，身旁一道寒芒闪过，那柄弯刀直接脱手而出，落到一旁。此时，管亥不知何时出现在2人旁边。骆明成转头望去，只见张掖满脸寒霜的看着自己。骆明成，你在干什么？你竟然向同学拔刀！我什么？现在就敢向同学拔刀？那以后上了战场，你是不是还要在背后向着战友捅刀子？你什么？骆明成啊，骆明成，我怎么也没想到，为了2颗野果子，你竟然丝毫不顾同窗之意。张掖这番话直接使得一旁其他同学看向骆明成的眼神都变了。他们不管这其中的真相如何，他们只看见骆明成竟然拔刀企图砍朱刚。骆明成感受到众人那不善的眼光，心中顿时一凉。本想将自己的武将召唤出来，连张掖都打，但看着眼前手持还手刀、一脸杀意的管亥，情绪逐渐平复下来。
他不傻，管亥身上的气势不对，远远超出了一个1级武将该有的水准。趁着这个时机，定睛一看，顿时脸上变得难看异常。好家伙，原本以为朱刚这个家伙隐藏得深，但没想到背后张掖更是一个老阴笔。管亥这个家伙如今竟然也已经到达2级武将的实力，而且对比格罗姆，管亥身上的气势更加沉稳。很明显，他的晋级时间绝对比格罗姆早，但却一直被张掖所掩藏。骆明成，我不管你与朱刚2个人有什么恩怨，但现在还在异时空，我希望你能识大体一点。看到骆明成已经被管亥身上释放出来的气势所吓住，场面开始得到控制，张掖这才缓缓走上前，一脸正气凛然。不装一下不行啊，其实内心他也虚啊。朱刚拿了2颗地心岩果，但他可是拿了整整3颗。听到这话，骆明成脸上闪过一丝讥讽。啊，你张掖与朱刚本来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你当然帮他说话。骆明成这么说，张掖当然不干了，要是不反击，他班长的威信何在？骆明成，我本来是不想说的，你身为一个领主，为何还要如此幼稚？这东西你根本不能证明是你的，就算真的是你的，那又如何？你自己没守住，被别人抢走了，你要么用实力抢回来，没实力那就窝着静待时机成熟。但你现在看看你自己像什么？就像一个被人抢了棒棒糖哭着喊着还给我的废物。你要是这种巨婴，那我劝你不要加入这个领主班，这是对你也是对我们好。张掖这番话让周围所有同学都是一脸赞同，毕竟他们也不想有个行事冲动不考虑后果的家伙来拖他们后腿。骆明成此时呼吸急促，两眼泛红。此时返回溶洞的同学越来越多，众人纷纷赶来，听周边的同学诉说着他们听到的事情始末。很快，所有人都用一种戏谑的眼光看着自己。被众人视间，骆明成一下子哑口无言。你们给我等着！撂下一句狠话，骆明成直接冲破众人的包围圈，向着出口处走去，只留下众人一阵嘘声。离开这座异时空，林文斌此时已经站在通道口等待着众人，2辆大巴也同样等待多时。这都回来了，很好，上车我们回去。说完直接转身走上了一辆大巴，似乎对于众人在里面的经历，他根本没有兴趣知道。众人在异时空之中待了1个半月的时间，此时距离6校联考已经只有最后的15天。林文斌经过一阵敷衍的动员之后，将这2个月领主班的补贴发了下来。张掖在众人羡慕的眼神之中，拿走了2枚黄阶中品的粮草石以及2枚黄阶中品的良田石。但只有张掖清楚，也就那良田石对自己领地有用，至于粮草石这玩意儿，他缺过吗？可能是考虑到众人刚刚从异时空归来，为了让众人调整好心态，林文斌难得的给众人放了一次5天小长假。放假的日子就是快乐，放学铃声一响，众人直接涌出校门。而张掖此时也在人群之中。既然回来了，那上次杨梅姐所说的那个黑市也就可以去看看了。这里的黑市并不像张掖之前想象的那样是那种法外之地，如今的燕国境内根本不会有这种地方存在。黑市又名鬼市，是午夜12点才开启的一种摊位，所有人摊主汇聚在一起，这才形成了鬼市的雏形。鬼市也有其特殊的规矩，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东西不问来路。鬼市很多东西都见不得光，双方既然买卖，都默契的不去追究这件事。至于说整个鬼市存在，为何政府没有其他动作，那只能说除了鬼市上交的税务巨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鬼市上会出售很多连官方都想要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政府明面上搞不到，那些东西一般来说都是周边国家明令禁止的。既然12点开放，那张掖索性也就直接不回去了，来到自家老爹的张氏刀铺后院。此时的老爹围着一件皮兜，抡起大锤敲打着一块铁胚。张掖注意到自家老爹在锻打这一件铁胚的时候，大锤的每一次敲击都会留下一道隐约的符文在铁胚内，这可能就是铸剑师的秘密吧。张掖这样想到。此时的老爹光着上身，随着大锤的抡动，浑身已经被汗水所包裹。精壮的上半身，经过岁月打磨洗礼的成熟面容，外加上那充满男性荷尔蒙的汗水，这简直就是少妇的心中最可口的猎物。怪不得老爸老妈这么多年感情一直很稳定。此时老爹终于发现突然出现在身旁的儿子，赶忙停下手上的动作。哎，儿子你回来了，你妈都念叨1个多月了。说话间，老爹放下了大锤，撤下胸前的皮兜。刚刚回来，老爹，我给你带了一份礼物。说话间，张掖将准备好的那一箱珍贵矿石从领地之中拎了出来。这是……下一刻，张掖老爹的眼睛就已经瞪大了起来。那珍稀矿石特有的光泽聚集在一起，直接给了张掖老爹一个巨大的视觉冲击。这是玄晶石，这是含铁，天啊，竟然还有前晶石！造孽哦，这保存方法！老爹一脸暴殄天物的看着箱子里的众多矿石。对于老爹的怨念，张掖只能爱莫能助，他又不是铸剑师，管他什么事。同时将周仓正式介绍给了自家老爹。看着自家儿子1个多月不见，
手底下竟然又多了一个武将，在高兴之余，却也不免心疼起来。看着周仓那壮硕的如同怪兽一般的身躯，张掖老爹一阵无语。乖乖，这要耗费多少料？天色渐渐暗淡。与此同时，张掖穿戴好一身伪装，随即出门。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杨妹当初告知张掖，进入鬼市一定要戴一张面具。根据杨妹当初的告知，张掖来到城郊的某处废弃建筑群之中。昏暗的环境，破败的建筑，这地方要是不拍鬼片，可惜了。张掖观望着四周，心中竟然有些许毛骨悚然。很快，张掖来到某处废弃的医院门前，随即根据杨妹的指示，走到位于地下的废弃太平间，拉开了一处冷藏柜的大门。呼！一阵阴风突然出现在太平间内。要不是有之前杨梅的告知，这个时候张掖已经开始惊声尖叫了。此时，那个被拉开的冰柜内竟然出现了一处如同一时空通道一般的涟漪。张掖想都没想，直接跳入其中。就在其进入的瞬间，冰柜重新归位，一切又恢复平静。那处鬼市赫然开在某处异时空之中，怪不得整个五原市根本找不到一点线索。穿越那一处涟漪，周围的景象顿时大变。回过神来的张掖已经来到了一处阴气森森的山谷内，周围幽绿色的薄雾在昏暗的圆月下竟然显得极为诡异。怪不得叫鬼市，这地方真他妈邪门！环境虽然显得诡异，但在张掖进入山谷的瞬间，里面的环境竟然与外界的气氛格格不入。里面不但丝毫没有外面阴气森森的模样，反而热闹非凡。大量吆喝声以及争吵声即刻传入他的耳郭之中。小兄弟第一次来吧？就在张掖呆呆的望着这一切的时候，一道略带猥琐的声音从一旁传来。张掖转头看去，只见一个面容市侩的中间人笑眯眯地看着自己。这种人不用想，肯定是看自己举止异常，以为是新人想要过来狠宰一笔。张掖并没有理会，而是直接抬腿走了。哎，我还没说完呢，你这人！那男子看着张掖远去的背影，一脸的晦气。琳琅满目的摊位摆在道路两旁，把张掖看得眼花缭乱。这里包含的种类极全，基本上张掖在网上能够看到的东西，这里都有。而且其中有一小部分都是周边国家明令出口的，但这帮人竟然都能搞到。来看看啊，印加国的黑曜石步兵，攻城略地的强大兵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龙虎丸，咸阳城异时空刚刚带出还热乎的，爸爸吃了妈妈怕，快来看看啊。象鼻步兵，阿非利加州的神奇兵种，人送外号硬不疲惫的打桩机，大媳妇老姑娘有需要的都来看看啊。不可否认，一些摊主摆出来的东西对于特定人群极具吸引力。比如那个阿非利加州的象鼻步兵，可并不是什么兽人族的单位，而是妥妥的黑人形态。之所以叫做象鼻，那是因为制造出来的黑人步兵个个都是驴货，并且气大活好，深受深闺怨妇们的喜爱。所以那个摊主一开买，他的摊子前就聚集了众多戴着面具的女性领主，一个个对着这个兵种建筑开价起来，那个价格以极快的速度突破天价。女人对于购买的欲望都是永无止境的，这位摊主很快引来了同行羡慕嫉妒的眼神。同理，那个卖龙虎丸的同样引来了男性领主们的追捧。但这个东西对于如今的张掖来说，使用还为时尚早，所以对于这些外物根本无法吸引他，而且他也没忘自己过来的目的。一番搜索之后，他终于在某处角落之中找到了此行的目标——地火熔炉。效果：使用之后可获得建筑地火熔炉。地火熔炉与地火连接的巨大熔炉，可利用地火的极高温度对金属进行彻底的锻造，可在其中训练专业铁匠。摊主是一个身着南部少数民族服饰的女子，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之中，她却一脸淡然。客人想要什么，价格都好商量。那女子瞥了一眼张掖，脸上并没有太多变化。张掖也没打算与人家软磨硬泡的扯皮，当即单刀直入。这个地心熔炉怎么卖？这个东西。那女子懒懒地看向张掖手指的地心熔炉。这个东西只换不卖。对于这个回答，张掖倒也不意外，毕竟很多东西都不是能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以物换物。那么老板，你打算换什么？灵药、灵材什么都可以，我并没有特别想要的。这女子说话时虽然表情依旧没有变化，但不知为何，张掖却在这语气之中听出来了浓浓的自信，对于自身家底的自信。张掖没有多想，从领地内掏出从狗头人部落之中缴获来的矿石。那女子不由自主地挑了一下眉，这种东西就不要拿出来了，我不是什么垃圾都要的。还有我去，直接被一个女人鄙视了。张掖二话没说，拿出来了自己此行的杀手锏未孵化的卵包，那个使用之后可以获得一头蜘蛛宠物的东西。看到这团略微有点恶心的东西，那女子一原本不变的脸上顿时出现了一丝惊讶。没想到你竟然会有这种东西。沉思片刻之后，这才点了点头。可以交换，但我那地心熔炉价值还在你的东西之上，你还要再加点。
张烨听完，二话不说，直接收起未孵化的卵包，转身就走。这一下直接让这名女子傻眼了，这家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哎，等等，回来，换了。张烨闻言回过头，但此时他的嘴角已经露出了一丝邪恶的微笑。10分钟之后，张烨满足地从摊位上离开，只留下那名一脸幽怨的女子。哼，小样还想和我斗？当我这些年和老妈逛街白逛的？说话间，张烨得意地掂了掂手中的一个竹筒，巨噬蛊虫，黄阶上品。效果：打开之后会出现巨噬蛊虫，被巨噬蛊虫寄生的生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血肉将快速被吞噬殆尽，被其吞噬的血肉将会存储在巨噬蛊虫体内，随即反哺己方。注：巨噬蛊虫只可使用一次便会死亡。这摊主估计是江汉市的三苗人。江汉市位于燕国的最南部之一，那里气候温暖潮湿，很适合大量虫类生物的生长，所以在哪里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领主存在，又名蛊主。蛊主与领主相似，蛊主麾下的领民就是数量众多的蛊虫。蛊主麾下不同的蛊虫同样拥有各种各样的作用，而蛊主平常要做的就是为蛊虫提供赖以生存的食物，以及外出寻找新的昆虫，用于培养出新的蛊虫。很明显，当张烨拿出那枚卵包的时候，那个摊主眼前顿时一亮。张烨是什么人？当年怎么也跟自家老妈纵横地摊多年，那一手茶颜悦色、极致压价的本领可不是盖的。那个女子估计也是家里富裕，头一回出来体验生活，被张烨摸透心理之后，对付起来不要太简单。最终在一番言语交锋之中，那女子完败，甚至还倒贴了一个巨噬蛊虫。随后经过一番闲逛之后，张烨来到一家店铺之中，将自己多余的粮草石分出一部分卖于商铺。像粮草石这种领主之中的消耗品，根本不愁销路。当然，因为产量巨大的原因，整个粮草石在市面上价格也是极度透明化。因为燕国官方的操作，粮草石的价格被压得很低。但还好，张烨这些粮草石成本几乎为零，再怎么低也是赚的。既然前期目标已经达成，张烨也就不再逗留，而是直接向着鬼市出口前进。随着穿过一层涟漪，张烨发现自己竟然不是回到了原先废弃的医院之中，而是身处在一处公共厕所的蹲坑内。虽然地点很尴尬，但张烨不禁对于这鬼市负责人的做法刮目相看。出去地点随即下，避免了被跟踪和下黑手，为保证客户安全做了充分准备。这一点上，鬼市的做法相当笼络了一部分人的好感。回到家之后，张烨直接进入领地之中。首先在精炼矿山旁将地火熔炉放置好，随着白光闪过，一座巨大的钢铁城堡拔地而起。城堡中央，一根巨大的钢制烟囱内冲天火焰蒸腾而起。地火熔炉效果：利用地火的能量铸造武器。1. 可训练普通铁匠，能量点100人。2. 可训练符文铁匠，能量点1000人。这普通铁匠也就算了，价格在张烨心里预期之中。但这个符文铁匠是什么东西？好家伙，一个符文铁匠的价格已经和一个铁狼卫一样了，铁狼卫可是1级生物的标准了。张烨很想将其训练一个出来，见识见识这1000能量点的符文铁匠到底是什么东西。此时他领地经过25天能量的积累之后，已经足足拥有2000点。一番思索之后，张烨决定训练1名符文铁匠以及10名普通铁匠。很快，积攒25天的能量点全部清空，张烨面前多了11个光着上半身、围着皮兜的大汉。拜见无主！11个壮汉齐齐向着张烨下拜。张烨一直注视着这帮铁匠，并在脑海之中不停地与自家老爹相比较。一番比较之下，张烨不得不承认，光这体型方面，貌似还是自家老爹比眼前这10人看上去更加唬人。不，应该说不只是体型，更重要的是气质。自家老爹站在自己面前，身上有一股如大地一般沉稳以及火焰一般的爆裂的气息，而眼前这些人与自家老爹相比，则更像是机器人，死板而呆滞。那名符文铁匠与10个普通铁匠不同，身材竟然稍显消瘦，但他的眼神比其他10名铁匠更显自信。你是符文铁匠，你能干什么？张烨缓缓走到那名符文铁匠面前，一脸疑惑地问道。回屋主，在下能在兵器锻打之时融入符文，使得兵器拥有各种不同的功效。听到这话，张烨顿时就想起来自家老爹在后院锻打的时候都场景，似乎每一次大锤落下便会隐约浮现一个符文加注在金属胚上。难道自家老爹的铁匠技艺就是符文铁匠吗？想到这里，张烨立马叫符文铁匠开工。一旁就是精炼矿山，里面堆积了这段时间生产出来的钢锭。当初张烨将地心炎火投入其中之后，整个精炼矿山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精炼矿山，地心炎火加持，效果：一个能够将矿石冶炼出成品金属的地方，每日可产出20块供200人装备的百锻钢。
二、每日生产的百段钢有30%的几率会提升品质，变成千段钢。有了地心炎火的加持，整个精炼矿山不但每日产量翻倍，同时还能产生更为高级的千段钢。张烨带着11名铁匠来到其中挑选，那11个铁匠不断地抚摸着眼前摆放的百段钢，同时还不停地点头交流。看得出来，对于精炼矿山生产的百段钢质量，他们极为满意。而那名符文铁匠此时已经来到了那少量的千段钢面前，眼前的千段钢比之一旁的百段钢表面的纹理更加密集。那符文铁匠看到之后，眼前顿时一亮，随后不住地抚摸嘴中，还不停地啧啧称奇。待从张烨口中得知眼前的千段钢乃是因为地心炎火的缘故之后，他脸上又显露出一丝暴殄天物的神情。屋主，地心炎火乃是锻造神兵的利器，比之地火更加高效，且锻造出来的兵器将有神奇的功效，您将其放在这里实在是浪费了呀。说完，那符文铁匠还不住地摇了摇头，但张烨显然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没事，地心炎火也是能够不停地成长的，等时机成熟，我再从精炼矿山之中分裂出一部分放在你们地心熔炉之中便好。随即将之前得到的黄金甲锻造图纸交给了他们11人，让他们选一块百段钢将其打造出来。很快，地火熔炉便开始了第一次工作。随着铁匠们将连通地火的闸门打开，一瞬间，令人窒息的热量扑面而来，火焰冲天而起。黄金甲的锻造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完成的，看着他们已经开始干活，张烨转头来到了领地中央，找到了管亥他们。此时，张烨手中还有4颗艮坤果、3颗地心岩果以及15枚血晶，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玄阶中品的地龙精血。既然补品这么多，那就是该好好给自己手下这帮人补补了。张烨乃是自己麾下3名武将之中唯一一名统帅性质的，他的黑山军同样也是自己领地内规模最大的军队。但张烨的实力依旧是最低的，仅刚刚踏入2级生物的门槛，如今已经快要跟不上领地成长的步伐了。所以张烨率先将5枚血晶交给了张燕，至于地心岩果和之前的艮坤果一样，被张燕所婉拒。张燕将5枚血晶接过，走到淬血池之中。此时的淬血池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之后，池面上已经有了一层大约2-3厘米厚的精血层。张燕走入其中之后，直接盘腿而坐，将1枚血晶放入嘴中，开始吸收起来。随着张燕的呼吸之间，周围的精血犹如受到什么吸引一般，开始朝着张燕涌去。张烨又将玄阶中品的地龙精血交给一旁的管亥。玄阶中品的地龙精血乃全身淡黄色，在神秘力量的作用下，精血被包裹成一个拳头大小的圆球状。可能是等级高了，在这团精血拿出来的时候，张烨似乎能感受到一股淡淡的龙威。管亥二话不说，直接接过，同时拿走的还有3枚艮坤果，找了一个地方独自吸收。接下来就轮到周仓了。其实地龙精血最应该适合周仓使用，凭借他那几乎赖皮的技能，如果再加上地龙精血的加持，恐怕其血厚程度将直线飙升。但奈何之前得到的地龙精血已经给管亥使用，所以为了继续加强管亥的能力，只能将地龙精血交于他。那么只剩下那3枚地心岩果以及最后的15枚血晶了。张烨也不多想，将其全部交给了周仓。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让周仓突破2级生物的枷锁，成功迈入3级生物。张烨满含期待地看着此时已经坐在角落之中的周仓，体质强的人吞服方式也显得豪迈很多。周仓抓起一把血晶，直接塞到嘴里，不等咽下，剩下的血晶同样放到口中。下一刻，一股澎湃的气势从周仓体内释放而出，周围的空气都直接变得扭曲，并且略带丝丝血色。而周仓体表所有青筋暴起，毛孔如同烟囱一般向外冒着白气。这应该没事的吧？张烨此时心中有点忐忑。1个小时过后，周仓体外气势达到一定境界之后，开始逐渐平稳下来。但就在此时，周仓大嘴一张，将3颗地心岩果直接吞入腹中。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将3颗果子嚼碎，整个过程竟然用时不到3秒。下一刻，周仓全身开始快速泛红，同时整个身体开始大量释放热量。张烨站在周仓前方，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感受着空气之中不断升高的温度，张烨不禁皱起了眉头，同时开始担心起来了周仓如今的状态。但张烨的担心很快便发现是多余的，这种异状只持续了片刻，随后温度开始降低。很明显，周仓已经开始适应并且逐步掌控。轰！第一个打破僵局的却是管亥，服下那团玄阶中品的地龙精血之后，此时身上的气势更加逼人，张烨甚至在其中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一股类似于龙威一样的精神威压。此时的管亥两眼都已变成金黄色，胳膊与脖子的暴露处
张掖甚至看到了一层薄薄的鳞片。卧槽，这是变成小龙人了！张掖死死地盯着管亥，同时心念一动。管亥，实力2级生物，力量28，速度24，意志23，体质27，技能1掠劫，每此战胜敌方便可增加 50% 劫掠收益。2索粮，攻破敌军每个城池，粮草时的收益将增加100。3隆重生物，管亥站在地面上时受到地龙血脉加成，力量正 50%， 防御力正 60%， 伤口愈合速度正 80%， 同时能够操控泥土与岩石进行攻击。4化龙，使用后管亥进入龙人形态，全属性正 100%， 持续时间1分钟，时间过后进入虚弱状态，持续1天。很遗憾，虽然已经开始触摸到3级生物的天花板，但依旧还差临门一脚，但技能却得到了一定的加强。特别是那个化龙技能，介绍虽然简单，但效果极为惊人，全属性翻倍，再加上隆重生物的加成，虽然持续时间短并且副作用大，但这个技能可以看作是开无双了。管亥身上的异香持续了将近15分钟，他才逐渐开始掌握并且熟悉自己的身体。轰！另一边，张燕同样已经睁开了双眼。此时的张燕在血晶以及淬血池的双重加持下，浑身气势暴涨。张燕，实力2级生物，力量24，速度26，意志21，体质25，技能1无降，能将对方增益状态直接盗取过来，作用于己方身上。2飞燕，速度正 100%， 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1天。3黑山道手，可在领地黄金信徒之中训练黑山军，同时由张燕带领的黑山军士气正 30%。 此时的张燕虽然还是3人之中的垫底，但已经迈入2级生物的中层，并且他最重要的还是训练黑山军。对于上阵杀敌、万千军中取上将首级这种事情，张掖并没有很期待。在张掖心中，对于张燕的定位依旧是统帅而非猛将。管亥、张燕两人已经全部从修炼之中醒来，但周仓此时却依旧紧闭双眼。但张掖隐约感觉到，周仓原本已经平稳的气息已经开始缓缓地搅动起来，仿佛下一刻就会如同火山一般爆发出来。对此，张掖对于周仓能够提高到何种程度很是期待，但这一等的时间却大大超乎张掖的预料。外界天都已经亮了，周仓却依旧双目紧闭。等不了了的张掖随即放弃了观看的想法，而是直接离开了领地，回到主世界之中。此时外界大概已经到了7点，张掖老妈已经在厨房里忙活着早饭。张掖推开房门来到客厅，此时老爹也刚刚坐在椅子上准备老妈的头位。看到张掖走出，张掖的老爹一副见了鬼的样子。在他的心中，自家这个儿子平常懒得跟猪一样，平常上学不迟到已经谢天谢地，放假哪次不是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来。此时的他不但起来了，而且一脸的憔悴。儿子，你是不是谈恋爱被甩了？看着老爹一脸关切的样子，张掖满脸问号。什么东西？难道你不是被甩之后彻夜难眠？不然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还没等张掖开口，老爹已然用一种过来人的表情拍了拍张掖的肩膀。这又算得了什么？那个人只是你生命之中的过客罢了。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女人还不好找吗？老爹跟你讲，这世上女人多的是，身为张家的人怎么能被一个女人套牢脖子？外面漂亮姐姐这么多，这个不行那就换一个，实在不行就多找几个。咱们老张家的人能力强猛，这一点压力扛得住。我呀就是明白的太晚，年轻的时候太天真，遇见你妈被骗得团团转。此时张掖的眼神逐渐变得惊恐起来，而此时正在感慨人生的老爹突然之间感觉背后传来一阵杀气，原本的身子当即顿住。下一刻，原本惆怅略带悔恨的脸色已经转变成一副幸福的模样。想当初我人生之中最庆幸的事，就是当初在校园之中遇见你妈，那时的你妈美丽温柔，如一阵清风吹动我的心灵。老爸在这一刻展现出来了惊人的演技，而张掖亲眼看见老妈从原本的杀气逼人转变成一副少女怀春的模样。一场惨案被自家老爹轻易解除。老爹，你知不知道符文铁匠啊？张掖嘴中嚼着一根油条，口齿不清地问道。老爹听见这话，原本捧着豆浆的双手当即一顿，随即一脸认真地看向张掖。你从哪知道这个东西的？因为我有。片刻之后，张掖老爹手中捧着一顶金黄色的头盔，仔细地端详着。经过一整夜的锻打，那名符文铁匠终于完工了黄金甲之中的头盔部分，而张掖老爹如今手中的头盔就是符文铁匠的杰作。看了将近半个小时，老爹这才放下这顶头盔，眼神之中竟然流露出一丝不屑。这顶头盔在打造时的确融入了符文的力量，但手法很是粗浅，应该也只是一个经验不深铁匠造出来的，打造手法片面，
感觉完全按照书上的标注的来锻造的，死板而不知变通。说完，老爹摇了摇头。张掖一挑眉，直接将那名符文铁匠给召唤了出来。无主！那名符文铁匠一出现，第一时间恭恭敬敬地给张掖行了一礼。免了，这位是张大师，对于你的打造手法很是不屑。说话间，张掖一手指向了一旁的老爹。哦，这是来砸场子来了。那名符文铁匠一挑眉，随即冷冷地看向张掖老爹。老爹也被自家儿子这一手搞得愣了一下，但看到那名符文铁匠那一副挑衅的眼光，老爹眼神也是一变。铜墙是冤家，不外乎如是。那名符文铁匠先是对着张掖老爹拱了拱手：“这位大师，不知对于我锻造的头盔有何指教？”话虽然说的客气，但明眼人都能从语气之中听出来不服。张掖老爹听完，忍不住笑了出来：“既然不服，那我们就比比。”好。很快，张掖等人便来到了张氏刀剑铺的后院。自家老板要与人比试，铺内所有成员把后院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此时张掖老爹与那位符文铁匠各自面前都有一套锻造设备。这次比试的项目就还是头盔，没问题吧？行，听你的。话音刚落，两边各自有一名下手负责鼓风生火。两人也都不废话，直接抡起大锤开始捶打面前的一块百断钢。两个人都属于彪形大汉，挥舞起来虎虎生威，迸发出来的火星四溅，场面看上去极为壮观。但张掖很快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异常。自己那名符文铁匠每一次捶打面前的百断钢，每一次锤击都会将一枚符文砸入金属锭之中，并且符文停留在金属锭表面很久。但自家老爹的每一次锤击虽然也有符文落下，但留在金属锭表面上的符文并不是很明显。难道自家老爹不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张掖终于明白过来，自家老爹的符文之所以没有对面那般明亮，是因为符文已经被老爹直接锤入钢锭更深处，而自己那个符文铁匠却只能将符文留在钢锭表面。这么一看，似乎自家老爹技术水平更加高深一筹。锻造本来就是一件长时间的体力活，就在张掖看得昏昏欲睡之际，一阵来灵魂的震颤突然将其惊醒。回过神来的张掖立马明白，刚刚的震动来自自己的领地之内，随即也不管面前的比试，直接进入领地之中。此时原本正在闭目养神的周仓此刻已经醒来，身上散发出来的惊人气势让张掖都感到了无比的压力。周仓，3级生物，力量33，速度29，意志31，体质35，技能1厚甲，防御力增加正150%，持续10分钟。2钢铁意志，发动技能后，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总能留下一口气。3小强躯体，伤势愈合速度正50%。4焚火，可召唤一道火焰附着在武器上，高温将会持续灼烧对方。周仓并没有辜负张掖的期望，成功跻身3级生物行列，并且多亏那些大补之物，让他直接过渡到了3级中期的水平。那夸张的体质，一般3级初期的生物根本不会对他造成伤害，并且因为地心岩果的缘故，让他多了一个火系技能，大大增强了他的输出能力。嘿嘿，又多了一道底牌。张掖忍不住笑了出来。很快，半天的时间过去，双方都已经将头盔打造完毕。2顶金灿灿的头盔放在众人面前，表面上看似乎无一二本，但周围的人除了张掖外都是行内人士，一看便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那名符文铁匠脸色凝重，他也明白了双方的差距所在。看出来了吧？张掖老爹此时双手环臂，一脸傲然地看着对面。你的打造的虽然也是符文装备，但符文全部流于表面，这样的装备在长时间的交战之中，很轻易就会被磨损掉，而且会被对面轻易破坏，这在战场上将会是致命的。砰！那符文铁匠出乎所有人预料，竟然直接双膝下跪，对着张掖老爹就是一个以头抢地。先生教我！这套动作下来，众人直接愣住。老爹看向张掖，老爹，要不就让他待着吧，反正自己现在只有一个符文铁匠，产量也上不来，近期自己肯定只会大力发展普通铁匠数量。这一名符文铁匠跟着自家老爹学习更高深技术，将来正好管理整个符文铁匠的团队。听到张掖这么说，老爹随即也就点头同意，让他待在自己身边。正好你还没有名字，这样你就叫张仆吧。张仆拜谢无主赐名。从后院离开之后，张掖直接进入领地之中。此时太平道院内，张福带着10名太平道士正在绘制金甲符，而在桌子上的角落已经垒起厚厚的一沓。张掖并没有打扰他们，而是轻手轻脚地将其收起，随后离开。离开领地返回主世界之后，张掖当即联系起朱刚来。作为自己的铁哥们，有了好处不得先想着他。电话铃声响了许久之后，这才被接通。与张掖料想的一样，对面一开口便是一股还未睡醒的声音。谁啊？刚子，快起来，
爷送你一个大造化。1个小时之后，朱刚满眼惊喜地看着手中那10张金甲符。叶哥，不张爷，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爷爷，受小弟一拜。朱刚倒也光棍，当即对着张掖就准备行8跪9叩的大礼。下一刻却被张掖拦下。得了得了，过分了昂，想让我折寿？张掖一脸晦气地将朱刚拽起来。张爷，你把这金甲符给我了，你怎么办？马上就要6校联考了，这东西对你更重要，你要不还是拿回去吧。你都给我了，你用什么？说话间，朱刚就准备将手中的10张金甲符往张掖怀中塞，但下一刻，他的下巴就不自觉地掉了下来。只见张掖从怀中掏出一沓厚厚的黄纸，那上面竟然全部刻画了金甲符的铭文。拿着吧，爷的财力超乎你的想象。这一天，待在家中的南市高中领主班成员都接到了他们班长大人电话的亲切问候。夜晚，张掖望着手机银行卡上那一串长长的数字，一脸得意的笑容。同时而来的还有手机通讯录上那一连串的好友申请。在张掖的暗示下，自家班里的同学肯定也有其他学校的好友。随着人脉关系的流通下，张掖的触手同样伸到了其他学校。有生意干嘛不做？但为了自家学校成绩考虑，张掖卖给其他学校成员的金甲符不但在数量上，同样在价格上那可就天差地别了。今天正好休息，张掖化身为了快递员，将金甲符挨家挨户的送到每一个需要的领主班成员之中去。在钱货两清之后，一名行至高中的小胖子挥泪告别张掖。待张掖的背影远去之后，那名小胖子满脸欣喜地看着手中4张金甲符。原本张掖内心打算给外校每人限购2张的，但奈何对方给的太多了。小胖子明显是个不差钱的主，从要求张掖送货地址上就能看出来，乃是5元市的高端别墅区。太好了，有了这东西，这一次6校联考稳了。仅仅1天时间，张掖手中所有金甲符便出售殆尽。5元的有钱人还真是多啊！看着手机中不断上涨的存款数量，张掖不禁感慨。将手中的金甲符出售殆尽，刨除成本，虽然也没有什么成本，张掖如今手上存款已经突破40万。有了钱之后，张掖直接打开了淘多多网上商城，开始搜寻起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来。一番查询之后，还真让张掖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农家小院建筑图纸。效果：使用后可在领地之中生成建筑农家小院。农家小院：1. 每日能量加50。2. 生产农民的地点，领主可使用能量生产农民20个，和领地内农舍效果一样，但每日增加的能量却比农舍高。卖家是一个单人卖家，标价35万。这种好东西可不多见，张掖毫不犹疑，直接出手买下。眨眼睛，张掖刚刚挣下的40万直接变成5万。这一位卖家估计是离5元很近，只用了2天时间，快递便已经到达。快递上有一个专门的保密符文，输入约定好的密码之后，包裹打开，露出里面一枚小巧的雕塑。张掖进入领地，在农舍旁边为其选定了一个位置。随着白光闪过，张掖领地之中多了一处农家小院，同时每日领地能量加130。时间过得很快，只上了1个星期的课之后，15天的时间已经到达。今天就是6校联考的日子。6校联考的地点定在离5元市有将近100公里的地方，那里有一处大型黑铁及异空间。那一处异空间5元市已经开发完毕，所有能够轻易击杀学员的土著生物已经全部被击毙，同时整个异时空之中布满了监测法阵，有政府专门人员驻守，杜绝了所有意外的发生。很明显，这个异时空已经被5元市的教育界设定为专门用来考核的场所。这一次，南市高中整整包下了6辆大巴，浩浩荡荡的向着目的地开去。毕竟这一次可不止张掖他们这帮高1，连高2、高3的老生都将一同参加6校联考的测试。张掖等人坐上大巴车，发现每一个座位上都放了一本薄薄的纸册，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本次联考的规则。本次3个年级参赛地点虽然都在同一个异时空之中，但考核标准却完全不一样。高1考核内容是摧毁其异时空之中的某处名叫麋鹿公国的势力，高2是摧毁异时空之中某处名为坦斯王国的势力。而高3的考核标准就简单多了，就一条：生存到最后，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在6个高3年级之中存活下来，分数按照生存先后排名。本次6校联考之中，高2与高1参赛地点不接壤，但高3位于全图。规则是高年级不得主动对低年级发动攻击，但低年级可以主动攻击高年级，一旦攻击，高年级同样能够反击。其他2个年级的先不管。高1年级之中，攻占麋鹿公国一个城堡，积分加50；攻占麋鹿公国皇城，积分加1000；击败同校学员没有积分，击败他校学员积分加10。注：击败他校高3学子，积分加1000。
从击败他校学子的积分上便能看出那帮学校上层的想法，他们是希望6个学校的学员在遇上之后便能直接交战，这样才能更直观地察觉出学员之间的强弱。而高三的比赛内容更加证明了这点，不但要考验高三学子个人实力的强弱，同时也考验了对于整个学校的凝聚力。在看到其他院校的高三学员时，低年级学员能否放弃自身成绩，前去消耗对面高三的实力，为己方学长创造机会？或者说，同校高年级学员是否舍得花大价钱，雇佣自己学弟前去消耗对面高三学员的实力？大巴车还没启动，张烨他们所在的那辆车上突然走上来3个高年级的学长。那3人上来之后，看了一眼林文斌，在看到林文斌默默点头之后，便松了一口气，随后看向车上的所有学弟。说来还真是巧，这3人张烨还见过，便是当初在黑虎寨与一名高三学姐争锋，而让张烨摘桃子的3人。那个学姐张烨依稀记得，好像叫涂雨田。各位学弟学妹大家好，我是你们高三的学长，我叫汪天瑞。咱们长话短说，希望各位学弟学妹帮一个忙，那便是如果你们在那异空间之中发现其他学校高三的学员，麻烦给他们整点麻烦。看到前方那帮学弟学妹一脸看猴的表情，汪天瑞也并不恼怒，毕竟这种场景他们也有所预料。当然，这个帮学长们也并不是让你们白帮的，只要你们成功让对面一个高三学员受到损失，我们高三领主班将会在班费之中给予你们一定量的补偿。当然，这个补偿你们可以放心，绝对不会让你们有所损失，相信学长们的财力。说这话的时候，汪天瑞眼神之中闪过一丝自信。听到这话，众人眼神一闪。要是让他们白帮忙，那众人只能说拜拜，但要是给钱，那就不一样了。那学长，我们要是帮你们将对面高三的给解决了呢？汪天瑞3人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朱刚一脸兴奋地举着手。解决？你他妈想什么呢？一大早喝大了吧？3人心中虽然不屑，但眼前有求于他们，也不能误了那帮学弟。于是汪天瑞笑了笑，这位学弟好志气，但学长不得不提醒大家一句，对面毕竟是高三学员，比你们早成为领主了2年，差距还是有的。当然，各位学弟学妹，要是有谁真的成功了，我们高三班长会奖励那名英雄一个惊喜，并且学校也将会有一个大奖励。听到汪天瑞这么说，众人赶忙转头看向林文斌，只见林文斌点了点头，似乎是承认了。有了林文斌的保证，众人这下终于相信了。看到车上的学弟学妹眼睛开始发亮，汪天瑞随即转头看了一眼庄婉洁。庄婉洁会意，直接从包里掏出一沓红包。初次见面，一点小小的见面礼，不成敬意。说完，便一个个开始向着众人分发起来。嚯，还有这好事！众人看向汪天瑞3人的眼神也逐渐变得和善。3人下车后，张烨发现其他几辆大巴上同样有几名高三学长下来，看起来他们与汪天瑞3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不但高1连高2他们同样不放过，都开出了高价。叶哥，你说这帮高三的土地主还真是豪爽啊！朱刚一脸兴奋地拆开那红包，里面赫然放着5张100元大钞。嚯，这手笔还没帮忙就先给这么大，看起来这一次6校联考对于高三这帮人很重要啊！张烨同样拆开红包，里面与朱刚一样都是500元。林文斌此时站起来望向众人，刚才那是学校领导默认的，我不好发表意见，但我只说一句，高三的实力你们应该也都见识过了，遇到其他学校高三的，你们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得失，不要被这点奖励冲昏了头脑，要认清自己的实力。当然，如果时机合适，该出手时就出手，特别是张烨、朱刚，你们几个有武将的领主，这一次表现出色有好处。林文斌说完，之间转身坐下，他这话当即给了众人一盆凉水。对啊，光顾着兴奋了，却忘记了高三毕竟比自己等人高了2年，不说别的，至少比自己等人多发展了2年。而自己等人呢，虽然经过上次1个半月异时空之旅后，众人的实力都有所增长，除了张烨与朱刚外，又有了3名学员成功培养出1级武将，骆明成也在其中。但那帮高三的可大部分都有2级武将，班里顶尖那一撮人都是3级武将了。自己等人这点实力冲上去，恐怕都激不起什么浪花，连给人家消耗实力都做不到，单纯只是送菜罢了。高三那帮人的奖励看起来不好拿呀，就张烨他们5个人才有点希望。但是虽然什么也没干，但能白捡500块也是好事。高三学长还真是好人。这么一想，众人心中顿时好受很多。大巴车随即向着城外飞速远去。6校联考集结了五原市所有领主学员，这一次政府同样派出了大量警员相送。在异时空外的据点处，还有一整支严国军队驻守。此时，一辆豪车之中，一双冰冷的眼眸死死地盯着远去的大巴以及周边护送的大量警车。结，好戏要开始了！100公里的距离让全速大巴车整整开了3个小时，
终于带着昏昏欲睡的众人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军事据点。之前林文斌带着众人去的拿出一时空外，同样有这一番操作，所以众人也不会大惊小怪。南市高中在3位老师的带领下，3个年级进入据点之中。很快，另外5个学校同样前后赶来。张烨等人纷纷赶到门外前去看热闹，毕竟马上就开始参赛了，提前熟悉对手也好。来之前的那份纸册之中，详细的记录了每个学校高一领主班之中的棘手角色。张烨下车之后，已经将那些棘手的对象样貌牢牢地记在脑海之中。好笑的是，南市高中的领导不知道是从哪个渠道买到的消息，连东湖高中的周凯乐都在那份名单之中。但此时的骆明成根据资料显示，已经有2级生物的武将，实力比之前有了更高的增长。看来东湖高中这一次为了摆脱垫底的命运，下了血本了。这是骆明成实力增长这么快，张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东湖高中为了摆脱垫底的命运，直接不择手段大量加强高一新生的实力了。但如今张烨的实力，这帮家伙还真没让他放在心上。这5个学校里，真正让他在意的也只有2个人。第一个是五原高中高一领主班班长蒋俊耀，以及当湖高中高一领主班班长张宏辉。这2人之中，张宏辉手下同样拥有3级生物实力的武将。另外一个蒋俊耀虽然没有3级武将，但他老爹是五原市副市长，什么成分也就不用解释，张烨也都懂。另外那个张宏辉来头也同样不小，虽然不是很有权，但他家族是五原首富，他家族当然能往他身上死命的砸钱。那个3级武将，张烨估计就是这么来的。嚯，一个官2代，一个氪金党，应该没什么挑战难度。说话间，张烨将手上那份资料放下，脸上洋溢着自信。那林老师都劝自己到时候出风头，虽然不知道低调的林老师为何要让自己等人干这件事，但听人劝，吃饱饭。林老师既然这么说，一定有他的理由。刚子，进去之后该装的逼可一定要装啊！张烨转身直接将手搭在朱刚的肩膀上。此时的朱刚正在拼命对付一只犟猪蹄，听到张烨的话，当即抬起头，一脸迷茫的看着张烨。烨哥为啥啊？听哥的，哥啥时候骗过你？哦。很快，随着五原高中最后一个到达，6所学校的领主班学员全部到齐。此时，所有学员由老师带队来到一处巨大的操场上。最上方，6所高中的校长以及该基地军方负责人、五原市教育部一帮领导早已坐在位置上。之后便是张烨最头疼的环节，那帮领导的演讲冗长且无趣，让底下那帮学员听了纷纷摇头晃脑，昏昏欲睡。经过不知多久，上面的各领导终于结束了这口沫飞溅的演讲，底下众人纷纷拍手叫好。随后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之中，大家被领到了3座巨大的时空门之前。高一最左边的时空门，进入其中之后，所有人都会被随机传送，同学们自己小心。一名身着军装的人在前方提醒道。张烨一踏入时空门，周围的景色顿时发生变化，一眨眼之间便已经来到一处茂密丛林之中。此时操场上已经升起一面巨大的屏幕，一时空之中，所有学员的身影都已经映入其中。李校长，听说你们南市高中今年出了2个好苗子。发话的乃是东湖高中的校长吉永兴。听到这话，其他几个校长以及高层领导一脸期待地看着这2人。东湖高中因为这一届获得了几个好苗子，这段时间特别高调，已经成功将行知、文涛2所高中的高一新生击败，但最后竟然在南市高中这里全军覆没，据说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件事当时闹得还挺热闹，所有五原市教育界的人都知道了。此时东湖高中的校长这么说，看起来是不服啊，有好戏看了。此时周围的人都已经有拿出瓜子的冲动了。面对东湖高中校长吉永兴的问话，李校长却只是淡淡一笑，哈哈，吉校长，你们东湖高中这一届才算是发了，不过嘛，实力这种东西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东湖高中想要改变垫底的命运，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此话一出，吉永兴脸色顿变。哦，看起来李校长对于自己学校的学生极度自信啊，要不赌一把？听完，李校长眉头一皱，一脸疑惑地看向吉永兴。东湖高中在6校联考前将大把资源投给所有领主班的学员，这件事本来就不是秘密。对于其他学校来说，东湖高中这一举动只不过是最后的挣扎罢了。但如今看吉永兴这副模样，貌似还有什么杀手锏一般。不知吉校长要怎么赌？很简单，就赌今年教育局下发的1半经费。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眉头一皱，特别是教育局的那帮人，此时面色变得更加难看。吉永兴，你算什么东西？教育局给的经费是你能动的？一名教育局的官员毫不留情地破口大骂起来。此时吉永兴脸色一变，当即就明白了自己干了什么蠢事。不，各位误会了，我是说赌今年教育局下发给校长的工资补贴，可能刚刚说快了，导致大家错会了，抱歉。
吉永兴脑子转的倒是很快，一下子就将局势掰了回来。李校长内心不屑，你还真是狗急跳墙了，连教育局给的经费，这主意都敢打。但面对吉永兴所说的赌注，他又犯了难。不赌吧，在这么多领导面前自己丢脸；赌吧，看吉永兴这副样子，似乎胸有成竹，看上去有什么杀手锏。就在李校长犹豫之时，却瞥见一旁的林文斌对他点了点头。这一下，那李校长有了信心。吉校长既然有雅兴，那我就赔一把。赌什么？看到对手上钩，吉永兴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随即手指向屏幕，那里是高一学员的位置。我们就赌谁家的学员能笑到最后。李校长点了点头，但随即将一枚拳头大的白色晶石掏了出来。我赌了，但是这赌注太小，要赌就再大一点。这枚玄阶下品能量石就给最后的赢家。看到李校长这般模样，那吉永兴同样掏出一个瓷瓶。既然如此，这里有一枚玄阶下品的龙血丹，同样给赢家。嚯，有点意思了。加我一个五原高中，同样一枚玄阶下品能量石。看到五原高中下场，当湖高中的校长当然也不甘示弱，同样拿出一枚玄阶下品能量石。加一个当湖高中。此时6所高中之中4所加入战场，另外的行知与文涛他们不说话。这两家今年学生质量不行，居然被东湖高中给挑了。此时这两家校长脸上苦笑，但心中火冒三丈，回去必须要给他们扔一时空之中，好好操练操练他们。这是两个校长的共识。此时驻地内，一名警察着装的男子正缓步走在基地内，他们承担着护送学员的任务，既然已经到达目的地，很快也就要回去。此时所有警察都在驻地内休整，也就没有那个卫兵感到奇怪。那名警察走到靠近操场的位置，看着上方一帮领导正在兴奋地压住，嘴角露出一丝嘲讽。刺啦！一道耀眼的雷蛇从张掖手心释放，直接击中对面一个手持长枪的士兵。强大的电流外加巨大的攻击力，直接让对方僵直地倒了下去。空出手来的张掖当即召唤出来了张燕，给我将对面全部宰掉！末将遵命。随之大批黑山军出现在张燕身后，向着对面杀去。说来张掖也算倒霉，刚刚进入异时空，转头便发现一个学员闯入他的视野，而且那人竟然身穿当湖高中的校服。那没说的，双方直接展开大战。谁知那人手中竟然握着一柄弓弩，看见张掖之后，想都没想，抬手就是一箭。等张掖慌忙将其躲避之后，那人已经召唤出一队枪兵向他杀去。还好张掖身怀掌心雷之中神技，为他取得了一点喘息的时间。张掖出现的瞬间，对面那名领主差点眼珠子都瞪出来了。卧槽，你有武将！此时的他连肠子都悔青了，他只能算是当湖高中一般学员，虽然已经知道此次6校联考中自己只能算是走个过场，但一入场就直接踢到铁板，这种事情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但想要就这么简单解决自己，对方也是痴心妄想。想到这里，对面那位学员同样将领地内剩余枪兵全部召唤出来。张燕的实力对付一帮连一级生物都没有的家伙，那还不是手到擒来。于是张燕难得的当了一回勇冠3军的猛将，带着黑山军直接冲破那帮枪兵的防线，来到那名领主学员面前，手中流风刀当头斩下。啊！在那名领主学员在尖叫之中化身白光，直接消失在了原地。此时外界，那名领主学员一脸惊魂未定地摸着全身，在发现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但下一刻便看见自家老师一脸阴沉的脸，同时瞥见此时场地上似乎只有自己一个人，随即心中一沉。我也不求你这家伙表现多好，但你竟然第一个出局，是我没想到的。随即那名老师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自己，但话音刚落，又是2道白光闪过，里面露出另外2名领主学员。那2人身上的衣服竟然也是当湖高中。此时那名老师双手捂住胸口，一脸感慨：奇耻大辱，我当老师这么多年，从来没遇见过这种事情。你们果然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轻松解决掉一名领主学员之后，张掖向着前方走去。穿过整片丛林之后，一座巍峨的城堡出现在张掖眼前。很明显，这里就是那个所谓麋鹿公国的城堡之一，攻占它就能获得积分50。但看着眼前这处城堡，张掖直接排除了强攻的想法。开玩笑，自己手上就这么点人，死上一个都会心痛很久，还强攻，得想办法混进去。就在张掖纠结之时，城堡大门口开出一支骑兵部队。这支骑兵部队为首的乃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男子。这支部队冲出城堡后，风风火火地向着南边疾驰而去。嘿嘿，就是你了。张掖随即召唤出坐狼，跟在这支骑兵身后。这支骑兵部队沿着一条土路，很快进入了丛林之中。坐狼拥有技能嗅觉技能，可以很轻易地追踪那支骑兵的动向，所以张掖为了防止他们察觉，拉开了好大的距离。这支骑兵走了很长一段距离，
最终穿越了整片丛林，但依旧没有停下脚步。继续跟了一段距离之后，张掖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目的。此时，整支骑兵部队护送这一架装饰华丽的马车，而领头的那名年轻男子此时骑在白马上，跟在马车旁，一脸微笑着与里面的人说着什么。瞧着马车的装饰和那个年轻人那舔狗一般的模样，里面应该不会是什么公主之类的人吧？张掖情不自禁地摸了摸下巴。维克托此时心中极度兴奋，他怎么也没想到，这麋鹿公国的公主会屈尊来到他们罗恩家族的领地之中。要知道，他们罗恩家族可是位于麋鹿公国的最边境，一向被公国内部的贵族视为乡巴佬。要是这段时间我能讨得公主的欢心……下一刻，维克托却摇了摇头，将这个幻想打破。公主怎么可能会与自家联姻？但要是能与公主共度良宵，那他维克托也就赚了。要知道，公主可是麋鹿公国有名的美人。想到之前看见公主那傲人的身姿，维克托感觉自己下腹巨龙抬头。但下一刻，一条明亮的闪光打断了维克托的幻想。刺啦！张掖的掌心雷直接轰击在维克托胸口，直接将其击下马。什么人？在众多骑士惊魂未定之际，张掖带着铁狼卫冲了出来。那帮骑士全身铠甲，黑山军此时只是属于轻步兵，想要击杀那帮骑士，恐怕伤亡会比较严重。而铁狼卫却不一样了，那帮铁狼卫可是身披重甲的人形坦克。阿呜！随着胯下坐狼的一声声狼嚎，那帮骑士的战马此时却如临大敌，开始混乱起来。这突如其来的遭遇让骑士部队阵型大乱，那帮骑士连身体都不能稳定下来，更不要说对着张掖他们冲锋了。而铁狼卫此时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随着张掖一声令下，一帮铁狼卫直接扑了上去。铁狼卫本就属于一级生物，对付这帮骑士不要太简单。仅仅过了半个小时，整支骑士部队全军覆没，连一个幸存者都没有。此时，众人将那座华丽的马车团团围住。嘿嘿嘿，公主，让我瞧瞧公主长什么样！张掖，张掖会意，走上前，直接对着马车就是一刀劈下。轰！华丽马车在张掖释放的刀气下，直接变得四分五裂，露出里面的公主。操，这是什么妖怪？张掖此时眼睛都快瞪出来了。此时他的眼前多出来了一个健硕的身影。只见里面的公主上身一头金发，面容白皙，脸型充满了异域风情，但下半身那鼓胀的红二头肌，健硕的小腿，这要是去参加健美，妥妥的冠军啊！救命啊！那名充满阳刚的公主在马车破碎的那一刻当即惊声尖叫起来，那声音直接进入张掖两耳之中，仿佛狮吼功一般。张掖，让他闭嘴！啪！张掖忠实的执行了张掖的命令，直接一巴掌上去，巨大的力道让那名公主直接进入懵逼状态。片刻之后，公主终于回过神来。你竟然打我！你知道我是？啪！我可是……啪！啪！啪！张掖面无表情的对着公主那张大脸进行着疯狂的输出，如雨点一般的巴掌直接让那名公主的脸肿成馒头。别打了，我错了，再也不敢了。此时的公主趴在地上，死死的抱住张掖的大腿求饶。好了，停下吧。听到张掖发话，张掖刚刚抬起的大手终于放下。哼！脚一甩，将腿上的大号挂件直接甩了出去。张掖缓缓的走了过去，看着瘫倒在地的大号公主。怎么称呼？凯琳。那凯琳女士，帮我一个小忙怎么样？凯琳敢不同意吗？于是疯狂点头。黑天鹅堡原本是麋鹿公国最南端的一处军事要塞，里面驻扎了整整100名骑士以及将近500卫兵，而负责管理这支部队的是麋鹿公国的贝克伯爵。同样的，贝克伯爵是坚定的保皇党，所以麋鹿公国的皇室才会放心让他掌握这么一支力量。此时麋鹿公国内部风起云涌，因为国王突然去世，此时皇室内部3名王子开始将纷争摆在明面上，而贝克伯爵作为拥有黑天鹅堡的掌权人，手中拥有如此精锐的一支力量，3名王子当然不会放过。而凯琳公主就作为大使前来拉拢贝克伯爵入伙。凯琳公主作为大王子的亲妹妹，当然希望贝克伯爵加入大王子的阵营。当然，凯琳心中也明白，想要人家加入，要是没有一点付出，恐怕也不行，所以就怕突破口放在贝克伯爵的儿子维克托身上。麋鹿公国的男子审美一向以健壮为美，作为金刚芭比的凯琳就以绝对的优势成为整个麋鹿公国的第一美女。果然，维克托一看见凯琳，眼都已经直了。面对凯琳的温柔询问，维克托好似吃了迷魂药一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是不出意外，这一次的初始活动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凯瑟琳如此想到，但很遗憾遇上了张掖。10名铁狼卫凶猛地冲中间冲出，那恐怖的巨狼一声吼叫，
让骑士身下的战马当即混乱不堪。原本在凯瑟琳心中，那英勇的骑士竟然被轻易击败，那厚实的铠甲如同纸糊的一般脆弱。一路上，张掖通过凯瑟琳的诉说，终于对于麋鹿公国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麋鹿公国和张掖心中古代欧洲一样，拥有着骑士、城堡和一堆乱七八糟的贵族。此时，麋鹿公国的国王突然暴毙，拥有继承权的3位王子已经势同水火，而黑天鹅堡的贝克伯爵成为了三方角逐的目标。靠，100来号骑士，500卫兵就能成为三方争取的对象，这麋鹿公国得多辣啊！张掖内心那叫一个吐槽。但说实话，这些骑士他也看了，装备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属于豪华了。要知道自己手底下的黑山军现在可还是轻步兵呢，看起来要加大铁匠的数量了，每天都能亮点要全部囤积起来训练铁匠了。生产才是第一战斗力，这一点张掖当然清楚。铁匠的规模决定了今后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如今自己领地内只有铁匠5人，想要将整个领地内的士兵装备全部更换为黄金甲，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就在张掖思索之间，黑天鹅堡已经近在眼前。此时黑山军已经根据张掖的命令换上了骑士甲胄，全身铁甲包裹，上全员步行，外加上盔甲上遍布着的伤痕以及鲜血，装出了一副溃逃的模样。黑天鹅堡的卫兵很快便发现了他们，随即警报拉起。什么人？面对城堡上的卫兵的质问，此时凯瑟琳站了出来。大胆，我是凯瑟琳公主，我们遭到了袭击，维克托为了掩护我们被困，赶快去救他。此话一出，城堡上空的守卫大惊，赶忙打开城堡大门，将凯瑟琳他们请了进去。凯瑟琳可是麋鹿大公最喜爱的女儿，她要是在黑天鹅堡遭到意外，众人绝对会死。就这样，张掖等人毫无意外地进入城堡之中。随后接到消息的贝克伯爵赶忙前来。这时凯瑟琳发挥出来了不符合他人设的强大演技，在哭哭啼啼之中将贝克伯爵忽悠得一愣一愣的。随后不知所以的贝克伯爵命人将凯瑟琳好好安顿好之后，率领黑天鹅堡大部分兵力前往凯瑟琳所说的地方前去解救维克托。随着大军离去，整个黑天鹅堡之中只剩下10几名骑士以及100不到的卫兵，整个城堡显得空旷了许多。无主高啊！此时在休息室，化身为伤兵的张掖满眼崇拜地对着同样藏身于铁罐子里张掖说道。本来贝克伯爵是想让他们这些伤兵作为向导带路的，但凯瑟琳求情下才让他们来到休息室之中。此时救子心切的贝克伯爵也并没有过多的前去关注他们，带上人便急匆匆地出去了。此时原本在铁罐子里面的张掖猛然睁开了双眼，时机到了，动手！说话间一挥手，身旁的空间出现一丝涟漪，管亥、周仓便已经出现，同时还有上百名黑山军将整个休息室塞满。张掖、周仓负责清除整个城堡内所有反抗力量，管亥跟我前去仓库。话音刚落，大量周仓以及张掖带着大量黑山军以及10名铁狼卫冲出休息室。突然之间出现的敌人顿时让整个黑天鹅堡内部大乱，仅存的那点守备力量根本不可能是周仓等人的对手。在周仓充当前锋的作用下，众人很快便控制了整个黑天鹅堡。里面的骑士以及卫兵被杀，大量仆人全部被双手困住，关入地窖之中。这时2名太平道士出现，走向地窖之中。一个中世纪城堡最重要的地点是哪里？那当然是属于城堡最高层的密室，里面存在着的绝对是贵族的珍藏。张掖带着管亥直接来到了贝克伯爵的房间之中，一推门便是很标准欧式古典装修。张掖第一感觉便知道这里绝对有一个只有贝克伯爵才知道的密室，短时间自己肯定发现不了的。但张掖信奉大道至简，随即旺财召唤了出来。不愧是花费张掖500能量点才训练出来的坐狼，不用张掖解释，他就已经明白了自己主人的想法。随即耸动的狼鼻子开始在整个房间之中搜寻起来，很快便在一处地毯上停留了下来。呵，老套的藏东西方式。张掖随即示意了一下身旁的管亥，管亥会意，直接抽出腰间的环手刀，对着地摊就是一刀斩下。轰！管亥释放出来的巨大刀气精准无误地击中了地摊，灰尘散尽，露出一个漆黑的洞口，一阶石梯通向漆黑的下方。张掖刚想走入，却被管亥拦住。屋主小心，让管亥先行。管亥忠实地执行了自己作为手下的职责，手持环手刀率先进入其中，张掖紧随而下。洞口很黑，但幸好墙壁上拥有很多用于照明的火把，张掖路过都会将其点燃。这里面也不知道藏了贝克伯爵多么珍贵的东西。张掖一路走来都感觉自己已经进入底下了，但石梯依旧没有尽头。咻咻咻！突然前方传来一阵破风声，但管亥反应迅速，利用环手刀直接将其全部挡下。不久之后的路程里，落石、飞剑、滴线
一堆陷阱轮番而至，但都被管亥以及张掖身上的虎头造金甲所挡住。不得不说，这些简陋的陷阱对于如今的张掖来说，根本已经不放在眼里。走了不知道有多久，张掖终于看到下方出现了一块巨石横在这半空。这块巨石下方依旧是深不见底的黑暗，但巨石表面很是平整，应该是有人刻意雕琢过的。巨石的体积极为庞大，有3、4个贝克伯爵的卧室这么大。巨石最中央盛放着一个巨大的石棺，张掖靠近之时，都能在石棺处感到阵阵寒意。石棺不远处还有一张巨大的桌子，桌子上面随意摆放着大量卷轴，而在巨石的边缘处修建了5个大铁笼子，上面的栏杆上还刻画了许多密密麻麻的符文。5个笼子之中，只有其中1个里面还存在着一团看不清模样的生物，那个生物蜷缩在笼子的角落之中。管亥提前走了过去，在发现没有危险之后，这才示意张掖走下来。张掖来到笼子面前，直直地看着那团黑色的身影。变异平民，实力0级生物，被巴洛摩血液污染的普通平民。巴洛摩血液的强大破坏力已经将这名可怜的平民肉身破坏的千疮百孔，这名可怜人也即将死去。力量9，速度8，意志1，体质0.5。张掖看着眼前这个生物那可怜的体质属性，不禁摇了摇头。可能是因为巴洛摩血液的霸道属性，使得眼前这位平民的肉身即将崩溃，即将死亡的以后平民罢了，对于自己来说毫无关系。随即便将注意力看向那道石棺。那巨大石棺之中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不时就有丝丝寒气冒出，让整块巨石上温度骤然降低。张掖走到那张桌子上，随意拿起其中一张羊皮纸，上面写的字张掖一个都不认识，但张掖拿出了手机。这处异时空已经被五原氏开发了这么多年，此地土著的文字官方早就已经有了备案，只要轻轻放一张照片，手机便会自动翻译出来。看了一会手机翻译之后，张掖这才明白，这里面的竟然是一条条的实验记录。该实验的目的是利用一种名为巴洛摩血的东西移植到人体之中，试图培养出一种全新的血液。而那张羊皮纸上面赫然记录了大量失败的案例，实验完全使用活人，那些失败的试验品去了哪里？很明显，在这处巨石上还有几处坚固的铁质球笼都验证了一个可能，那就是之前那些失败品恐怕已经被贝克伯爵丢了下去。他这样做的目的恐怕就是为了将巴洛摩血脉移植到自己身上，以图获得超长的寿命以及强大的力量。我在这种落后的地方竟然还能看到生物实验基地。看着羊皮纸上面记录的密密麻麻的实验记录，张掖忍不住嘲笑起来。看来我们的贝克伯爵也知道这项实验与外界所不容，所以不敢大张旗鼓的招募炼金术师，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摸索。既然这里是贝克伯爵实验室，那么中间那个石棺里面是什么东西也就明了了。随着张掖的眼神示意，管亥走向前，将石棺的盖板重重的掀开。盖板掀开的那一刹那，大量寒气冲天起。张掖跳上石棺上方，向石棺内望去，只见里面竟然躺着一具恐怖的身影，在众多寒冰的包裹下，里面竟然有一头巴洛摩。此时那头巴洛摩被大量锁链牢牢的困住，那些锁链上同样刻画了大量铭文，方才能将巴洛摩死死的封住。但此时那头巴洛摩的状态可不算好。巴洛摩实力1级生物，力量17，速度15，意志14，体质9，技能略。和张掖猜测的一样，里面竟然封存着一头1级生物实力的巴洛摩，也不知道贝克伯爵是怎么才将他活捉到的。巴洛摩生活在岩浆之中，此时周围的冰块让他变得极度虚弱，看这情况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嘎掉。还真是真可怜，做掉他吧。张掖回过头对着管亥说道。管亥默默地抬起手中的环手刀，片刻之后，一颗光球直接出现在张掖手中。可能是因为这个巴洛摩已经处于濒死状态，张掖获得的战利品只有1颗光球。想也没想，直接将其打开，里面竟然出现了一水晶试管，试管之中拥有一管炙热的血液。不会吧，运气这么好？中位恶魔血，玄阶下品，效果服下之后有一定几率使自己体内拥有巴洛摩的血脉。注意，服下之后会有不可逆的效果。3丝。张掖只是看了一眼之后便将其收了起来。开玩笑，恶魔血脉服下之后绝对会改变自己的种族，他张掖可不想当什么人贱。再说了，这巴洛摩长得实在是磕碜，不符合张掖的审美。要是堕天使血脉，或许他还会犹豫一下。既然最重要的东西已经到手，那这处地点对于张掖来说也就没有丝毫吸引力。让管亥将牢笼之中的实验体击杀之后，便直接走了上去。此时黑天鹅堡已经完全被周仓与张掖所控制。坐在贝克伯爵的书房内，张掖开始思考起了之后的计划。既然学校要求是攻占整个麋鹿公国，那为了成绩着想，
张掖必须要向前不断挺进。此时麋鹿公国三王争霸给了张掖等一众领主学员一个很好的机会，但众人毕竟不是麋鹿公国的土著，贸然攻占大片领土，恐怕会激起当地土著的同仇敌忾。古代还要讲究一个出师有名呢，自己得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由头。突然，张掖脑海之中浮现了一个金刚芭比的身影。凯瑟琳怎么也算是皇室成员，也是正儿八经的皇室继承人之一。当初只是因为她是大王子的亲妹妹，让众人下意识地忽略了她。但现在自己有人，她有名。想着，张掖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贝克伯爵到达凯瑟琳指定的地点之后，当即在地面上发现了维克托以及众多骑士的尸体。此时他们的尸体周围已经盘踞了好多野兽，正在不停地啃食。这一幕让贝克伯爵等人怒火中烧，将一帮野兽全部击毙之后，贝克伯爵颤颤巍巍地来到维克托尸体面前。贝克伯爵老来得子，可就只有维克托一个嫡子，此时嫡子死亡让他老泪纵横。带上维克托的尸首，贝克伯爵返回黑天鹅堡。此时天色已接近昏暗，被悲伤笼罩的众人并没有观察到城堡的异样，随即进入城堡内。轰！城堡大门被重重关上，巨大的声响当即惊醒了众人。老托克，关上大门干什么？但老托克并没有出来回答。此时的贝克才发现城堡内的异样，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弥漫，让众人心中一沉。此时凯瑟琳缓缓走上前。凯瑟琳公主，你确定要这么做？你可要知道后果。贝克伯爵死死地盯着凯瑟琳。凯瑟琳内心一阵苦笑，时代如今，自己还有的选择吗？贝克伯爵，希望你不要不识好歹。听到凯瑟琳这句话，贝克伯爵缓缓抽出了自己的随身大剑。下一刻，凯瑟琳背后，周仓、管亥、张燕走了上来，两个2级，一个3级，三人的气势缓缓展开，让贝克伯爵脸色一变。半个小时之后，城堡内部广场上鲜血弥漫，贝克伯爵最终还是死在了周仓手中，被周仓用关刀直接分成2半。凯瑟琳直直地站在原地，脸色惨白。张掖缓缓地走到凯瑟琳面前，用手拍了拍她壮硕的肩膀。很好，凯瑟琳公主，你的表现我很满意。但凯瑟琳只是用力地拨开了张掖伸出来的手，随后冷冷地看着他。你究竟想要干什么？你知道与我麋鹿公国作对得下吗？听到这话，张掖忍不住笑了出来。凯瑟琳公主，看来你还没明白如今的处境。说着，张掖手指向前方，那密密麻麻的尸体。你看，你还能回得了头吗？不怕告诉你，我刚刚让几个仆人跑出去了。接下来，你率军攻占黑天鹅堡的消息将会送到3个王子手上。你说他们会怎么看你？同样，你的哥哥还会认你这个妹妹吗？此时，凯瑟琳的面容惨白。你现在别无选择，要么与我们合作，攻占整个麋鹿公国，你将成为麋鹿公国第1代女王；要么你就会成为3个王子的垫脚石，被他们砍下头颅。要怎么办？你自己做出选择吧。说完，张掖静静地看着凯瑟琳。此时的凯瑟琳已经浑身开始颤抖起来。她一个女孩子，什么时候经历过这种事情？但就算如此，凯瑟琳依旧保持着皇室的威仪，并没有直接和小女孩一般蹲下痛哭起来。哼，就算我当上女王，那也只是你的傀儡。那你大可放心，我来这里只是有任务，任务结束我便要离开。之后，你依旧还是麋鹿公国的王。张掖这话一出，凯瑟琳眼前一亮。此话当真？我骗你干什么？你这个麋鹿公国对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第二天，麋鹿公国前任国王最喜爱的女儿凯瑟琳公主向整个麋鹿公国发布宣言，她凯瑟琳将与3个哥哥一起竞争王位。但这个宣言并没有激发出太多浪花。凯瑟琳虽然也是王位合法继承人，但她的实力和3个王子相比简直不堪一击，众人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此刻大王子却怒发冲冠，在书房之中大发雷霆。哗啦，面容狰狞的大王子一把将桌子上的装饰物全部扔到地上。凯瑟琳啊，凯瑟琳，你还真是我的好妹妹，隐藏的真深啊！大王子何必动怒？凯瑟琳公主就算有黑天鹅堡作为据点，但她的实力依旧是3位之中最小的，对于我们来说根本没有丝毫威胁。一名大王子身边的老臣向前劝道：哼，话是这么说，但黑天鹅堡位于我领地的后方，而后方驻守兵力本来就少，我怕那凯瑟琳就不能留了。那名老臣满脸阴狠地说道。片刻之后，大王子重重地点了点头。轰！随着一扇大门的倒塌，大量狼头人身的生物挥舞着长刀冲入城堡中。片刻之后，一座城堡便正式被这帮狼人所占领。咻！咻咻咻！大量箭雨从密林之中飞出，精准地击中城堡之中的守卫。那些箭矢仿佛长眼睛了一般，全部正好击中铠甲之间最薄弱的连接处。仅仅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整个城堡内便没有一个人露头。片刻之后，大量精灵从密林之中走出，轻而易举地占领整座城堡。
同样的场景出现在麋鹿公国各个城堡处。此时，麋鹿公国周边出现大量神秘力量，麋鹿公国周边各小领主的堡垒纷纷失守，大量的球员信开始如同大雪纷飞一般传到3名王子手上。砰！二王子将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岂有此理！绿森堡、黑石堡、风鹰堡，短短2天时间，接连有7个堡垒失去联系，这是怎么回事？二王子身旁一名老臣走了出来。王子陛下，据老臣所知，这股神秘势力不只针对我们，大王子、3王子那边同样如此。那二王子一听自己那2个兄弟倒霉，脸上同样幸灾乐祸起来。嘿嘿嘿，他们2个王八蛋也一样，那就好了。此时，虽然边关告急，但奉大王子命前去讨伐凯瑟琳的军队依旧上路了。这支军队乃是大王子嫡系精锐，总共由500名骑士、2000装备精良的普通卫兵组成，领头的乃是麋鹿公国有名的将领3级骑士长克伦威尔。这么一支军队，按大王子的意思，这一次行动绝对万无一失。此时，黑天鹅堡所属的领地内，凯瑟琳正在利用自身威势开始扩张军队。凭借凯瑟琳那名震整个公国的美貌以及那丰厚的奖赏，应召而来的平民蜂拥而至，其中不乏少数野骑士。凯瑟琳保持着身为皇室的威仪，一脸平静地接待了他们。1天的时间，总共召集到2000平民以及100野骑士。这个结果让凯瑟琳极度兴奋，她还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名声竟然已经如此之大。面对凯瑟琳的兴奋与激动，张掖表现的就比较平静了。在他的眼里，那帮没经历过血水洗礼的平民连炮灰都算不上，那帮野骑士就更不用说了，有些身上竟然连铠甲都没有凑齐，一帮人站在一起叽叽喳喳，毫无纪律可言。张掖觉得他们最多叫做一帮土匪，就靠这一点人还想击败3位王子成为女王，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到底还是有一种清澈的天真。对于眼前这只土鸡瓦狗的部队，张掖根本不会对他们抱以任何希望，一切还是要靠自己的军队，这帮人也只是掩人耳目的炮灰罢了。报，女王，前方发现一支大军向我们袭来。一名士兵慌张地跑了过来。看清楚是哪家的人马了吗？看旗帜上的族徽，应该是大王子麾下的3级骑士长克伦威尔。他的话音刚落，整个城堡内顿时一片安静。大家本来只是想来占占便宜的，哪成想便宜还没占到就直接开战，这有点出乎他们的预料。而且交手对象还是麋鹿公国3级骑士长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可不是开玩笑的，众人大部分可都是听着他的传说长大的。而且克伦威尔拥有3级的实力，在场的人之中实力最强的也只是1级。大家是来占便宜的，可不是送命的。这一下整个城堡之中的气氛压抑的可怕。公主陛下，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就先告辞了。开口的是一名野骑士，他刚刚说完就迫不及待地向这外面跑去。对，我想起来出门的时候家里还在煲汤。哦，我奶奶快要生了，我要早点回去。有了第一个带头，其他人纷纷找起了各种离奇的理由。此刻凯瑟琳脸色一白，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轰！之前第一个开口的野骑士刚刚来到大门口，下一刻整个人便向后飞了起来，随后重重撞在地面上。噗！落地之后的野骑士只来得及吐出一口鲜血，便咽了气。其他野骑士刚刚迈开的大腿一顿，直直地看着门外。只见一个身形夸张到不像话的男子缓缓地走了进来。周仓冷冷地扫视了周围的野骑士一眼，被他扫到的人个个噤若寒蝉，纷纷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周仓身上那3级生物的气势一释放，让众人感觉自己好像面对了一头史前巨兽一般。刚刚还有谁说要离开来着？张掖缓缓地走向前，来到众人面前。你奶奶不是要生了吗？刚刚开口的野骑士脸上露出了难看的笑容。刚刚记起来，我奶奶已经死了10几年了，刚刚是我喝多了。张掖并没有继续追究下去，而是扫视众人一眼。我们这里一向很是自由，想走的我们不会阻拦，反而还会主动相送。还有谁想走，说出来。众人并没有答话，而是心中怒骂：主动相送？送哪？送地狱吗？看到其他人如此识时务，张掖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看起来你们做出了一个明智的抉择，相信我，今后你们会庆幸自己今天的抉择。众人心中暗骂，但贼船已经上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克伦威尔来的速度比众人预料的还要快一点。凯瑟琳刚刚把那帮乌合之众集结好，大王子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中。看着还没交战就已经开始颤抖的众人，凯瑟琳的脸色并不好看。怎么样，这次有多少胜算？张掖仔细地观察着远处军队的一举一动，片刻之后嘴角微微上扬。放心，没有任何问题。听到张掖这么说，凯瑟琳这才松了一口气。对面的克伦威尔同样观察着前方凯瑟琳的军队，看到那一批乌合之众，克伦威尔无语地摇了摇头。和这帮土鸡瓦狗对战，
简直就是侮辱了自己。那凯瑟琳也不知道是吃错了什么药，安安心心的当公主不好吗？非要站出来找死。想到这里，克伦威尔骑着胯下白马，缓缓地走到前方。凯瑟琳公主，你在哪里？凯瑟琳看了看张掖，张掖微微点头。凯瑟琳会意，随即同样骑马而出。克伦威尔阁下，好久不见。克伦威尔两眼复杂地看着凯瑟琳，片刻之后才缓缓开口道：凯瑟琳公主，你现在要是让他们投降，我向你保证，到时候绝对在大王子面前为你求情，饶你一命。凯瑟琳走到前方，便对着克伦威尔微微点头，看得出来，对于这位老骑士长，他也是十分尊敬的。克伦威尔阁下，你也不必劝我，我身为父王的女儿，同样拥有王国的继承权，这一点你无法否认。克伦威尔并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随后一拨缰绳回到了队伍之中。既然语言无法解决，那接下来能用的便只有拳头。赢！克伦威尔抽出腰间的十字剑，指向前方。白银骑士团出击！话音刚落，最前方的500名骑士驾驭着自己的战马，纷纷开始向着前方小跑起来。全军出击！凯瑟琳知道，就凭自己手底下那100名毫无配合的野骑士，根本不可能是克伦威尔的白银骑士团的对手，所以他很干脆的让手下刚刚召集起来的军队全面出击，反正也不求击溃对方，只要将白银骑士团拦住一段时间就好了。那帮野骑士以及刚刚才召集的平民，虽然心中害怕，但此时也不得不硬着头皮顶了上去。轰！双方骑士团狠狠撞击在了一起。乌合之众就是乌合之众，1100人的队伍与500骑士接触的瞬间，最前方直接全部倒下。那帮野骑士也不负张掖的众望，根本不堪一击，面对白银骑士团的冲击，直接掉落马下。还好，那帮野骑士最前方每人都获得了一张金甲服。金甲服发动形成的弹壳防御罩，很好的保护了他们没有被一击必杀。此时，其余的1000平民手持武器涌了上来。那帮平民当初征召的时候，张掖就没打算好好训练他们，只是每人给了一面木质盾牌，以及一人一把武器。幸运的是，这些武器之中，破甲斧占据了大多数。那帮平民军队的及时赶来，使得那帮野骑士没有被一击崩溃。在与野骑士的第一轮接触之中，多亏了那几张金甲服，使得那帮白银骑士团不可避免地减缓了速度，现在却仿佛陷在沼泽之中一般，速度根本提不起来。克伦威尔皱了皱眉头，骑士要是在战场之上失去了速度，那将是非常致命的。随即他大手一挥，身后的2000步兵排列着整齐的步伐向前推进。此时克伦威尔只留下500亲卫。啊呜！一阵嘹亮的狼嚎声传来，战场上如此嘈杂的声音都无法掩盖这一声悠扬的狼嚎声。克伦威尔听到之后，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头，不知为何，一阵从未有过的心悸突然出现。大人，你看！身旁的卫兵突然面色惊恐地指向自己身侧，只见远处开始出现一条黑线。周仓带着10名铁狼卫作为先锋，张燕率领1500多名黑山军殿后。这支部队狠狠地撞在克伦威尔后方阵列上，克伦威尔的500名亲兵所组成的阵列被10名铁狼卫轻易撕开。轰！周仓手中关刀与十字剑狠狠地撞在一起。克伦威尔到底是老了，面对周仓那是大力沉的一击，竟然连人带马的后退了5步，这才堪堪止住。此时的克伦威尔脸上变得很是难看，事情的发展似乎有些超出他的预料了。本来以为这一次作战将会毫无难度，没想到凯瑟琳麾下竟然拥有与自己相当的强者，而且对方更年轻。此时的克伦威尔双手持剑，表情变得无比严肃，他开始认真起来了。阁下是何人？周仓。周仓并没有多话，在他眼里，眼前这个老家伙已经是死人了，跟死人不需要多话。感受到周仓眼神之中的轻视，克伦威尔心中怒火中烧。哼，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看到周仓并没有骑马，为了遵循骑士美德，克伦威尔同样翻身下马。老东西，受死！下一刻，周仓手中的关刀上突然冒出一股火焰，将其牢牢包裹。当！周仓的这一下斩击依旧被十字剑所挡住，但关刀上面炙热的火焰让克伦威尔一时之间竟然有些睁不开眼。砰！克伦威尔仅仅只是一个出神，周仓抬脚对着他的胸口就一脚，巨大的力道直接让他向着身后飞去，随后重重的摔在地上。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周仓抡起关刀对着地上的克伦威尔就是一记斩击。危急关头，克伦威尔也不顾什么骑士威严，向着身侧就是一记狗打滚。轰！周仓这一下使出了全力，霎时间地面泥石飞溅，直接在地面上砍出一道深坑。克伦威尔狼狈地爬起身，但周仓的关刀又已经对着他的腰间横斩而来。此时正面战场之上，凯瑟琳征召而来的那帮乌合之众即将到达崩溃边缘。
这帮土匪以及平民怎么可能是麋鹿公国正规精锐部队的对手？危机关头，还是管亥手持环手刀冲了出来。身为2级生物实力的管亥一出场，直接将对面一名白银骑士团的骑士从头到脚连人带马看成2半。那狂野的出场方式，当即镇住了战场上的双方。趁着这个机会，管亥接管了这支乌合之众的指挥权，向着对面的正规军发动了反攻。管亥当年不愧一方渠帅，对于统兵也有着一手，凭借着自己的悍勇激发出来的士气，一时之间竟然将战局扳回了一点。另一边，在张燕的指挥下，黑山军以及铁狼卫已经将500名克伦威尔的亲卫全部击毙，随即将周仓以及克伦威尔交战的位置团团围起。克伦威尔在周仓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变得逐渐艰难，最终在几个回合之后被周仓斩于刀下。当周仓举着克伦威尔的头颅来到主战场之时，那帮正规军们当即崩溃，一部分人直接原地投降，一部分人趁机四散奔逃，只有一小部分白银骑士团的骑士开始向着周仓发动决死反攻。但他们怎么可能是3级生物周仓的对手？片刻之后，周仓满身鲜血，周围躺下了一堆骑士。大王子派来的大军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被剿灭，自己大哥的左膀右臂3级骑士长克伦威尔陨落。胜利来得太过魔幻，让凯瑟琳一时之间竟然有些不敢相信。这时，张燕赶着一帮俘虏来到张掖面前：“屋主，这帮人该怎么办？要不要？”张燕抬手做了一个斩首的动作。张掖并没有回答，而是看向凯瑟琳。他们是你麋鹿公国的人，你今后也会是麋鹿公国的女王，这些人的命运交给你了。说完，不等凯瑟琳开口，便直接带着张燕离去。大战结束，管亥等人正在打扫战场。此战覆灭大王子白银骑士团400人，俘虏100，普通步兵500人，俘虏500。而凯瑟琳那征召军之中也骑士全灭，步兵死伤600。张掖的黑山军只有200人的死伤。这一战虽然说是赢了，但凯瑟琳那一方损失惨重，要是后续没有补充，他绝对扛不住大王子的下一轮进攻。但张掖的担心还是多余的，也不知道这凯瑟琳有什么魔力，仅仅只用了半天的时间，被俘的100白银骑士以及500步兵竟然全部答应加入凯瑟琳的队伍。这一加一减之下，他凯瑟琳的实力竟然不降反升，那帮老兵可比之前那帮平民以及野骑士强多了。既然空出手来了，张掖便将目光看向了距离黑天鹅堡最近的领地。与此同时，麋鹿公国的局势越发不妙了起来，来自其他领主学员的攻势不断推进，让3大王子的领地不断减小。面对这种情况，这3位王子不得不秘密联合起来。什么？邀请我前去参加联合会议，共同对抗入侵者？凯瑟琳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张掖，但张掖对此只是举手晃了晃手中的信件。没错，这还是你大哥的亲笔信。此时的凯瑟琳脸上竟然有些慌乱。那我们要去吗？让他独自前去面对自己的3位哥哥，凯瑟琳心中还是有些发怵。你在怕什么？别忘了你可是未来麋鹿公国的女王。张掖的脸上出现了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但凯瑟琳眼神之中还是流露出一丝害怕。我们这么干，大哥绝对已经恨死我了，要是看到我，他要是不顾一切的想要我死怎么办？张掖没有说话，而是将周仓等人拉了过来，并拍了拍周仓那鼓胀的胸肌。现在还怕吗？感受着周围3道惊人的气势，凯瑟琳不知怎么的，心中竟然难得的平静了下来。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只是你的属下，有什么事听我的眼神示意就好了。凯瑟琳看着张掖，随后重重的点了点头。傍晚，凯瑟琳带着张掖等人走进一处密室，随着凯瑟琳的激活，眼前突然出现3块悬浮的光幕，光幕上浮现出的人影赫然便是麋鹿公国的3位王子。之前还是同水火的3个人，如今却不得不联起手来。这3人之中，最中央的那个男子一脸愤慨地盯着凯瑟琳。凯瑟琳，我的好妹妹，你还真是让我惊讶啊！此时的凯瑟琳已经提前调整好了心态，面对大王子那充满杀意的质问，他已经能够做到面不改色。哥哥，我也是王位的继承人之一，这个位子也想坐坐。与大王子的恼怒不同，另外2个王子此时却是一脸看笑话的表情。他们3个人之中，大王子的实力最强，此时看到大王子后院失火，2人心中还是极为高兴。同时2个人看向凯瑟琳的眼神也变得和善起来。要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好了，我们今天来是商量解决那神秘入侵者的，可不是为了这点小事。2王子赶忙假惺惺地劝解道：就是这件事我们之后再谈，那些入侵者才是头等大事。3王子同样插口道。听到自己2个对头都这么说，大王子也只好作罢。根据我所知道的，那些入侵者也不是一伙的，我的斥候观察到他们之间也会厮杀。那帮人很奇怪，有可能是书上所说的域外人士，这一次进入这里，我们麋鹿公国好死不死就成为了他们的目标。根据情报，不止我们
离我们较远的斯坦王国似乎也受到这帮域外人的入侵，并且那里的域外人士实力更强。斯坦王国大片领主已经沦陷。三个王子你一言我一句，一下子将张掖等人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七七八八，连高二的战况都知道了不少。这一点连张掖都不知道。此时情报经过交换，一个不好的事实已经摆在了几人眼前。此时三名王子脸上都异常难看，他们明白，如果这个时候再不采取措施，那他们麋鹿公国可就真的将不复存在了。几位，我们不能再内耗了，不然将会让那帮域外人士摘桃子了。大王子率先发出了和平的想法，其他2名王子同样点了点头。此时他们默契地将目光看向凯瑟琳这边。按照张掖的示意，凯瑟琳当即加入这个脆弱的联盟之中。随后4人根据领地位置划分了各自的战区。凯瑟琳因为实力最弱，在2王子与3王子的刻意照顾下，只要负责黑天鹅堡以南的防线清理即可。根据情报，黑天鹅堡南边只有3名领主学员的存在，并且实力一般，并不会对凯瑟琳产生多大的威胁。2王子以及3王子还需要今后凯瑟琳来吸引大王子的火力，所以短期内还不能让凯瑟琳那么轻易就死亡。麋鹿公国一场土著实力的联盟就在如此悄然的状态下成立。会议结束后，3方各自撤回在交界处的兵力部署，开始偷偷向后方集结兵力。这个事情，那帮领主学员还依旧未知。此时大部分人依旧沉浸在攻占土著城堡的喜悦之中。此时大王子领地后方，绿森堡。绿森堡并不是被某个领主学员单个占领的，它是正好由5名行之高中的领主学员联手强占下的。这5个领主学员运气非常好，在进入异时空之中后竟然随即分配在一起。5名领主麾下的兵力加在一起，更不要说其中2名学员还各有1名1级武将。那绿森堡可不像张掖遇到的黑天鹅堡那般拥有一个伯爵级别的贵族坐镇。整个绿森堡之中最强的也就只有一个1级生物实力的男爵。2对1，那名男爵被轻易击杀，5名学员当即瓜分了绿森堡。此时将绿森堡搜刮一空之后，那5名行之高中的学员开始将主意打到身旁的其他几个城堡上。但很可惜，当他们正准备出发的时候，2王子的大军杀了过来，接近5000步兵800骑士浩浩荡荡地向着失守的城堡扫荡过来。此时那5名学员直接吓傻了。同样的场景在其他2名王子这里同样发生。麋鹿公国最强的3大暴力集团开始启动，巨的差距让这帮学员开始顶不住了。最靠近的那帮学员最先吃瘪，被3位王子打得落花流水，刚刚占据的城堡直接失守。此时异时空外，高1年级的惨状，那帮学校领导们都看在眼里。看见这帮人依旧一片散沙一般都溃败，在座的领导们都纷纷摇起头来。看来这帮高1领主学员还是太嫩，有这个时候了，竟然还没想到要联合起来。相比之下，另一边高2的领主学员此刻的表现却让众人微微点头，至少面对危险，他们能够摒弃门户之见，联合起来共同抗敌。同胞与外族，至少他们还能分得清楚。这帮高1的新生，各位老师回去之后可是好要多多教育啊。教育局的局长一脸无奈地望着6个学校老师，各老师点头称是。这帮高1新生也才刚刚觉醒领主天赋不久，心性不成熟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文涛高中的校长缓缓出口解释道。当湖高中校长赶忙点头解释：是啊，是啊，那帮小子都还年轻，正是眼高手低之时，只有多遭遇几次挫折，恐怕才会明白合作的重要性。众人听完也都点了点头，毕竟才刚刚觉醒不久，周围人的羡慕与称赞正是风头无量高傲之时，还没好好认清自己之时。没办法，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也都能理解。陆校长，看上去还是你们5原高中的学生发挥的最好啊。一名教育局的官员赞叹道。他口中的陆校长便是5原高中的校长陆向荣。此时在排行榜上，高1到高3个榜单之中，5原高中的学子占据了大多数，特别是高1年级段之中。1蒋俊耀5原高中，2张宏辉当湖高中，3周凯乐东湖高中，4简俊杰5原高中，5寇南荣5原高中，6宗远航5原高中，7张掖南市高中，8朱刚南市高中，9史向明东湖高中，10贺妙言东湖高中。前10当中，5原高中占据了大多数，但东湖高中占据榜单的人数超越当湖高中，这实在是出乎其他人的预料。吉校长，贵校这次是打算来一个一鸣惊人啊？哪里，吉永兴嘴上说的客气，但脸上有着难以掩饰的得意。哎，这个小家伙有点意思啊。一道声音将众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说话的是教育局一名副局长。众人顺着他的眼神望过去，在屏幕的角落处，赫然便是张掖带着凯瑟琳前去讨伐其他领主的画面。此时有了张掖的帮助，外加凯瑟琳麋鹿公国公主的光环，
此时的凯瑟琳麾下已经拥有了2000步兵，外加300骑士团，而且有了之前大王子那里的降兵加入，有了那帮降兵帮助，凯瑟琳麾下大军总算摆脱了乌合之众的帽子。此时集结完毕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着目的地前进，目标只能确认是一名领主学员，但到底是哪所高中的，张掖就不知道了。要是同班同学，那只能怪对方命不好了。看着其他学员面对麋鹿公国官方势力的围剿搞得焦头烂额，但张掖却披着凯瑟琳的外衣混得风生水起，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嚯，还真是个人才！李校长，这个小伙子叫什么？教育局的局长转头看向南市高中的李校长。张掖在南市高中可算得上是名人了，李校长当然知道他的名字。局长，他叫张掖，乃是我们南市高中高一的班长。小小年纪就知道扯虎皮做大衣的道理，不简单啊！局长毫不吝啬地夸奖张掖。李校长脸上同样如同一朵绽放的菊花，张掖这一次可给他南市高中长脸了。吉永兴面色不愉，南市高中的学生表现优异，那不就是打他东湖高中的脸吗？此时张掖正带着土著大军已经杀到了那名领主学员的驻地。那名领主学员看起来实力一般，他并没有成功攻占任何一座城堡，仅仅占据了一处采矿场。面对张掖带来的土著大军，那名领主学员想都没想，直接向着远处逃去。看着对方身上穿着的东湖高中的校服，张掖脸上露出了阴险的表情。既然不是自己人，那就只能算你倒霉了。那个东湖高中的学员并没有逃过这一次劫难，直接被张掖淘汰。10点积分到手，加上一开始获得的60积分，此时的张掖手中已经拥有了70积分。3天之后，另外2个领主学员同样遭到了张掖的毒手。那2个学员，一个是文涛高中，另一个是五原高中。还好张掖并没有遇到自己的同窗，也就少了同门相残的惨剧。3名领主学员的淘汰让凯瑟琳的领地增大了不少，同样的，有了凯瑟琳这个身份，又让他征召了不少军队。这边发展良好，那边二王子那里却出了大差错。此时在一片山谷之中，一场惨烈的围杀正在进行着，一群带着麋鹿公国铠甲样式的步兵以及骑士被围在中央，鲜血布满了他们全身，四周数不清的士兵向着他们冲去。那帮参与围攻的士兵之中，有牛头人、狼人、精灵以及人族。这些士兵种族各异，但此刻竟然能够联手合作。此时那帮麋鹿公国的士卒很明显已经落入下风，并且被死死地围住。麋鹿公国这方的将领乃是2名3级骑士，此时却被对方1名3级、2名2级武将所缠住。虽然看上去在高端战力方面还是麋鹿公国占据了优势，但那2名3级骑士的状态看上去却不是那么妙，脸上不时有丝丝黑气冒出，似乎中了什么毒一般。因为这个关系，导致那2名骑士的战斗力只能保持在原来的5成，被对面1名3级、2名2级武将压着打。嚯，骆明成，你这毒药效果不错啊！这次胜利之后，战利品分你1成。在山谷的顶部，几名身着不同学校校服的学员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战场。前几日3位王子联手发难，一开始的确让众多高一学员吃了大苦头，但这帮学员只是年轻而不是傻。回过神来的他们当即想到了联手。随后五原高中的蒋俊耀以及当湖高中的张宏辉带头向着附近的学员发出邀请。这2人一个是官2代，一个是富2代，2人在五原市中学之中还是小有名气。在他们的号召下，一帮吃了亏咽不下气的学员当即回应。就这样，一个仓促形成的联盟就此展开。经过众人的讨论，决定先分机制，找一个软柿子下手。麋鹿公国3位王子之中，大王子实力最为强大，兵力也最为雄厚，先打他不现实。3王子所在的领地遍布丘陵，地形最为崎岖，众人不熟悉地形，贸然前去很容易被埋伏。思来想去，也只有2王子最容易搞定。所以在众人的议论之中，一个针对2王子的阴谋就此诞生。2王子手下拥有2名3级骑士，众人之中只有张宏辉麾下拥有1名3级武将，蒋俊耀拥有2名2级武将。想要解决对方2个3级骑士，恐怕有点不够现实。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却解决了这个问题。骆明成手持一瓶黑色液体出现，告诉众人，只要想办法让那2个3级骑士服下，一切便能轻松解决。而此时那2名3级骑士的状态也正好验证了骆明成此话非虚。面对众人的称赞，骆明成只是谦虚的点了点头。没人注意到，此时的他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什么？2王子战败失踪？凯瑟琳收到战报的时候，被里面记录的内容吓了一跳。2王子的实力虽然没有自己哥哥大王子那般强劲，但也不弱，为何会在突然之间直接战败失踪？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战败，是几乎全军覆没。此时在会议室，荧幕上大王子与3王子脸上的凝重已经无法掩饰，他们感觉事情似乎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预料。
我的人当时就在战场附近，他们说看到了老二以及那2个骑士长的尸体。大王子缓缓说出了这个不幸的消息。看起来那帮神秘的入侵者实力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强很多，现在麋鹿公国1/3的领土已经沦陷。说罢，大王子深深地看了凯瑟琳以及三王子一眼。凯瑟琳，老三，我们必须做出应对，不然麋鹿公国有可能将不复存在。大王子说完，气氛陷入诡异的安静。凯瑟琳刚刚想答应，却被对面的张掖用眼神阻止。许久之后，三王子才艰难开口：“好，我同意，但我有个条件，联军总指挥不能交给你。”大王子此时满脸冷漠：“不交给我，难道交给你？别忘了，你不相信我，我也不会相信你。很简单，交给凯瑟琳。”一旁充当小透明的凯瑟琳顿时吃了一惊：“什么？我？”三王子点了点头：“没错，凯瑟琳，我与大王子之间根本无法全心全意的合作，把我的军队交到他手上，我不放心。但是凯瑟琳，你实力是我们之中最弱的，同样你背叛了你哥哥，大王子与你之间的矛盾同样不可调和，交给你，我们才能放心。”凯瑟琳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反而看向自己的哥哥大王子。但沉思片刻之后，大王子同样点了点头：“凯瑟琳，不用隐藏了，你能解决克伦威尔，说明你绝对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于你的底牌，我们并不想知道，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凯瑟琳刚想说话，却瞥见张掖示意他答应下来。深吸一口气之后，他的眼神变得坚定下来：“好，我答应了。军队什么时候到？”会议结束之后，张掖回到了他的卧室，开始沉思起来。之前2个王子与凯瑟琳相隔较远，他们不知道凯瑟琳的真实情况，一切倒还好忽悠。一旦双方见面，那张掖等人可就要暴露了。毕竟凯瑟琳手底下真正有实力的也就张掖等人，而张掖与他们长相完全不相同，毕竟这可是一个西幻为背景的世界，这帮人长得和欧美一样，张掖等人这种东方人种与他们格格不入。之前击杀克伦威尔，让2个王子相信凯瑟琳麾下有一个神秘高手。3军会合之后，他们2个绝对会寻找那个高手的真面目，这件事瞒不过去的。事到如今，张掖必须在凯瑟琳麾下培养出一个对面满意的高手出来。但凯瑟琳麾下如今那帮臭鱼烂虾，根本找不到一个有用的。头疼半天之后，张掖决定让凯瑟琳自己选。什么？你有方法让一个人实力飙升？凯瑟琳满眼放光地盯着张掖，瞧那一身的腱子肉，张掖都不想看他。没错，只有一个，你自己挑一个人选吧。并不在意张掖语气之中的敷衍，凯瑟琳此时面露含羞地盯着张掖：“你整这不值钱的一出干嘛？有事说事。你看这个人选，我怎么样？”听完，张掖上下打量了凯瑟琳一番，这强健的体魄似乎很合适。行吧，但你要清楚后果。说话间，张掖将那瓶中卫恶魔血递了过去。凯瑟琳一接过那根装有中卫恶魔血的试管，便感觉到一股炙热从中传出，伴随而来的是一股毫不掩饰的恶意。凯瑟琳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犹豫：“怎么样，知道你要付出什么了吗？害怕的话，还是安安心心的当个花瓶吧。”张掖冷漠的话语传来，让凯瑟琳神情一愣，下一刻两眼之中的犹豫便被坚毅所取代。我知道自己什么实力，将来想要掌控整个麋鹿公国，靠别人都是镜花水月，我只能靠我自己。说完，凯瑟琳便拔出试管塞子，仰头将中卫恶魔血吞入口中。嚯，难得你还有这种想法，我还是小看你了。张掖摇了摇头。下一刻，一股炙热伴随着丝丝黑气从凯瑟琳体内释放出来。该做的张掖已经都做了，剩下的只有靠他自己了。出门召唤出2个黑山军士卒，让他们驻守门外，任何人不能放进去。做完这一切，张掖直接向着外面走去。此时的黑天鹅堡外，大量新征召的士兵正在加紧训练。伴随着3名领主学员的淘汰，凯瑟琳的领地再一次扩大。同样的，领地的扩大，可征召的领民也就多了起来。有了凯瑟琳公主光环的加持下，征召的过程很是顺利。张掖手上的粮草数量很是充足，粮食管饱，再加上为公主而战，说不定还能获得公主的芳心，打着这个小九九的平民以及野骑士不要太多。短短3天的时间，凯瑟琳便已经征召到2000平民，外加200野骑士，再加上原来的部队，此时的黑天鹅堡之中拥有骑士300，步兵3000。至于装备，野骑士自带祖传盔甲武器，而步兵的武器全部在之前战斗之中缴获。拼拼凑凑之下，一支乌合之众又一次诞生。趁着这一段时间，在一帮老兵的训练下，这支乌合之众才总算是学会了排兵布阵、行令禁止。当然，张掖对于他们的要求并不算高，毕竟在张掖心中的定位，这帮家伙只是炮灰罢了。领主靠的还是自己领地内的士卒，这帮土著只能算是临时用用。转眼之间，距离凯瑟琳服下中卫恶魔血已经过去了3天。
距离与两名王子预定好的出发时间就定在明天。张掖说不及那是假的，自己如今在麋鹿公国就是靠扯着凯瑟琳公主的皮，要是她出了点什么事，自己的计划将全部报废。妈的，我怎么就同意让她自己服下呢？张掖开始有点懊悔之前的决定了，但现在好像已经有点晚了。中位恶魔血不管怎么说已经进入凯瑟琳的肚子里了。阿弥陀佛，你可不能出事啊！似乎听到了张掖的祈祷。轰！凯瑟琳所在的会议室突然大门炸开，一股炙热的气息从中蔓延而出。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引来了很多人的注意。周仓、管亥、张燕三人在第一时间来到张掖旁边，几个人死死地盯着被炸开的大门。片刻之后，一个雄壮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凯瑟琳，实力2级生物，力量28，速度25，意志20，体质27，技能血脉术士。拥有巴洛魔血脉的凯瑟琳能够熟练使用各种火系魔法。恶魔体魄，凯瑟琳躯体得到极大的增强，伤口愈合速度正 35%。极恶意志，凯瑟琳将承受恶魔意志的侵袭，随着时间的加长，将会逐渐向着纯正恶魔体态转变。看着凯瑟琳如今的模样，张掖一脸的不忍直视。要是说凯瑟琳之前还算是一个金刚芭比的话，那么如今有了巴洛魔血脉的加持下，金刚芭比已经变成了恶魔波刚。那比之前又粗了2圈的躯体，原本棱角分明的肌肉块，如今也变得圆润起来，同时皮肤表面有一层红色的角质层浮现。此时的凯瑟琳浑身一股淡淡的威压产生，在张掖眼中，要是之前的凯瑟琳只是一个大一点的花瓶的话，那如今她已经有了在这一时空之中站立起来的标准。2级生物的实力，外加那来自自身的火系魔法，在这个西幻低魔异时空之中，一般的3级骑士估计都拿他没办法。要是让那2个王子看见，恐怕也会相信当初的克伦威尔就是被凯瑟琳用火系魔法强杀的。感觉如何？凯瑟琳紧握双手，感受体内那股澎湃的力量，脸上浮现一丝迷醉。这就是强大力量带来的欢愉吗？果然让人迷醉。张掖的脸上却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得到什么就要相应的付出什么，希望你到时候还能保持这种心态。来自巴洛魔血脉之中的副作用是会将使用者的性格逐渐向着恶魔转变的。这一过程的快慢与使用者的意志有关，意志越高，这一过程将会变得越慢。但张掖看到凯瑟琳的意志属性并没有多高，而且看她对于自身力量的痴迷，张掖相信这一过程并不会太晚。既然凯瑟琳出关，众人集结好之后便向着目的地前进。与2位王子商议好的集结地点乃是大王子与2王子领地交界处的一处小镇塔摩金镇。塔摩金镇因为盛产金沙而得名，本来也是双方必争之地，那里山路崎岖，所以短时间内还未被那帮领主学员所占据。当凯瑟琳等人到达塔摩金镇之时，大王子与3王子的军队早已达到。2人看到如今的凯瑟琳之时，眼上都已经显露出一丝了然。他们本来猜想凯瑟琳能有如今的局面都是得到了哪个神秘人的帮助，但怎么也没想到那个神秘人就是凯瑟琳自己。之前得到消息，黑天鹅堡的贝克伯爵在暗中进行邪恶仪式，看起来最终是让凯瑟琳得手了。大王子满脸嫉恨地想到，贝克伯爵起图利用邪恶仪式永生的消息，大王子老早就知道了。但这种事情不止贝克伯爵一个人在做，麋鹿公国干这种事的又不止贝克伯爵一人，贵族圈子的腐朽堕落可是难以想象的。但几个人成功了，大王子本来也没当回事，但现在他心中竟然也有了几分，打定主意，回去之后也要招募几个炼金术师。此时，这一处偏僻的小镇上集结了麋鹿公国最为庞大的官方力量，加上凯瑟琳带来的军队，总共15000多名步兵，外加3000骑士。其中3级生物实力的高手也有着足足有着6名，其中4名属于大王子麾下。看到这支联军的基本情况，张掖也终于明白2王子为何要与3王子联手了。这差距不是一点点啊！这么一支恐怖的联军，张掖对于接下来与那帮领主学员相见充满了期待。此时，对面因为上次大捷之后，极大的振奋了众人的士气，随即众多学员纷纷向着这个联盟赶去。此时的联盟之中，已经集结了大半的高1年级段学员。所谓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人多了，众人之中心思也就活络了起来。原本的联盟由5原高中的蒋俊耀以及当湖高中的张宏辉联手组建，但随着联盟的不断壮大，2个人心中的小九九也就出现了。蒋俊耀是官2代，联盟之中的其余官2代学员一向以他为尊。张宏辉实力最强，并且背靠家族，手底下也有一堆追随者，双方之间的关系开始微妙起来。刚刚壮大的联盟，此刻却已经有了裂缝。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个意外的出现却直接打断了双方最初的计划。轰！
远处的山坳之中突然爆发出巨大的声响，伴随着火光与喊杀声。这么大的动静当即吸引了双方的目光。那是什么？凯瑟琳一脸凝重地望着远处的山坳。张掖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这个场面他也没见过。屋主，远处有高等级的生物在交手。周仓走到张掖面前，眼神之中充满了凝重。连周仓都感到棘手的生物，那至少都是3级以上。而且从远处传来喊杀声之中，让张掖心中有了少许猜测。我出去一下，你集结好军队，看我信号。对着凯瑟琳吩咐完之后，张掖带着周仓等人朝着目的地跑去。此时对面同样的反应，蒋俊耀以及张鸿辉等一批对自己实力自信的学员纷纷朝着山坳之中跑去。此时山坳之中，5个魁梧的身影在半空之中猛烈交战，底下一大帮士卒正在奋力厮杀着。结，靳光远被我们兄弟2个遇上，你还想安然无恙的跑出去？说话的乃是一对身穿当湖高中校服的双胞胎，而他们的对手穿的却是5原高中校服。很明显，这是一次高3学员的对决。半空之中是一个靳光远的4级武将，对阵的是彭家两兄弟的4个3级武将。靳光远麾下那名武将虽然实力最高，但彭家两兄弟麾下的那4名武将配合却极为默契，4人之间似乎有某种阵法加持，竟然能够压制住那名4级武将。底下士卒的情况同样如此，那彭家两兄弟麾下士卒的数量比靳光远的士卒多了4倍。此时的靳光远脸上的表情如同吃了屎一样难受。彭佐，朋友，遇上你们2个算我倒霉，开个价吧。但对面2个双胞胎脸上却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兄弟，对不住了，你们学校有人出了价，让我们解决你。就是别怪我们，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人吧。此时的靳光远脸色变得很难看。对方出了什么价，我出双倍。晚了，我们可是有职业操守的。就在靳光远心中焦急的时候，却突然瞥见刚刚赶来的蒋俊耀。此时蒋俊耀身上5原高中的校服在他眼里竟然变得如此亲切。学弟，我是高3靳光远，帮我挡下眼前这2人，事成之后必有后报。一个高一新生能有多少实力？这个靳光远如今还真是狗急跳墙，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了。彭家两兄弟刚想开口嘲笑，下一刻便看见蒋俊耀身后涌上来的一大批领主学员。他们2个虽然是高3，但也经不起这么多高1的人海战术啊。刹那间，2人额头冷汗冒出，但下一刻他们2个便在人群之中看到了被众人簇拥的张鸿辉。张鸿辉身上当湖高中的校服，此刻竟然如此耀眼。张学弟，帮我们拦下那帮5原高中的人，事成之后我们欠你一个人情。张鸿辉家大业大，在当湖高中之时便出手阔绰，整个当湖高中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听到彭家两兄弟这么说，张鸿辉眼前顿时一亮。要谈到钱，张鸿辉或许会不屑一顾，但人情这种东西却不一样。彭家两兄弟在当湖高中也算得上有名，两兄弟领地属性相同，配合默契，是学校领主学员当中难得的好手。得到他们2个都人情，好处多多。想到这里，张鸿辉看向蒋俊耀的眼神开始变得危险起来。蒋俊耀同样感受到了张鸿辉灼热的视线。张兄弟，你可要想好啊！但张鸿辉似乎早就已经做出决定，面对蒋俊耀的劝说，他的脸上只是露出一丝冷笑。蒋兄，没办法，彭家两兄弟毕竟是我当湖高中的人，我可不能见死不救啊！说话间，双方麾下那帮小弟已经剑拔弩张了起来。此时张掖正在远处的草丛之中吃瓜，事情的劲爆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料，没想到自己还没与他们开战，他们自己内部竟然先开始乱了起来。嚯，看起来今天注定要当一次渔翁啊！说话间，张掖从领地内掏出一张马扎，坐在了草丛之中看戏。蒋俊耀与张鸿辉2人终于还是动了手，连带着他们麾下的那帮小弟同样开始火拼起来。5原高中与当湖高中相斗，其他4所高中的学员很是清醒地做起了闭上关。张掖在那帮人之中还看见了朱刚等一众南师高中的同学，骆明成、贺妙言等与他不对付的人，张掖同样看见了，但不知为什么，骆明成竟然待在那个张鸿辉身旁，看位置似乎在张鸿辉阵营之中地位还不错。此时的朱刚如同张掖一般，搬出一张马扎，手中还捧着一片西瓜，边吃边和身旁的同学开始评判起来。4所高中如此这般，5原与当湖的学员那叫一个气啊！这不是摆明了想看戏吗？下一刻，两方的人开始对着那4所高中的学员开起价来。中式财帛动人心，当价格开始涨到一定程度，周围有些人开始心动了，陆陆续续有一部分人开始加入战场，战斗力度进一步加大。利益令智昏呐！张掖坐在远处，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帮人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竟然连自己来这里的目的都忘了。这一场大战结束，这帮人绝对元气大伤。这时
要是有一支土著军队发现，他们这帮人都得报销在这里。真的是，他们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想到这里，张掖赶忙从怀中掏出纸笔，写了一点什么东西，随后将旺财召唤过来，把这张纸交给凯瑟琳，就是那个长得像波刚一样的女人。乖，跑快点！旺财叼起那张纸片，就朝着后方飞快地跑去。此时，张掖才有心思继续看着远处的这场闹剧。令他欣慰的是，一向做事不经过大脑的朱刚，此时却一反常态地继续端坐在马扎上，只是手中的西瓜变成了一把瓜子。任凭两方如何开架，朱刚依然稳坐泰山。两方人马不是没想过直接将朱刚强行拉下水，但看着朱刚身后那个全身赤红的魁梧身影，思考片刻之后便放弃了这个打算。朱刚作为南市高中领主班除去班长张掖之外的第二人，他的信息绝对是在其他5所高校学员的情报手册之中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众人根本没有信心对他动手，同时也有顾虑。要是先出手将朱刚逼到对面阵营，那就麻烦了。屋主，我们真就不下场吗？格罗姆看着底下的战场，心中早已跃跃欲试。兽人对于战斗的渴望是刻进骨子里的，但朱刚此时却一反常态。格罗姆，我有一丝顾虑。屋主，有什么顾虑是拳头无法解决的？我在想，要是叶哥在这里，他会做什么？沉思片刻之后，朱刚原本紧缩的眉头顿时展开。凭我对叶哥的了解，此时的他一定会稳坐泰山，然后将对面不断加价。这叫什么来着？对了，卖方市场。现在是卖方市场，不要着急，让出场费再涨涨。主角都是最后才登场的。此时，后方的凯瑟琳在接到张掖的命令之后，已经将全军召集起来，开始朝着远处山坳缓缓前进。张掖这边在持续一段时间的交锋之后，双方惊奇地发现，对面的家伙竟然和自己一样，手上竟然都有金甲符，而且不止一个人有。于是，奇怪的一幕出现了：一帮顶着金色弹壳的武将冲在最前方，双方谁也伤害不了谁，一帮人好像在玩碰碰车一般。这其中，南市高中拥有金甲符的占比最高，每一个人基本上手头都有2、3张傍身。而一段时间的交锋之后，彭家两兄弟最先忍耐不住，大哥彭佐从怀中掏出一把造型华丽的弓弩，对准了靳光远麾下那个4级武将。而靳光远在看到彭佐掏出那把弓弩之后，脸色更是大变。噬魂弩，你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彭佐嘴角微微上扬，随后扣动了扳机。咻！一道黑光顿时闪现，向着那名4级武将快速飞了过去。小心！靳光远话还没说出口，那道黑光已经击中那名4级武将的腹部。噗！箭矢自带的巨大力道，直接让那名4级武将直接向着下方快速跌落，一路上带起一串血珠。对面的4名3级武将趁机向着前方飞去，这么一个好时机，一定要将那名4级武将给解决了。但此时因为着急的缘故，4名3级武将之间的距离不知不觉地拉开了。那名摔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的4级武将骤然睁开双眼，唰！一道斩碎虚空的剑气突然从地面飞出，猝不及防之下，4名3级武将之中的2人当即被一分为二，4人组成的阵势当即被破。那名原本倒地的4级武将一飞冲天，眨眼间已经出现在剩余2名3级武将身后。吃我一剑！2人还没反应过来，一道寒芒当即临身，噗！其中1名3级武将头颅当即离体，脖梗出血液飞溅。斩杀对方3名武将之后，靳光远麾下的那个4级武将并没有前去追杀最后一个3级武将，而是剑锋一转，霎时间一道凄厉的剑光直接飞向彭家两兄弟。卧槽！这种情况，彭家两兄弟还真是没想到，等反应过来之时，已经晚了。剑光直接临身，彭家两兄弟直接化身2道白光消失。这也代表了彭家两兄弟直接淘汰。噗！危机解除之后，那名4级武将突然口吐鲜血，随后整个人气息迅速萎靡，下一刻竟然直接从半空跌落下来。少川将军！靳光远看到这一幕之后，脸色顿时大变，赶忙朝着那名武将跌落的地方跑去。此时那名叫少川的武将此时已经瘫倒在地，脸上死气弥漫。屋主，少川恐不能办。话音未落，少川气息一顿，随后化作白光消散在了半空。靳光远双眼露出一丝悲伤。领主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复活道具根本不会缺少，但少川被噬魂弩击中，灵魂已经被彻底破坏，根本无法复活，也就是说他死了那就永远死了。张鸿辉等人此时看向靳光远的眼神开始变得危险起来。此时高一那一方面，因为张鸿辉家里有钱，所以他开价远远超过蒋俊耀，金钱的力量加持下，加入张鸿辉手下的学员数量远远超过蒋俊耀。此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之下，张鸿辉阵营已经占据上风，彻底压制住了蒋俊耀阵营。现在空出手来的张鸿辉，面对已经实力大损的靳光远，
心中有了一丝危险的想法。要知道，在六校联考这种大场合外，绝对有个方领导在外观看，自己要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击败一个高3的强者，不用说在整个五原高中，就算在整个五原市都将会是极度炸裂的消息。老爸，你就等过几天听你好大的英勇事迹吧。此时的张鸿辉转头示意了一下身边的狗腿，同时一旁的骆明成也在其中。众人身为狗腿，一下子便明白了张鸿辉的想法，这是打算挑战一下极限了。但对手是一个高3学长，众人又开始犯愁。靳光远也不是普通高3党，放在整个五原高中高3一届之中，他的实力可以排在前3。别看他现在实力大损，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人家就算实力再怎么损，也不是他们这群小胳膊小腿能对付的。似乎看出来了众人的疑虑，张鸿辉伸出3根手指：“你们的损失我3倍赔偿。”此话一出，众人眼神之中的犹豫被坚定所取代。大哥放心，这件事交给我们，您看准时机给他补刀。说罢，一帮人向着靳光远冲去。哼，长本事了，连我的主意都敢打。此时的靳光远刚刚失去一名4级武将，正是心痛的时候，这帮人冲过来，正好给了他一个发泄的渠道。随着靳光远心念一动，大批军队从领地召唤而出。虽然自己最强武将已经死亡，但自己后备武将又不是没有。霎时间，一名3级，2名2级武将出现在他的身旁。同时，靳光远身上一阵金光浮现，光芒散去，他的身上多了一套金甲。杀了他们！3名武将带着一帮士卒迎了上去。靳光远死死地盯着张鸿辉。虽然规定高3不得主动对高1出手，但高1只要先出手，那高3学员便可反击。这一点张鸿辉很清楚，所以他只是许以重力让手下上，但他自己冷冷地看着。看到张鸿辉打定主意看戏，靳光远虽然愤怒，却也无奈，随即将怒火发泄到那帮人身上。轰！一根长枪狠狠地抽在地面上，巨大的冲击力直接让周围的士卒震飞了出去。随后靳光远手腕一转，对着身旁一记横扫，一个本想偷袭他的1级武将直接口吐鲜血的飞了出去。张鸿辉看到靳光远如此凶残的一幕，忍不住眼角抽了抽，同时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没有亲自出手，不然今天指定没有自己好果子吃。另一边的蒋俊耀看到如今靳光远的情景，竟然丝毫没有上前支援的意思，反而站在一旁划水。他想得很清楚，如今靳光远实力大损，一个4级武将要培养多少时间，其中花费的资源更是海量的。如今靳光远已经高3，换句话说，就是高考前他都不一定能恢复原样。这样的人对他蒋俊耀来说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为这样一个人而损失自己的实力，划不来。而且此时自己等人在一旁观望，而张鸿辉等人想要解决靳光远，绝对会损失惨重，到时候自己便能得一个渔翁之利。如今自己首先要考虑的，便是想办法让旁边看戏的那帮人拉下水。想到这里，蒋俊耀悄悄地瞥了一眼坐在那里嗑瓜子的朱刚。此时凯瑟琳带着大军已经来到山坳外隐蔽起来，并通过旺财将这个消息告知了张掖。张掖收到消息之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邪恶的微笑。好戏要开始了，力竟然如此出色，一般的2级武将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众人眼睁睁看见己方一名2级武将直接被他一枪扎中心口。接下来众人面对靳光远都提心吊胆，生怕将对方的火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另一边，蒋俊耀等人开始故意向着吃瓜群众的位置靠近。这么明显的招数，众人怎么可能会上当？看到蒋俊耀他们都接近，朱刚搬起马扎就往后撤，其他人见状同样向着后方退去，让蒋俊耀看得牙痒痒。此时张鸿辉的弟已经被靳光远杀的只剩下一半，而他也不是毫发无伤的。2名2级武将一死一重伤，仅剩的那名3级武将此刻也浑身浴血。呜呜！突然间，山坳外传来一阵悠长的号角声，将众人的注意力全部拉了回来。下一刻，地面开始出现了微微颤抖，远处一帮全身披甲的骑士向着众人冲来。骑士的数量竟然出奇的多，众人一眼都望不到头。卧槽！麋鹿公国那帮土著，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中出了叛徒！随着众多骑士冲入山坳，俗话说得好，人过1000遮云蔽天，人过10000无边无岸。15000多名步兵在众多领主学员的眼里，简直就是满山遍野，遮天蔽日。那带来的视觉效果绝对算得上是惊人的。战马的速度飞快，直接撞入混战的人群之中，战马带来的巨大冲击力直接在里面撕开一个大口子。紧随而来的15000名步兵加入，迅速扩大战果。此时张掖等人来到高处，遥控整个战场。来自大王子与3王子麾下的6名3级骑士同样被派遣了出去。靳光远反应最为迅速，别打了，赶快结阵拦下那帮骑士。
靳光远明白，那帮骑士的速度如果不给他想办法降下来，那对面不用多久就会凿穿己方阵列。在座的都是领主，怎么可能不明白重骑兵的危害？靳光远话刚刚说完，其他领主早就开始指挥麾下士兵开始结阵。骑士的速度在对面付出大量死亡之后，开始慢慢的降了下来。但紧接而来的大批步兵又再一步压缩众人的空间。朱刚等人因为一直在一旁吃瓜，所以距离战场有一点距离。在麋鹿公国联军冲出来之后，他们正好躲开。那是土著的军队，我们应该也要下去帮忙吧？就是，兄弟逆于墙，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但这帮土著来的也太多了吧？那骑士至少也有3000了，我们这点人冲下去，恐怕连水花都不冒一下。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开始争论不休。朱刚本想现在就召唤麾下兽人战士加入战场，但下一刻他突然瞥见远处敌方阵营之中竟然出现了一头巨狼。等等，这不是叶哥的旺财吗？张掖当初私下里给他炫耀过旺财，他那威武霸气的样子至今让朱刚记忆犹新。仔细看了半天之后，朱刚确认那就是旺财没错。既然旺财在对面，那么是不是也就代表着张掖在里面？而且旺财如此光明正大的出现在敌方面前，对面的人竟然视而不见，那就只能说明朱刚的脑海之中突然闪过一种可能。不会吧，叶哥他这么屌？众位吃瓜群众正准备冲下去加入战场，但却被朱刚拦住。刚哥，怎么了？一名文涛高中的学员一脸疑惑地问道。朱刚的实力在一帮高一学员之中也属于上流，在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他同样获得了一帮小弟。此时面对小弟的疑问，朱刚只是摇了摇头。事情有点不对，看下去就知道了，先不要急。另一边，张宏辉此时已经放弃了对靳光远的围杀，而是将自己手下的武将赶忙召回，前去阻拦那帮骑士。靳光远、蒋俊耀等有实力学员同样如此，纷纷将自己手下武将召集了起来。麋鹿公国的骑士的前进速度被迟缓下来，再加上学员麾下士卒不要命的阻拦，不断有骑士被拉下马，随后被围杀。有了众多武将的加入，麋鹿公国的联军攻势被遏制，伤亡也逐渐增大。就在众人以为站稳脚跟，准备反攻的时候，噗！一名2级生物实力的猪头人突然失手分离。那名猪头人武将属于当湖高中的某位领主学员。那猪头人武将攻击力强，防御力高，平常在众人之中名声也很大。这突如其来的死亡让众人立马注意到了。刚刚将其击杀的乃是一名未戴头盔的骑士。该骑士面容沧桑，手上的十字剑还残留着丝丝血迹，但他身上释放出来的气势却让人根本无法轻视。那是3级生物才有的气势。他是对面的指挥官，把他给我杀了！众人刚想冲上去，企图用人海战术将他围杀，但下一刻，那名老骑士身后又跳出来5名身穿铠甲的武士。那5人身上释放出来的气息，竟然与个老骑士别无一致。一瞬间，战场之上气氛变得无比寂静。将这帮公国的敌人全部杀死，为二王子以及死去的公国勇士报仇！一阵洪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随后凯瑟琳登场。凯瑟琳带着公主的光环登场，让在场的所有麋鹿公国战士士气高涨。为了公主，为了荣耀，复仇！有了6名3级生物实力的强者，那帮领主学员再也无法像之前那样抵抗起来。很多人开始趁着局势还未明朗，向着后方逃窜起来。有人带头之后，溃逃规模变得越来越大。靳光远等人心有不甘，但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此时也无能为力，只得跟随众人向着远方跑去。张掖死死地盯着靳光远等人离去的方向。众人之中，也只有那个高3的学长最为值钱，张掖可不能将其放过。随即将此地交给凯瑟琳，张掖让其分出3个3级骑士，跟随他前去追击靳光远。此时的张掖一直身穿一套平平无奇的骑士铠甲，外人一直以为张掖只是凯瑟琳身旁的亲卫罢了，根本不会多想。片刻之后，张掖带着3个3级骑士向着靳光远的方向追去。虽然此时靳光远等人早已逃离张掖的视线，但有着旺财的追踪，张掖根本不怕找不到人。靳光远因为有着远超那帮高一学员的实力，所以在逃跑的过程之中，逐渐与其他人拉开距离。在奔跑了一段时间，确定不会有人追上之后，靳光远这才停下了脚步。此时他的脸色很是难看，这一次6笑连口，他真是倒大霉了。不但自己的心腹爱将4级武将邵川彻底死亡，连带着麾下士卒更是损失过半。静下心来之后，他开始复盘这一次行动。很明显，过程之中遇上彭家2兄弟已经被追杀，这一切肯定是有人暗地里搞鬼。那彭家2兄弟最开始也说了，是他自己人出价要对付他。此时他们已经高3，马上就要高考，此时出大价钱找人对付自己，很明显，这是有人专门想要毁了自己的前途。那个4级武将可是自己从高1开始培养，历时2年，耗费海量资源才培养出来的。
如此想让自己从头培养一个，根本不可能了。砰！靳光远一拳重重地捶在地上。不管你是谁，别让我找出来，否则怎么样？身后突然传来陌生的声音，惊得靳光远赶忙回头，只见一名骑士骑在一头巨狼背上，死死地看着靳光远。同时坐下的巨狼吐着长长的舌头，气喘吁吁。话说，你跑得真快，看吧，我家旺财累的。哦，靳光远脸上略带玩味地看着那个骑士，真没想到，你们这帮土著里面竟然还有你这种高手。不过，你不会以为我损失惨重就能任你们拿捏了吧？说话间，一名3级、一名2级、2名武将出现在靳光远身后。同样，靳光金光一闪，之前的那套铠甲已经穿着在他的身上。之前你们没来，所以我的实力恐怕你们还没见识过。那没办法了，只能算你倒霉。答应我，下次可不能这样了。面对靳光远的威胁，那名骑士并没有说话。下一刻，那名骑士身后草丛一阵晃动，随后2个3级骑士走了出来。这2个骑士的战马可没有旺财跑得快，看到张掖远去的背影，2个骑士也是果决，直接舍弃战马，凭着肉身全力加速，这才赶了过来。此时，这2名骑士身上3级生物的气息释放，靳光远原本略带得意的笑容瞬间凝固。操，装逼装大了！唰！靳光远将身旁2名武将全部收回领地之中。再见！话音刚落，直接向着远处跑去。对方2个3级生物对他对战，就算胜利了，自己也要损失惨重。如今自己手中也只有那个3级武将能够以最短时间突破4级，要是他出事，那自己高考就真的完了。片刻思索之后，靳光远决定走为上计。阁下，对方已经跑了，什么要不要追上去？一名3级骑士闷声问道。追，不要让他跑了。看着靳光远远去的背影，张掖却并不着急。有了旺财的鼻子，这家伙就算逃到天涯海角，自己也能将其抓回来。啊，可别让我逮到，不然你可要遭老罪喽！靳光远逃遁的速度飞快，但张掖骑着旺财，带着2个3级骑士，却总能准确地追踪到他的位置。此时，外界的那几个校长以及教育局的领导脸色却极为精彩。之前里面发生的那一幕，当然没逃过他们的眼睛。五原高中以及当湖高中的2个校长面色很是难看，但其余4所高中，特别是南市高中的校长脸上却笑开了花。很明显，麋鹿公国这一战已经基本确定了最终的胜者。不出意外的话，便是南市高中的张掖。此时的南市高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特别是张掖借着本地土著的事，直接将最大的2个竞争对手淘汰。这种玩法根本不像是一个初入领主的新手，反而像一个沉浸异时空多年的老手玩法。李校长，恭喜啊！贵校找到了一个天才啊！李校长一看，刚刚出口的竟然是教育局的局长，随即赶忙摆摆手：侥幸罢了。这小子脑子不错，不但熟略计谋，对于战局的把握也很准确。这一次的名额就加上他吧。局长说完，不理会周围震惊的眼神，而是转头看向身旁的助理，把这个小子的名字记上。反应过来的李校长脸上大喜，连一旁的林文斌眼神之中都流露出一丝复杂的神色。周围那帮人反应过来之后，都满脸鲜艳的向着李校长发来祝贺。东湖高中的吉永兴虽然心中懊恼，但嘴上却同样说着祝贺。怎么回事？监控画面怎么黑屏了？一声惊喝声响起，众人纷纷转头，只见操场上空的屏幕竟然全部变成了黑色。教育局局长眉头一皱，随即看向身旁，赶快联系一下异时空内的责任人，问问这到底怎么回事。一旁的助手赶忙掏出手机，但电话那头却一直是忙音。此时异空间内阵阵手机铃声充斥着整个山洞，但手机的主人却早已躺在血泊之中。负责监控整个异时空的处理器，此时已经变成了一堆碎片。此时庞大的空间门附近突然发生一阵颤抖，这种异常情况当即引来了众多守卫注意。下一刻，一股黑色烟雾竟然蔓延开来，片刻之后，空间门附近已经被黑雾所笼罩。结！只见原本已经漆黑一片的屏幕上，却突然多出来一个长着羊角的骷髅头。怎么样，五原市的各位领导，对于我天选会送的这份礼物可否满意？听到天选会这3个字，局长眉头一皱。天选会，看来最近对你们这些爬虫杀少了，竟然连我们的主意都敢打。你看看这里，这是你该来的地吗？结，我的局长大人，我们既然来了，就说明早就做好了准备。哦，自我介绍一下，无名冤魂，乃是死亡使者麾下一名小卒。听到这话，文涛高中的校长面露疑惑。冤魂？这里你们的头目不是阴师吗？怎么他下岗了？那个废物花了大代价才请的我，不然我也不会在这里和各位见面。哼，既然来了，那你也就不要走了。结，别急，你们整个五原市的领主学员都在这个异空间吧？现在让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
此话一出，众人的眼神都变了。冤魂，你可想好了，对燕国高校学员下手，你们将遭到燕国官方不死不休的追杀。结。此时，那个羊角骷髅竟然直接从屏幕之中缓缓地走了出来。走出屏幕的冤魂，身披一件硕大的黑色长袍，兜帽内根本看不见脸庞，黑洞洞的兜帽内只有2团幽蓝色的鬼火。你们燕国追杀我们天选会这么多年，我们会怕你们吗？找死！东湖高中的校长吉永兴最先出手，只见他的身前突然多出3名武将，向着冤魂杀去。另外5名校长同样如此，召唤出自己麾下武将，同时向着冤魂杀去。哼！一声轻哼，冤魂背后突然出现一具庞大的骨架，将所有攻击全部挡了下来。啧，还真是天真。阴师，你还在等什么？远处那名警员嘴角突然露出诡异的微笑，随后将一枚水晶当场捏爆。下一刻，整个基地内温度竟然诡异的下降了好几度，随后便是阵阵阴风袭来。操场时空门周围的那团黑雾之中，突然涌现出海量的灵魂生物。附近警戒的军队反应迅速，直接召唤出自己领地内的士卒与之交战，企图将那帮灵魂生物拦下来。死亡阴影，想不到你们连这种东西都用出来了，看起来为了这一次行动下了血本啊！教育局局长见识丰富，一下子便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但同时脸色却同样变得极为难看。结，游戏才刚刚开始。此时，冤魂身后那具骨架终于成型，乃是一个长着羊角的骷髅形象。那骷髅没有下半身，背后却长着一对骨翼。骷髅形成的那一刹那，一股难以言说的气息突然释放而出。众位武将竟然同一时间感受到了一股难以言说的压力。众人都是4到5级生物的存在，一下子便能明白过来。6级生物。当湖高中的校长艰难地从口中说出了这几个字，此话一出，在座的面色尽皆一变。老徐，你确定？哈哈，徐校长好眼力，我这份礼物不知各位可否满意？众人出奇的安静。就在这时，一旁的林文斌却缓缓走了出来，只不过是堪堪到达6级门槛的机器人罢了，也就是气势能唬人。说话间，之前给张烨等人展示过的那名5级武将出现，与其同时，他的身旁又是一名与他气势相同的武将出现。镇孽军的林上校，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遭受了父神的一击，我们都以为你早就死了，没想到啊，林少校藏得真深啊！被叫出原来的身份，但林文斌脸上依旧平静。当年的林某已经死了，现在只有一个高校教师林文斌。诸位，对方只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罢了，我们联手将其击杀。此时，众多领导在场，对于林文斌命令一般的语气，竟然丝毫没有感到不适，反而平静的接受。毕竟在场的人可都隐约的知道林文斌的故事。随着林文斌麾下2名5级将领冲锋在前，却被羊头骷髅轻易抵挡。看到当年连父神都头痛的存在，此时竟然连自己都能轻松抵挡，冤魂在长袍内发出了得意的笑声。瞧瞧，这还是我们当年不可一世的林少校吗？多年不见，竟然已经变得如此孱弱不堪，还真是令人失望啊！下一刻，众人麾下武将的攻击同样降临。轰！众多能量轰击抢先一步到达，巨大的能量冲击直接将那名羊头骷髅所淹没。此时，异空间内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异空间内的领主学员们惊讶地发现，四周大地上竟然开始泛起丝丝黑雾，黑雾弥漫得十分迅速，很快周围便被黑雾所笼罩。起初众人还不在意，等反应过来之时，眼前早已一片昏暗，同时还伴随着阵阵阴风。怎么回事？谁把灯关了？大家赶快聚在一起，小心偷袭！众多领主学员此时赶忙汇聚在一起，同时由实力强盛的学员站在外围担任保护的职责。张烨此时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追着，眼前突然黑雾四起，同时伴随着阵阵寒风，将空气之中近光远的气息直接吹散。这时旺财的鼻子也没有了作用。此时的张烨开始郁闷了，不但把近光源给追丢了，连自己到哪里了都不知道了。周围都是一片昏暗，那黑雾极为古怪，竟然有着干扰神识的作用。一片昏暗之中，张烨连自己来到哪里都忘了，甚至之前跟着自己的2个3级骑士，此时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所料不错的话，应该和张烨一样跟丢了。屋主，周围有点奇怪，恐生异变。管亥出现在张烨身旁，手持环手刀，一脸警惕地观察着四周。老待在原地也不是个事儿，往后退，前面绝对有什么阴险招数等着，咱不上那个当。说完，张烨浑身金光一闪，虎头造金甲直接出现在他的身上，然后一拍旺财的屁股，一个掉头，直接向着身后跑去。张烨刚离开不久，一阵破风声响起，之前张烨站立的位置突然落下几只长相丑陋，如同人形蝙蝠一般的生物。感受着张烨残留下来的气息，那丑陋的脸庞上面竟然露出几分不解。此时，
朱刚、凯瑟琳等人也在原地遇上了麻烦。黑雾之中突然窜出来大量长相丑陋的怪物，并且开始疯狂的袭击他们。那帮怪物单个的实力也就一般，算不上多么棘手，众人联手展开阵势之下，很容易便能解决。但架不住那怪物的数量庞大啊！黑雾之中的怪物数量仿佛无穷无尽一般，疯狂的涌向众人。快快快，那边有个山谷，我们去那里防守，不然我们绝对要被磨死。此话一出，当即惊醒众人。那个山谷只有一个出口，众人只要防守一个方向，比现在四面八方的防守压力绝对要小很多。想通这一点之后，众人开始向着山谷的位置慢慢移动过去。凯瑟琳此时看到那帮领主学员向着远处移动，也同样命令麾下士卒跟了上去。有了凯瑟琳的大军相助，众人的压力顿时减少了很多。此时的众人有病才会想要对着凯瑟琳下手。有了4个3级骑士作为前锋，众人很快便突破那帮怪物的阻拦，进入山谷之中。此时众人兵分2路，一路防守谷口阻拦住怪物，一路进入山谷肃清里面残留的怪物。局势这才稳定了下来，众人这时才有心情松了一口气。刚哥，你看如此时机，我们要不要把那个给……一个学员走到朱刚身旁，对着远处的凯瑟琳做了一个抹喉的动作，但得到的回应却只是一个大逼斗。啪！你他妈傻了，当他手底下那上万人马是假的啊！再说了，你看这情况，人家现在是战友。此时的朱刚很清楚，远处的凯瑟琳以及那支土著军队绝对属于张掖的人，张掖的人那就是他朱刚的人。换句话说，都哥们，来到山谷之中，凯瑟琳很清楚地感受到那帮人看向自己时那怪异的眼神，其中不乏恶意。但凯瑟琳对此却根本无所畏惧。此时，一路狂奔的张掖终于算是遇上了麻烦。眼前一群硕大的黑色蜘蛛阻拦了他的去路。织网怪，实力1级生物，力量15，速度12，意志14，体质17，技能坚韧蛛丝，发射的蛛丝能够轻易将大型生物捆绑。麻痹毒素，织网怪的蛛丝含有一种特殊的麻痹毒素，可以顺着皮肤进入人体。捏麻麻的，这蜘蛛吃什么的，能长这么大？看着远处织网怪，张掖却没有注意到脚下那几根细细的蛛丝，毫无所知的他一脚踩在蛛丝上面。呼！远处的织网怪突然抬起头，直勾勾地看着张掖。卧槽，该死！下一刻，管亥与周仓便出现在张掖面前。一头织网怪嘴巴一张，一道手臂粗细的蛛丝当即喷出，但管亥心念一动，身前一块石头当即飞溅而出。砰！蛛丝当即与石头相撞，霎时间碎石飞溅，但那道蛛丝也被阻挡。轰！周仓手中的关刀燃起一团炙热的火焰，随后一道附着着火焰的刀气瞬间从周仓手中发出，随后击中一只织网者。瞬间，火焰将织网怪吞噬。看来不管他叫什么，也难改蜘蛛怕火的现实。只是一群1级生物，在管亥与周仓的联手打击下，很快就变成了一堆残肢。收集的光球除了给张掖提供一堆生物材料外，毫无任何收获。轰！5公里外的山林间传来一阵爆鸣声，随后还有丝丝火光传来。张掖看到之后，想都没想，直接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5公里的距离，在旺财的飞驰下，很快就已经赶到。只见之前走失的2个3级骑士，此时正遭到一堆灵魂生物的攻击。那帮灵魂生物因为是能量虚影构成，一般的实体攻击对于他们根本无效。此时，为了对付他们，2个骑士只能鼓起体内斗气，将其附着在十字剑上。但周围涌现的灵魂生物竟然出奇的多，一番长时间的交战之后，2名骑士体内斗气竟然开始逐步衰竭。张掖躲在一旁的树丛之中，丝毫没有前去救援的想法。本来按张掖的计划，这2个随他一起出来的3级骑士是要想办法在外面给解决了的，如今都不需要自己出手。就在2个骑士体内斗气即将枯竭的时候，呼！一阵剧烈的阴风吹过，2人心中一阵致命的危险闪过，想都没想，各自向着一侧闪避。这2个人的做法是对的，他们2个刚刚离开原地，只见之前站立的地方突然寒光乍现，2人惊恐地看向身后，只见不知何时，2人身后已经悬浮着一个黑袍人。该黑袍人手持一柄巨大的镰刀，身上的黑色长袍破破烂烂，仿佛是已经穿了几百年了一般。在那黑色兜帽之中，一颗附着幽蓝色鬼火的骷髅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一形象跟张掖在电视剧里看见的死神一样。死灵，实力4级生物。看到这信息，张掖心中直骂娘。不出来也就算了，这一出来就是一个惊喜，这谁受得了？现在是想不帮忙都不行了，这2个骑士死了，那自己就只能独自面对一个4级生物的攻击了。此时2名骑士在感受到前方死灵释放出来的气息之后，心中都是哇凉一片。就算是自己2人全盛时期联手，
都不敢说能全身而退，更不要说如今自己两个斗气枯竭。两人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神之中看到了一丝绝望。但下一刻，一旁的草丛之中突然飞出一道弧形火焰，轰！火焰正中死灵身躯，烈焰带来了灼烧感，让死灵体内的负能量与之发生剧烈反应。死灵开始忍不住惨叫起来。下一刻，周仓与管亥同时从草丛之中冲出，向着死灵杀去。突如其来的幸福瞬间充斥两名骑士的心间。两位勇士，多谢相救。说罢，两个骑士同样挥舞着十字剑冲了上来。或许是死灵的威名太甚，他一出现，其他灵魂生物一下子便消失不见，这倒是帮了张掖等人一个大忙。要知道，在众人全力对抗一个4级生物之时，要是周围还有一堆灵魂生物干扰，那局面恐怕对于自己等人来说将会特别不利。因为死灵同样属于灵魂生物，所以一般的实体伤害对他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众人只得将内力凝聚在兵器之上，这才能对他产生伤害。4个3级生物联手对抗下，那个死灵短时间内也无法解决战斗。此时空出手来的张掖开始考虑这头死灵的来历。本来一开始遇到那一层黑雾的时候，张掖只是怀疑自己进入了什么秘地才导致的，但向后奔跑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却依旧没能逃出黑雾控制的范围。此时的张掖已经开始怀疑是否是整个异空间内发生了什么大事。要知道，这处异空间已经被五原市官方开发多年，里面原本的隐秘在官方都已经被记录在案，但像眼前这种东西，自己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多的灵魂生物以及那古怪的黑雾，绝对不是异空间内的产物。趁着那个死灵与周仓等人交手，张掖召唤出张燕以及10名铁狼卫，开始向着四周探索而去。可能是因为死灵的关系，如今周围整片空间内所有灵魂生物已经全部逃离，这倒给了张掖更多时间与精力前去探索。按照穿越前网游的套路，既然此地拥有死灵这种小 boss， 那么这里绝对有他所要守护的宝藏。旺财趴在地上，鼻子不断耸动着。突然，旺财的抬起头颅，一脸兴奋地拽起张掖的裤腿就往前面拉。旺财这仿佛看见小母狗的模样，不用猜都知道，肯定是闻到什么东西了。想都没想，张掖直接翻身骑在坐狼背上。旺财，带我们过去。旺财双腿一蹬，向着远处飞奔而去，身后张掖紧随其上。穿过眼前的灌木，前方黑雾变得更加浓郁了起来，温度似乎变得更为寒冷。要是普通平民来到这里，估计暴露在空气之中的部位此时已经冻伤。旺财带着张掖又向前跑了一段距离，前方竟然出现一块巨大的幽绿色水晶悬浮在半空之中。迷魂水晶，众多生物死亡之后凝结而成的结晶，能够自动生产出灵魂生物迷魂。嚯，眼前这块巨大的水晶竟然是一个冰种建筑。就在张掖惊讶之时，幽绿色的水晶底部开始流出一丝碧绿的液体。吧嗒，液体落地之后开始不断挣扎起来，随后一个淡淡的虚影正式形成。这东西就是刚刚形成的迷魂。刚刚生成的迷魂实力还不是很稳定，片刻之后气息终于稳定，同时满汉杀意的眼神开始向着四周探寻而去。就在他气息刚刚稳定的时候，又有几滴碧绿液体流淌而出。张掖可没有这么傻乎乎的去等待对方数量壮大，赶忙命令张燕以及5名铁狼卫杀了上去。那一头迷魂直接被撕碎，连带着刚刚流淌下来还没形成的迷魂一同毁灭。但下一刻，水晶下方又有液体滴落。这时张掖也就奇怪了，按这个生产速度，周围应该早已是遍布迷魂才是啊，为何周围却连一只都看不到了？无主。张燕恭恭敬敬地将击杀迷魂的光球盛了上来。张掖满眼疑惑地看着张燕手中的2颗光球。就在刚刚，众人一共击杀2头迷魂，每头都爆出来1颗光球。管亥不在身旁，爆率都这么稳定，将这2颗光球一同打开，里面露出2个一模一样的东西。魂力结晶乘2，黄阶中品。效果，里面蕴含了一头灵魂生物能量的精华，服用之后灵魂力量将得到一定的提升。看着手中那2颗魂力结晶，再联想到一旁那个4级的死灵，张掖总算是明白为何周围会没有一个迷魂存在了。恐怕是死灵守在这迷魂水晶处，将它当作魂力结晶的生产点了。那些从水晶底下流淌出来的碧绿色的液体，不出意外的话，对死灵有着很大的好处。既然在野外发现冰种建筑，那有放过之理，把它毁掉。话音刚落，张燕与5名铁狼卫士便对着迷魂水晶发动了攻击。霎时间，玻璃碎裂的声响遍布整个山间，幽绿色的水晶上面开始布满细密的裂纹。迷魂水晶的动静当然瞒不过远处正在奋战的死灵。感受到水晶碎裂的声音，那头死灵当即放弃了眼前的4个对手，转身向着张掖的方向杀来。但周仓他们怎么可能会让死灵如意？管亥抬起手臂，对着死灵前方一指，轰！一道石墙顿时升起，
阻拦住了死灵的去路。管亥这一招直接惊掉了身后2名骑士的下巴。没想到这位勇士竟然是一名伟大的巫师。死灵举起手中的镰刀，瞬间2道寒光闪过，石墙被轻易砍出一个缺口。但就是这么一耽搁，周仓已经杀了过来。妖魔吃某加一刀，一瞬间，一道弧形火焰被周仓释放而出。之前已经吃过这种火焰亏的死灵，本能的向着一旁闪避。这一次，火焰刀气并没有击中死灵，但紧随其后的管亥已经冲了上来。此时的管亥全身已经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2只眼睛已经变成了蛇类的树瞳，脖子处也浮现出一层鳞甲，额头处更是出现了2个肉包，有什么东西似乎即将破体而出。此时的管亥看到死灵即将前去攻击张掖，危机时刻，他果断使出了化龙技能。此时的管亥全身气势猛然上升，同时还伴随着阵阵难以言说的威压，那便是化龙之后管亥隆重生物所产生的龙威。在龙威的影响下，死灵忍不住迟钝了一下。在隆重生物外加化龙2个技能的双重加持下，此时的管亥气势已经堪堪达到了4级生物的标准，并且似乎距离5级都只差一点。此时的死灵终于开始正视眼前这个人类。此时的管亥只是对着死灵轻轻挥出一刀，一道由刀气组成的龙头虚影便直接飞向死灵。轰！死灵企图用镰刀阻挡，但一阵巨响过后，镰刀当即被撞成2半。此时的管亥一个闪身上前，便已经来到了死灵面前，随后对着死灵的头颅就是一拳。明明只是一双肉拳，但此时的管亥使出来，却好似有着无边的威力。咔！一声脆响在众人耳边响起，随后那2个骑士便惊恐地看见死灵那颗由鬼火附着的头颅，竟然直接被管亥一拳轰裂。灵魂生物免疫一般实体打击的效果，竟然在管亥这里直接无效了。随着管亥内力释放，死灵的头颅直接爆裂开来，死的不能再死。看着死灵直接消散在半空，留下3颗光球，2名骑士心中同时一松。2人一前一后来到管亥面前。这位勇士，感谢你的出手相救，我尤金江。其中一名骑士还没说完，却突然感觉胸口一阵剧烈疼痛，反应过来之后，便看见管亥一条粗壮的臂膀已经插入自己的胸膛。另一名骑士正好站在背后，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溅得满脸鲜血，直接傻在原地。但管亥可不管他怎么想，那只插在前方那名骑士胸口的手还没掏出，另一只臂膀手腕一转，环手刀当即照头劈下。噗！那名骑士连人带盔甲直接被分成2半。这2名骑士同样为张掖提供了4枚光球。砰！另一边，张掖与10名铁狼卫最终还是将那座迷魂水晶给打碎，4件的水晶碎片带起3枚光球。很快10枚光球便直接阵列在张掖面前。张掖搓搓手，将其一一打开。不愧是高等级生物留下来的东西，开出来的珍品就是多。7枚光球之中出现了4件张掖认为很是珍贵的东西。骑士训练手册，效果交给麾下武将使用，使得武将能够训练骑士。白银十字剑术，效果里面记录了一套白银骑士团的基础功法，使用之后可获得技能白银十字斩。注：骑士可用。灵魂结晶，玄阶上品，效果使用之后魂力将得到极大增强。死魂水晶，效果将水晶摔碎，里面蕴含着力量，以水晶为中心，方圆5公里内进行无差别攻击。注：6级生物可免疫。前面2个有着一定的使用要求，张掖也没有培养骑士的想法，但这2件东西可以卖出去。2样东西都是关于骑士这种特殊兵种而设立的，相信会有很多人感兴趣。后面2样东西乃是从死灵身上得到的灵魂结晶，这种东西张掖此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使用，但其玄阶上品的品质，相信同样会卖出一个不差的价钱。最后一个看到效果的张掖不禁毛骨悚然，赶忙将其轻轻地放入领地内。好家伙，这东西不就是1阶版的 C4 炸弹吗？6级生物免疫，换句话说就是6级以下生物都可产生效果。等哪天逼不得已的时候，张掖就能给他们一个惊喜。7枚光球已经打开，最后只剩下3枚来自迷魂水晶那里的3枚光球了。来自这种兵种建筑的东西会开出什么？张掖对此很是期待，所以放在了最后。第1枚光球打开，里面同样露出一颗拳头大的水晶。迷魂召唤，效果使用后可召唤出300受你控制的迷魂为你作战，持续效果1个小时，使用次数3。或又是一件兵种召唤器，拿来当炮灰送死的必备神器，果断收起来。迷魂水晶微型，效果使用之后可建立一座微型迷魂水晶。迷魂水晶微型，每日可自动生产10名迷魂。一个兵种建筑，但这个生产的兵种实在是太阴间了，到时候还是想办法将其卖掉。打开最后1枚光球，
随着白光消散，露出一块让张掖熟悉的晶体。能量石，玄阶下品，效果：其中蕴含了大量能量，使用之后领地能量加10000，竟然是当初和自己从丁兰手中抢到的一样品质的能量石。张掖的眼神在那一瞬间突然释放出璀璨的光芒。既然这里遇到了这冰种建筑，那么是不是说明其他地方也有？既然在这个冰种建筑之中得到了能量石，那是不是就是说明其他建筑同样有？那自己是不是就要发了？这是谁干的？我还真要好好谢谢他。想到这里，张掖骑上旺财，便朝着前方继续前进。此时外界，冤魂面对众人的联手围攻，却依旧稳坐钓鱼台。众人麾下武将根本拿这个羊头骷髅没有丝毫办法，特别是林文斌的2个5级将领，此刻在羊头骷髅的着重攻击下，已经伤痕累累。要不是周围有着其他武将的接应，此时恐怕早就死于那个羊头骷髅之手。这还是我印象中曾经那个不可一世的林上校吗？瞧瞧你如今的实力，我可真为你感到可悲。林上校，如今在这小城市苟延残喘，你是否还能想起当初为掩护你而惨死的同伴？他们可都在。这就是与父神作对的下场。冤魂对于林文斌极尽嘲讽，但林文斌的表现却让他失望了。林文斌脸上依旧一脸淡然，似乎根本没有受到一丝影响。看到林文斌依旧没有做出反应，冤魂随即说出了杀手锏：你那帮同伴对你还真是好啊，当时有一个人被我们活捉了，但他死活不肯说出你的下落，最后被我将整张皮给活剥了下来，看着他如同一滩烂泥一般躺在地上哀嚎了3天3夜，这才死掉。他叫什么来着？哦，想起来了，雷虎。我没叫错吧？听到雷虎这2个字，林文斌原本平静的脸上顿时出现了变化。雷虎，你还真是该死啊！此时的林文斌望向冤魂的眼神之中充满了赤裸裸的杀意。对，就应该是这个表情，看起来那个叫做雷虎的人和你的关系不一般啊，他到死都没有说出你的下落啊。看到林文斌的改变，冤魂大兜帽内的鬼火燃烧得更为旺盛，让对方产生极大的痛苦与悔恨，是使他获得快乐最好的催化剂。此时其他人也已经发现了林文斌的变化，南市高中的李校长眼神一变：老林不要冷静，不要听他说的。但显然已经晚了，林文斌的身体竟然开始释放出丝丝血气，向着他的头顶汇聚。黑孽魔神虽然在我体内故意残留一丝气息，企图将我腐化，这么多年我隐姓埋名，寻找一切可压制这股气息的可能。可惜啊，黑孽魔神不愧是让我燕国高层都忌惮的存在，这么多年不但没有解决我体内的那一丝气息，反而让他不得不在我体内壮大。愚蠢的凡人如何能够理解父神那种存在？得到父神的垂青已是你无上的荣光，为何要抗拒来自父神的恩赐？与我们一样，抛弃肉身凡胎的枷锁，成为这不死不灭的存在不好吗？说话间，冤魂张开那双白骨臂膀，语气之中充满了对于黑孽魔神的敬仰与崇拜。呵，不死不灭，你有看看自己如今是什么一副鬼样子吗？永生又如何？你现在只是黑孽座下的一傀儡罢了，你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黑孽控制，这与奴隶又有什么区别？住口！父神的伟大哪是你能随意揣度的？你这该死的异端，去死吧！此时愤怒的冤魂直接控制着身后的羊头骷髅向着林文斌杀去。其余众人看到这一幕，赶忙命令麾下众多武将向着羊头骷髅杀去。但黑雾之中，大量的灵魂生物杀出，不断的阻扰众多武将的前进路线。那些灵魂生物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育之后，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些1、2级那么简单了，里面甚至已经出现媲美5级武将那种程度的灵魂生物。此时林文斌身上冒出的血色气息越来越多，当头顶的血珠汇聚到一定程度之后，竟然直接分裂成众多红色丝线，将林文斌整个包裹。当羊头骷髅即将靠近之时，林文斌身上已经多了一套血红色的铠甲，同时林文斌此时的气质也是大变，平静的眼眸被一层疯狂嗜血所取代，原本的温文尔雅沉默寡言的高冷帅哥变成了一个嗜血的战斗疯子。望着即将靠近自己的羊头骷髅，林文斌竟然直接主动迎了上去。奔跑的过程中，一杆由血红色能量组成的大戟在其手中形成，轰！一戟直接轰击在那羊头骷髅的胸口，巨大的力道竟然让身为6级生物的羊头骷髅忍不住向后退了5米远。黑孽在我体内留了一道气息，就以为吃定我了，还真是天真。拜他所赐，这么多年的抵抗我也不是没有收获的。从那道气息之中，我解读出了一丝权柄，并结合自身创造出了独属于我的力量，我将其命名为血怒。恭喜你，你将会成为血怒的第一个体验者。嚯，大言不惭，竟然还敢说解读父神的力量，你以为你是谁？面对冤魂的质疑，林文斌并没有解释，而是收回大戟，后退微弯。下一刻，唰，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在林文斌消失的那一刹那，
冤魂突然感受到一股来自灵魂的战力，想都没想，冤魂直接向着后方退去，但已经太晚。下一刻，林文斌竟然直接出现在冤魂的身侧，大戟当头落下。冤魂此刻亡魂大丧，赶忙用尽全力躲避，但大戟依旧擦着他的头颅落下。咔！一条骷髅断臂带着一脸黑袍残片落下，随着长袍破损，冤魂那隐藏在长袍内的身躯暴露在众人面前，里面竟然不是众人想象之中只是一副纯粹的骨架模样，而是大量腐烂发霉的肉块，以及里面已经流脓的内脏。黑袍破损的那一刹那，大量污血连带着肉躯掉落出来，这副场面看得众人一阵愁眉。哈哈，瞧瞧，你的父神赐予你永生，但你现在这副模样，你自己看过吗？不觉得恶心吗？你只是困在一具不断腐烂的躯壳内的奴隶罢了。林文斌满眼嘲讽地盯着冤魂说道：啊，你给我死！此时的冤魂突然发狂，他的情绪变化连带着那具羊头骷髅同样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两个空洞的眼眶之中突然燃起两团血红色的火焰。此时某个武将正好冲破重重阻碍杀了过来，唰！那羊头骷髅竟然当即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竟然直接出现在那名武将身后。噗！羊头骷髅单手一抓，直接将那名5级武将当场带走。解决完碍事的家伙之后，羊头骷髅直接向着林文斌冲去，同时伸出3根骨刃。唰！3根骨刃带起了凌厉杀意，却只是打在了空处。在他靠近林文斌那一刹那，林文斌却同样消失不见。羊头骷髅穿过林文斌的虚影，直接来到了冤魂跟前，而冤魂同样飘进羊头骷髅的胸腔内。下一刻，噗！冤魂整个身躯直接炸裂，大量腐烂的血肉向着四周飘散。那些腐烂发黑的血肉此时仿佛有生命一般，向着羊头骷髅全身各个骨架上缠绕而去。只是片刻，原本只有骨架的骷髅表面竟然生长出一层血肉。此时血肉依旧在不停的繁殖，只是一刹那的功夫，原本光溜溜的羊头骷髅却已经变成一个这血红色筋肉的恶魔。但此时那恶魔眼眶之中却依旧只是2团鬼火。咕噜，恶魔胸口肌肉一阵翻涌，随后一张腐烂尽半的脸庞出现在那恶魔胸口。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走！与冤魂合体之后，那恶魔的气势猛地一下增长，基本已经达到了6级巅峰状态。在座的众人脸色当即一变，这家伙有古怪，有什么手段全部用出来。在座的各位都是五原氏有头有脸的人物，自然拥有大量秘宝在身。听到有人这么说，众人也就不再犹豫，赶忙从怀中掏出各自的底牌，大量强悍的能量攻击向着那头冤魂融合的那头恶魔飞去。其中五原高中的陆向荣直接掏出一根残破的巨角，巨角出现那一刹那，表面浮现出一层血色。片刻之后，陆向荣身前竟然出现一头长着双翼的血虎。吼！随着那头双翼血虎一声嘶吼，一股森然的气势从他身上释放出来，那气势赫然也达到了6级生物的水准。靠，老陆想不到你还有这种宝贝。一旁当湖高中的徐校长一脸惊奇地说道：哼，老夫当年也是从延国1线镇边部队，这种杀手锏当然要有，不然怎么能活着退役。说话间，那些能量攻击直接降临在那头恶魔身上，但却被恶魔身前的黑色防御光罩所抵挡。轰！冤魂还没来得及出口嘲讽，下一刻双翼血虎直接举起虎掌，对着光罩就是一拍。那血虎4根尖利的虎爪竟然不知什么时候覆盖了一层血红色。虎爪碰到光罩瞬间，原本坚韧异常的光罩竟然被轻易击破。要不是恶魔反应迅速，刚刚那一爪就直接拍在他的头颅上了，差点吃了大亏。但恶魔也不是就这样算了，对着双翼血虎一爪，一道漆黑的爪影便飞了出去。轰！双翼血虎当即就被震飞出去，但下一刻，一道身影却将双翼血虎拦了下来。林文斌此时竟然单手便将双翼血虎拖住。陆校长，血虎借我一用。说完，也不管陆向荣同不同意，直接对着双翼血虎一抓。此时林文斌的手心似乎有着什么吸力一般，只见那双翼血虎竟然直接化作一道血光，融入了林文斌体内。轰！双翼血虎入体的一刹那，林文斌整个人发生巨大变化，裸露的皮肤上竟然显现出一道道怪异的花纹，如同那头血虎的花纹一般，额头隐约之间有一王字出现。此时的林文斌眉头一皱，身后一对血翅骤然出现。变身完成之后，林文斌身上的气势再一次上涨起来。哼，垂死挣扎罢了。恶魔胸口冤魂那张脸满脸的不屑。熟悉体内暴涨的力量之后，林文斌单手一张，手中那柄血色大戟再一次出现。是不是垂死挣扎？你试试不就知道了。话音刚落，林文斌手中血色大戟光芒四射，血战八荒。刹那间，一道道血气从林文斌手中释放而出，一股血雾弥漫整片空间。那血雾之中蕴含着至刚至阳如烈日一般都恐怖气息，
在接触到恶魔体表之后，竟然如同硫酸一般，开始不断灼烧他的肉体。不好！冤魂的脸上露出一丝惊恐，但还没等他做出反应，远处赫然出现一头由气血形成的血虎虚影，直接扑在恶魔身上。此时的恶魔犹如被烈日吞噬一般，刹那间化作一团灰烬。现在谁才是垂死挣扎啊？林文斌悬浮在半空，两眼冷漠地俯视着那一团焦炭。随后，一股更为庞大的血气从其体内释放而出，形成的血雾直接笼罩在整个基地内。原本的黑雾在触碰到血雾之后，竟然如同白雪遇见烈阳一般，直接消退。有了林文斌的助力，整个基地内的所有灵魂生物全部被一扫而空。解决完一切之后，林文斌全身异状全部消失，随后缓缓降落。但一接触地面，林文斌整个身子竟然一个趔趄，即将摔倒之前，一双大手将其牢牢扶住。林文斌抬头一看，只见李校长不知何时来到了他的身旁。没事吧？没事，只是有点脱力罢了。陆向荣手里拎着一个身着警服的男子，砰，狠狠地将其掷在地上。这家伙刚刚想逃跑，让我逮了一个正着。你们猜猜他是谁？虽然眼前这个警服男子的面容众人很是陌生，但其身上那若有若无的气息，众人可很是熟悉。这个家伙是阴尸，哈哈，就是这个家伙。杨向明这个倒霉鬼抓了这小子2次都失败，想不到最后还是栽到了我们手里。想到过段时间已经晋升到上级城市的杨向明，看到阴尸被抓获的新闻，脸上的表情，陆向荣心中就是一阵暗爽。但此时其他几位校长以及各领导可没空关注这个。此时基地内的军方在控制好基地之后，便开始着手恢复异空间内的监控系统，同时大批军队开始朝着异空间进发。大家可没有忘记，这座异空间内可是存在了五原市所有的领主学员，那帮学员要是出了事，在座的各位乌纱帽绝对不保。异空间内，此时的山谷之中，众多学员的轮番上阵。虽然那帮灵魂生物依旧没能突破封锁，但看着山谷之中众多学员以及麾下那零零散散的士卒，便能知道他们也已经达到了极限。连一旁的凯瑟琳，此时他麾下的大军也只有1/10残留。公主殿下，看这情况，我们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了。你跟我说句实话，叶哥如今去哪里了？朱刚言辞诚恳地向着凯瑟琳问道。此时的朱刚与凯瑟琳一样，全身衣衫破烂，身上还有大量乌青。灵魂生物主要攻击人的灵魂，所以被灵魂生物杀死的人全身上下不会有血淋淋的伤口，但灵魂已经彻底破碎。此时他们两个身上呢，轻的地方便是被灵魂生物击中，其所带的负能量侵袭的后果。此时凯瑟琳与众人经过一番苦战，也早就抛弃了之前的门户之见。但听见朱刚的话，凯瑟琳也只是苦涩地摇了摇头。他当时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但就现在这种情况，恐怕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凯瑟琳虽然没有明说，但此时整个异时空之中都被一层黑雾所笼罩，那些灵魂生物铺天盖地般的袭来。凯瑟琳并不认为张烨依旧活着。此时两人口中的张烨此刻正满眼兴奋地盯着眼前又一个幽蓝色的巨型水晶。自从上一回打碎第一个迷魂水晶得到一枚玄阶下品的能量石之后，张烨对于这种能够爆出如此珍宝的冰种建筑有了一种发了疯般的执着。但此时距离黑雾产生才过了几天罢了，类似于迷魂水晶这种冰种建筑并没有太多。逛遍了附近所有的土地，张烨再也没有找到曾经那种藏宝之地。就在张烨已经陷入绝望之际，功夫不负有心人，张烨终于在这黑雾之中遇上了不一样的灵魂生物。此时眼前这颗悬浮在半空的水晶与之前的迷魂水晶最大的区别就是颜色的不同。迷魂水晶乃是一种幽绿色，给人一种阴间的感觉，眼前这枚水晶却是幽蓝色。而且这枚水晶下方滴落的液体生成的灵魂生物也不再是迷魂，而是一种名叫幽魂的灵魂生物。幽魂水晶，众多生物死亡之后凝结而成的结晶，能够自动生产出灵魂生物幽魂。眼前的幽魂乃是一道淡淡的蓝色人形虚影，但没有下半身。奇特的是，幽魂竟然手持武器。短短1分钟的时间，水晶下方已经生产出10几个幽魂，但他们手中的武器竟然五花八门，刀枪剑戟，甚至还有连枷。不过幸好，幽魂手中的武器并没有出现弓弩这种远程装备。张烨观察着四周，并没有发现跟上次一样死灵这种守卫。但虽然没有那种强力守卫，但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幽魂。这些幽魂一被生产出来，便朝着四周游荡而去，但同时会有几只留下来。张烨目测在场的至少有5000头，而且那枚水晶还在不停的生产。观察了半天，张烨依旧找不到能够突破的所在，本想放弃，但眼前这枚幽魂水晶现在就如一位欲救还迎妙妇，让他根本无法挪动离开的脚步。既然不能智取，那就直接掀桌子算了。张烨眼神一狠，
直接将一枚漆黑色的水晶球拿在手中。上次得到的死魂水晶，张掖可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在领地之中。这个异界版本的 C4炸药让张掖可不敢大意。如今正好趁着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将这个烫手山芋抛出去。死魂水晶的杀伤范围是方圆5公里，覆盖远处那帮幽魂完全没有问题。而张掖只要考虑一件事，那就是将死魂水晶扔得尽可能远，防止自己被误伤到。对于这个问题，张掖的选择是将周仓召唤出来。周仓的力量在3位武将之中属于最强，让他扔绝对没错。周仓，我们2个的性命可都掌握在你的手上了，你有把握吗？屋主放心，区区小事，包在我的身上。周仓一手接过死魂水晶，另一只手在自己胸口拍得震天响。张掖随即放下心来。周仓闭起一只眼，随后手臂向后一拉，咻！死魂水晶随即脱手而出，在天空变成一个黑点。在张掖期待的眼神当中，死魂水晶渐渐往下掉落。周仓扔得很准，死魂水晶下落的位置正好是幽魂水晶的上方。啪！漆黑的水晶球正好磕中幽魂水晶的顶部，漆黑色的水晶球当即碎裂。突如其来的脆响吸引了周边所有的幽魂的目光。下一刻，轰！一个漆黑色的罩子形成，随后罩子的体积越来越大，瞬间将在场的幽魂全部笼罩。啊！罩子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张掖等人并没有看见，只听见里面幽魂临死前凄厉的惨叫声。片刻之后，罩子逐渐消散在了半空之中，露出里面的场景。只见原本密密麻麻的幽魂，此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地面上到处都是残留下来的光球。发财啦！发财啦！张掖大手一挥，将所有黑山军全部召唤出来，帮他将光球全部捡回来。此时，整片空间之中只剩下那个幽魂水晶依旧存在。当时他处于死魂水晶打击范围的最中心，所以并没有受到冲击。此时那枚幽魂水晶依旧在不停地生产着幽魂，以免夜长梦多，张掖直接召唤周仓与管亥，开始联手对着这枚巨大的水晶进行输出。下一刻，玻璃碎裂的声响遍布整个空间。只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巨大的水晶变成了一地渣渣。张掖如愿拿到了4枚光球。灵魂凋零，玄阶上品。效果：使用后，里面蕴含着力量，以死亡凋零为中心，对方圆5公里内进行无差别攻击。注：对灵魂生物有奇效，6级生物可免疫。能量石，玄阶下品。效果：其中蕴含了大量能量，使用之后领地能量加10000。幽魂召唤。效果：使用后可召唤出300受你控制的幽魂为你作战，持续效果1个小时。使用次数3。幽冥玄杖，地阶下品。效果：1通幽，使用者对于地底幽冥的感应将变得更加清晰，所有幽冥类法术效果正 30%。2启明，灵魂生物对于使用者将有着难以抵抗的好感，并不会第一时间将使用者当作敌人。3幻灵，使用者能够通过幽冥玄杖召集方圆5公里内的残魂为你而战，效果持续时间3分钟，下一次使用为24小时之后。开到最后一个光球的那一刹那，张掖眼睛直接闪耀出夺目的亮光。乖乖，地阶品质，想不到一个破水晶竟然能有如此富足。这根幽冥玄杖直接被张掖笑纳了。开玩笑，自己手底下那3个是武将，可不是法师，这种高端货给他们也只是浪费。幽冥玄杖入手的一瞬间，张掖便感觉脑海一阵清凉，随后便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地底有一股玄而又玄的存在。不用说，那东西绝对就是地底幽冥的世界。自己虽然没有修炼任何幽冥类法术，但当初的太平要术之中，地遁之中记载的可不就是驱灵潜降的法术？只是一开始张掖实力弱小，担心开局修炼这种鬼术对自己身体不好。一个阳刚小伙，万一被鬼气侵袭把肾搞坏了，那自己哭都来不及。但此时张掖修炼天遁小有成就，实力也不是之前那种弱鸡，又有了幽冥玄杖傍身，回去之后是应该好好看看地遁了。看着手中握着的幽冥玄杖，张掖感觉此时四周竟然给了自己一种极为舒服的感觉，就好似在暖春夜晚之中散步一般，就连此时凛冽刺骨的寒风都让他感觉如同徐徐微风一般。此时张掖因为2颗能量石子的缘故，此时领地内能量点的储存有增加了2万。毫不犹豫，张掖直接将这2万能量点全部用来训练出了20名铁狼卫。此时张掖麾下铁狼卫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0，相当于30名1级武将。因为手中的幽冥玄杖的效果启明，周围一般的灵魂生物并不会第一时间将张掖列入敌人的行列。只要张掖不主动出手，那帮灵魂生物同样不会将他列入攻击行列，他们简单的思维之中只会认为张掖是同类。就这样，
张掖前进道路毫无阻碍。一路上，张掖看到了很多异时空内原本的土著生物正在遭受那帮灵魂生物的围杀。可以预料，用不了多久，这片土地将会变成灵魂生物的天下。灵魂生物聚集的越多，周围负能量便会快速增加，最终形成一个只适合灵魂生物生活的领域。对于这个结果，张掖根本无法阻止。眼下这一幕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之内。突然，远处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喊杀声，似乎有大量生物正在交战。张掖算了算，这么多天的前进，根据路途计算，前方似乎就是之前那片山谷。想到这里，张掖毫不犹豫地向着远处狂奔去。此时，山谷谷口处密密麻麻地躺着很多士兵，他们个个身体僵硬，面色苍白而无血色，似乎被冰冻了一般。被异时空土著杀死的士卒并不会变成白光消散在半空之中，而是会保留尸体留在地面上。此时山谷的谷口，尸体已经堆成的密密麻麻，众人将尸体垒成一座座尸墙，用来阻碍那帮灵魂生物的进攻。但黑雾之中，大量的灵魂生物被吸引过来，此时的众多领主学员，此时麾下士卒几乎已经损失殆尽。张掖扫视一圈，脸色变得很是难看。此时的他站在对面山间，所以看得很清楚，此时进入山谷的谷口处，士兵的数量已经很是稀少。看样子，在之前的几天里，众人领地内的士卒已经被消耗殆尽。此时，人群之中，张掖看见了朱刚以及凯瑟琳的身影。此时的两人也很是狼狈，凯瑟琳麾下的大军仅剩下最后几十名骑士还幸存，其中那4个3级骑士，此时也只剩下了2个。至于那数量众多步兵，此时已经损失殆尽。而朱刚身旁也仅有格罗姆这一位武将存在。朱刚此时同样手持一把巨刀，亲自上阵。看这样子，要是没有意外产生，这帮人的陨落估计也就今天了。张掖此时并没有冲动，而是仔细地观察起来。山谷外聚集了密密麻麻无数的灵魂生物，这个密度的灵魂生物，张掖在其他地方根本没看见过，这件事显得很是诡异。在山谷外，黑雾的浓度也比其他地方高了很多，特别是其中有3块区域，黑雾简直都快凝聚成黑洞了。那黑雾其实就是负能量汇聚的体现，而灵魂生物聚集越多，周边黑雾浓度越大，这个规律是之前张掖发现出来的。既然如此，那这3块区域恐怕就是山谷外灵魂生物聚集的根本原因。张掖直接大大方方地向着底下那3块区域靠近过去。有了幽冥玄杖的存在，周围一帮灵魂生物根本没有感觉到异常。就这样，让张掖轻易摸到了3处区域的其中一块。随着慢慢靠近，眼前的场景印证了张掖心中所想，哪里竟然也有一处巨大的悬浮水晶，并且那块水晶的体积竟然比张掖之前遇到的那2块还要大1圈。这不是最重要的，在那2块水晶下方，张掖竟然看见了3个意想不到的人。此时，在那一块巨大的水晶下方，骆明成、周凯乐与贺妙言3人呈3角站立。骆明成脸上怒目而视地看着周凯乐，贺妙言满脸厌烦，周凯乐一脸嘲讽。不用想，张掖也大概知道了点什么。这特么怎么到哪里都能遇上这3个货？张掖一脸晦气，但转念一想，却发现不对，这3个货怎么会在这里？难道这次异时空的变化和这3个家伙有关？想到这里，张掖缓慢收拢气息，开始朝着3人的方向慢慢摸了过去。此时，骆明成一脸愤怒地盯着周凯乐，犹如一头被激怒的公牛。妙言，他怎么也会在这里？本来骆明成、周凯乐、贺妙言各驻守一块区域，各自不打扰。但时间一长，骆明成心中就打起了小算盘。此时，黑雾笼罩周边所有区域，周围也没有其他人打扰，自己的女神就在一旁。眼下这种环境，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只是犹豫了半天，看见山谷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之后，骆明成直接走入黑雾，来到了贺妙言驻守的那块区域。但映入眼帘的那一幕，简直让他气血上涌，怒无法冲冠。只见最为仇恨之人周凯乐此时竟然也出现在这里，于是对峙正式形成。听到骆明成的质问，贺妙言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不耐烦。骆明成，你不好好驻守你的区域，来这里干什么？就是，妙言，我早就说过，这种废物就根本不需要把他拉进来，你呀就是太善良。周凯乐看见贺妙言此时的话语，不忘再继续添一把火。妙言2个字也是你能叫的？骆明成在听到周凯乐对贺妙言的称呼之后，更是接受不了。周凯乐此时根本不把骆明成的威胁放在眼里，反而挑衅地看了他一眼。他这一动作使得骆明成脸上更显得狰狞。双方都没有注意到，周凯乐在叫贺妙言名字之时，贺妙言眼神之中竟然露出一丝嫌弃。我看你这吃软饭的小白脸，还真是打算找死了。说话间，骆明成手中出现一柄长剑。哟，你这个废物竟然还敢对我出手！周凯乐此时手中同样出现一柄长枪，两人之间顿时杀意四起，火药味瞬间弥漫。当
骆明成率先出手，周凯乐反应迅速，直接抵挡住了他的进攻。三人之中，也只有何妙言依旧保持一点理智，还知道此行的目的。住手！你们住手！不要再打了！但此时气氛已经烘托到这里了，要是草草收手，两人脸上的面子都挂不住，更何况此时两个人都有弄死对面的心，怎么可能还听得进去？于是张掖刚刚摸到跟前，便开始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打斗。骆明成与周凯乐两人打得你来我往，一旁的何妙言无力的呐喊。要不是此时不合时宜，张掖都想搬出凳子来了。最终周凯乐还是占据了长兵器的优势。砰！周凯乐一记横扫，直接击中骆明成胸口，将其打到了地面上。哼，废物就是废物，只能待在一旁无能狂怒。周凯乐收枪站立，一脸鄙夷地看着躺在地面上的骆明成。噗！被情敌羞辱，而且是在自己女神眼前，巨大的羞愧与愤怒让他一口老血喷出，随后面色惨白。好了，你们在干什么？难道忘记我们的目的了吗？父神赐予你我力量，难道是让你们内讧的？一旁的何妙言皱着眉头，愤怒地质问道。哼，妙言，父神的力量如此伟大，怎么能够赐予这种废物，让这个废物行走在世间，简直就是侮辱了父神伟大的名讳。周凯乐说完，转头俯视地面的骆明成。像这种不知天高地厚，还企图癞蛤蟆吃天鹅肉的废物，留在世间简直就是浪费粮，还不如让亲手送他人生重开算了。哼，周凯乐你也别得意，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当年要不是妙言的资助，你能有今天？你他妈看起来你真的要死啊！远处张掖默默地举起了手机，打开了摄像，还真是意外收获呀。但很抱歉了，朱刚他们快坚持不住了。收起手机，张掖直接大大方方毫无掩饰地走了出来。好啊，你们竟然是一群人奸！张掖等人的突然出现让在场的三人吓了一跳。张掖，你竟然还没死！待看清来者的那张脸时，三人脸色更是惊讶。之前张掖一直不出现，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在了外面，没想到他不但活着，竟然还出现在三人眼前。糟了，妙言你快走，我来拦住他！骆明成当即将何妙言拉至身后。走什么走，废物！他就只有一个人，我们3个连起手来还弄不死他。说话间，周凯乐一挥手，身旁3名武将出现，紧接而来的是上百名士兵。贺妙言感觉也有道理，随即身前武将同样出现。富婆就是不一般，除了拥有5名武将外，出现的士兵也比周凯乐多了3、4倍。骆明成同样如此，但他的实力却是3人之中最弱的。周凯乐惊讶地看了一眼贺妙言，没想到贺妙言的成长速度大大超乎了他的预料。3人呈半包围的态势，缓缓逼近张掖。哼哼，张掖聪明一点，当做什么都不知道该多好，非要过来找死。张掖并没有说话，而是直接将管亥等人召唤而出，同时还有30名铁狼卫，30个异级生物同时出现。那一刹那，难以言说的恐怖威压当即将众人笼罩。3人也不是傻子，在铁狼卫出现的一刹那，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这不可能！周凯乐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而骆明成心中简直恨死了周凯乐。刚刚早听自己的该多好，叶哥我办了他们。贺妙言还想试图说服张掖，但张掖根本没给他这个希望。3名武将外加30个铁狼卫瞬间扑了上去，战斗进行得很是顺利。不到半个小时，贺妙言等人的麾下士卒便全部覆灭。在铁狼卫摧枯拉朽的攻势下，那帮普通士卒简直就和待宰的羔羊一般。那帮武将也根本不可能是周仓这个3级生物的对手。很快，对方3人麾下士卒全部阵亡。期间，3人也不是没有想过直接强杀张掖本人，但张掖一身神装，外加上掌心雷助威，3人还没冲到张掖面前，就被闪电击中，麻痹在半路。张掖，我家的实力你也知道，杀了我爸绝对会追查到底，贺家不会放过你的。贺妙言3人被铁狼卫擒住双手，半跪着按在地上。听到贺妙言的话，另外2人如有神助。就是，张掖同学你要冷静，击杀同学可是犯罪，杀了我们你什么都得不到，但你只要放了我们，就当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保准给出一个你满意的价钱。你们倒是提醒了我。说完，张掖掏出了迷魂召唤，随即心念一动，一只300数量的迷魂出现在张掖周围。在张掖淡然的眼神当中，300迷魂瞬间淹没了贺妙言3人。解决了这3个人奸之后，30名铁狼卫开始攻击悬浮于半空之中的水晶。张掖则让周仓带着自己直接向着谷口跳跃而去。此时，谷口朱刚已经不知道砍碎多少灵魂生物。觉醒兽族领主天赋之后，朱刚同样学会了如何使用气血之力，将体内气血之力加以引导，将手中长刀包裹。气血之力带有的阳刚之力，对于灵魂生物拥有着强大杀伤力。
这使得朱刚以及麾下兽族成为战斗的主力。但气血之力有限，就算是兽族强悍的体魄都不能坚持太久，一般气血之力消耗殆尽，整个人便会脱力，成为待宰的羔羊。所以战到最后，朱刚身边仅有格罗姆一人陪伴，其余兽族步兵此刻已经全部葬身。砰！朱刚转头望去，只见凯瑟琳此刻已经面色灰白，全身僵硬的倒了下去。长时间的消耗终于让他这个巴洛摩血脉的术士走完了人生的终点。同时他的身边又有3个领主学员以同样的方式倒了下去。此时朱刚体内的气血之力同样燃烧殆尽，一股难以言说的疲惫如同潮水一般涌来，瞬间淹没他的整个身躯。我要死了吗？此时朱刚余光瞥见地面堆得密密麻麻的氏族尸体，这个场景竟然有一种悲壮，似乎这样死也不错。但朱刚脑海中刚刚闪过这一丝想法，下一刻，轰！周仓带着张掖重重地砸在朱刚面前，巨大的冲击力将地面泥沙震得飞溅，直接呼了朱刚一脸。叶哥，临死之前还能再见你一面，我也此生无憾了。啪！张掖毫不犹豫甩了朱刚一个巴掌。现在说这些还早。说完，张掖直接掏出那件之前得到的灵魂凋零，随后转头塞给周仓。周仓当然明白张掖的意思，转头就对着前方用力一掷，灵魂凋零呈抛物线直接掉入远方的灵魂生物群之中。下一刻，一道复杂的纹路直接铺开，将周围5公里内的所有灵魂生物所笼罩。下一刻，大量兽骨嶙峋的漆黑举手从地面探出，将上方随后灵魂生物全部抓住，随后拽入地下。任凭这些灵魂生物如何挣扎与哀嚎，却依旧改变不了坠入地底的命运。事情发生在一瞬间，等众人反应过来之时，周围密密麻麻的灵魂生物只剩最后一点残余。这些残余的灵魂生物也很快被众人联手绞杀。失去了灵魂生物的聚集，周围黑雾大量散去，原本已经暗淡无光的山谷顿时清明了许多。我们胜利了！卧槽，我活下来了！哈哈哈！妈的，老子差点以为自己的领主生涯到此结束了。众人在死里逃生之后，开始喜极而泣。朱刚紧紧地抱住张掖，望向张掖，眼神犹如看向神明。叶大仙施法，救我于水火之中，我朱刚无以为报，只得……啪！张掖面无表情地给了朱刚又一个逼斗。此时，管亥带着30名铁狼卫击破水晶，返回到张掖面前。无主！管亥恭敬地将4枚光球送到张掖面前。张掖默默收下。之前他不是没想过趁机将其他2处区域的水晶也打破，但当时谷口朱刚他们已经岌岌可危，自己只能忍痛放弃。此时战事已经结束，张掖心中又开始打起了那2处区域的主意。但就在这时，一旁的周仓脸色一变，随即一个闪身来到张掖身前。无主，小心！噗！张掖还没反应过来，一股鲜血直接喷溅在他的脸上。下一刻，周仓缓缓倒下。只见周仓的胸口竟然出现一个碗口大的伤口，一只手臂粗的剑矢正插在伤口正中央。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周围的人瞬间失声。只见刚刚已经退散的黑雾，此时竟然重新席卷而来。哼，这里竟然还有漏网之鱼，那3个废物连这点小事都不好。黑雾之中传来一阵冷哼声，众人循着声音望去，只见黑雾之中一个身穿东湖高中校服的男子带着一名手持巨弓的壮汉缓缓走出，而在他们身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灵魂生物。白净，是高3的白净学长。东湖高中的学员之中有人当即认出眼前这名男子的身份。学长，你为什么要攻击我们？一名东湖高中的学员当即站出来质问，但下一刻便被同伴拉了回去。大家不是傻子，眼前这个情况很明显就能看出白净的不对。果然，白净听到众人的质问，嘴角露出一丝危险的笑容。为什么？当然是将你们献祭给父神了，不要怪我，为父神献身是你们的荣幸。这一句话让众人瞬间从云端跌落深渊。这个白净什么实力？朱刚对着身旁一名东湖高中的学员悄悄问道，但那个学员此时脸色煞白。白净是我们东湖高中高3年级的第一人，据说他麾下拥有2名4级武将，外加数量不明的3级、2级，我们完了。此时，张掖拿出那枚以木灵佩，将今日5次治疗绿光全部使用。随着充满生命气息的治疗绿光包裹，周仓的气息逐渐稳定下来。张掖直接将其收回领地内。此时，天空之中那名白净这才注意到中了自己手下大将致命一击，那个大汉竟然没死。原本那一剑本来是专门给张掖的，但中途却被周仓拦住。而周仓的技能钢铁意志让他不管遭受如何致命的伤势，都能够保住一口气。还好是周仓，要是其他2个来挡，刚刚那一下估计早就已经化作白光了。此时拦着胸口一个碗口大疤，
血流如注的家伙，竟然还保留着一口气，在那名高一学员的治疗下，伤势竟然直接稳住。白净不禁大感稀奇，看着这个学员，白净也认识，就在刚刚，亲眼看见这个学员手下的武将投出一件东西，将周围所有灵魂生物所泯灭。那个东西的威力，就连他都感到心惊胆战。白净上下打量了张烨一眼，南市高中这几年还真是卧虎藏龙啊！先是有一个涂雨田，现在还有一个你。能否告诉我，你之前毁灭那帮灵魂生物的东西叫什么？对方实力比自己强大太多，再加上自己麾下最强者已经废了，此时的张烨变得极为乖巧。回学长，那个叫灵魂凋零，杀伤范围5公里，对于6级以下生物都有效。说话时，张烨对6级2个字语气故意着重说了一下。果然，听到这话，白净眉头一皱，灵魂凋零这个威力还真是着实吓到他了。哦，那就是说你手头没有了，对吧？对的，这种东西威力这么大，我怎么可能有第二个？张烨如实说道。但张烨这么说，又让白净拿不准了。对面那个家伙太镇定了，似乎还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底牌。气氛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双方都是马敢打狼两头怕。最终还是张烨忍不住开起口来：学长，不知你那个父神给了你什么好处，竟然能让你冒着生命危险背叛燕国？学长，我这么问只是好奇，你们那个所谓的神能出什么价钱，可以让你这位天之骄子甘心为其服务？要是合适，我们说不定今后还是同事。身后众人赶忙点头。张烨这么一解释，白净脸上的杀意减缓，随后眼神之中闪过一丝回忆。当你的父亲在你小的时候便丢弃你母亲，再也没回来。你母亲为了养活你积劳成疾，你妹妹在学校被嘲讽是没人要的孩子，你们全家都在周围众人的嘲笑、鄙夷之中度过，而你只是想要让全家过上好日子，让你母亲不用每日劳作，让妹妹不会受到欺凌。就是现在，虚空之中有人回应你的请求，让你觉醒领主天赋，而他的请求只是让你定期献祭一批血肉，并且只要让其满意，你就能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没过多久，你在觉醒仪式上成功觉醒，并且实力飞快提升，你的母亲再也不用每天工作18个小时，你的妹妹也上了贵族学校。如果是你们会怎么选？白净的眼神之中充满了至高的虔诚以及狂热的信仰。那眼神张烨极为熟悉，自己领地内那帮黄金信徒在看见自己之后就是这种眼神，那是一种超越一切都忠诚。眼前的白净毫无疑问，绝对已经属于那个所谓父神的狂信徒。想到这里，张烨的心已经沉下去了。眼前这个人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等人的，在他的眼里，神的旨意高过一切，包括他的生命。像学长这样的人，在我们这帮参赛的学员里，应该还有很多吧？哈哈，没错，五原市那帮大腹便便的高官，怎么可能会注意到我们这帮底层人？这一次进入这方异空间的父神信徒，可不只是我，其他人还在追杀着你们那帮学长呢。其他学员一听，脸色顿时一白。搞了半天，这哪是什么考核的场地啊？这简直就是魔窟啊！好了，今天还得亏这位学弟的提醒，现在我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说话间，白净掏出一堆漆黑色的令牌扔在自己跟前，每人拿走一块，在自己领地之中将其使用，今后为父神而战，要不然今天就化作父神的血肉祭品。说完，白净满脸杀意地望向周边所有人。突然，他转头盯着张烨：小学弟，你很看好你，父神如今就需要这种聪明而又天赋异禀的仆人，你就上来开个头吧。说话间，白净伸出一只手，手心之中出现一块令牌。这块令牌与之前白净扔出来的普通货色不一样，漆黑色的令牌边缘还有一圈血红色。看得出来，白净对于张烨很是满意，所以拿出来了与其他垃圾货色完全一样的东西。此时，周围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张烨的方向，感受到周边那一道道视线，张烨头皮一阵发麻，捏麻麻的，这是让小爷拿的投名状啊！烨哥，形势比人强，要不我们扯大旗反了吧？啪！张烨面不改色的给了朱刚又一个逼斗。造反？开玩笑不是？你一个邪教还想跟一个国家机器对抗？白净这种狂信徒脑子不正常，但张烨又不傻，这要是听了他的话，把令牌用了，现在或许不用死，但等燕国军队来了，自己也得死。不但自己得死，爹妈恐怕也不会好过。就在张烨迟疑之间，白净的眼神之中透露出一丝不耐烦。怎么？难道说你对父神不敬？此时，一股杀意向着张烨蔓延而去。张烨立马打了一个激灵。不是，白净学长，你一口一个父神，父神的，我连父神说谁我都不知道。我入伙之前，总得让我知道父神的事迹吧。周围一旁学员听完，同样疯狂点头，同时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期盼以及求知。生死之间，众人的表演天赋被压榨到了极致。白净似乎很享受这种被底下人注视的感觉。面对众人的目光，他的脸上竟然流露出一丝得意。
父神的名讳你我没有资格知道，但父神的神国位于黑孽深渊之中，他是黑孽深渊唯一的主宰，他的神力无边无际，他对于他的信徒如同待自己的孩子一般仁慈。听到这话，张掖内心无奈地撇了撇嘴，这介绍跟那帮邪教一模一样。此时的白净似乎陷入了某种癫狂之中，话一出口便停不下来，把他口中的父神夸的就是主世界的救世主，世间唯一的真神。张掖心中一阵鄙夷，你的父神真要这么厉害，就不会只待在黑孽深渊里面苟延残喘了，恐怕现在早就占据主世界，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神国了。吹牛逼谁不会？也就白净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人会信，众人一听就知道，这肯定就是一个邪教，人要是进去，不死也得废。半天之后，白净终于讲完了那个父神的所有事迹，随即舔了舔已经有些干涸的嘴唇。怎么样？是否对于父神的伟力有了一丝浅浅的了解？众人赶忙点头。那就把东西拿走使用吧，学弟你先来。说话间，白净又将那块令牌伸向张掖。妈的，怎么又是我？张掖心中暗骂。踌躇片刻之后，他开始艰难地挪动脚步。此时，白净似乎看出来了张掖心中的想法，但他就喜欢看着对方那天人交战的模样。世人愚昧，不知父神的伟大。没事，等他们见证那伟力以及自身的变化之后，便会热烈地接受父神的恩赐。张掖走到白净面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在刚刚，他已经想好，就算加入其中，也只会成为那个邪神的傀儡，还会连累父母。既然如此，那就搏一把。你是选择当一辈子的懦夫，而后没有价值的死去，还是当一秒是英雄？张掖决定选择后者。白净学长，有件事我想对你说。什么事？说吧。嫌你娘的邪神，去死吧！说完，张掖对着白净竖起了中指。白净的脸上先惊后怒，身后众人一脸钦佩。那你就去死吧！白净伸出一掌，对着张掖脑门拍去。轰！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之后，白净快速飞出，随后重重地摔倒在地面。接着，大量身穿制式铠甲的士兵突然出现，直接杀入那帮灵魂生物之中。事情发生的太快，让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不知什么时候，张掖身后竟然站着一个身穿军装的女性。哟，小弟弟可以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敢对着天选会的人面这么骂他们的神的。张掖呆呆地转过脑袋，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女子的脸蛋，虽然是女子，但眉角之间充满了阴气。啪！张掖双膝一弯，直接跪在那名女子身前，随即用力抱住那一双修长的大腿。哇，姐姐你怎么才来啊？我差点就死了！哭了一会之后，随即将脸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这一刻，一股沁香钻入张掖的鼻腔，好香，好长，好腿。张掖脑海之中此时只有这三个词。这个场面是舒小玉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一时之间，脑海之中竟然直接一白，失去了反应能力。片刻之后，终于缓过劲来，看见这个小鬼的动作，当即一抹桃红爬满双颊，随后赶忙将其拉开。刚想出声训斥，却看见张掖那惊魂未定时双眼以及惨白的面容，当即心中一软。算了，毕竟只是一个小孩子，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吓坏了也正常。舒小玉心中自我安慰道：好了好了，我们来了，你们安全了。张掖用力的点了点头，眼神之中布满了单纯，但心中暗叫一声好险。刚刚从那生死之间的遭遇让张掖忍不住脚一软，但后面的动作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还好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要不是张掖刚刚反应迅速，戏精附体，恐怕一个猥亵罪肯定逃不了。刚刚松了一口气，却瞥见远处的那帮学员一脸惊掉下巴的看着自己，朱刚等人还对着自己竖起了大拇指。对此，张掖只能装出一副高手寂寞的表情，微微点了点头。此时，大量身着军装的人出现在谷口，随之而来的是他们麾下大批的军队。很快，白净带来的灵魂生物便被绞杀一空，而白净本人也直接被舒小玉麾下武将擒住双手，押送了过来。面对天选会，舒小玉的表情变得无比冷酷。废掉4只，带回去。随后看向张掖那一帮学员时，脸色又变得柔和。同学们，你们安全了，我们接下来将你们分批带回去，请大家遵守好秩序。终于结束了。倩倩还活着该多好！该死的，原来当领主这么危险，本少爷回去就和老头子说不干了。由死转生，众人的反应尽皆不同，有的人在兴奋，有的人在怀念，还有的人在打退堂鼓。但张掖对此却并无太多感慨，只是在怀念刚刚那双美腿。片刻之后，空出手来的军人开始按序一个个的将众人领到一时空出口，但此时出口处却建立起一座特殊的仪器，众人排队穿过仪器，似乎并没有什么异样。但下一刻，滴，
尖锐的警报声顿时响起，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人群之中一个身影突然窜了出来，向着远方快速跑去。咻！一道流光突然闪现，噗！那个身影的头颅直接爆裂。人们这才注意到一名手持弓箭的武将。一箭释放之后，该名武将缓缓收拢长弓，刚刚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过。但刚刚那一幕正好被有些人注意到，那名武将拉弓时候释放出来的气势和林文斌那名武将不相上下。靠，5级生物！张烨忍不住缩了缩脖子，有必要吗？看管他们这帮高一的要用一名5级生物？大家不用慌，刚刚那个家伙是天选会的探子，企图混入你们当中逃离，大家不用慌。随着一名负责人的解释，众人心中这才恍然。这一次意外暴露了很多掩藏在学员之中的天选会成员。五原市那帮领导也不是傻子，吃过一次亏之后肯定已经会有所应对。有了这一次意外，接下来一切平静。在张烨等高一学员排队之际，其他2个年级的学员也不断被带到这里。但张烨注意到，赶来的那帮高年级学员铠甲破烂不堪，很多人身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伤势，而且大部分人脸上写满了悲伤以及惊恐。在这帮人之中，张烨还看见了涂雨田，但他现在的样子可算是狼狈，不但脸上布满血迹，连身上的铠甲都只剩下一半。当湖高中的彭家2兄弟之一彭佐也在其中，却不见朋友。看着彭佐脸上止不住的哀伤，张烨便明白发生了什么。看起来这次五原市要发生大地震了。张烨心中感慨道，这一次光高一这一个年级就有至少一半的学员命丧当场，高2与高3恐怕也都好不到哪里去。而且他们身后可都代表着一个个家庭，子女意外死亡，他们的父母怎么可能轻易就算了。这一次回去之后，恐怕整个五原市都会闹翻天。果然，返回主世界之后，原先看到的那个巨大操场上，此刻已经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战斗余波导致的深坑。整个基地已经进入1级戒备状态，大量士卒已经将整个基地围得水泄不通。6位校长以及那帮教育局领导的脸上遍布寒霜。在看到张烨这帮学员的数量之后，那帮领导的嘴皮子都开始微微颤抖起来。一想就能明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瞒是肯定瞒不过去的。这件事报道出去，上面追查下来，他们这帮人的前途算是毁了。回去的路上，气氛显得很是沉闷。让张烨疑惑的是，一路上竟然看不见林文斌老师，也不知道他去哪了。要说他出现意外，张烨是肯定不会相信的。林文斌的实力之前已经透露过了，拥有5级武将的领主可都不是普通人。众人回到南市高中，校长直接让众人解散，随便宣布放假半个月，让每位学员休整一下。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原本的考核内容以及奖励这些都不是短期能够进行的了。对于这一点，张烨也是表示理解。众人得到命令之后，便高高兴兴地整理完东西回家去了。儿子，你没受伤吧？快让妈看看。张烨一回到家，母亲赶忙来到张烨面前，上下仔细检查起来。妈，我没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看了一圈，发现张烨浑身没有一点伤痕，张烨母亲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你还说呢，这件事整个五原都传遍了，那个什么天选会袭击了你们的考试地点，据说好多学员都死在里面了，你可吓死妈了。张烨母亲一脸的后怕。哎，行了行了，儿子都回来了，别说这么晦气的话。张烨老爸手里拿着2个杯子，外加1瓶酒，慢悠悠的走了出来。怎么样，吓坏了吧？喝一杯。说罢，老爹摇了摇手中的酒瓶。你这人净交些坏毛病。张烨的平安归来，让一家3口夜晚其乐融融。为居民不要恐慌。今天的新闻很是短暂，主持人仅仅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便结束了放映。但新闻越短，事情越大。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封城。张烨当即沉思，看来这一次近半学员的死亡直接突破了五原市高层的忍耐底线。为了对付天选会，五原市高层已经确定直接掀桌子，不在乎游戏规则了。唉，这一次恐怕事情要闹大了。张烨母亲一脸担忧地说道。现在外面乱，这2天我也不开业了，就在家里待着吧。张烨老爹很明智地选择了歇业。饭后，张烨直接走回房间，心念一动，进入了领地内。此时重伤的周仓在领地有几名太平道士的轮番照顾。张烨进入领地时，发现那几名道士正在周仓伤口处用黄金符水擦拭着伤口。不得不说，周仓不愧是有着小强称号。受了这么大的伤势，但有着小强躯体的作用下，张烨发现他的伤口处已经有少许肉芽冒出，开始修复伤口。此时周仓胸口那根箭矢已经被张符拔出，还好太平道士每天都会制作黄金符水，那东西虽然治疗效果微弱，但架不住量大啊。每个太平道士每日可制作3张用以制造黄金符水的黄符。如今张烨领地内太平道士总共11人，每日就有33张黄符被生产而出。
黄符的叠加效果，外加小强躯体伤势愈合速度正50%的效果下，周仓已经脱离了危险期，开始逐渐恢复。原本惨白的脸上也有了一丝血色。他大概还有多久时间能够醒来？张掖向着张福询问道。禀告无主，按现在这个速度，周将军想要完全恢复，恐怕还需要5天时间。5天？时间不算短，但对于这个伤势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奇迹。张掖点了点头。这几日符水不要断。吩咐完之后，张掖来到领地的一角，那里存放了张掖此次异时空之中的所有收获。之前管亥等人交给张掖的4枚光球，赫然也在其中。之前是没有时间打开，现在正好将其一一打开。英灵殿效果，使用之后可在领地之中生成特殊建筑。英灵殿，英灵殿，不屈的战士灵魂归地。效果，一领主麾下士卒在死亡之后，灵魂可回归英灵殿，转化为英灵，继续为您而战。2领主在野外遇上的灵魂，也可将其收入英灵殿内，在经过转化之后为您而战。注：野外灵魂入住英灵殿，需要该灵魂主动答应。战争号角效果，使用后可随机从虚空之中召唤一队英灵为你而战，持续效果1个小时。能量石玄阶中品效果，其中蕴含了大量能量，使用之后领地能量加50000。祖灵石效果，使用后可随机从虚空之中召唤出1名祖灵。果然，风雨之后便会看见彩虹。在死亡边缘徘徊了一圈之后，张掖的运气迎来了巅峰。英灵殿，这名字一听就很高级。将英灵殿的选址放在皇天祭坛不远处，位置选定，瞬间光芒大作，一座金碧辉煌的殿堂出现在张掖面前。英灵殿内部空间极为巨大，整体装饰以金黄为主，给人一种高贵的压迫感。如今大殿内还没有英灵的存在，所以使得整个殿堂内空空荡荡。无量天尊竟然给予频道一种灵魂的压迫感，走入其中，脑中杂七杂八的思想竟然全部沉寂。太平道士张福不知什么时候也跟着张掖来到了英灵殿之中。无主，在此地修炼有助于聚拢神识，修炼功法等必会事半功倍。哦，张福不说，张掖还没注意到，走进英灵殿，自己脑海之中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竟然一扫而空。此时的自己的内心竟然无比平静，丝毫没有半点波澜。不得不说，这种心无杂念的状态很适合修炼。张福，既然此地对你们有用，那今后这英灵殿也交给你看管。贫道多谢无主。张福干嘛稽首谢恩？张掖点了点头。这英灵殿内部应该利用了空间术法，内部的空间大地吓人，多几个太平道士还能增加一点人气。不管张福，张掖直接来到了英灵殿某处空地，掏出了那枚祖灵石。心念一动，祖灵石随即发出耀眼的白光。等白光缓缓消散，张掖的眼前一头巨型白狼，那头白狼的体型就和大象一般。苍月灵魂状态，银月狼族某异界部落祭祀的守护灵，部落被攻破后，祖灵流落虚空。实力3级生物，力量36，速度3化时，一股强大的神性威压传来。他的想法很明显，这是打算先声夺人，树立自己的威严。但很遗憾，他选错了目标。张掖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下一刻，张掖整个身体开始快速变大，在领地内，领主拥有绝对的掌控权。下一刻，原本无比壮硕的银月狼，此刻在张掖的面前就如同小猫咪一般。你是不是还没认清楚当前的局势？此时的张掖双眸冰冷地俯视着底下的苍月。哼，大胆，区区蝼蚁，竟敢，怎么回事？我的力量！此时的苍月刚想准备给对面那个人类一点点教训，但心念刚刚升起的瞬间，苍月感觉体内神力竟然直接与自己断开了联系。这一下让苍月直接慌了，眼前那个人类在他刚刚的感知之中，虽然比一般人强，但也强的有限，根本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啊！看到苍月满脸的慌乱，张掖脸上的不屑之意越来越浓。到底只是异界的土著，见识短浅，难道不知道领主在自己领地之内是属于无敌的吗？张掖一只手伸向底下的苍月，看到头顶一黑，本能的想要逃离，但下一刻，苍月却发现自己根本就移动不了。张掖轻轻松松捏住苍月的后颈，将其提起。小东西，你守护的部落已经被灭，信仰你的人应该此时已经死绝。要是不出意外，你大概只能在虚空之中流浪，然后因为信仰断绝，神力流失而死，对吧？本来正在挣扎的苍月一听，当即顿住。你是何人？为何知道吾的事情？这一下，苍月是真的慌了。张掖竟然知道自己如今的遭遇，自己守护的部落已经覆灭，从此自己便失去了信仰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体内神力将逐渐流逝，而失去了来源，自己就和无源之水一般，
死亡只是时间问题。没有什么东西会坦然面对死亡，就算它是已经不知道活了多久的神话生物，在真正面对死亡的那一刻，同样会恐慌。张掖对于苍月的表现很是满意。小东西，现在给你2条路：一是我将你放逐虚空，然后在无边的黑暗与孤寂之中逐渐死亡；二是臣服于我，从此只要我活着，你便永生不死。此话当真？苍月死死地盯着张掖。那还有假？我会骗你吗？你要相信我呀。张掖的双眼此时流露出一丝真诚。张掖此时的样子，活像一个骗小女孩上楼看金鱼的变态怪叔叔。沉默片刻之后，苍月拜见主人。随着苍月负手，一股莫名的波动从阴灵殿内发出，传到张掖脑中。张掖神念一动，下一刻，一道璀璨的金光从阴灵殿上空射下，将苍月整个笼罩。金光散去，此时的苍月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身笼罩着一层金光，连双眸之中都有丝丝金光闪现。此时，苍月在感受了一下自身之后，眼神之中出现一丝激动，因为在他的感知中，自己原本不断泄露的神力，此刻竟然全部被身外那一层金光所阻挡。同时，在他的感知中，那层金光连接着这座黄金殿堂，同时还有一股能量在缓缓地注入自己的神躯之中，不断壮大着自己的力量。虽然这股力量十分弱小，但也比之前那入不敷出的状态要好啊。换句话说，此时的自己已经完全脱离了信仰的束缚，只要这座大殿的存在，自己便能永生。既然苍月已经变成自己人，张掖也就将他放到地面上，随后整个身体恢复原样。苍月，你能将普通狼族转化为银月狼？苍月听完一愣，是的，但转化效果还是与那头狼本身的身体素质有关。无主，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张掖撇了撇嘴，在我眼前你还想有什么秘密？下一刻，张掖将旺财召唤了过来。你看他怎么样？旺财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走到苍月面前。旺财也不知道为什么，面对眼前这头白狼，旺财竟然感觉身上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就好像看见了什么天敌一般。旺财原本如同马屁一样的身躯，此时站在苍月面前，竟然显得有些小巧了。苍月瞥了一眼底下的旺财，旺财那一身灰扑扑的毛发让他本能地感觉到不喜，但感受到旺财毛发身躯很是强壮，但反应偏慢，是个干苦力的好手。好，既然可以，那你就先将旺财转化了试试看。说话间，张掖摸了摸旺财身上的毛发，其一头灰狼哪有其一头白狼拉风？将旺财留在阴灵殿，张掖直接来到了黄天祭坛前。经过异时空之中的搏杀之后，此时的黄天祭坛能量槽内积蓄的能量足够张掖进行5次召唤。不知为何，张掖明显感觉到，随着召唤次数的增加，下一次召唤所需要的能量便会增加。自己在异时空之中击杀这么多灵魂生物，甚至还有一头4级生物实力的死灵，加起来竟然只够召唤5次。可以预料到，今后想要达到召唤的能量将不断增加，召唤的频率也将不断减少。管他呢，今朝有酒今朝醉，想这么多干什么？张掖一拍脑袋，暗叫好险，差一点就香了。随着心念一动，能量槽瞬间清空，黄天祭坛上光芒大作。随着光芒渐渐消散，祭坛之上出现了一人4物的轮廓。附体丹，玄阶上品，效果：服用之后，颇重的肉体伤势将得到完全复原。注：仅对4级以下生物有效。淬体阁，效果：使用后可在领地内建设一座淬体阁。淬体阁，效果：可使黄金信徒转化为黄金力士。龙息阵，玄阶上品，使用后麾下武将将学会组建龙息阵。效果：1 后甲，全军防御力正 45%， 防御普通箭矢打击。2龙力，全军力量正 30%， 体质正 20%。3龙息法相，熟练后麾下士族煞气凝结成龙息法相助战，龙息不灭，军阵不破。龙香重甲套装打造指南，效果：可交由符文铁匠打造龙香重甲。注：龙香重甲乃重步兵标准配甲。4件东西，张掖仅仅匆匆一瞥，随即便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那唯一的人影上。末将徐晃拜见无主。一个魁梧的身影当即单膝跪地。徐晃，实力3级生物，力量37，速度32，意志35，体质36。技能：1巨斧噬天，使用巨斧每次击杀敌方生物，按照对方实力高低都会恢复自己一定量体力。2刑天附体，使用后徐晃体内将激活刑天残魂，全身将无任何致命伤害，同时全属性正 50%， 持续时间1个小时，冷却时间24小时。3周亚夫在世，麾下士族军纪严明，士气永久恒定，不会受到负面状态影响。嚯，
怪不得5次召唤只出来一个武将，感情是以数量换取了质量。徐晃不愧是从黄巾投靠曹操之后被曹操成为当代周亚夫的存在，由他率领的士卒永远恒定士气。换而言之，在他麾下，溃逃、畏战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再加上那超高的力量以及2条技能，这徐晃是将才、帅才两用型人物。将徐晃扶起，一番愉快交谈之后，张掖将那个龙溪阵交给了他，将他打发到一旁继续学习。张掖独自来到淬血池旁。此时的淬血池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里面的精血又有了一定的上涨。但张掖此次过来可不是为了这一汪精血，将淬体阁那个迷你楼阁掏出，放置在淬血池旁。一阵亮光之后，一座装饰古朴的建筑群出现在张掖面前。也不知道黄金力士效果如何，但凭这个名号在黄金之中的地位，张掖就感觉不会太过简单。想到这里，张掖直接前往破烂窝棚处，得到一枚玄阶中品的能量石，直接让张掖领地内能量增加5万，口袋鼓了。那接下来必须要消费起来了，花费4000能量点，直接生产了400黄金鸡鸣。一顿疯狂进食之后，张掖得到了400黄金信徒，将其全部拉到淬体阁之中。随着淬体阁大门关闭，上方出现一个时钟的虚影。这次转化需要的时间为4天，那没办法，张掖也只能等待。随后张掖直接来到了地火熔炉前。如今领地内普通铁匠只有5人，符文铁匠只有1人。这么一段时间过去了，打造的黄金甲只有10套。想要将麾下士卒全部换装成黄金甲，要到何年马月？没说的，先花费1万能量训练出100名普通铁匠出来。符文铁匠能够制造出符文铠甲，经过他们手制作出来的符文黄金甲上纂刻了坚固铭文，使得整个铠甲比普通黄金甲更为坚韧。这种高端装备，张掖的初步打算是给铁狼卫率先列装，但此时的符文铁匠只有张仆1人，必须要给他增加1点下手。没说的，又是5000能量点下去，训练出5名符文铁匠归于张仆手下。随后张掖来到狼骑营，花费2万能量点训练20名铁狼卫。至此，铁狼卫的数量终于达到了50大关。同时考虑到苍月那边随即有花费500训练5头坐狼送了过去，既然高端战力方面已经增强，那么黑山军这边就不能厚此薄彼。再一次来到破烂窝棚处，花费1万能量点训练了1000黄金鸡鸣。重复上一轮操作之后，张掖多了1000黄金信徒，将其全部交给张掖用于训练成黑山军。一番操作之后，刚刚获得的那枚玄阶中品能量石直接用完。解决完眼前这些事情之后，张掖这才想起来那枚附体丹还未给周仓送去，随即从一旁招来一个黄金信徒，将附体丹交于他，让送到张府手上。时间匆匆，5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五原市的各出城道路依旧封闭，6校联考的事件终于发酵，大量受害人的父母亲人开始拉着横幅聚集到高校以及政府部门。面对受害者家属的哭诉，那帮领导被搞得焦头烂额，同时大量相关视频被传播至网上。天选会这个邪教势力终于浮现在普通人眼里，五原市近半领主学员的意外死亡，更给天选会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整个燕国上下的领主学员家属顿时炸开了锅，没想到当领主原来这么危险。一些父母开始反对自家孩子进入领主班学习。这股妖风在有心人的推动之下愈演愈烈，终于燕国官方下台开始整治，同时大量专家教授开始传授领主的光荣与伟大，以及大量成名领主开始现身说法，讲述成为领主的光明未来以及现状，这才将这股不良之风给压了下来。但事情是压下来了，但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作为五原市的直属领导，一层直接被从头到脚换了一批。6个高中校长给予严重警告，留职察看3年的处分。换句话说，这6名校长若无意外，教师职业是直接到头了。此时因为封城，整个五原市依旧风声鹤唳，大街上成批士卒手持武器进驻各个街头要道。随后一大批武将带着一帮特殊制服的人员开始挨家挨户的搜查每一栋居民楼，不时便有某个人会被五花大绑的带出去。张掖他们家同样遭受了军方人员的盘问，但一听张掖也是从异时空回来的领主学员之后，巡查人员语气便客气了很多。身后2名特殊服饰的人员手持一个圆盘，在张掖家一番搜寻之后便退了出去。那2个神秘人员身穿的服饰与张掖领地内的太平道士一般，都是道士服。根据张掖的猜想，他们手中的应该是什么探查法器。政府机关如此暴力的行动，使得网上骂声一片，但此时五原市高层竟然一反常态，态度极其坚决，丝毫没有退让，反而将网上那些骂得最狠的键盘侠顺着网线找到本人直接拘留。看到这一情景，
网上那些键盘侠一个个直接萎了。张掖在家待了5天，此时重伤的周仓早就在附体丹的作用下直接恢复如初。经过这一次生死交战之后，周仓似乎有了很多感悟，可以预料，不出几日他便会有所收获。一直在家待着，张掖早就烦了。如今五原氏虽然依旧封城，但众人已经从一开始的反感到现在已经适应，所以一些店铺也已经开始恢复营业，空荡的大街开始有了人气。等到午夜12点，张掖走出家门，向着城郊那处废弃医院走去。那废弃医院依旧属于封馆内部，所以张掖正巧前去看看黑市有没有开启。依旧是那个熟悉的停尸间，拉开一道柜子，熟悉的光芒出现。果然如张掖所料，就算封城，黑市照样开启。想都没想，张掖直接跳入其中。还是那处阴气森森的山谷，但山谷道路两旁的地摊却是少了很多。想想也是，自古封城对于商贸事业的打击是最大的。摊子少了，却没有妨碍张掖的逛街热情。很快，整个山谷就被张掖逛了一圈，在没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张掖直接选择一片空地，将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摆放了起来。骑士训练手册、白银十字剑术、迷魂水晶微型、幽魂水晶微型、灵魂结晶、金甲符、黄金治疗符、坐狼金元。不知不觉之间，张掖手中也积攒了很多用不着的东西。将东西全部陈列完毕，张掖直接盘腿而坐，开始修炼起地遁。自从获得了幽冥玄杖之后，张掖打定主意要将地遁之中轨道法术掌握一两手。地遁之中记录了大量轨道幽冥的知识以及大量法术，这让张掖不用再像其他学员一般费尽心机地寻找各类契合自身的功法秘籍。太平要术虽然看上去只是一本功法，但还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一本百科全书。书中的内容涵盖非常广泛，张掖估算过，要想将整本书之中的内容全部掌握，这没有个10几年恐怕还真不行。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张掖摆放的东西很是高端，过程之中不乏其他人前来问价，但大部分人根本不是诚心购买，只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搞得张掖烦不胜烦。到最后干脆直接摆放一张大纸，上面书写以物换物，闲人免谈。随后不管别人这么问，只要没亮出自己要换的物品，张掖全都当没这个人。时间一长，总算清静了很多。五株龙血草换你骑士训练手册和白银十字剑术怎么样？突然间，一股怪音调的话语传来，让张掖睁开了眼睛。只见他的眼前竟然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帅哥，真是奇怪，竟然能在这里见到外国人。张掖心中一阵惊奇。要知道此方世界虽然大致时局与张掖穿越前的地球相当，但因为面积整整扩大了100倍，原本的欧若巴州与炎国之间的距离那可就不是一般的远了。再加上野外如今危险系数直线上升，导致炎国与欧若巴州之间的联系，平民方面基本上直接断绝了。此时在五原这种小县城，竟然能看到一名欧若巴人，跟大街上突然看见一只猴子在逛街一样稀奇。虽然心中惊奇万分，但本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张掖的脸上露出了职业般的笑容。当然可以，请。说话间，张掖骑士训练手册和白银十字剑术放在手中，递到了那个帅哥面前。对方接过2样东西，粗略一看之后也没有异议，直接从领地内掏出5株龙血草递到张掖面前。客官有空常来啊！张掖热情地欢送对方离开。龙血草效果：研磨成粉，放入盆中，肉身浸泡，有助于增强血肉，增强龙脉。龙血草这种药材，张掖之前老师上课的时候听到过，是专门用于增强武将肉身强度的珍宝。听介绍上直接用来浸泡，那纯属浪费。当初林文斌老师在课堂上说过好几种配方，加上各种辅料，可使效果倍增。龙血草这种能够增强武将肉体、纯化龙脉的药材可不多，什么东西只要与龙卦上钩，那价格绝对会飙升。想不到一次黑市之行，用2样自己用不到的东西，就能换到5株龙血草，赚了，赚了！这洋鬼子还真是有钱人。张满意的将其收了起来。老板，你这灵魂结晶怎么卖？就在张掖发神的片刻，生意又送上门来。一道婉转空灵的声音从身前传来，张掖抬头望去，嚯，还是熟人。就是这样，第一次来黑市时给自己换来地火熔炉的那个有钱的傻妞。莫莹同样也认出来，眼前的家伙竟然就是自己第一次来黑市时遇上的可恶家伙。哟，真巧，大家都是熟人了，看上什么尽管说，价钱好商量。下一刻，张掖的脸上就如绽放的菊花一般灿烂。这妞人傻钱多，不宰一笔，张掖都感觉对不起张家列祖列宗。看着张掖那如花般的笑容，莫莹心中有些犹豫起来。毕竟上次那场交易之后，回去就发觉自己吃亏了，但当时早就已经买定离手，想反悔也晚了。此时
再一次看见这张讨厌的脸，莫银警惕性猛地一下提上来。这一次他学乖了，买东西并不一下子直奔主题，而是开始在张掖的摊子上随意看起来。这不仔细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摊子上的东西竟然大部分都是自己想要的。你是这一次参与6校联考的学员？莫银也不是傻子，这一次五原市闹出的事情惊动了整个燕国，里面发生了什么已经不再是秘密。看着张掖摊子上那么多灵魂类物品，结合张掖的年龄，一想就明白了。但让莫银惊讶的是，那2个兵种建筑一看不是击杀普通灵魂生物能够得到的。此时因为那帮活着回来的学生将众多灵魂物品出售，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类似于灵魂结晶一般的东西。但像眼前这2个灵魂生物兵种建筑，莫银可根本没见过多少。换句话说，眼前这个男孩实力竟然十分不俗。你到底要不要？不要别待在这影响我生意啊！看到莫银站在自己摊位前发呆，张掖气急，赶忙催促道：“竟然还有人不耐烦自己！”莫银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对自己态度如此恶劣。男性迷魂水晶和幽魂水晶这2个东西，你想怎么卖？莫银的语气也开始不和善起来。这2个东西只换不卖，你想换什么？灵药、灵材什么都可以，我并没有特别想要的。此时的张掖满脸淡然，却把莫银气坏了。这话当初可不就是自己对他说的吗？他现在倒还装起来了。这个东西应该够换你这2样了吧？说话间，莫银从怀中掏出一个巴掌大的木盒递了过来。富婆出品必属精品，张掖直接接过，随即将木盒打开，里面存放的赫然是一只肥硕的大白虫。吸灵虫，地阶下品，效果：将其放置敌方生物身体上，吸灵虫能够随即抽取对方一项能力，事后将吸灵虫收回吞噬，吞噬者将会获得此项能力。张掖看完不禁眉头一皱，他突然想起之前从莫银手里交易过来还没使用的巨噬蛊虫，效果也是伤害对方，加强自身，但吸灵虫的能力似乎更强。眼前这个富婆为啥总有这么阴间的东西？东西很不错，但光想凭这个就换走2个兵种建筑，恐怕还不够。果然如此，莫银脸上出现一丝了然。眼前这个贪婪成性的男人果然还想讨价还价，但这次莫银却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莫银了。一件地阶下品的东西竟然还换不了2个普通兵种建筑，你是不是有点过于贪心了？就一件爱要不要？听完，张掖的脸上却只是微微一笑。美女，你可要想好了，兵种建筑一向价格高昂，更不要说是眼前这种特殊种族的兵种了。灵魂生物的建筑可不好找吧？当然了，因为天选会的关系，如今五原市的市面上多出来了很多灵魂物品，但你应该也看到了，多的只是普通物品，像兵种建筑这种高端货色可没有多少。更加不要说，如今可不只是五原市的人在抢购，周边城市的黄牛也不傻，现在很多都已经被提前预定了。我这2份你别看现在还有，说不定转过头就归别人了。张掖满脸自信的侃侃而谈，一点都不担心把莫银吓跑掉。小样，对方眼神之中的那种渴望怎么可能会瞒得过自己？此时的莫银陷入犹豫之中，他承认自己的确被说动了，但现在自己直接付钱不是显得是自己输了吗？看着莫银眼神之中的犹豫不决，张掖决定帮他一把。快来看看啊，新鲜出炉的灵魂生物兵种建筑，老板急售，价格优惠，不买也来看看啊！张掖突然之间对着周边大喊，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莫银搞得手足无措。你别喊别喊！慌忙制住张掖。随后莫银从腰间掏出另外一个盒子，这个再加上这个行了吧？莫银满眼的不舍地说道。张掖心满意足地接过另外一个盒子，出乎预料，里面竟然是一颗淡黄色的琥珀，琥珀中央竟然隐隐约约封存了一只蝎子。这只蝎子全身漆黑，尾部的毒针上竟然释放着幽蓝色的微光。冥府蝎，封印，实力1级生物，力量11，速度15，意志17，体质19，技能1冥府之路，冥府蝎尾部拥有剧毒，可致使体质低于冥府蝎的生物当场死亡，体质是冥府蝎体质150%以上的生物才能免疫。2隐息，冥府蝎将处于隐身状态。3瞬息，速度正500%，持续时间3秒。这只冥府蝎现在依旧处于封存状态，只要滴上你的血，就会认你为主。莫银看着这只冥府蝎，不知为何，语气竟然开始得意起来。这冥府蝎可是汉江墨家的成名之作，一般都不会轻易出售。要不是莫银手中已经有了一只，这只显得有些多余，不然他根本不会拿出来用于交换。便宜占到，张掖也不废话，当即将迷魂水晶以及幽魂水晶全部塞入莫银手中。突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随即从另一边的袋子里抓起一把灵魂结晶塞入莫银手中。赠品，小仙女，下次再来啊！此时的张掖脸上写满了真诚。
对面脸色变换太快，莫莹都来不及反应，刚想说什么，但看着双手之中的东西，刚刚涌到嘴边的话又在一会咽了下去。好像我还赚了，送走了这位人傻钱多的小妞，剩余的那帮东西也都让其他人陆陆续续买走。其他几样东西不怎么珍贵，张烨直接收取了现金。一番操作之后，张烨的账户之中再一次进账100多万。成为领主之后，对于金钱真的会没有概念，怪不得人人都想成为领主。收起摊，张烨再一次通过时空门，随即到了五原市区。这一次运气不错，竟然传送到了离自己家不远处的位置。回到家，打开淘多多商城之后，张烨直接购买了50枚2级拓展石。随着张烨领地内建筑以及领民的增多，原本领地的面积即将到达极限了。2级拓展石售价1万1枚，50枚仅仅只是50万罢了。这点钱对于张烨如今的身价来说，简直就是小意思。但如今五原市封城，全市快递停运，张烨想要拿到那50枚2级拓展石，恐怕还要等待很久。封城依旧在继续，张烨每天只能待在家，要么在领地内修炼地遁，剩下时间就是刷着新闻资讯，同时将从莫莹手中得到的那枚冥府蝎认主。那冥府蝎也不知道墨家是怎么做到的，整个蝎子被放入琥珀之中，竟然还能保持它的活性。根据莫莹所说，张烨隔开手指，将鲜血滴在琥珀之上，遇到鲜血之后，原本堪比钢铁的琥珀竟然如同积雪遇到烈阳一般，快速消融起来。很快那只冥府蝎便裸露到空气之中，与空气接触的那一刹那，原本如同化石一般的冥府蝎竟然开始缓缓地颤动起来。因为张烨的认主，刚刚苏醒的冥府蝎对于张烨很是亲密，趴在他的手心不肯离去。对此，张烨却显得很是感兴趣。如今的冥府蝎实力太弱，也帮不上张烨什么忙，留在身边就当是一只宠物就好了。随着五原市政府的不断公布，天选会的来历逐渐开始展现在众人眼前。天选会这个组织成立的时间不长，事情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当时燕国驻州境内出现了一处未知等级的秘境，驻州政府反应迅速，立刻到地方驻军，拉来了几百名军方领主进入其中。但1个月之后，仅有7名领主活着走出，并且这活着的7人，每一个脸上都带着掩饰不住的惊恐，神智几近崩溃。经过长时间心理治疗之后，众人终于知道这帮人在这座神秘秘境之中的遭遇。据他们所说，一进入那处秘境，迎接他们的便是无边无际的深渊恶魔。除了海量的恶魔，众人还遇到了更为恐怖的东西——深渊魔神。整个秘境竟然只是那魔神的封印之地。那魔神自称黑涅魔君，几百名军方精英级领主在魔君的弹指一挥间便死无全尸。而那7个活着离开秘境的军方人员，在1夜之后竟然直接消失不见。1年之后，一个名为天选会的组织成立，在燕国哪里有灾祸，那里几乎就有天选会的影子。而在天选会成员几次露脸的视频之中，众人赫然发现了之前几名消失的军人。那7人已经彻底魔化堕落，对外宣称自己乃是神的仆人，代号死亡、暴虐、狡诈、腐朽、色欲、绝望、毁灭，7个名号代表了黑涅魔君的7个权柄。众人这时才明白，这一切竟然都是黑涅魔君的阴谋。此后，那处秘境每隔2年便会再一次出现在驻州，因为黑涅魔君的缘故，那一处秘境便被燕国官方称为黑涅深渊。而之前张烨等人在异时空之中所遭遇的异常，也是天选会死亡麾下的阴尸为了报复整个五原市高层，特意使用了死亡阴影。死亡阴影乃是地阶上品的一次性物品，其内部蕴含着大量的阴影能量，使用之后便能直接污染一处地脉，强制改造成适合阴暗生物生存环境。阴尸直接将死亡阴影在时空门处使用，大量的阴影能量随即进入异时空之中。同时，在之前的日子里，天选会已经暗中蛊惑了大量五原市高中生作为内应，在异时空之中暗自埋入大量灵魂水晶，使得阴影能量将异时空改造之后，大量灵魂生物直接井喷而出。天选会潜伏五原市，蛊惑了这么多的学员，身为五原市高层竟然一无所知，导致了半数领主学员意外死亡。五原上层那帮领导要是不下台都说不过去。根据新闻所说，那处大型异空间之中，因为阴影能量的影响，整个异时空地脉已经全部被强制转化。也就是说，那个异空间今后就变成一个专属灵魂生物生存的空间。这样也有个好处，那就是五原市今后就有了一个能够稳定产出灵魂物品的地点。但这件事还要看以后政府怎么规划，张烨对此并不在意。此时的他已经进入领地之中，因为人手的扩大，此时黄金甲的产量倍增，已经有500黑山军已经列装。铁狼卫这边也已经有5人列装符文黄金甲。此时张烨已经来到了徐晃这边，淬体阁早已将400名黄金信徒改造成黄金力士。经过5天的改造，
原本的400黄金信徒已经形态大变，原本细小的胳膊此刻已经比张掖的大腿都要粗，手臂与大腿上经脉盘根错节。原本一个个的山间地头的老农，此刻一个个都变成了满脸横肉、虎背熊腰的壮汉。此时张掖到来之时，他们正在一旁进行着摔跤游戏。这种挥洒着阳刚之气的运动，要是让外面的中年妇女看见，估计会当场走不动道。黄金力士，力量9，速度6，意志7，体质8，技能1。搬山，黄金力士能够轻易穿戴比自身体重高2倍的铠甲武器，并且不会感到任何负担。2。赶月，黄金力士虽然拥有难以想象的耐力，能够进行长时间行军。3。卸力，黄金军能够将正面受到的冲击力转移到地面，使得自身免疫伤害。黄金力士的4项属性虽然没有张掖想象之中的那么惊艳，但3个技能却让张掖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搬山、赶月、卸力，这3项技能给黄金力士作为优秀重甲兵奠定了基础。凭着这3个技能，张掖已经能够想象一帮黄金力士身穿恐怖厚甲，却依旧身轻如燕，凭肉身抵抗骑兵的场面。无主。徐晃看见张掖后，第一时间赶到张掖身旁。张掖点了点头，今后黄金力士全部交由你来管辖。龙香重甲如今因为产能有限，你只能稍稍等等了。张掖说话间有些歉意。张燕的黑山军换装黄金甲已经将所有铁匠全部拉了过去，此时就导致黄金力士只能赤手空拳。黄金力士与黑山军不一样，黄金力士不属于兵种，所以改造完毕之后并没有一套自带的盔甲武器。换句话说，黄金力士虽然潜力远远高于黑山军，但因为没有铠甲武器，没有经过系统训练，依旧只是属于领民而不是士兵。对此徐晃并没有太多异议，领地初创依旧属于快速发展阶段，现在人手短缺也是能够理解的。吴主，虽然军备未齐，但龙溪镇演练末将已经展开，倒是军备齐制，雄军历程。张掖满意的点了点头。徐晃不是优秀的帅才，想的事情就是比张掖还要齐全。主事件，距离五原市封城已经过了整整10天，在第10天，五原市政府这才终于宣布，五原市全城封禁状态解除，各大交通要道随即开启。五原居民大肆欢呼起来，封了10天，各大商超东西早就被席卷一空，再不解封，人就要疯了。各大道路一通，张掖购买的那50枚2级拓展石，在下午便送到了张掖自家门口。50枚2级拓展石的作用下，张掖领地面积发生巨大变化，原本显得拥挤的领地，此刻竟然格外空旷。这才像话嘛，这50万没白花。张掖满意的点了点头。50万这数字，张掖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现在花出去，心中竟然毫无波动。这可能就是成长。嚯，总算是解封了，也不知道那帮天选会的邪教徒怎么样了。张掖望着电视新闻一阵感慨，下一刻却直接给了自己一巴掌。操，我真是贱，关心他们干什么？死了最好。嗡！张掖的领地内突然传来一阵悸动，想都没想，张掖直接进入其中。刚刚进入，便看见领地上空有一团绿色光球浮现。张掖定眼望去，只见那绿色光芒之中竟然有一块令牌在其中。这不是止戈青铜令吗？当初这枚止戈青铜令被张掖拿到，但很长一段时间这枚令牌都没有任何反应。时间一长，张掖早就已经把它忘记了。但如今这枚令牌竟然发出如此大的动静，难道那处秘境就要开启了？张掖不确定的想到。似乎能够感受到张掖的想法，下一刻那团绿光就直接堕落下来，在地面上形成一道绿色的门户模样。在门户出现的那一刹那，一道讯息茯苓心智。和张掖猜测的一样，穿越者一道门户便能前往那处秘境宣武平原，入口直接在领地内，还真是新鲜。张掖满脸意外的喃喃自语道。不但如此，这处秘境的时间流逝竟然与主世界完全不同，不管你在里面经历了多久，回到主世界时间都只是过去了一瞬。秘境开放时间按秘境时间算是1年，但在秘境关闭之前必须返回，不然便会在无尽的时间之中被秘境同化，从此成为秘境生物的一员。1年，主世界只是过去一瞬间，比别人多了1年的发展时间，这种好事张掖怎么可能错过？哼，我要悄悄的变强，然后惊艳所有人。说完，张掖一脚跨入其中，随后景象顿变。同样的场景发生在炎国各个角落之中，一大批领主学员做出了与张掖同样的决议。眼前出现的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远处几个村落正冒出徐徐青烟，一片宁静的画面。张掖却不敢大意，毕竟如今身处秘境，前方绝对有危险在等着自己。想到这里，张掖当即将旺财召唤了出来。此时的旺财在经过银月狼王苍月的转化之后，血脉已经开始向着银月狼转变。
此时的旺财，原本灰扑扑的毛发竟然已经变成一身雪白，蓝颜色的狼眸竟然有着说不出的高贵。翻身骑在旺财背上，随即命令旺财向着远处跑去。很快，之前的袅袅炊烟已经一个村落就近现眼前。张掖并没有第一时间上前，而是绕着这个村落细细的观察起来。整个村落被一圈土质围墙所包裹，上面竟然还有些许村民打扮的人正在土墙上驻守。要不是外面有着一圈农田，张掖都怀疑自己的遇到了什么土匪山寨。眼前一片祥和，也不像常年战乱的模样，为何整个村落还要如此这般？想不通便不想，张掖直接驱狼前进。一头毛发洁白的巨狼出现在众人面前，急促的警报声顿时传遍整个村落。一瞬间，大量村民手持武器冲上土墙。看着旺财那雄壮的身姿以及那不可言说的气质，让冲上土墙的众人一时之间亡魂大丧。村长，那巨狼背上有个人。随着一道声音传来，众人这才发现那巨狼背上竟然坐着一个年轻人。如此妖兽竟然能够心甘情愿的让人坐上背上那名年轻人，绝对不简单。众人窃窃私语之时，村长慢悠悠的走向前。这位公子，不知来我胡家村所为何事？张掖仔细观察着土墙上的所有人，一番探查之后发现里面的人都很普通，并没有一个超过1级的生物。看见一名老人的询问，张掖这才缓缓从白狼背上下来，对着土墙上拱了拱手。这位老丈，我在这里迷了路，不知能否在此借宿一晚？当然我也不白住，这里有点小礼品奉上。说话间，张掖从怀中掏出一把银闪闪的链子。不用怀疑，这些东西陶多多上面1块钱一大把，张掖当时买了1箱。虽然不知道那银闪闪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但看样子就不便宜。而且什么普通人？权衡利弊之后，村长果断的命人打开村门，将张掖恭恭敬敬迎了进去。看到旺财巨大的身子，让村民惊恐不已，张掖直接将其收回领地之中。张掖这一招直接让周围村民惊若神人。村长将张掖恭恭敬敬地安排到了自家院子之中，并且将主卧收拾出来，专门用于招待张掖这位贵宾。村长，我看这附近一望无际，根本就没有什么土匪、山贼之类的强人，也没有什么荒野凶兽，为何看贵村依旧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刚刚坐下，张掖便对着村长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那村长听到张掖的问话，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哀公子有所不知啊，这宁静也是暂时的，只是表象罢了。”一听村长这么说，张掖顿时来了兴致。村长坐，详细说说。经过将近2个多小时的详谈，张掖对于这宣武平原总算是有了少许粗略的了解。原来白天附近如此安静祥和，也只是表象。每当夜晚降临，整个平原便会化作妖兽的乐园。妖兽实力强大，一旦发现有人类聚集地没有防守，便会突入其中，将里面的人类吞噬一空。为了防备妖兽，宣武平原上所有人类聚集地便会主动修建起土墙，每日安排成员驻守。幸好的是，胡家村所在的位置可能比较偏僻，周围并没有太过强大凶残的妖兽，所以胡家村之中虽然没有高手产生，但靠着土墙，生活依旧安然无恙。同时，宣武平原这处秘境范围极大，但里面竟然没有真正的国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世家、宗族。每一个世家、宗族以同族人为核心，向外辐射，统治着周边一大块土地。就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所有的势力之间都在大肆相互征伐。严格意义上来说，胡家村也算是一个这样的势力。整个村子内所有人都姓胡，整个村子拥有成年男子1000人，以村子为中心，周边方圆30公里都是胡家村的范围。要不是胡家村人数太少，并且没有出现一个1级生物以上的高手，要不胡家村就也会像着其他势力一样向外征伐了。而此时让整个胡家村如临大敌模样的，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胡家村20公里开外有着另外一个与胡家村不相上下的村子，名为唐家庄。唐家庄原本与胡家村实力相当，两个地方的人虽然偶有矛盾，但也算是相安无事。但近段时间，唐家庄庄主的大儿子竟然不知为何晋级成为了1级生物，并且还被秦家某位将军看中，招为手下。秦家可不一般，周边所有的土地，包括胡家村、唐家庄，都属于秦家的统治范围。那唐家庄少主晋级1级生物，并被招为秦家麾下将领之后，唐家庄顿时雄起，也一改之前的作风，开始变得咄咄逼人起来。而胡家村与唐家庄相隔最近，必然的就会成为第一个打击对象。前几日唐家庄来人，指明要胡家村并入唐家庄。说是并入，这明眼人都知道，唐家庄这是打算将胡家村直接吞并，到时候胡家村的人可不就在他们唐家庄当牛做马了？想都没想，村长直接给他拒绝了。眼看对方拒绝，唐家庄的人态度顿时一变，随即更是发出了战争威胁。但胡家村那么多青年，哪是能够开玩笑的？众人顿时热血上头，按着那个唐家庄的人就是一顿猛揍。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个唐家庄的人早就已经领了盒饭，这下战争是绝对免不了了。众位村民虽然吃了一惊，但也不会就这么算了。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整个胡家村的村民进入了全面备战阶段，直到张掖的到来。那村长，你们估计那唐家庄的人马大概率会是什么时候到来呢？说到这个，村长的一脸愁苦之色。距离那个唐家庄的人来胡家村已经过去了3天了，唐家庄再笨都已经反应过来了，不出意外的话，大概就这1-2天时间吧。那你们有几成信心能够战胜他们？几成？还战胜？村长苦笑地摇了摇头。公子就别在这里嘲笑小老了，整个胡家村连一个1级生物都没有，我们现在只能祈求对面唐家庄的人会投鼠忌器，放过我们一马，最多就是我们胡家村多配些财宝罢了。村长对于此战根本看不到希望。村长，不得不说你们还是太天真了。你今天就算能够花费财宝买平安，但明天呢？后天呢？爆心灭火，那只是取死之道啊！张掖摇了摇头，语气沉重地说道：“人心贪婪，这个道理村长岂能不明白？但此时他也是没有办法。”就在村长愁眉苦脸之际，却突然瞥见张掖那揶揄的笑容来。下一刻，村长竟然福临心智，对着张掖就是一拜：“求公子救胡家村上下一命吧！”看着跪在地上的村长，张掖眉头一挑，暗道：“这老头挺会来事儿啊！覆灭唐家庄对我来说轻而易举，但接下来我要你胡家村上下必须听命我一人，你可做得到？”就这样，第2天，张掖成功获得了整个胡家村的效忠。既然胡家村到手，张掖也就不再废话，直接将4名武将以及2000黑山军拉了出来。整个胡家村立刻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张掖这一手让整个胡家村的人都傻了眼。同时，几名太平道士同样被召唤了出来，开始在整个胡家村之中宣扬着黄金的教义。有了张掖那2000黑山军的加入，整个胡家村的实力得到了迅猛增长。而唐家庄的人马在2天之后终于出现在了胡家村的地界上。张掖坐在旺财背上，瞭望着远处唐家庄的人马。出乎张掖的预料，唐家庄此次前来的人马竟然出奇的庞大。除了1000唐家庄本地村民外，一旁竟然还有一支装备着铠甲的军队。如此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当即与一旁穿着五花八门的唐家庄村民拉开了差距。那些应该就是秦家的军队了吧？张掖心中想到。也只有这样，唐家庄才能拥有觊觎周边的勇气。而对面，唐伯宏此时眼睛都快瞪出来了，因为在之前人随意可弃的胡家村，竟然同样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而且那支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自己带来的500秦家军。唐伯宏自从加入秦家之后，因为1级武将的实力，很快便成为了秦家军之中一名500长。这一次是他花费重金打通上级，带着手底下兄弟们来到唐家庄助阵。本以为10拿9稳的事情，没想到竟然会出现意外。这支军队是哪家的？季家？不对，季家军的军服可不是黄色，而是绿色。陆家与秦家交好，不可能为了一个小小的胡家村就翻脸。李家？但李家距离秦家最远，他们不可能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唐伯宏脑袋疯狂运转，但依旧想不出眼前这支军队的来历。阁下是什么人？此地乃是秦家的地盘，莫非是想与秦家交恶？此时的唐伯宏企图用秦家的名头喝退对方，但张掖可不吃这一套，一个1级生物还不值得他放在眼里。随即示意一下一旁的张掖，张掖当即会意，直接抽出流风向前一指，全军出击，杀！2000黑山军直接向着唐家庄的方向杀去。妈的，哪来的疯子，赶快迎敌！张掖这上来直接干架的仗势完全超乎了唐伯宏的预料，不按套路出牌，慌忙命令手下的秦家军迎敌。唐伯宏直接一拍战马，向着张掖杀去。对面的人数比己方多，想要尽快解决战斗，唯有击杀敌方主将。唐伯宏到底还是刚刚突破1级，气傲心高，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看着冲向自己的唐伯宏，张掖阻止了身旁亲卫想要拦截的冲动，同时缓缓举起手中的流风烈风斩。随着张掖手中流风猛然劈下，一道龙卷风瞬间形成，向着唐伯宏裹挟而去。什么？龙卷风的速度超乎唐伯宏的想象，刚刚才在张掖身前形成，下一刻直接出现在他的眼前。噗噗噗噗！猛烈的风速如同一柄柄利刃，唐伯宏身上的铠甲只坚持了几秒钟的时间，便直接宣告报废。之后便是肉体撕裂的声音传来。烈风过后，原地只留下一具崭新出场的枯骨，一个1级武将就这么陨落。什么嘛，就这还是1级生物，简直就是废物！张掖从来也没见过如此废物的1级生物，简直就是丢1级的脸。整个过程只有几分钟时间，等其他人反应过来之时，唐伯宏早就已经变成一具骷髅。这种结局让唐家庄的直接炸了，一瞬间士气跌到了冰点。
而那500秦家军同样军心动荡，但良好的训练使得他们没能第一时间像唐家庄的人一样溃散。但还没等他们做出下一步行动，黑山军眨眼间已经来到了他们面前。强袭发动！黑山军速度正30%，力量正20%。刚一接触，秦家军前排直接倒了下去。这一场战斗变得出乎预料般的轻松。当唐伯宏死亡的瞬间，结局就已经注定。战斗仅仅持续了10几分钟，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打扫战场。此时，胡家村的村民一脸敬畏地看着前方骑在白色巨狼背上的少年。神秘的来历，身旁那实力强大的军队，让他们一时之间完全不敢升起其他的想法。村长，吴主，我村既然已经加入主上麾下，吴主叫小老村长，实在是折杀小老。主上若是不弃，称呼小老胡成便好。此时的胡成一脸谦卑地弯下了腰，一副恭敬的样子。张掖默默地点了点头，对于胡成这副态度很是满意。好，胡成既然来敌已灭，你胡家村可敢与我一起杀向唐家庄啊？胡成听罢，眼神一狠。他虽然老，但不糊涂。既然已经将对面唐家庄得罪了，那就为了以免夜长梦多，只能斩草除根了。至于秦家，自己等人连那500秦家军都已经灭掉，早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吴主，唐家庄与我胡家村如今乃是血海深仇，这一次祈求主上让我胡家村为先锋。嚯！此话一出，让张掖看向胡成的眼神都变了。这老头看上去不显山露水的，原来心还这么黑。胡成这么说，张掖当然明白他的所想，让胡家村的人当先锋，除了将自己对手消灭外，更多的恐怕就是给张掖交投名状。这种事情，张掖当然乐见其成，直接答应了下来。宣武平原此处秘境之中，各大实力常年交锋，所以当地土著个个民风彪悍，家里藏有兵器那是常见的事。所以张掖并不用为胡家村村民的武器问题担忧。很快，在胡成返回胡家村一顿号召之下，又有500胡家村村民加入队伍。此时，胡家村村民已经达到了1500人，几乎将整个胡家村掏干净了。一帮带着五花八门兵器的军队走在黑山军前，知道的人明白那是胡家村村民，不知道的以为是张掖哪里抓来的壮丁呢。唐家庄距离胡家村有足足20公里远，为了保证村民的体力，张掖特意让全军压慢了速度。3000多号人密密麻麻地走在平原上，根本瞒不了其他人。刚刚走进唐家庄地界，张掖等人就被发现。等张掖等人走到唐家庄之时，发现整个庄子已经大门紧锁，唐家庄仅剩的村民已经严阵以待。这种没有意外的战斗，张掖看都不想看。唯一的一级生物已经被轻易击杀，剩下唐家庄的人根本算不上任何威胁。当张掖的烈风斩将唐家庄围墙轻易砍出一道硕大的缺口，胡家村的人在嘶吼中冲了唐家庄。一场惨烈的屠杀开始进行。1个小时后，整个唐家庄所有负隅顽抗的成员全部被击毙，仅剩一堆投降的唐家庄人跪倒在地上瑟瑟发抖。这批人你自己解决。将问题抛给胡成之后，张掖直接进入唐家庄之中。根据之前胡成介绍的宣武平原形势来看，张掖目前的主要目标乃是那个所谓的秦家，而眼前的唐家庄还是胡家村，根本算不上什么。但胡成听到后，眼神之中闪过一丝喜意。张掖将事情交给他处理，那不正是说明了对于自己的信任？将胡家村作为先锋这步棋算是让自己走对了。为了更好的在张掖面前表现自己，胡成放弃了将整个唐家庄血洗的打算，而是将唐家庄所有成年男子全部挑出，一同塞进自己的队伍之中。在接手唐家庄的时候，竟然还意外发现了不小的惊喜。唐伯宏在成为一名秦家军的500主之后，便将整个唐家庄作为了自己的老巢，将整个唐家庄作为自己的后勤基地。在唐家庄之中，竟然还被胡成搜刮出将近200套的制式铠甲，以及大量兵器。这些东西很快便列装到了自己麾下的部队之中。张掖此时站在唐家庄庄主所在的阁楼之中，在这里，他竟然发现了一个惊喜。此时，在他的眼前，一团微红色的鲤鱼正游荡在半空之中。红色鲤鱼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从身上释放出一道红色光芒，向着整个唐家庄辐射而去。但那道光芒在离开这座房间之后，就会变得暗淡无光。要不是张掖已经不是普通人，一下子还真没发现。气运锦鲤，守护灵。唐伯宏幼年时期放生了一条百年锦鲤，锦鲤为了报恩，决心化身唐家庄守护灵。实力1级生物，力量11，速度15，意志10，体质9。技能命运垂青，选择一人，将其幸运正30%。气运加持，守护的势力将收到冥冥之中神秘的注视，野外妖兽不会主动进攻。怪不得整个唐伯宏辉晋级1级生物，原来就是这条锦鲤搞的鬼。命运垂青之下，让他直接运气爆棚。要不是这条锦鲤实力不佳，
弄个不好，说不定他会变成命运之子。而这第二条技能，在这里野外妖兽几乎没有，似乎也没有什么用。那条锦鲤似乎知道张掖攻破了唐家庄，在张掖走近的一刹那，竟然愤然地对着张掖发起了进攻。硕大的鱼尾巴直接向着张掖的脸上扇来，啪！但尾巴还没碰到张掖的脸上，就已经被张掖伸手轻易挡住。别看张掖如今文文弱弱的，但如今修炼天遁与地遁的他的实力，可已经达到了2级生物的水准。张掖实力2级生物，力量21，速度23，意志27，体质23，技能1掌心雷，2控魂。力量与速度等身体素质方面，当然无法与近战为王的2级武将相比，但张掖认为自己身为领主，还亲自上阵杀敌，殊为不智。所以张掖前修太平要术，是要当一名法爷。仅仅只有1级生物实力的气运锦鲤，当然不可能是张掖的对手。顺手抓住气运锦鲤那条尾巴，直接将其摔了出去，随后再赏了他一记掌心雷。唐家庄的守护灵在2个回合之后被张掖直接击溃，但这头守护灵消散至半空之后，竟然给了张掖一个惊喜。能量石，黄阶下品，效果其中蕴含了大量能量，使用之后领地能量加1000。区区一头1级生物实力的锦鲤，竟然直接给张掖留下了一枚能量石。等一下，守护灵这种东西，唐家庄既然存在，那么宣武平原上估计会有很多。那么，张掖的眼神顿时亮了起来。1级的守护灵就能有一枚黄阶下品的能量石存在，那么其他等级更高的势力之中，这种守护灵爆出来的能量石岂不是更珍贵？想到这里，张掖立马将胡成召唤了过来。胡成，你听说过守护灵吗？胡成匆匆忙忙刚进来，便听到了张掖的问话。守护灵，无主，这种高级货在其他大一点的势力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随后胡成便向张掖详细的解释了起来。守护灵按照张掖的理解，就像香火成神的神灵是一样的，只要供奉一尊守护灵，那守护灵所在一定范围内就会免于野外妖兽的侵扰。而这个生活在这个范围内的民众定期前去祭拜守护灵，随着祭拜时间越长，祭拜民众越多，守护灵的实力也将越强。基本上每一个稍微有点实力的人类聚集地都会自发的供奉守护灵。而胡家村周围因为妖兽较少，周围生存的妖兽实力也不高，基本上就和普通野兽差不多，所以也就没有守护灵。而唐家庄的这个守护灵也只是唐伯宏意外得到的，每一尊守护灵都拥有一定的特殊功效。而唐家庄的这头守护灵就有一个很是实用的技能，就是实力限制的这个技能。听完胡成的描述，张掖心中开始打起算盘起来。想唐家庄这种守护灵外面有点实力的人类聚集地都会存在1-2个，但这种守护灵就算将其击杀，也得不到什么好东西。张掖在宣武平原只能待上1年多时间，时间宝贵，也不允许张掖将周边所有实力全部横扫一边。既然如此，那么张掖就要挑选几个价值更高的守护灵，比如那个所谓的秦家，500士卒外加1名1级武将的失联，让秦家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很快便有一支斥候部队前来查探情况，但斥候部队刚刚来到唐家庄地界，迎接他们的便是50铁狼卫的绞杀。了解清楚整个秦家的基本情况之后，张掖也就懒得与他们磨蹭下去，直接将自己领地内的所有军队拉了出来，向着秦家的方向进发。根据胡成的述说，整个秦家的最强战力乃是如今的秦家家主，拥有3级生物实力的秦墨。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以胡成之前的地位来看，恐怕也不能会知道。整个秦家没有超过5位数的3级武将，张掖便无所畏惧。胡成在收编了整个唐家庄之后，从唐家庄之中抽取所有成年男子加入他的手下。此时张掖麾下的土著军队已经超过了200-500千人，并且有意思的是，因为太平道士的缘故，最初胡家村的村民已经纷纷开始信仰太平道。此时太平道士同样开始在这群新加入的唐家庄成员之中传道。此时胡成手底下的人之中，已经有1大半都开始头戴黄金。看着前方浩浩荡荡的黄金信众，张掖的心中萌发出一种全新的计划，在宣武平原举行一次黄金运动，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反正这里是异时空，无论事情会有什么变故，自己完全没有一点心理负担。此时2500土著军团、1000黑山军、3000多人的部队开始朝着前方进发。一路上遇到任何村庄势力，张掖直接带着这一军队碾压过去，然后将里面的成年男子全部抢征编入军队。很快张掖麾下土著军队的数量越滚越多，一般要是如此不顾一切的扩张军队，粮食绝对会成为问题。但这个时候管亥就发挥出了重大的作用，在索粮技能的加持下，张掖每攻破一处势力，手中的粮草石便会增加一波。此消彼长之下，张掖这里粮食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
就这样，张掖麾下土著军队就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多。同时，每一次作战，张掖都会让这帮土著先行。经过几次战斗的淘汰之后，张掖惊喜地发现，最初加入的那帮胡家村村民，此刻信息都发生了变化。原本普通的村民，此刻望过去，不但4项属性都有了一定的增强，头顶上竟然还都悬浮着黄金信徒的标签。换句话说，此刻的这帮人已经全部真心认同太平道的理念，已经能够直接生存在张掖的领地之中。这一下，张掖总算是又发现了一个太平道士的妙用。没说的，张掖返回领地，再一次来到太平道院训练了16个太平道士。此时，张掖的领地内加上太平道士的主管张福，一共拥有太平道士27人。将这27人全部召唤出来，加快那帮土著军队信仰的归拢。距离秦家还有一半的路程。此时，张掖麾下的土著军队数量已经超过了1万，其中真正的黄金信徒只有2000人。这2000人还都是最初加入的胡家村村民以及唐家庄成员。张掖将这2000人分割出来，1500人交给张掖，剩余500人全部放入淬体阁之中。此时，张掖将这1500人转化成黑山军也需要一点时间，500黄金信徒转化成黄金力士也需要时间，所以张掖便决定在刚刚攻破的一处村庄驻扎下来，同时让徐晃将那8000土著军队趁机操练一番。其他不多想，只求在交战的时候懂得击鼓而进，鸣击而退就好。秦家反应的速度大大超乎了张掖的预料，本来按照张掖的估算，自家实力范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短则1-2天，慢则3-4天，也应该反应过来并做出部署了。但张掖在这处普通的村庄足足等了6天，一名充当斥候的铁狼卫才来报，前方发现一支军队。张掖等人这几天都所作所为，秦家当然察觉到了。秦家所处势力范围内好几处村庄被摧毁，这让身为家主的秦墨本能地察觉到了异样。秦墨的第一反应是附近的路，即李三家其中之一搞的鬼。毕竟3家势力范围有交接，经常性会有摩擦。但张掖等人的速度远远超出了秦墨的预料，仅仅只是几天的时间，张掖等人竟然已经突入到秦家势力范围的中部，再给他几天就要来个直捣黄龙了。这秦墨这么能忍，这无疑是直接打他秦家的脸面啊！没说的，秦墨当即召集秦家在附近的所有力量，浩浩荡荡地向着张掖所在的驻地杀来。因为还要防备其他3家，所以秦家在边界上的军队无法召回，但仅仅只是秦家家族驻军就拥有超过15000人。此时，张掖站在石墙上方，观察着远处密密麻麻的军队。秦家军制式盔甲全部为黑色，此时上万人站在远处，给人一种难以诉说的压迫感。但这种场面张掖见过好多次了，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此时的他只是在细细地看着这支军队之中高手的数量。一番搜寻之后，张掖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还好，秦家武将的实力并没有超过他的预料。远处军队之中，实力最强的也只有秦家家主秦墨，一个3级武将。秦墨之下还有一个3级生物的老者，应该是秦家长老之类的。2级武将整个军队之中有5个。既然对方已经主动过来了，那张掖也不能怠慢。随即整个村庄寨门大开，张掖率领所有军队倾泻而出。黑山军坐镇中央，50铁狼卫聚集在张掖身旁充当亲卫，而那8000土著军队分散在两旁。对于占据数量最多的土著军队，张掖心中还是有数的，这帮人跟在后面打打顺风仗还好，企图让他们玩短兵相接与对面硬碰硬，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为好。1万多人汇聚而出，所有土著军队头戴黄金，看起里还挺像那么回事，不由得让秦墨皱起了眉头。阁下是何人？为何进犯我秦家地界？秦家至今为止还是依旧没有弄清楚张掖等人的来历，但看到眼前这支军队，秦墨敢肯定，至少不会是其他3家的人马。其他3家与秦家接触至少有几10年了，那帮将领长什么样，秦墨极为清楚，但眼前这帮将领完全就是陌生面孔，特别是张掖那一脸稚嫩的脸庞，却站在主位，让秦墨一看就知道不简单。周围3家的子嗣之中可没有这般权力的。死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张掖冷冷地说道。秦墨气急，哼，那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刀硬还是你的嘴硬。说完，秦墨一挥手，身后秦家军缓缓压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徐晃与张掖上前，直接接管了所有战事指挥。黑山军缓步向前，两旁的土著军队同样紧随其后。那帮土著毕竟之前都只是农民，就算被徐晃突击训练了几天，但依旧只是农民而不是士兵。光这么站着还好，这一行军直接就暴露出来了。那秦墨也是老江湖了，这一看便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哼，我还以为是什么神仙，搞了半天算来是帮土贼。秦墨说完，向着身旁那位老者一个眼神示意。
那名老者直接向着张掖的方向杀去。那名老者便是秦末之下的另一个3级武将。既然张掖是前方军队的首脑，那将他擒住便是最快解决战斗的方法。秦家也就2个3级武将，对面那个老者一动，张掖便已经注意到了。周仓，你去解决他。周仓心中本来就已经跃跃欲试，听到张掖的命令，当即脸上咧出一个残忍的笑容。莫，无主你就瞧好吧。说话间，直接抽刀迎了上去。那老者刚刚走出阵列，迎面便感受到一股难以掩饰的恶意。抬头一看，便看见一个魁梧到不像话的男人正在向着自己杀过来。望向他时，对面竟然还露出一股嗜血的笑容。好胆，吃老夫一枪！老者拍马便杀了上去，在即将靠近周仓之时，胯下战马前肢一个高高扬起，老者手中长枪借着马是一个前扎，当！这是大力沉的一击，竟然被底下那个男子用刀身轻易阻拦。嘿嘿，老家伙手上力道软绵绵的，是不是让你那个老婆娘榨干了？找死！再吃老夫一枪！老者收回长枪，随后手腕一转，长枪由刺变扫，狠狠地抽向周仓的腰间。轰！周仓手中关刀上一团火焰直接附着，随周迎着长枪劈了过去。长枪直接在老者惊恐的眼神之中变成2截，砍断长枪之后，关刀一个上撩，直取老者右腿。危机时刻，老者直接一个翻转，从马上跌落，虽然姿势狼狈，但也算及时躲开了右腿丢失的命运。但周仓的攻势哪有这么简单？一个闪身，直接来到老者前身，提膝对着老者胸口就是一脚。噗！周仓那是大力沉的一击，直接让老者口吐鲜血的向后飞了10米远。秦墨看到了老者的惨状，他都不敢相信老者竟然会败得这么惨。但当他想前去救援的时候，徐晃却直接让他的计划破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熟悉的口号响起，原本那帮黄金信徒眼神之中的躲闪以及怯懦，下一刻直接被坚毅与疯狂所取代。随后，原本已经有些摇摇欲坠的阵列不但立刻得到稳定，同时还向着对面开始推进起来。面对突然之间变得疯狂且不畏生死的土著军团，秦家军一时之间还反应不过来。但看到对面那帮家伙在那句口号喊出之时，直接像变了一个人一般。就算已经身中10几刀，只要还没断气，那帮人依旧满脸疯狂地扑向他们。被那股嗜血与疯狂所震慑，秦家军的士气竟然开始慢慢跌落。看到时机成熟，张燕赶忙将麾下4000黑山军压了上去。强袭发动！黑山军的速度正30%，力量正20%，直接与秦家军短兵相接。猝不及防之下，秦家军前列直接崩溃。秦墨慌忙之下，几道命令下达，同时让后备军及时补上，这才勉强维持住了阵型。此时一抬头，却看见徐晃那似笑非笑的眼神。秦墨这才明白过来，对面这是准备将自己钉死在这里了。因为徐晃的阻挠，秦墨没有及时前去支援。此时的周仓已经提着那名老者的头颅在那里放肆狂笑。秦墨目眦敬列地看着老者逐渐消失的躯体，同时心中一沉，对方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击杀一名3级武将，看这架势，自己恐怕也不会是他的对手。这下麻烦了。秦墨瞥了一眼对面的徐晃，那个家伙虽然没有出手，但看他的气势，恐怕也在3级。此时的秦墨脸上虽然没有太多表情，但心中已经有了少许退意。太慢了，管害你带着50铁狼卫冲阵。看到对面那个3级老者已经被周仓斩于马上，对面2个3级已经去其一，张掖也就没有耐心与他们对号。而且看秦墨那个老小子似乎是想跑路了，那哪行，还不容易等他自己出来的。要是还让他跑回去，想再击杀他恐怕就有点麻烦了。末将遵命。随即管亥带着50名铁狼卫向着秦墨的方向杀去，找时间要给手下武将把坐骑的事情给解决了。望着管亥下半身疯狂倒的步子，让张掖有些汗颜。手下武将竟然如今还没有坐骑，是他这个领主的责任。坐狼虽然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坐骑，但如今的坐狼实力仅只有1级出头的实力，待步还好，要是交战恐怕还会拖累武将的实力。麻烦看看这个宣武平原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实在不行出去之后就去黑市看看。之前张掖似乎在黑市上看到有专门卖坐骑与宠物的，但当时囊中羞涩，坐骑这种东西底价高且上不封顶，这种奢侈品张掖是看都不敢看。要找到适合麾下武将的坐骑恐怕也不容易，像周仓这种一般的马匹还真不一样驮得起来。管亥带着50铁狼卫如同压路机一般，直接将秦家军组建的防线上撕开一道大口子，附近的秦家1、2级武将赶忙前来企图将其阻拦，但与铁狼卫一接触，一个个瞬间脸色大变。管亥那2级巅峰的实力不提，每一个铁狼卫都拥有1级武将的实力，50个铁狼卫就是50个1级武将。那帮秦家将领一接触，一个不留神便被众多铁狼卫乱刃分尸。徐晃看准被铁狼卫撕开的大口子，
命令黑山军当即压上，将那道口子直接再一次撕裂了开来。亲卫队，跟我来！秦墨看出事情的不妙，管亥带领下的铁狼卫就像一根搅屎棍，这么一会儿已经将秦家军的队形搅得稀巴乱。要是自己再不出手制止，恐怕整支军队都要毁在管亥他们手里。主将离场，对面的徐晃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当即命令麾下士卒加紧了对于秦家的攻势。此时，那帮土著军队之中，黄金信徒的狂热状态已经失去，属性减半的作用下，让他们气势大跌。但之前的疯狂攻势下，让对面秦家军依旧心有余悸，双方士气都已经跌落，外加上黑山军的入场，让那帮土著军队不但没有立刻崩溃，反而奇迹般的占据了上风。管亥在一旁杀得正起劲，突然感受到斜前方传来的杀意，随即手中环手刀向着那个方向劈去。当！秦墨的长枪被管亥当即格挡，隆重生物的加持让管亥面对3级生物都能轻松应对。秦墨这边没占到什么好处，那帮亲卫可倒了大霉。铁狼卫的实力可不是那帮普通亲卫能够抵挡的。刚一接触，铁狼卫手中的大刀落下，掀起一片血雨。噗噗噗！就这么刚刚接触的那一回功夫，秦墨带来的亲卫直接没了一半。什么？这时的秦墨这才惊恐地发现，那帮骑着巨狼的古怪兵种竟然个个都是1级生物。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管亥的话将秦墨拉回了现实。哼，就凭你这个2级的小垃圾，竟还敢威胁我，是吗？管亥画龙直接使出，下一刻，一股难以言说的威压从管亥身上传了出来。秦墨惊恐地发现，对面那个2级武将的力量竟然在不断攀升。好！管亥一个用力，直接将秦墨连人带马的给顶飞了出去。半龙人状态的管亥的属性已经完全达到了5级的标准，持续时间只有1分钟。1分钟，管亥就是真正的猛男。去死吧！管亥一个闪身，直接来到秦墨身前，双手持刀就是一个下劈。秦墨赶忙向着一旁来了一个驴打滚。轰！管亥全力一击，直接在地面轰出一个巨坑。强大的冲击波使得溅起的泥石如同飞射的子弹一般，让秦墨身上的铠甲直接破碎，浑身裸露的皮肤当即染血。还没等秦墨做出反应，一只大脚直接踩在他的胸膛上，同时巨大的压力直接让他一口老血喷出。管亥手中环手刀慢慢举起，饶命！噗！管亥才不管他是否求饶，张掖给他的命令是将秦墨击杀。管亥忠实地执行了命令，秦家家主在内的2名3级武将全部阵亡，而且还是当着他们的面被斩杀。那种视觉冲击力可不是谁都能承受的。那一瞬间，秦家军直接士气崩塌。片刻之后，徐晃带着黑山军以及土著军团开始漫山遍野的抓捕行动。2个3级武将外加2级、1级和一大帮秦家军，给张掖带来了大量的能量。领地之中的黄天祭坛上又开始亮起耀眼的光芒。哎，越来越难混了，这么大一场胜利竟然只能召唤1次。张掖无奈地摇了摇头，并没有立刻使用。受到穿越前网络游戏的洗礼，他认为还是10连抽、100连抽才能抽到好东西，1次1抽只能白给。当天色微暗之时，徐晃带着队伍返回了驻地，他的身后是数量庞大的秦家俘虏。经过计算，这一次获得的俘虏将近4000人，而且全部都是壮年，并且自带兵器。二话不说，张掖将他们关到一起，由太平道士洗脑。既然秦家2个3级武将已经阵亡，那从这里到秦家本家的路上再无阻拦。天色一亮，张掖直接带着大军直奔秦家方向而去。为了节省时间，一路上遇到的小村落什么的，张掖直接放弃。反正将秦家攻下，这些地方也都是他的。放弃路途上那些苍蝇肉之后，军队行军的速度便快了很多，仅用了2天半的时间，便直接进入了秦家的地界。此时残存的溃兵已经将军队惨败的消息传了回来。当张掖赶到的时候，此时的秦家早已混乱不堪，家族仅有的2名2级武将全部战死，1万主力覆灭，而防备其他3家的军队短时间根本赶不回来。此时的秦家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虚弱的时刻。此时秦家会议厅，安静！秦红将手中的拐杖狠狠地敲在了地面上。秦红乃是秦家上一任家主，虽然如今因为身体原因已经退居2线，但在秦家依旧有着强大的威势。听见秦红的话，原本嘈杂的会议室顿时变得寂然无声。秦家屹立宣武平原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遇到一点麻烦就自乱阵脚，能成什么大事？面对秦红的呵斥，众人虽然没有说话，但眼神之中的恐惧与不屑依旧没能瞒过秦红的眼睛。心中对于这帮后辈一阵摇头，将家族内所有成年男子全部武装起来，通知下去，谁要是敢跑，斩立决。
那杀气腾腾的话语直接震慑了底下所有人。将那帮人全部赶出去之后，秦红独留下几名家族嫡系，让他们挑选秦家优秀成员，带上家族一部分珍藏，向着远处逃离。待事情交代完毕之后，秦红独自一人向着家族密的走去。此时，张掖正在欣赏着秦家地界的风景。不愧是周边最大的统治者，秦家占了方圆100公里最为肥沃的土地。同时，一股隐晦的力量辐射整个秦家地界，让妖兽远离。张掖敢肯定，秦家绝对拥有远超其他村庄的守护灵。来到秦家地界，与张掖想象之中秦家玉碎阻拦不同，张掖这一路上连一个人都没有看见。路过一些村落，里面都只留下几个走都走不动的老人家。嚯，这是在前面等着我呢。看到一路上这种情况，张掖也就明白了秦家的想法。在秦家所有有生力量全部集中到前方，准备与自己决一死战。但是秦家仅有的2个3级武将已经全部阵亡，如今他们竟然还有想要一决雌雄的想法，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秦家还有隐藏起来的3级力量。这力量不用猜，张掖也能想到，绝对是他们秦家的那个守护灵。这也正是张掖的目标。秦家守护灵，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啊！当张掖率领大军赶到秦家主城的时候，迎接他的是黑压压一片军队，看上去是很唬人，但张掖仔细望去，除了最前方几排士族盔甲齐全的秦家精锐士族外，后方那一大堆都只是被裹挟而来的农民。那帮人眼神之中充斥着惶恐与绝望，和他们一比，张掖麾下那支土著军团反而属于精锐。此时，秦红这位秦家上代家主缓缓走出。阁下，恐怕你还不知道，我秦家驻防边界的3支军队正在赶来的路上，这一次算我们秦家认栽。秦家所属范围内一半的领地愿与阁下分享。秦墨的话虽然看似服软，但语气之中充满了危险。对此，张掖脸上闪过一丝不屑。威胁我？你配吗？一半？你打发叫花子呢？张掖懒懒地对着前方说道。秦墨眉头一皱，那阁下想要什么？我想要的，那就是你们秦家今后姓张。哼，看起来阁下是非要与我秦家为敌了。张掖并没有讲话，直接一招手，徐晃会意，直接指挥着土著军团向着秦家方阵压去。秦红一看如此，同样指挥着身后的军队迎了上去。秦家最前方上场的也是刚刚抢征回来的农民，双方一帮平民直接上演了一场菜鸡互啄，一时间场面混乱一片。幸好张掖这边所有土著全部头戴黄金，要不然一帮人在一起混战，还真不一定分得出是敌是友。张掖麾下那帮土著，要么就是跟着张掖见过血的，要么就是秦家被洗脑的降兵，战斗力和秦家刚刚抢征回来的农民还是有些差别。凭借多一分血性，张掖这边的农民军慢慢占据了上风。此时，秦家正规军开始缓缓压上来，而黑山军同样迎了上去。此时，秦家所有军队已经全部加入战场，但张掖这边可是还没使出全力呢。随着张掖的一挥手，管亥带着50铁狼卫直接冲了过去。50名铁狼卫根本没有遇到任何一点阻碍，直接撕开了秦家平民的阵列，并且在秦家阵型之中开始乱窜起来。秦家好不容易维持的阵列，被管亥带着50名铁狼卫轻易搅乱。面对铁狼卫身下那恐怖的巨狼，那帮平民根本不敢正面对抗。到了后来，铁狼卫还没靠近，前面那帮人直接溃散了起来。秦红眉头皱得更加严重，思前想后，最终下定了某种决心。张掖冷冷地看着，此时秦家明面上的底牌已经全部使出来了，接下来恐怕他们秦家的守护灵应该要出来了吧。秦红果然没让张掖失望。就一阵响亮的鸟啼声从高空传来，底下那嘈杂环境都无法掩盖那一阵声音。下一刻，天空突然一暗，底下众人迷茫地抬头望去，只见天空之中竟然出现一头巨大的黑色玄鸟。玄鸟守护灵，实力3级生物，力量33，速度37，意志34，体质35，技能。情况果然如张掖所料，秦家的守护灵也是3级的实力。玄鸟，是守护灵玄鸟，有救了！守护灵终于出现了。守护灵的出现让秦家的军队士气顿时上升起来，但张掖对此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完全没有给自己一点惊喜。看来秦家也只能如此了。守护灵说白了只是一种神话生物罢了。说到神话，自己又不是没有。啊呜！玄鸟的出现还没让秦家成员高兴多久，一道嘹亮的狼嚎声顿时响起。下一刻，在秦家让惊恐的眼神之中，一头巨大的白狼出现在众人面前。是对方的守护灵？怎么可能？守护灵怎么可能会移动？这不是真的！苍月直接被张掖召唤出来的那一刹那，现场陷入了诡异的寂静状态。秦家成员的心情仿佛刚刚升上云端，
下一刻便直接堕入深渊。玄鸟在苍月出现的瞬间，眼神便死死地盯着他。在玄鸟的感知之中，对面那头白狼的实力不在他之下。苍月，他交给你了。屋主请放心。苍月缓步向前，他的身后5头如同马匹大小的银月狼簇拥着。那5头银月狼便是由坐狼转化而来。不得不说，银月狼的脉象不知道要比那头漆黑的玄鸟高上不知道多少。救！玄鸟率先发难，只见他双翅一挥，直接向着苍月扑去，而苍月同样不甘示弱地迎了上去。同时，身后5头银月狼护卫呈包围态势，不断找机会骚扰着玄鸟。这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但狼族一向都是群体作战，对于眼前一幕，他们心中并没有感觉有多少羞愧。怎么样，你们秦家还有什么底牌，赶快使出来，再晚一点，恐怕想使都晚了。张掖懒散地向着对面的秦红说道：“阁下就一定要赶尽杀绝不成？”嘿，张掖被这话差点气消了。老家伙，你在说什么鬼话？你敢说你们秦家发展到眼前这个规模，手上会是干净的？出来混的，迟早都是要还的。这话让秦红哑口无言。听到张掖这话，周武秦家的人都开始思考，眼前这名年轻男子是不是当初秦家覆灭的那些个实力的余孽？不但怎么可能会如此不留情面？张掖并没有因为秦家的惨状而手下留情，每一个家族势力的崛起，手上必定布满了鲜血，大家都脏，谁也别嫌弃谁。苍月终究发挥了狼群优势，以2头银月狼护卫的代价将玄鸟击毙。家族守护灵的陨落，对于士气的打击那将是致命的。一帮被秦家抢征而来的平民当即向着四周溃散开来。秦家仅剩的正规军企图将其阻止，但平民的数量极大，那帮正规军不但没有止住溃散之势，反而被强行裹挟。秦红等一众秦家高层在张掖的命令下被一一击杀。秦家高层的死亡让秦家正规军同样崩溃开来。此时张掖麾下大军趁机斜后追击，一旦有逃兵落单，便将其生擒。这场抓捕持续时间整整过了1天1夜，直到第2天中午，张掖才带着一大批俘虏返回秦家驻地。至于这些俘虏之后的处理，这方面张掖直接交给了胡成、张福等人。此时的张掖正待在秦家家主的书房之中，他的面前摆放了大量的光球。随着张掖实力的提高，获得光球的数量一次比一次多，此时的他也不再需要一个个的拆解光球。随着张掖心念一动，大量光球随即悬空而起，自动拆解。大量材料以及物品掉落，张掖神念一扫，随即面无表情地将其收入领地内。刚刚拆解下来的那些物品之中，并没有让张掖眼前一亮的存在。此时他的前方独留下3颗光球，这3颗乃是秦家守护灵那头玄鸟所留。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心里想着，张掖将其中1枚光球打开。信仰精粹，玄阶下品，效果神话类生物服用可增加一定修为。渡灵舟，玄阶中品，效果使用后可召唤出一只黄泉舟，将周围所有灵魂生物强制引渡回幽冥。能量石，玄阶下品，效果其中蕴含了大量能量，使用之后领地能量加10000。果然如张掖预料的那样，所有守护灵到最后都能爆出能量石。来到领地内，张掖走进英灵殿，此时的苍月正趴在大殿中央呼呼大睡。身为神话生物，苍月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寿命。在漫长的时光之中，大部分时间苍月都会选择沉睡，用以度过漫长岁月。当张掖走进大殿之时，苍月却猛然睁开双眼。有事？虽然已经臣服于张掖麾下，但身为狼王的骄傲让苍月依旧对于张掖很是不服。张掖并没有说话，而是伸手将信仰精粹交到他的面前。苍月很平静地看着张掖，但突然瞳孔瞪大了2倍。这是什么？在张掖手心的那枚结晶里面，苍月感知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那是信仰的味道，而且还是无主的信仰。想要吗？看出了苍月眼神之中的渴望，但张掖却没有第一时间交给他，反而将信仰精粹对着苍月摇了摇。啊，你会这么大方的交给我？苍月一脸扭过头，眼神之中闪过一丝鄙夷。哟，还挺傲娇。张掖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戏谑。片刻之后，骄傲的银月狼族之王正一脸乖巧地瘫在地上，露出来肚皮，并且一脸享受。好了，我很满意，他是你的了。张掖转身将手中的信仰精粹一抛，随即离开。身后的苍月慌忙将其叼住。随后张掖直接来到狼骑营。此时因为太平道士的信仰传播下，土著之中黄金信徒的数量越来越多。大量的黄金信徒在张掖的转化下变成黑山军。既然基层士族的数量已经不用担心，那么如今的张掖只要考虑高端兵种了。花费1万能量点，再一次训练了10名铁狼卫。此时张掖在宣武平原已经度过了15天。
再一次花费1200训练12名太平道士。在宣武平原上，太平道士的重要性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花光领地内所有存储的能量点之后，张掖再一次回到外界。此时，胡成已经恭敬地站在门外，看到张掖出来，双手恭恭敬敬地将一本册子递了上来。册子之中清晰地记载了此次秦家战役的收获。难得的是，在这本册子的后半部分，竟然还记录了秦家周围记录李三家的基本情况。张掖看完，满含深意地看了一眼面前的胡成，没想到这个老头心思竟然如此细密，竟然能够猜测得出张掖之后想要对其他三家动手。这样的人物之前竟然只能在普普通通的胡家村当一个平凡的村长，果然高手在民间。张掖心中一阵感慨，随后将整本手册重新递还给了胡成。做得很好，这里面的东西交给你，你怎么分配我不管，好好干。在胡成受宠若惊的眼神之中，张掖拍了拍胡成的肩膀。胡成走后不久，张掖从外面进来，向张掖汇报了战果。将近3万名俘虏，其中正规军5000，25000名秦家抢征来的平民。当时战况失利，那帮平民向着四周逃窜，因为精力有限，张掖并没有将其全部抓获，而是挑选了其中的壮年男子拉了回去。换而言之，眼下的25000名俘虏全都是壮年。先将这3万俘虏全部集中关押，让张福他们抓紧传教。这一晃就是10天过去，3万俘虏已经在张福等一众太平道士日夜不停的洗脑下，成为了太平道的浅信徒。张掖随即将那帮人放入自己的土著队伍之中。在这10天的时间里，原先的那一批土著军团之中，同样有1000人转化成了黄金信徒，将那1000人全部抽调到张掖麾下。自此，黑山军总数已经达到了4893，勉强达到了5000。这10天，张掖虽然待在原地，但并没有对此放松警惕。60名铁狼卫被张掖分散出去，向着四周，特别是记录李三家的方向打探。秦家驻地秦红等一系列高层以及守护林陨落之后，秦家3支边界驻军竟然果断倒戈，直接被那3家所接受。同时，3家的兵马开始在边界汇聚起来。看样子，这3家是把我当成软柿子了。张掖笑了笑，随后将无所谓的将那份情报扔在桌子上。李三家联合之下，无论是兵力还是3级武将数量上，张掖都无法与之匹敌。但他们恐怕不知道，自己与这帮土著不同，那就是对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张掖根本不在乎。自己当初攻占秦家，只是为了他们的守护灵而来，对于秦家那些土地，张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况且那3家原本关系就不好，如今只是因为利益短暂的联系在了一起罢了。只要遇上点挫折，这庞大的联军瞬间便会分崩离析。第2日，张掖直接带领麾下所有土著军团向着季家的方向赶去。此次出征，张掖直接将周围村落席卷一空，只留下一帮7老80行动不便的老人家。对于自己的动向，张掖同样丝毫没有想过避开他人耳目，反而故意摆开阵势，让那帮潜藏起来的探子看见。不出张掖所料，面对他那孤注一掷的做法，另外2家的人根本没有做出相应举措，反而一脸幸灾乐祸，同时抓紧前进速度，企图占据更多张掖留下来的地盘。而季家这边简直都开始骂娘了，其他2家都不选，为什么光选我们季家？心里虽然不断的骂着张掖，但季家面对即将前来的张掖，也是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季家此次集结了季家精锐，外加秦家降兵将近3万人，同样由季家2名3级武将带领。昔日秦、季、李4家明面上都拥有数量差不多的3级武将，所以4家人虽然关系一直不融洽，但却也能相安无事。毕竟想要和另外一方死磕，自己肯定要付出惨重代价，而另外2家绝对会来捡便宜。人还真是多啊！张掖躲藏在一片乱石堆下，观察着远处的季家军营。整整3万人的队伍，光营帐便已经占据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张掖满眼羡慕地望着远处，也不知道自己领地什么时候能够拥有这么大规模的军队。此时天色将暗，营帐内各个角落都被点上火把。虽然这片区域内野外妖兽几乎不存在，但事关3万人的性命，季家的主将依旧派出大批巡逻队，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张掖依旧趴在石堆内一动不动。夜半3更之时，营帐内所有人都已经进入梦乡，只有巡逻队依旧打着哈欠，拖着疲惫的脚步巡逻。此时张掖猛然睁开眼睛，松了松有些麻木的双臂，随后一脸热切地望着季家营帐。嘿嘿嘿，好戏开始了。说完便将迷魂召唤拿了出来。随着心念一动，身旁的温度顿时下降了几分。300迷魂已经出现在了张掖上空。呜呜，一支巡逻队正好走过，突然听见远处隐隐约约的呜咽声。队长，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啊？对啊，好像有人在哭。寂静的深夜突然听见这种响声，整个巡逻队队员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但队长的脸上却不以为然。
大惊小怪的，胆子这么小，下次出去别说在我手下混，说出去都丢脸。老子当年可是刀尖上舔血，死人堆里打滚，你们这个表情干嘛？只见手下那帮巡逻队队员此时满脸煞白的望向自己身后，那名队长突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随即缓缓的转过头。鬼呀！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全军，随后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将正在梦乡之中的士卒惊醒。众人揉着惺忪眼睛走出营帐，便看见漫天鬼影，300迷魂直接扑向底下的众人。迷魂是灵魂生物，对于实体攻击有着强大的免疫能力，最后只能靠着军中实力强大的士卒，依靠自身气血将其磨灭。一番混战之后，300迷魂全灭，季家同样损失上百号士卒。歼灭来敌之后，众人这才打着哈欠各自回到营帐。半个小时之后，鬼呀！天边太阳缓缓升起，张掖这才满意的离去。一个晚上，迷魂召唤、幽魂召唤、阴灵号角，3个能够召唤的物品全部被张掖消耗光了使用次数，但花费了如此大的代价，收获也是值得的。此时，在张掖陈兵在前，季家军却只是缓缓地走出营帐，队形稀稀拉拉。季家的2位3级武将一脸愤恨地看着对面的军队，结合晚上的遭遇，他们怎能还不明白事情的原委？感情是遭了对面的毒手了，但此时就算想到了，也已经晚了。阁下手段还真是卑鄙啊！季家家主季伯常咬牙切齿地望着张掖说道。张掖长长的打了一个哈欠，他一晚上也没睡，这次的计划属实杀敌3000，自损800了。你是不是有点天真了？兵者诡道也，这点道理都不明白，也不知道你这季家家主是怎么当上去的。说罢，看着季伯常恼怒的眼神，张掖又揶揄的回了一句：季伯常啊，我看你命倒是不长啊！啊，小贼，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季伯常一手甩开一旁企图劝阻的亲卫，直接命令大军压了上去。张掖见此，同样挥了挥手，麾下土著军队在徐晃的指挥下开始迎了上去。此时张掖麾下的土著军团经过洗劫秦家的底蕴之后，已经改变了之前铠甲都凑不齐的惨状。张掖麾下土著军团全部列装制式铠甲，头绑一条黄色丝巾，看上去倒有几分正规军的样子。双方一接触，当即焦灼起来。但自己麾下那帮土著军团什么情况，他还是清楚的。这种战斗下，时间越长，对于张掖越是不利。随即，广汉与周仓带着60铁狼卫冲了出去。铁狼卫轻易撕开了季家阵线，并且在阵列之中到处乱窜。不一片刻，整个季家军的阵列已经开始出现混乱。季家的反应还算及时，当即就有一名3级武将带着一帮1、2级迎了上去。藏在里面的周仓当即现身，对着那名3级武将杀了过去。而管亥先是假装与那帮1、2级武将打得不可开交，慢慢的摸到季家那名3级武将背后。眼看时机已到，管亥龙化瞬间开启。对面与周仓正打得不可开交的季家3级武将猛不丁的感受到一股剧烈的危机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噗！龙化后的管亥轻而易举的将其消手。事情只发生在一瞬间，等季家人反应过来之时，便看见那名3级武将已经陨落。季伯常更是脸色大变，他根本无法想象，原本只是一个2级武将的管亥，为何会在一瞬间变得如此恐怖。刚刚管亥挥刀的气势，就连远处的季伯常都感到心惊。给我杀！此时已经恢复如初的管亥浑身浴血，手持长刀，凭着他刚刚轻易斩杀3级武将的威势，季家军根本不敢上前。此时周仓还护卫在管亥身旁，周仓眼尖，轻易便看清了管亥如此外强中干的模样。此时管亥另一只手正在不停的颤抖。60铁狼卫完美的执行了搅屎棍的角色，3万大军周仓与管亥带着60铁狼卫来去自如。每当搅乱一处位置的季家阵型，徐晃总能抓住机会让麾下大军压制过去。而铁狼卫有了3级武将周仓的开路，一路上畅通无阻。季家那帮武将根本不是周仓的一合之敌，周仓那恐怖的力量，基本上遇到什么都是一刀两断。季家另外一名3级武将就是季家家主季伯常，他本想下场前去阻拦周仓，但看到周仓如此生猛的样子，有让他胆寒。之前另一名3级武将的惨状又不是没有看见，鬼知道那个2级武将会不会再来一次。他算是看出来了，之前就是一次专门为季家3级武将布下的圈套，自己要是亲自下场，恐怕结局也不会有太多改观，反而容易将自己也折进去。但眼看周仓带着60名铁狼卫，如此也不是办法。鸣金收兵！季伯常嘴里艰难地说出这句话，急促的撤退信号响起，让正在苦战的季家军终于松了一口气。于是众人开始有序撤退，而管亥同样已经陷入虚弱状态。周仓直接护送着管亥快速脱离战斗，徐晃带着土著军团追杀5公里，这才缓缓的回去。白天这一战，
双方都损失惨重。季家3万正规军如今只剩下2万，有1万人直接留在战场上，或是被杀，或是被俘。而张掖这边同样不好受，土著军团原本4万人的规模直接减去1万8，连铁狼卫都直接阵亡2人，土著军团死亡近2万，张掖都不心疼，但铁狼卫损失2个，差点让张掖晕厥过去。要知道，铁狼卫自从创立以来，可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巨大的打击。屋主，人死不能复生，天色已晚，您还是早点休息吧。周仓看着张掖一脸心痛的模样，小心翼翼地说道：“休息？我现在怎么睡得着？2个铁狼卫啊，那可是整整2000能量点。既然我睡不着，他们也就别想睡好。周仓去吧，张燕叫来。”季家营帐之前一晚没睡，白天又大战了一天，回到营地的季家军早已精疲力尽。解散之后，大部分人连饭都没吃，便直接进入营帐内沉沉睡去。季伯常虽然感觉不妥，但想到对面军队损失更加惨重，对面将领要是不脑残，就不会前来夜袭。想到这里，季伯常只是安排好守夜部队之后，让麾下士卒好好休息。普通士卒能睡着，但他不能。如今的形势对于季家来说极为不好，2个3级武将如今只剩下自己。接下来的战斗，季伯常根本没有信心再与对面争锋。如今的形势，只能写信祈求另外2家的支援。季伯常可以想到，当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另外2家的家主将会是什么样一个表情，但如今也没有办法了。一时不察，满盘皆输啊！放下手中的毛笔，季伯常满脸的悔恨。突然，门外竟然传来了此起彼伏的惨叫声。什么？那帮人还真夜袭了？他们麾下士卒能扛得住？季伯常满脸的惊恐。此时，季家主营帐外，此时早已杀声震天。季家军惊恐地发现，此时袭击他们营帐的，竟然不是白天与他们厮杀的那帮人。眼前这帮人全身装备黑甲，一举一动之间杀气萦绕，一看就知道是沙场精锐，与白天那帮人完全不能比。张掖站在远处，默默地看着前方燃起烈火的营帐。白天的时候，张掖故意没让黑山军出战，就是为了在晚上能够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时，白天那帮土著军团依旧在营地睡得安详，黑山军来得很是巧妙，故意在月半时分人睡得正熟的时刻。此时，黑山军已经攻入季家一般的营地，但季家军依旧没能组织起良好的防线，很多人到死都还没睡醒。轰！一道弧形剑气从一处营帐内飞出，将眼前5名黑山军拦腰斩断。向我集合！季伯常满脸愤怒地冲出营帐高喊。此时，大半个营地已经失陷，一帮季家溃军在向着四面八方逃窜，听到季伯常的声音，仿佛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疯狂地向着季伯常的方向跑去。季伯常的声音同样吸引了张掖麾下的武将。头顶一阵犀利的破风声传来，季伯常想都没想，当即低下头，一道寒光当即从其头顶飞过。季伯常抬头望去，只见身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身形魁梧、手持关刀的壮汉。看见来者是这名壮汉，季伯常满脸凝重。白天这名壮汉的勇武，季伯常可都看在眼里，本来以为自己退兵便能避开与其正面对敌，乃成想此时依旧无法幸免。季伯常缓缓举起手中长剑，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季伯常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看到季伯常并没有转身逃跑，反而企图对战，周仓的眼里充满了赞赏。毕竟勇者到哪里都会受到尊敬。季家家主季伯常，请问阁下是？周仓，取你性命之人。周仓关刀一转，一团烈焰当即附着在关刀之上，随后一道弧形烈焰从周仓手中释放而出。刚一交上手，季伯常便发现了对面的难缠。那个魁梧到不像话的男人，身体硬得出奇，自己的长剑凭借速度优势，好几次都砍中对面裸露的身体。但对面那个家伙的皮肤犹如皮甲，长剑在上面竟然只能留下一道白痕。而更要命的是，自己与对方决战，竟然又有一名手持长斧的壮汉杀了过来。这把季伯常气得半死，眼前2个家伙竟然毫无身为3级武将的尊严，简直就是土匪，居然好意思2打1。但季伯常所不知的是，黄金将领多起于草莽，好多以前还就是土匪出身。这场夜袭一直持续到了天明，整个季家军营已经彻底被黑山军所摧毁，而季家家主季伯常也最终含恨死于周仓、徐晃2人联手之下，给张掖贡献了4颗光球。2万人的季家军被4000黑山军击溃，并且俘虏一大半。此时，已经休整完毕的管亥带着土著军团正好赶来，正好帮着黑山军捕捉俘虏。屋主，季家军已灭，接下来我们该对付哪家？张燕走上前，将一份报告递到了张掖手中。哪家都不打，我们只取季家老巢。说话间，张掖翻开报告，整场战役俘虏季家残军8000，其中竟然还包括1名2级武将和3名1级武将，这倒是让张掖稀奇了。
因为武将的身体素质与普通士族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算是一级武将，在溃逃之时，凭借自身速度也能快速脱离险境。攻破秦家之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张掖虽然士卒俘虏了一大堆，但武将却一个都没有俘虏过。但这一次不但收获了3个1级武将，竟然还有1个2级武将，这让张掖本能地感觉到了一丝异常。吴主，这4名武将是在季家军溃败之时主动放弃抵抗的，抓捕他们并没有花费多少力气。张掖明白他的想法，当即说出了事情的原因。哦，那还真是新鲜，让我们去瞧瞧那帮弃暗投明之人。张掖的脸上露出了揶揄的笑容。因为武将的身份，张掖他们并没有让那4个武将与一帮普通士卒关在一起，而是将其全部放在一个营帐之中。张掖走进去的时候，那4个武将竟然分布在4个角落，神情淡然，一点也没有身为俘虏的惶恐。诸位将军愿意投靠我的麾下，还真让我惊喜啊！望着4个将军询问的眼神，张掖为其介绍起来：“此乃我等共主。”张掖的这番话让营帐内的4个将领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不可思议，因为张掖的面容实在太年轻了。虽然心中震惊异常，但脸上却依旧露出一副敬仰的面容，对着张掖拱了拱手。看到这4人竟然如此轻视自己的主上，张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怒火，但张掖对此却并不在意，而是大摇大摆地走到营帐的主位上坐了上去。说说吧，你们背后的主子要你们带什么话给我？此话一出，4人眼神一凝，其中一名武将缓缓走出，表情略带一丝谦卑：“阁下还真是聪明，我代表季家，托季家长老给您带句话。这次行动都是季伯常私自行动，与我季家无关。今后你我2家化干戈为玉帛，如何？”张掖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这名武将的话，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另外2个1级武将。我代表陆家而来，阁下既然已经成功击败季家，我陆家愿与阁下共分秦家领土，我李家也是同样如此。张掖此时将目光看向那名2级武将：“你呢？他们3个代表陆、季、李3家，那你背后又是谁？”那名2级武将与之前的3人不一样，他脸上的傲气根本不加掩饰：“我来自南宫家，过来是希望阁下能够答应加入南宫家族。”一听到南宫家的名字，另外3人脸色顿时一惊，但张掖的表情却依旧平静。开玩笑，这个家族名字他听都没有听过。说完了，张掖平淡的语气让在场的众人当即一愣。先说说你。张掖转头看向那名季家的武将，一丧家之犬竟然还好意思讨价还价，简直不知所谓。你回去让季家那帮老家伙吸吸脖子，准备好受死吧。说完挥了挥手，身后的管亥直接一把抓过那名武将的后衣领，将其拖了出去。至于你们2个，看到这样将目光看向自己2人，剩余2个1级武将心中一紧。战争是由你们2家开始，但什么时候结束，可不是由你们说了算的。对了，既然还是敌人，那也就不要回去了，留在这里吧。2人一惊，刚想动手，但下一刻，周仓与徐晃已经进入营帐，2个3级武将的气息充斥在整个营帐内，让那2个陆、李2家的1级武将根本生不起反抗之心。随后，张掖这才将目光看向最后那位2级武将：“这位可否将南宫家族的情况与我介绍介绍？”听到张掖这般问，那名武将当即愣了一下：“你竟然不知道南宫家？我为什么要知道？”那名2级武将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情绪：“这么说吧，这宣武平原说到底乃是由3大家族所统治的，而南宫家就是其中之一。”看着那名武将一脸得意的样子，张掖便知道此言非虚。但这跟张掖有什么关系？反正就混1年就走，管他南宫家有多厉害，自己在这还能让土著势力拿捏了。想到这里，张掖脸上的表情变得阴险起来。我想不到将军竟然是南宫家的人，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将军一路辛苦，我这里为将军准备了上好的住所，请吧。那2级武将眉头一皱，刚想出声呵斥，但下一刻，2名3级武将便将目光注视了过来。最终，那名南宫家的2级武将还是高高兴兴的被请到了专门的营帐之中，关闭了起来。吴主，这南宫家不简单，整个家族之中3级武将不下10名，3大家族的守护灵据说已经超越了3级生物的桎梏，可不好随意招惹啊。胡成一脸忧心忡忡的说道。张掖不清楚南宫家的情况，但胡成身为宣武平原的土著，可是从小听着南宫家的传说长大的。对于南宫家那个庞然大物，胡成心中根本生不起反抗的念头。对于胡成的担忧，张掖一脸无所谓。行了，这件事我心里有数，你忙你的去吧。将胡成赶到外边，张掖一脸不屑：“哼，南宫家要是真这么厉害，就不会看着自己吞并秦、季2家而无动于衷，反而企图招收自己了。和南宫家有同样威势的一共有3家，从自己吞并秦、季2家，南宫家的反应来看，恐怕此时的南宫家急需扩大力量。
要是自己所料没差的话，南宫家此时应该遇上了其他的麻烦。让胡成尽量收集南宫家以及另外2家的情报，张掖带着大部队开始向着季家老巢的方向开拔。既然接下来要面对陆家与李家，那么张掖需要再一次扩大自己的兵源。这一次，张掖在前往季家的过程之中，沿途所有小型势力全都没有放过，一旦发现，上去直接摧毁，将里面所有男子全部裹挟。这一套动作，张掖麾下那帮将领不要太熟练。10天之后，季家老巢与张掖遥遥相望。此时张掖麾下的土著军团人数已经达到8万。此时季家那边也早已做好了抵抗的准备，但结局已经注定，失去了季伯常率的大部分力量，季家此时已经如同案板上的肉。就算季家的守护灵乃是一只巨大的牦牛，最终死于苍月之口，那只牦牛再一次为张掖提供了一枚玄阶下品的能量石。而这一次，张掖土著军团损失3万，俘虏季家军1万8。为了以防万一，同时将这部分从季家俘虏来的士卒牢牢掌控，季家高层张掖下令全部处决。此时，这一次获得的能量点，张掖将其全部用于太平道士的训练。此时，因为土著军团人数的扩张，张福等人忙不过来了，同时传道效率明显下降。这一次，张掖直接又给张福增加了116人。洗脑团人数的增加，让传教速度大大上升，而张掖手上的黄金信徒也变得越来越多。到最后，76000的土著军团之中，总共有3800名成员被转化为黄金信徒。张掖将这3800黄金信徒分出2部分，其中2000人直接加入张掖麾下，将其转化为黑山军，剩余1800黄金信徒全部塞入淬体阁之中，转化为黄金力士。虽然如今的黄金力士因为还没被训练成军，但在张掖领地内已经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无论是开垦荒地还是下井采矿，黄金力士干苦力都是一把好手。因为力量巨大，同时不畏艰苦，获得了领地内所有领民的好评。在季家老巢停留了10天，张掖等4个武将把季家周边所有的土著村落都扫荡了一遍，将里面所有成年男性全部带走。这个命令4名将领完成的十分完美。到最后，张掖麾下的土著军团人数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5万。要不是张掖3令5申，只要成年男性，恐怕他们4个将会把老弱妇孺一票带走。毕竟当年的黄金就是这么干的。15万头戴黄金的土著军团整合完毕，张掖开始命令向着陆家的地盘前进。这么大规模的行军根本瞒不过其他人，很快陆家以及李家的人便收到了这个消息。此时的他们也是一脸懵，他们根本不会想到，竟然有人会将占据地内所有成年男性全部抢征过来打仗，这跟自掘坟墓有什么区别？那些成年男性每一个都是家庭的顶梁柱，到最后就算打赢了，面对领地成年男性的大规模死亡，你以后靠什么发展？而且如此庞大的数量，每日消耗的粮草那是惊人的，10几万人待在一起，那个家伙哪来这么多粮草供给？他们可不知道，管亥的劫掠、加索粮，外加黑山军的洗劫作用下，粮食的获取力度可不要太大。别说15万人，就是30万人，张掖咬咬牙也供应得上。面对张掖这边即将来袭的15万人马，陆、李2家很明智的选择了联手。2家兵力会合的消息，在第一时间通过铁狼卫传到了张掖手中。对于陆、李2家这个结果，张掖心中早有猜测，并没有对此大惊小怪。陆、李2家联军刚刚会合，便惊奇地发现，张掖麾下那15万大军竟然直接转向了。没错，张掖并没有直接前去与陆、李2家联军玩一个硬碰硬、王对王的大决战。这2家人之前的关系就不怎么样，如今正是因为张掖这个大敌在前，他们才会不得不联合起来。张掖逼迫得越狠，他们之前的联合就越牢不可破。当年曹操赤壁之败，可依旧历历在目，张掖可不会干这种傻事。时间尚早，我们还可以继续玩耍。张掖望着远处陆家的方向，嘴角露出一丝阴险的笑容。什么？那帮人怎么调转方向了？李兄，我们必须要加快行军，不可让对面跑了呀！陆家家主陆兴一脸着急地望向一旁的李家家主李平，但面对陆兴的建议，李平以及身后的李家成员却显得漫不经心。15万大军奔向陆家，跟他李家有什么关系？反而李家成员都在盼求张掖下手快一点。对陆家造成的伤害越狠，对于李家的帮助就越大。最好陆家能与张掖来个2败俱伤，让李家捡个现成的便宜。看到李平以及他身后李家成员的幸灾乐祸的眼神，陆兴明白他们在想什么。李兄，你可别忘了，我们2家如今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那贼人15万大军是怎么来的，你不会不知道吧？我陆家领地上可还生活着将近15万成年男子，你李家不会希望到时候遇上20-30万敌军吧？陆兴的话如同恶魔的低语，让李家成员忍不住浑身一颤。他们这才想起来，那15万军队
可是将整个季家榨干才聚集起来的。要是那伙贼人将陆家洗劫一空，虽然陆家今后将一蹶不振，但不出意外的话，那伙贼人将会得到无与伦比的加强。到时候别说陆家，他李家能不能存在还不好说。想到这里，李平不禁流出一身冷汗。陆兄所言极是，季家的惨剧就在眼前，绝不能让那伙贼人再一次得逞。此时李平一脸的正气，仿佛就是正义的化身。陆星心中对于李平的两副面孔那叫一个鄙夷，但脸上却依旧显露出一丝激动。李家大恩，我陆某铭记于心。很快，李联军便快速集合，向着张掖大军的方向前进。报，前方发现敌军正在劫掠于家堡。什么？快，全军快速前进！陆星赶忙向着身后命令道。于家堡位于陆家势力范围的最外围，之前作为对抗秦家的桥头堡，里面存储了大量粮草与兵甲。要是让敌人攻占了于家堡，得到陆家囤积在里面的兵甲、粮草，那对方的实力将会进一步增加。此时李家也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对于陆星下达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异议。李联军将近8万，在陆星的强行军命令下，开始向着于家堡快速前进。1个小时之后，众人在远处看到了浓浓黑烟，外加传来嘈杂的喊杀声。陆星与李平精神大振，既然还有生意，那就说明于家堡还没陷落，他们还有希望，随即加快了行军的脚步。越过一处土丘，于家堡清晰地显露在众人眼前。和他们希望的一样，于家堡果然还没陷落，但此刻大量头戴黄金的军队正在以赴攻城。此时于家堡城墙已经有一半失守，大量的黄金士卒已经登上城头。此时于家堡的守军正在与之奋战。更加要命的是，于家堡宽大的城门此时已经有半扇大门被毁，大量黄金已经冲了进去，与残存的于家堡守军奋战。要是陆星等人不加入，用不了多久于家堡便会陷落。此时的陆星双目赤红，全军出击，给我杀！一旁的李平同样神色激动，冲过去，一个不留。8万联军从山丘上倾泻而下，正在攻城的那帮黄金士卒背面突然来敌，仓促之下竟然阵型大乱。陆星与李平率领着大军长驱直入，直接顺着那破碎的大洞进入于家堡之中。此时堡内的黄金稀稀拉拉的分散在堡内，看着联军已经到达，竟然开始四处奔散。看着堡内竟然只有这么一丁点人，不知为何，陆星心中竟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轰！城门口传来一阵巨响，只见一块断龙石竟然直接落下，将城门堵得严丝合缝。坏了！陆星心中一沉，不远处的李平同样转过头，与其四目双对，双方都看到了对面那苍白的脸色。李平也不是傻子，同样发现了什么，都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两位家主，鄙人等你们等得好苦啊！城墙上一道揶揄的声音响起，两人抬头望去，只见一名少年正一脸笑意地看着底下的两人。话音刚落，城墙上大批军队出现，这帮士卒全身披挂黑甲，与之前那帮头戴黄金的士卒完全不一样。同时，堡外大量的厮杀声突然响起。两家家主明白，是城堡外的联军遭到了袭击。这于家堡就是对面设置的一个圈套，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一举葬送陆李两家精锐。阁下，这次我陆李两家认栽，可否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从此以后，陆李两家将以阁下马首是瞻。李平此时谦卑地望着张掖，语气之中充满了恳求。张掖微微点了点头。识时务者为俊杰，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在哪里都能活得很好。看到张掖点头的模样，李平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欣喜。阁下同意了，太好了！李平拜见主。且慢！李平腰还没弯下去，却直接被张掖所打断。我什么时候同意了？可阁下刚刚……你们陆李两家占据守卫多年，底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效忠，我这里的小庙可容不下你们2尊大佛，况且你们不死，我也不安心。说话间，张掖的眼神逐渐变得犀利，随着他的手势，身后大片火把从墙头掷了下来。整个于家堡内在张掖占据之后便已经铺上一层桐油。当时战斗激烈，也没人注意到这个异常，但此时却成为了他们的梦魇。桐油被瞬间点燃，火焰随即冲天起，底下的联军开始疯狂逃窜、哀嚎，里面的武将开始丢弃麾下士卒，独自逃窜。他们的身体素质与士卒可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对于士卒来说，高不可攀的城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轻松一跃。此时陆星与李平还想放手一搏，他们两人集结了整个联军之中大部分武将，开始向着张掖的方向杀来。对于他们的举动，正好符合张掖的预期，还省得他一个个去追了。张掖向着后方一退，管亥、周仓、徐晃外加58铁狼卫当即涌了上去。管亥二话不说，龙化直接使出，气势顿时暴涨。猝不及防之下，冲在最前面的陆星与李平最先遭到管亥的如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仅仅只用了2个回合，
陆星直接被管亥拦腰砍成2半，李平直接重伤濒死。时间刚好到达1分钟，韦了的管亥被身后的铁狼卫保护下退出战场，来到张掖身旁。老管啊，你这身体素质不行啊，1分钟就虚了，回去还好补补。说话间，张掖将手中一枚回气丹递到了管亥面前。多谢吴主，这龙化对于如今的末将还是太过勉强，想要无负担的使出龙化，恐怕还需要变强一段时间。说话间，榨干身体的管亥一把将回气丹吞下。此时战场之上失去了2位家主的助力，周仓与徐晃2个3级武将在里面大杀四方。两家不是没有其他3级武将，但张掖为了以防万一，直接连苍月都召唤了出来，整整3个3级生物，外加58名配合默契的1级生物，将对面冲上来的联军武将压得死死的。此时堡内的武将之争基本上不用张掖担心，此时的他将目光都看向了堡外。此时整整10万土著军团将联军在外面的3万人马团团围困。张掖此时并没有参加武将之间的战争，而是负责指挥所有土著军团。此时在张掖的指挥下，10万土著军团压着陆李联军打。此时的联军虽然装备训练都比张掖麾下的土著军团强出不老少，但此时军中大部分武将都被困在堡内，整个指挥系统出现混乱，竟然被那帮土著凭借数量优势牢牢地压在了下风。期间偶尔有联军武将冲出包围圈，向着张掖杀去，企图来个斩首行动。但张掖虽然武力在张掖这边排不上号，但怎么说也是2级武将，再加上那一身的装备，斩杀那几个敌将还是轻轻松松。此时周仓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对面剩下的一个3级武将被从头到尾劈成2半。空出手来的徐晃直接冲入敌方武将阵营之中，掀起了腥风血雨。随后周仓同样解决了对手。联军之中的武将看到时机不妙，赶忙向着四周逃窜。铁狼卫虽然实力强大且配合默契，但速度却是他们的硬伤，而张掖麾下的武将数量摆在那里，根本照顾不到所有角落。最终对面联军之中只有3名1级武将外加2个2级武将被擒拿，其余的全部向着远处逃窜。此时底下的战斗也已经结束，城堡内已经被火焰所笼罩，炙热的火焰烧红了整座石壁，不会有人能从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而城堡外的3万联军此刻只剩下12000，在张掖不断的攻势以及威胁下，最终放下了手中的兵器。这一战3万联军以自身损失18000的代价换掉了张掖土著军团的3万人，将俘虏全部划归土著军团，交给张福等人洗脑处理。至于抓住的那几个武将，张掖也并没有为难他们，而是直接带上沉重镣铐一块带上。张福等人空的时候，顺道给他们传播一下太平道的理念。张掖心中已经打算好了，等自己离去前，这帮人依旧油盐不进的话，那就只能废物利用了。接下来张掖开始带着大军缓缓接收陆李2家的领地以及那帮领民。既然已经体验过黄金作战方式的快捷性，张掖也就任由麾下武将前去不断扩张土著军团的数量。诚然，这种作战方式将会有极大的隐患，对于民生方面的毁坏也是巨大的。但这一切与张掖有什么关系？反正自己1年后就会离开，这里占据的地盘再大，他也不会是自己的。既然如此，那自己走后哪管洪水滔天。此时宣武平原的某处，一座巍峨城堡处，杀声震天。一群数量庞大的红衣军队正在对着城堡内的守军展开厮杀。红衣军为首的乃是一名身着红黑铠甲的年轻男子，那男子手持一柄古朴的长戈，冲入守军的阵营之中，大杀四方。周围没有一名守军能够在其手中坚持3个回合。仅仅过了不久，这座城堡内的反抗力量就消灭殆尽。吴主，这边有1500名将俘，我们是否？那名手持长戈的年轻男子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还要我教你们这么做吗？全部宰掉！是。片刻之后，哀嚎声四起，但那名年轻男子以及周围的士卒脸上竟然毫无变化。此时守军身上丝丝血气弥漫出，将整座城堡内的血衣军给包裹，但包括那名年轻男子在内的所有血衣士卒脸上都露出了享受的神情。片刻之后，所有的血气被吸收完毕，每个人身上的气势竟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那年轻男子嘴里发出了舒缓的叹息声。这宣武平原果然是个好地方，10万，只要再击杀10万，我就能突破到4级。姐，我涂浩广也将晋级4级，姐姐你就等着面对全新的我吧。这名领主竟然可以击杀敌方士卒，通过吸收他们溢散出来的血气增加实力。另一边，此时一场规模豪大的战争正在进行，一方是数量庞大的土著联军，另一边竟然只有10名年轻男女。雅彤周围至少来了5家的联军，我们是不是玩大了？开口的是一名萝莉模样的女子，她说话的对象而是另外一名拥有火辣身材的御姐。哼，怕什么？老娘的实力
你还不清楚吗？话音刚落，前方土著势力的联军就向着他们发动了全面进攻。这时，那名女子身后一个巨大的蜂窝状物体出现，下一刻，海量的马蜂从那蜂窝之中飞射而出。那马蜂每一只的体积足有一个拳头大小，并且速度极为惊人，一眨眼之间便已经来到了土著联军对面。下一刻，惨叫声此起彼伏。那些马蜂不但速度惊人，并且尾部毒针还含有剧毒，被折中的人下一刻全身便开始腐烂。那个名叫雅彤的女子召唤出胡蜂之后，身后其他几个人同样召唤出了各类奇形怪状的虫类，从小到大什么样子的都有，小的肉眼不仔细看都看不见，大的一条截肢比一个人都要高。大量的虫类直接席卷了整个联军。之前那名小萝莉更是召唤出来了数量众多的巨型蜘蛛，这些蜘蛛喷射出来的蛛丝极度坚韧，那帮氏族手中的刀剑一下子都砍不断。很快，在众多蜘蛛的合作下，一张巨大的网将所有联军笼罩在其中。此时，那名叫雅彤的女子惊诧地看了一眼身旁的小萝莉：“莫莹，你这蛊虫可以啊，哪里找到的？”听到这话，莫莹的脸上竟然浮现一丝懊恼。一提到这个，莫莹的脑海之中就浮现一个讨厌的身影。哼，说到这个我就来气，是从一个很讨人厌的家伙手里拿到的，还占了我一个大便宜。但此时，雅彤的脸上竟然浮现一丝诡异的表情，那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莫莹，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哪里的？对啊，莫莹，他家做什么的？有了解过他的情况吗？现在渣男好多的，你可别被骗了。周围一帮女生听到莫莹的话，连战场上的情况都不关注了，纷纷把头探过来，脸上充满了浓浓的八卦气息。就见过2次，我怎么会知道？不是你们在想什么呢？原本懵懂的莫莹突然回过神来，大声的反驳，因为情绪激动，脸颊上浮现了一丝血红。这落在周围那帮女生的眼里，又透露出不一样的气息。有，我们也没说什么，你怎么就急了呢？吼，我们家莫莹长大了，怎么说话呢？身娇腰柔一推倒，我家莫莹可受那帮臭男人欢迎了呢。几个女生在一旁故意大声交谈着，这让莫莹羞愧难当。你们好讨厌，不要说。说着，莫莹象征性的朝着那几个女生打去，一时间人群之中娇喘惊叫声不断。雅彤望着打闹的人群，无奈的摇了摇头，此时也只有他指挥着虫群。张掖麾下那帮武将不愧为反贼出身，仅仅只用了15天，便将陆李两家的老巢洗劫一空，连两家所属的领民都席卷一空，全部编入土著军团之中。此时，张掖麾下那支土著军团此时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0万之巨。随着人数的快速增长，此时张福手底下的洗脑队人数又开始不满足于当下洗脑要求。幸好那两家老巢的守护灵同样为张掖提供了2枚玄阶下品的能量石，花费24500能量点，直接训练了245名太平道士，将领地内太平道士的数量增加到400，这才勉强减缓了一下张福这边的压力。30万土著之中，又有1万人被转化成为了黄金信徒。这1万黄金信徒，张掖将其中4000分配给张掖，剩下6000人全部丢入淬体阁之中，转化为黄金力士。此时，张掖领地内人口总数正式突破2万大关。也就是在这时，轰！一场巨震从张掖的领地之中发出，感受到异常的张掖第一时间进入其中。此时，原本的领地内竟然发生巨变，张掖麾下的所有武将士卒竟然在这一刻全部闪现回到领地，并且每个人头顶上不断的冒出丝丝淡黄色丝线，向着高空汇聚。这些淡黄色丝线有粗有细，每一个人的都不一样，但张掖清楚的看到，等级越是高的领民头上的丝线就越是粗大。像徐晃与周仓2个3级武将，头顶上的丝线都快有一条手臂粗细。众多黄色丝线朝着天空汇聚，最后形成一条金黄色的鲤鱼。鲤鱼成型的瞬间，金色的鱼尾用力一甩，当即降落在张掖面前。不知为何，看到那条金鲤，张掖竟然心中产生了莫名的亲切感，就好像这条金鲤是自己的孩子一般。气运金鲤，当领主麾下领民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便可形成。随着领主实力不断扩大，金鲤也将进一步进化。效果1：风调雨顺。气运金鲤会主动调节领主势力范围内的天气情况，一般天灾将无法形成。随着金鲤在半空翻转腾挪，一股莫名的力量从鱼身上释放而出，向着整片领地辐射而去。眼下张掖领地依旧才刚刚起步，气运金鲤很是弱小，而且效果也只有1个，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起步，不是吗？就当是个吉祥物吧。想到这里，张掖摸了摸气运金鲤的头颅。气运金鲤如今根本没有一点战斗力，除了一个调节天气的技能外，也只有卖萌了，所以张掖对此并没有太多期待。出了领地，张掖开始考虑起接下来的路。
这附近所有人类聚集地，张掖麾下的黄金已经全部洗劫一空。看着手下这30万人，要是什么都不干也不是办法。思来想去，张掖决定向着外围扩张。宣武平原地势平坦，根本没有什么崇山峻岭，所以张掖直接带着30万大军向着东部出发。宣武平原范围很大，但大部分区域是沼泽、戈壁以及沙漠，适合耕种的土地质不在3个区域。这3个区域在地图上呈三角分布。同样的，当地土著聚集的地点都集中在这3个方向。根据那个南宫家的2级武将所说，这3块肥沃的土地分别受控于南宫、夏侯、公孙3家。这3家之中，夏侯家控制的那块土地周围拥有大量的草场，所以也就组建了数量众多的骑兵部队。而3家之中，南宫家的土地最多，所以拥有大量的人口，所以南宫家一向以重步兵出名。公孙家领土之上生存了大量野生耗牛，靠着这些耗牛为原材料，公孙家组建了庞大的弓箭手。秦、冀、陆、李4家的方向属于三角最上方的那个点上，而这块土地最大的势力便是南宫家。因为南宫家领土上拥有最多的人口，这也就便宜了张掖，基本上走不了多远，总能遇见几处土著聚集地。就这样，张掖一路走一路打，队伍也就和滚雪球一样，越打越大。这种情况很快就被南宫家注意到。当张掖麾下土著军团人数到达50-86的时候，来自南宫家的反击同样来到。这天，张掖刚刚攻下一处据点，远处充当斥候的铁狼卫便匆匆来到张掖身旁，报吴主，北方25公里处发现一支不明军队。不明军队大概多少人？距离太远，无法准确估计，但这支队伍行进间沙尘漫天，队伍之中旌旗弥补，根据属下推测，至少10万。嚯！本来漫不经心的张掖一下子便打起了精神。来到宣武平原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听说有土著能拉来这么大规模的一支军队。察觉到事情严重性的张掖赶忙将麾下武将全部军队全部聚集，向着铁狼卫告知的那个方向前进。吴主，在这方世界上能一下子拿出10万人部队的势力恐怕并不多。张掖此时突然出口道：我当然知道，能一下子拉来10万人，在这里恐怕也就只有那个南宫家了。张掖自信地说道：吴主，既然是南宫家，那恐怕对方早就已经有所准备了，我们要小心才是。徐晃皱着眉头说道：对方的人数比自己的少，但依旧赶过来，要是没点什么杀手锏，张掖都不信。但既然对方都上门了，自己还缩卵，那可不是张掖的作风。怕什么？既然南宫家早晚会与我们一战，那干脆今天先去试试他的斤两。南宫远骑在一匹浑身如同黑色绸缎一般的马匹身上，走在队伍的最前方，身后是南宫家的10万兵马，亲自指挥10万兵马作战。这在南宫家嫡系成员之中都没有几个有这资格。但南宫远征战沙场几十年，一直处于对抗夏侯家的前线，其用兵的经验乃是个人实力，在整个南宫家同代人之中绝对属于前列。这样的实力以及身份让他在南宫家之中的地位超然。但南宫远此时的脸上却没有半分骄傲，甚至眼神之中闪过一丝凝重。因为这一次的对手，根据探子回报，麾下拥有军队数量竟然整整30万。宣武平原上一次载入家族史册的大战还是10年前，南宫家与公孙家联手对抗夏侯家铁骑的时候。那个时候，南宫家与公孙家的联军也才30万，就这已经算是宣武平原100年难遇一次的史诗级大战。那场战役虽然双方最终还是以平局结束，但造成的损失，南宫家至今还没走出来。而此时，对面拥有的军队竟然足足有2家联军这么多的数量。虽然根据情报，这30万人全是由战俘、平民所组成，但量变引起质变。30万，就是30万头猪，那也足够唬人了。真他妈见鬼！对方是怎么控制住30万人还不出差错的？至今，南宫远依旧无法明白，对方是如何控制30万平民与降兵不作乱的。他南宫远可不是一般纨绔，常年征战沙场的他当然明白，指挥数10万兵马，常年累月的训练以及数量庞大的中低层军官，两者缺一不可。但根据他所知，对面30万大军，大部分人都是在近段时间抢征而来的平民。那帮人之前可是只会种地和打猎，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外加上还有一部分忠诚度根本无法保证的降兵俘虏。对此，南宫远百思不得其解。要是张掖知道南宫远的想法，绝对会忍不住大笑。这帮土著根本无法理解信仰的力量。由于张府等一众洗脑团的存在，这30万人之中，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了黄金的泛信徒，对于张掖麾下那帮黄金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反抗心理。外加上一旦有土著被转化成黄金信徒，其对于张掖将会上升到死忠。在那帮黄金信徒眼里，张掖就是黄天在世间的化身，将他们救出苦海的救世主。这帮黄金信徒被张掖抽调而出，在培养成黑山军之后，
便会混入土著队伍之中，众多黑山军就会变成张掖控制这30万大军的龙骨。再加上张掖麾下那帮武将，前世那可至少都是一个小渠帅，人海战术那可是他们黄金的拿手好戏。就在南宫远沉思的时候，张掖已经集结好军队，向着南宫远的位置出发。双方行军的速度极快，不久之后，双方都在前方看到了对面军队密密麻麻的模样。此时，张掖以及南宫远都在观察着对方。南宫远仔细地看着那一帮帮头戴黄金的士卒，这帮人身材瘦小，但四肢粗壮，脸上布满风霜，很明显都是常年下地劳作的农民出身。但这帮农民脸上竟然没有一丝战争来临前的惶恐与迷茫。在对面那支军队的最前方，乃是一名身骑一头巨型白狼的少年。根据情报，那位少年便是对面整支大军的领袖。少年身旁乃是60多名同样骑着巨狼的骑士，这支部队应该是那名少年亲卫。少年身后乃是一支身着黄边黑甲的士卒，这支军队数量只有1万，但很明显，少年身后的这支部队才是整个军团的精锐所在。经过南宫远的一番观察，便已经将自己的对手看了一个七七八八。同样的，张掖也同时观察着南宫远这边的情况。南宫远只带着10万军队，但每个士卒都兵甲齐备，行进之际，一举一动都尽显行武之风。很明显，这支军队虽然人数比自己这边少，但精锐程度远远超出自己这边的这帮乌合之众。但张掖好似看出了一点端倪。南宫远身后的这支军队远看似乎威武雄壮，精锐异常，但其中士卒的铠甲颜色以及款式竟然有着明显的差别。在缓缓移动之时，各方阵之间的配合竟然稍显生疏。这一看就知道，眼前这支军队似乎也是匆忙拼凑出来的。其实张掖并不知道，进入宣武平原的可不只有自己，当初获得止戈青铜令的大有人在。这帮人进入宣武平原之后，各自分布在3大世家之中。此时3大世家大部分军队都在为剿灭这帮乱民而搞得焦头烂额。张掖这边能引来南宫远，还是因为就属他搞出来的动静最大，直接吸引了大部分火力的缘故。但此时南宫家以及麾下附属势力的都在各地与这帮领主交战。张掖扩张的太快，南宫远无奈只得抽调周边附属势力大部分军队组成联军前来绞杀。时间太短，各势力之间的士卒根本来不及磨合。南宫远料想，虽然配合度不足，但对付一帮平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应该也绰绰有余。阁下，我南宫家与你有何冤仇，非要来个你死我活不可？况且你我2家对抗，为何非要拿这些无辜平民百姓当作炮灰？南宫远缓缓走到阵前，对着张掖大声喊道：“哟呵，对面竟然试图占领道德最高点！”对面的南宫远一开口，张掖便知道对方想放什么屁了。这下张掖也不惯着，随后同样来到前方。哼，真新鲜，这个时候了，你南宫家居然就把平民百姓这几个字放在嘴上了。你们这些世家口口声声说着平民百姓，但什么时候将他们当作人来看？野外的妖兽吃人，你们这些世家何尝不是趴在这帮平民百姓身上吸血？这富足的生活，你们这些世家成员从小享受，凭什么这帮平民就要受苦？我们给你们流血流汗，换来的是你们的生活富足，凭什么？张掖的话铿锵有力，直接遍布整个战场。此话一出，张掖身后的土著军团目光坚定，看向对面南宫家的方向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愤恨。南宫远眉头一皱，他很清晰的感受此时自己身后那一道道异样的眼神。大意了。南宫远心中一阵后悔，早知道眼前这个小子口舌如此伶俐，当时就不应该给他这样的机会。但此时对面那小子话一出口，再后悔也晚了。想到这里，南宫远抽出腰间长剑，哼，伶牙俐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你最终只是将他们带入死亡罢了，愚不可及。想靠着一帮泥腿子就想与我南宫家对抗，真是痴心妄想。说完，南宫远手中长剑一挥，身后大军直接开始缓缓向前。哼，那就感受感受被泥腿子带来的恐惧吧。张掖转头看了一眼徐晃，徐晃当即会意，同样率领土著军团缓缓迎了上去。南宫远所带来的军队大部分只是各大附属势力的兵力，各势力之间的磨合根本不够。南宫远心里也知道，所以一开局并没有让那帮人打头阵，站在队伍前列的都是他从南宫家带来的嫡系。南宫家以重甲步兵著名，所以这一批打头阵的南宫家嫡系尽皆身着重甲，手持大盾、长矛。在行进的过程之中，那帮人逐渐形成一片带刺的钢铁城墙。而张掖这边的土著军团大部分连铠甲都没有，只有人手一根简陋的长矛。张掖和麾下那帮武将都清楚，实力差距如此之大，就算数量上有足足5倍的差距，自己等人也几乎毫无胜算。果然，双方刚一接触，就直接印证了张掖的猜测。双方一接触，张掖这边的土著军团当即倒下去一大片，
而对面几乎无一人伤亡。那帮土著手中的长枪根本刺不破那帮重甲，而只要被对方武器擦中，那帮土著身上便会鲜血飙射。这场面不知怎么的，让张掖想起了斯巴达的温泉关之战。那帮重甲兵的杀戮速度远远超乎了众人的想象，仅仅只是过了几分钟时间，那帮重甲兵便顶着50万土著军团前进了将近500米。那抡动的巨刀在他们手中似乎根本没有重量的一般。此时张掖看出了几分异样，那帮重甲兵身着如此厚重的铠甲，还要进行高强度战斗，对于体力的消耗将会是巨大的。但到现在，那帮重甲兵的呼吸却依旧很是匀称，根本没有感受到一丝吃力。张掖随即盯住一名重甲兵，随后心念一动，玄武卫步兵序列2阶，军团技能：依据力量，体质正 80%， 注：此技能将消耗3倍粮食供给。2、3。匆忙之下，张掖只能探查到一部分信息，但这也足够让张掖心惊。和之前预想的没错，南宫家既然能够位列宣武平原前3，那就一定应有其特殊的兵种。但超乎预料的是，那兵种竟然是2阶。张掖依旧还记得当初杨妹姐得到一个2阶兵种的月部重甲，高兴到飞起。但现在自己竟然能够有幸看见这一幕。既然南宫家有玄武卫这个兵种，那么攻破南宫家老巢就有一定机会得到它。想到这里，张掖看向对面南宫远的眼神之中充斥着灼热以及贪婪。南宫家的玄武卫依旧在不停的前进，脚下来自土著军团的血液开始汇聚成河。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张掖麾下那帮土著军团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万。要不是土著军团人数太多，后方的人不停的向前拥挤，让最前方的那帮人根本没有空间后撤，不然最前方那帮人早就已经溃散。因为数量实在太多，土著军团开始慢慢的向着两边扩散开来。此时玄武卫的行进速度一直稳定向前，慢慢的与后方的联军拉开了距离。而扩散到两旁的土著军团开始朝着玄武卫拉开的空档处挤了进去，直接填补了空档，与后方的联军交上了手。此时的战场已经开始混乱起来，双方都已经失去对于自己最前方军队的指挥。战场的厮杀还在继续，但因为张掖麾下的土著军团数量实在太多，玄武卫前脚刚刚斩杀前方一名士卒，立马便会有一个人填补进来。不仅如此，因为前期行进太快，与后方联军脱节，此时这帮玄武卫惊恐地发现，不知何时自己等人已经陷入对方的包围之中。四面八方源源不断的土著军团拥挤而来，让玄武卫不得不停下脚步，结成圆阵自保。此时土著军团攻不破圆阵，玄武卫同样无法前进，双方随即就这样僵持了下来。南宫远在远处看到了这一幕，悬着的心随即落了下来。自己这一次带来的玄武卫也就只有5000人的数量，想要靠着这5000人决定战斗的胜利，恐怕还是有点痴心妄想了。想到这里，南宫远不禁长叹一口气，不是自己不想多带，玄武卫的培养自己也参与其中，当然明白其中的艰难，光一个人员的选拔上面，1000人里面出来3个就已经算是老天保佑了。整个南宫家拥有的玄武卫也仅有5万人，这5万人之中，一部分常年驻扎在南宫家老巢，护卫祖地安全；一部分驻扎在与夏侯家交界处，用于防备夏侯家神武重骑的袭击。自己手里这5000的玄武卫还是自己刚刚培养出来没多久，要不是正好遇上家族的调令，这5000玄武卫早就被其他人带走，根本不会让自己过手。而张掖这边看到那帮玄武卫组成圆阵不再前进，随即留下5万人困住他们，其他土著军团开始向着后方联军杀去。面对汹涌而来的40多万大军，南宫家的那帮联军的表现却与那5000玄武卫大相径庭。虽然跟着南宫家照猫画虎一般，那帮附属势力对于自家军队前排同样装备了重甲，但那帮人却不是玄武卫。轰！双方一个接触，前排的土著黄金同样直接在第一回合倒下，但接下来随着土著黄金越来越多，前排的重甲兵逐渐开始难以为继。随着第一个前排重甲兵被一帮黄金土著推倒在地，重甲兵倒下的瞬间，身旁战友的节奏顿时被打乱。趁此时机，那帮黄金土著一拥而上，将刚刚出现的缺口再一次扩大，一帮重甲兵被直接掀翻在地。后方的黄金手持利刃，顺着重甲的间隙探入，将重甲兵直接放倒。前排重甲兵的相继倒下，身后那帮联军就像被剥了壳的螃蟹一般，无奈与那帮黄金交战在了一起。南宫远见此，命人竖起一柄血红色的旗帜。见到那柄血旗出现，远处本来龟缩成圈的玄武卫当即散开，继续向着前方杀去。幸好张掖留下了5万黄金作为牵制，但放弃防御的玄武卫可不是一帮轻甲的黄金能够抵御的。玄武卫冲入5万黄金之中，当即掀起腥风血雨。噗！一名玄武卫一刀将一名黄金砍成2半，还没等他将长刀收回，一抹寒光当即闪过，等他反应过来之时，眼前竟然出现一柄巨斧。轰！
徐晃这是大力沉的一击，直接将那名玄武卫连人带甲直接砍成2半。随着徐晃出现，他的身后58名铁狼卫随即一跃而出，向着那玄武卫杀去。那玄武卫的目标就是张掖所在的帅帐，要是让玄武卫得逞，不但危及张掖的安全，同样也会严重干扰对于土著军团的指挥。所以不管用什么方法，这帮玄武卫必须给拦截下来。铁狼卫属于重骑，玄武卫的攻击对于他们而言也能够承受。随着徐晃以及铁狼卫的加入，管亥与周仓相继前来，3名武将化作3个箭头，直接突破了玄卫的防线。后方的土著军团剑机直接涌入被强行撕裂的空间。玄武卫因为3名武将以及铁狼卫的加入，前进的脚步再一次被阻挡下来。轰！玄武卫之中可不仅仅只有普通士卒，一名身穿重甲的壮汉一刀抵挡住了徐晃的巨斧。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徐晃大吃一惊，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能够正面抵挡住自己的巨斧的劈砍。徐晃当即收回巨斧，手腕一转，巨斧由竖转横，对着那名壮汉的脖子处砍去。巨斧在半空之中摩擦出剧烈的破风声，这种力道的一击，只要砍在脖子处，就算铠甲能够挡住，但颈椎也会因为巨力直接断裂。但那名壮汉对此却根本没有闪避的意思，而是双手持刀对着徐晃的巨斧用力砍去。轰！壮汉忍不住退后5米远，这才勉强挡住了这一击。好本事，那你再尝尝我这招。徐晃双手高举，下一刻巨斧轰然落下。这一次那名壮汉学乖了，倒地就是一滚。轰！巨斧砸在地面，轰出一个巨大的深坑。还没等那名壮汉完全从地面上站起，徐晃黝黑的鞋底已经映入眼帘。砰！徐晃45码的鞋底直接印在那名壮汉的脸上，厚实的面甲当即在徐晃的巨力下碎裂开来。头颅受到如此冲击，那名壮汉当即陷入眩晕状态。徐晃可没有手下留情这种特殊嗜好，当即走上前，一把剁下那名壮汉的头颅。另一边，玄武卫在2名武将的帮助下，将原本排列紧密的阵型直接搅乱。铁狼卫带领土著军团不计生死的情况下，将5000人直接割裂开来。另一边，南宫家的联军面对汹涌而来的土著军团，逐渐开始崩溃起来。虽然联军付出的代价远远小于对面，但长时间的厮杀让整块地面被鲜血浸红，大量鲜血汇聚，已经形成了一条条小溪。此时那帮联军砍得已经麻木，同时身体已经开始力竭，但对面那帮头戴黄金的泥腿子攻势竟然依旧没有丝毫减缓。虽然对面的那帮泥腿子面容已经换了一波有一波，但他们脸上却依旧还是那么的狂热和坚定。随着死亡数量的不断提升，联军的士气逐渐开始下滑。将军，时候不早了，今天也不会有太多进展，退兵吧。一名副将来到南宫远身旁，轻声说道。对于战场上的情况，南宫远同样注意到了，望着天边逐渐下沉的太阳，他点了点头。随着沉闷的号角声响起，南宫家这边的士卒开始停止战斗，同时结阵缓缓后退。张掖这边同样默契的停手，随后双方开始缓缓向着后方退去。随着双方士卒缓缓退入各自阵中，南宫远深深地看了一眼远处的年轻人，随后转身离去。张掖目送对方离去，张掖将伤亡情况统计一下，随后命令营地开始准备晚饭。看着战场上那惨烈的情况，张掖知道这一次自己这方损失不会小到哪去。直到黑夜笼罩大地，张掖这才将统计之后的情况汇报过来。铁狼卫损失16人，黑山军损失1600多人，而数量最为庞大冲在最前方的土著军团送上来的报告差点惊掉了张掖的下巴，足足20万人，其中包括死亡、重伤、失踪，就还只是自己与南宫家的第一战，第一战就直接报销了一小半的士卒，炮灰就只是炮灰。张掖忍不住摇了摇头，心中毫无波澜，只是有些许感慨。本来还以为只要靠人海战术，一招鲜吃遍天，但现实却给了他一巴掌。人海战术虽然初期看上去极为有效，但面对敌方正规精锐部队之时就有些抓瞎了。这一次南宫家仅仅凭着5000玄武卫外加10万附属势力的联军，就能给占据人数优势的张掖造成20多万的损失。这还只是第一次交战，真要按照白天这种架势打下去，就算能够拼掉南宫家这10万联军，张掖麾下的军队也要被打成残疾。这还是徐晃带领下的土著军团士气被锁定的情况，要是其他人，光今天这一战，那帮土著早就崩溃跑光了。吴主，趁着夜色，我们要不要？张燕做了一个抹喉的动作，他的意思很简单，趁着白天一场大战，今夜直接来个夜袭。张掖点了点头，那末将这就去聚集人马。但张燕刚想转身离开，却被一只手拦住。张燕疑惑地转过头，却看见他的主上嘴角竟然浮现一丝阴笑。夜袭当然要去，但这次的主力并不是你们。圆月当空，阳气减弱到最低，
白天的战场上，此刻变得阴气森森，一个个迷糊的人影漂浮在半空之中，盘旋在生前的位置，久久不肯离去。此时，张掖带着几名将领缓缓来到此地。此时的张掖手中握着一根装饰诡异的法杖，没错，就是那根幽冥玄杖。此时，在这种诡异的环境之中，幽冥玄杖全身散发出一种幽紫色的光芒，那股光芒似乎对于那帮亡魂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在张掖将其拿出的瞬间，整片战场之上，所有的亡魂便自发的聚集起来。此时，站在张掖身旁的4位武将感觉四周温度骤然下降，此刻犹如在寒冬之中。吴主，咱们真的要靠这些亡魂去吸营吗？周仓满脸迟疑的问道。眼前这个浑身横肉的壮汉，此刻望着这帮铺天盖地的亡魂，脸上竟然有着难以掩饰的迟疑。古人对于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一向忌讳陌生。那帮重甲兵，我们的士卒对他们没办法，但这些亡魂可不一样。张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自信。你物理防御牛逼，但我就不信你法防还牛逼。控魂使出，那帮原本围绕在张掖等人周围的亡魂似乎受到了神秘力量控制一般，随着张掖神念一动，在众人面前排列成一个整齐的方阵。走吧，让南宫家见识见识幽冥的力量。说完，张掖直接向着南宫家的营地前进。周仓等人只得慌忙跟上。此时夜色已深，南宫家驻地。白天一场大战使得全军都疲惫异常，吃完饭之后，整个营地都已经陷入寂静之中。但主帐内，南宫远依旧眉头紧锁地看着桌子上的地图。白天一战虽然己方占据了一定优势，但对面那恐怖的数量依旧让南宫远心悸异常。那帮泥腿子虽然装备简陋，实力低微，但死战一天竟然毫无溃败之象。那帮泥腿子脸上的表情，南宫远依旧记得，在他们脸上，南宫远从来没有看见一丝恐惧。他们的士气竟然一直处于高昂状态，从来没有低下去过，真是可怕呀！南宫远忍不住感叹道。也不知道对面给这帮泥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竟然让一帮常年在地里刨食的下贱东西，竟然比自己麾下那帮沙场汉族意志还要坚韧。要是那帮人之后一直保持这种状态，那想要解决他们可就麻烦了。想到这里，南宫远眉头就忍不住皱了起来。这帮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寂静的夜晚突然被一阵凄厉的惨叫声所打破，随后整个营地都开始混乱起来。当南宫远从主帐跑出来之时，映入眼帘的是半空之中密密麻麻的亡魂大军。白天一战，张掖这边损失20万，南宫家损失5万。那些亡魂此刻全部被张掖召唤出来，向着南宫远的营地袭来。漫天亡魂将整个营地的温度都下降几分。此时，营地内的士卒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幽冥之中一般，头顶都是亡魂凄厉的嘶吼声。白天惨烈的一战让所有士卒全部精神紧绷，还不容易睡着，却被漫天亡魂所惊醒。这一刻，大量士卒脑中那代表理智的那根神经顿时被蹦断。于是，让南宫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淫笑！大量士卒直接丧失了理智，抓起身旁的武器，开始肆无忌惮向着身旁的战友发动了攻击。此时，整个营地乱作一团。南宫远等所有将领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于麾下士卒的掌控，甚至一些企图将他们唤醒的将领，直接被陷入疯狂的士卒砍翻在地。玄武卫不愧是南宫家的王牌兵种，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之下，他们依旧没有受到营效的影响，而是在最快的时间完成了集结。但因此，他们也收受到了张掖重点照顾。5万亡魂尖笑着向着底下的玄武卫扑去，但集结起来的玄武卫浑身释放出冲天的煞气，冲过来的亡魂在漫天煞气之中当即消磨殆尽。但第一批亡魂消亡，下一批亡魂随即补上，双方直接陷入这种对峙之中。随着周围赶来的亡魂数量越来越多，煞气被消耗得越来越快。此时的玄武卫如同在寒冬之中一簇微弱火苗，随时都会熄灭。将军，来不及了，快走吧！南宫远刚拔出腰间长剑，却被身旁的多名亲卫架住。此时的情况，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就算是神仙来也难救。在南宫远悲愤的眼神当中，一帮亲卫将其强行拉了回去。张掖在远处死死地盯着南宫远。作为这支联军的最高总指挥，南宫远这个人，张掖怎么可能会让他轻易跑掉？周仓、管亥、张掖，你们3个率领铁狼卫追上去，绝对不能让那个老小子跑了。3人听罢，当即率领仅剩的铁狼卫冲了过去。至于张掖的安危，3人此时并不担心。周围海量的亡魂大军环绕，此时的张掖便是无敌的。此时，整个南宫家的营地已经完全被张掖的亡魂大军所攻破。那帮联军陷入营效之后，根本无法组成阵势用于抵抗亡魂，被海量的亡魂一个个吸干阳气，吞噬灵魂而死。同样，玄武卫的煞气最终被海量的亡魂所磨灭殆尽，最终步入了与联军一样的结局。
随着最后一名玄武卫的死亡，最终消耗了张掖将近5万的亡魂。仅仅1个小时之后，偌大一个营帐再也没有一丝生气。最终，张掖解除了对于那帮亡魂的控制，海量的亡魂因为失去了操控，又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开始在四周游荡。等第2天清晨的太阳出现，他们便会随之消亡在这世间，再一次进入轮回。此时，周仓与管亥带着一帮铁狼卫终于赶了回来。两人并没有辜负张掖的期望，看着两人中间架着如同死狗一般的漆黑身影，张掖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南宫远最终还是没能逃掉，被周仓与管亥带来的军队团团围住。一番厮杀之后，铁狼卫付出20人的代价，亲卫全军覆没，南宫远失手被擒。当看着铁狼卫归来的数量，以及周仓与管亥伤痕累累的狼狈模样，张掖脸上的笑容随即消失。当听到20名铁狼卫阵亡，张掖嘴角忍不住一抽，望向南宫远的眼神之中还是充满杀意。脚筋先给我挑了，别让他跑了。张掖冰冷的声音传来，周仓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微笑，从地上找来一柄铁剑。啊！剧烈的疼痛让原本晕厥的南宫远强制疼醒。2名铁狼卫上前，将南宫远拖着走向营地主帐。砰！两人根本不管南宫远的感受，将其狠狠地摔在地上。此时的满身狼狈的南宫远缓缓抬起了头颅，却见之前那位年轻人坐在原本属于自己的主位上，满眼冰冷地看着自己。哼，败军之将，要杀要剐随便，但何必要如此羞辱我？南宫远脸上充满了洒脱的意味，根本没有一丝求饶的想法。张掖并没有说话，而是直直地盯着底下的南宫远。此时的南宫远已经成为了自己手下俘虏，他的信息对张掖全面展开。南宫远，实力4级生物，力量41，速度43，意志46，体质37，技能一良将，麾下部队全属性正 20%， 士气正 30%。2玄武军魂，能够挑选合适人员将其训练成玄武卫，同时麾下玄武卫全属性正 45%。怪不得能让张掖在占据绝对人数优势的情况下吃这么大亏，原来他的技能全部点在了统帅上面。之前张掖还在感叹那帮玄武卫竟然如此牛逼，原来在他手上的玄武卫竟然还有属性加成。啧，你还真是一个人才。张掖忍不住感叹道。南宫远听到这话，只是苦笑了一声。这样吧，投靠于我，你的伤势我可以让你恢复如初。呵，要杀要剐随便，但想让本人背弃家族，还是不要想了。南宫远说话时语气很是随意，但他的眼神之中已经流露出一丝死志。张掖对此只是略感遗憾地摇了摇头。他这么说本来也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异时空之中的土著将领本来就很难被收服，这是主世界公认的常识。但下一刻，张掖嘴角露出一丝邪笑。既然你拒绝了本人的善意，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随即张掖从怀中掏出一个木盒，西灵虫地阶下品，效果将其放置敌方生物身体上，西灵虫能够随即抽取对方一项能力，事后将西灵虫收回吞噬，吞噬者将会获得此项能力。这个东西当初从黑市那个小萝莉手上拿到之后，张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使用地方，但今天看到南宫远，张掖便知道机会来了。南宫远也就2个技能，而且这2个技能都很实用，抽到哪一个都不亏。但张掖心中对于那个玄武军魂还是更加看重一点，要是抽到了那个，自己领地之中的黄金力士也就有了用处。看到张掖掏出一个木盒，不知道为什么，南宫远本能地感觉到了一丝不妙。下一刻，张掖抽掉木盒盖子，从里面掏出一只犹如水蛭一般的虫子。这是什么？张掖并没有回答他，而是用眼神示意左右。两旁铁狼卫会意，当即走上前，将南宫远狠狠地固定在地面上。张掖缓缓走到南宫远跟前，将那条水蛭放在南宫远耳边。此时，那还在不停挣扎的水蛭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向着南宫远的耳洞内快速蠕动。被压在地上的南宫远感受到耳内的异物之后，疯狂的挣扎。2名铁狼卫差一点就按不住他，下一刻，周仓与管亥上前，才勉强控制住了他。啊！此时，南宫远疯狂的嘶吼着，但下一刻，声音顿时停止。此时的南宫远眼球上翻，浑身开始疯狂颤抖，嘴角忍不住张开，口水直接流了下来。我去，这该不会是把脑子给吃了吧？张掖看着南宫远的表现，瞪大了眼睛。南宫远挣扎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片刻之后，南宫远仿佛被抽掉了骨头一般，直接瘫倒在地面。那条水蛭从南宫远另一边的耳洞之中爬出，此时那条水蛭好像已经吃撑了一般，整个身子膨胀了一圈，爬出南宫远耳朵之后，便懒洋洋地趴在地面上，停止了蠕动。这好了该怎么用？难道要把这条虫子吃下去？
张掖看了看地上那条肥硕的水蛭，又想了想，将其放入口中，一咬爆浆的恶心画面，随即全身汗毛直竖。但张掖的想法还是多余的。只见那条水蛭一般的西灵虫在离开宿主体内之后，只过了一会儿，便化成白光消失不见。白光散去，只留下一枚血红色光球留在原地。玄武军魂效果，服用之后将会拥有技能玄武军魂。这西灵虫果然没有让张掖失望，直接将张掖最眼馋的那个技能给吸了出来，随即将徐晃叫了过来，将这枚光球交给了他。徐晃将其服下之后，信息面板果然发生改变。徐晃实力3级生物，力量37，速度32，意志35，体质36。技能一巨斧噬天，使用巨斧每次击杀敌方生物，按照对方实力高低都会恢复自己一定量体力。二刑天附体，使用后徐晃体内将激活刑天残魂，全身将无任何致命伤害，同时全属性正 50%， 持续时间1个小时，冷却时间24小时。三周亚夫在世，麾下士卒军纪严明，士气永久恒定，不会受到负面状态影响。四玄武魂，能够挑选合适人员，将其训练成玄武卫，同时麾下玄武卫全属性正 45%。徐晃领地内的黄金力士能否将其全部训练成玄武卫？徐晃刚刚消化完，张掖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吾主，玄武卫需要特选体格精壮之人，再配以长时间严苛的训练才能组建成功，而黄金力士体格强壮度远超常人，可直接拿来武装成玄武卫，都可以直接跳过训练这一步。徐晃的话果然没有让张掖失望，自己之前囤积的那帮黄金力士终于有了用处。此时张掖领地内黄金力士的数量为8700人，这还是张掖前段时间为了增强实力，将大部分黄金信徒都转化成为黑山军的缘故。将近9000黄金力士，也就是说张掖马上就可以拥有9000玄武卫。吾主，我不得不提醒你，虽然组建玄武卫的人员有，但我们没有那么多重甲装备玄武卫。徐晃的这番话如同一泼冷水，对着张掖当头浇下。张掖这才想起来，重布甲的图纸张掖有，那份龙香重甲的图纸张掖已经交给符文铁匠张仆，但是能够打造龙香重甲的符文铁匠至今也只有6人。此时领地内普通铁匠以及符文铁匠的数量依旧是个问题。此时张掖领地内普通铁匠的数量为105人，打造至今黑山军所需要的黄金甲数量才堪堪到达5000，这还是因为拥有精炼矿山，使得金属不需要锻打提纯，这需要这帮铁匠拿来直接捶打成型就好的缘故。那龙香重甲就更不用说了，6人个，至今也才打造出50多套，就这还是张普等人超常发挥的结果。普通铁匠还好，只要100能量点便能训练出1名，但符文铁匠可是需要整整1000能量点，1名符文铁匠就相当于1名铁狼卫。没办法，张掖只能用剩下的能量点训练出来了15名符文铁匠，并嘱咐张仆加快龙香重甲的锻造。随后张掖拿着那50套龙香重甲，将其交给正在训练的徐晃。龙香重甲除了一套全身甲外，还包括了面甲、臂甲以及指甲。这套铠甲将人体各个部位全部包裹起来，同样的，它的重量也已经超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一般士卒穿上它，恐怕连脚步都迈不开。除了铠甲外，还有一块塔盾，外加一柄鬼头刀和一根长矛。那塔盾的大小完完全全可以将整个人包裹进去，可以说整套龙香重甲所需要的金属完完全全可以武装10个普通步兵。要不是张掖有精炼矿山，每日都可生产100段钢，不然光这材料的损耗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因为装备不够，所以徐晃将转化过来的玄武卫全部训练阵法，争取将龙息阵提前熟练，这样只要装备到位，玄武卫便能直接成军。能量点啊，能量点！张掖一脸感叹，每个地方都要用能量点，赚的那点根本不经用。希望南宫家不要让我失望。此时的张掖已经将主意打到了南宫家的老巢，但张掖也清楚，南宫家可能与自己之前遇到的那几个家族完全不一样。就从南宫远的情况就能看出，南宫家绝对不简单。那守护灵绝对有4级的实力，4级在这个3级领主都不能进入的异空间，就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水准。南宫远在被西灵虫吸取掉技能玄武军魂之后，并没有像张掖想象的那样直接死亡，而是就像痴傻了一般，待在一个角落一动不动。但就算如此，张掖也没有放松警惕，而是命人挑断手筋与脚筋，带上沉重的链枷，直接看管起来。既然那个南宫当初不肯臣服于自己，那张掖也绝对不会放虎归山。一个4级武将，怎么说也都是一个隐患。不过话说回来，那个南宫远可不能就这么浪费了。
张掖想着，从怀中再一次掏出一样东西，当初自己与那个莫银第一次见面之时，就从他的手里得到的东西——巨噬蛊虫，黄阶上品。效果：打开之后会出现巨噬蛊虫，被巨噬蛊虫寄生的生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血肉将快速被吞噬殆尽，被其吞噬的血肉将会存储在巨噬蛊虫体内，随即反哺己方。注：巨噬蛊虫只可使用一次便会死亡。既然是一个4级武将，那张掖必须榨干他最后一点利用价值。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有点像缅北的黑心老板啊？此刻，张掖沉睡多时的良知竟然隐隐有苏醒之象，但下一刻，贪婪再一次占据了脑海。管他呢，浪费可耻！回到主世界，张掖来到南宫远面前。此时的南宫远全身带着链枷，2只脚踝上还锁着2颗重大千斤的巨大金属球，周围还有10名铁狼卫驻守。这番操作完全杜绝了南宫远会逃窜的可能。此时的南宫远目光呆滞，嘴角不停地流淌着口水。看这副模样，怎么看都像已经变成傻子了。但张掖并不敢大意，万一这个老阴笔是装的呢？但只要过了这个点，今后南宫远是不是装的都已经没关系。巨噬蛊虫的样子就像一条长着巨大口气的蚯蚓。看到张掖手中那条长相狰狞的虫子，原本呆滞的南宫远双瞳顿时微微一缩。这一点变化被一直关注他的张掖当场看到。老阴笔，你就知道你是装的？此时的张掖嘴角微微上扬。此刻就算你是装的也无所谓了。走你！在南宫远惊恐的眼神之中，巨噬蛊虫稳稳地落在南宫远胸口。噗！巨噬蛊虫只是稍稍一扭身躯，便轻易钻入了南宫远胸口。下一刻，南宫远神情立刻变得痛苦起来，身躯开始不停地扭动，但因为链枷与金属球的作用，使他只能停留在原地。巨噬蛊虫啃食的速度很快，南宫远胸膛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塌陷，原本壮硕的身躯竟然直接变成皮包骨头。不到15分钟，南宫远竟然在张掖眼皮子底下变成一个带皮的骷髅。噗！巨噬蛊虫从南宫远的脚面破皮而出。此时的巨噬蛊虫尾巴后面竟然连带着一个圆形的血色水晶。吞噬完南宫远全身血肉的巨噬蛊虫似乎也已经耗尽体力，直接趴在张掖面前一动不动。张掖捏住尾后那颗水晶球，试图将巨噬蛊虫捡起，但那枚水晶球竟然直接断开与巨噬蛊虫的链接，变成了一颗单独的水晶球。想来这枚水晶球内蕴含着的就是南宫远全身血肉精华了，只要将其服下，便能将南宫远全身血肉精华吸收。但此刻张掖却犯了难，自己麾下武将有4个，但水晶球只有1个。徐晃与周仓都是3级生物，管亥与张燕都是2级生物。面对接下来的大战，张掖必须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徐晃的4项属性即将到达3级生物的巅峰，按照道理来说由他使用最好，但徐晃是一名统帅型将领，对于单打独斗方面却不是很合适。接下来最主要需要对付的目标是南宫家的守护灵，那绝对是一个4级生物，但周仓距离3级生物巅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给他服用也没太大增强。想到这里，张掖将目光看向管亥。作为张掖第一个得到的武将，这一步步走来，管亥获得了极大的增强，特别是他的化龙技能，那是可以将2级直接拔成5级的存在。虽然只有1分钟真男人，但在关键时刻绝对算得上打破平衡的超大 bug。既然2级就能变成5级，那管亥3级之后再使用化龙，不知道会给张掖带来什么惊喜。想到这里，张掖心中便决定将南宫远的血肉精华直接给管亥使用，将那枚水晶球交给管亥。管亥也不多嘴，直接将其吞了下去。吸收的过程需要很久，让人在一旁守护好。张掖开始计划接下来的步骤。进攻南宫家，这是已经决定好的路线，但具体情况还需要细细思考。将10万联军绞杀，张掖这边如今的土著数量只剩下30万，而因为亡魂大军的缘故，这一次根本没有俘虏。也就是说，为了接下来与南宫家战争的顺利进行，接下来张掖还需要将这支土著军团扩大。看起来前往南宫家老巢的路上，自己还要先将南宫家附属势力给清洗一遍。但在此之前，张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没做，剿灭了南宫远以及其麾下10万大军所获取的能量，外加之前存起来还没使用的次数。此时黄天祭坛上空存在了整整12根金灿灿的能量槽，这么多次数，应该能够给我出了1-2个武将了吧？张掖嘴上说着，同时心念一动，整个黄天祭坛上顿时释放出耀眼的光芒。随着光芒逐渐散去，祭坛上的东西也逐渐出现在张掖眼前。2个身着黄色道袍、气宇轩昂的男子出现在祭坛上，同时2个男子前方还堆放着几样稀奇古怪的东西。能量石乘5，玄阶下品。
效果：其中蕴含了大量能量，使用之后领地能量加10000。这黄天祭坛一开局就给了张掖一个惊喜，整整5万能量点直接收入囊中。建筑提升时乘3。玄阶上品。效果：使用后可使某一建筑功能获得提升。太平照命。玄阶上品。效果：使用后麾下士卒获得黄天加持，全属性正 30%， 士气达到巅峰，持续时间半小时。血灵丹。玄阶下品。效果：服用之后将会一定程度增加武将周身气血，助其突破。张宝。实力3级生物，力量36，速度35，意志37，体质33。技能：一地宫将军。张宝在场时，所有黄金士卒全属性正 20%， 士气正 50%。二鬼物，召唤一片范围巨大的鬼物，在鬼物范围内，己方鬼物全属性加30%，具有缓慢恢复的效果，敌方全属性负 20%， 军队士气负 30%。张良。实力3级生物，力量33，速度34，意志36，体质31。技能：一人工将军。张良在场时，所有黄金士卒全属性正 20%， 士气正 50%。二黄天蔽日，召唤漫天黄沙，使得敌方视线模糊，全属性负 30%， 处于黄沙之中的黄金全属性正 10%。三级军。张良的存在使得领地内所有兵种训练时间减半，价格减半。这祭坛和前世那帮网页小游戏一个尿性，10连抽绝对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但张掖怎么也没想到，那收获竟然能给自己这么大一个加惊喜。黄金3头目竟然直接给自己抽到了2个。人工、地宫已入我手，天宫张角还会远吗？张掖心中暗喜，将那个血灵丹直接抛给队伍之中的吊车尾张掖，随后开始考虑起要给哪3个建筑升级。建筑提升时一下子给了张掖3颗，这东西张掖还是第一次得到。他的出现给张掖开拓了一下眼界，自己似乎之前一直没有考虑过建筑也是可以升级这件事。拿到手之后，张掖第一个想到的东西就是眼前的黄天祭坛。黄天祭坛绝对算得上是张掖领地的支柱，张掖能有今天这番成就，黄天祭坛功不可没。但张掖刚想这么做，建筑提升时这边就传来讯息，建筑提升时的等级不够，无法将黄天祭坛升级。张掖心中哑然，这3枚建筑提升时乃是玄阶上品的品质，连这个都算低，那想要将黄天祭坛提升需要什么品质 ？M、地阶，亦或者天阶、圣阶？对此，张掖只能将目标放在其他建筑物之上。在思索之间，张掖不知为何走到了破烂窝棚前方。这处破烂窝棚乃是张掖觉醒领主天赋，开启内空间领地之后自带的，一路跟着张掖走过来。虽然如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不计，但张掖对他也是有着深深的感情，所以这第一个目标就选他了。随着张掖心念一动，一枚建筑提升时化作一道白光，笼罩在破烂窝棚之上。片刻之后，随着白光散去，一座全新的建筑出现在张掖面前。黄金营地，每日能量加100，生产黄金信徒的营地，领主可凭能量购买黄金信徒20个。同样的白光也相继笼罩在流民营地和农舍。黄金营帐，每日能量加200，生产黄金信徒的地点，领主可通过能量点购买20点每个。黄金小屋，效果：一每日能量加200。2生产黄金信徒的地点，领主可使用能量点进行生产20个。自此，张掖领地每日可增加能量点，变成了580。此时，意外抽到了5颗玄阶上品能量石之后，张掖的钱包又一次鼓了起来，直接来到地火熔炉，花费5万能量点，训练出50名符文铁匠。此时，符文铁匠的数量已经达到了71人。命令张仆加班加点之后，张掖走出了领地。管亥这一次的吸收用了整整3天，这才终于出关。感受着管亥身上那森然的气势与威压，张掖忍不住笑了起来。管亥，实力3级生物，力量33，速度30，意志31，体质32。技能：一掠劫，每次战胜敌方便可增加 50% 劫掠收益。二锁粮，攻破敌军每个城池，粮草时的收益将增加100。三隆重生物，管亥站在地面上时受到地龙血脉加成，力量正 50%， 防御力正 60%， 伤口愈合速度正 80%， 同时能够操控泥土与岩石进行攻击。四化龙，使用后管亥进入龙人形态，全属性正 100%，
持续时间2分钟，时间过后进入虚弱状态，持续1天。吸收完整个南宫远的血肉精华之后，管亥果然晋级为3级生物，不但全属性都得到了提高，就连龙化持续时间都延长到了2分钟。就在管亥出关的当天，张燕同样醒来，此时一瓶血灵丹让张燕同样晋升3级。张燕实力3级生物，力量32，速度35，意志31，体质30，技能1无将，能将对方增益状态直接盗取过来，作用于己方身上。2飞燕，速度正100%，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1天。3黑山到手，可在领地黄金信徒之中训练黑山军，同时由张燕带领的黑山军全属性正10%，士气正30%。意外的是，张燕晋级之后，技能黑山到手的效果之中，竟然增加了一个对于黑山军的属性加成。虽然加成数量并不多，但黑山军与玄武卫不一样，它是走量的，庞大的数量每多一点加成都会体现得很明显。但通过这一次，张掖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张燕之前的属性积累就没有管亥这么深厚，有着血灵丹的辅佐，也只是堪堪勉强进入3级生物的行列。接下来的日子里，这种拔苗助长的事情看起来还是要少干。在南宫远的军营休整了3天，此刻2名武将已经出关，那么接下来的战斗还要继续下去。张掖带着30万土著军团开始向着南宫家周围的附属势力扑去。这一次，张掖的目标也很是简单，将所有附属势力之中的人员全部抢征加入黄金队伍。这一下，那帮原属于南宫家管辖的小势力算是倒了大霉。所有被张掖麾下武将看到的势力，全部没能逃脱这个命运。攻破据点之后，里面所有成年男性全部被集中带走。同时，张掖为了保证领地内男女数量的平衡，这一次连成年女性都不放过，只留下一帮老弱病残。但渐渐的，张掖便发现了这帮土著的异常。除了刚开始一段时间，张掖等人还有很多收获外，最后遇到的小型势力越来越少，很多势力据点都已经是人去楼空的状态。很明显，南宫家的人也发现了张掖的打算，直接先他们一步，将所有人带回到他们南宫家的老巢，准备逼迫张掖主动前来决战。哼，想让我跟着你们的步伐走，做梦呢！张掖望着一处空荡荡的城堡，脸上露出一丝不屑。这一招看似不错，不但打断了自己聚兵的打算，使自己的实力得不到增强，但这么多人全部集中在南宫家，那每日的粮食消耗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或许短期内南宫家还能凭借之前的积累撑得住，但时间一长呢，还真是自掘坟墓。张掖摇摇头，屋主，我们如今要直接前去南宫家老巢吗？管亥走向前问道。张掖瞥了一眼远处几个黑点，随后嘴角露出一丝不屑。我神经病才直接跑过去，走了这么久了，我们找个地方歇歇。此时经过一番肆无忌惮的劫掠，张掖麾下土著军团的人数再一次增加到了50万。张掖话音刚落，整支军队开始拐弯，向着某处前进，但那个方向却不是南宫家老巢。此时距离张掖等人10几公里外的某处，几名南宫家的斥候同样发现了张掖等人行进方向的变化，随后队伍中2名斥候赶忙向着南宫家飞驰而去。南宫家老巢会议室之中，压抑的气氛弥漫在整个会议室。家主南宫文康神色凝重地看着手中这份来自斥候的急报。你是说，那支军队竟然直接掉头了？说话间，他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底下趴着的那2个斥候。禀家主，对方将领直接掉头，看方向应该是徐家的位置。其中一名斥候赶忙回答道：家主，是不是对面那个小子放弃了，准备逃跑？南宫文康底下长老南宫宜修忍不住站出来问道。那个小子带给南宫家这么大的损失，这一次为了对付他，南宫家拿出了全部力量，给他布下了一个巨大陷阱。要是那小子真走了，那南宫家之前的做法就全白费了。南宫文康低下头沉思了起来，片刻之后，他抬起头，眼神变得自信。不可能，对方当初的动作摆明了就是想打我们南宫家的主意，此时箭已在弦上，容不得他后悔。再说了，此时他就算离开，能跑哪去？我南宫家已经和他是死仇，夏侯家与公孙家也绝对不会收留这种危险分子。先等等，看他还有什么招数还没使出来。此时的张掖已经带着大军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城堡处。这里原本是徐家的地盘，但因为南宫家的命令，在张掖来之前，徐家已经带着所有族人全部移居南宫家。这么大一处城堡就空了下来，这一次正好给张掖等人腾出来位置。屋主，我们为何要待在这里？周仓一脸迷茫地看着张掖，指挥着众人在这处徐家堡四周城墙安放好守城工具。周仓这个人，要是让他冲锋陷阵，那没得说，他绝对能完成得很好。但要让他动脑子，那还不如杀了他。
但面对周仓的疑问，张掖难得的回答了他：“你可别以为消灭了南宫远，这南宫家就像一只没了爪牙的病猫了吧？”南宫家与夏侯家常年征战，在与夏侯家的边界上驻扎了南宫家大部分兵力。他们如今跟我们玩坚壁清野的把戏，难保不会召回边界驻军，给我们来个包抄。但他们不怕夏侯家趁机侵占过来吗？面对老巢即将受到威胁，放弃一部分领地，他们这帮人也是能够接受的。张掖望着远处，喃喃自语道：“和张掖猜测的一样，南宫家果然召回了所有边界驻军，让他们向着南宫家老巢的方向前进，试图将张掖大军包围。做出这个决定，已经是南宫文康下了极大的狠心了。这意味着靠近夏侯家的一大块领地都已经被南宫家放弃。在撤军之前，南宫家已经命令靠近边界的那些驻地全部搬空，坚决不留一针一线给夏侯家。但让南宫家没想到的是，在南宫家撤离驻军的时候，夏侯家竟然没有趁机进犯，而是同样将部队撤了回去。此时，夏侯家某处，将近5万夏侯家的骑兵聚集在一起，而他们的对面却是只有区区数千红衣骑兵，领头的乃是一个满脸猖狂的少年。一名夏侯家的武将充满杀意地望向他：“恶魔，这一次你插翅难逃。”那名少年却只是缓缓地扫视了前方一圈：“哼，都来齐了啊，那就正好免了让我一个个去找你们的麻烦了。”那名少年便的涂广浩。此时不等对面反应，涂广浩直接率领军队向前发动冲锋，数千人向着数万人主动发起冲锋。对面夏侯家的武将脸上同样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但片刻之后，脸上便被一层不屑所覆盖。“你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杀！夏侯家的骑兵同样开始发起冲锋，双方之间的距离快速缩短。此时，双方士兵都已经能够看清对面士卒脸上狰狞的表情。此时，涂广浩的嘴角竟然露出一丝得意。不知怎么的，对面夏侯家的武将看到涂广浩的表情，心中顿时有所不安。果然，双方即将接触的时候，涂广浩身下战马一个拐弯，同时其身后那帮血衣骑士同样跟着这个动作。就在那名夏侯家武将的眼前，这一整支血衣骑竟然直接整齐的来了一个转弯，同时向着左侧快速前进。就在众人疑惑之际，中间那帮血衣骑竟然人人掏出了一把长弩。随后在对面惊恐的眼神之中，漫天剑影闪现。此时双方都处于冲锋姿态，在速度的加持下，箭矢的杀伤力变得更为惊人。一轮齐射，夏侯家骑兵最前排直接倒了下去，倒下的尸体为后方战友增添不少麻烦，大量骑兵被前排战友的尸体所绊倒。夏侯方的队伍开始一个方位开始出现混乱，而此时涂广浩的血衣军已经完成了转向，开始朝着混乱处发起冲锋。事情只发生在很短的时间，涂广浩的血衣骑以一种极为诡异的速度直接出现在混乱处，随后如同一柄尖刀狠狠地扎入夏侯家的队伍之中。轰！涂广浩一马当先充当箭头，前方拦路的骑兵都被一招解决，数千血衣骑扎入敌方军阵之中，掀起大片血雨。细心的人发现，那帮血衣骑竟然能够通过吸收周围的血雨来治疗伤口，而被其杀死的士卒全身气血竟然会快速向外流逝。不到片刻，那帮血衣骑兵非但没有疲惫，反而越战越勇，如同吃了药一般。如此诡异的一幕，当即使得夏侯家的骑兵心惊胆战。噗！寒芒闪过，一名血衣骑当即人手分离。只见夏侯家的那名领队武将此时突然出现：“恶魔，给我死！”他的目标便是涂广浩。看到一名血衣骑阵亡，涂广浩当即怒气上涌：“你知道我一个士卒多贵吗？你给我死！”说罢，涂广浩当即挥舞着长戈杀了过去。当夕阳西下，漫天火烧云遍布整个天空。涂广浩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一场战役，自己凭着数千血衣骑硬是拼掉了夏侯家数万铁骑。此时，在漫天血雾之中，他连同数千血衣骑身上的气势不断上升。听说夏侯家最出名的乃是神武骑，也不知道遇上我的血衣骑会是什么一个遭遇。夏侯家，我很是期待呢。此时的涂广浩眼神之中充满了期待。另一边，漫天箭雨如同乌云一般将整片天空遮蔽。下一刻，乌云垂直落下，但这漫天箭雨竟然被一片白色所阻挡。细细看去，那白色的东西竟然是蛛丝。海量的蛛丝将整片森林直接侵占，使得森林直接变成蛛丝的海洋。那些蛛丝不但极为坚韧，还出乎预料的充满粘性。下落的箭矢触碰到蛛网，竟然全被牢牢地粘在上面。莫莹，你这猪群绝了，竟然还有这种绝技！一帮人满眼羡慕地看着他们中间那个娇小的身影。莫莹的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骄傲。一直防守也不是他们的作风，趁着箭雨停止，莫莹等人一声令下，虫群当即从蛛网下蜂拥而出，向着远处公孙家的军队杀去。此时，
距离张掖驻扎在徐家堡已经过去了1个月。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张掖麾下武将已经将整个徐家堡加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战争堡垒。而此时，张掖麾下那50万土著支又给张掖贡献了2万名黄金信徒。2万黄金信徒之中，5000人放入淬体阁，将其转化为黄金力士，剩余15000人交给张掖，将其训练成黑山军。其余的土著虽然没能被转化成黄金信徒，但经过张福等人的不断努力，此时这帮土著已经脱离了刚来时的惊恐，开始从内心接受起来。此时张掖待在徐家堡不急不缓，但另一边南宫家却已经傻了眼。南宫家会议室，怎么回事？对面就一直驻守在徐家堡不动了吗？南宫文康一脸焦急地望着眼前的一名斥候，禀告家主，对方一直待在徐家堡，并且在不断加固徐家堡的防御。底下那名斥候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家主，你说那个小子是不是已经发现我们的目的了？南宫宜修此时一脸焦急地问道。但南宫文康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而是转头看向底下另一个方位。南宫图还有多久才能到？此时一个老者缓缓走了出来。家主，南宫图昨晚来信已经驻扎到徐家堡外50公里处，就等家主命令。听到这话，南宫文康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好，既然南宫图率领边军已至，如今形势反转，徐家堡就是那个小子的葬身之地。传我命令，大军集结，我要亲自将那个小子的头颅给摘下来。下一刻，南宫家老巢大量军队集结，向着徐家堡进发。这一次，南宫文康从张掖这里得到了启发，同样将数量惊人的平民全部带上。这段时间，南宫家老巢集结的平民将近100万人，料想对面要是再用人海战术，自己这边也是不虚了。徐家堡，吴主，我们已经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了1个月了，就不做点什么吗？周仓站在张掖身后，嗡声问道。怎么，等不及了？张掖转头反问道。1个月的时间，料想那南宫家应该也已经快要到达忍耐的极限了。几天前，来自铁狼卫的汇报，距离他们100公里处有一支规模宏大的军队正向他们徐家堡进发。这支军队数量惊人，并且在队伍中间，铁狼卫还看到了当初的玄武卫。之前5000玄武卫就让张掖损失惨重，但此时玄武卫的数量将近2万。这么大规模的玄武卫，张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南宫家的边军。没想到这南宫家竟然有如此魄力，为了彻底将自己击杀，竟然连边军都拉回来了。料想不错的话，这段时间南宫家的守军应该也要过来了吧？这么说的话，那南宫家老巢就是空了，对吧？张掖的嘴角露出一丝坏笑。全军集合。不久之后，边军统帅南宫图便收到了徐家堡异样的报告。报告显示，徐家堡内叛军倾泻而出，向着西边快速前进。看到斥候的这份报告，南宫图一下子也傻了眼。按照道理，对面前段时间大肆修建防御设施，看样子完完全全是打算凭借徐家堡和南宫家来一场防守战啊！这一下子又跑到平原上，是怎么回事？反应过来的南宫图第一个想法就是有陷阱，难道对面准备给自己在前方设置一个埋伏？但转念一想又不对，宣武平原一望无际，四处无遮挡，对方拿什么来埋伏？此时南宫图有些拿不准了起来。另一边，刚刚启程没多久的南宫文康同样收到了来自南宫图的信件，看到里面记载的内容之后，南宫文康同样也傻了眼。对面那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但也没多想，直接根据信件上所说，向着张掖大军的方位赶去。但走了2天之后，南宫文康再一次收到了南宫图的信件，张掖大军又一次改道了。南宫文康心里问候了张掖8辈祖宗，但随后也只能改道。又过了2天，张掖再一次调转方向。又过了2天，继续过了2头。每一次，张掖都在南宫家两边兵力即将把自己包围的时候调转方向，逃出升天。南宫文康与南宫图已经将张掖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但却拿他没有办法。南宫家虽然兵力数量众多，但却基本上都是步兵以及重步兵。骑兵虽然也有，但只有1点作为斥候的轻骑兵。这边轻骑兵在面对铁狼卫之时，却被对方全面压制，砍他们和砍菜一样。时间一久，那帮轻骑兵就只能远远地掉在张掖等人屁股后面，因为只要他们一接近，铁狼卫便会出击，将他们击溃。轻骑兵面对铁狼卫这种重骑兵，根本没有半点还手之力。这场猫抓老鼠的游戏整整持续了1个月。这1个月的时间里，南宫家2支军队连张掖的屁股都没抓到。此时，南宫家士卒怨言满地，士气暴跌，特别是那帮被裹挟而来的上百万平民，此时已经有20-30万已经走散逃离。但这方面，张掖却丝毫不用担心。在徐晃以及张良、张宝的带领下，就算每天都要进行高强度行军，但那帮土著军团却依旧士气高涨，丝毫没有怨言。张掖甚至还有心情回到领地内，
用能量点招募了一批符文铁匠。2个月时间的积累，外加上之前领地内能量点的剩余，此时张掖领地内能量点数量已经达到了52590点。招募52名符文铁匠，此时张掖领地内符文铁匠数量已经达到了123名。龙骧重甲已经打造300套，张掖领地内玄武卫数量已经达到了350人，已经能够支持一些低烈度战争了。张掖在这边悠哉悠哉，另一边南宫文康等人却有点撑不住了。这1个月的时间里面，裹挟来的100万平民陆陆续续的失散了20-30万人，但就算这样，却依旧还有70-80万。70-80万平民外积上南宫家的正规军队上百万张嘴，每天消耗的粮草那可都是一个天文数字。2个月的时间，已经将南宫家珍藏的粮草储备几乎全部消耗完毕了。再这么下去，南宫家很快就要断粮了。家主，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这帮平民必须全乎舍弃，要不然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南宫图来到身边，小声说道。南宫文康当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70-80万平民，别看现在都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真的到时候喂不饱他们，那就是70-80万头狼。南宫图说的没错，要不早做决断，到时候恐怕就要被一群饥民给吞噬。但要一口气舍弃这么多平民，那之前自己的筹划就全部飞起来了。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那家族之人会如何看待自己这个家主？看到南宫文康眼神之中的迟疑，南宫图语气都开始焦急起来。家主，要早做决断啊！这帮贱民已经大大的拖延了我们行军的速度，这样下去，我们根本追不上那支军队。沉默片刻之后，南宫文康才最终艰难的点了点头。好，叫来，恐怕会出事。放心吧，家主，绝对不会出事。天刚刚转亮，当一部分南宫家平民打着哈欠走出营帐之时，啊！惊恐的叫声惊醒了周边一片人，众人急匆匆的走出来，却看到那南宫家正规军的营帐此刻竟然空无一人。什么？这南宫家竟然还敢丢下所有平民追上来？张掖满眼不可置信的听着前面一名铁狼卫的汇报，嘴中不停啧啧称奇。当初南宫家带着上百万人前来之时，张掖就感觉这南宫家的人有毛病。上百万毫无训练平民带着长途跋涉能，除了战斗的时候可以充当一下炮灰，还能干什么？每天还要消耗海量的粮草，而且数量庞大的平民本身就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弄个不好就会被其反噬。这一次从南宫家主动抛弃几十万平民的做法上就看得出来，估计是南宫家自己也看出隐患来了，随即忍痛断尾，挽回损失。但张掖猜测，但更多的可能便是南宫家的粮草不够了。几十万平民外加上南宫家正规军，上百万张嘴，人吃马嚼的，每天需要的粮草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别说南宫家的粮草存储，就是你整日行军，每天只能带多少？河神曾经说过，饥民已经不能算是人了。几十万饥民，饿急眼了，恐怕不会放过每一个出现在眼前的东西，包括人。被丢下的平民之后的结局，张掖都不敢去想象了。要是没有意外发生，绝对会是一场人间地狱。但张掖此刻并不打算第一时间前去接收这帮被丢弃的平民。这最大的问题就是70-80万张嘴，就是张掖这一下子也喂不饱啊。虽然张掖拥有管害这张 bug 的加持下，从来没有为粮草问题发过愁，但一下子也支撑不起70-80万张嘴的消耗。失去了那70-80万平民的拉扯，南宫家的行军速度大大提升，与张掖的距离也开始拉近。但让南宫文康难以接受的是，前方张掖麾下大军在一晚之后与自己的距离再一次拉开。一番探查之后，南宫文康才得知，那帮人竟然在夜晚还坚持行军。妈的，见鬼了！那帮贱民怎么这么能熬？南宫文康一拳狠狠地打在前面的桌子上。张掖麾下也带了50万平民，但对方手底下那帮平民却与自己抛弃的那帮贱民完全不能比。自己这里走一天就已经怨声四起，并且不断有人落队或者中途逃跑，但对面自己等人追了1个多月，根本没有找到过一个落队或者逃跑的，其坚韧度完全超乎南宫文康的想象。更让他疑惑的便是对面的粮草，这都1个月过去了，对面竟然根本没有粮草短缺的情况。就这么拖着，我感觉我都能直接拖死对面。张掖满脸自信地说道。张掖发现自己似乎找到了这场胜利的方式，就这么跟对面耗着，只要不出意外，自己绝对能耗死后面的南宫家。缺点嘛，也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会很长。南宫家抛弃所有平民，如今他们手头上的都是正规军，正规军的意志可比平民强多了，而且失去了最大的拖油瓶，此时他们的速度大大提升。而自己手底下这庞大的土著军团，就算大部分可都是普通平民。虽然短期内自己可以通过更长时间的行军达到拉开距离的效果，但自己麾下那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短期这样干可以，时间一长肯定也会受不了。思索之间，一道妙计从张掖心头涌现，随后
整个张掖麾下整支军团开始调转方向，加速前进。张掖麾下大军异动，隐瞒不了后方南宫文康。几乎在第一时间，南宫文康便收到了来自斥后的消息。想也没想，南宫文康当即同样命令加速前进。随后几十万人开始在宣武平原上放肆狂奔，直到夜晚，双方这才精疲力尽的各自驻扎营帐，开始休息。妈的，这帮贱民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累死我了！南宫文康用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珠，一脸晦气的说道：“家主，对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比如趁着我们劳累，方便夜晚前来袭营？”南宫图皱着眉头说道。听到这话，南宫文康顿时警觉起来：“你说的有道理，先是累我们一夜，随后趁着麾下士卒熟睡之际直接袭营，那帮逼崽子好阴险，还好你机智。”得到家主夸奖，南宫图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那家主今晚就放心吧，对面要是真的来袭营，我会给他们一个难以忘怀的夜晚。两人对视一眼，随后露出阴险的笑容。圆月上没烧，南宫家的营地内寂静一片，只有稀稀拉拉的巡逻队在无精打采的例行巡逻。整个营地看上去一副防御松懈的样子，但在每一个营帐内，所有士卒尽皆身披铠甲，静静的等待着什么。但出乎预料的是，直到太阳凌空，南宫图等人都没有等待张掖的夜袭部队，反而自己等人因为一夜不眠搞得精神萎靡。砰！南宫文康一拳砸在身前的书桌上。那个王八蛋到底想要干什么？难道只是为了戏耍我们吗？此时的南宫文康红着双眼，就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家主，对面已经开始行军了，我们要不要追上去？南宫图惴惴不安地问道。追？我倒要看看他能撑多久。你说对面南宫家会不会发现他们追的是假冒的？张掖此时骑在白狼上，表情悠闲地问身后的管亥。主上，不可能的，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恐怕我们早就到了。管亥一脸自信地说道。原来那天晚上，当南宫文康等人兴致勃勃地待在营地内等待张掖前来袭营的时候，张掖自己已经将己方所有精锐全部收回领地内，随后自己独自离开驻地，向着南宫家老巢奔去。此时南宫文康等人拼命追逐的土著军团，此时只有徐晃一个人带领。有着徐晃技能的加持，才能保证张掖的50万土著军团不会溃散。旺财被转化为银月狼之后，实力有了显著提升，仅仅只用了7天，便已经来到南宫家老巢的方位。因为南宫文康带走了老巢内大部分守备力量，此时老巢内显得格外寂静。张掖在远处暗自观察了2天，发现南宫家老巢虽然守军稀少，但整个城墙遍布法阵，自己根本无法潜入。在确定整个老巢内没有埋伏之后，便将全部军队召唤了出来。此时张掖麾下武将拥有管亥、周仓、张燕、张宝、张良，士卒拥有黑山军2万4，玄武卫350，铁狼卫22，还有黄金力士1万3。但因为这些黄金力士乃是玄武卫的后备力量，张掖还是将其留在领地内。几万未知军队突然出现在城外，守军在第一时间发出了警报：“你们是何人？此乃南宫家祖地，现在退走，既往不咎！”城头上一名武将向着张掖高声呼喊。张掖并没有理会他，而是仔细观察着城头上的守军人员。南宫家老巢的城池规模巨大，同样的，如此规模的城池需要大量军队驻守。但南宫文康此番出征，带走了老巢9成的守军。南宫家的人怎么也没想到，有人竟然能够绕过南宫文康的军队，将主意打到这里。此时，漫长的城墙虽然给了张掖很大的震撼，但却也给了南宫家很大的麻烦。稀少的军队竟然占不满城墙。管亥，等等，你负责给城墙开个洞。管亥如今龙化技能能够持续2分钟，张掖相信给眼前城墙撕开一个缺口足够了。管亥闻言，看向前方巍峨城墙的眼神之中充满了自信。屋主放心，末将必不负所托。说完，管亥独自缓缓地走到军阵，城墙上所有守军缓缓拉开了长弓。管亥走到攻击范围之后，城头箭矢当头照下。管亥深吸一口气，随后身上气势开始快速上升。吼！随着一道震天巨吼，管亥全身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突破到3级生物之后，管亥的龙化程度也进一步加强。此时的管亥身躯开始快速变大，眨眼间，管亥变成了一个身高4米、全身布满细密鳞片、额头生有双角的怪物。下一刻，剑雨临身，叮叮叮，箭头与管亥体表鳞片相撞，却只是擦出几颗火星，便被轻易弹飞。剑雨对于管亥的伤害几乎忽略不计。哼！管亥狰狞的嘴角露出一丝不屑。下一刻，好！管亥手中环手刀猛然挥下，不知道为什么，随着管亥的体型变大，自家老爹打造的这柄环手刀竟然也跟着变大。下一刻，一道巨型刀光从管亥手中释放而出。给我挡住！
守城的3位武将猛然冲出，向着那刀光冲去。噗噗！前2个武将在接触刀光的一瞬间，当即被砍成2半。轰！第3个武将拼尽全力，最终才堪堪挡下。呼！那名武将刚刚松了一口气，但下一刻，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噗！管亥一记鞭腿，直接轰在那武将腰部。那一刻，那名武将当即头脚弯折在一起，向着后方快速飞去。管亥一击之后毫不停留，当即向着前方冲去。轰！那名武将重重的轰击在城墙上，厚实的城墙当即被轰出一个巨洞。下一刻，管亥赶到，对着大洞就是一拳。下一刻，更大的一股轰鸣声响起。轰！以巨洞为中心，大量细密的裂纹遍布这一块城墙。片刻之后，在众多守将惊恐的眼神之中，轰隆！这段城墙当即坍塌，露出一个巨大的缺口。呼！在一片冲天的烟尘之中，管亥壮硕的身躯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全军出击！张掖趁机直接指挥麾下大军向着远处冲杀而去。南宫家的守军本想向前占据那个缺口处，但管亥间看环手刀，默默地站在原地。管亥之前手拆城墙的景象历历在目，让众人为之胆寒。管亥一人在缺口前，周围一帮人竟然无意赶上前。就是这么一段时间的迟疑，周仓等人已经赶来。看到援军已至，管亥好似松了一口气，随即身躯逐渐变回原样，同时身上气势快速减弱。看到这一幕，周围南宫家守军还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只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样子货。但此时后悔都已经晚了。随着300玄武卫打头阵，张掖麾下大军毫无阻碍地攻入城池之中。就在这关键时刻，一股莫名的威压笼罩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上。哞！下一刻，一只巨大的龙龟出现在城池之中。龙龟身形巨大，刚一出现，一股冲天的气势随着释放而出。与张掖之前猜测的一致，南宫家的守护灵果然是一头4级生物。看到龙龟出现，周仓、张宝、张良、张燕同时站出来，向着龙龟冲去。其他士卒默契地将场地让开，避免误伤。黄沙蔽日，张良率先出招，随着他手中拂尘挥舞，场地顿时刮起一股黄沙。黄沙在极快的速度下，直接将众人以及龙龟笼罩。一时间，土系能量遍布整个空间。龙龟在黄沙之中焦躁不安，看得出来他很不喜欢这种环境。轰！趁着黄沙遮挡了龙龟视线的大好机会，周仓直接出现在其身下，对着龙龟一条巨粗的大腿就是一刀。当！周仓全力一击，看在龙龟腿上，竟然只是冒出一阵火星，外面一道白痕。不愧是龙龟，区区体表就轻易挡下了周仓的攻击。好！龙龟张开大嘴，对着周仓咬去，但周仓收刀就是一个冲刺，直接来到龙龟腹部。同时，关刀上燃起熊熊烈火，随后高举，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传来，关刀顺着龙龟腹部板甲一路摩擦，但龙龟板甲可比皮肤坚硬多了。周仓这一招根本没能取到应有的效果。此时，张燕手中劈出一道旋风，旋风裹挟着周围漫天黄沙，顷刻间便直接形成了一座简易沙尘暴，向着龙龟头部飞去。黄沙在飓风的加持下，化身为无数颗暗器，重重地击打在龙龟的面部。此时的黄沙与龙龟粗糙的面部互相碰撞，犹如砂轮机一般溅出大批火星。龙龟忍不住闭上了双眼。张宝见此，大手一挥，大量鬼气从地面冒出，很快便将这片空间彻底包裹。此时外人看去，龙龟所在的街区已经彻底变成了鬼域。此时的周仓眼见自己无法穿透龙龟板甲，随即便向着龙龟尾部跑去。龙龟的身躯给了他无与伦比的力量以及防御，但同样的，与此付出的便是极度缓慢的速度以及臃肿不变的身材。此时的周仓犹如一只灵巧的耗子，在龙龟身子底下乱窜。龙龟眼见那只小老鼠躲在自己身下，而自己根本抓不住它，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轰！龙龟四肢摊平，整个身躯重重地压了下去。但此时的周仓却正好从龙龟尾部钻出，随后一回头便看见位于龙龟尾部的硕大排泄孔。此时周仓脸上流露出与其样貌完全不符的阴险与猥琐。啊哒！周仓手中关刀以一个青龙探洞的姿势狠狠地戳在龙龟的菊花之中。突如其来的袭击之下，龙龟本能地收紧尾部肌肉，将关刀狠狠地架住。关刀刀身只没入菊花的一半，便停止了前进。但周仓好不容易找到了对方这么大一个罩门，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随后周仓双手持刀，用尽全身力气向着龙龟菊花处深入。龙龟感受到身后异样，随即便用上更大的力量，企图将其阻拦在外。一人一龟随即便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开始角力起来。其他人见状，赶忙向着龙龟的双眼以及鼻尖这些脆弱的地方攻去。此时的龙龟受到前后夹击，头尾不能相护，
一时之间竟然陷入了下风。周仓见此时陷入僵局，运转全身灵气，向着关刀上汇聚。此时的已经没入一半的关刀竟然开始快速变红，随后一团火焰附着其上，随着滋滋冒油声响起，一股肉香夹杂着特殊味道弥漫开来。张掖鼻尖一阵耸动，那股味道是大肠夹杂着原始本味的气息。吼！一声凄厉的惨叫声表达出来了龙龟的痛苦以及悲愤，那条粗壮的尾巴当即向着后方一阵乱舞。而周仓此时也发狠了，随着沉重的呼吸声响起，周仓全身肌肉蠕动，同时体表隐隐散发出金属的光泽。轰！龙龟粗壮的尾巴狠狠地抽在了周仓身上，但随着一阵沉闷的响声，周仓脚下石板当即开裂，但自身却没有一丝伤痕。周仓技能后甲使出，完好无损地应接了龙龟这一击。受到这番攻击之后，周仓手上更加用力，关刀又有1/3没入龙龟体内。同时，因为火焰的关系，龙龟菊花表面已经呈焦黑状态，原本的肉香已经变成了一股焦糊味。原本菊花周围还算坚韧的皮肤，此时受到剧烈晃动之后开始皲裂。周仓见状，随即猛烈搅动关刀长柄，一片片焦黑的肌肉组织从龙龟菊花周围掉落。很快，一个面积巨大的伤口被周仓制造而出。张燕此时赶来，看到这一幕之后，果断挥刀上前，一阵刀光闪烁，血肉翻动之后，张燕直接在菊花旁挖出一个巨大的洞口。随后，张燕回头看向周仓，露出一副阴险的笑容。下一刻，张燕整个人没入血肉洞口，同时疯狂挥动长刀，不停地向着龙龟体内前进。此时的龙龟已经不再单板地趴在原地，后庭受创的他开始剧烈翻滚，同时对着前方的张良与张宝大口一张。下一刻，一道道寒气从口中发射而出，向着两人飞去。此时的周仓已经收刀退至后方，面对陷入疯狂的龙龟，虽然有着后甲加持，但周仓心中还是有些发悚。此时，张燕依旧牢牢地将自己的身躯固定在龙龟体内，丝毫不顾龙龟剧烈晃动的身子，还在不停地向内挖掘。由于张燕的举动，此时龙龟尾部的大洞不停地向外喷洒出巨量鲜血以及大量的肌肉组织。龙龟似乎已经察觉到自己即将被掏空，随即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只见他四肢完全，随后用力一弹，将自己庞大的身躯弹向半空，随后一阵翻滚之后，将龟壳朝下重重地甩在地面。呼！此时的龙龟犹如陀螺一般快速地旋转起来。待在里面的张燕刚刚被龙龟这一摔搞得四脚朝天，还没等他重新站起，一阵强大的离心力传来，猝不及防的张燕直接顺着刚刚挖出来的洞窟给甩了出去。噗！张燕被龙龟甩出，随后重重地摔倒在地。龙龟看见始作俑者，心中恼火异常，想都没想，直接大嘴一张。片刻之后，海量由玄冰组成的利刃从龙龟口中喷出。要是不出意外，张燕或许就在这一击之下被戳成筛子。但在这危机关头，一道雄壮的身影站在张燕面前，替他挡下了这龙龟的必杀一击。还不快点走！龙龟含恨一击，周仓虽然皮厚，但浑身还是变得鲜血淋漓。幸好拥有小强躯体的快速愈合能力，此时周仓虽然身上被玄冰戳成了筛子，但伤口却在以一种诡异的速度快速愈合。回过神来的张燕也不废话，当即翻身离开。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龙龟的首要攻击目标。张燕不管跑到哪，龙龟的狰狞的头颅便转向了。在这场追逐之中，不知不觉间，龙龟尾部那巨大的伤口便转到了众人眼前。这种好机会，众人怎么会错过？随即大量的攻击便直接瞄准那个大洞，就连张掖也同样对着大洞使出了掌心雷。一轮集火打击之后，龙龟后庭犹如喷泉一般向外喷洒鲜血与碎肉。众人似乎掌握了对付龙龟的技巧，几人犹如非洲大草原上的猎狗，直接化身肛肠科主任，专门盯着人家的下三路进攻。饶是那龙龟身躯强壮无比，那也经不住几人这么干啊。3个小时，龙龟庞大的身躯终于轰然倒地。此时的龙龟龟壳下已经有一大半的血肉被几位武将所掏空，其中张燕在里面出了大力。龙龟殒命的当场，整个身躯开始虚化。他本来就已经是守护灵，原先的实体状态只是他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而特意转化。就在龙龟即将消散的时候，张掖体内那条气运精力突然跃出，向着龙龟的方向猛然一吸。一个淡黄色的龙龟虚影被吸入气运精力口中。气运精力来得快，消失的也快，将那团龙龟虚影吸入之后，当即重新回到张掖体内。靠，你吸完了，至少告诉我效果呀！张掖喃喃自语道。随着龙龟化成白光在南宫家成员面前消散，现场还在负隅顽抗的守军士气顿时崩溃。南宫文康带走了老巢之中几乎所有有生力量，这使得此时老巢之中一个拿得出手统帅都没有。
张掖带着麾下众人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座城池。在张掖的特意关照下，周仓等人故意放跑了几名逃兵，用了1天时间将整个城池内所有南宫家重要成员全部抓捕。第二天，张掖带着大军继续向着远处前进。此时，南宫文康依旧死死地咬住徐晃带领的50万土著军团。此时，南宫文康与南宫图等一众南宫家成员已经魔怔了。本来以为丢弃了那帮拖油瓶之后，应该很快就能追上那帮泥腿子，但现实却给他们狠狠打了2巴掌。那帮泥腿子在后面的9天里，几乎不眠不休地向前奔跑。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行军，南宫文康自问，就算是南宫家的精锐正规部队，都不可能会坚持如此长时间。此时，双方之间的距离竟然在短短9天内再一次拉大了。家主，情况不对，那帮泥腿子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强大的毅力？此时的南宫图无比羡慕西侯家的骑兵部队，此时他的手中要是有1万骑兵部队。南宫文康此时双眼涨红，头发凌乱，9天没有将对面追上，却将自己等人差点拖垮。哼，就算是对面给那帮泥腿子下了什么迷魂药，9天过去，他们也早就应该到达极限了。我就不信，那泥腿子被召集后，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变成铁打的了。传令下去，追上那帮人之后，一个不留，全部处死，让他们看看和我们南宫家作对的下场。此时的南宫文康眼神之中充满了疯狂之色。此时，徐晃正带着身后50万土著军团一路小跑着前进。那帮土著此时个个满头大汗，面色苍白，但所有人眼神依旧坚定，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如同机器人一般。徐晃自带的周亚夫在世技能，使得麾下士族的士气直接锁死，使得他麾下带领的士族直接变成军纪严明的铁军。哼！徐晃面露不屑地看了一眼后方，那个位置便是南宫文康等人的方向。此时，张掖带着在南宫家老巢抓捕来的那帮重要成员一路狂奔。为了提高行军速度，张掖连城中那帮成年男性俘虏都直接放过，因为他有一个疯狂的计划。该计划要是成功，南宫文康等人带领的正规军将很快就会解决。南宫文康等人接到老巢被袭的消息，已经是5天之后。这天，几名衣衫褴褛的人冲到南宫文康大军前。家主，问天城破了。问天城便是南宫家老巢的名字。凄厉的叫喊声当即惊动了整个军营。闭嘴！南宫文康一声呵斥，将哭喊声打断。随即那几个人被匆匆带入营帐之中。但刚刚那几声叫喊让周围所有的士族都已听见，随即谣言开始向着南宫家营帐传播开来。这么说，问天城被一名骑着白狼的少年带着一支军队攻破，守护灵也已经陨落。此时主帐内所有人脸色都变得很是难看。是的，家主，我们逃走的时候，问天城内所有的军队都已经放弃抵抗了，连老家主他们都……问天城都已经破了，那你为什么还有脸逃出来啊？此时原本趴在地上的那名问天城守卫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起来。家主，我来啊，将这几个逃兵拉下去砍了。南宫文康并不想听他们的废话，直接招来了营帐外的守卫。家主，我们都被骗了。南宫图走了出来，一脸难看。营帐内气氛顿时变得沉重。长久之后，南宫文康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棋差一招，满盘皆输啊！我是南宫家的罪人啊！此时凄厉的喊叫声从南宫文康沙哑的喉咙里发出，犹如一头濒死的野兽。家主，南宫家精锐还在，我们还没有输。南宫图一阵暴喝，直接将处于悲痛之中的南宫文康惊醒。对，我们还没有输，不将对面千刀万剐，难消我心头之恨。此时的南宫文康声音低沉的可怕，就犹如从地狱爬出的恶鬼一般。传令下去，所有人抛弃手头所有辎重，只留下3天口粮，和我全速前进。3天之后，要是追不上那帮泥腿子，他们一起死。终于发现了吗？徐晃喃喃自语道。就在刚刚，斥候来报，后方的南宫家军队突然开始快速行军，向着这边飞快赶来。随即徐晃同样指挥军队加速，但这一次南宫家的军队速度竟然一反常态的加快，与徐晃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就这样追逐了半天之后，徐晃当即下令停止前进，同时50万大军列阵，静静的等待着。只用了不到2个小时时间，前方天地交汇处顿时出现一道黑线，黑线越来越大，直到徐晃等人能够看清后方攒动的人头。南宫文康带着大军总算是赶来过来。哼，南宫家，你们总算是赶上来了。徐晃戏谑的声音传来，让南宫文康等人的眼睛顿时就红了。小贼，今天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给我杀！南宫文康一点都不想废话，当即挥军向前。徐晃见此，同样将50万大军齐齐压上。此时张掖等人一路星夜兼程，终于赶到了当初南宫文康抛弃80万平民的地方。
但此时眼前的景象却大大超乎了张掖的预料。将80万平民全部抛弃，在缺少粮食的情况下会发生了，这一点张掖之前就已经有所预料，但众人却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的景象会是如此让人触目惊心。一路上，张掖等人便已经看见倒伏在草丛之中的尸体，并且一路上尸体的数量越来越多，并且那些尸体开始出现不规律的残缺。众人循着尸体的痕迹一路向前推进，最终张掖等人终于发现了那帮平民的聚集地。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巨大的骸骨山丘，那些骸骨一看就是才从尸体上剔下来不久，上面还残留着血丝，底下一帮人正在麻木地熬煮着什么。看到这一场景，张掖等人难道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眼前这处据点，张掖数了一数，现场大概还有15万活人，这里应该只是众多平民之中的一部分罢了。那帮平民在一开始便已经发现了张掖以及麾下的大军，但这帮人神情却依旧麻木，根本没去理会。管亥，生火做饭。张掖深吸一口气，随后神情复杂地说道。片刻之后，大量的铁锅陈列在双方中间，随后食物的香味被风力吹拂到对面的阵地上，来自米饭的香气终于让一帮行尸走肉有了一丝反应。众人缓缓抬起头，看着对面大锅之中冒出的蒸汽，不禁咽了咽口水。人肉的味道怎么能够和米饭相比？不知不觉之中，所有人缓缓地站起身，向着张掖这边缓缓迈开了脚步。此时，黑山军以及玄武卫已经全部列阵在前，肃杀之气扑面而来，让那帮平民顿时站住了脚步。看到眼前这帮人还有一丝理智，张掖这才松了一口气。有理想就说明还有谈的可能，要是这帮人饿疯了，看到食物不顾一切地冲上来，这才要命。此时张掖骑着旺财缓缓走了出来。饿了吧？冷漠的话语从张掖口中说出，声音经过张掖法术的传递，使得清晰地进入在场每一个平民耳中。那帮平民先是震惊，随后乖乖地点了点头。知道你们如今这幅场景是谁造成的吗？不等那帮平民有所反应，没错，就是你们之前头上压着的南宫家。这一次终于有声音从人群之中传了出来。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问得好。张掖满眼赞叹地看向那个声音传来的方向，发现那只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罢了。为什么？因为在他们南宫家眼里，你们只是他们手底下乞食的蝼蚁罢了，连畜生都比你们珍贵。将你们带上，只能白白浪费他们的粮食，而你们自己却还没那些粮食贵。张掖残忍地说出了真相。此时众人一片沉默。片刻之后，那又能怎么办？他们可是南宫家啊！说话的那人两眼充满绝望。南宫家怎么了？难道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所有人头上吗？他们能有如今的地位，如今的肆无忌惮，还不都是因为你们的懦弱？正是因为你们的软弱，你们的不反抗，才助长了他们南宫家的威势，让你们在他们眼里连狗都不如。张掖的话使得人群之中一部分人眼神开始出现莫名的光彩。不行的，我们怎么可能是南宫家的对手？依旧有一部分人的脸上出现迟疑，毕竟南宫家这几个字仿佛一座大山压在他们身上几十年，不可能靠着张掖这一番话就能改变。对此，张掖早有预料，只见他不屑的一笑。难道你们还天真的以为南宫家还会欣然接受你们，给他们当狗，任他们压榨吗？放弃麾下领民，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件事将会放到哪一个势力身上，都会使他们的名誉大损。对于南宫家来说，你们就是他们身上的污点。现在你们想想，南宫家还会活着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吗？张掖这话仿佛一柄柄利剑，狠狠地扎入了所有平民的心中。想想也对，南宫家怎么可能会让众人活着回去？就算南宫家不会在意这个污点，但是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些人已经将目光看向远处的成片骸骨。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在场的所有平民脸色惨白，双眼之中露出绝望。看到面前这帮人神情的变化，张掖脸上露出一丝得意。想来你们已经明白自己的处境，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一是继续待在这里等待南宫家今后的清算，可怜你们啊，死后还要背上这么多的骂名；第2条路就是走过来吃了这顿饭，今后大家就是战友一起将南宫家的统治推翻，自己翻身当主人。2条路该怎么走，你们自己选吧。说完，张掖挥了挥手，身后的大军当即放开一道道口子，露出里面香喷喷的米饭。众人一下子陷入艰难的抉择之中。妈的，反正横竖都是死，那还不如搏一把，至少死前还能吃一顿饱饭。一道声音从人群之中响起，片刻之后，一道身影从人群之中窜出，向着张掖后方的铁锅走去。有了第一个领头羊，人群之中陆续开始有人走出来。随着走出的人越来越多，人心终于开始松动。妈的，反正都要死，那还不如死前吃顿好的。又有一群大汉骂骂咧咧的走了出来。人都有从众心理，看到一帮人都已经向前，
原本还有所犹豫的众人也都放弃了思考，当即向前。就这样，张掖收获了15万平民。同时，可能因为他们的遭遇，使得张福等人传教非常成功。仅仅只是1天时间，所有人都成为了太平道的泛信徒。很快，张掖重新找到了另外2处平民的聚集点，景象依旧如最初的一样，满地骸骨。但张掖等人默契地选择了无视。特殊时刻，不能用平常的道德水准去要求一帮面临死亡抉择的人。将大部分被南宫家抛弃的平民全部召集起来。原本将近80万的数量，在短短9天内就变成了40万。除去少部分失踪未找回的，其余人早就变成一堆残骸。此时在远方，徐晃正带着少部分残兵，向着之前约定好的位置飞快前进。与南宫文康的一战，最终还是棋差一招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兵锋的失利，而是南宫文康带着麾下所有武将直接强袭徐晃的方向。徐晃一个3级武将，但主要侧重还是在统帅方面，武力只能说一般，怎么可能抵挡一帮南宫家高手的联合进攻？关键时刻，徐晃也是果决，直接命令后方早已准备好的部队直接将所有粮草焚毁，随后带着一部分人当即脱离战斗。看着徐晃后方升腾而起的火焰，让南宫文康心神大乱，根本顾不上追击徐晃，而是立刻指挥众人前去灭火。自家人知道自家事，此时南宫文康等人每人也就带来3天的干粮，本来也就打着轻兵追击救粮于敌的打算，但没想到徐晃竟然如此果决，感到不敌，竟然直接放火焚粮。此时南宫家所有人都将注意力放到了身后那熊熊大火之上，徐晃等人的已经根本没有让众人放在眼里。就这样，徐晃带着5万人轻易脱离了战斗。按照当初张掖的指示，徐晃带着仅剩的5万人向着集合地点前去。仅仅只用了3天，徐晃便与张掖会合，双方汇军一处，加起来整整45万人，整体实力并没有减弱太多。此时信心暴涨的张掖开始挥军向着南宫文康的方向前进，准备来一个最终决战。同时南宫文康这边同样默契地向着徐晃逃跑的方向前进，他有预感，决定双方谁才是最终霸主的战斗即将展开。5天后，双方在平原之上展开对峙。南宫文康死死地盯着远处那位骑着白狼的少年，就是这个家伙将南宫家数代人的统治直接终结。南宫家主，久仰了。张掖骑在旺财身上缓缓地说道。哼，小子，你以为用一堆泥腿子就能与我南宫家一较高下？泥腿子就是泥腿子，就算数量再多，那也是泥腿子，他们就应该在地里刨食，而是当作征战沙场的士卒。之前与徐晃的一战，而南宫文康自信心暴涨，看向那堆头戴黄金的平民之时，眼神之中流露出来毫不掩饰的讥讽之意。但张掖对此却只是转头看向身后。听到了吧？他们到现在依旧将你们当作不值一提的泥腿子，告诉我，你们是只配待在泥里刨食的蝼蚁吗？不是。此时张掖身后的土著大军眼神之中已经开始闪耀起莫名的神情。你们依旧甘心有人在你们头上拉屎撒尿吗？不甘心。短短叫2句话，将众人的情绪直接调动起来。所有人眼神看向南宫家的旗帜之时，目光之中充满了愤怒。此时张掖的目光缓缓看向南宫文康。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干死他！杀！随着一声令下，张掖身后45万土著军团开始向着南宫家的方向倾泻而来。列阵！玄武卫率先出场，身后紧跟着的是大量普通重甲兵。不愧是南宫家的精锐士卒，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便已经将整个军阵转化为一道钢铁长城。哼，让这些泥腿子知道，我南宫家为什么能够压在他们头上。南宫文康一脸自信地看着眼前已经形成的钢铁长城，长达4米的长矛堆叠在盾牌上方，直接形成一道密集的钢铁丛林。刺猬阵乃是南宫家对抗夏侯铁骑的利器，连骑兵都能轻易抵挡，更不要说是那帮连盔甲都凑不齐都泥腿子了。哎，有些人呐，非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能明白什么是现实。张掖缓缓地掏出一圈黄色的丝帛，太平诏命，玄阶上品。效果：使用后，麾下士卒获得黄天加持，全属性正 30%， 士气达到巅峰，持续时间半小时。这件东西已经放在张掖领地内多时，但一直找不到使用它的机会。这一次正好展现一下他玄阶上品的威力。随着张掖心念一动，手中的太平诏命缓缓升到半空，随后释放出耀眼的黄色光芒。黄色光芒当即将在场45万土著军团全部笼罩。不知怎么的，众人浑身一震，一股莫名的力量涌现在全身各处，脑海之中竟然同时浮现一句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杀！所有人眼神开始变得炙热，脸上被一层狰狞随笼罩。在场所有土著军团发生的变化，
当然没有逃过南宫文康等一众武将的眼神。怎么回事？那个小子对这帮泥腿子干了什么？但没人有回答这个问题。很快，土著军团与前排重甲兵相遇，轰！冲在最前方的士卒当即被长矛刺穿身躯，但那帮人却依旧没能倒下，而是忍着剧痛继续向前。很快，后方的士卒踩着前方士卒的尸体攀到了最上方，密密麻麻的人群犹如丧尸潮一般，竟然直接搭着人梯越过了前排重甲兵布下的钢铁长城，向着后方倾泻而下。眼前这个场景，就连征战沙场多年的老兵都没有见识过。一时之间，面对如此疯狂的土著军团，他们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此时，最前排的重甲兵已经全军覆灭，包括那些曾经南宫家的骄傲玄武卫。毕竟再厚重的铠甲也无法阻挡45万土著的疯狂踩踏。挡住！给他妈给我挡住！制矛！后方一根根特制的长矛被南宫家的士卒掷出，长矛下落时自带的惯性轻易将下方士卒击穿，密集的头矛落下，才勉强减缓了那帮土著军团的攻势。但此时，南宫家士卒的阵势已经开始出现一丝混乱。为了能够在开局给予对面大量伤亡，南宫文康开战前已经将所有玄武卫以及重甲兵全部放置在最前排。但土著军团的疯狂超乎了他们的想象，这导致玄武卫全军覆没，重甲兵也基本阵亡一大半。防御主力的阵亡，让后方士卒根本无力抵挡土著军团的疯狂进攻。仅仅只过了15分钟，南宫阵地前半段已经彻底沦陷。溃逃的南宫家士卒向着后方拼命跑去，直接将后面的几方士卒阵型冲乱。南宫文康等一众武将拼命阻挡，但溃兵的数量太过庞大，可不是几个武将就能阻止的。几个倒霉的武将甚至直接被溃兵推倒，随后淹没在人群之中。当半个小时后，太平照命的效果时间过去，所有人再一次恢复如初。恢复理智的众人一脸惊讶地看着脚下的一切，以及前方那帮南宫家士卒惊恐的眼神。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做到了。南宫家还真是懦弱不堪，我只是稍稍一动手，他们便已经溃不成军，到底还是主上神威。一旁的张良及时吹捧道。张掖却对此并没有做出太多反应，而是看向一旁的徐晃、管亥与周仓等人：你们前去送南宫家主一程。末将领命。徐晃、管亥和周仓三个人直接带着1050名玄武卫以及22名铁狼卫，直接向着南宫文康的位置杀去。说来张掖麾下的铁狼卫经过这么多次的伤亡之后，张掖一直没来得及补充，手上的能量点实在是捉襟见肘。而且近段时间张掖首先大力发展的是玄武卫，所以将全部能量点都用来训练符文铁匠。自从符文铁匠数量达到123人之后，龙骧重甲的产量直接上去了。这段时间玄武卫数量从原来的350增加到了如今的1050，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现在张掖领地每日增加的580点能量，张掖全部收集起来没有动用，就是想到时候再训练一批符文铁匠，缓解张普等人的压力。当徐晃带着上千玄武卫出现，玄武卫按照特定方位组成阵列的瞬间，头顶上空一头体型巨大的龙蜥顿时出现。好！龙蜥以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狠狠地冲入对面南宫家的阵型之中。这头龙蜥由上千玄武卫的意志集结而成，根本不怕一般兵器的攻击。一轮进攻之后，南宫家士气降到冰点。龙蜥的庞大身躯同样引来一帮南宫家武将的集火打击，但龙蜥受到的伤害是由上千名玄武卫同时分担。只要龙蜥不是当场被打崩掉，上千玄武卫根本不虚。众多武将打了半天，却发现那头龙蜥根本没有受到太大伤害，反而被一旁的徐晃、周仓与管亥三人抓住机会，狠狠地偷袭了一波，将大半武将直接击杀大半。此时南宫家的败局已经已定，剩下的士卒已经开始向着四周溃散。南宫文康本来也想逃走以图东山再起，但徐晃三人却已经盯死了他。一番追逐之后，被三人围杀当场。其余南宫家武将除了大部分被击杀，只有寥寥几个逃出升天。自此，宣武平原三大世家之一的南宫家彻底灭亡，张掖成为了这块土地上最终的王者。战争结束之后，最重要的便是打扫战场。南宫家灭亡之后，张掖这边再一次俘虏了大片士卒，一番统计之后，俘虏足足有8万人。这8万可与一般的土著军团不一样，那可都是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卒。这一战虽然最终以张掖的胜利画上句号，但张掖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45万土著军团因为太平照命的缘故，直接攻破了南宫家的阵线，但同样付出了将近20万的死伤。黑山军与玄武卫虽然只是最后上场，但同样的，黑山军死伤3000，玄武卫阵亡150。将这8万俘虏全部拉入土著军团的阵营，让张福等人洗脑，争取最快速度转化为战斗力。此战消灭南宫家4级守护灵1支，3级武将3名，2级武将25名，
1级武将56名，外加上万士卒。但此时黄天祭坛上显示的召唤次数竟然只有4次，召唤的限制越来越多，直接打消了张掖利用人海战术刷次数多打算。这一战之后，南宫家士卒爆出来了大量的武器铠甲，其中重甲竟然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让张掖喜出望外。一番规整之后，重步甲足足拥有2万套，这2万套制式重甲正好交给此时的黄金力士，用来训练成玄武卫的后备力量。这样，等下一次征战之时，张掖也就拥有了能够组成防线的重甲兵数量。此时，张掖领地内的黄金力士数量只有13350个，那2万多重甲竟然还有剩余，将这重甲全部交给徐晃，让其全部装备于黄金力士身上。既然已经成军，那就不能再叫做黄金力士了。张掖将装备了重甲的黄金力士更名为玄息军，玄息进化就是龙息。张掖感觉这个寓意非常好。既然占据了宣武平原1/3的适宜土地，张掖开始命令麾下军队向着整个南宫家范围内所有人类聚集地发动征兵。随后轰轰烈烈的抢征活动开始席卷开来。与此同时，张掖也没有对于另外2个世家放松警惕，大量士卒被这样派往2个方向。1个月的时间匆匆过去，距离张掖来到宣武平原已经过去了大半年。此时，经过张福等人的努力，张掖再一次收获了16000多名黄金信徒，将6000名信徒放入淬体阁之中，转化为黄金力士，其余1万人全部交给张掖，转化为黑山军。此时，来自边界的消息终于传来，夏侯家以及公孙家方向同时出现军队，向着自己这边行进。之前一段时间，便有陆陆续续的土著从这2个方向跑到张掖这边，被巡逻的军队抓捕之后，张掖也知道了一些那2个方向的故事。夏侯家这边出现了一支能够吸收敌方血气、壮大自己的奇怪军队。那支军队数量很少，但每一个人都异常强悍，且很难被杀死。当时的夏侯家已经节节败退，现在看情况，夏侯家应该已经全军覆灭。另一边是公孙家，是遭遇了海量的虫子，那些虫子长相怪异，且能力千奇百怪。公孙家引以为傲的弓箭手军团，在面对海量虫族大军之时，早就失去了他应有威力。张掖在收到这2条讯息之时，便陷入思考之中。海量的虫子，整个燕国之中能用虫子命名的，张掖脑海之中第一个想到了汉江省之中的3苗谷主，也只有他们才能将那些虫子玩出花来。至于另一边能够吸取敌人鲜血加强自身的，张掖是听都没听说过。不过从目前的情报来看，两边没有一个好对付的角色，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张掖在两边都设立了大量的岗哨，防止对面突然袭击。此时涂广浩以及莫影等人已经踏入了原属南宫家的地盘，但让双方感到奇怪的是，一路上他们遇见了大量的堡垒据点，但里面都没有任何生人存在，似乎早就赶在他们来之前，那帮人都已经退走了一样。怎么回事？这里不是已经属于南宫家的属地了吗？为什么一路上所有据点都已经全部空掉了？莫影一脸疑惑地向着身旁的同伴问道，但其他人同样一脸迷茫。大家小心点，据说南宫家也遭到了和我们一样的领主袭击，要是不出意外的话，南宫家应该也已经覆灭。雅童一脸凝重地说道。那对面的领主会设下埋伏？不好说，现在敌暗我明，我们不能大意，将哨兵虫全部派出去。说话间，队伍之中飞出一片如同飞蚊一般的细小虫子，向着四周扩散出去。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涂广浩情绪变得极为恼怒，已经走了好长一段路程了，竟然连一个活人都没有看到。他和他的血衣旗需要不断吸取敌人的血气就能壮大实力，但同样的，因为迷恋这种实力快速增长的感觉，使得涂广浩变得易怒嗜血。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到自身如今的变化全是因为杀意蒙蔽神智所导致。此时张掖也陷入的苦恼之中，两个对手，一方是数量庞大的虫群，一方是实力强悍的血衣旗。综合来看，似乎还是那个吸收血气的血衣旗更弱一点。不为别的，就为整个血衣旗只有寥寥数千人，而张掖麾下拥有33万土著军团。这还没算上张掖从四面八方收集起来的土著，那帮人召集起来的时间尚短，军心未稳，不能轻动。既然对面是拥有能够吸收敌人血气的技能，那张掖麾下那一帮土著军团就不能带了，带过去非但不能给对方增加伤亡，反而会成为对面的补血包。如今1个月的时间，张普等人又打造了350副龙骧重甲，玄武卫的数量已经达到1250人。但对此张掖依旧感觉自信心不足，想来想去，随即又将注意力看向了黄天祭坛，还有4次召唤机会，希望能从中抽到什么大杀器。随着张掖心念一动，黄天祭坛上空释放出耀眼的金光，随着光芒散去，4件物品浮现在眼前。和遗憾，4次召唤都没有召唤到武将。深呼吸几口，平复心态之后，张掖缓缓地走到祭坛上空。
将4件物品一样样捡起来。玄黄镜，地阶中品。效果：使用后以玄黄镜为中心，方圆5公里将化为黄天厚土。黄天厚土在规定范围内，黄天意志将会投注到此处。所有黄金成员全属性正 30%， 非黄金成员全属性负 30%， 同时将会受到玄黄之气侵袭。随着时间加剧，整个躯体将会土壤化。注：使用后，玄黄镜将进入充能状态，时间5天。沙铺送葬阵，地阶中品。效果：使用后将会在选定地点自动布下法阵，进入的敌人将会受到飞沙走石的不间断袭击。注：大阵布下后不得撤销，不可停止。能量石，玄阶中品。效果：其中蕴含了大量能量，使用之后领地能量加50000。河西马场。效果：使用后立刻获得建筑物河西马场。河西马场用于训练培养河西战马的地方。这波主打一个心想事成，前面2件东西完美的解决了张掖目前所遇到的问题。这2个大杀器在手，何苦那2个敌人解决不了？意外之喜还获得了一个马场，张掖领地今后的骑兵问题也就解决了。张掖立马找到了领地内的一处开阔地江和西马场设立。和西马场的范围很是庞大，但如今里面空空荡荡，毕竟张掖现在可是一匹战马都没有。河西马场。效果：用于训练培养河西战马的场所。河西战马能量点500匹。看到这个战马的所要花费的能量点，张掖无奈的摇了摇头，怪不得领主初期很少有人拥有骑兵。瞧瞧这战马所要的花费，反正如今的张掖手头上根本没有骑兵兵种，所以战马这件事可以慢慢来。如今张掖领地内能量点的数量已经达到了65090，趁着这个机会，张掖直接来到了地火熔炉，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花费65000能量点，训练出来了65名符文铁匠。如今符文铁匠的数量直接达到188人。为了扩大龙骧重甲的产量，张掖已经投下了海量能量点了。花费了这么大的代价，对面的领主可不要让我失望啊！张掖看向涂广浩的方向，眼神之中充满了斗志，害得自己花费了4次抽奖的代价，等自己赢了，非要对面连本带息的还回来不可。涂广浩突然一拉缰绳，身后的血衣军同样停下了脚步。远方吹来的空气之中，竟然存在了大量的生人气息。对面有军队。想到了这点之后，涂广浩的眼神顿时释放出耀眼的光芒。哈哈，猎物来了，给我杀过去！话音刚落，数千血衣军加快了速度，直直的向着张掖的方向扑去。此番张掖只带了3万黑山军、2万玄息军以及1000多的玄武卫以及22个铁狼卫，其余所有土著军团全部被张掖放在老巢。高端的对决让那些炮灰上不会有什么好处，关键时刻还得看主力。此时玄息军列阵在前，长达4米的长矛将整个军阵装饰成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张掖看着眼前雄壮的军队，心中只是感慨，要是还有一支弓箭部队那就好了。但现在却也只是想想，如今领地初创，缺的兵种不要太多。一个全方位没有短板的领主，他的领地需要近战的步兵、骑兵，远战的弓箭手，还需要水战的水师，其中近战的步兵、骑兵、工兵、水师下辖还有种类繁多的各种分支。到了后期还会有空中单位，比如常见的有龙骑、狮鹫、天使之类的。不过现在想这些东西还太早，那些东西已经是高等级生物了，张掖根本不敢想象。就在思索之间，远处一支血红色的骑兵部队正在快速赶来，老远之间张掖都能闻到从他们身上释放出来的血腥气。怪，这是什么妖魔鬼怪？张掖心中感慨，看着那帮血衣骑的威势，这都已经脱离正常兵种的范畴了。涂广浩同样在观察着前方这支军队，军容整齐，士卒装备堪称豪华，不愧是能剿灭南宫家的领主，其实力完全不容小觑。但光靠这点实力就想与我对抗，恐怕还是有点痴心妄想了。涂广浩的嘴角露出一丝嗜血的笑容，太天真了，我会用事实告诉你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哥们哪里人啊？吃了没有？张掖骑在旺财身上，向着涂广浩这边大声喊道。张掖这突如其来的问候打了涂广浩一个措手不及，就像涂广浩一拳打过去，发现对面竟然对他报以微笑一般，让自己的愧疚感一下子飙升。我在想什么东西？狠狠地掐了一把大腿，让涂广浩顿时清醒过来。好说，我来自之江省，姓涂。涂广浩回答了张掖的问号，但语气依旧冰冷异常。但张掖似乎根本没有听出涂广浩语气之中的恶意与疏远一般，神情依然热情。哟，他乡遇故知啊，兄弟，我来自之江省五原市，老乡啊。但涂广浩却只是冷冷的一笑。好了，废话不用多说了，再怎么示好
也改变不了你的命运。看在你我同乡的份上，我会饶你一命，但你的手下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话音刚落，涂广浩直接拍马向前，身后数千血衣骑同样紧随其后。血衣骑的速度极快，眨眼之间就已经来到了张掖玄武卫面前。年轻人，这么着急可不行。说话间，张掖掏出了一块金黄色的铜镜。皇天助我！下一刻，天空之中一道黄色光芒照射下来，将以张掖为中心，方圆5公里范围全部被笼罩其中，连同涂广浩在内的所有血衣骑同样被包裹其中。这是什么东西？涂广浩眉头紧锁，在那道古怪黄光笼罩之中，他感觉自身突然虚弱了不少。不仅仅是他，而是所有的血衣骑实力都有明显减弱，而对面那伙人身上的气势却节节攀升。原来如此，这就是你的倚仗吗？你还是太小看我了。涂广浩手中长戈一挥，继续向着对面杀去。近了，更近了。此时最前方的玄武卫都能看到对面血衣骑脸上嗜血的神情。预备！徐晃高高抬起，哗！所有阵后所有长矛瞬间架起，整个钢铁长城直接变成铁矛森林。就在血衣骑即将撞上去的瞬间，涂广浩嘴角露出一丝不屑，随后一把抓住身上战马的鬓毛，整头战马随后用力一跃，战马巨大的身躯以一种极度不科学的姿势，轻松跨过地玄武卫组建出来的第一道防线。身后的血衣骑重复同样的动作，向前一跃，但因为有着黄天厚土的加持，所有血衣骑实力减弱，将近一小半血衣骑已经无法轻松玄武卫布下的钢铁长城，只能重重的撞在玄武卫的塔盾面前，随后被长矛刺穿身躯。即使如此，跃入阵中的血衣骑依旧还有上千的数量。卧槽，这合理吗？涂广浩以及血衣骑如此拉风的姿势，直接惊掉了张掖的下巴。自己精心布下的第一道防线，竟然被人轻松躲过。张掖在一旁心态崩溃，但一旁的徐晃脸上却依旧平静。随着他口中的命令一次次下达，后方的玄熙军向着血衣骑围了上去。玄武卫并没有第一时间回援，而是依旧对着外面上百名血衣骑展开绞杀。那帮血衣骑的确很是诡异，身躯被长矛刺穿，身上虽然鲜血淋漓，但手上的动作却依旧不慢，脸上也一如既往的平静，就似乎那些伤口根本不在他的身上一般。不但是人，就连身下的战马也是如此。涂广浩冲入阵中，开始对着向着张掖的方向猛冲。幸好玄熙军全员重甲，外加上黄金力士特有的卸力技能，使得他们被撞倒之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血衣骑为了追求速度以及杀戮效率，人均都是轻甲长刀，这套装备对付轻步兵有奇效，但对于重甲效果却不那么见效。之前对付夏侯家的重甲骑，血衣骑乃是靠着速度优势对着他们放风筝，才将这帮人耗死。但眼下涂广浩被张掖用玄黄镜阴了一手，全属性负 30%， 使得他们直接失去了引以为傲的速度。同时徐晃的及时指挥将那帮血衣骑团团围住，不断压制他们的活动空间。此时涂广浩手中长戈一挥，利刃顺着铠甲的连接处精准将一名玄熙军士卒削手，血液喷涌而出，随后里面的血气随即被涂广浩吸收殆尽。黄金力士的气血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普通人，但涂广浩此时的面容却显得有一些凝重。此时的情况已然有些不妙，虽然如今的血衣骑依旧能够依靠自身的实力以一敌十不在话下，但此时的环境却对于己方极为不利。那古怪的黄色光芒笼罩下，自己整个发挥出70%的实力，并且涂广浩明显的感觉到有一股奇怪的力量一直向着自己体内钻去，被那股力量有着难以想象的晦涩感。此时涂广浩的四肢已经有了明显的麻木以及迟缓，趁着空隙，涂广浩望向自己的手指，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手指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染上了一层如同陶俑一般的土黄色。操，哪来的妖术？涂广浩知道自己不能在这里磨蹭下去了，随即将目光看向远处的张掖。嚯，总算是看到我了吗？张掖心中想到。刚刚涂广浩跃入人群之中，状若风虎，两眼都直接杀红了，那样子让张掖都感到害怕。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领主比武将还猛的。张掖这里的武将也都只有3级，但那个涂广浩身上的气势隐隐已经达到了4级。妈的，见鬼了！这个家伙杀了多少人，升级这么猛？看到涂广浩向着张掖冲来，周仓与管亥直接迎了上去，同时张良与张宝直接在后方释放法术。带池某加一刀，周仓冲在最前面，手持关刀狠狠地向着涂广浩劈去。轰！涂广浩手中长戈直接挡住了周仓的全力一击。哼，装腔作势。哦，是吗？周仓那粗犷的脸上竟然显露出与他不符的奸诈。噗！下一刻，涂广浩身下一沉，竟然是自己的战马一下子跪倒在地。周仓那一重击，涂广浩虽然将其抵挡，但身下坐骑却抵挡不了，
双腿直接被震断。关键时刻，涂广浩双腿一撑，直接来了一个鲤鱼打挺，抛弃战马，稳稳地站在了地上。小看你了！涂广浩第一次吃了这么大亏，心中有所恼怒，身前血光乍现，手中长戈挥舞得密不透风。周仓虽然力量惊人，但速度确实是短板。刚开始还能勉强抵挡，但几个回合之后，身上面添了好几道口子，一时间身上变得鲜血淋漓。但有着小强躯体傍身，那些伤口虽然看上去吓人，却根本没有伤到要害，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伤口开始快速愈合起来。下一刻，周仓似乎感受到了什么，直接向着一侧躲避。呼！一道黑气直接越过周仓，向着涂广浩飞去。轰！血红色的刀光闪过，直接将其劈碎。下一刻，又是一块巨石迎面而来。涂广浩腰向后一弯，巨石直接从他上空飞过。哼，找死！下一刻，涂广浩两眼凶光闪现，手中猛地一劈，一道血色弧形能量向着后方的张氏两兄弟飞去。带！一声怒喝，周仓全身闪着金属光泽，直接出现在刀器前方。轰！周仓忍不住向后退了5步，这才稳住了身子。此时血色能量已经消失不见，但周仓的左肩至右腰多了一道长长的红线。就算有着后甲加持，但那能量依旧差一点击破他的防御。周仓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身上的红线，此时少量血液已经顺着红线流淌了下来。老管，你还不出来？我要顶不住了。周仓算是看出来了，光靠他一个人看起来是搞不定了，随即喊出了他们之中的杀手锏。来了！管亥一跃而出，同时毫不犹豫地使出了龙化。吼！此时管亥体型大变，直接化成半龙人形态，手持大刀向着涂广浩杀去。这是什么鬼东西？涂广浩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匆忙之下提戈阻挡。当！两兵器相撞的瞬间，涂广浩直接飞了出去，撞飞了3名玄息军，这才堪堪止住。此时涂广浩眼神之中充满了不可置信。不可能，你是4级，不对，是5级生物，怎么可能？当初开启之时不是说了3级以下的领主才能进入的吗？这种程度的领主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实力的武将？受死！管亥可不管他的震惊，直接挥刀杀了过去。操！拦住他！涂广浩赶忙站起身，向着后方跑去。5级生物已经不是他可以对抗的了，真他妈倒霉，踢到铁板上了。心中虽然暗骂，身体却并不慢，飞快地向着一旁躲避。附近的一队血衣骑赶忙朝着管亥杀去，但此时的管亥跟开了无双一般，怎么可能会被这帮人挡住？手中寒芒顿现，周围的几名血衣骑已经变成了一堆不明的肉块。小贼休跑！管亥向着涂广浩飞快地跑去，路上所有的血衣骑都在他手中走不过一招。难道我涂广浩今日就要死在这里？涂广浩心中悲怆地想到。突然，身后那道凌厉的气息竟然如同一个漏气的皮球一般快地下降。涂广浩一脸疑惑地向着后方望去，只见原本杀气凛然的管亥此时如同被榨干一般，不但气势跌落，连身躯都小了一大半。这个时候，涂广浩哪能还不明白，那个5级生物只是一个银样蜡枪头的样子货。老贼，现在该还我来追你了，劫！说罢，涂广浩转身向着管亥冲去。但此时，周仓与张氏两兄弟已经赶来过来。幽冥鬼爪！张宝长袍一挥，一团黑气直接幻化成一只漆黑的鬼爪，向着涂广浩抓去。该死的！涂广浩心中暗骂，不得已向着一旁躲去。但另一边的张良也已经做好了准备，随着双手一阵挥动，身后突然浮现一堆人头大的原石。去！张良对着涂广浩一指，数十块原石呼啸着向着涂广浩飞去。哪来的妖法？涂广浩手中血光飞现，最前方的几块原石直接被切成2半。但张良双手不断挥动，身后原石不断生成。此时的张良已经化身人形自走炮，大量原石排列成形，不断的向着涂广浩飞去。一个不察，一枚原石穿过涂广浩在身前组建的防线，直接砸在腰间。呜！涂广浩脸色一白，他感觉自己一个腰子好像要碎了。这一击直接打乱了他的节奏，随后大量原石直接砸了过来。砰！砰！砰！一瞬间，涂广浩直接被砸倒在地，一堆原石直接将他埋在底下。看到涂广浩已经失去战斗能力，张良终于停下手来。此时的张良脸色惨白，双手微微颤抖，一看就像房事过多的伪男一般。此时，那帮在阵中肆虐的血衣骑也因为玄黄之气的作用下，全部变成了一座座泥俑。嚯，这就是兵马俑吗？张掖一脸惊奇地望着眼前几千个变成泥俑的血衣骑，用手摸过去，简直和泥巴的手感一模一样。看着这几千个雕塑，张掖心中感慨万千，就这么点人，竟然在2万玄息军围剿之下，还击杀了将近3000玄息军，
而他们自身的损失竟然只有几百而已，大部分还是最前排的玄武卫击杀的。怪不得那个家伙可以仅靠几千血衣骑就击败了夏侯家，原来是专走精兵策略的家伙。张掖心中想到。和他不同，张掖是精兵也走，暴兵也走。此时，张掖走到那座由原石堆砌而成的坟头前，不知道那个猛男有没有断气，但为了以防万一，张掖眼神示意了一下身旁的周仓。周仓会意，直接走向前，轰隆，将上方所有原石全部砸开，下方终于露出受害者。此时的涂广浩可算不上好，被张良的乱石一顿狂锤。此时的他血肉模糊，身上那件狰狞的血色铠甲此刻都已经变成了一堆废铁。可妖术，你卑鄙圣之不武！身上的石块被搬开，涂广浩顿时口吐鲜血，伸出一条手臂，颤颤巍巍地指向张掖。嚯，这命还真硬，和周仓有的一拼。看到那家伙还有气，张掖撇了撇嘴，看来你是被石头砸昏头了。周仓，来给这位兄弟清醒一下。周仓听到这话，当即咧开嘴笑了起来。得嘞，主上你就瞧好吧。两名玄西军上前，一人拉着涂广浩一只手臂，直接将人给拉了起来。周仓满脸阴笑，双手相握，手指骨头压得咔啦咔啦响。你可要遭老罪喽！涂广浩吃力抬起头颅，刚想说些什么，噗！周仓一拳已经打在他的腹部，剧烈的冲击直接使得涂广浩口吐鲜血。呼，有种你就噗！狠话还没说完，周仓拳头又至，随后周仓拳出如龙。5分钟之后，别打了，我错了。此时的涂广浩顶着2个熊猫眼，脸已经肿成了猪头。行刑的过程中，张掖为了防止他嘎掉，还提前往他身上使用了以木灵配的治疗绿光。中途只要看到他气息微弱了，张掖马上再补一次。周仓5分钟尽情的输出之后，涂广浩终于认清了如今的局势。此时的他已经学会向黑恶势力低头，这才对吗？好了，既然您已经认清自己如今的局势了，那么就说说赔偿吧。张掖走到涂广浩面前，一脸得意的说道。什么赔偿？听到这话，张掖脸色顿变。什么赔偿？你看看我死了这么兵，那可都是我的手足兄弟，挚爱亲朋，就这么算了？涂广浩此时心中已经问候了无数遍张掖的出生地，但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也不得不低头。那你开个价吧。听到这话，张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贪婪的笑意。这个价你来开，你觉得你值多少钱就开多少价。但下一刻，张掖掏出了一柄锋利的匕首，轻轻地挂着自己的指甲。但你开的价我要是不满意，我不介意让你从此变成一个无根之人。说话间，张掖瞥了一眼涂广浩的下体，就这么一眼，让涂广浩下体顿时一寒。别让我想想。片刻之后，我看阁下手中全是步兵，我只有5万匹骏马，足够你组建一支精锐骑兵，你看怎么样？涂广浩眼中出现一丝希冀，战马他并不缺，占据了夏侯家的领地之后，缴获最多的便是各类骏马。倒也行，但是我要10万。10万？不可能，我手上只有8万。涂广浩赶忙摇头。张掖的眼神开始变得危险起来，同时手中小刀开始慢慢挥舞。我想起来，我好像有，那就10万。那才对嘛。张掖以及身后的武将眼神开始出现一丝满意。涂广浩心中苦涩，10万匹骏马，那可是将他在夏侯家所以收获全部清空，外加添上他领地内原本的珍藏。他领地以骑兵为主，战马是最重要的物资。交易达成之后，涂广浩大手一招，密密麻麻的骏马被其从领地之中召唤而出。这下可以了吧？涂广浩强制自己不去看那些骏马，否则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忍受不抽刀的冲动。张掖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他，而是兴高采烈地将10万匹骏马全部收入领地内。10万匹骏马加入，原本空旷的和西马场终于出现了一丝生气。很好，交易达成。听到这话，涂广浩直接转头准备离去。等一下！下一刻，张掖出声制止了他。怎么？东西都收了，你还想反悔？涂广浩口中虽然充满鄙夷与不屑，但内心却突然开始忐忑不安。他现在就怕张掖反悔，想杀他灭口。反正现在身处一时空之中，就算将他杀死在此，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好消息是，涂广浩想多了；坏消息是，接下来的事情他可能有点受不了。只见张掖从怀中掏出了自己的手机，直接放你走。将来你怀恨在心，暗中使坏怎么办？那你待如何？其实很简单。张掖看了一眼涂广浩身旁的管亥与周仓，两人很自然地将涂广浩按倒在地。你们干什么？结！不要！随后便是一阵布帛撕裂的声音，外加不停的闪光与咔嚓声。片刻之后，变态！
此时的涂广浩衣衫破烂，一脸无助，犹如一个刚刚遭受屈辱的小姑娘一般。而张烨则在一旁一脸痴汉笑，看着手机相册。好了，这下我也就放心了。你也不想这些私密照片让别人看见吧？张烨一脸不耐烦地挥动手臂，让涂广浩离开。今日屈辱，我涂广浩记下了。不走，我不介意多一条血针。话音刚落，涂广浩不再言语，低下头从此离去。此时和西马场之中多了10万匹骏马，这些战马之中有一小部分却是特别，他们的个头不但高了其他骏马一头，身上还释放着淡淡的血腥气息，其他骏马都刻意的远离了他们。这些马匹身上竟然和之前涂广浩那些血衣旗的气息很相近，只是稍微低了一丝罢了。随即张烨心念一动，血河马，实力1级生物，力量15，速度18，意志12，体质14，技能1浴血，通过吸取周边血气恢复自身伤势；2级血，通过吸取敌方血气精华加强自身；3燃血，通过快速燃烧自身血气，全属性正30%。张烨看到这血河马的信息介绍，心中直呼好家伙，怪不得那个涂广浩仅凭着几千血衣旗就能横扫整个夏侯家，连旗的坐骑都是1级生物。当然，张烨麾下的铁狼卫的坐骑同样也算1级生物，但一个铁狼卫就需要耗费1000能量点，而涂广浩的兵种看上去比铁狼卫还强一点，这从他们的坐骑血河马上面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这血衣旗的造价估计要高于铁狼卫，怪不得那小子只有几千血衣旗，原来是训练不了太多啊。张烨幸灾乐祸地想到，就按铁狼卫1名1000能量点来算，涂广浩这次葬送在张烨手上的血衣旗足足有3000人，那就是至少300万的能量点。妈的，开价开少了，那家伙竟然是富二代！张烨满脸悔恨，能用300万训练士卒的人，那会是什么普通吗？此时涂广浩已经回到领地之中，他的领地内是一片辽阔的草原，但不同的是，这片草原上生长的牧草竟然是血红色的。看着空空荡荡的草原上，只有寥寥几匹血河马正在悠哉悠哉地吃着草，涂广浩的内心欲哭无泪。辛辛苦苦从夏侯家抢来的马群一下子全部送了出去，还搭上了一部分自己领地内之前好不容易转化成功的血河马。没错，他的领地内同样拥有将其他马匹转化成血河马的能力，但这点马匹的损失，凭着他的地位还不至于让他伤心，真正让他心碎的还是那几千血衣旗的阵亡。光训练出那几千血衣旗就已经耗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要不是来自他家族的资助，他都组建不起来。这一下直接全部赔在里面，他都不知道怎么和家族交代。此时清扫好战场之后，张烨开始带着大军返程，一边已经结束，还有另一头的那帮虫子要解决。此时莫影等人已经来到原本南宫家的问天城，而此时整个问天城只有徐晃这一位守将。从公孙家领地内逃出来的俘虏口中，徐晃已经得知了这次敌人的大致情况。面对那数量众多的虫子，最为保守的方法还是据城而守。为此，徐晃在城中收拢了大量用于驱虫的草药，放置于城墙各处。莫莹、雅彤等一众谷主望着远处的问天城，根据哨兵重发来的讯息，那个领主已经率兵前去进攻涂广浩那个家伙了。队伍之中，一名谷主向着莫莹以及雅彤说道：“涂广浩那个家伙实力这么强，那个领主大概率要踢在铁板上。”莫莹一脸幸灾乐祸，当初他们与涂广浩交过手，那帮血衣旗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顶着漫天飞虫一路杀到他们面前，几名同伴差一点死在对方的长戈之下。要不是最后雅彤召唤出自己的本命蛊虫将涂广浩击退，而涂广浩也忌惮那只蛊虫的实力，最终退却。虽然最后以涂广浩的撤退为结尾，但那惊险的一幕依旧萦绕在众人心中。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比武将还要猛的领主，但雅彤却想得比他们深远。只见此时的他面容出现一丝忧愁，这不是一件好事。如果那个领主掰得太快，我们依旧会与涂广浩碰面，到时候那可就是最终决战了。但莫影此时显得有些没心没肺。那我们不还有雅彤你吗？你那个本命蛊虫那么厉害，连涂广浩这种猛人都害怕。莫影此话一出，身旁其他几名同伴干嘛点头，对于雅彤的实力，他们可都是服气的。雅彤听完众人的话，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说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本命蛊虫很是特殊，每一次召唤对于他的身体来说都是一次负担，而且本命蛊虫根本不能长时间出现。上次也只是将涂广浩炸走的，但这件事说出来，对于众人士气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的，所以他并没有说出来。好了，既然眼下涂广浩解决这个领主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就先一步将这座城洗劫一遍，到时候涂广浩赶来，我们早就已经回去了，他能拿我们怎么办？
莫银说话时一脸得意，想到涂广浩吃瘪，他可是极为乐意。而一旁其他几名同伴更是点头支持。但这时，一直负责哨兵虫的那名谷主脸上却出现一丝犹豫。那座城好几天前就已经将很多驱虫药粉撒满整个城墙，哨兵虫根本无法潜入进去。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城池内的情况。哨兵虫虽然体积小巧，易于隐蔽，但同样的，哨兵虫的战场生存能力很一般，就连普通的驱虫药对于它都是致命的威胁。徐晃在之前的几天里，已经在问天城四周放满了驱虫药，同时连四周的城门以及护城河之中都不放过。死了一大批哨兵虫之后，那名谷主总算是放弃了潜入问天城打探的念头。听到同伴这么说，但莫影等人先是有一丝迟疑。对方领主既然已经领兵前去阻拦涂广浩，那问天城之中的守军应该不会太多，毕竟涂广浩的实力他应该也有所了解的。这话说的在理，虽然城中守将的种种措施表明对方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麻烦，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城中守军绝对不多，恰好数量这个问题一直不是他们这些谷主应该担心的事情。巨大的蜘蛛轻易地攀登在城墙上，但下一刻一盆热油直接泼下，随之而来的是一团烈火。下一刻，化身火焰的巨型蜘蛛当即砸了下去，同时引燃了底下一帮蛊虫。一帮拳头大小的马蜂呼啸着飞向城头，但一张巨网当头照下，虫子的数量极为庞大，不时就有虫子跳上城墙，但迎面来的就是士卒们密集的长枪。城头下，莫影等人一脸淡然。今天已经是问天城攻防的第3天，整座城池摇摇欲坠，但就是不陷落。任凭众人如何增加蛊虫数量，但城头上却依旧相当数量的守军出现。雅彤姐，情况不对啊！3天了，我们的蛊虫都死了一大堆了，对面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多守军？莫银就算是再傻，这么多天过去了，也发现了问题所在。3天的时间，莫银他们对于问天城的攻势就没有停过。蛊虫不是人类，他们对于谷主的命令将会是无条件服从的，但士兵不一样，他们是有士气影响的。3天高烈度的战斗下，就算是谷主都有些撑不住，但对面的士气却是依旧如此高昂，仿佛根本没有劳累一般。而且3天的战斗，双方都已经丢下海量的尸体，高耸的城墙此时已经有一半被尸体埋住，但城头守军的数量却还像根本没有看到过减少的迹象。此时亚彤一脸闪过一丝凝重，这3天他心中暗暗计算过，那个城头至少已经有10几万士卒损失，但看样子似乎根本没有伤到对方的筋骨。那名手持巨斧的武将脸上依旧淡然。之前的3天，他们不是没有想过直接前去袭杀那名武将，以获得战场的主动权，但那名武将的实力却超乎他们的想象，面对群攻竟然越战越勇，到最后竟然犹如天神下凡，直接将所有参与围攻的蛊虫全部击杀。这让莫影等人看到心中当即一凉，之前参与围攻的蛊虫那可都是众人精心培育的将虫，相当于其他领主的武将，但这么多将虫竟然根本没能把对面那个男子怎么样，反而让他越战越勇，到最后全部击杀。武将比不过，攻打了3天的城池还打不下，此时的众人心中已经有了一丝退意。亚彤姐，我们要不就算了吧，再这么下去恐怕我们的损失还要大，对面那个家伙绝对不简单。对，我估计那个家伙与涂广浩那个猛人一样，真是恐怖。我们踢到铁板上了。众人点头呼应，他们对于眼前这座城池已经完全没有了想法，现在心中想的只有撤回去算了。但下一刻，操控哨兵虫的那名谷主却突然发声，我们后方20公里处出现一支陌生军队。这话一出，将众人的目光当即吸引过来。怎么回事？是涂广浩的血衣旗吗？不是，根据哨兵传回来的影像，那都是全身重装铠甲的步兵，应该是这座城池的领主回来了。听到这话，众人心中一沉，过来的既然是那名领主，那就意味着是涂广浩以及他的血衣旗没能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血衣旗是骑兵，而对方全是步兵，所以不存在对面领主主动逃跑这种事情。连涂光浩都对付不了都猛人，自己等人竟然与他的人打了3天，怎么办？亚彤姐，我们赶快跑吧。莫银的声音已经有些焦急，但亚彤此时却强稳住心神，转头看向那名操纵哨兵虫的谷主。对面那个领主手下有多少数量的士兵你看清了吗？最多2万，对方并没有将其收回领地，而是直接大摇大摆的放了出来，估计就是给我们看的。我们要不要搏一把？同伴之中有人眼神一狠，说出了自己的提议，但下一刻直接被周围的人否决。你在说什么？连涂广浩都对付不了都猛人，你还想打他的主意？那对方要是声张虚势呢？那你要冒这个险？这话一出，刚刚出生的那个谷主当即淹了。风险太大，没必要冒这个险。走吧，我们得到的便宜也已经够多了，要是输了，这1年全部白费，没必要冒险。领头的亚童话一出，众人赶忙收拢自己的蛊虫。于是
庞大的蛊虫大军在一刻间直接消失不见，随后众人各自骑上一只坐骑，快速离去。与此同时，已经离开了，竟然这么果决。张掖之前一直感受到一股若有若无的窥视感，他知道一定是另一伙领主的眼线，但张掖也不甚在意，依旧大摇大摆，慢慢的向着问天城前进。当初自己离开时，给将近40万土著军团，后续征集达到的数量全部留给了徐晃。只要徐晃在，那40多万土著军团的战斗意志绝对比精锐士族还要坚定。再加上问天城乃是之前南宫家的老巢，墙高城坚，对方要是没有10倍与徐晃的兵力，根本不可能将其攻下。但就在刚刚，周围那一股窥视感竟然直接消失了，这倒是让张掖摸不着头脑了。他随即向后方一看，也没发现什么能够吓到对面的东西。但不久之后，当来到问天城之后，眼前的惨烈却超乎了他的预料。问天城一半的城墙已经被尸体埋没，到处都是稀奇古怪的虫尸以及人尸的混合。当徐晃向他汇报战况之时，张掖心口更是一痛。整整18万土著军团的损失，直接将张掖麾下土著军团的数量降到了22万。追！一定要将对面的那帮领主给我抓到！此时的张掖已经面目狰狞，他打土广号都没有损失这么大，如今的土著军团已经被张掖看作是预备的黄金信徒，这么大的损失让他的收获降到了最低点。但张掖的报复行动最终还是没能实现。撤军之后的亚童等人回到公孙家领地，一番思考之后，众人为了安全起见，选择直接回归领地。反正灭掉公孙家之后，他们这帮人已经收获满满。接下来的2个月里，张掖开始四处搜刮人口，因为土广浩以及莫影等人的离去，整个宣武平原只剩下张掖一个领主，庞大的异空间之中只剩下张掖一人。但一番搜寻之后，张掖明白是自己想的太过美好。土广浩所在的夏侯家领地内，血衣旗以及土广浩因为需要吸取他人的血气，能够达到快速提升的能力，所以他在占领一处领地后，便将上面存在的生灵全部屠杀。在离去之时，还刻意将所有领民屠戮一空。所以前往夏侯家的部队利用1个月的时间只收拢了3万人。这个结果让张掖气急。还好莫影等人没有像土广浩这般弑杀，但蛊虫过境，本来就是尸骨无存。剿灭整个公孙家之后，平民的数量也基本上是10室9空，最后给张掖带来了15万人的数量。妈的，下次别让我再遇见那帮混蛋！张掖骂骂咧咧地说道。土广浩都和自己一样在浙江省，所以找起来也简单，再加上那家伙与自己年纪相仿，绝对是学员，以后遇上的几率很大。但另一伙人就麻烦了，大量的虫子一看就知道是谷主。那帮人基本上都生活在汉江省，那个地方与之江的距离可不近，差了10万8千里。对于他们，张掖心中也没有多少再一次遇见的把握。又是1个月过去，那帮土著最终给张掖提供了2万黄金信徒。之后不管张福等人如何传教，那帮土著也只是泛信徒，而无法转化。2万黄金信徒之中，张掖将其中1万人分给张燕转化为黑山军，另1万放入淬体阁转化为黄金力士。此时之前张掖从南宫家收获的重甲已经全部使用完毕，想要继续增加玄熙军的数量，那么只能自己制造重型铠甲。那么张掖又要回到训练铁匠这个头疼的问题上。所幸经过3个月的积累，此时张掖领地之中的能量点已经达到了54610点，干脆直接1不做2不休，张掖直接花费54600点能量，从地火熔炉之中训练了546名普通铁匠。至此，张掖领地内普通铁匠的数量已经达到了651人。至此，制造黄金甲以及重型甲也有了一定的效率。如今只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那就是玄熙军之前穿着重型甲都是从南宫家收拢而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样式。这对于张掖这种有稍微强迫症的人来说极为不适。回去之后要去网上找几款重型甲胄的制作图了。这种重型铠甲的要求与玄武卫的龙骧重甲不一样，玄熙军的数量将来会很大，所以这种铠甲在张掖的计划之中不需要有多优秀，但工序一定要简单，制作效率要高。所以这种铠甲不需要有多么优秀的技能效果，普通一点就行。满足这个要求的铠甲图纸，张掖相信自己还是能够支付得起的。时间又过了3个月，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宣武平原之上已经再也没有一个能与张掖匹敌的对手。对此张掖也乐得清闲，在空下来的日子里，他也没有白白浪费，而是静下心来钻研太平要术之中的人盾。太平要术天地人3盾分别代表了雷法、鬼道、兵法3种类型的法术。天盾之中，张掖掌握了掌心雷；地盾之中，张掖学会了控魂。经过3个月的潜心修炼，张掖终于从人盾之中领悟了新的技能神速。神速这个技能与其他2个不同，这项技能并不作用于己身，
而是用于麾下军队。神速效果：麾下士卒行军速度正100%，持续时间1个小时。技能介绍极为简单粗暴。掌握当天，张掖直接对着麾下的玄息军使用了一次。原本行动缓慢的玄息军在得到神速的加持之后，行走速度竟然比一旁的黑山军奔跑起来还要快不少。但神速使出之后，张掖感觉浑身一阵乏力，好像整个身体被掏空一样。很明显，使用这个技能非常耗费法力，并且该技能耗费法术力度还与数量和兵种实力成正比。很显然，这个技能只能在关键时刻才能使用，并不能使用过于频繁。对此，张掖还是有些稍稍失落。3个月的时间，张领地内又增加了34800能量点，还是老样子，将这些能量全部用于普通铁匠的训练。自此，普通铁匠的数量达到了999名。张掖这是铁了心，要将领地后勤队伍给彻底建设起来。张普给张掖统计过一次，一套龙骧重甲需要1名符文铁匠花费5天才能打造出来，而一套黄金甲只需要普通铁匠花费2天便能打造。3个月的时间，龙骧重甲总共打造了3384套，而黄金甲足足有25245。黄金甲如今已经全面在黑山军之中列装完毕，而玄武卫又增加了3384名。此时，在宣武平原已经过去了11个月多，距离最后离开的日子只剩下1个月不到。为了防止自己错过最后日期而无法离开，张掖直接提前通过领地回到主世界。因为时间原因，张掖在宣武平原待了整整1年，而主世界只是过去了1瞬。看着桌子上的钟表，只多了1秒，张掖此刻竟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虽然现实生活之中时间只过去了1瞬，但张掖可是在异时空足足待了1年的。爸妈，回到主世界，张掖第一时间便是来到大厅。怎么了？又有什么事？哎，难道我真的老了？我怎么感觉你这臭小子长高了？张掖老爹一脸吃惊地看着张掖，同时转头看向厨房之中正在忙碌的张掖老妈。老婆，快来看，咱们儿子好像又高了。听到老爸的喊叫，老妈擦了擦手，赶忙走了出来。叫魂那死鬼！哎，儿子你好像真的高了。面对父母的疑惑，张掖心中先是一惊，心想果然是自家爸妈，这么细微的差别竟然也能轻易发现。此时的张掖正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发育期，1年的时间足够他长高好多。面对父母的疑问，张掖并没有过多隐瞒，而是将自己在宣武平原上的经历一五一十的告知。啪！张掖刚刚讲完，老爸顿时猛地一拍大腿：“糊涂啊！”说完，一脸恨铁不成钢的看着张掖：“当初你就不应该将土广浩那个小子放回去。听你的话，那个小子家里肯定不简单。你这样将对方放回去，那就不就是放虎归山？”说完，一脸无奈的摇了摇头。到底还是年轻，不知道人间险恶。要是让你老爸来，他就不可能见到第2天的太阳。但这话引来了一旁老妈的不满：“胡说什么呢？儿子才多大，你就叫他杀人啊？妇人之见，慈母多败。哎呦，娘子为夫错了。哎呦！”老爸话还没讲完，当即引来老妈的一顿毒打。望着打闹的老两口，张掖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当初放过土广浩，也是他思考之后才无奈做出的决定。土广浩身后绝对有一个势力庞大的家族，而且既然他能组建得起几千人的血衣旗，那么土广浩在这个家族之中身份绝对不一般。这样的人意外死在了异空间之中，他身后的家族不可能不知道。那些大世家之中底蕴不断，谁知道有没有什么诡异手段能够找到他的死亡原因？如今的张掖一切才刚刚起步，还没成长起来的他根本没有和大世家正面对抗的实力。如今自己实力弱小，一切还是要以稳住为主。狗道可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再说了，那个涂光浩一看就是心高气傲之人，这样的人绝对不愿意让家族其他人知晓自己在异时空之中羞耻的事情。想到这里，张掖情不自禁地掏出了手机，将那一套写真上传云空间。也不知道那个涂广浩如今怎么样了。张掖此时竟然有些怀念那个手下败将了。此时枝江涂家在一处房间之中，涂广浩跪在最中央，他的最前方是一名满头白发的老者，两边是一群神色各异的中年人。小浩啊，怎么回事？说说吧。为首的老者缓缓地说道。涂广浩回到主世界之后，便明白几千血衣旗的覆灭这件事太大了，根本不可能瞒得过家族其他人。思来想去之后，直接向着家族坦白。果然，涂广浩的话当即在涂家引起轩然大波。涂广浩作为涂家实力排名前3的嫡系成员，其一向受到涂家的大力栽培。在发现他觉醒的特殊领主天赋之后，更是花费巨大代价帮助其组建了几千血衣旗。但如今竟然听到了血衣旗全军覆没的消息，那可是整整300多万能量点。涂家花费了300多万能量点，
竟然连一个水花都没冒一下，就让涂广浩全部给败没了。此时大厅之中的气氛变得极为凝重。不久之后，呲，角落之中传来一阵不屑的嗤笑声。我说小浩啊，不是四婶说你，咱涂家虽然家大业大，但也不能这么败家啊。家族为了培养你，可是花费了海量的资源的，但如今你看看，不但没为家族贡献什么，这一下子还给这几千血衣旗全赔进去了。三哥你也说说他。一名满脸富态的中年妇女走了出来，一脸刻薄地说道。她的话当即引起了一旁其他几名太太的认同。涂家为了培养涂广浩，砸下了大量资源，帮助其增长实力，更是帮助其组建了几千血衣旗。涂家每年用于培养后辈的资源就这么多，涂广浩多用了，其他几家的后辈拿到手的就少了。这件事本来就让其他几房的成员心中不满。这一次涂广浩犯下如此大错，众人当然要落井下石了。此时涂广浩所在的三房脸上就有些不好看了。砰！眼前众人争吵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最前方的老者将拐杖重重地砸了一下地板。一瞬间，众人当即识相的闭嘴。说啊，怎么不继续说了？当我已经死了吗？来自家主的话语让在座的众人心中一寒。家主发怒了，看到众人已经被自己吓得变成了鹌鹑，老者这才作罢，转头看向前方跪着的涂广浩。小浩，你有什么要说的吗？爷爷，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经我自己会解决。涂广浩虽然跪在地上，但依旧满脸冷漠，两眼之中还闪耀着一丝倔强。看着涂广浩的样子，老者顿感一阵头疼。涂家如今最出色的3名后辈，每一个让人省心的，大房家的实力最强，但做事冲动易怒，如今常年在外征战，根本不回来。要不是留在家族的灵魂印记依旧闪耀，众人都他已经不知道陨落在哪个犄角旮旯了。二房家的性格与之完全相反，性格冷静，办事想得全面，要不是女儿生，老者都想将其列为下一代家主了。但此女过分冷静，对于家族内部事务完全不上心，对于各房之间的龌龊事更是泄尽不明。如今独自一人待在学校内，同样常年不回来。也就三房家的涂广浩对于家族的羁绊最深，但这个小子性格犟得跟头驴一样，并且因为觉醒的领主天赋的关系，性格变得极为嗜血，对于人情同样冷漠。老者都担心再这样下去，他会走跟大房那个小子一样的老路。就在老者沉思之间，听到涂广浩这番话的其余几房就像找到了宣泄口，随即将火力对准了涂广浩。哼，自己解决？你凭什么自己解决？就是嘴巴没毛办事不牢，我就说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咱涂家又不是只有一个涂广浩，我们家那小子近期也培养出来了一个3级武将。小浩到底还是一个孩子，家族就应该给其他成员一个机会，各房的子嗣又不是很差，凭什么资源全给一个人？众人说话根本没有可以避开涂广浩，说话时还不停地用贪婪的眼光瞥向他。啊，拿涂家的资源去培养就你们生下来的那帮废物，那还不如直接喂狗划算。涂广浩可不是忍气吞声的主，当即冷冷地说道。此话一出，涂家各房的人脸色顿时一变。小畜生，你在说什么？三哥，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儿子。老三，你该回去好好教教小浩了，真不像话。面对各房长辈的喝骂，就连涂广浩自己老爹都有些支撑不住，看向涂广浩的眼神之中充斥着责备。但涂广浩此时可并不想和那帮人废话，随后在众人的目光之中缓缓起身。不等其余各房长辈出声喝骂，下一刻涂广浩体内气势直接释放出来。轰！那浓郁的杀意混合着血腥气息的威压当即将所有人笼罩。整个房间之中原本嘈杂的声音顿时消失不见，连原本坐在主位上的家主此时都站起了身。小浩，你已经突破4级生物了。涂广浩点了点头，随后转身看向一旁的各房成员，眼神之中充斥着毫不掩饰的鄙夷。我这实力，你们那帮生下来的那帮废物可否做得到？各房同代子嗣听到这话，尽皆对着涂广浩怒目而视，但在迎上他那满含杀意的目光之后，都忍不住低下头。看到这一幕，涂广浩脸上的不屑更浓。瞧瞧你们都生了些什么东西，都是赤裸裸的造粪机器罢了。小浩，在座都是你的长辈，过了。家主在一旁提醒道。但涂广浩此时直接转身离开。想拿我涂广浩的东西也行，让你们生下来的废物亲自来找我要，只要能活着从我手里走出去，我的东西你想拿多少就是多少。说话间，涂广浩直接离开这间屋子。此时他终于知道大房与二房的2位为何一直不回来，待在这种家族简直就是对于自己的侮辱。同时涂广浩心中闪过那样令人讨厌的面庞。这次算我输，但下一次再遇见我，当日的屈辱我要你加倍奉还。众人眼睁睁地看着涂广浩离开，各房虽然脸上很是难看，但想到涂广浩展露出来的实力，也都只能硬生生忍下来。这个年纪就能达到4级生物的实力，他涂广浩将来的成就不用多说。就算大家还想打他的主意，
恐怕都还不等他们动手，家族之中那帮族老便不会饶过他们。转眼之间，5天时间已经过去。当初学校可只给张烨他们放了半个月的休整假期，如今15天已过，明天就要正式上学。随着五原市的解封，大街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上学第一天，张烨再一次不负众望的迟到，但他刚刚踏进教室，便发现此时的教室之中竟然格外空旷。此时偌大的一间教室之中，竟然只有20多人。叶哥，朱刚依旧如同往常一般热情的招呼张烨。怎么回事？今天人怎么少了这么多？放下书包，张烨赶忙出口询问道。还能是怎么回事？当初那场6校联考就有很多同学没出来，回来之后还几个直接转班去普通班级了。朱刚说话间言语有些许不屑。这个莽汉最看不惯这帮胆小的人，国家给领主学员这么多的好处，难道只是开善堂？张烨注意到一旁骆明成的桌子都已经空出来了，这家伙当初就与自己不对付，这一次没能从那一时空出来，自己竟然还有点些许不适了。林文斌不知何时走入教室，看着空旷的教室，脸上竟然没有丝毫变化。还有22人，不错，比我之前想的要好。你们今后或许会庆幸自己今天的坚持。考虑到大家前段时间的遭遇，这2天我们先着重学习一下理论知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因为这届领主学员人数减少，今后你们每个月都补贴将会增加。原本的1枚黄阶良田石以及1枚黄阶粮草石，今后变为2枚。一听到不用钱去训练，每月补贴还会增加1倍，众人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但下一刻，哦，对了，因为人数减少，市里教育局为了增加大家的实力，决定过几天要再一次组织众人前往异时空，大家做好准备。此话一出，众人脸色当即一变，刚刚才从异时空的惊变之中逃出来，马上又要进入其中，这谁受得了？林文斌似乎看出了众人的心思。同学们，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想要获得强大力量，就要不断遇见危险。当领主的，怎能一直站在原地？上一次的事情，难道还没让你们明白过来吗？弱小才是一切不幸的原罪。教育局对于这一次疏忽，让大家受到了不小的精神损失，决定给予每人1块黄阶中品能量石作为精神损失费，等等下课来我这里领。众人的脸上顿时被一层惊喜所覆盖。黄阶中品，那不就是5000能量点？哎呀，早说嘛！我一下子对于这次异时空之旅感到兴奋起来了呢。吾辈领主当然要勇往直前，区区小小危险算不得什么。张烨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众人，这帮家伙竟然还是一帮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张烨、朱刚、张金涛，听见上面有人叫自己，一抬头发现竟然是林文斌。去一趟校长室，林校长找你们。之前15天里，整个五原市教育界发生巨大变动，不但教育局上层领导全部下台，连6所高校校长也全部换血。这个林校长本名林元奎，就是刚刚入职的南市高中新任校长。奇怪，校长找我们是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吗？开口的是张金涛，他的脸上出现一丝紧张。放心吧，能交给我们的也不会是什么重要的事儿。那我们要是给他搞黄了怎么办？第一次前往校长室，张金涛脸上依旧有些不安。那就让他老人家记住。此时张烨突然转过身，敢用我们，是他瞎了狗眼。林元奎是一个面容严肃的中年人，单单坐在那里就有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压迫感。面对这种感觉，让坐在前方的张烨3人浑身不舒坦。放松点，你们3个是高一领主班实力最为出色的3人，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们。说话间，林元奎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别紧张，是一件好事。张烨3人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神之中看出了了然。校长有什么要交给我们？您真的想好了吗？不再考虑一下？林元奎对于3人说出的话很是疑惑。后悔？后悔什么？如今高一领主班也就你们拿得出手一点。前2天严国政府下发通知，全国各地大学将组建领主少年班，现在将要在全国各大地区挑选适龄人员。3天之后，各大学负责人将会来到我们五原市，你们3个代表我们南市高中好好表现一下。林元奎话刚说完，朱刚直接开口：校长，加入少年班有什么好处没啊？加入各大少年班将会获得所属大学的资源倾斜，并且每个少年班的成员将会获得严国官方的补助。这话很简单，就是加入少年班的人每个月可以拿2份补贴。这条件很是吸引人，张烨3人顿时眼前一亮。最重要的是，可以不用参加高考，直接跳级前往大学，比其他人少走3年弯路。校长，那少年班的考核是？张金涛赶忙问道。但林元奎对此确定摇了摇头。这个考核全由各大学自己决定，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段时间你们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实力吧。这点东西你们拿着，是学校对于你们的鼓励。说完，林元奎从抽屉之中拿出3个木盒，摆在张烨3人面前。张烨，你是他们之中实力最强的，
这一次少年班的挑选，你也是最有希望的，好好干。说话间，林元奎将其中一个木盒递到他的面前。放心，校长，我绝不会让学校失望。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张烨当即双手接过木盒。朱刚，你的领地潜力很大，你要再接再厉啊！说话间，又是一个木盒递过去。最后，林元奎看向一旁的张金涛。张金涛，你现阶段的实力虽然比不过他们两个，但也不用气馁，我相信你的潜力。林文奎的话让张金涛脸上露出真挚的笑容。终于熬到放学，一回到家，张烨直接进入领地，将之前林元奎给的木盒打开。已经忍了一天了，张烨都快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啪嗒，一打开盖子，里面竟然直接拥有5块白色晶体，能量10乘5，玄阶下品。效果，其中蕴含了大量能量，使用之后领地能量加10000。嚯！张烨的眼睛当即亮了起来。大手笔啊！张烨忍不住喃喃自语道：“看来那个什么少年班的选拔对于校方极为重要，不然不可能出手那么大方。”毫无疑问，张烨直接将其使用。这个少年班计划，听林文奎这么一说，只要加入成功，那么一进去就相当于真传弟子，不但每个月能够拿到2份补贴，在日常还会受到校内资源倾斜。这种好事，张烨怎么可能会放过？所以他打定主意，一定要加入其中。整个延国上千所大学，他张烨这种实力，总不可能连一所普通高校都进不去吧？所以这段时间就需要尽可能的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如今张烨领地内能量点已经达到5万多，之前铁狼卫经过宣武平原战争之后，只剩下22名，正好这一次给他增加一下，花费53000能量点，在狼骑营训练出53名。铁狼卫达到75，虽然依旧没能恢复到巅峰，但怎么也能在关键时刻当一回杀手锏。叮铃铃铃，刚离开领地回到主世界卧室，手机铃声顿时响起，一拿出来便发现是朱刚打来。卧槽，叶哥，校长那个老头子真是大方。你猜我那个木盒子里面装了什么？一接通，里面便传来朱刚那惊喜的声音。还没等张烨说什么，3万，是整整3颗玄阶下品能量石啊！小爷发达了啊！张烨想了想，还是决定不告诉那个憨货残忍的真相。他是真没想到，林校长竟然还是一个看碟下菜的人物。这么一来，那个张金涛得到的估计还要少。但这种事情，张烨决定埋在心里。打开电脑，登录网上商城，张烨开始为玄曦军寻找一种合适的重甲。不愧是延国规模最大的网上商城，在输入关键词之后，上面罗列出大量的重甲图纸，让张烨看得目不暇接。最终，经过多方面思考之后，张烨从中找出当前实力下最具性价比的图纸——金刚巨装铠甲制造图册。金刚巨装效果：1金刚，敌方攻击负30%。根据商品的介绍，这套铠甲属于重型步甲，但效果只有1条，并且重量也大大超出了一般重甲，所以上面显示的销售数量也很是惨淡。除了兽人领主，一般领主是看都不会看。张烨却直接花费30万将它拍了下来。张烨选择他的原因，并不是他有多优秀，而是他那恐怖的售价。基本上和他统一售价的铠甲没有他强大，比他强大的又没有他便宜。30万钞票的东西，商家自动使用次日达服务，今天买，明天就到。第2天傍晚，张烨便收到了商家寄来的包裹，将这份金刚巨装图纸交给几名铁匠。经过几人实验，最终得出结论：一件金刚巨装需要1名铁匠花费3天才能打造。3天一件金刚巨装，张烨也能接受，毕竟自己如今手头上拥有普通铁匠999人。将玄曦军换装这件事交给手下那帮铁匠之后，张烨开始温习天遁。作为太平要术3遁之中杀伤力最强大的一篇，张烨对于他的重视程度最高。时间眨眼到了第3天，跟以前一样，乘坐校方的专用车辆向着考核地点前进，但这一次却有了不同。可能是因为上次天选会的缘故，所以这一次安保力度大大增加。专车开到市内一处统一地点，由军方提供载具，向着特定目标前进。还没到达考核地点，路上已经陆陆续续看见一支支精锐骑兵正在警惕地巡视。